2037年11月1日，北川市某处别墅内，最新消息：各国顶尖游戏公司共同开发的划时代虚拟网游《神域》将在今日开服。据统计，本次全球公测的玩家总数量将会达到惊人的20亿之多。听着四周喧嚣的声音，秦风猛然睁开双眼。当他看清楚身处的环境之时，微微皱起眉头，呢喃道：“这是我的卧室。”下一刻，只见秦风转头看向了眼前播放的《神域》网游开服的新闻播报。《神域》网游公测，我重生了。想到这里，秦风瞬间陷入回忆之中。就在今日，《神域》网游将会开启第一次公测，届时这款游戏将会因为超高的虚拟度而风靡全球，吸引无数玩家进入，最后逐步成为人类的第二世界。而这只是一个开端。在游戏开服1年后，游戏开始和现实初步融合，玩家在游戏中掌握的实力也逐步具现到了现实之中。至此，全民网游时代降临。公测5年后，在神域版本更迭之时，无尽魔物降临蓝星，浩劫降临。想到这里，秦风深吸一口气。可以说，这款名为神域的网游将彻底改变无数人的命运。而想要不被时代所抛弃，就要进入其中，争夺机缘，强大自身。意识到这一点，秦风直接看向了一旁的虚拟头盔。这个虚拟头盔就是在不久前订购的，虽然是个最普通的 C 级虚拟头盔，但是也够用了。秦风扫了一眼时间，发现距离开服公测仅剩下10分钟了。于是乎，他缓缓拿起虚拟头盔戴上。刹那间，黑暗袭来，瞬间吞噬了秦风的所有意识。不知过了多久，一道声音缓缓响起：提示 DNA 虹膜认证成功，提示正在登录中，提示登录成功，即将进入初始空间。随着声音响起，秦风猛然睁开双眼，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而在这时，一道系统提示框瞬间弹出：提示，请为您的角色命名，请输入角色名。看到眼前的提示，秦风直接输入了清玄2字。提示，当前角色名为清玄。提示，您的角色命名成功，请抽取属于您的专属天赋。在秦风角色命名成功后，眼前的提示框再度变化。与此同时，一个选择面板浮现在秦风面前，随机抽取天赋，兑换天赋。秦风直接无视了抽取天赋的选项，直接看向了一旁的兑换天赋。看到这个兑换天赋，秦风笑了笑。根据他的记忆，这个兑换天赋的选项是专门供给一些顶级神豪或者是某些气运逆天的幸运儿。神域在开服之前就将一些稀有天赋的兑换码都留给了一些神豪玩家或者是其他游戏的顶尖职业玩家，当然也有一些是通过活动获取的，例如神域官网的活动，购买头盔都有机会抽取到稀有天赋的兑换码，以及一些和其他游戏公司合作的盲盒抽奖活动，只要购买游戏公司合作的周边，就有一定几率获得天赋兑换码。可以说，想获得天赋兑换码，要么拥有常人难以企及的财富，要么拥有惊人的气运，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但是作为一个众生者，秦风显然是个例外。在重生之前，秦风就知道了不少兑换顶尖天赋的兑换码，而这些兑换码虽然大多数已经被秦风所遗忘，但其中最顶尖的天赋兑换码，秦风却还记得。只需要将那个天赋兑换到手，其他天赋对秦风来说都不重要，因为那可是唯一一个超越 SSS 级的唯一限定天赋。在秦风意识到这一点后，直接点开兑换天赋面板，请输入兑换码。看到眼前的输入栏，秦风毫不犹豫开始输入代码 SSS 加000001T0。随着代码输入完成，下一刻提示输入代码成功，可兑换 SSS 加级别唯一限定天赋无尽金币。提示是否确认选定此天赋，此天赋一旦选定无法更换，请玩家谨慎选择。确认取消。看到眼前的提示，秦风直接选定天赋。在秦风选定天赋的刹那，一阵金色光芒瞬间笼罩住了他。提示觉醒天赋中。提示恭喜您成功觉醒了 SSS 加天赋无尽金币。无尽金币 SSS 加。阶段1，效果1，拥有无限金币。效果2，每消耗1枚金币将会获得额外增加1点基础生命值。进阶所需等级达到 LV30。下一阶段效果，额外增加1条天赋效果。特殊提示，消耗金币需要购买合理价格的商品，否则无法触发天赋加成效果。例：与玩家反复交易金币刷金币消费额度，或花费1亿金币购买1金币的商品等。此时秦风有些震惊地看向了获得的天赋无尽金币 SSS 加天赋。这天赋简直太变态了。无限金币什么概念？相当于能够一直氪金变强，而且这个天赋不单单只有无限金币这一个效果。此时秦风将目光投在第二个效果之上，每消耗1枚金币将会获得额外增加1点基础生命值。秦风微微呢喃，这就有点太离谱了，消耗1金币就能增加1点基础生命值。可以说只要秦风一直氪金，就能不停叠加自己的生命值，直到自己的生命值堆到一个极为恐怖的程度。而除此之外，这个天赋最强大的地方还有一个，那就是成长性。只要秦风抵达30级，就可以解锁一个新的天赋效果。单单现有的天赋效果已经堪称离谱了，若是再解锁几波其他的天赋效果，那就很恐怖了。当然到30级就能解锁天赋了，这个进阶条件还挺简单。只不过唯一有点可惜的是，这个天赋似乎对氪金有限制，必须要走正常的氪金路线才能触发天赋的加成效果。就在秦风嘀咕一声时，一道系统提示弹出，提示天赋觉醒成功，请选择您的职业。话音落地，
职业选择面板浮现在秦风面前：法师、牧师、战士、骑士、弓箭手、猎人。提示：倒计时开始，倒计时结束将随即选择一项职业进行转职。提示：10。提示：9。听到耳边传来的系统提示音，秦风扫了一眼各个职业，随后只见秦风毫不犹豫选择了法师职业。秦风前世的职业就是法师，很显然，选择法师职业才是最优的选择。而在他选定职业的瞬间，一道金色光芒落下，某种特殊的枷锁被瞬间打开。提示：您成功选定了职业法师。提示：法师进阶路径核心属性为智力，1点智力属性将会转化为5点魔法攻击力，请玩家注意。提示：每提升1级，玩家将获得固定5点智力属性以及5点自由属性点。提示：您获得了法师初始技能 LV 一兵刃术，效果消耗10点魔力值 MP， 对目标释放一道兵刃，命中时将造成100加的冰属性魔法伤害，当前技能冷却时间为1秒。转职成功后，一道提示顿时浮现在秦风眼前。提示：初始创建角色已完成，距离公测倒计时为7分23秒。提示：当前玩家可对角色外貌进行调整。看到眼前的提示，秦风直接开始调整起了角色的外貌。而另一头，米国某处豪华庄园之中，一名金发少女刚输入了一串天赋兑换码后，一道系统提示便弹了出来。提示：当前兑换码已失效，请玩家更换兑换码。看到这道提示，少女克里斯顿时皱起眉头。作为全球顶尖的财阀家族成员之一，克里斯所拥有的资源几乎是最顶级的。理论上来说，她所拥有的兑换码是根本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的。而此刻兑换码失效，很显然有些出乎爱丽丝的预料。不过，仅仅只是诧异片刻，少女便再次开始输入另一串天赋兑换码。对于神豪玩家来说，一个天赋兑换码怎么够？当然是多备份几个。而克里斯显然不会想到，自己此时失去的竟是一个极为珍贵的 SSS 加唯一限定天赋。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快便到了开服公测之时。而这一刻，00024号新手村之中，一道道白光落下，无数创建好角色的玩家从白光中显现身影。随着白光消散，秦风的身影也缓缓出现在了此地。在降临之后，玩家们都纷纷议论了起来。这就是全虚拟跨时代网游吗？好逼真啊，震惊，真不错啊，这画质我直接爱了。兄弟们，我刚抽中了 A 级天赋，你们呢？抽中啥天赋了？ A 级？不好意思，老子眼红了，我刀呢？别逼逼了， A 级天赋算个几把，炫耀个啥？老子 S 级天赋都没说话。什么 S 级天赋大佬？求带求带！秦风没有理会四周的玩家，而是直接点开了自己的背包面板，看向了金币栏。金币无限，果然在天赋作用之下，金币直接变成无限的了。看到眼前的无限金币，秦风直接关闭了背包面板。对于现阶段的秦风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个，那就是氪金花钱。只要花出去的金币够多，他的生命值就能叠加到一个极为恐怖的程度，再配合上一些氪金后的加成，绝对能镇压所有玩家。意识到这一点，秦风毫不犹豫朝着新手村内部奔去。片刻后，秦风顺利来到了药剂铺之中。刚走进药剂铺，秦风便看到了一个穿着布衣的妇女正在调制着药剂。此时，在少女头顶之上正有一个绿色的信息框 ：LV30林大娘，药剂铺老板娘。林大娘在感知到秦风的到来后，头都没抬，开口道：“需要什么药剂，自己看看，都在柜台上，价格也标好了。”听到林大娘的话，秦风走到林大娘面前说道：“我想买下所有药剂。”买下所有药剂？林大娘抬起头，皱起眉头说道：“想要买下所有药剂，至少需要花费10万金币，阁下确定吗？”话音落地，一道虚拟的面板顿时浮现在秦风眼前。提示：是否消耗金币？星号100000购买3倍经验药剂，黑铁级。星号100000双倍经验药剂，黑铁级。星号100000初级回血药剂，黑铁级。星号100000初级回蓝药剂，黑铁级。星号100000确定取消。商铺内基本只有最低级的黑铁级药剂，不过对秦风来说这些都无所谓，只要能花金币就行。于是乎，秦风从背包中取出装着10万金币的钱袋，直接丢到了林大娘面前。砰！钱袋砸在柜台之上，发出一阵沉闷的声响。而这时，秦风笑了笑说道：“10万金币，术数。”林大娘此刻有些懵逼，10万金币，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眼前这俊秀少年竟随手就拿了出来，意识到眼前少年的不简单，他连忙拿起钱袋看了起来。当他发现乾坤钱袋内确实有10万金币时，便连忙抬起头对着秦风说道：“大人，请稍等。”说完，只见林大娘开始将柜台上的药剂全部拿了出来。只是片刻，秦风面前就摆满了药剂盒子，这些盒子都是装满同类药剂的特殊盒子，每一个盒子内都有1万瓶药剂。看到这些药剂盒子，秦风直接大手一挥，全部收入背包之中。提示：交易契约缔结成功，您获得了3倍经验药剂，黑铁级。星号100000初级回血药剂，黑铁级。星号15000初级回蓝药剂，黑铁级。星号15000。提示：您触发了天赋无尽金币 SSS 加，效果生命值属性加1000000。提示：您的生命值属性提升至100100点，初始生命值为100点。氪金变强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直接让血量飙升到10W 加。单单是这波收益，这氪金就太值了。唯一有些可惜的是，氪金必须要走常规流程，
要不然的话，秦风直接10万亿金币买下所有的药剂，瞬间10万亿血量，这不直接起飞？而就在秦风想到这些之时，一大群名玩家走进了药剂铺之中。这里好像是药剂铺，买点回血和回蓝药剂吧，不然刷怪效率太慢了。可以。这群玩家涌入药剂铺后，直接走到了林大娘面前。老板，来几瓶回血药剂，我要点回蓝的药，有吗？大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我嘎嘎强，只要有活，干啥都行。有任务吗，大娘？此时听到这群玩家的话，药剂铺的林大娘直接开口说道：药剂已经卖光了，诸位可以明日再来。话音落地，不少玩家都愣住了。药剂没了，这他妈是什么情况？不对啊，其他新手村的人都能买到药剂，我们这是怎么回事？好家伙，我直接裂开，没有药剂的话，刷怪效率要低好多。我去问问其他新手村的情况。算了，溜了，抓紧刷怪去，没有药剂也不怕，直接冲吧。面对不少玩家的懵逼，秦风笑了笑，直接打开自己的背包，随后只见其看向了获得的经验加成药剂，3倍经验药剂黑铁级，等级1，阶位黑铁，效果使用后可获得10分钟的3倍经验加成 buff。一瓶黑铁级的3倍经验药剂才10分钟，对于普通玩家来说，买几瓶打 boss 或者下副本的时候可以用一下，毕竟一瓶黑铁级经验药剂的价格可不便宜。而在看完眼前药剂的属性后，秦风毫不犹豫选择了使用全部3倍经验药剂。下一刻，秦风身上涌现一道道金色光芒，随即一道系统提示弹了出来，提示您服用了3倍经验药剂黑铁级，星号100000，您获得了3倍经验 buff 695天，695天的3倍经验 buff 还算可以。秦风在刻满经验药剂后，便直接关闭了背包面板，随后朝着新手村外走去。片刻后，秦风去了一趟铁匠铺，直接一波清场。提示交易成功，您获得了柳木法杖黑铁级，星号100，法师长袍黑铁级，星号100，法师绑腿黑铁级，星号100，法师帽黑铁级，星号100。提示您触发了天赋无尽金币 SSS 加，效果生命值属性加50000。提示您的生命值属性提升至150100点。在将铁匠铺清空后，秦风的生命值再度飙升了一波，直接来到了20W 加。而在购买完所有装备后，秦风没有选择装备自己职业的套装和武器。在他看来，铁匠铺内售卖的基本都是很普通的通用制式装备。简单来说，这些装备对于各项属性肯定是有提升的，但是提升的幅度并不大。来铁匠铺主要是氪金一波，提升一下生命值。毕竟新手村内能花钱的地方还是少。此时，在购买完铁匠铺的所有装备后，一大群玩家再次涌入了铁匠铺之中，而秦风直接无视了这群玩家，快速朝着新手村外走去。秦风刚离开铁匠铺，身后便传来了一阵骚动。卧槽，谁他妈那么骚，把装备全买走了？特么的和买药剂的那个家伙是一伙的吧？绝了，这特么开局怎么玩？老子堂堂战士难道要拿拳头暴打野怪吗？真是无语他妈给无语开门，无语到家了。在玩家们心态裂开之时，秦风一边往外走，一边回忆前世的攻略。根据他的记忆，在新手村内存在着一份独一无二的机缘，而这份机缘就是一件法师的成长型器。成长型神器的稀有程度极高，基本都是有价无市的，可以说这就是顶级神豪的标配。只要获得了那件神器，秦风在游戏前期基本不需要其他装备了。想到这里，秦风快步赶路。没过多久，他便来到了新手村的村口。抵达此处后，秦风便看到了不远处被一大群玩家围着的老者。这老家伙是真几把黑啊，就几把未鉴定的破装备就敢卖几千金币。买不起，这个装备还好，你看这个装备鉴定服竟然也要1000金币一张，这不是宰人吗？笑死了，我刚看到游戏论坛有大佬发帖，几千金币买的装备竟然是个垃圾，直接亏到姥姥家了。卧槽，这刚开服也没有充值渠道，哪个大佬买得起这几千金币的装备和鉴定服啊？该不会有挂吧？小兄弟，你是不是对神豪有什么误解？每个人开局都有附赠的1金币，而且在游戏论坛上，不少神豪还没开服就已经在收购金币了，所以开局有个1-2万金币不是很正常吗？对不起，我不应该叫的那么大声，我是废物。这老家伙是好人啊，不宰我们这些穷人，良心大大低好。秦风也没在意四周玩家的议论，他穿过人群，径直走到了老者的摊位面前。此时，老者的头顶上正显示着一个特殊的 ID 信息，未知老者 LV， 未知等级代表等级高出30级以上。眼前的老者在新手村内可以说是顶尖强者，只不过秦风关注的不是这个，而是他所售卖的未鉴定装备。未知老者看到走进来的秦风，顿时露出笑容说道：我这可都是未鉴定的装备，当然未鉴定就代表一切皆有可能，说不定能开出神器装备。这老逼灯又开始忽悠人了，兄弟们可不能上当了。哈哈哈，不得不说这家伙的忽悠功力还是差了点，像是我就绝对不会上这老家伙的当，谁买谁是冤大头。承认自己穷很丢人吗？你清高，你了不起，你不穷，你买一个我看看。激动啥？口嗨一下还不行吗？听到四周众人的话，秦风直接看向了摊位上售卖的装备。魔灵长袍未鉴定，售价5000金币；凛冬法杖未鉴定，售价1万金币；嗜血匕首未鉴定，售价1万金币；冰霜龙鳞项坠未鉴定，售价15000金币；枯骨长刀未鉴定，售价
5000金币。装备鉴定符，特殊，数量50，售价1000金币。摊上的装备总共有10件装备，全部买下来也花不了多少金币。于是乎，秦风毫不犹豫选择全部购买。下一刻，只见其拿出一个钱袋丢在摊位之上，这些东西我全要了。看到秦风的操作，四周众人顿时愣住了，就连眼前的老者也是一脸茫然。这他妈是啥呀？10几万金币的东西，直接全买了。就在玩家和老者震惊之时，秦风大手一挥，瞬间将摊位上的装备和鉴定符全部收进了背包之中。在交易达成的瞬间，一道系统提示瞬间在秦风耳边响起。提示：交易成功，您获得了魔灵长袍未鉴定星号1，凛冬法杖未鉴定星号1，嗜血匕首未鉴定星号1，冰霜龙鳞项坠未鉴定星号1，枯骨长刀未鉴定星号1，装备鉴定符特殊星号50。提示：您触发了天赋无尽金币 SSS 加，效果生命值属性加1500000。提示：您的生命值属性提升至300100点，血量瞬间暴涨到30W 加。这一波血赚不亏。就在这时，所有玩家都反应了过来。卧槽，我眼花了吗？大佬把那些装备和鉴定符全部买了。好家伙，这不纯纯冤大头吗？这是冤大头吗？这是我失散多年的父亲啊！大佬还缺小弟吗？我可以，真是大佬啊！10几万金币直接打水漂，呸！直接买装备，太强了！在众多玩家震惊之时，秦风直接打开背包，看向了其中的法杖。凛冬法杖未鉴定，等级基础魔法攻击力，额外附加效果。提示：可使用装备鉴定符进行鉴定。这件装备就是秦风记忆中那件成长型神器，只要使用装备鉴定符鉴定一波，就可以看到这件装备的属性了。想到这里，秦风毫不犹豫点击装备鉴定符，选定凛冬法杖为使用对象，随后直接选择使用。下一刻，一道金色光芒涌现，只是一瞬间，金色光芒瞬间暗淡了下去。随即，一道系统提示弹出，提示：鉴定失败，您失去了装备鉴定符特殊星号1。鉴定装备都是有一定失败率的，不过这些对秦风来说都不是问题，毕竟他有足足50张装备鉴定符。在第一次鉴定失败后，秦风继续不停使用鉴定符鉴定装备。提示：鉴定失败，您失去了装备鉴定符特殊星号1。提示：鉴定失败，您失去了装备鉴定符特殊星号1。而就在秦风用了第10张鉴定符后，一道金色光芒瞬间涌入法杖之中，刹那间金色光芒骤然绽放。随着金色光芒的涌现，一道世界通告顿时响彻了整片神域大陆。世界通告：恭喜玩家清玄成功鉴定出成长型神器凛冬法杖神器，作为首个鉴定出神器级别装备的玩家，特别奖励装备随机附魔宝珠神级星号1。世界通告足足播报了3遍，而这时候整个世界频道的玩家都沸腾了。这清玄是谁啊？特么的这运气也太牛逼了吧！直接鉴定出神器，我还没出新手村，别人就拿上神器装备了，这还玩个球球，真晦气！这个清玄真该死啊！我恨啊！这特么该不会是从村口老头那买的装备和鉴定符吧？那老家伙不是坑钱的吗？还真特么有神器，成长型神器！我日他个鬼孙，这家伙运气也太好了吧！这是狗托！鉴定完毕，小成长型神器，休想动摇我等灵虫党的意志！绝了！我们新手村好几个土豪现在发疯了，直接开始买位鉴定装备了，现在都杀疯了。但是好像可嗨，鉴定出来的都是垃圾。别说了，这东西就是赌赢血赚，赌输 GG， 不可能每次都开出极品的。此时，秦风身后的那群玩家也震惊了，前脚刚嘲讽秦风是大冤种，后脚就直接开出神器。这一波看到秦风鉴定出成长型神器，不比杀了他们还难受。而就在这群玩家憋屈的时候，秦风直接点开了装备的属性面板看了起来。凛冬法杖神器，等级1，等阶神器，基础魔法攻击力1023至1088，额外附加效果：1. 智力属性加100； 2. 冰属性魔法技能冷却时间负20%； 3. 技能命中敌人时额外附加30%的寒冰属性魔法伤害； 4. 特殊成长性装备可通过击杀魔物提升等级，当前提升等级 LV5， 所需消耗1万金币0.10000。介绍：极其特殊的法杖，具备神秘莫测的寒冰之力。凛冬法杖的属性不错，100点基础智力属性，再加上技能冷却减免和30%的伤害加成，这不直接能让秦风起飞？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装备成长所需的条件竟然是消耗金币。要知道，所有成长型的装备，其等级提升的条件都是不一样的，有的是通过击杀魔物晋级，有的则是收集各类稀有材料。至于秦风这个消耗金币提升装备等级，对别人来说可能有点困难，毕竟提升到 LV5 就需要1万金币，这个数额的金币在游戏前期绝对不是普通玩家能拿得出来的。但对秦风来说，能氪金就行，甚至越多越好，毕竟他氪的每一枚金币都是能转化为生命值的。而接下来，在看完眼前的装备属性面板后，秦风便转头看向了刚获得的装备随机附魔宝珠。装备随机附魔宝珠神级，等级1，等阶神级，效果：随机为神器装备附魔，额外增加一条特殊额外附加效果，加成效果为随机加成，有一定几率获得稀有额外附加效果。限制：神器装备方可使用。
看到眼前的附魔宝珠，秦风觉得可以给凛冬法杖使用一波，毕竟凛冬法杖可是成长型装备，用了这个宝珠也不会浪费。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直接使用宝珠选定凛冬法杖，点击开始附魔。片刻后，随着一道金色光芒的涌现，附魔瞬间成功。提示：您的装备附魔成功，新增特殊效果，魔力汲取效果，每次攻击将会汲取对方 15% 的魔力值回馈自身。看到眼前的魔力汲取效果，秦风顿时一愣，好家伙，真不愧是神级附魔宝珠，这直接就来了一个很符合法师职业的特殊效果。要知道，法爷这个职业虽然很强势，但是魔力续航一直是个大问题，而有了眼前这个魔力汲取，再加上回蓝药剂，在前期基本就不会太缺蓝了。这一波附魔直接弥补了秦风目前的短板，还是挺爽的。在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没有犹豫，直接选择了装备法杖。提示：您装备了凛冬法杖，神器，魔法攻击力提升至1100点，人物基础魔法攻击力加装备攻击力。装备好了一套装备后，秦风也算初步具备了基础战力。而这时，秦风扫了一眼自己购买的所有装备，发现还有2件他可以用的职业装备：冰霜龙鳞项坠，未鉴定；魔灵长袍，未鉴定。一条全职业通用的项坠，一件魔法师、牧师职业通用的长袍。看到这2件装备后，秦风直接拿出鉴定符开始监督。随后提示：鉴定失败，您失去了装备鉴定符，特殊星号1。提示：恭喜您，您成功鉴定出黄金器装备冰霜龙鳞项坠，黄金器。提示：鉴定失败，您失去了装备鉴定符，特殊星号1。提示：恭喜您，您成功鉴定出黄金器装备魔灵长袍，黄金器。这一波只消耗了6张鉴定符，就将2件装备全部鉴定出来了。这波出了2件黄金器装备，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亏本的，但是对秦风来说显然无所谓。此时秦风扫了一眼2件装备的属性面板，发现属性都很一般，不过蚊子腿再小也是肉，秦风想都没想，直接将2件装备穿上。提示：您装备了冰霜龙鳞项坠，黄金器，魔法攻击力提升至1200点，防御力提升至50点。提示：您装备了魔灵长袍，黄金器，生命值提升至3001,100点，防御力提升至150点。基础属性提升了一些，对秦风来说聊胜于无。而做完这些后，秦风直接无视了4周的玩家，朝着野外奔去。既然已经完全了所有事情，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尽快提升一波等级，早日解锁天赋的第2阶段特殊效果。其他玩家看到秦风离开，纷纷给秦风让开一条路。片刻后，秦风的身影便消失在了众人眼前。而这个时候，不少玩家才纷纷回过神来。散了吧，散了吧，大佬走了，我们也该去练级了。练级去，有没有组队一起刷怪的？有的发一下组队邀请，求一个牧师跟团。本人强力战士 ，A 级天赋，妥妥带飞。所有玩家都没有注意到，原本摆摊的老者，此刻却已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另一头，秦风很快便来到了村庄之外，而在这里，正有大群玩家正吆喝着：招募队友，来一个前排，速刷魔兔，5等于1，有没有奶妈？缺输出，来个大 C， 射手优先。在一声声吆喝之中，秦风抬起头看向村庄之外，此时的村庄外正弥漫着大雾，让人看不清远处的光景。寻常眼力仅能看到大雾中若隐若现的黑色身影，以及不少玩家的尸体。看到这些玩家的尸体，秦风摇了摇头。神域和普通游戏不一样，它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在没有神明庇护的野外，几乎遍布邪恶的魔物，而这些魔物实力极强，若是贸然一人进入其中，多半是要沦为魔物的血食。所以在游戏前期最佳的策略就是和其他玩家一同组队刷野怪。不过那只是对于一般人，对于秦风来说，直接莽就完事了。意识到这一点，秦风直接迈步朝着大雾中走去。沙沙沙，脚踩草地发出轻微的声响。在秦风进入大雾之中后，身后村庄的声音仿佛被隔绝了一般，彻底消散。对这一切，秦风没有感到任何意外。作为一个重生者，他自然知道大雾的作用。此时他抬起头看向了不远处，在目之所及之地，几双猩红的瞳孔猛然朝着秦风注视而来。大雾之中，几道黑色的身躯若隐若现，看不真实。这一刻，秦风直接将目光投在其中一道黑影身上，刹那间，对方的属性面板便缓缓浮现在了秦风面前。魔化野兔，黑铁级，等级1，等阶黑铁级，血量200-200，攻击15-20，防御10，技能急速嗜血。简介：被黑暗力量所感染的野兔。眼前的魔化野兔属性对秦风来说有点垃圾，这攻击力就算让魔化野兔站着打也能抗很久，毕竟秦风的血量现在高达30W 加，而眼前这头魔化野兔的血量才200点，以秦风的基础魔法攻击力来说，都足以秒杀魔化野兔 N 次了。吼！一声嘶吼如同惊雷般骤然响起，瞬间让秦风回过神来。他关闭眼前的属性面板，看向了远处。此时几道黑色的身影以极快的速度朝着他扑来。除此之外，四周越来越多的魔化野兔都被那道嘶吼声吸引，纷纷朝着这边袭来。看到这一幕，秦风笑了笑，呢喃道：这野兔不错，还会自动帮我拉怪。话音落地，一头魔化野兔瞬间扑向秦风。魔化野兔的个头如同巨犬，咧开布满獠牙的大嘴咬向秦风。秦风也不惊慌，直接侧身瞬间躲过了对方的攻击。随后其他几头魔化野兔也纷纷扑向秦风，而秦风只是轻松的几个走位，便瞬间躲过所有魔化野兔的攻击。Miss Miss Miss， 在神域之中，大多数攻击都是可以躲避的，
而作为重生者，躲几个低级魔物的攻击并不难，只能算常规操作。而接下来，秦风利用走位，快速将四周的魔化野兔全部拉了过来。就在秦风拉怪之时，不远处一支小队穿越大雾，恰好看到了一个人拉着数十头魔化野兔的场景。领头的骑士玩家威震天抬起头看向不远处，当他看到秦风被大量魔化野兔围攻，便摇了摇头。这人被这么多魔化野兔围攻，哪怕魔化野兔是最低级的魔物，也没办法救了。就在威震天准备带队离开此地时，一旁却传来了队友的惊呼：“卧槽！你们快看那人，好细节的走位，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你不提醒我，我还真没看出来。那家伙竟然每次都能躲过魔化野兔的攻击。你看他头顶冒出来的 Mace 符号，这就是系统判定闪躲成功、免疫伤害的标志。太强了吧？不对，这家伙是清玄！卧槽，大佬啊！清玄大佬，就是那个开出成长型神器的玩家。我日不是吧？有钱就算了，实力还这么强，这走位不亚于间的职业选手了吧？你是不是太小看职业选手了？”威震天听到队友的话后，便将目光快速落在了秦风身上。当他看到秦风头顶的清玄二字时，顿时心头一颤。清玄这个名字在神域大陆之中可算是人尽皆知了，毕竟第一个鉴定出神器装备的玩家就是清玄。而此时威震天心底就一个想法：舔他！这种神豪遇到了不舔一波怎么行？于是乎，他直接对着四周的队友说道：“兄弟们，跟我来，一起给大佬搭把手！”听到队长的话，直接准备动手。可下一刻，眼前的画面却让众人再次震惊。只见秦风抬起法杖，一道道恐怖的冰刃不停朝着四周的魔化野兔射去，冰刃如同镰刀一般，将眼前的一头头魔化野兔拦腰斩断。负1700，负510，凛冬法杖附加30%伤害，负1700，负510，一连串的恐怖伤害浮现，让威震天等人都看懵了。这伤害也太离谱了吧！1700点伤害，而且还有额外510点的附加伤害。要知道，威震天队伍里的法师最高输出也才只有130加左右，秦风的输出直接是他的10几倍。而且最重要的是，眼前不停释放冰刃术的秦风是不是有点变态？技能冷却有这么短吗？别人释放冰刃术还有一点间隔，如同步枪点射一般，可秦风的冰刃术就像是加特林一样，这差距也太大了吧！而就在众多玩家懵逼的时候，眼前的所有魔化野兔尽数被击杀。随着这些野怪的阵亡，秦风身上瞬间涌现2道金色光芒。提示：您的等级提升至 LV2， 智力属性+5，自由属性点+5。提示：您的等级提升至 LV3， 智力属性+5，自由属性点+5。提示：您的魔法攻击力提升至1750点，直接从 LV1 提升至了 LV3。由于智力属性的提升，所以伤害也提升了一波。不过，在等级提升后，秦风还获得了10点自由属性点，这些属性都是可以自由分配的。而法师职业的加点流派就2个，最主流的就是3智力2敏捷加点了。智力提升输出伤害，敏捷提高施法速度和移动速度，两者相辅相成。除此之外，就是全智力的暴力输出流加点。秦风想了想，直接将10点自由属性点全部加在了智力之上。提示：您的魔法攻击力提升至1800点，与其将自由属性点加在其他上面，不如直接暴力全输出加点，这样才能将法师职业的优势最大化。此时，在加点结束后，秦风才发现一队玩家正在不远处呆呆地看着自己。看到这一幕，秦风微微皱起眉头。在野外遇到其他玩家可不是什么好事，毕竟在神域大陆之中，只要是被迷雾覆盖的野外区域，都是可以自由猎杀其他玩家，从而掠夺对方身上物品的。前世可是有不少玩家都吃过这种亏。不过秦风可不担心这群人对他出手，毕竟现阶段的他生命值高达30W 加，就算站着给他们打，估计也要打半天。秦风刚打算离开，却看到了为首那人的 ID LV2 威震天骑士。看到这个 ID， 秦风微微一愣，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极为熟悉的名字，因为前世这个家伙在游戏中期将会崛起，成为全世界最顶尖的骑士职业玩家之一。而根据秦风的记忆，这小子在游戏前期似乎开了个打金代练工作室。他开这个工作室的目的，主要是为重病的妹妹赚钱治病。这些信息从脑海中一闪而过，秦风便摇了摇头。威震天再强，也是游戏中期的事情。在游戏前期，他这样的玩家对秦风来说无足轻重。而就在秦风想到这里的时候，远处的威震天走了过来，对着秦风喊道：“清玄大佬，需要金币吗？专业打金团了解一下，我们的兑换比例很低，只需要1000华夏币就可以购买到1金币了。神域之中的货币体系由3种货币组成，铜币、银币、金币。这3种货币的兑换比例都是1比100，也就是1金币可以兑换100银币，1银币可以兑换100铜币。而威震天所说的1000华夏币兑换1金币，这种价格并不算高，毕竟一个头盔的价格都不少了，至少几千块，每个玩家刚降生之时也才附赠1金币。更何况这是游戏前期，金币的兑换价格偏高也属于正常。不过他这一波明显是问错人了。整个神域世界之中，要论金币数量，谁也比不过秦风。毕竟其他人的金币是有限的，而秦风的金币是无限的。此时，在听到威震天的话后，秦风平静地说道：“我不缺金币。”威震天和身后众人都愣了，好像也对，神豪怎么会缺金币呢？缺金币的应该是他们才对。这一波扎心了。威震天挠了挠头，一脸不好意思地说道：“那好吧，既然清玄大佬不缺金币就算了，不过大佬需要道具吗？”
我们刚开了一个野外宝箱，获得了一件未知等级的道具。未知等级的道具？秦风来了兴趣，直接开口问道：道具名字叫什么？秘境晶石。点击可查看道具详情。威震天。威震天直接将物品的信息发到了公屏上，而秦风也是有些吃惊，他没想到这威震天的运气这么好，竟然能在游戏前期获得秘境晶石。要知道，这可是开启秘境副本所需的特殊道具，这种道具可是极为珍贵的，特别是在游戏前期，先发现秘境副本代表着拥有领先于别人的开荒权，而开荒副本的收益可是很高的，往往能赚取意想不到的巨大收益，例如一些稀有材料、高阶装备、特殊道具等等。并且首次通关秘境副本的玩家将成为秘境之主，掌控整个秘境。后续不管是开放秘境给其他玩家收取门票费，还是自己掌控定期收取秘境产出，都是血赚不亏的。虽然秦风看不上副本的产出，但是秘境副本的首通奖励他还是觉得可以冲一波。意识到这一点，秦风直接抬起头盯着眼前的威震天说道：开个价吧，这个东西我要了。听到秦风的话，威震天顿时心中一喜，秦风看上了这个秘境晶石，就代表这东西具备价值，而接下来就是出价了。想了想，威震天直接伸出了5根手指说道：5000金币或者500万华夏币，大佬觉得怎么样？听到他的话，身后的队友顿时懵逼了。疯了吗？5000金币？天哥，差不多了，我感觉100金币都可以了。别吵吵了，让天哥说话。好吧，不得不说，威震天这个出价有点狠，5000金币直接可以兑换为500万华夏币了。哪怕他们一个工作室的人平分，每个人也可以分个100万华夏币了。当然，威震天也不是想以这个价格成交，他觉得秦风肯定是会砍价的，砍个一半他也能赚点，都是能接受的范畴。而此时，秦风在听到威震天的出价后，觉得这个价格差不多，于是乎他直接开口说道：可以。说完，只见秦风直接发了一个交易申请过去。看着发来的交易申请，威震天顿时狂喜，连忙点击了同意。下一刻，秦风毫不犹豫将5000金币放上交易栏。看到这一幕，威震天也快速将秘境晶石放在了交易栏上。做完这一切后，两人同时点击了同意交易。提示：您失去了金币星号5000，获得了秘境晶石星号1。提示：您触发了天赋无尽金币 SSS 加，效果生命值属性加5000。提示：您的生命值属性提升至305100点。这次消耗金币顺利触发了天赋加成。不过秦风对此并不觉得意外，这个价格购买秘境晶石算是合理的，所以系统判定成功触发了天赋加成。若是价格要个10几万金币，估计就无法触发天赋加成效果了。而眼前5000生命值属性的提升，只能说聊胜于无吧。在交易成功后，威震天顿时眼眶微红，心中激动之意久久不散。眼前的5000金币，尽管他只能分个1000金币，但是这也已经足够了。毕竟这金币兑换为华夏币，可是足足有100万之多，而这100万完全可以支付自己那重病妹妹的手术费用了。想到此事，威震天抬起头看向了眼前的清玄。5000金币对清玄来说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钱，但是对他妹妹来说却是一次能够活命的机会。想到这里，只见其对着秦风躬身一拜说道：感谢清玄大佬，大佬以后若有吩咐随时之声。另外大佬可以给个好友位吗？以后要是有打到法师职业的装备或者一些稀有的道具，都可以给大佬看看。听到对方的话，秦风觉得也还行，像是威震天这种顶级打手，要是运气好点，应该也能出不少好的法师装备。想到这里，秦风直接发了个好友邀请过去。下一刻，只见对方直接选择了同意。提示：您和威震天正式成为好友，当前可通过好友消息平台发送信息。听到提示后，秦风扫了一眼威震天说道：以后有好东西记得联系我。话音落地，秦风头也不回的离开了此地，只留下威震天和几个面面相觑的队友。而在秦风的身影完全消失在迷雾中后，威震天的队友们顿时压抑不住心中的激动了。我的妈呀，这特么5000金币说给就给，这是土豪，这他妈是神豪啊！我服了，是我的格局太小了，原来大佬玩游戏都是这样玩的，500万华夏币直接丢，这也太强了吧！是真的牛逼，我一开始以为5000金币这个报价，大佬听到肯定会扭头就走，谁能想到直接同意了，太爽快了吧！真他妈是大佬啊！以后清玄大佬就是我大哥，清玄大佬 YYDS。别说了，我们现在要趁着兑换价格还高，赶快把这些金币出手掉，后面金币价格肯定会越来越低的。对的，我现在就去连续渠道，正好有不少土豪在收购金币，准备鉴定装备，这5000金币很好出的。天哥放心吧，你先拿钱给妹子治病，剩下的我们再分。对，这次全靠天哥，要不是天哥报价5000，我们也赚不了这个钱。此时，威震天听到几人的话，面露感动之色说道：多谢诸位了，现在先出了这些金币再说吧，这个事情阿宝来负责，其他人跟我一起继续练级，我们现在只是开始，要知道我们现在可是和清玄大佬这种神豪搭上线了，以后有好东西卖给大佬，绝对还能赚不少钱。可以，那叫阿宝去出金，我们继续练级，就这么定了。另一头，秦风直接拿出了秘境晶石看了起来。秘境晶石等级1，等级效果使用后可开启一处秘境入口传送阵，玩家可通过传送阵进入特殊秘境之中。提示：当前秘境晶石可在234256区域使用。未知级别的秘境副本。秦风扫了一眼坐标后，
便将这个秘境晶石放在一边了。这个秘境晶石对应的副本入口在新手村10级精英野怪刷新的区域，而他目前想要开启这个秘境副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前往这片区域。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没有耽误时间，快步朝着野外深处走去。没走多远，秦风便再次遇到了一堆魔化野兔。不过这一次，秦风没有对这些魔化野兔动手，毕竟现在他的等级已经3级了，眼前这些魔化野兔哪怕击杀了也没有多少经验，所以秦风直接利用走位，轻松避开了这些魔化野兔。接下来，凭借着记忆一路向前，期间虽然遇到了不少怪物，但是秦风都选择了避开。对他来说，现阶段肯定是选择高级地图刷怪才是最好的。而没过多久，秦风便来到了一处新的地图之中。提示：您发现了幽暗平原，探索度加100。听到提示，秦风抬起头看向了远处，眼前的大雾逐渐散开，一处散布着幽暗气息的平原浮现在秦风眼前。当然，秦风看到的仅仅是这处平原的一方轮廓。而在此时，秦风的目光却被不远处的怪物吸引。一头头巨型的黑狼正漫无目的地徘徊于平原之上，其中几头黑狼正肆意啃食着几具人类的尸体，鲜血、内脏夹杂着碎肉的残肢断臂散落一地。看到如此场景，秦风却面色如常。于他而言，类似这种玩家尸体被魔物啃食的场景早已见怪不怪了，比这还惨烈的场景他不知见过多少。此时，秦风没有关注地上那些阵亡的玩家尸体，而是将目光放在了那群黑狼身上。目光接触的瞬间，黑狼的属性面板缓缓浮现。异化魔狼，青铜级，等级10，等阶青铜级，血量2000-2000，攻击150-180，防御40，技能暗刃术，高阶急速，高阶撕咬，低阶魔化。简介：被黑暗力量所感染的野狼。异化魔狼是10级的青铜怪，也算是精英怪物之一。不过对秦风来说，这些怪物就是经验宝宝，一刀一个。接下来，秦风关闭属性面板，很快便朝着那群异化魔狼走去。沙沙沙，平原草地发出细微的声响。下一刻，远处的异化魔狼们仿佛察觉到了什么，猛然抬起头看向秦风。在看到来的是人类后，异化魔狼们纷纷嘶吼了起来。吼！随后，只见10几头异化魔狼呈圆弧阵列，朝着秦风奔袭而来。看到这一幕，秦风也不装了，直接抬起法杖。随后，只见一道道冰刃术不停射出，刹那间，无数的冰刃如同镰刀般瞬间划过袭来的狼群。一瞬间，数头异化魔狼直接被拦腰斩断。一道道恐怖的伤害数字从狼群头顶升起：-1812、-544、-1741、-523。提示：您成功击杀了异化魔狼，青铜级。由于玩家越级杀怪，获得5000加15000点经验值。提示：您成功击杀了异化魔狼，青铜级。由于玩家越级杀怪，获得5000加15000点经验值。提示：您的等级提升至 LV4，智力属性+5，自由属性点+5。提示：您的等级提升至 LV5，智力属性+5，自由属性点+5。提示：你的10点自由属性点自动分配至智力属性之上，当前操作可取消。提示：您的魔法攻击力提升至1900点，又提升了1级，还算不错。而接下来，一道道恐怖的暗影刃飞快袭来。秦风看到这些袭来的暗影刃，并没有躲闪，而是继续丢着技能。下一刻，一道道暗影刃落在秦风身上：-110、-97、-124，密密麻麻的伤害数字浮现，秦风的血条却只掉了一丝。看到这一幕，秦风直接拿出回血药剂和回蓝药剂喝了起来。提示：您服用了初级回血药剂黑铁级，初级回蓝药剂黑铁级，您获得了回血 buff 回蓝 buff， 效果每秒恢复100点 HP， 持续5秒，加100，加100，加100。回血药剂和回蓝药剂是有冷却的，也就是说，喝完一瓶药剂之后，需要冷却15秒才能再次服用，所以这也是回血回蓝药剂没办法像经验药剂一样叠加的原因。不过，只要一直嗑药，差不多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此时，秦风一边嗑药，一边不停释放冰刃术，一道道冰刃术不停射出，如同镰刀一般收割着异化魔狼的生命。只是短短1分钟，眼前的异化魔狼便被击杀殆尽。而此时，秦的身上再度涌现一道金色光芒。提示：您的等级提升至 LV6， 智力属性+5，自由属性点+5。提示：您的等级提升至 LV7， 智力属性+5，自由属性点+5。提示：你的10点自由属性点自动分配至智力属性之上，当前操作可取消。提示：您的魔法攻击力提升至2000点。不得不说，越级杀怪获得的经验是真的多，短短1分钟时间就让秦风提升了4个等级。按照秦风的估计，要不了多久就能到达10级了。在击杀了异化魔狼后，地上掉落了2个金色光团和一堆铜币。神域世界之中，普通怪物的掉落是极低的，而青铜怪属于精英怪物，所以掉率会高一点。此时，秦风直接走了过去，将地上掉落的物品捡了起来。提示：您获得了异化魔狼手镯，青铜级。提示：您获得了暗黑魔暴术技能书。提示：您获得了铜币星号26，一件装备，一本技能书，再加上20多枚铜币，这个收益还算是挺不错的。装备无所谓，但是技能书对秦风来说还是很香的，毕竟他现在只有一个冰刃术技能，
虽然凭借冰霜法杖的负30%技能冷却，可以达到几乎瞬发技能的程度，但是如果加上一个暗黑魔爆术穿插其中的话，也可以叠加一波伤害，对攻略高阶 BOSS 来说，多一个技能还是挺不错的。当然，面对野怪的话，基本都是瞬秒、冰刃术就够了。想到这些后，秦风直接拿出了暗黑魔爆术技能书，选择了学习。提示：您使用了暗黑魔爆术技能书，成功掌握了技能 LV1 暗黑魔爆术。在掌握了暗黑魔爆术技能后，暗黑魔爆术的技能效果缓缓浮现。暗黑魔爆术等级1，技能效果：消耗100点魔力值，召唤出暗黑魔球飞向敌人。玩家可在暗黑魔球飞行途中引爆暗黑魔球，对4周3×3单位范围内所有敌人造成500加的暗属性魔法伤害。当前技能冷却时间为3秒。熟练度0-100，暗黑魔爆术的阶位要比冰刃术高，这一点从基础伤害就能看得出来。冰刃术的基础伤害也才100点，核心还是靠装备加成去打伤害。而暗黑魔爆术就不一样，基础伤害500点，技能基础伤害就是冰刃术的5倍。当然，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群攻系魔法技能。有了群攻系魔法技能，秦风就不用一次次释放冰刃术技能了，完全可以一个技能直接全部解决。可以说，这个暗黑魔爆术技能在前期还是很有用的。在看完技能效果后，秦风又将目光放在了获得青铜器手镯上。异化魔狼手镯，青铜器，等级10，等阶青铜级，防御加50，装备附加特效：1. 智力加20， 2. 提升使用者 5% 的魔法释放速度，防御加50，智力加20，还有提升 5% 的魔法释放速度，这加成还不错。秦风嘀咕了一句后，便将装备丢到了背包之中。毕竟这是10级的装备，现在的秦风还没达到能装备这件手镯的等级。接下来，秦风提起法杖，继续朝着幽暗平原深处走去。而在秦风刚离开没多久，一道身影缓缓浮现在了秦风所在的地方。若是有其他玩家在此，一定能认出此人就是之前在新手村摆摊的老者。老者扫了一眼地上被击杀的异化魔狼尸体，目光闪烁着呢喃道：“这小子倒是有点实力，只可惜……”话还没说完，他的身影便消失在了空气之中。另一头，数十头异化魔狼正围在一起，啃食着刚狩猎到的野牛，咯吱咯吱，骨肉被啃食，发出一阵阵瘆人的声响。鲜血和碎肉顺着这群异化魔狼嘴角落下，看上去倒是有几分写意的美感。可就在这群异化魔狼吞噬血肉之时，一道黑色的法球快速从不远处飞射而来。感受到袭来的法球，异化魔狼纷纷抬起头，如临大敌般盯着飞来的暗黑法球。可就在下一瞬间，暗黑法球瞬间爆开，轰！恐怖的威力瞬间席卷一切。异化魔狼的身躯如同脆弱的豆腐般碎裂开来，化为一地的血肉残肢。与此同时，一连串的数字自这些尸体头顶浮现：-2550、-2573、-2589。这群异化魔狼在一瞬间就全灭了，可以说是走得很安详。而在击杀了这群异化魔狼后，不远处秦风的身上再度涌现一道金色光芒。提示：您的等级提升至 LV8， 自由属性点已自动分配。提示：您的基础魔法攻击力提升至2050点，升级速度不算慢，不过对于秦风来说，效率还是太低了。此时他扫了一眼战场，发现只爆了一堆铜币后，便连捡的心思都没有了。就在秦风准备离开此地的时候，一道寒光瞬间朝着秦风袭来。刹那间，秦风下意识侧身一闪，匕首瞬间从秦风身旁划过。提示：您遭到了未知 NPC 的攻击，请玩家注意。就在这时，秦风也看清楚了来人。是你！秦风盯着眼前的老者，面容冰冷。这家伙就是摆摊卖未鉴定装备的 NPC。这一波是盯上自己了，或者换句话说，是盯上自己手中的成长型神器了。要知道，神域世界中的 NPC 可都是真实存在的人类。对于人类来说，当然有正义手续的一面，但是也有邪恶的存在。杀人夺宝，弱肉强食，在这方世界之中，不过是最简单法则之一。只不过，秦风冷冷地盯着眼前的老者说道：“你惹错人了。”话音消失于迷雾之中，眼前的老者面无表情，仿佛没听到秦风的话一般。他在一击落空后，身影便再次闪烁，眨眼睛，老者的身影便再次出现在了秦风的身后。锋利的匕首猛然朝着秦风的致命处刺下，快若闪电。这一切发生的极快，根本不给秦风任何喘息的机会。可这时，秦风却冷笑一声，抬起法杖，瞬间一挡，叮！匕首和法杖撞击，发出一阵清脆的声响。而眼前的老者面露错愕，他显然没想到秦风竟然能反应过来，利用神器装备挡住他的攻击。只不过，老者虽然错愕，但还是继续不停对秦风发动攻击。锋利的匕首不停刺出，眼前的老者化作一道道虚影，不停刺向秦风身上的致命处。可秦风却不停挥舞法杖，并且配合走位，将其攻击挡了下来。叮叮叮，-425、-236、-473。虽然秦风将对方的攻击格挡了下来，但是眼前的老者等皆比秦风高不少，再加上装备和技能附带的额外伤害，所以还是让秦风生命值削减了一丝。而在这种程度的攻击之中，秦风却游刃有余，根本不慌。眼前这个老者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刺客，只是比现在的他阶位高点罢了。秦风毕竟是重生归来的顶尖玩家，想解决眼前这种货色还是很简单的。此时，秦风一边格挡对方的攻击，一边开始释放冰刃术。这一波，秦风用的是以命换伤的打法。你不是牛逼吗？来看看你生命值多还是我生命值多。
反正他能凭借神域的机制，利用神器法杖格挡大部分物理伤害，再加上30W 加的生命值，这波怎么打都是100%的胜算。此时，叮，在格挡对方伤害的瞬间，老者陷入了技能释放后的僵直状态。看到这一幕，秦风瞬间发动冰刃术，冰刃瞬间凝聚射出，瞬间击中眼前的老者，恐怖的寒冰之力瞬间爆发。负2031，高额的防御力以及等级压制，减免了不少秦风的伤害。但是还好，这一击还是直接让老者的身上出现了一道伤口。在神域世界之中，不管是魔物还是 NPC， 一旦受伤都会影响自身，当然玩家也不例外。而在老者受伤之后，他显然已经察觉到了危机的降临。该死！他之前原本以为拿下眼前这小子轻而易举，所以特地等到对方远离村庄，来到无人区域才动手。可眼前秦风的实力却超乎了他的想象，他的每一次攻击都快若闪电，可却被这家伙轻而易举地挡了下来，就好像是他的每次攻击对方都提前预料到了一样。不得不说，他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之强的法师。此时，就在老者想到这一点时，再次冲上前去，开始继续攻击秦风。叮叮叮，一连串声音清脆的响起，而秦风的头顶再次浮现了一道道伤害数字：负422、负321、负444，伤害不痛不痒。秦风一边挡住对方的伤害，一边拿出回血药剂和回蓝药剂喝了起来。提示：您服用了初级回血药剂黑铁级、初级回蓝药剂黑铁级，您获得了回血 buff 回蓝 buff， 效果每秒恢复100点 HP， 持续5秒，加100，加100，加100。看到秦风嗑药，老者面无表情继续攻击。这小子在暗黑力量的侵蚀之下，估计坚持不了多久。只要杀了他，那件成长型神器就是我的了。心念一动，老者的攻击强度再次飙升。他显然不会想到秦风的血量竟然会有30万之多。接下来，两人就是不停以伤换伤，黑暗的阴影之力如同枯骨之躯般不停蚕食着秦风的生命力，而秦风也偶尔释放出冰刃术，不停削弱老者的实力。两者都陷入了博弈之中。可就在这时，远处数十头异化魔狼被声音吸引，朝着这边围拢了过来。好，一头头闪烁着猩红目光的异化魔狼都将目光投向了战斗中的两人。可这个时候，这些异化魔狼却没有第一时间攻击两人，而是站在远处盯着。感知到这些异化魔狼的出现，老者微微皱起眉头。这些异化魔狼对他威胁不大，可这个时候出现就多少有点恶心了。就在老者分神的间隙，一道冰刃再次射来，老者直接隐身，瞬间躲避开袭来的冰刃。Miss， 一个符号从老者头顶浮现。可就在他隐身躲开冰刃的瞬间，一道黑暗法球瞬间袭来，在其还未反应过来之时，便猛然爆开。轰！2431，一瞬间，老者被炸了个猝不及防。而还没等老者反应过来，一道道冰刃术瞬间袭来，来不及躲闪，只得抬起手中的匕首斩向冰刃。一道道冰刃术如同雨点般不停落下，恐怖的寒冰之力不停爆发，让老者只得被迫防守，根本无法做出其他反应。而秦风此刻却不停挥动法杖，丢出一道道冰刃术。在战斗之中，一次微小的失神都可能改变战斗的胜负。对于秦风这种顶尖玩家，抓机会能力是极为可怕的。这一次，秦风直接利用了对方分神的瞬间，在释放冰刃术的瞬间，再次释放了一道暗黑魔爆术。而在暗黑魔爆术击中老者后，整个局面就彻底扭转了。之前是秦风一直在挨打，技能都无法完美衔接，可现在冰刃术不停释放，偶尔夹杂一道暗黑魔爆术，瞬间将眼前老者打得找不着北。秦风扫了一眼对方的血量，60百分号，100百分号，血量还剩下60%，这老者应该能杀。前提是他不逃跑，否则以现在秦风这种没有控制技能的前提下，还真留不下眼前之人。就在秦风意识到这一点时，一道系统提示顿时响起：区域通告，幽暗平原坐标651361处出现黄金级 BOSS， 请区域内玩家注意。区域通告，幽暗平原坐标651361处出现黄金级 BOSS， 请区域内玩家注意。一连响起收到提示，秦风扫了一眼坐标，发现这坐标离自己似乎不远。而这时，一道恐怖的威压从远处升起。在感知到这股威压时，秦风耳边传来了一阵咬牙切齿的声音：该死，是异化魔狼王，小子，你最好现在收手，不然等会我们都得死在这里。听到老者的话，秦风露出一抹笑容说道：我说过，你惹错人了。话音落地，秦风继续不停释放着技能，而老者的脸色此刻却一阵铁青。他现在才发现，在战斗中他的魔力值一直在被对方吞噬。原本刺客的魔力值就不高，被秦风不停吞噬魔力值的后果就是他现在根本无法释放技能。现在他显然已经没办法击杀秦风了。想了想，他阴郁地盯着秦风的面容冷笑道：很好，我记住你了。说完，只见其放弃格挡，直接被一道道冰刃击中。轰！恐怖的寒冰魔法力量爆发，瞬间让其倒飞而出。可就在这时，他却径直朝着不远处飞奔而去，显然是想逃离此地。而看到这一幕后，秦风叹了一口气，快速追了上去。想跑可以，但是这家伙跑的地方，无数异化魔狼的身影浮现，其中一头身形庞大无比的异化魔狼冷冷地盯着袭来的老者。很显然，这就是黑暗魔狼王 BOSS。原本秦风是没有把握留下这个老者的，毕竟一个高级的刺客想逃，没有控制技能链条的法师还真留不下。但是现在，这老者竟然选中了 BOSS 出现的方向逃跑，
这运气有点太背了。而现在，秦风只希望那头 BOSS 给力点，能帮助自己留下这个老者。毕竟，像是这些 NPC 身上的好东西可是不少的。而在神域世界之中，击杀 NPC 物品将会全数掉落，和现实无异。所以，杀了老者指定会大爆一波。滚开！老者怒吼一声，瞬间一道寒光闪过，眼前几头异化魔狼直接化作一堆血肉。老者此时只觉得心中烦闷异常，谁他妈能想到，这异化魔狼王 BOSS 竟然卡着点出现？他刚开始逃离战场，这 BOSS 便带着一大群异化魔狼挡在了路上。你说这巧不巧？老者刚击杀几头异化魔狼，几道冰刃术便从他背后射了过来。察觉到袭来的寒意，老者连忙往一侧躲去。可就在他躲避的瞬间，一道暗黑法球瞬间爆发，将其和数头异化魔狼笼罩其中。轰！负2431，负2321，负2462。秦风这一波就是利用冰刃术逼老者的走位，然后在预判对方躲闪的位置，提前释放暗黑魔爆术，最后达到打出高额输出的目的。而被暗黑魔爆术击中后，无数冰刃术再次落下。负2131，负2121，负2162。不断落下的冰刃术瞬间让老者血量再次下降了不少。而远处，密密麻麻的异化魔狼瞬间将老者围拢了起来。好！异化魔狼王发出一阵怒吼，直接朝着老者射出一道黑色的法球。BOSS 也是具备初等智慧的，自然能感受到老者的阶位很高。而秦风，一个10级的法师而已，有什么可怕的？先把这个老者杀了，再去解决这个法师也不迟。此时，恐怖的黑色法球瞬间爆炸，老者被再次重创，血量暴跌。负1523，负1235，负1265。秦风看到这一幕后，顿时笑了起来。此时的老者已经被一大群异化魔狼围着了，并且一旁还有黄金级 BOSS 不停对他出手。而最关键的是，这个老家伙似乎已经没蓝了，没有魔力值代表无法施展技能。在这种重重围攻之下，老者已是必死之局。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没有再继续出手，而是从背包中掏出2瓶药剂喝了起来。提示：您服用了初级回血药剂黑铁级、初级回蓝药剂黑铁级，您获得了回血 buff 回蓝 buff， 效果每秒恢复100点 HP， 持续5秒。秦风的血量和魔力值缓缓回升。在嗑完药后，秦风才将目光放在了那头异化魔狼王身上。目光接触 BOSS 的瞬间，对方的属性便浮现在了秦风眼前。异化魔狼王黄金级 BOSS， 等级10，等阶黄金级，血量20000，20000，攻击力1505至1629，防御1000，技能高阶暗刃术、高阶极速、高阶魔化、嗜血狂舞、暗黑吞噬术。介绍：打开自身枷锁的异化魔狼具备极为强大的实力，不可小觑。看到眼前的异化魔狼王，秦风觉得属性很一般，对比那老者来说简直弱太多了。不过目前来看，有海量的异化魔狼小弟帮忙，还是能靠数量堆死那老者的。再加上秦风还能偶尔施以援手，可以说那老者必死无疑。意识到这一点，秦风将目光转向老者。给我死！老者不停挥舞匕首，银光闪过，10几头异化魔狼瞬间被斩成2截。而老者这一手为他赢得了部分喘息之机。他抬起头看向四周，呢喃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该死，只能动用那位大人送的东西了。眼神闪烁之间，只见其仿佛下了某种决心一般。下一刻，他从兜里掏出一份卷轴，捏在手中。可就在这时，一道冰刃术瞬间划过，寒冰之力爆发，瞬间将其手中的卷轴打飞。不好！老者脸色巨变。可下一刻，一道道恐怖的冰刃瞬间袭来，他只能暂避锋芒，躲避攻击。而这时，无数的异化魔狼涌向老者，根本不给老者半点机会。另一头，秦风看到老者的血量已经跌落到10%之后，便没有继续对老者出手了。而这一刻，远处的异化魔狼王发出一阵怒吼。好！声音落地的瞬间，恐怖的黑暗气息瞬间笼罩了异化魔狼王，其身躯开始涌现一道道黑雾。随即，只见原本庞大的身躯再次暴涨数倍，黑雾缭绕，猩红的眼瞳如同幽夜中的巨大灯笼。在迷雾的背景之下，异化魔狼王像极了神话故事中的妖魔。这是他的技能高阶魔化，秦风一眼就看出来了。看到这一幕，秦风倒是多了几分作弊上官的轻松自在。眼前的老者和 BOSS 狗咬狗，他在旁边捡个漏也挺香，甚至他可能还有机会捡一个 BOSS 首杀奖励。就在秦风思绪纷飞之时，异化魔狼王化作一道残影，瞬间袭向老者。不！老者恐惧的大吼。异化魔狼王降临战场，瞬间和老者展开战斗。只不过，老者虽然阶位高，但是被秦风和异化魔狼小弟一通消耗，现在早已是强弩之末。可以说，一切已成定局。接下来，一人一狼疯狂厮杀。片刻不到，老者的血量已经剩下1丝了。异化魔狼王也好不到哪里去，血量已经暴跌到了40%。而就在这时，原本重伤的老者猛然咬牙，瞬间爆发出恐怖的阴影之力，一道分身瞬间出现在异化魔狼王 BOSS 身后。轰！巨大的匕首虚影插入异化魔狼王的脖颈。好！负6511。好！异化魔狼王发出一阵吃痛的怒吼，而老者在释放出这一击后，顿时陷入了虚弱之中。可就在这时，一道冰刃术凭空出现，瞬间划过其颈部，顷刻间头颅跌落大地，发出一阵闷响。老者的目光中带着疑惑、不甘以及对秦风的怨恨，但最终这一切终究归于虚无之中。
那双浑浊的双眼因为生命的逝去，逐渐失去了光泽。提示：您成功越级击杀了未知老者，由于对方级别高于玩家20级，特别奖励称号不屈者特殊。提示：黑暗教会阵营势力对您的好感度负50%，当前关系为敌对。提示：您被特殊力量标记，请玩家注意。秦风皱起眉头，他没想到眼前这个老者竟然是隶属于黑暗教会的成员。据他所知，黑暗教会可是一个极为庞大的邪恶混乱阵营，而在版本前期，黑暗教会应该还处于蛰伏期，直到游戏中期，黑暗教会的势力才会开始崭露头角。最让秦风印象深刻的，某过于黑暗教会献祭100万，直接催生了版本 BOSS 混沌魔灵的诞生。黑暗教会，秦风呢喃了一句，这黑暗教会的实力绝对不可小觑，被这样的阵营势力盯上，的确不是什么好事。但是，对于秦风这种握着一手王炸底牌的重生者，倒是不必太过担心。就在秦风回忆关于黑暗教会的信息之时，远处一道恐怖的黑暗力量瞬间袭来。轰！负1729，负1734，负1751，恐怖的攻击落在秦风身上，黑暗的魔法之力瞬间吞噬了一切。而远处，异化魔狼王露出不屑的笑容，对他来说，那人类法师不过是一个蝼蚁，唯一的优点就是替自己将这人类老者给围杀了。想到这里，他刚准备转身吞噬人类老者的尸体，远处的黑暗之中，一道道冰刃术快速飞来。异化魔狼王顿时一愣，还来不及闪躲，一道道冰刃术便落在了他的身上。恐怖的寒冰之力爆发，瞬间将其仅剩下10%的血量清空。负2131，负2121，负2162。异化魔狼王不甘心地发出一声嘶吼，随后便轰然倒地，爆出了几道金色光团。而与此同时，一道道世界通告瞬间响起。世界通告：玩家清玄成功击杀黄金级 BOSS 异化魔狼王，黄金级 BOSS。由于玩家乃首个击杀黄金级 BOSS 的玩家，特别奖励自由属性点+30，幸运值+5。世界通告连续响了3次，而这时，所有玩家都懵逼了，这是什么情况？普通玩家还在刷普通怪，你就单人干死了 BOSS， 这大佬是气运之子吧？先是鉴定出神器，后面又拿了黄金级 BOSS 首杀，这也太顶了！羡慕这个字都说烂了，现在就是算，非常算，30点自由属性点啊，要给我多好！还有这幸运值，感觉首杀奖励是真的香啊！狗托，绝对是狗托！老子买了几件装备鉴定，要么是黄金器，要么是白银的，就没一个是神器，这不是狗托是什么？楼上神豪，鉴定完毕。哎，别说了，抓紧练级吧。幽暗平原，秦风身上涌现2道金色光芒。提示：您的等级提升至 LV9， 自由属性点已自动分配，包括获得的30点自由属性点奖励。提示：您的等级提升至 LV10， 自由属性点已自动分配。提示：您的基础魔法攻击力提升至2300点。提示：您的等级已达到10级瓶颈，请玩家尽快前往主城转职，解锁等级上限，提升到10级，还算不错。而接下来，秦风抬起头看向了眼前一堆异化魔狼。这些异化魔狼可不具备智慧，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们只有杀戮的本能。所以此时，这些异化魔狼对秦风没有半点恐惧，纷纷朝着秦风飞速袭来。看到这一幕，秦风平静地抬起手中的法杖，寒冰之力迅速凝结，化作一道道冰刃飞射而出。几分钟后，血腥的战场之上，无数异化魔狼的尸体散落一地。而在这些异化魔狼之中，一道身影正在不停地摸尸。提示：您获得了铜币星号4。提示：您获得了异化魔狼披风青铜级星号1。提示：您获得了铜币星号4。提示：您获得了破灭之焰卷轴紫金级星号1。紫金级卷轴。秦风拿起手中的卷轴看了起来，这卷轴应该就是那名老者的底牌了。只可惜这底牌倒是便宜了自己，紫金级的卷轴，这个阶位的道具都算是极品了。毕竟在神域大陆之中，物品的等阶划分由黑铁、青铜、白银、黄金、暗金、紫金、赤金这些基础阶位组成，而紫金级的卷轴阶位上已经算很高了。此时秦风直接点开了卷轴的属性面板看了起来，破灭之焰卷轴紫金级，等级1，等阶紫金级，效果使用后可召唤出高阶魔法技能 LV10破灭之焰，对敌人发动攻击，破灭之焰将会对10×10单位范围内的敌人造成每秒5000点的火系魔法伤害，技能持续时间为10秒，限制卷轴仅限使用一次。介绍：火系高阶魔法技能由高阶魔法师罗琳制作而成，破灭卷轴的效果很不错，相当于一个小型的禁咒魔法了，所不过算是极度阉割版的禁咒魔法。真正的禁咒可是能轻易摧毁一座城市的。眼前的破灭之焰唯一的优点大概就是它的技能范围比普通的魔法系群攻技能范围要大得多，用来刷怪还是挺不错的。看完破灭之焰的效果后，秦风便将卷轴收了起来。随后只见其继续开始到扫战场。接下来秦风很快便来到了那阵亡的老者面前。 NPC 阵亡之后，身上的所有物品都会爆出来，而眼前的老者显然不例外，所以此时秦风直接开始摸尸。提示：您获得了绫罗双刃黄金器。提示：您获得了附魔铠甲黄金器。提示：您获得了嗜血之剑暗金器。提示：您获得了冰霜护盾技能书。提示：您获得了金币星号2445。这一波秦风收获了一大堆物品，不过大多数都是秦风用不上的。秦风扫了一眼，
很快便将对自己有用的东西挑了出来，一枚嗜血之戒，一本技能书。秦风看着眼前的2样物品，有些失望。这老者也太废物了吧！就这2件东西让自己打老半天，纯是浪费时间。不过老者死都死了，秦风就不鞭尸了。此时他的目光直接落在了嗜血之戒上。嗜血之戒暗金级，等级60级，等阶暗金级，防御加1550，装备附加特效： 1. 智力加200， 2. 击杀一名敌人时自身暴击率提升 50%， 持续10秒。 3. 攻击敌人时将会触发嗜血技能，额外获得 20% 生命偷取效果。 4. 无级别限定效果，此装备无视等级佩戴限制，任何等级玩家皆可穿戴。眼前的嗜血之戒是60级的暗金级装备，但是这个装备附带了无级别限定特效，所以哪怕秦风现在是10级，也是可以穿戴这件装备的。这件装备秦风觉得还是不错的，毕竟加成的防御力就有1000多点，智力属性也有200点，最重要的是它还能增加暴击率和 20% 的吸血效果，生命偷取就是吸血效果。想都没想，在看完装备效果后，秦风便直接将装备穿戴上了。完成这些后，秦风顺带着还将之前获得的异化魔狼手镯、青铜器也一同装备上。在穿戴上这2件装备后，一道系统提示顿时弹出，提示您装备了嗜血之戒暗金级、异化魔狼手镯、青铜器，您的基础魔法攻击力提升至3400点，防御力提升至1750点，伤害再度暴涨了一波，防御力也再次迎来了质变，还是挺不错的。在穿戴完2件装备后，秦风便看向了另一本技能书，冰霜护盾是10级的技能书，秦风刚好可以学习。于是乎，秦风毫不犹豫捏碎技能书，技能书化作一道金色流光，瞬间涌入秦风的脑海之中。提示：您使用了冰霜护盾技能书，成功掌握了技能 LV1 冰霜护盾效果，使用后可使自身获得血量为1000加的冰霜护盾，护盾破灭后将会对四周敌人造成1000加的寒冰属性魔法伤害，并有 10% 的几率使对方进入冰冻状态，持续2秒。当前护盾技能开启后，每秒将会消耗30点 MP， 护盾被击碎后进入30秒冷却期。冰霜护盾这个技能秦风还是很熟悉的，前世这个技能书在前期可是很珍贵的，毕竟自带护盾、伤害、控制的技能在游戏前期可就这一个。想到这里后，秦风直接抬起法杖，寒冰魔法瞬间涌动。下一刻，一个冰蓝色的护盾便出现在了秦风的四周。在开启护盾后，秦风扫了一眼护盾血量，寒冰护盾4400 4400血量的护盾还是很强的，这个血量能扛住不少次攻击了。配合上秦风高额的血量，还有刚提升上来的防御力，此时的秦风可以说是肉的一批。在消化完老者掉落的物品奖励后，秦风便走向了不远处的异化魔狼王。BOSS 掉落了几个金色光团，秦风直接大手一挥，瞬间将这些掉落的物品收进背包之中。提示：您获得了异化魔狼王长裤、黄金器。提示：您获得了异化魔狼王长靴、黄金器。提示：您获得了异化魔狼王护肩、黄金器。提示：您获得了金币星号24。3件10级的黄金装备，只能说很一般。对于秦风来说，还不如手杀奖励送的自由属性点呢。他看都没看3件装备的属性，直接全部穿戴上。提示：您的生命值属性提升至310100点，防御力提升至2200点，生命值和防御力都提升了一波，也算是不错的提升。而接下来，秦风直接打开称号栏，看向了之前击杀老者获得不屈者称号。根据秦风的记忆，这个称号似乎有点特殊。就在秦风脑海中闪过这些信息时，称号的属性缓缓浮现。不屈者，特殊称号效果：面对高于自身等级20级的敌人时，伤害额外提升 100%。介绍：一次次踏过强者的尸体，方能登临绝巅。称号的效果还是很强的，面对高于自身20级的敌人时候，伤害翻倍。这就是鼓励秦风逆伐强于自己之人。不过这都是很常规的操作，对于秦风这种存在来说，哪怕越个30-40级击杀敌人也不难。在看完了不屈者称号的属性后，秦风便直接关闭了面板，快速朝着幽暗平原深处奔去。现在他的等级也来到了10级，接下来秦风要做的就是开启秘境副本，拿到手通秘境的特殊奖励，然后就可以离开新手村了。一边赶路，秦风一边打开背包，看向了自己的成长型神器法杖。现在秦风的等级已经提升到10级了，而凛冬法杖也可以氪金提升一波等级了。秦风扫了一眼提升等级所需的条件，当前提升等级 LV5 所需消耗1万金币0.10000，提升到5级需要消耗1万金币。这消耗的金币数量是真的少，不过蚊子腿再小也是肉。秦风想都没想，直接选择了氪金。下一刻，一道金色光芒瞬间落在了凛冬法杖之上。提示：您消耗了1万金币，凛冬法杖神器等级成功提升至 LV5。提示：您触发了天赋无尽金币 SSS 加效果，生命值属性加10000。提示：您的生命值属性提升至320100点，您的基础魔法攻击力提升至3900点。在将法杖等级提升到5级后，秦风继续氪金提升等级。于是乎，又一道金色光芒从法杖之上升起。提示：您消耗了2万金币，凛冬法杖神器等级成功提升至 LV10。提示：您触发了天赋无尽金币 SSS 加效果，生命值属性加20000。提示：
您的生命值属性提升至340100点，您的基础魔法攻击力提升至4400点。将法杖等级提升了一波后，秦风扫了一眼凛冬法杖的属性面板，法杖的等级提升过后，就基础魔法攻击力提升了，其他额外附加特效都没有变化。不过秦风也很满意了，直接加了1000点的基础伤害，这波加成还是很香的。毕竟现阶段的玩家估计最高也只能打出几百点伤害，秦风的伤害输出已经把其他玩家甩出几条街了。看完装备的加成属性后，秦风便关闭了属性面板，继续朝着幽暗平原深处奔去。几分钟后，幽暗丛林深处，一头异化魔之正在利用蛛丝将一头死去的异化魔狼包裹起来。魔物和魔物之间也是会互相厮杀的，而这些魔物往往能通过吞噬消化对付来让自己的阶位和级别提升。简单来说，哪怕最弱小的异化魔兔也有可能成长为极为可怕的顶级 BOSS， 只不过难度极高，近乎不可能。至于眼前的异化魔之，则是属于10级的黄金精英怪，在新手村之中基本属于最难对付的怪物之一了。此时就在这头异化魔之喷吐蛛丝之时，一道寒光瞬间从远处袭来。察觉到危险，异化魔之猛然喷吐出蛛丝，试图挡下那袭来的攻击。可下一刻，蛛丝瞬间被斩断，锋利的冰刃瞬间刺穿了异化魔之的头部。嘶！诡异的嘶吼响起，眼前的异化魔蛛庞大的身躯缓缓倒地，爆出了不少金币。而这时，秦风的身影缓缓从迷雾中走出，他扫了一眼死去的异化魔之，发现只是掉落了一些金币后，便直接选择了无视。接下来，他直接拿出了背包里一直放着的秘境晶石，确认好坐标没错之后，秦风直接将眼前的秘境晶石瞬间捏碎。下一刻，一道金色的光柱冲天起，在这道光柱出现后，整个新手村的玩家都看到了，那是什么东西？金色的光柱？难道有 BOSS 出现？那地方好像是高级地图，我刚去过那边，基本都是10级的魔物，我估摸着有可能是宝物现世。兄弟们，我先冲了！好家伙，牛啊牛啊！10级地图，我现在连魔化野兔都打不过，就不去找虐了。俺也一样。组队组队，有没有一起冲的？此时，不少玩家都被那道光柱吸引了。幽暗平原之中，一名身材修长的绝美女子挥动长剑，瞬间斩杀一头异化魔狼。随后，只见其抬起头看向远处的光柱，难不成是有宝物出现？呢喃一句，女子便提起长剑，飞快朝着那处秘境赶去。而在不远处，威震天等一行人也飞快朝着光柱所在之地飞奔而去。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强者都纷纷朝秘境入口涌来。能在幽暗平原猎杀魔物的人不在少数，这些人要么是顶级神豪，要么是职业选手，亦或者是一些抽中极品天赋的幸运儿。总之，这些人此时都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查清光柱那边到底有什么。另一头，秦风看着眼前光柱下的虚空裂缝，只觉得有些失神。死亡之地，紫荆级副本，当前类别大型副本0100000，准入门槛等级达到 LV10。他没想到，从威震天那买到的秘境晶石，竟然开启的是紫荆级大型副本死亡之地。这个秘境副本前世也是在新手村之中，只不过好像不是在这个坐标。但是这些都不重要，因为这个副本可是一个收益极高的大型副本。在神域世界之中，副本如果按阶位分，那么和物品的阶位差不多，从黑铁到赤金。但是每个阶位等级的副本都被划分为小型、中型、大型以及超大型副本，不同副本限制不同人数，越是大型的副本进入人数就越多。当然，副本的难度也会随着人数提升。眼前的死亡之地副本就是一个大型副本，能够同时容纳10万玩家一同进入。而一般来说，想通关这种大型副本是需要大量玩家一同干副本进度才行的，否则的话，想攻略副本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秦风对死亡之地这个副本还是很熟悉的，想攻略眼前这个副本难度不大，就是得浪费不少时间。就在秦风想到这里时，身后不少身影缓缓浮现，一道道玩家的身影出现在了此地。当他们看到秦风站在秘境副本入口前时，瞬间便愣住了。这是清玄大佬，还真是清玄大佬，他应该是第一个到的，果然不愧是大佬。快看，那个虚空裂缝是个秘境副本入口，早看到了，就是有点尴尬，特么的10级的等级限制，我才6级，玩个蛇皮。算了，我还以为有什么异宝出现呢，原来是秘境副本。走了，继续练级去了。这秘境副本竟然是紫荆级的，看来里面肯定有不少好东西，先去练级吧，尽快把等级拉上来，然后冲一波这个副本。不少玩家看到死亡之地的等级限制后，都纷纷离开了此地，继续练级去了。当然，有人离开，也有人留下。此时，一名身材修长的绝美少女从人群中走出，对着不远处的秦风说道：“清玄大佬，要不要组个队？”听到对方的话，秦风抬起头，当他看到对方的面容时，顿时皱起了眉头。眼前的少女面容绝美，肌肤细腻，如同婴孩一般，在其呼吸之间，如同瀑布一般的发丝随风飘摇，颇有几分超凡脱俗的美感。而若是仔细打量，就能发现，虽然她身着铁甲，但依旧能看出那傲人的身材。可以说，这是一个几乎倾向于完美的女子。在秦风看到这个少女的第一眼，脑海中的记忆缓缓复苏。无边漆黑的战场之上，无数人类和魔物的尸骸堆积如山，而在天空之中，数不清的魔物正疯狂绞杀着一名身穿漆黑战甲的少女。那名少女正是眼前之人。而当时那场战役最后以少女死亡而告终，记忆中的画面缓缓消散。秦风也回过神来，看向了远处的少女。此时的他扫了一眼对方的 ID， 冷月战士，
果然是他。秦风心中暗道。就在秦风回过神来后，便直接对着冷月摇了摇头，说道：“抱歉，我没有和人组队的习惯。”说完，只见秦风直接头也不回地走进虚空裂缝之中。冷月前世实力很强，但是现在的他并不算什么。眼前的副本，秦风有把握单人通关，其他玩家想和他组队平分胜利果实，那是真的想太多。秦风可不是什么善人，也并不会因为对方的惊人外貌而对他有优待。在强者的世界之中，美丽只不过是一件可以量化的商品，只有绝对的实力才能让其赢得尊重。在秦风进入虚空裂缝后，四周的玩家顿时震惊了。卧槽，这就是清玄神豪大佬吗？这美女的请求直接拒绝？你以为跟你一样是屌丝吗？我清玄大佬什么美女没见过？这般姿色可嗨嗨，该我舔才对。大佬进入副本了，这是不是代表大佬10级了？你这不是废话吗？大佬铁10级了，太强了呀！什么时候我也能像大佬这么优秀啊？别想了，早点洗洗睡吧，梦里啥都有。在众多玩家议论纷纷之时，冷月眼中闪过思索之色。片刻后，只见其快速转身，朝着幽暗平原内的其他魔物杀去。他目前的等级还没有达到10级，不过也快了。刚才对秦风的组队请求不过是一时兴起，哪怕被拒绝，对于冷月来说也无所谓。现在的他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尽快10级，然后进入副本看看。随着冷月的离开，不少玩家也纷纷散了，而陆续还有玩家抵达此地。威震天率领的小队也是姗姗来迟，在他带队抵达此地后，只是扫了一眼副本的准入门槛后，便直接带队继续刷级了。原本他是准备带着队伍打一波金的，不过在看到这个副本后，他觉得副本内的产出肯定比打金多，于是乎他当即改变策略，直接开始刷级，以求尽快达到这个副本的准入门槛。可以说，秦风开启这个副本后，彻底让新手村内的顶级玩家都有了目标。只不过，所有玩家都很清晰地认识到，原来自己并不算什么。毕竟，清玄可是比他们先到达的10级。副本内，黑暗无边的死亡之地中，一处城池屹立于荒野之中，而在城池外，数不清的亡灵骷髅正徘徊于城墙四周，发出一阵阵瘆人的嘶吼。无尽的黑暗死亡之气涌入城池之中，让内部的守军遍体生寒。城墙之上，几十名士兵背靠在破烂不堪的墙壁旁，手拿武器如临大敌。其中一人抬起头看了一眼下方，当他看到下方的场景后，便顿时瞳孔收缩，有些颤抖着说道：“完了，全完了！这数量的亡灵骷髅太多了，慌什么？只要我们再坚持过1个时辰，便能等来支援。届时，眼前这些魔物根本不算什么。”另一名军士面无表情地说道。他的话算是暂时稳定了一波其余人的军心，不过作用并不是很大，因为他们都知道，面对这种数量的亡灵大军，能坚持半个小时都算厉害了。该死，这群该死的魔偶！另一名士兵面色阴郁地骂道：“镇守大人被魔物领主重创，也不知道好些了没有。若有镇守大人在此，区区魔物何足挂齿？放心好了，镇守大人实力极强，不需要担心。”就是，镇守大人吉人自有天相。就在众人话语落地之时，一道金色光柱从天而降，瞬间落在了眼前的城墙之上。看到这一幕，众人都纷纷站了起来，手握武器警戒地看向眼前的光柱。在战场之上，必须要小心再小心。若是眼前光柱是敌人投放的某种武器，那么他们必然会被打开缺口，从而被对方抓住机会逐一绞杀。此时，不少士兵都纷纷拿起武器围拢了过去。可就在这时，一道人类的身影缓缓从金色光芒中走出。当众人看到来者是一个手持法杖的俊秀少年后，他们也没有半点松懈。在战场上可绝对不能以貌观人，因为谁也不知道来的人类究竟是邪恶阵营的还是守序阵营的。此时，秦风在降临副本后，第一时间便收到了一连串的系统提示。提示：您已进入了大型紫荆级副本死亡之地。提示：您获得了副本主线任务1/10。提示：由于玩家选择单人进入副本，获得额外经验 buff 增益。提示：您获得了副本3倍经验 buff 加成，当前 buff 加成仅在副本内生效，请玩家注意。提示响起后，秦风扫视四周，发现不少 NPC 士兵正手持武器警戒地盯着自己。而这个时候，这个副本秦风还是挺熟悉的，他知道这是刚进入副本时的守城战役。这个战役的难度不低，需要大量的玩家一同镇守4面城墙。如果被亡灵大军攻破城墙，毁灭城池核心的话，就代表副本攻略失败。所以，第一阶段副本任务正常的通关手段就是守住4面城墙，不让亡灵大军毁灭城池核心。但是，秦风目前只有一个玩家，是不可能防守4面城墙的。不过还好，秦风作为众生者，自然知道通关眼前副本的其他方法，而单人通关的方法自然是有的。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直接对着眼前的众多 NPC 说道：“我是来驰援你们的，镇守大将何在？”听到秦风的话后，众多士兵四目相对。片刻后，只见其中走出一人，此人络腮胡，国字脸，正是军团内的百夫长林军。在他走出来后，便对着秦风躬身问道：“阁下，真是来驰援我等的？”自然，秦风面无表情地说道。听到秦风的话，四周士兵大多数虽然都有怀疑，但是还是有不少士兵选择相信。百夫长林军刚打算开口要对方的身份凭证，远处的亡灵军团顿时暴动了起来，冲天的嘶吼声响起，无数骷髅开始朝着城墙处飞快逼近。而看到这一幕，百夫长林军直接大喊道：“全军戒备，准备迎敌！”说完，只见其看向秦风说道：“
阁下请随我一同上阵杀敌。NPC 的智商可不低，将秦风绑在身边，只要秦风有任何异动，他都能发现。此时，秦风却没有答应对方，而是直接抬起头看向远处。在秦风目之所及之地，一座巨型的骸骨战车出现在战场之上。而根据秦风的记忆，在这座骸骨战车之上就存在着这一次攻城战的大 BOSS 骸骨巫师。只要击杀了这位骸骨巫师，亡灵大军便会退却。这也正是单人通关眼前副本的核心。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对着眼前的百夫长林军说道：“阁下可没有权利指挥我。”说完，秦风便直接无视了对方。随后，只见其点开副本主线任务看了起来。副本主线任务1/10，任务级别 SSS， 任务完成度1/10。任务内容：邪恶的亡灵大军包围了帝国城池瑟纳达，作为帝国的核心城池之一，瑟纳达的战略位置极为重要，一旦失守，帝国无数民众将面临灭顶之灾，请玩家们共同镇守于此，击杀亡灵魔物，抵挡大军的入侵。任务目标：抵挡亡灵大军的进攻，保证城池核心不被对方摧毁。任务提示：击杀亡灵怪物 BOSS 可提升任务完成评分。任务成功奖励：未知，评分越高奖励越高。任务失败惩罚：离开副本。看到眼前的任务面板，秦风笑了笑。这个任务就是常规的守城任务，和国战的任务极其相似。不过，很显然这个任务就是让玩家守城。但是对于秦风来说，自然是选择主动出击。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直接便关闭了眼前的任务面板。刚关闭眼前的任务面板，不远处的百夫长林军便直接对着秦风说道：“阁下，还请在此等候片刻，督军副镇守稍后便到。”听到对方的话，秦风直接选择无视。接下来，只见他朝着眼前的城墙走去。看到秦风的动作，百夫长林军顿时皱起眉头。可下一刻，秦风直接一跃，瞬间朝着城墙之下飞速坠落。糟糕！百夫长林军脸色骤变。此时的他已然相信秦风是来驰援的，但是这人未免也太想不开了吧？那城墙之下可是数不尽的亡灵大军。轰！负2356。秦风的身体猛然落在亡灵骷髅群之中，他的血量瞬间掉落了一些。而在秦风脚下，几具亡灵士兵瞬间化作死亡气息消散。提示：您击杀了亡灵骷髅士兵黑铁级，您获得了经验星号7000。由于您的等级已达到瓶颈上限，溢出经验将储存于经验池中。提示：您击杀了亡灵骷髅士兵黑铁级，您获得了经验星号7000。由于您的等级已达到瓶颈上限，溢出经验将储存于经验池中。6倍经验的加成之下，哪怕最低级的黑铁级亡灵骷髅士兵也给秦风贡献了7000左元括号1000加6000右元括号点经验值。而秦风显然没有在意获取的经验，他抬起头，目光看向远处的骸骨战车。在看到那座骸骨战车之时，秦风毫不犹豫抬起手中的法杖。刹那间，一道暗黑法球飞射而出，一头头亡灵士兵正朝着秦风冲去。可当他们看到法球临近时，灵魂之火却在疯狂的摇曳，来不及反应，一股恐怖的黑暗力量瞬间爆发。轰！负4943，负4961，负9908，暴击双倍伤害，嗜血之戒加成的暴击几率提升。一瞬间，被技能命中的亡灵骷髅士兵尽皆毙命。而接下来，秦风继续朝着前方走去。刚走没多远，密密麻麻的利剑和亡灵魔法便落在秦风的身上。Miss。高额的防御力直接让眼前这些亡灵怪物的攻击失效。简单来说，神域之中的基础判定就是防御力高于敌人的攻击力，就可以直接免疫对方的攻击。当然，除非是一些特殊的攻击手段，例如破甲剑、无视防御的魔法技能等等，否则都是以基础判定为基准。所以现在以秦风的防御力来说，眼前这些亡灵骷髅士兵哪怕来的再多，也对他构成不了半点威胁。因此，秦风一边嗑药，一边不停丢着技能，朝着骸骨战车不停前进。而城墙之上看到这一幕的士兵们纷纷震惊。我的天啊，这人是怪物吧？那些亡灵怪物的攻击好像对他无效，这也太强了！太好了，我们有救了！有如此强者在，那亡灵大军根本不算什么，只要击杀对方那领主魔物，便能彻底瓦解眼前的大军。届时只需清理掉剩下的亡灵魔物便可。说的倒是轻松，只希望那大人给力点。放心吧，他的目的是那领主，你没看到吗？他现在正朝着骸骨战车杀去。希望一切顺利吧。百夫长林军此时也看到了这一幕，他眼神闪烁之间，显然也在默默祈祷对方能解决那头领主魔物。只要解决了那头领主魔物，他们便能彻底改变战局的走向。不过，只是片刻后，他便将目光放在了城墙之下的亡灵怪物之上。在秦风朝着骸骨战车杀去之时，亡灵骷髅士兵已经开始攻城了。他们利用骸骨制作而成的云梯当做桥梁，连接地面与城墙。随后，无数的亡灵骷髅士兵顺着骸骨云梯飞奔来，杀！干死这群狗魔物！杀杀杀！无尽的厮杀声响起，箭矢如雨点般落下，密密麻麻的亡灵骷髅被击杀。而这只是这场战役的开端。另一头，秦风不停释放着技能，一头又一头的魔物被秦风所击杀。海量的经验涌入秦风的身体之中，最终被储存于经验池内。而就在不停的杀戮之中，秦风很快便来到了骸骨战车前。此时，在秦风靠近骸骨战车之时，一道道怒吼声响起，秦风的耳边也再次响起了一道道系统提示：提示 BOSS 即将降临战场，请玩家注意。提示 BOSS 即将降临战场，请玩家注意。一道道系统提示不停响起，而下一刻，4道黑色光团缓缓凝聚，
最后形成4头手持法杖的亡灵骷髅法师。看到这一幕，秦风直接看向其中一头亡灵骷髅法师，目光接触对方的瞬间，亡灵骷髅法师的属性面板便浮现在了秦风眼前。亡灵骷髅法师白银级 BOSS， 等级10，等阶白银级，血量15000，15000，攻击力1000-1021，防御500，技能亡灵召唤术、死亡囚笼、死亡诅咒、死亡之剑。介绍：打开自身枷锁的异化魔狼，具备极为强大的实力，不可小觑。亡灵骷髅法师的属性很一般，对于秦风来说，杀这种级别的 BOSS 如同土狗一般轻松。此时，秦风关闭面板，直接朝着那几头 BOSS 杀去。而就在秦风靠近那几头亡灵骷髅法师的时候，只见4头亡灵骷髅法师都纷纷抬起法杖，开始吟唱咒语释放技能。看到这一幕，秦风继续朝着亡灵骷髅法师飞奔而去。只是片刻，秦风便来到了4尊骷髅法师面前。而就在这时，4头亡灵骷髅法师的技能吟唱结束，几乎是眨眼睛，无数黑色的死亡之剑便浮现于空中。密密麻麻的死亡之剑颤动片刻，便飞射而出，直取秦风身周要害。看到这些飞速袭来的死亡之剑，秦风也不躲闪，任由这些死亡之剑攻击。轰轰轰轰，一道道冒着浓浓死亡气息的利剑刺中秦风。可下一刻，这些死亡之剑纷纷化作一股股黑烟，彻底消散于空气之中。Miss Miss Miss， 秦风的头顶不停冒出一道道免疫伤害的符号。可以说，这些白银级的 BOSS 对秦风来说根本构不成半点威胁，连技能伤害都不破防，你还打个啥？坐着等死得了。在秦风映射了全部技能后，他便直接对着4头 BOSS 出手，挥动法杖间，一道道魔法技能不停射出。冰刃术、暗黑魔爆术，一连串的技能瞬间落在了其中一头 BOSS 身上。刹那间，一连串的伤害数字自其头顶浮现：-5788，冰刃术基础伤害加凛冬法杖的附加伤害；-4923，暗黑魔爆术；-5734。连续的技能落在 BOSS 身上，短短几秒时间内 ，BOSS 的血量便直接见底。而亡灵骷髅法师发出一阵不甘的怒吼，彻底化作了飞灰，消散于空气之中。随着他的死亡，几道金色光团瞬间爆了出来。除此之外，一道世界通告也再次响彻了整片神域世界。世界通告：玩家清玄成功击杀白银级 BOSS 亡灵骷髅法师。白银级 BOSS， 由于玩家乃首个击杀白银级 BOSS 的玩家，特别奖励自由属性点加10。在这一道系统提示响起后，神域之中所有玩家再次震惊：我他妈又单杀 BOSS 了！这清玄也太强了吧！清玄大佬在秘境副本里，他杀的应该是副本 BOSS， 那妥妥是副本 BOSS 啊！不过这副本 BOSS 也太拉胯了，才白银级，配不上我清玄大佬的牌面啊！哈哈哈哈！清玄大佬 YYDS， 特奶奶的，老子的手杀没了！刚看到白银级 BOSS， 还准备拿一波手杀，特么的磨的只剩下10%血量了，结果给清玄大佬抢走了，我恨啊！楼上惨啊，惨到姥姥家了！哈哈哈哈！原谅我不厚道的笑了。有一说一，这手杀奖励还挺香的，自由属性点好像都是固定的，每集给5个自由属性点。这一波清玄大佬直接领先我们2级。你是不是忘记加上之前黄金级 BOSS 手杀的奖励了？就在众多玩家震惊之时，又是一道世界通告响起。世界通告：神域内达到10级玩家数量已突破100人，特别开启世界等级排行榜，登顶榜单前100，可获得额外特殊天道奖励。排名前3的奖励将会极度丰厚，并且随等级提升而提升，请所有玩家注意。话音落地，整个神域世界再次沸腾了起来。世界排行榜的开启，将会彻底让顶尖的玩家陷入无止境的内卷竞争之中。毕竟登顶前100可是有天道奖励的，而且排名越强，这奖励就会越高。所以神域之中最顶尖的那一批玩家将会开始疯狂练级，以此来争夺排行榜的名次和天道奖励。此时，世界各国的玩家都纷纷打开了世界排行榜看了起来。当他们看到登顶的秦风时，只觉得很正常。只不过在看到后续的排行榜名次都被其他大区的玩家占据时，华夏玩家瞬间怒了。卧槽，这他妈前10名除了清玄大佬占据第一，其他竟然都是别的大区的。前10里面有3个米国大区的，还有1个东瀛大区的玩家，还有阿3大区的，这特么兄弟们冲啊！让我华夏玩家登顶前10，扬我国威！其他人无所谓，我就是忍不了东瀛的玩家旗在我头上，忍不住了，给我杀！前100华夏的玩家数量其实挺多的，不过最牛逼的还得是我清玄大佬啊！清玄大佬 YYDS 镇压当代无数玩家。在众多华夏玩家疯狂刷屏之时，副本内的秦风却很淡定。此时，在斩杀了亡灵骷髅法师后，一道道经验涌入他的身体之中。而随着获得的自由属性点被系统分配，秦风耳边再次响起一道系统提示：提示您的基础魔法攻击力提升至4450点。提示世界等级排行榜开启，您当前已上榜，榜单排名为第1名。您获得了特殊奖励：1. 声望值加1000000点；2. 命运轮盘碎片，星号1； 3. 幸运属性加20点。声望值加1000000点；2. 命运轮盘碎片，星号1； 3. 幸运属性加20点。不得不说，世界等级排行榜第1名的奖励还是很不错的。声望直接加了10万点，这个声望值在神域之中可是极为有用的。毕竟很多核心的任务都需要有足够的声望值才能接取。除此之外，想要获取爵位、建立工会、获取领地，或者是和顶级 NPC 交流等等，都需要大量的经验值。而到了游戏的中期，甚至有不少军团副本、国战副本
都要求有固定数值的声望才能进入。总之，声望值的作用很大。只不过，现在秦风用到声望值的地方不多，而眼前直接多了10万点声望值，还是挺香的。除此之外，秦风还获得了命运轮盘碎片以及幸运属性加20点。幸运属性影响万事万物的概率，包括爆率、强化成功率、开箱出宝物的概率，甚至暴击率等。可以说，幸运值越高越好。当然，秦风这个神豪也是可以直接无视幸运值的，毕竟大多数东西都可以利用氪金去达到接近100%的概率。而唯一让秦风有些重视的，显然是命运轮盘碎片。此时，秦风直接看向了命运轮盘碎片的属性面板。命运轮盘碎片等级效果凑齐100枚命运轮盘碎片，可合成命运轮盘。当前碎片数量1%。看到眼前的命运轮盘碎片，秦风微微一愣，这东西可是极为稀有的特殊道具，一旦合成一个命运轮盘，便可开启一次抽奖。只不过抽取的都是一些极为稀有的东西，可以说保底都是神器起步，要凑齐100个碎片有点太慢了。秦风摇了摇头，按照世界排行榜每天结算一次来说，起码要100天才能获得一个完整的命运轮盘。按照秦风的想法，与其等着世界排行榜结算的奖励，还不如自己冲一波。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摇了摇头，关闭了眼前的面板。随后，他再次将目光回归眼前的战场之上。此时，无数的亡灵骷髅士兵正围着秦风进行着攻击，一道道攻击不停落在秦风的身上，却根本对秦风造成不了半点伤害。Miss。秦风直接无视了四周攻击自己的亡灵骷髅士兵，转头看向了不远处的骸骨战车。此时，骸骨战车之中，一道身影缓缓显现，高大的披风覆盖住了白骨的身躯，一道道黑色的死亡雾气在他身旁不停翻涌着，让其显得格外妖异。猩红色的灵魂之火在其头骨之中摇曳着，隐约之间，一股摄人的气息猛然爆发。下一刻，只见其目光落在秦风的身上，冷笑着说道：“你很强，若是臣服于我，可与你不死不灭之躯。”听到对方的话，秦风没有理会，直接点开对方的属性面板看了起来。骸骨巫师，黄金级 BOSS， 等级10，等阶黄金级，血量25000-25000，攻击力1500至1621，防御500，技能大型亡灵召唤术，死亡囚笼，巫师护盾，死亡之剑，瘟疫之源，亡灵领袖，被动专长。介绍：死亡后的巫师被未知力量感染，成为了骸骨巫师，10级的黄金级魔物领主 BOSS， 第一次副本攻城的领主 BOSS 就是这种级别的。对于秦风来说，这种 BOSS 根本对他造不成半点威胁，但是其他玩家想解决这个 BOSS 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毕竟，想攻略眼前的 BOSS， 不仅要阻挡魔物攻城，还需要解决前置的4个白银级 BOSS。这也是这个副本被称之为大型副本的原因，必须要大量玩家分工合作，方可通关。但是，在绝对实力面前，只要知道速通副本的技巧，还是很容易通关的。其他人若是空有实力，并不知道先杀 BOSS 的话，最后被摧毁城池核心，也会导致通关副本失败。此时，秦风看完眼前 BOSS 的属性后，便直接关闭了面板。10级的黄金级 BOSS 对他构不成威胁，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击杀眼前的 BOSS， 开启副本第2阶段任务。就在秦风关闭面板时，眼前的 BOSS 顿时暴怒道：“卑微的蝼蚁，竟然敢无视无的存在，该死！”话音落地，只见其手持骨质法杖，瞬间一挥，刹那间，一个巨大的黑色法阵出现，而法阵之上，恐怖的死亡气息疯狂涌动，汇聚成一个个黑色的残蛹。短短几秒时间，残蛹逐渐凝聚成无数头骷髅战士。这些骷髅战士基本上都是白银级别的精英怪物。不过，秦风只是扫了一眼，便无视了这些白银级精英怪物的存在。下一刻，只见其抬起法杖，瞬间发动一连串的技能，丢向骸骨巫师。轰轰轰轰！恐怖的魔法技能不停爆发，寒冰魔法之力夹杂着黑暗魔法，瞬间爆发。只是短短几秒钟，眼前的骸骨巫师血量便见底了。可这个时候，眼前的骸骨巫师瞬间挥动法杖，给自己加了一个护盾，密密麻麻的技能落在护盾之上。然而，这个护盾只坚持了1秒钟，便彻底分崩离析了。不！骸骨巫师不甘地怒吼着，随后他的血量在一连串技能的攻击下瞬间被清空。刹那间，骸骨巫师的身躯彻底化作一道道黑色的物质，消散于空气之中，几团金色光团也瞬间爆了出来。而这时，随着骸骨巫师的阵亡，四周的亡灵骷髅士兵瞬间陷入了茫然之中。在没有领主级 BOSS 的带领之下，这些低阶魔物只剩下最原始的杀戮本能。秦风没有理会这些低阶魔物，此时，在他的耳边响起了一连串的系统提示音。提示：您成功完成了任务，副本主线任务1/10，当前任务通关评分为 SSS+，特别奖励1，10级自选技能书，法师星号1、2，任务完成卡，特殊星号1、3，强化宝石黄金级星号10、4，随机强化卷轴黄金级星号1、5，经验加100W。提示：您获得了任务副本主线任务2/10，请玩家打开任务栏查看任务详情。提示：多余经验将存储于经验池中。提示：您完成副本1阶段任务，开启副本商城，请玩家注意。话音落地，秦风直接看向了获得的奖励：10级自选技能书法师，10级职业技能自选，只能说还不错。毕竟秦风目前还是挺缺技能的，当然主要缺少的是核心的群系技能。
单单有一个暗黑魔爆术还是有点不大够。想了想，秦风直接选择使用眼前的技能书。下一刻，技能书碎裂开来，化作一道道金色光芒涌入秦风身体之中。而这一刻，秦风眼前顿时浮现一个选择面板：1. 多重冰刃术；2. 群体火球术；3. 多重风刃术；4. 群体藤蔓控制术；5. 多重突刺术；6. 群体雷击术。只有6个技能的选项。看了看这6个技能，秦风毫不犹豫选择了群体雷击术。提示：您成功掌握了 LVE 群体雷击术，效果：消耗1000点魔力值，对5×5单位范围内的敌人释放群体雷击术，技能命中目标将造成1000+的雷霆魔法属性伤害，并有一定几率使敌人进入眩晕状态，持续3秒。该技能冷却时间为15秒。雷霆可以说是最强攻击技能了，而群体雷击术在游戏前期算是极难获取的特殊元素魔法技能。虽然对秦风来说，只要前往主城，这种技能获取没有半点难度，只要无脑氪金就行。不过能提前白嫖获得也还不错。而在掌握了技能之后，秦风看向了围着自己不停攻击的大群亡灵骷髅士兵。下一刻，只见秦风抬起手中的法杖，瞬间一道道雷霆瞬间落下，轰轰轰轰，负5445，负5473，负5473，无数雷霆落下，被雷霆击中的亡灵骷髅士兵尽皆化作飞灰，消散于空气之中。而试验了一波技能的伤害后，秦风觉得还是挺不错的。这个技能完全可以跟暗黑魔爆术相配合使用，在暗黑魔爆术技能进入冷却时，就可以用群体雷击术了。看完眼前的技能效果，秦风直接打开背包，看向了其他获得的奖励。任务完成卡：特殊强化宝石黄金级，等级1，等阶黄金级。效果：使用后有 10% 的几率随机将一件装备提升一个强化等级。提示：装备等阶越高，失败概率越高。随机强化卷轴黄金级，等级1，等阶黄金级。效果：使用后有 30% 的几率随机将一件装备强化至4至7个强化等级。提示：装备等阶越高，失败概率越高。任务完成卡是一件极为特殊的物品，它是能帮助玩家完成一个任务的，当然仅限副本内使用。而这个任务完成卡，秦风刚好可以留着，用来完成最难的一个任务。至于强化宝石和卷轴，自然是用来强化装备的。不过强化宝石和卷轴可是极为稀有的，特别是在游戏前期，一枚黄金级的强化宝石至少能卖出几千金币的价格，更别提随机强化卷轴了。而强化自然是神豪们的游戏，毕竟强化是有失败概率的，一旦强化失败，之前用的强化宝石和卷轴都会一次性打水漂。强化到高阶，除非有装备保护卷轴，否则装备也是会因为强化失败而破损的。而在游戏前期开始一直到后期，强化所需的材料一直都是顶尖玩家的必需品。毕竟同等级别、同等装备情况下，想拉开差距就必须上强化，而这也导致了强化材料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不过这对于秦风来说都不是什么大问题，金币这东西他有的是。此时秦风直接拿出了凛冬法杖，随后只见其直接将随机强化卷轴捏碎，刹那间碎裂的卷轴化作一道金色光芒涌入凛冬法杖内部，金光流转，只是片刻后便彻底凝聚于法杖之中。与此同时，一道系统提示缓缓响起，提示：您的法杖强化成功，当前强化等级为+4。高额的幸运值之下，秦风直接一波入魂。只可惜幸运值不够高，不然的话完全可以一次强化到+7。想了想，秦风继续拿出剩余的强化石开始强化。接下来一颗颗强化宝石碎裂开来，化作金色光芒涌入秦风的身体之中。提示：您的法杖强化失败，强化等级1，当前强化等级为+3。提示：您的法杖强化成功，强化等级+1，当前强化等级为+6。在将10枚强化宝石用完后，凛冬法杖的强化等级提升到+6。只能说这强化等级很重归重举，算不上很高，但是也够用了。想到这里，秦风直接扫了一眼凛冬法杖的强化加成：基础装备魔法攻击力2023至2088加1400，强化后伤害直接增加了1400点。这就是强化加成的恐怖之处，直接作用于装备的基础属性。简单来说，就是瞬间能转化为战力。此时在强化成功后，秦风便再次装备上了凛冬法杖。提示：您的基础魔法攻击力提升至5850点。做完这些后，秦风才看向了不远处爆出来的几个金色光团，这是骸骨巫师爆出来的战利品。想都没想，秦风直接走过去，大手一挥，瞬间将战利品全部收入背包之中。提示：您获得了骸骨法杖黄金级。提示：您获得了骸骨护臂黄金级。提示：您获得了骸骨法帽黄金级。提示：您获得了金币星号51。3件装备，法杖秦风不需要，可以丢一边。护臂和法帽还是可以的，秦风直接选择装备上。提示：您的生命值属性提升至340800点，防御力提升至2500点，生命力和防御力都提升不少。而接下来，秦风直接打开副本任务面板看了起来。副本主线任务2/10，任务级别 SSS， 任务完成度2/10。任务内容：玩家清玄成功击杀了领主 BOSS 骸骨巫师黄金级 BOSS， 彻底粉碎了亡灵大军此次入侵瑟纳达要塞城池的阴谋。但是随着黑暗的降临，
亡灵军团建立的传送阵将会开始吸收游离的死亡之力，而一旦传送阵吸收到足够的死亡之力，更强大的亡灵领主将会率领大军再次降临此地。请玩家前往坐标233561区域，摧毁亡灵军团建立的传送大阵。任务目标：摧毁亡灵军团建立的传送大阵。任务提示：击杀亡灵怪物 BOSS， 摧毁大阵可提升任务完成评分。任务成功奖励：未知，评分越高奖励越高。任务失败惩罚：离开副本。秦风扫了一眼任务，这个任务是摧毁亡灵军团建立的传送阵。对于秦风来说，摧毁这个传送阵还是很容易的，毕竟此时秦风的伤害已经很恐怖了，再加上高额的生命值和防御值，直接无脑莽就完事了。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直接关闭了眼前的任务面板。就在秦风关闭任务面板后，一道副本提示顿时响起。副本提示：玩家冷月进入了副本。副本提示：玩家林大少爷进入了副本。副本提示：玩家威震天进入了副本。一连串的提示不停响起。这一波有不少玩家都达到了10级的准入门槛，而进入副本的这些玩家基本都是最顶尖的那批玩家，实力运气缺一不可。看到这些玩家加入副本，秦风觉得事情似乎变得有趣了起来。副本的进度都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秦风顺利单人通关了副本1阶段，那么后续进来的玩家都会获得副本2阶段的任务。也就是说，秦风接下来将会和其他玩家一同去摧毁传送阵，只不过具体的奖励将会根据不同玩家的贡献而分配。比如说，击杀 BOSS， 输出伤害最高的自然获得的评分最高；摧毁法阵、击杀小怪等等都是一样的判定方式。当然，其他玩家想和秦风争夺副本的首通，那简直是异想天开。秦风摇了摇头，没有再关注进入副本的玩家，他的目光直接落在了一旁新出现的副本商店之上。大型秘境副本之中都会存在副本商店，而副本商店内基本都会出产一些副本内所特有的物品，有些物品是可以带出副本的，有些仅限副本内使用。当然，这个副本商店内的结算货币单位是金币，也就是说，秦风终于可以氪金一波了。想到这里后，秦风直接点开了副本商店。刹那间，一个半虚拟的面板便浮现在了秦风面前。副本商店：1 buff， 2道具，一个是 buff， 一个是道具。秦风直接选定 buff 点开。下一刻，一个2级页面浮现在了秦风面前。buff 1，智力加成 buff， 副本专属效果，1级别 buff 智力加成10点，后续每提升1级，提升10点智力，最高1000点智力加成。售价10金币，当前 buff 级别 1%。提示：每次购买可提升1次 buff 等级。2力量加成 buff， 副本专属。3敏捷加成 buff， 副本专属。5回血加成 buff， 副本专属。6回蓝加成 buff， 副本专属。看到眼前的 buff 加成，秦风笑了笑，这不就巧了吗？氪金就能获得副本专属 buff， 这不就是瞌睡来送枕头了吗？虽然只是副本内才有的 buff， 但是氪金触发天赋加成是实打实的，所以此时的秦风毫不犹豫开始氪金。提示：您消耗了10金币，成功购买了智力加成 buff， 副本专属，当前 buff 为 LV1智力加成 buff， 副本专属。提示：您的触发了天赋效果，生命值属性提升至340810点。提示：您消耗了10金币，成功购买了智力加成 buff， 副本专属，当前 buff 为 LV100智力加成 buff， 副本专属。提示：您的触发了天赋效果，生命值属性提升至341800点。就在秦风氪金之时，瑟纳达城池之中，冷月抬起头看向了眼前的城池。平平无奇的城池之中，不少守军 NPC 士兵正在欢呼雀跃。太好了，那人实在太强了吧！一人就把领主级魔物给灭了。是啊，真的好强。最关键的是，他可是杀入对方军队包围圈内，将那头领主解决的。我亲眼看到那领主级魔物只坚持了几秒，便被直接镇杀。这么强吗？那他是一名战士？怎么会是战士呢？那位大人明明是一位尊贵的魔法师。魔法师？这不对啊！魔法师怎么能杀入敌阵，就直接跳下城墙，然后一路杀过去啊？那些魔物的攻击根本没用，那位大人就很轻松的一路杀过去，最后镇压那头领主级魔物了。他是怪物吗？听着四周 NPC 守军士兵的议论，冷月皱起眉头。这魔法师是清玄？冷月有些不敢确定。不过就在这时，一旁的玩家也开始惊呼了起来。我他妈，这清玄大佬也太猛了吧！直接把副本1阶段给跳过了。特奶奶的，一个人杀穿亡灵军团，镇压领主级魔物。机操物6，清玄大佬能杀穿亡灵军团，镇压领主级魔物，不是很正常吗？别大惊小怪。走了，2阶段是摧毁传送阵，我先走一步。别走那么快啊，一起顺路可以聊聊天，聊个 DEI， 溜了。听到那几名玩家的话，冷月顿时皱起眉头。他想过秦风很强，但是没想过秦风竟然这么强。要知道，这可是最高可容纳10W名玩家的大型副本，副本的难度很容易推测，毕竟人数摆在那。可就是这种难度的副本，秦风却能在短时间内直接速通副本第1阶段任务，可以说是实力极强了。意识到自身和对方存在的差距，冷月深吸一口气，直接点开副本地图，快速朝着传送阵所在的方向奔去。另一头，秦风也很快将眼前的所有 buff 全部点到了100级。而这时候，提示：您的触发了天赋效果，生命值属性提升至400800点。由于 buff 后期提升等级消耗金币变多了，所以这次秦风直接消耗了6万金币。而在天赋的加成之下，秦风的生命值属性也提升到了40W加。这个消耗金币的效率
只能说很低就是了。不过能氪金就好，秦风也不在乎那么多。此时他身上直接多出了6个加成的 buff， 四维属性加1000点，每秒生命值魔力值正 20%。单单是这加成 buff 叠加在一起，秦风的实力再次提升了不少。而在氪金结束后，秦风直接关闭了 buff 面板，看向了副本商店内出售的道具。道具1，随机强化卷轴紫金级，售价10万金币，当前数量1。2，随机强化卷轴暗金级。3，随机强化卷轴黄金级。7，强化宝石紫金级，售价1万金币，当前数量10。8，强化宝石暗金级。道具商店内出售的物品只有2种，随机强化卷轴和强化石，而且出售的数量都是限定的，也就是说，只要秦风买了这些物品，其他玩家就买不了了。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毫不犹豫开始扫货。提示：您消耗了10万金币，成功购买了随机强化卷轴紫金级。提示：您的触发了天赋效果，生命值属性提升至50万0800点。几分钟后，提示：您的触发了天赋效果，生命值属性提升至85万0800点，生命值直接提升到了85W 加。这一波氪金还是很爽的。在氪金结束后，秦风直接看向了获得的随机强化卷轴。之前秦风就强化了一波自己的武器凛冬法杖，而现在既然获得了多的强化石和卷轴，自然是要用一波的。随机强化卷轴紫金级，等级1，等阶紫金级，效果使用后有 50% 的几率随机将一件装备强化至加时。提示：装备等阶越高，失败概率越高。紫金级的卷轴效果就比较靠谱了，直接 50% 的概率强化到加时。而看到眼前的卷轴后，秦风毫不犹豫将其捏碎，瞬间使用在凛冬法杖之上。下一刻，碎裂的卷轴化作金色光芒涌入凛冬法杖内部，光芒涌动片刻，最后彻底融入法杖之中。提示：您的法杖强化成功，当前强化等级为加时。提示：装备强化加时后，若无装备保护卷轴，一旦强化失败，将会彻底损坏，请玩家注意。基础装备魔法攻击力2023至2088加2000。提示：您的基础魔法攻击力提升至6450点，加时的凛冬法杖给秦风带来了600点基础攻击力的加成。而装备强化到加时后，秦风便没有继续强化了，主要是没有装备保护卷轴的情况下，没必要冒着武器损坏的风险继续强化。等秦风后续前往主城收购一波装备保护卷轴再强装备也不迟。除了装备强化的加成之外，副本的智力 buff 还给秦风加了5000点基础攻击力，1000点智力。当然，这个副本智力 buff 的加成是另外算的，所以在系统提示中没有显现出来。这一波氪金之后，秦风直接关闭了副本商城，随后快速朝着传送阵所在的位置奔去。副本之中，不少玩家原本正在飞速赶往传送阵所在之地，可就在这时，一道系统提示顿时弹了出来。提示：副本商城商品已清空，下次刷新时间为1小时后，请所有玩家注意。看到这一道系统提示，玩家们顿时一脸懵逼，这他妈是什么情况啊？副本商城只要是进入副本内的玩家都打开看过，而里面的什么强化石，对于现阶段的玩家来说，显然是有点鸡肋了。毕竟装备在游戏前期的更新迭代是很快的，所以只有少数的神豪购买了一些最便宜的强化石，用来强化自己的武器装备，其他的玩家基本都只是扫了一眼就放弃了。至于副本商城内的 buff 就更不用说了，也只有少数的神豪玩家氪了一波，而且大多数都是氪增加单一属性的 buff。总之，基本没有像秦风这样花钱花到副本商城上线。就在玩家们收到这一道系统提示后，不少玩家都开始在副本频道内聊了起来。哪位大佬把副本商城道具清空了？太他妈牛逼了吧！少说也要花个10几万金币啊！我他妈直接扣6，太他妈强了！这就是神豪吗？老子看了一眼副本商城，啥道具都没了，我还想氪一波买个强化卷轴的，真的是不给机会啊！兄弟们，我猜测是清玄大佬把道具全部买走了，100%是他。清玄大佬吗？那我感觉8、9不离10了。还有谁有如此财力？也就我神豪清玄大佬了。其实是我买走了，兄弟们，气不气？楼上爸爸好，我是你失散多年的儿子。进入副本之中的威震天也收到了这一道系统提示。此时的他扫了一眼副本频道聊天的玩家，很快便确定这商城内的道具绝对是清玄大佬清空的。就在这时，他身旁的小弟抬起头对着他问道：天哥，这副本商城你说会不会是清玄大佬清空的？肯定是他，除了他还有谁能有那么多金币？威震天很笃定地说道：太强了吧！另外一个小弟一脸羡慕，真是神豪啊，他到底提前收购了多少金币啊？感觉清玄大佬从开服到现在起码花了上亿华夏币了吧？身旁的小弟有些感慨道：别废话了，好好刷一波副本任务，不说别的，我们得赶快打到好东西给清玄大佬送去。威震天一脸正色地说道。听到威震天的话，其余小弟纷纷点头，快速朝着传送阵奔去。不得不说，威震天现在已经是秦风的头号舔狗了，毕竟谁能拒绝一个金主爸爸呢？另一头，传送阵所在地一处峡谷前，就在冷月来到这里时，不少玩家已经聚集于此。而在不远处的一处峡谷内部，无数的亡灵士兵如同流沙一般密密麻麻拱卫着峡谷内部的巨型传送阵。与其说传送阵，不如说是几座巨型骸骨血肉组建的祭坛。只不过玩家们只是看了一眼远处的几座祭坛，便顿时脸色有些苍白。在祭坛之下，无数腐烂的骨肉碎块粘结在一块，逐级堆积成一节节台阶。
而在祭坛的最高处，无数头骨正冒着一阵阵黑烟，那些黑烟如同灵魂一般被抽离出来，最后凝聚在祭坛最中心的黑色圆球之中。从冷月的视角看去，能看到黑色圆球的上空正有一个半透明的进度条，23百分号，100百分号。卧槽，这他妈就是亡灵大军的传送阵！哦，好他妈恶心啊！狗策划，这也太令人反胃了吧！这画面我有点顶不住。兄弟们，你们闻到一股恶臭没？他奶奶的，这任务是人做的吗？你看那边每个传送节点附近都有好多 BOSS 镇守，而且其他怪物基本都是10级的青铜怪，要是一个个清理的话，感觉根本赶不上传送阵的进度。是的，如果一点点清理这些魔物的话，估计还没打到 BOSS， 传送阵便被启动了。该死，这任务也太难了吧？不难能叫大型副本吗？而且这可是紫金级的大型副本，难一点很正常的，习惯就好。不少玩家只是扫了一眼便心生绝望，而冷月看到眼前密密麻麻的怪物，也是微微皱起眉头。不得不说，眼前的怪物实在是太多了，密密麻麻堆积在一起，数量让人头皮发麻，怪不得被称之为大型副本。眼前的副本肯定是需要一大群玩家一同清理的，毕竟以玩家个人力量来说，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魔物群，显然是有心无力。除非时间足够，一点点清理，否则这个副本第2阶段任务堪称无解。意识到这一点后，冷月没有放弃，反而提起长剑，快速朝着远处的峡谷走去。刚走进峡谷，不少骷髅怪物便侧过头，阴冷地盯着他。咯咯咯，一阵阵牙床碰撞发出的声音响起，10几头骷髅怪物被冷月吸引，朝着冷月飞速袭来。卧槽，这妹子好生猛，竟然一个人拉10几头怪物。子六，这妹子漂亮啊，身材太完美了。你他妈能不能关注点摆正点？人家这颜值也高的离谱好不好？你们2个舔狗好像没见过女人似的，这不就是一个我老婆吗？你他妈找死！不少玩家都在一旁看戏，而这时冷月瞬间挥动手中之剑，一道寒光闪过，负731，负642，负773。眼前几头青铜骷髅怪物头顶浮现多重伤害，可是就这个伤害而言，想一招秒杀这些青铜级的骷髅魔物还是有些难度的。所以下一刻，冷月手持利剑，开始不停在骷髅魔物群中游走，手中剑若游龙，不停挥舞间，骷髅魔物的血量飞速下降，负631，负542，负742。可就在这时，不少玩家都开始加入了战场之中，直接将冷月拉的几头骷髅魔物瓜分干净。看到这一幕，冷月也没说什么，专心对付其中一头骷髅魔物。接下来只是短短半分钟，眼前10几头魔物便被清空了。而这一刻，不少男玩家都朝着冷月走了过来。你很强，加个好友。妹妹，要不要组队？我这缺一个战士前排，当然主 C 也可以，另外队内还有一个坦克骑士。美女，能加个好友不？给个机会认识一下。冷月看到4周的玩家，直接选择了无视。他可对贴上来的人没什么兴趣。这神域世界之中，唯一让冷月感觉有点吸引力的，大概只有清玄一个人。毕竟清玄长得是真的帅。在神域世界之中，颜值是基于基础数据上下微调的，颜值平平无奇的虽然也能变帅，但是秦风那颜值，他感觉哪怕秦风上调到最高值，其基础颜值也是极高的，再加上对方那强大的财力和实力，不比眼前这群歪瓜裂枣强。此时见到冷月无视自己，他们也不尴尬，继续埋头拉怪刷怪。而就在冷月继续拉第2波怪的时候，威震天等人抵达了此地。随着威震天等人的到来，一道身影也跟着出现在了众人身后。天哥，天哥，快看，那是清玄大佬！威震天身旁的小弟指着不远处的一道身影惊呼道。听到这道声音，不只是威震天，所有在场的玩家都纷纷看了过来。秦风目光淡漠地看向峡谷之中的传送阵，完全没有在意眼前的玩家。而这群玩家在看到秦风后，顿时便激动了起来。真的是清玄大佬，是他！妈的，为什么这清玄大佬长得这么帅？有毒吧？老子还以为这种有钱的神豪都是大腹便便的中年油腻男人，真他妈无语啊！为什么他这么有钱还这么帅？兄弟，你该不会不知道颜值可以上调吧？可嗨嗨，兄弟们，清玄大佬来了，我们等会可以躺一波了。这个任务我感觉随便就能过了，大家别愣着，快帮大佬把周围的小怪清一波。大佬牛逼！大佬 YYDS！ 冷月和威震天都将目光投在了秦风身上，而威震天在见到秦风之后，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这感觉就是有点莫名其妙，想上去舔一波大佬。威震天想到这里，只觉得有些不自然，不对劲。威震天连忙深吸一口气，此时的他才明白，什么叫做被金钱收买，这就叫被金钱收买。至于冷月，则面无表情地盯着秦风，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此时，秦风直接无视了4周的玩家，快速朝着眼前的峡谷内部奔去。他刚才已经看过了，这个峡谷内部就4个传送节点，只要摧毁了4个传送节点，就算完成了副本2阶段的任务了。至于剩下的一大群黄金级 BOSS， 秦风觉得可以无视了。现在黄金级 BOSS 对秦风来说，也就贡献点装备，不是很重要。他要做的是速通眼前的副本。下一刻，只见秦风和冷月一行人擦肩而过，以一种极快的速度冲向眼前的怪物群。看到秦风的速度，其他人只觉得有些震惊，这速度要比他们快上数倍之多，哪怕是以敏捷著称的刺客都比不上秦风，可想而知秦风现在的速度之快。这是副本的敏捷属性 buff， 绝对是了，没有点副本 buff 的话，清玄大佬的速度不可能这么快。这他妈是氪了多少啊？速度也太离谱了！别问，
问就是氪满了。清玄大佬这个速度，我感觉绝对是氪满了。而且大佬特么的是法师，法师氪敏捷属性，这代表什么？代表其他 buff 大佬绝对也氪了，而且肯定是全部氪满了。这可能就是神豪吧？太强了！呜呜！就在众多玩家震惊之时，秦风以极快的速度来到那群骷髅魔物面前。而这时，只见秦风抬起手中的法杖，一股雷霆之力瞬间凝聚。下一刻，一股股恐怖的雷霆瞬间从天而降，轰轰轰轰！负11450，负11512，负11673。随着雷霆的落下，一道道恐怖的伤害数字从这些魔物头顶升起，几乎只是瞬间，大片魔物便被瞬间秒杀。而看到这一幕后，四周的玩家都懵逼了，这他妈是什么鬼？1万伤害，这他妈，我操，这清玄大佬是开挂了吧？我操，这也太变态了！这应该就是氪金 buff 的威力了，是那个智力加成 buff， 氪到100级可以加1000点智力属性，换算成伤害就是5000点，也就是说清玄大佬的基础伤害就有6000多，太恐怖了！这个等级打出这种伤害，离谱啊！我他妈，清玄大佬果然是氪金帝啊！特奶奶的，直接拿着几千万华夏币氪个副本专属 buff， 这就是有钱任性吗？原本我以为努力能追上大佬，如今看来是我想多了。别说了，开始躺平。在场的玩家基本上都被这恐怖的伤害输出给震惊到了。要知道，能在这个阶段进入副本的，基本都是顶尖的那一撮玩家，起码也是 T1 序列的神豪或者职业玩家，还有少数的幸运儿。这些人顶多也和冷月一样，能打出差不多单体将近600-700左右的伤害，而秦风现在的伤害是他们的10倍以上。虽然其中有氪金副本 buff 的功劳，但是其他人完全氪不起，这就是差距。而就在众多玩家震惊之时，峡谷内部的无数亡灵骷髅魔物仿佛被激活了一般，纷纷朝着秦风涌来。咯，一道道古剑和亡灵魔法如同密集的雨点般不停朝着秦风所在之地倾泻。可看到这一幕，秦风却没有后退，反而一步步朝着峡谷内走去。清玄大佬小心！威震天忍不住出声提醒。话音落地，无数攻击落在秦风的身上，却根本造成不了半点伤害。miss， 无数免疫伤害的符号从秦风头顶升起，秦风的血量一点没掉。看到这一幕，四周玩家再度懵逼，这不掉血是什么情况？全部攻击直接免疫，开挂实锤了，这妥妥是开挂，锁血无敌挂，太他妈骚了！举报！别说了，这游戏有挂，你是不是想太多了？这是大佬的防御叠起来了，简单来说就是怪物的攻击太低了，不破防。楼上正解，这也太变态了，纯的6边形玩家啊，感觉清玄大佬就没有短板，氪金玩家会有短板吗？你是不是想太多？就是，就在玩家议论纷纷之时，秦风再次释放暗黑魔爆术，瞬间将一大堆骷髅魔物秒杀。随后，只见秦风不停释放冰刃术开路，只是短短几十秒，他便杀到了一处传送节点面前。而这时，秦风直接看向了眼前的传送节点，传送阵节点暗金级，建筑单位等级10，等阶暗金级，血量300000，300000，传送阵节点是建筑单位，血量总共有30W 点。这个血量对于其他玩家来说需要磨很久，但是对秦风来说也就多丢几轮技能的事情。于是乎，秦风抬起法杖，开始不停释放技能，轮番轰炸眼前的传送阵节点。冰刃术、暗黑魔爆术、群体雷击术，一道道技能不停释放。10秒不到，眼前的传送阵节点瞬间崩塌。副本通告：玩家清玄成功摧毁传送阵节点，暗金级。特别奖励玩家随机强化卷轴，暗金级，星号5。副本通告：玩家清玄成功摧毁传送阵节点，暗金级。特别奖励玩家随机强化卷轴，暗金级，星号5。看到副本通告，副本内的玩家都愣住了。摧毁传送阵节点竟然还有强化卷轴奖励，而且一上来就是5张暗金级的强化卷轴。要知道，这在副本商城里可是卖几万金币一张的，这也太香了吧！而这时，秦风在获得了一波奖励后，没有停留，继续朝着剩下的3个节点奔去。在秦风摧毁其中一个节点时，远处的几十头黄金级 BOSS 便进入了震怒的状态之中。该死的人类，竟敢损毁我亡灵不死族的传送阵，给我杀了他！其中一头亡灵领主骷髅战士大手一挥，下一刻，其他 BOSS 怪物全部朝着秦风发动了攻击。一道道恐怖的黑暗亡灵魔法落在秦风的身上，秦风也不躲闪。现在他的防御力已经很高了，基本可以无视眼前这些 BOSS 的攻击。再加上护盾和高额的血量加成，以及副本专属的回血回蓝 buff， 秦风现在只要埋头输出就完事了。此时，远处的玩家只见秦风不停挥动法杖，很快便一路杀到了第2个传送节点面前。只是过了半分钟不到，传送节点瞬间被摧昏，守护传送节点的 BOSS 也被秦风镇压。副本通告：玩家清玄成功摧毁传送阵节点，暗金级。特别奖励玩家随机强化卷轴，暗金级，星号5。副本通告：玩家清玄成功击杀精锐亡灵战士，黄金级 BOSS。副本通告：玩家清玄成功击杀精锐亡灵战士，黄金级 BOSS。精锐的亡灵战士这种黄金级 BOSS， 在秦风面前简直没有半点还手的能力，整个战场之上就是一面倒的屠杀， BOSS 都打不动秦风，更别提其他魔物了。而在秦风解决了第2个传送节点后，所有魔物都暴动了，开始飞快朝着秦风涌来。远处，
看到这一幕的冷月等玩家都纷纷开始出手。对于他们这些玩家来说，现在趁着大佬拉怪的期间疯狂输出，击杀一些副本普通怪物，赚点经验才是最优选。至于副本任务摧毁传送阵，交给秦风就可以了。而接下来，秦风继续朝着剩余的传送阵奔去。在没有魔物能抵挡秦风的情况下，只是短短几分钟，秦风便彻底摧毁了所有传送阵节点。当最后一个传送阵节点被彻底摧毁后，副本内所有玩家耳边都响起了一连串的系统提示。提示：恭喜玩家们成功完成了任务，副本主线任务2%，当前任务通关评分为 SSS 加。当前副本任务贡献度最高者为清玄 99.99%， 特别奖励玩家清玄1加10装备强化卷轴按荆棘星号1 2任务完成卡特殊星号1 3强化宝石按荆棘星号10 4随机强化卷轴按荆棘星号1 5经验加 100W， 其余玩家获得1000点经验额外奖励。提示：您获得了任务副本主线任务3%，请玩家打开任务栏查看任务详情。提示：多余经验将存储于经验池中。提示：由于玩家完美完成副本2阶段任务，副本商城道具类别已刷新，请玩家注意，第2副本任务的奖励等阶提升了，比第1阶段的丰厚不少。而这一次的奖励剔除了技能书，替换上了按荆棘的加10装备强化卷轴。当然，这些奖励对秦风来说都不是很重要。凛冬法杖已经提升至强化加10了，后续的强化除非出强化保护卷轴，否则这些东西只能先留着。而就在秦风收起奖励后，他便打开了刚刷新的副本商城。下一刻，秦风毫不犹豫将里面刷新的道具全部买下。1分钟后，提示：您的触发了天赋效果，生命值属性提升至1050800点。这一波氪金直接提升了20W 生命值属性，让秦风的生命值属性顺利突破了100万关卡。而就在秦风氪金结束之时，远处的玩家们却是懵逼的。他奶奶的，道具呢？不是刷新了道具商城吗？怎么一个道具都没了？我刚还看到有的，就一眨眼刚想买一波就全没了。什么东西没了？我刚看任务去了，没注意发生什么了。这个副本商城里的道具应该是被人拍下来了，不是没刷新。兄弟们还是别想太多了，赶快去做下一个任务吧。应该是清玄大佬买的。可嗨，大佬就在那边，有本事你去问问。我不问，我溜了，做副本任务去。秦风听到四周玩家的议论，没有多说什么。对他来说，莫必要和其他玩家解释，他要买的东西直接扫空就完事了。此时，秦风直接点开获得的3阶段副本任务看了起来。副本主线任务3%，任务级别 SSS， 任务完成度3%。任务内容：玩家清玄成功击杀了摧毁了亡灵军团建立的传送阵，阻止了亡灵领主以及亡灵大军的降临，扭转了瑟纳达要塞城池面临的危机。但是，一股来自于未知存在的力量已经腐蚀了瑟纳达城池镇守者克莱德的灵魂，并使其堕落为不死族的邪恶领主。请玩家前往瑟纳达要塞，击杀镇守者克莱德。任务目标：击杀镇守者克莱德。任务提示：击杀亡灵怪物 BOSS 可提升任务完成评分。任务成功奖励：未知，评分越高奖励越高。任务失败惩罚：离开副本。第3阶段的副本任务不算难，就是击杀镇守者克莱德。只不过这个克莱德的等阶可不低，出场就是暗荆棘，并且能通过吞噬亡灵和玩家 NPC 尸体回血，所以想要攻略眼前的 BOSS 就必须要第一时间将其击杀。前世这个克莱德可是成为了不少玩家心里的噩梦，越打越强的 BOSS 就很离谱。不但如此，想要彻底击杀这头 BOSS， 还必须要击杀对方3次才能彻底将其灭杀，并且每一次复活都将会提升一定的基础属性或者阶位，恢复全部状态。可以说，眼前这头 BOSS 和其他 BOSS 有着很明显的区别，攻略难度不是一个级别的。不过，面对这种强大的 BOSS， 秦风一点也不慌，他现在的伤害已经很恐怖了，完全能够一个人镇压那头 BOSS。所以接下来，秦风直接关闭了任务面板，毫不犹豫朝着瑟纳达城池要塞奔去。一旁的冷月和威震天等人看到秦风离开，也纷纷追了上去。而以他们的速度来说，只是短短几秒，便彻底被秦风甩到了身后，连影子都看不到了。瑟纳达城池要塞之中，镇守府。在神域世界的所有城池要塞之中，基本都会设立镇守一职。镇守顾名思义就是镇守一方的意思，其任职者必须具备强大的实力或者天赋。而被转化为亡灵领主的克莱德，自然天赋超凡。在其被转化为亡灵领主后，只是短短几分钟，整个镇守府内便彻底沦为了亡灵巢穴，无数护卫被其控制，彻底转化为一具具骷髅亡灵。而城中的守军也感知到了突然诞生的亡灵气息，飞快派遣大军前往镇压。此刻，不少刚进入副本的玩家都纷纷看向了镇守府。这副本任务第3阶段是去镇守府，那有个 BOSS， 好家伙，这镇守府的 BOSS 不得好好冲一波，直接干他娘的，感觉不好对付。兄弟们，我们跟在这些 NPC 后面稳一手，拿他们当一下炮灰。可以，这些 NPC 可以当前排，我们后面安全输出就完事了。冲！不少刚降临的玩家都纷纷跟着 NPC 大军前往镇守府，试图镇压这次的副本 BOSS。而秦风此时也顺利抵达了瑟纳达城池之中。刚进城，秦风便飞快朝着镇守府赶去。只是短短1分钟不到，秦风便来到了镇守府前。可当秦风赶到这里时，只看到一尊高大的身影骑乘着梦魇马，正在疯狂屠杀着围剿他的士兵。而除了这尊骑乘梦魇马的骑士之外，在其身后还有乌泱泱一大群亡灵骷髅护卫，基本都是白银级精英怪物。
这些白银级精英怪物和人类士兵战斗在一起，实力基本是均衡的。只不过，秦风将目光落在了骑乘梦魇马的骑士身上，下一刻，他的属性面板便缓缓浮现。亡灵骑士克莱德，暗金级 BOSS， 等级10，等阶暗金级，血量40000-40000，攻击力2300至2411，防御1500，技能战争践踏、亡灵之躯、死亡冲锋、突刺、亡灵转化、亡灵复苏，特殊专长亡灵领袖，被动专长不死之躯，特殊专长。介绍：堕落的人族强者。亡灵骑士克莱德的属性并不算强，对现阶段的秦风来说，几个技能可能就秒了。看完属性后，秦风直接关闭了眼前的面板。随后，只见秦风直接朝着亡灵骑士克莱德举起法杖。而在秦风刚准备释放技能之时，远处的克莱德仿佛感知到了什么一般，猛然看向秦风。两人目光接触的瞬间，恐怖的雷霆瞬间爆发，一道道雷霆疯狂落下，瞬间击中了亡灵骑士克莱德和其他亡灵守卫身上。轰轰轰轰，负10241，负11554，负11633。一瞬间，被技能覆盖的亡灵守卫全数被瞬秒，而其中被雷击术击中的克莱德血量暴跌1/4。可在被攻击之后，他却猛然骑乘梦魇，飞快朝着秦风袭来，丝毫没有受到半点影响。不愧是暗金级 BOSS， 秦风呢喃一句。雷击术是带控制效果的，但是暗金级 BOSS 高额的韧性和抵抗力，让这种控制效果显得微乎其微。由于秦风的一波输出，眼前的死亡骑士克莱德已经将他当做了第一击杀目标。简单来说，这就是拉仇恨。而克莱德直接发动冲锋技能，只是撞死了10几名参与围剿的 NPC 士兵，便停了下来。下一刻，只见其伸出手，四周的尸体瞬间化作一道道黑光，涌入他的身躯之中。只是一瞬间，亡灵骑士克莱德的血量瞬间回满。加10241，杀了他！镇守已经被魔物感染了，诛杀镇守，挡住他，别让他靠近后方的法师，他能吞噬尸体，恢复自身。大家小心！无数 NPC 守军将领都纷纷发出怒吼。不得不说，眼前的克莱德这波回血，属实是有点太离谱了，直接一口回满。不过，这个技能是存在 CD 的，不可能一直给他回血，只要在技能 CD 冷却期解决它，那么不就可以了？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抬起法杖，继续开始输出。接下来，冰刃术、暗黑魔爆术，一道道技能不停丢出。负9235，负9734，负9782，一道道伤害数字不停在 BOSS 头顶升起。只是短短几秒，眼前的 BOSS 血量直接清空。死亡骑士克莱德还没释放技能，便直接进入了死亡状态之中。不！克莱德怒吼了一声。下一刻，远处的亡灵护卫纷纷化作黑色光芒，飞速涌入克莱德的躯体之中。而这时，玩家刚抵达此地，便发现了空血的 BOSS。BOSS 这是被击杀了，血量空了，但是没死，是怎么回事？而且他头顶好像有个进度条，这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清玄大佬在那边，可能清玄大佬知道。就在几名玩家懵逼的时候，无数亡灵化作一道道黑色光芒涌入克莱德的躯体内。秦风也没阻拦，因为阻拦不了。而在这一过程中，冷月等人也抵达了此地。在他们抵达此地后，都纷纷看向了空血的克莱德以及他头顶的进度条。进度条好了，兄弟们准备一波，小心点，可能有点问题。有清玄大佬在，小心个啥？就在众人议论之中，克莱德头顶的进度条瞬间抵达100%。而这一刻，克莱德头顶顿时浮现一个绿色的数字，加80000。随着这道数字的浮现，克莱德的血量瞬间回满，而一道系统提示也在所有玩家耳边响起。提示：亡灵骑士克莱德，暗金级 BOSS 已复苏，当前属性提升100%，请所有玩家注意，属性提升100%。好家伙，这波提升有点东西啊！我懂了，是大佬先把这个 BOSS 杀了一波，然后这个 BOSS 临死之前进阶了。清玄大佬是真的牛逼啊！我们赶路的时间就把 BOSS 给镇压了，这 BOSS 也有点东西，竟然能复活。不过不管了，输出一波赚点副本任务贡献度就行，我不贪心。话音落地之时，复苏的亡灵骑士克莱德直接看向了秦风。你很强，不过这样才有意思。克莱德冷笑一声，直接拉动缰绳，梦魇马猛然起跑，直接一跃而起，朝着秦风所在的地方跳去。看到这一幕，秦风也不躲闪，反而抬起自己的法杖，开始释放技能。下一刻，一连串的技能飞射而出，轰轰轰轰，负8035，负8034，负8182。由于 BOSS 的基础防御属性提升，秦风对其造成的伤害也减免了不少。不过，这对于秦风来说也没什么，无非就是多放几个技能而已。就在这一连串技能命中克莱德时，他骑乘着梦魇瞬间落地，轰！负4411，负4792，负4521，四周一大片 NPC 被直接秒杀。在战争践踏之下，普通 NPC 士兵根本承受不了 BOSS 的多段输出伤害。至于秦风，虽然他也在战争践踏技能的覆盖之下，但克莱德的这波攻击连他的冰霜护盾都没有打碎。而这时，克莱德看到攻击被护盾挡下，瞬间便朝着秦风飞快袭来。我会吞噬你的灵魂，将你转化为不死的亡灵，从此为我而战！克莱德狂笑着，手中大剑飞快朝着秦风挥舞。秦风则是面无表情，继续丢着技能，一连串的技能飞射而出。负8012，负16054，暴击，负8183。克莱德的血量只是短短片刻便暴跌了5万多。
而四周的玩家看到这一幕，只觉得有些震惊，这真他妈是法师！克莱德的攻击直接被护盾挡下来，那护盾直接挡了一大波伤害，而且护盾的血量还有不少，看样子还能再挡一波。最关键的是，这个伤害是真的离谱，单单是克莱德想要近身的这段距离，就直接让克莱德这个 BOSS 变成大残了。这特么真的无愧于神豪之名。此时，就在众多玩家震惊之时，亡灵骑士克莱德瞬间冲到了秦风面前。下一刻，他直接挥动手中大剑，猛然刺向秦风。叮！负6667，清脆的声音响起，秦风四周的冰霜护盾直接碎裂。可就在这时，一道恐怖的寒冰魔法瞬间爆发，席卷了四周的一切。负9123，寒冰之力席卷的瞬间，眼前的 BOSS 克莱德和梦魇一同被瞬间冰封。而在克莱德被冰封之时，秦风继续开始不停丢技能输出，冰刃术、群体雷击术、暗黑魔爆术，一道道技能不停丢出。只是短短2秒，眼前的克莱德血量瞬间清空，再次进入了诡异的死亡状态之中。而这时，四周众多玩家才明白，之前看到的 BOSS 空血状态，原来是秦风击杀了一波才出现的。我就说为什么之前那 BOSS 是空血呢？原来是清玄大佬提前击杀过的。这 BOSS 也太诡异了吧，血量都清空了，竟然还没死。可能这就是暗金级 BOSS 吧。这 BOSS 有点难对付，就是不知道能复活多少次。要是无限制的话，那就离谱了。不可能无限制的，肯定是有某种特殊机制，只要找出这个机制，就可以解决这头 BOSS。兄弟们等吧，看清玄大佬怎么解决。这头 BOSS 我们也打不过，交给清玄大佬就好了。就在玩家议论纷纷之时，秦风直接对着玩家们说道：“不想死的话，就都退远点。”听到秦风的话，玩家们都有些莫名其妙。清玄大佬是咋了？我们这在附近还能帮忙输出一波，叫我们退远点是怕我们抢 BOSS 补刀？退个几把，老子就是要站在这里刷点贡献值都不给了。别抬杠兄弟，大佬这是好心提醒。那 BOSS 咱们也干不过呀。走了，都走远点。我先撤退了，你们加油。我就不走，要走你们走。秦风提醒其他玩家，主要是这个 BOSS 第3阶段会觉醒一个特殊技能，而这个技能是可以瞬杀一片区域内的玩家的。当然，这只是很常规的大范围攻击技能，基本高阶一点的 BOSS 都会有这类技能。只不过秦风倒是无所谓，毕竟他防御高，血厚，还有100%回血 buff 以及体质属性 buff 加成，就是让克莱德站着攻击，估计也打不死。而其他玩家可能就要倒霉了，毕竟被击杀后，在牧师职业还没有学习复活术的游戏前期，基本就只能退出副本了。而秘境副本是有进入限制的，退出了基本只能等过1天才能进入秘境副本了。提示：亡灵骑士克莱德，紫金级 BOSS 已复苏，当前属性提升100%。请所有玩家注意，系统提示的瞬间，所有玩家都纷纷看向了那尊 BOSS。此时的亡灵骑士克莱德身上不停散发出黑色的死亡气息。下一刻，只见其抬起头，死死地盯着秦风，冷笑着说道：“很好，很好。”秦风听到他的话，没有多说什么，直接抬起法杖，瞬间化身移动炮台，冰刃术、暗黑魔爆术、群体雷击术，一道道魔法技能瞬间爆发，直接按着克莱德一顿输出。而在这时，不少玩家也冲了上来，开始围绕克莱德进行输出。兄弟们，冲啊！远程的快过来输出，大佬帮忙拉仇恨，我们输出一波，赚点副本任务贡献度。来，干他娘的！冲！冷月看到这一幕，没有选择加入战场，毕竟他是战士职业，作为近战面对眼前这种级别的 BOSS， 属实有点难为人了。而不远处的威震天则直接让自己队伍里的远程玩家上去给秦风搭把手。随着玩家加入战场，密密麻麻的技能瞬间覆盖了克莱德。Miss， 负834 ，Miss， 密密麻麻的免疫伤害符号不停浮现。当然，在这些免疫伤害符号之中，也有夹杂着一些玩家的伤害。只不过这些玩家都是技能或者装备附带无视防御效果的，所以才能打出部分伤害。而此时看到自己的攻击根本不破防后，大部分玩家都 emo 了。他们没想到自己和大佬之间的差距竟然这么大，一边是单体输出 8K 加的秦风，一边是根本不破防的输出，两者的差距简直如同天堑一般。当然，秦风显然没有理会这些玩家，继续不停释放技能削减 BOSS 的血量，一道道冰刃术不停释放，亡灵骑士克莱德的血量疯狂下跌，在跌到 80% 的时候，克莱德顿时怒吼道：“你们这群蝼蚁，都该死！”刹那间，恐怖的黑暗之力猛然爆发，四周的玩家刚丢技能丢得正嗨，这一波又被带走了一大批玩家，只有少数几个谨慎的玩家比较靠后输出，才勉强逃过一劫。而有了2波前车之鉴，这些玩家也学乖了，输出什么的最烦了，不如在后面慢慢看清玄大佬表演。于是乎，秦风就开始了单人刷 BOSS 模式。接下来，亡灵骑士克莱德直接冲锋到秦风面前，开始各种技能轮番用在秦风身上，死亡冲锋、战争践踏、亡灵突刺，而秦风就直接站在原地，硬扛了对方的所有技能。负9024加9024，负11251加11251。BOSS 的每一次攻击造成的伤害，下一秒几乎能瞬间恢复上来。而这主要归功于秦风氪金弄的副本回血 buff， 每秒 20% 的回血，配合上秦风 100W 加的生命值属性，每秒就是20W 的回血量，简直不要太离谱。所以，此时的秦风就是站着给这个 BOSS 杀，他也杀不死自己。而这就是氪金的力量，想轻松通关副本，还得氪金。接下来，秦风就是不停释放技能，随着一道道技能不停的释放，
亡灵骑士克莱德的血量也再次见底了。看到亡灵骑士克莱德血量只剩下1丝后，秦风直接抬手，一道群体雷击术瞬间释放。下一刻，轰轰轰轰，负14211暴击！卑微的蝼蚁，无主不会放过你的！亡灵骑士克莱德最后呢喃一句，便彻底化作一缕黑烟，彻底消散于天地之间。而随着亡灵骑士克莱德的阵亡，几团金色光芒瞬间爆了出来。系统的提示也在玩家们耳边缓缓响起。提示：恭喜玩家们成功完成了任务，副本主线任务3%，当前任务通关评分为 SSS 加。当前副本任务贡献度最高者为清玄 99.99%， 特别奖励玩家清玄1加11装备强化卷轴紫金级星号2任务完成卡特殊星号1 强化宝石紫金级星号10 随机强化卷轴紫金级星号1 经验加500W， 其余玩家获得2000点经验额外奖励。提示：您获得了任务副本主线任务4%，请玩家打开任务栏查看任务详情。提示：多余经验将存储于经验池中。提示：由于玩家完美完成副本3阶段任务，副本商城道具类别已刷新，请玩家注意。秦风在副本任务完成后，便第一时间打开了副本商城。下一刻，他毫不犹豫开始扫货。1分钟后，秦风耳边再次响起一道系统提示：提示：您的触发了天赋效果，生命值属性提升至1250800点，又花了20W 金币，直接提升了20W 生命值属性。这个提升速度对秦风来说显然有些慢，不过还好，秦风还能接受。而就在秦风买完副本商城的物品后，他便关闭了面板，开始打扫起了战场。提示：您获得了完美强化石紫金级星号2。提示：您获得了高阶强化石紫金级星号5。提示：您获得了亡灵之书紫金级星号1。亡灵之书，秦风皱起眉头，这个装备他好像没见过。根据秦风的记忆，眼前的副本好像出产的都是强化石以及一些普通的装备，像是亡灵之书这种名字的，一看就知道是特殊装备或者道具。这种物品都是极为稀有的，一般只会在特定的高阶副本出产。而眼前这个亡灵之书，秦风皱起眉头，直接点开它的属性面板看了起来。亡灵之书，紫金级，等级1，等阶紫金级，装备基础防御力500，装备额外附加特效：1，4维属性加50点；2，亡灵类技能伤害持续时间范围提升30%；3，击杀怪物玩家 NPC 后，可将其转化为亡灵不死族魔物，当前可操控亡灵不死族魔物数量为10、0、10。4，特殊成长性，装备可通过吞噬灵魂而提升等级，当前提升等级 LV10 所需击杀1000名玩家 NPC 魔物01000，当前提升等阶 LV10 所需收集10枚阶位不低于紫金级的亡灵金盒010。介绍：未知强者留下的亡灵之书。看到眼前的亡灵之书，秦风有些愣神，这亡灵之书竟然具备特殊成长性，而且这件装备的特殊成长性和秦风的凛冬法杖不一样。亡灵之书不仅能提升等级，还能提升等阶，只要击杀魔物就能提升等级，收集亡灵金盒就可以提升这本亡灵之书的等阶。这代表眼前的亡灵之书又是一件可以用很久的装备。当然，这件装备的属性很强，基础防御力就不用说了，直接1级加500点，4维属性加50点也不错。而其最核心的加成效果还是亡灵类技能伤害持续时间范围提升30%。要知道，秦风可是魔法师，可以学习亡灵类魔法，在亡灵之书的加成下，他的亡灵魔法将会变得极为恐怖。伤害提升30%已经够强了，再加上持续时间和范围提升30%，只能说有些离谱。至于最后的转化技能，对秦风来说好像有点鸡肋，毕竟他可不是其他法师职业玩家，若是一般的法师玩家，还能利用转化的亡灵魔物当一下前排，而秦风直接就是战撸，无脑输出就完事了。不过说是鸡肋，还是有点作用的。想了想，秦风直接拿出刚获得的加11装备强化卷轴紫金级出来。加11装备强化卷轴紫金级，等级1，等阶紫金级，效果使用后有 50% 的几率随机将一件装备强化至加11，强化失败后装备强化等级归0，不对装备本体有任何损坏。提示：装备等阶越高，失败概率越高。看到眼前的强化卷轴，秦风毫不犹豫捏碎，瞬间对着亡灵之书使用。下一刻，金色光芒缓缓汇聚，如同流水般覆盖住了整本黑色的死亡之书。死亡之书在接触金光后，便开始贪婪地吞噬起了这股特殊的力量。只是片刻，眼前的光芒仿佛遇到了某种阻碍，瞬间紊乱了起来。看到这一幕，秦风微微摇了摇头，这波强化失败了。果不其然，金色光芒在紊乱的瞬间便彻底爆开，散在空气之中。提示：您的装备亡灵之书紫金级强化失败，当前强化等级不变。浪费了一张强化11的卷轴，秦风倒是不心疼，毕竟这次的副本任务奖励可是有2张强化卷轴的，用完2张再说。想到这里，秦风再次拿出一张强化加11的卷轴，随后只见其飞快捏碎，瞬间使用在亡灵之书上。同样的金色光芒快速涌入亡灵之书内部，而这一次的过程却是无比的顺利，只是短短几秒钟，金色光芒便全部融入到了亡灵之书中。提示：您的装备亡灵之书紫金级强化成功，当前强化等级为加11，
听到耳边的系统提示，秦风直接点开装备的属性面板看了起来。亡灵之书，紫金级，加11，等级1，等阶紫金级，装备基础防御力500，加550，就加了550点防御力，其他加成没变。不过，亡灵之书属于成长型装备，这个强化的加成也是会随着等级提升而提升的。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直接将亡灵之书装备上。接下来，一本黑色的书籍瞬间漂浮于秦风的身侧，一股黑暗的力量瞬间笼罩了秦风，让其显得有些诡异。提示：您的生命值属性提升至1251000点。提示：您的防御力提升至2700点。提示：您的基础魔法攻击力提升至6650点。4维属性的提升，直接让秦风获得了全面的增幅。在装备上这件特殊装备后，秦风没有耽误时间，直接打开了副本第4阶段任务，看了起来。副本主线任务4/10，任务级别 SSS， 任务完成度4/10。任务内容：玩家清玄成功击杀了堕落镇守者克莱德，但随着堕落镇守者克莱德的死亡，城池核心失去了掌控者，请玩家们前往城池核心所在，彻底掌控此方要塞，以此应对即将到来的未知危机。任务目标：掌控城池核心。01，任务成功奖励：未知，评分越高奖励越高。任务失败惩罚：离开副本。看到眼前的副本第4阶段主线任务，秦风笑了笑。这个任务就比较特殊了，掌控城池核心，这对于普通玩家来说可不简单。而且，城池核心是只能一名玩家掌控的，在前世可是有不少大佬为了争夺城池核心掌控权大打出手的。毕竟，一旦掌控了城池核心，玩家就可以氪金启动城池的防御法阵等，并且还能享受城池核心的 buff 增益。而这一波的氪金绝对是超值的，因为后续瑟纳达城池要塞将会面临无数魔物的侵袭。城池法阵氪金启动之后，击杀魔物所收获的经验值装备物品都将是氪金者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这城池核心几乎是神豪玩家必争夺的。不过，目前来说，秦风想要获得这个城池核心的所有权，简直可以说是轻而易举。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没有停留，直接朝着城池最中心奔去。冷月和威震天等玩家看到这一幕，也直接跟了上去。片刻后，秦风便来到了城池核心所在之地。城池核心是一个巨大的金盒状物品，悬浮于一处特殊的法阵之中，而在法阵四周则有着无数禁忌法阵。这些法阵就是这次副本任务所需要攻略的核心。镇守死亡后，这些禁忌法阵将会守护城池核心，保护其不受到邪恶力量的侵蚀。想要顺利通过这些禁忌法阵，直接掌控城池核心，只有2种方法：一种是慢慢清理四周的禁忌法阵，和打怪一样，派出坦克前排硬抗伤害，然后后排输出击碎法阵核心节点，一路清理过去，直到抵达城池核心面前。而另一种方法就是硬扛着伤害走到城池核心面前，然后掌控城池核心。对于秦风来说，掌控城池核心这个任务就是送奖励的。禁忌法阵的伤害对他根本造成不了半点威胁，毕竟他现在的血量已经很离谱了，而且还有高额的防御力、回血 buff 加持，所以没有半点犹豫，秦风直接朝着城池核心走去。四周不少玩家都没有动作，只是安静地看着秦风。而当秦风踏入法阵的攻击范围内时，一道道恐怖的魔法瞬间朝着秦风射去。轰轰轰轰，负4514，负4435，负6721，加15670。一瞬间，密密麻麻的伤害数字夹杂着几个恢复血量的数字浮现。看到这一幕，四周的玩家纷纷倒吸一口凉气，就连冷月和威震天都被秦风的惊人回血给震惊到了。这特么瞬回1万多的血，而且还是源源不断的回，这就是大佬吗？那个大佬是不是有点太强了？可嗨嗨，你才发现吗？这个血量，这个坦度，我感觉大佬是不是开启了什么特殊的 BOSS 模板？这他妈真跟开了挂一样，感觉应该跟天赋有关，太顶了，这个回血量。说大佬应该是有副本 buff 的加成，只不过最高也就每秒恢复 20% 的血量，也就是说大佬此时的血量至少在几十万，具体数值不好推测，毕竟回血没到上限值。老子坦克全体质加点骑士，血量不够，大佬回得多，这坦克不当也罢，太欺负人了，哈哈，这逼心太崩了。在众多玩家震惊的目光中，秦风很快便来到了城池核心面前。下一刻，只见秦风眼前弹出一个系统提示，提示当前城池核心处于无主状态，是否绑定？是否？看到眼前的提示，秦风毫不犹豫选择了绑定。在秦风选择绑定之时，一道金色光芒从城池核心之中猛然射出，瞬间落在了秦风身上。副本通告：玩家清玄成功绑定城池核心。提示：恭喜玩家们成功完成了任务。副本主线任务4/4，当前任务通关评分为 SSS 加。当前副本任务贡献度最高者为清玄100%，特别奖励玩家清玄1加11装备强化卷轴紫金级星号5 2任务完成卡特殊星号1 3强化宝石紫金级星号10 4随机强化卷轴紫金级星号1 5经验加500W。提示：副本商城道具类别已刷新，请玩家注意。提示：副本主线任务5/10开启。提示：掌握城池核心者为清玄，特别为当前城池掌控者开启城池要塞功能栏。玩家可通过功能栏激活要塞各项特殊建筑，建筑击杀魔物收益属于城池核心掌控者所有，请所有玩家注意。除此之外，招募士兵后，士兵击杀魔物收益亦归城池核心掌控者所有。
若开启城池祝福 buff， 获得 buff 增益者将会分配一定额度收益给予城池核心掌控者。提示：异域魔物降临时间剩余0分钟59秒，请所有玩家注意。就在秦风掌握城池核心时，不少玩家都纷纷被这个城池要塞功能吸引了。好家伙，这城池要塞竟然能开启各种特殊建筑，而且建筑击杀的魔物收益属于城池核心掌控者，这也太香了吧！怪不得大佬要先一步掌控城池核心，原来是为了收益，太顶了！这要是全部建筑开启一波，直接起飞啊！我他妈，如果开启祝福 buff， 我们是不是会有 buff 增益？这要是杀了怪，还得给大佬上供。不过这什么激活建筑、招募士兵以及开启城池祝福 buff， 应该不是无偿的吧？肯定是要消耗某种东西的，别把神域想的那么简单。管他呢，消耗就消耗呗，反正是大佬消耗，又不是我们消耗，而且他还有收益，也挺不错的。听到玩家的议论后，秦风笑了笑。这个城池核心开启的各项功能，基本上如果氪金氪满的话，是稳赚不亏的。在前期的时候就已经有不少玩家大佬测试过了。当然，秦风也不在意亏不亏，只要是氪金的，他就绝对是赚的。而这时，他没有第一时间打开城池要色功能面板，而是点开了副本商城，开始扫荡里面刷新的商品。1分钟不到，里面的东西再次被秦风清空。提示：您的生命值属性提升至155万1000点，30万金币。清空了一波副本商城刷新的道具后，秦风没有耽误时间，紧接着开启了城池要色功能栏。色纳达，紫荆级，等级10级，等阶紫荆级要塞。功能栏：1. 所有建筑开启。2. 城池祝福 buff 未开启。3. 招募士兵未开启。当前城池资源无。当前城池士兵12550名。当前城池建筑501050座已激活建筑，包括4面符文城墙。10级的紫荆阶位的要塞城池，只能说很一般，像是在前世这种城池根本扛不住一场战役。不过现在毕竟是前期，这个城池也可以给秦风氪金一波的机会了。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看向了眼前的功能栏。现在3个功能栏只开启了一个，那就是最常规的建筑面板。想都没想，秦风直接点开了建筑面板。建筑：1. 符文城墙，紫荆级，星号4，开启。2. 魔法炮塔，紫荆级，星号400，未开启。3. 符文箭塔，紫荆级，星号400，未开启。4. 城中核心防御阵法，紫荆级，星号46，开启。5. 城墙攻击防御阵法，紫荆级，星号150，未开启。提示：消耗 99.5W 金币可激活开启全部防御攻击建筑。看到消耗 99.5W 金币可以开启全部防御建筑，秦风毫不犹豫选择氪金。下一刻，一道道金色光芒从天而降，瞬间落在了要塞中的所有建筑之上。提示：玩家清玄消耗 99.5W 金币，成功开启色纳达、紫荆级要塞城池所有攻击防御建筑以及阵法。听到这一道系统提示，玩家们都懵逼了，这他妈是什么？氪金就氪金，游戏前期你就氪个100万，有病吧？不少玩家此刻都纷纷看向秦风，有些震惊。神豪，绝对是顶级神豪！爸爸，我是你失散多年的儿子啊，你看看我吧。亲爱的爸爸，我是不是老花眼了？这只是氪金了99个金币对不对？我绝对看错了。前一秒听到99万，扫了一眼提示，什么99万？这他妈谁会把99万金币砸一个副本里面啊？我他妈无语死了！大佬你给我啊！这99万金币给我，我他妈伺候你下半辈子都行，给你当牛做马。怪不得清玄大佬玩游戏像是私服，这特么随手就是100万金币，能不像私服吗？他奶奶的，这也太顶了！不说了，兄弟们，论坛上见。国服不对，是世界第一神豪横空出世，清玄大佬，实至名归啊！按现在的金币和华夏币兑率来说，一金币1000块华夏币，99万金币。此时威震天看向秦风，也有些懵逼。他想过清玄大佬是神豪，可特么没想到竟然这样牛逼，一出手就是接近100万金币，这也太顶了！不行，这样的神豪一定要想办法抱上他的大腿。接下来要改变策略，一切以变强为主，必须要保持在 T1 队列，才能打出最顶尖的极品装备和道具。到时候单是卖给大佬，就能赚到一辈子赚不到的钱。威震天思绪翻涌，很快便决定好了接下来的策略。而类似威震天这般的玩家不在少数，毕竟玩游戏的都是人，是人就会想走捷径，谁不喜欢神豪呢？而且还是一个年轻又帅气的神豪。此时，秦风无视了其他玩家的震惊，在氪金了一波之后，他的生命值再次暴涨。提示：您的生命值属性提升至254万6000点。感受到自己身体中充斥的无尽生命力，秦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这一波氪金还是挺不错的，直接让秦风的生命值属性突破到了250W 加。而现在搭配上每秒20%的回血，秦风1秒钟就能回复50W 的血量。可以说，在副本里秦风已经可以横着走了。就在秦风意识到这一点时，在城池之中和城池外部突然出现无数巨大的黑色裂缝。在感知到黑暗力量的降临后，秦风侧过头看去，映入秦风眼帘的是密密麻麻一大片虚空裂缝，而这些裂缝是来自于其他界域的传送门，可以链接神域世界和其他世界的特殊通道。此时，在这些裂缝之中，一道倒半透明的恐怖身影从中飞出，猛然朝着四周的玩家和守卫士兵扑去。可就在这时，城池内的防御建筑瞬间被激活，无数道魔法光芒瞬间爆发，瞬间覆盖了所有魔物。
轰轰轰轰，负1万，负1万，负1万，只要被城池内建筑攻击到，基本上都是瞬间秒杀。而这时，秦风耳边也响起了一道道系统提示：提示您击杀了不死亡魂，黄金级，成功获得了2万点经验值。提示您击杀了不死亡魂，黄金级，成功获得了2万点经验值。秦风就站在原地，不停有大量经验涌入秦风的身体之中。而这时，裂缝之中还源源不断涌现出一头又一头的不死亡魂，这些亡魂几乎再一出现便被魔法塔和法阵绞杀了。不远处的玩家看到这一幕，只觉得有些无语。老子他妈的来一趟副本不是看清玄大佬表演的啊，气死了，一个怪都抢不到，又是看清玄大佬表演的一天。别说了，我都躺平了，大佬这种绝世流大法是铁铁的不给我们活路啊，这还有什么副本任务贡献度，玩个蛇皮，刚想补个刀，一道魔法炮射来，怪物瞬间被秒。接下来整个战场上的玩家都已经彻底躺平了，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无数的不死亡魂被疯狂屠杀，只是短短几分钟，城池内部便堆满了金色光团。只可惜这些金色光团都是秦风的，而秦风看到这些金色光团却没有半点去捡的意思。对他来说，金币他不缺，装备现阶段也够用了。这些不死亡灵的产出实在是太多了，捡得费劲，所以干脆丢那完事。而就在不死亡灵被疯狂屠戮之时，一道巨大的裂缝突然出现在秦风面前。在这道空间裂缝诞生的瞬间，一道身影便挣扎着从裂缝中钻了出来。可在他刚露头的瞬间，无数道攻击瞬间落在了他的身上。只是1秒钟时间，一道道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副本通告，玩家清玄成功击杀了不死怨灵紫金级 BOSS。提示：恭喜玩家们成功完成了任务，副本主线任务5%，当前任务通关评分为 SSS 加。当前副本任务贡献度最高者为清玄100%，特别奖励玩家清玄1加12装备强化卷轴紫金级星号1 2任务完成卡特殊星号1 3强化宝石紫金级星号10 4随机强化卷轴紫金级星号1 5经验加500W。提示：副本商城道具类别已刷新，请玩家注意。提示：副本主线任务6%开启。提示：城池要塞城池祝福 buff 功能拦解锁，获得 buff 增益者将会分配一定额度收益给予城池核心掌控者。提示：异域魔物降临时间剩余0分钟59秒，请所有玩家注意。这是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任务怎么瞬间完成了？有点离谱啊！我只能称呼清玄大佬为神域最快的男人了，太强了吧！我都没看到发生什么，副本任务就完成了。兄弟们，这就是清玄大佬的实力，懂了吗？这就是氪金的力量。可还莫等玩家们吐槽完，又是几道系统提示响起。提示：玩家清玄使用任务完成卡特殊成功完成了任务，副本主线任务6%，本次通关评分。提示：玩家清玄使用任务完成卡特殊成功完成了任务，副本主线任务10%，本次通关评分。提示：副本已全部通关，玩家清玄为副本通关者，通关评分为 SSS 加。世界通告：恭喜玩家清玄成为死亡之地紫金级大型副本秘境之主，获得秘境之主特殊永久增益 buff 强化祝福 buff 效果，强化成功率提升10%。世界通告：玩家清玄为神域世界中首次通关紫金级副本秘境玩家，特别奖励玩家称号探索者为1幸运加20自由属性点加100完美技能卷轴紫金级星号1本源碎片星号1。在听到这一连串世界提示之时，玩家们纷纷愣住了。这他妈是什么鬼啊？一次直接完成剩下5个任务，瞬间通关了副本，这就是清玄大佬的速度吗？太强了，太快了吧！这就通关副本了？这副本首通竟然能成为副本之主，还能获得永久增益 buff， 这也太香了吧！你是不是太天真了？这副本得通关才能成为秘境之主，以这个副本难度，你想通关？想多了吧！这个副本通关难度和收益也是成正比的，不过应该也有垃圾一点的秘境副本，通关之后估计也能收获不少永久加成 buff。关键是 buff 吗？关键是奖励。这次首通奖励有点太顶了，一个唯一称号，一个幸运加20，还有自由属性点加100，最关键还有一个提升技能等级的卷轴和本源碎片，这特么本源碎片一看就知道是好东西啊！酸了，是柠檬精本金无疑了。在通关副本之后，所有玩家都开始结算副本奖励了。虽然并没有在攻略副本的时候做出多大贡献，不过还是有基础保底奖励的。而秦风在获得了一大堆奖励后，第一时间便收到了一道系统提示：提示：自由属性点已自动分配。提示：您的基础魔法攻击力提升至7150点。听到系统提示后，秦风没有理会，扭头看向了获得的本源碎片。本源碎片等级1，等级效果1，稀有材料之一，可制作神器，领地进阶，工会升级等。2，玩家直接使用后可随机使一项属性提升10至1万点，限制无。介绍：具备本源之力碎片。本源碎片算是极为特殊的稀有奖励了，哪怕是游戏后期，这种物品也是极为稀有的，因为这种东西是可以永久提升玩家某项属性的。当然，它也是打造神器、建造领地、工会核心等等的材料。想了想，秦风毫不犹豫选择了使用。对神豪来说，本源之力这种物品，与其留着当后续需要的材料，不如直接提升为纯粹的战斗力最好。
而在秦风使用了本源碎片后，碎片便化作了金色光芒，瞬间涌入了他的身体之中。随即，一道系统提示音顿时响起，提示：您成功使用了本源碎片，您的防御属性提升了1万点。提示：您的防御属性提升至13550点。秦风有些茫然，他没想到自己这一波竟然能完美融合本源碎片的力量。要知道，前世本源碎片这种材料，基本没有玩家会对自己使用，因为获得的加成实在是太少了，差不多每次都是增加个10点保底加成，除非极少数幸运儿，大多数都是血亏的。而到了游戏后期，本源碎片的稀有性凸显，就更没有玩家会拿这种东西给自身使用。现在秦风直接一发入魂，瞬间提升了1万点防御属性，简直是血赚。毕竟防御力这个属性算是很难提升的，基本都是靠装备贡献的。而原本秦风的防御力就已经很恐怖了，3350点的防御力，同级别的 buff 估计都打不动秦风。现在直接增加了1万点防御力，这坦度简直就离谱。在震惊了片刻后，秦风深吸一口气，继续看向了其他奖励。探索者唯一，限定唯一，阶段1/10，效果1，当玩家进入未探索秘境副本时，获取经验额外提升200%。2，当玩家进入未探索秘境副本时，每秒恢复2%的血量魔力值。3，每发现一个未探索秘境副本时，声望额外加10000点。提示：当前称号可通过探索秘境进阶，进阶条件为通关10处未探索秘境副本。0时，看到眼前的探索者称号，秦风觉得还不错，200%的副本经验加成，还有2%的血量和魔力值恢复，这个加成对秦风来说已经很香了。当然，还有一个可以刷声望的效果，只要发现未探索秘境的话，就可以白嫖1万点声望。虽然有些鸡肋，但是聊胜于无。而看完眼前的称号后，秦风直接选择佩戴称号。做完这些，秦风继续看向最后的完美技能卷轴，看都没看效果，秦风直接选择使用，而使用的对象就是群体雷击术。下一刻，金色光芒涌入秦风身体之中。提示：您的群体雷击术等级提升至 LV10。提示：群体雷击术基础伤害提升至2000，加技能冷却时间减免为10秒。完美技能卷轴是能够让一项技能提升至10级的，当然是有一定概率的，只不过在秦风的高额幸运值加成下，一次就完美提升到了10级。将战利品全部转化为战斗力后，秦风直接看向了眼前的秘境战场。由于之前秘境建筑的疯狂屠杀，眼前掉落了一地金色光团。原本秦风是懒得捡掉落物品的，但是在他成为秘境副本之主后，直接开启了一键提取功能，所以此时秦风毫不犹豫选择了一键提取，并且将获得的物品暂存至秘境仓库之中。提示：您获得了加时随机强化卷轴黄金级，已暂存至秘境仓库之中，请玩家注意。提示：您获得了强化宝石紫金级，已暂存至秘境仓库之中，请玩家注意。基本都是强化类的物品，而这些物品秦风现在暂时不需要，就存在秘境仓库里先。毕竟个人背包的储存是有上限的，秦风也带不了太多东西，所以现在存在秘境之中就刚好。以后秦风想用的话，直接可以从秘境中拿就完事了。在做完这些后，秦风直接打开副本面板，设定好副本开启的门票后，他便直接对所有玩家开放了死亡之地秘境副本。华夏通告：秘境之主清玄开放大型秘境副本死亡之地紫金级，华夏大区玩家可缴纳准入门票传送进入秘境副本之中。通关副本秘境将会获得大量奖励，请玩家注意。当这一道系统提示响起的瞬间，所有玩家都纷纷被开启的秘境副本所吸引。原本这个秘境副本是固定在秦风所在新手村的，其他新手村玩家无法进入其中。但是现在秦风成为了秘境之主后，只要设置了准入门票，就可以让神域世界华夏区的玩家们进入其中。当然还是有等级限制的，那就是不低于10级。另一头02354新手村，一名 ID 为玉罗殿下的萝莉玩家看到提示后，有些好奇的呢喃道：这是副本。他刚呢喃一句，手中法杖挥舞，一头巨型的牛头魔物被其召唤了出来。这牛头魔物在出现后，便第一时间朝着远处的另一头魔物杀去。很显然，眼前的玉罗殿下是一名召唤师，而且还不是普通的召唤师。在召唤出牛头魔物帮自己猎杀怪物后，玉罗殿下便好奇地点开了副本图标。下一刻，一道系统提示瞬间弹了出来，提示：是否缴纳1000点经验值门票费用进入副本，消耗经验值当进入副本的门票。玉罗殿下有些疑惑，这经验值也能当成门票？此时的玉罗殿下有些愣神，不过他很快便想明白了，这经验值当门票的话，那么清玄收获经验值的渠道将会很恐怖。从之前对方的种种表现来说，清玄显然不缺钱，而现在用秘境副本当跳板，收割一波其他玩家的经验值，升级速度直接能碾压所有玩家。并且从经验值可以当门票这一点来说，未来秘境副本将会是各路大佬必争之地。毕竟想拉开和其他玩家的差距，秘境副本绝对是很核心的因素。意识到这一点，玉罗殿下没有犹豫，直接选择缴纳门票进入副本秘境。神域世界之中肯定是秘境副本经验更高，对比副本的收益，缴纳的1000点经验门票简直不要太便宜。而在华夏大区之中，不少和玉罗殿下一样的玩家都纷纷进入了副本之中。另一头，秦风的身影出现在了幽暗平原之中。在出现之后，秦风没有犹豫，直接朝着新手村飞速奔去。副本手通拿下之后，新手村已经没有可获取的资源了，所以接下来秦风要前往主城。在神域世界之中，
玩家等级只要抵达10级，就具备了离开新手村的资格。只不过新手村处于一片特殊地带，而想要离开新手村，只有2种方法。一种方法是穿过幽暗平原后面的数个高级地图，然后抵达一处小镇，利用小镇的传送阵前往各大主城。另一种方法就是直接氪金，让村长送你主城传送符箓。前者是大多数普通玩家要走的路，而后者则是 VIP 通道。至于秦风，自然是走 VIP 通道的。几分钟后，秦风顺利抵达了新手村之中。接下来，他很快便找到了村长。在付出了10金币的代价后，秦风直接获得了主城传送符箓。10金币在新手村之中已经算不少了，大多数玩家都很难拿出10金币来买一张进入主城的门票。秦风也想多给点金币给这个村长，只可惜他不争气。而在获得了主城传送符箓后，秦风毫不犹豫捏碎符箓。下一刻，一个选择面板顿时浮现在了秦风面前，请选择您要传送的主城： 1. 机械主城，隶属机械帝国； 2. 圣光主城，隶属圣光神教； 3. 永恒主城，隶属永恒议会。看到眼前的3大主城，秦风顿时陷入了回忆之中。3大主城算是盘踞于这片大陆的顶尖阵营势力之一，其联手统治的疆域极其广袤，其中顶尖强者无数，并且各自都拥有相当于核武器的神灵强者坐镇。也正因为如此，3大帝国目前算是处于甜蜜的和平期。只不过，在玩家进入各大主城后，3大帝国的局势将会彻底改变。到了游戏中期，玩家将会主导开启区域国战，届时3大帝国将陷入战争动乱之中。以秦风的视角来说，目前选择主城必然要选择对自己后续发展最有利的。沉思了片刻后，秦风直接选择了永恒主城，因为在永恒主城之中有一桩秦风必须要去取的机缘，这份机缘可是有时效性的，现在不去，估计会被其他人夺走。最重要的是，这份机缘和秦风的天赋一样，具备唯一性质，是极其稀有的。一旦获得，秦风的整体实力还要上一个台阶。而除此之外，在议会制度下的庞大阵营势力下，氪金的地方也比其他2座主城多。所以，秦风毫不犹豫选择了永恒主城。而在他选定永恒主城后，一道白光闪过，秦风的身影瞬间消失在了原地。提示：您成功降临了永恒主城阵营势力，成功加入了永恒主城阵营势力，当前阵营势力已绑定。提示：您获得了阵营加成 buff LV1 永恒祝福 buff， 效果魔力值每秒恢复 1%。提示：完成阵营贡献度任务可提升阵营 buff 等级。提示：本次副本开启总进入人数为13214人，您获得了副本门票收入经验值星号132140000点。提示：由于玩家等级达到上限，多余经验将存储于经验池中。秦风扫了一眼 buff， 这个 buff 对于他来说也还不错。回蓝的 buff 很适合法师职业，而且还是100%回蓝，后期可以刷一波贡献度，提升一下 buff 的等级，拉高法师职业的续航。不过，除却 buff 之外，副本这一波收益却是让秦风有些意外。他没想到这一次开启副本竟然有1万多人进入副本。原本秦风以为有个几千名玩家进入其中都算多的了，毕竟现在还只是游戏的前期，能达到副本准入10级门槛的应该是极少数的。整个华夏大区之中，现在这个时期应该有几万人追上了秦风，达到了10级转职的门槛。当然，这也是因为秦风通关副本浪费的时间太多了。若不是为了副本首通的奖励，其他玩家想追上秦风应该是很难的。只不过秦风成为秘境之主后，显然是完全不一样了。他可以用门票不停收割玩家们的经验，单是这一波收割的经验值就有 1300W 加，而且后续还有源源不断的玩家将会进入副本，一波又一波给秦风贡献经验。可以说秦风后续的升级速度会快得离谱。不过目前来说，秦风还是卡在了10级的转职节点，接下来他要做的还是优先转职，尽快解开等级上限。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没有浪费时间，直接走出传送点，朝着主城中某处走去。几分钟后，秦风顺利来到了一处高塔前。提示：您抵达了魔法高塔。听到提示后，秦风抬起头看向了眼前的高塔。魔法高塔作为魔法公会的大本营，聚集了无数顶尖的法师强者，其中不乏有可以比肩半神的大魔导师存在。可以说，除却3大主城背后的势力之外，魔法高塔背后的魔法师公会也算是横跨整个神域世界的顶尖势力，其存在极其久远，具备无数魔法师知识的传承。秦风来这里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一个特殊的法师隐藏职业，而这个隐藏职业是唯一限定的 SSS 加特殊隐藏职业。所有法师隐藏职业之中都存在一个特殊的唯一限定隐藏职业，这种隐藏职业的传承具备唯一性质。可以说，只要获取到这个特殊的 SSS 加隐藏职业，就已经站在了所有同职业玩家的顶端，具备了开启神路的资格。而获取这份隐藏职业的传承，也是秦风来此的目的。秦风压下心中的思绪，很快便迈步走进了魔法高塔之中。刚进入魔法高塔，秦风便看到了不少 NPC 魔法师的身影。在秦风进入此地后，不少目光便落在了秦风的身上，不过基本都只是扫视了一眼，便直接无视了秦风的存在。毕竟秦风目前的实力实在是太普通了，没有特别关注的必要。而秦风也乐得如此，他没有理会四周的人群，直接朝着魔法高塔最中心的柜台走去。当秦风走到柜台时，一个身穿着魔法师公会制式长袍的少女看向秦风问道：“阁下有什么需要帮助吗？”“我想要加入魔法师公会。”秦风平静地说道。想要获取那份机缘，必须要进入魔法高塔内的第3层的魔法商会之中。秦风想进入其中，除了要拥有魔法师公会的身份，还要拥有高额的魔法师公会贡献度才行。不过这些东西对秦风来说都不难。此时在听到秦风的话后，少女便直接对着秦风说道：“
100金币可注册成为一阶魔法师公会成员。后续想提升魔法师公会成员等阶，可通过接取公会任务、捐献金币、特殊知识、技能等获取贡献值。啪嗒，秦风直接将装着金币的钱袋放在少女面前，而接下来，秦风直接开口说道：“里面有1亿金币，100金币注册为公会成员，其他的直接给我捐献，兑换为贡献值。”话音落地，少女顿时愣住了，她抬起头看向秦风，有些震惊的大喊道：“您是要捐献1亿金币？”听到少女的声音，整个魔法师公会内的魔法师强者都看了过来，要捐献1亿金币，真的还是假的？都小心点吧，能拿出1亿金币捐献给魔法公会的，可不简单。这小家伙背后能量惊人啊！看上去这小子平平无奇，但是仔细看看，他手里的法杖似乎有点不简单，至少是神器级别的武器。还有他背后的书，似乎是一本特殊的亡灵之书，不简单啊！一瞬间，秦风直接成为了所有人目光的中心。看到这一幕，少女知道自己这一波犯错了，她不该将秦风捐献1亿金币的事情暴露给其他魔法师知道。虽然魔法师都很有钱，但是像秦风一样能拿出1亿金币捐献的真没几个。意识到这一点，少女连忙对着秦风说道：“对不起阁下，对不起，您目前捐献的金额太过庞大了，还请您稍等片刻，让更高阶的魔法公会成员为您处理此事。”秦风平静地点了点头，他不在乎其他人知道他捐献1亿金币的事情，因为他不仅会在魔法师公会捐金币氪贡献值，还会在各大阵营势力都氪一波金。只要将各大势力的贡献度提上去，秦风完全可以走上一条和其他玩家截然不同的道路，那就是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顶尖阵营势力，利用金钱开路，直接氪出一个面子果实，后面再从这些顶尖势力之中挖一波墙角，把未来大陆中还未成长起来的顶尖强者都收入囊中。届时或许还能玩一波养成游戏。就在秦风思考着未来的布局时，几道身影出现在了秦风身旁。尊贵的魔法师阁下，是您要捐献1亿金币给予魔法师公会？话音落地，秦风侧过头看向被众人簇拥的金发女子。金发女子身穿着一袭高贵的黑色魔法长裙，一袭蕾丝面纱遮盖住了她的面容，看上去极为神秘。而这时，四周众多魔法师强者看到金发女子之时，纷纷有些震惊。是尤娜阁下！天啊，她竟然会出现在这里！尤娜也太美了，真想看看尤娜面纱下的面容啊！哪怕看一眼，要我死都愿意。不对吧？尤娜阁下不是去探索秘境遗迹了吗？这么快就回来了？难不成已经完成探索了？大概吧。尤娜的实力现在可是深不可测，探索个秘境遗迹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可嗨，努力变强吧，或许未来有机会和尤娜阁下一起探索遗迹秘境，再不济成为尤娜阁下的追随者也是可以的。你就这点志向，能不能争点气啊？秦风在看到金发女子后，只觉得有些意外，因为眼前这个金发女子在未来可是玩家们心中绝对的女神。如果秦风没有记错的话，她便是魅魔女王半神尊者尤娜。由于其体内流淌着魅魔与神灵之血脉，所以她不仅拥有惊人的外貌和身材，还在魔法上有极为恐怖的天赋。只不过此时的尤娜似乎还没有开启神路，凝结属于自己的神力。想到这里，秦风回过神来，随后只见其看向眼前的尤娜，平静地说道：“我想加入魔法师公会。”确认了秦风的意向后，尤娜走到柜台前，将金币袋子拿了起来。确认好是1亿金币后，尤娜便看向秦风，挥动手中的法杖。刹那间，秦风面前顿时浮现一块紫金色的令牌。做完这些后，尤娜注视着秦风，缓缓开口说道：“1亿金币可兑换1万点魔法师公会贡献值，可成为公会6阶成员，这是属于阁下的公会令牌。”听到尤娜的话，四周众人倒吸一口凉气，他是真的拿出1亿金币了。此人是谁？难道是某个老家伙的孙子？从他说出要捐献1亿，我就知道此人不凡，有机会必须要认识一下。太富有了吧？这1亿金币我一辈子也拿不出来。在众多 NPC 魔法强者震惊之时，秦风抬起头看向令牌。当目光接触令牌的瞬间，它的属性瞬间浮现在秦风面前。6阶魔法师公会令牌，特殊道具，等阶6阶，效果1，全属性加60。2，拥有此令牌者每秒恢复1000点魔力值。3，拥有此令牌者将具备魔法高塔1-3层准入权限。4，拥有此令牌者在魔法高塔内的所有消费的 6% 将会自动转化为贡献值。当前魔法师公会贡献值1万点。下一阶段魔法师公会等级进阶条件为：1，贡献值达到12000点，10000012000。2，等级达到100级。3，掌握一项低阶禁咒技能。看到眼前的魔法师公会令牌，秦风觉得还是挺不错的。60的全属性，再加上每秒1000点的魔力值增益，都已经很香了。但是最关键的还是1-3层的准入权限，以及 6% 的消费返利。这魔法师公会的创立者是懂消费的，不过刚好是秦风需要的，毕竟他是准备前往第3层的魔法商会，好好氪一波金的。氪金的同时，就把贡献值也顺带着刷上去。当然，目前秦风的魔法师公会等阶应该要暂时卡在第6阶了，毕竟想要再提升公会成员的等阶，则必须要突破100级，并且掌握一项低阶禁咒，而这对秦风来说也不难，估计一段时间后就能达到了，等等也无妨。想明白这些后，秦风直接伸出手将眼前的令牌拿了下来。提示：您获得了6阶魔法师公会令牌，特殊道具。提示：您成功加入了魔法师公会阵营势力，当前公会成员等阶为6阶，贡献值1万。提示：当前阵营势力为正义手续阵营，并无任何阵营约束，玩家可同时加入其他阵营势力而不受影响。
听到耳边传来的系统提示，秦风顿时便开口说道：“令牌我收下了，带我去第3层。”秦风的话不容置疑，倒是有种和他人不同的气质。而尤娜在听到秦风的话后，没有觉得有任何不妥。毕竟，能拿出1亿金币的绝非普通人，所以秦风必然背靠超凡势力家族，或者有个顶尖强者作为长辈。应对这种人，尤娜也不得不放下她高傲的性子。此时，只见尤娜平静地对着秦风说道：“阁下请随我来。”秦风点了点头，直接跟了上去。在众人的注视之下，尤娜带着秦风快速离开了此地。魔法高塔第3层传送阵中浮现几道亮光，随后2道修长的身影缓缓浮现，正是秦风和尤娜2人。而在秦风抵达此地后，便抬起头看向了眼前的空间。不得不说，在空间魔法的改造之下，魔法高塔的第3层简直如同一个巨大的图书馆一般，无数的物品储存于货架之上，琳琅满目，看得人目不暇接。不少强大的魔法师徘徊其中，寻找着自己需要的物品。而这时，身旁的尤娜一挥手，一本古朴灰色的书籍便出现在了秦风的面前。这是铭刻了魔法商会内所有商品的特殊书籍，阁下可在其中寻找自己需要的物品，随后到对应货架购买。当然，这里的物品全部都是由金币结算。尤娜平静地给秦风介绍道。秦风没有多说什么，直接伸出手握住书籍。下一刻，一股未知的魔力瞬间涌动，秦风眼前也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商城面板，可购买物品列表：1. 装备，2. 武器，3. 道具，4. 技能书，5. 宠物，6. 特殊物品。提示：检测到玩家为6阶魔法师公会成员，当日消耗金币购买物品上限为6000W 金币，第2日刷新额度。秦风之前氪金加入魔法师公会，并没有触发天赋加成，但是进入了魔法商会后，秦风完全可以氪金一波，好好提升一波自己的实力。只不过在魔法师公会内消费是有额度限制的，这个限制也是因为魔法商会内的物品价格都会比其他商会便宜的原因。为了防止有魔法师倒卖商品赚取差价，所以就有了这个规定。当然，以秦风的魔法师公会成员等级来说，每天能花6000万也算不错了。不要觉得6000万金币很少，要知道，在游戏前期，各大打金团还未正式形成产业规模的时候，6000万金币的购买力是极为恐怖的。而且，只要消耗完了6000万金币，秦风的血量直接能飙升到6200多万的恐怖数值。单单是这个恐怖的生命值来说，秦风已经是超越了所有玩家了。更何况，他来魔法商会的主要目的也并非氪金提升生命值，秦风的核心还是获取那份特殊的 SSS 加唯一隐藏职业的传承卷轴。意识到这些后，秦风直接看向了眼前的商品列表。商品列表上面分类极为清晰，基本上将几个物品大类都分出来了。而秦风缓缓伸出手，点在特殊物品上。下一刻，一个巨大的面板再次浮现，而面板之上，无数特殊道具出现在秦风面前。商品目录之中并没有搜索功能栏，所以秦风直接开始一个个物品扫过去，而尤娜就站在秦风身旁，安静的等待着。一页页的翻找，没过多久，秦风便看到了自己想要的那件物品。此时，他直接看向了眼前这件物品的属性详情页。古老尘封之卷轴。简介：未知卷轴在一处特殊秘境遗迹所发现，似乎具备某种特殊的封印力量，无法对此卷轴进行深度探索。而想解开卷轴封印，需要解封时神级消耗封印之力，在解封的过程中有一定失败几率，造成卷轴损坏。售价100W 金币。看到眼前的古老尘封之卷轴，秦风顿时深吸一口气。下一刻，秦风毫不犹豫选择了购买。刹那间，秦风身上100万金币瞬间消失，而在魔法商会内部，一束光瞬间携裹着卷轴飞射而来。只是片刻，古朴的卷轴便漂浮于秦风面前。提示：您的生命值属性提升至354万6000点。提示：您消耗了100万金币，成功购买了物品古老尘封之卷轴。提示：您获得了6万点魔法工会贡献值，当前贡献值总额为7万。看到眼前的提示，秦风直接伸出手抓住漂浮的卷轴，微弱的凉意从卷轴之上传来，让秦风心中松了一口气。而就在这时，一旁的尤娜平静地提醒道：“阁下，这只是一份来自上古时期的卷轴，解封若是出现意外，可能就不值钱了。”听到对方的话，秦风只是笑了笑。解封这种尘封的卷轴，的确是需要一定运气的，毕竟一旦解封失败，卷轴直接白搭。不过，在拥有未来记忆的秦风面前，眼前的卷轴100%能解封成功。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没有耽误时间，直接开始寻找起了完美解封石。解封石的价格也极为昂贵，特别是神级的完美解封石，价格直接达到了400W 金币，比购买的古老尘封之卷轴还要贵4倍。不过，秦风看都没看价格，直接将其买下。提示：您的生命值属性提升至754万6000点。提示：您消耗了400万金币，成功购买了物品完美解封石神级。提示：您获得了24万点魔法工会贡献值，当前贡献值总额为31万。完美解封石解封的概率是95%，再加上秦风高额的幸运属性以及前世记忆的判断，这一波应该是稳了。于是乎，秦风直接拿出卷轴，选择解除封印。完美解封石在接触卷轴的瞬间，便如同冬雪般快速融化。而这时的卷轴之外，一圈金色的符文显现，只不过金色符文的各个节点之中的亮光开始逐渐消失，如同熄灭的烛火一般泯灭无形。解封的过程很快，只是短短5秒时间，一道清脆的声音在秦风和尤娜耳边响起：咔嚓！
话音落地，符文瞬间破碎，化作一股股微弱的力量消弭于空气之中。提示：您成功解除了古老尘封之卷轴的封印，您获得了唯一限定隐藏职业传承卷轴竞技法师转职卷轴。听到耳边传来的系统提示，秦风眼中闪过一道金光。果然没错，这就是秦风要的那份机缘——竞技法师的转职卷轴。而竞技法师以竞技为名，自然是极为恐怖的强大传承。一旦转职成功，秦风将会拥有无限的潜力。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直接选择使用卷轴。下一刻，眼前的卷轴化作金色光芒，瞬间涌入秦风的眉心。而这时，秦风只觉得无数记忆飞快涌入脑海，在其中有如同古老呓语般的呢喃，有晦涩难懂的皱纹，而更多的是无数让秦风头疼欲裂的未知知识。不知过了多久，秦风彻底恢复平静，眉心之中的金色光芒缓缓隐匿。提示：恭喜您成功转职为 LV1竞技法师，玩家等级上限解锁，下一阶段等级上限为 LV100级。提示：由于您转职成为了唯一隐藏职业，职业特性生效，玩家每提升一级将会获得10点智力加成以及20点自由属性点。提示：您获得了职业传承技能魔法之心，职业被动效果：魔法技能冷却时间负 50%。提示：您获得了职业传承技能不灭之心，职业被动效果：血量跌落1点时将会触发不灭之心，强制恢复100%的血量，冷却时间24小时。提示：您获得了职业传承技能 LV1大炎陨落，一阶禁咒效果：消耗1万点魔力值，释放大炎陨落禁咒，对100乘以100单位范围内敌人造成1万加的火焰魔法伤害，持续10秒。2个顶尖被动，一个一阶禁咒，单是2个被动就已经很强了，再搭配一个一阶禁咒，可想而知这个职业的强度有多恐怖。魔法之心直接减免 50% 的技能冷却，要知道这可是除却装备 buff 之外的冷却减免。50%看似不多，但是秦风只要叠加一些冷却装和 buff， 就能很轻松达成100%技能冷却。而一旦让一名法师拥有了100%技能冷却减免，那就是很恐怖了。更何况这名法师还是个神豪。当然，除了魔法之心外，不灭之心的被动也同样强势。血量跌落1点时将会触发不灭之心，强制恢复100%的血量。这代表什么？一次免疫死亡的机会。要知道，秦风后续的生命值可是极为恐怖的，只要给他时间，将生命值堆到几万亿都是有可能的。一波回血几万亿，想都不敢想。而且，这只是1级的附赠职业被动，后续每过一个转职门槛，都会有新的职业被动诞生。如果全部职业传承被动叠加在一起，那就有点离谱了。除此之外，禁咒大炎陨落就更不用说了，100乘以100单位的超大技能范围，直接能覆盖无数魔物。1万点技能基础伤害以及那长达10秒的持续时间，如果能打满伤害的话，基础伤害都有10W 点，更别提加上装备 buff 个人属性加成后的伤害了。总的来说，在转职一波后，秦风的实力直接提升了数倍。而就在秦风转职过后，他身上的枷锁也被瞬间打开。此时，一道系统提示顿时弹出，提示：您的等级上限已解除，是否消耗经验池存储经验提升等级？听到这一道系统提示后，秦风看向了下一阶段的等级门槛。按照正常的职业来说，每20级就是一个转职门槛，也就是说，普通职业10级转职，后面就是30级第2次转职，50级第3次转职，70级第4次转职。而隐藏职业，根据秦风的了解，一般都是30级一个转职门槛，也就是10级第1次转职，40级第2次转职，70级才第3次转职，100级第4次转职。每次转职，玩家的各项属性都会获得飞跃式的提升，可以说只要转职一次，就是突破一次修为的瓶颈。可秦风前世的确是没见过以100级为界限的第2次转职。如果说10级是所有职业的第1次转职的话，那么秦风就是90级一个转职门槛。这意味着普通职业9转了，他才2转，这职业的上限有点太离谱了。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深吸了一口气。以这职业的潜力来说，他必须要调整未来的策略，想办法获取到大量的经验值才行。毕竟神域世界之中，等级越高，所需的经验值就越恐怖。想要顺利9转，需要的经验可能是个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不过还好，秦风能无限氪金，只要能氪金，经验这东西好搞得很。想明白这些后，秦风才看向了眼前的提示。经验池中储存了不少经验，也够秦风升级一波了。所以，秦风毫不犹豫选择了消耗经验池存储经验提升等级。下一刻，海量的经验瞬间涌入秦风的身体之中，几乎是同时，一道道金色光芒从天而降，瞬间落在秦风的身上。提示：您的等级提升至 LV11，自由属性点已自动分配。提示：您的等级提升至 LV60，自由属性点已自动分配。提示：您的基础魔法攻击力提升至14650点。只是短短几秒，秦风的等级就提升到了60级。而一旁的尤娜感知到秦风飞速攀升的实力，顿时愣在了原地。他看着秦风，有些震惊。要知道，秦风刚才的等级才10级，可现在一眨眼时间就60级了。他回想起秦风使用的卷轴，根据尤娜的判断，那应该是一枚传承卷轴。也就是说，秦风在使用传承卷轴前，应该是处于未转职的状态，而在使用传承卷轴后，竟然一口气提升到了60级。这提升速度简直如同妖孽一般。这一瞬间，尤娜看向秦风的眼神变了。之前的秦风他就惹不起了，现在就更不用说了，必须要认真对待才行。而这时，秦风没有理会一旁震惊的尤娜，
他在升级了一波后，基础魔法攻击力瞬间提升到了14000多。但是这还不够，接下来只见秦风拿出了凛冬法杖，直接开始氪金升级。提示：您消耗了30万金币，凛冬法杖神器等级成功提升至 LV60。提示：您的基础魔法攻击力提升至26650点。提示：您的生命值属性提升至9546000点。狠狠氪金了一波后，秦风的基础魔法攻击力提升到了26650点，而他的生命值也快突破1000万了。不过这还不够，因为他目前还能氪一波金。此时秦风直接打开了魔法商城，直接开始寻找亡灵晶核。亡灵晶核是亡灵之书进阶的核心材料，对于秦风来说，氪金当然是要氪的，而氪金提升亡灵之书的等阶显然是很划算的，毕竟亡灵之书可是成长型特殊装备。而接下来秦风又消耗了10W 金币购买了10枚亡灵结晶。买下亡灵结晶之后，一道系统提示顿时弹出，提示：亡灵之书可进阶，是否立刻进阶？是否？秦风毫不犹豫选择了提升。下一刻，10枚紫金及亡灵结晶化作黑光，瞬间涌入亡灵之书中。1秒不到，亡灵之书便完成了进阶。提示：亡灵之书进阶为赤金级装备，装备各项属性提升。提示：亡灵之书下一阶段进阶条件为100枚亡灵结晶，赤金级。提示：您的防御属性提升至14050点。接下来，秦风继续收购亡灵结晶，不停提升亡灵之书的等级。而在几分钟后，亡灵之书顺利晋级到了神器级别。提示：亡灵之书进阶为神器装备，装备各项属性提升。提示：亡灵之书下一阶段未解锁，请玩家将装备等级提升到100级后，等阶进阶方式将会自动解锁。提示：您的防御属性提升至15650点。提示：您的生命值属性提升至10623250点。提示：您的基础魔法攻击力提升至26900点。氪金了一波，将亡灵之书提升到了神器之后，亡灵之书的各项属性都获得了大规模的提升。这一波提升也在瞬间反馈到了秦风的身体之中。而在提升完阶位之后，秦风直接点开亡灵之书的属性面板看了起来。亡灵之书神器，等级1，等阶神器，装备基础防御力1500加1650，装备额外附加特效：1. 4维属性加100点；2. 亡灵类技能伤害持续时间范围提升60%； 3. 击杀怪物玩家 NPC 后，可将其转化为亡灵不死族魔物，当前可操控亡灵不死族魔物数量为100、0100。4. 特殊成长性，装备可通过吞噬灵魂而提升等级，当前提升等级 LV10，所需击杀1000名玩家 NPC 魔物01000。介绍：未知强者留下的亡灵之书，装备的特效直接提升了不少。4维属性增加了50点，亡灵类技能伤害持续时间范围由 30% 提升到了 60%， 可以说是绝对是爆炸性的提升，直接让眼前的亡灵之书成为了顶尖的那一批神器。至于可操控亡灵不死族魔物数量，则提升到了100个，这个对秦风来说还是有点用的。以后掌握一些召唤类技能，搭配一下就可以玩人海平推流了。而看完亡灵之书的属性后，秦风直接关闭了眼前的属性面板。随后，只见其打开商城面板，看向了购物的消费，已消费金币607万7000，剩余可消耗额度5392万3000，还能消费5300多万金币。这金币足够秦风买不少东西了。只不过，秦风早在进入游戏的时候就已经想好要买什么了。此时，只见他快速搜索物品工会令牌，很快，秦风便看到了一个神级的工会令牌，而这个工会令牌的价格是5000万金币。想都没想，秦风直接选择买下令牌。下一刻，一道系统提示响起，提示：您消耗了5000万金币，成功购买了物品工会令牌神级。提示：您的生命值属性提升至6062万3250点。提示：您获得了300万点魔法工会贡献值，当前贡献值总额为3374620。工会令牌是建立工会必须的物品，每一件都具备着玄奥的特殊力量。一般来说，想获取到工会令牌，只有击杀领主级魔物 BOSS， 或者是完成某些特殊任务以及开宝箱才能有一定几率获得。但是，一般获得的都是极为普通的工会令牌，像是神级工会令牌的价格，在游戏前期5000万都算低的，到了游戏中后期，这种令牌的价格将会是有价无市的存在。毕竟，工会想要提升等阶，需要做无数繁琐的工会任务，并且还要工会成员刷工会贡献值经验，以及收集大量的工会升级材料，并且还需要配备一定的强者，工会等阶越高，需要的强者就越多。从黑铁级想提升到神级工会，所消耗的时间成本和金币都是天文数字，至少需要上百亿金币才能行得通。而秦风现在以5000万金币买一个神级的工会令牌，可以说很值得了。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看向了眼前的工会令牌。工会令牌神级，等级1，等阶神级。效果：使用后可自由选取一片1万乘以1万的范围建造工会领地，工会建立初始等阶为神级，并自动获取至少10个神级工会增益 buff。使用限制：声望等于10W 点。介绍：极为稀有的工会令牌，想要建立工会，至少要有10W 点声望值。不过还好，秦风在世界排行榜开启后，一波就获得了10W 点声望值，完全满足了建立工会的要求。所以，接下来秦风要做的事情就是建立属于自己的工会。要知道，想要建立一个工会是很烧钱的，比起其他购买物品疯狂叠加属性来说，不如把金币都氪在值得的东西上。而工会在游戏前期可能不起眼，但是到了中后期将会是大陆中不可忽视的核心。出来混，
终究是要靠势力和背景的。很多顶尖的大型任务都是大型工会才能接取的。越是强大的工会，越是能参与到神域世界的各项大事件之中，快速掠取资源，强大自身。当然，秦风主要是目的还是想打造一个拥有无数顶尖强者的工会，以此来面对游戏降临现实后的危机。既然决定好了，秦风将工会令牌收了起来。对他来说，接下来就是要选取工会领地，建立工会。而在此之前，他要先将魔法商会的金币额度花光。接下来，秦风直接购买了一整套的神器法师套装，防具5件套，首饰3件套，全部都是神器。当然，并不是成长型神器，只是普通的神器装备。提示：您消耗了7000万金币，成功购买了赞达拉魔法5件套装、神器、沉寂之心3件套首饰、神器。提示：您的生命值属性提升至6454万6250点。提示：您获得了420万点魔法工会贡献值，当前贡献值总额为7574620。在购买了全套神器装备后，秦风毫不犹豫选择了装备上。而在秦风将所有装备穿戴上后，他的各项属性瞬间暴涨到了一个恐怖的高度。提示：您的生命值属性提升至6434万6250点。提示：您的防御属性提升至25000点。提示：您的基础魔法攻击力提升至38500点。提示：您的技能冷却减免提升至 90%。这只是最基础的加成，其他的一些特殊加成，例如100%回蓝、免伤、自带护盾、被动沉默等装备效果都是很香的。当然，秦风身上这一套神器套装只是过渡用一下而已，毕竟对秦风来说，他获取经验的速度很快，应该要不了多久就能到100级了。到了那个时候，身上的60级装备自然是要淘汰的。不过，这对于拥有无限金币的秦风来说，显然不是什么大事。此时，在穿戴好装备后，他便直接关闭了商城面板。在购买到自己想要的物品后，秦风基本上可以离开了。想了想，秦风直接看向一旁的尤娜。不得不说，尤娜的确是一个女神级别的 NPC， 顶级的身材加上那绝世的容貌以及其强大的潜力，这样的 NPC， 秦风觉得似乎可以招揽一波。想要建立属于自己的工会，必须要有一批强大的 NPC 和玩家，而尤娜可是拥有顶尖主角模板的 NPC， 完全具备招揽的价值。想到这里，秦风对着尤娜问道：“你现在多少级了？” NPC 也是以等级划分实力，和玩家一致，但是 NPC 和玩家并不是一个模板，还有一个特殊的等阶成长潜力评估数值，只不过那个数值是看不到的。此时的尤娜听到秦风的话后有些疑惑，不过只是迟疑了片刻，他便直接开口说道：“目前来说已经82级了，不愧是未来半神级别的 NPC， 游戏前期就达到82级了。”秦风在心中略微感叹了一句。想了想，秦风对尤娜说道：“我准备建立一座工会，有兴趣替我做事吗？”尤娜一听到秦风的招揽，便顿时皱起了眉头。他虽然加入了魔法师工会，但是魔法师工会属于自由型的松散阵营势力，对成员并无约束力，而其他阵营势力就必然不会如此轻松了。尤娜不是没遇到过招揽，但是基本都被他拒绝了，因为那些招揽者要么垂涎他的美色，要么给予的报酬没有达到让他满意的程度。总之，他暂时是没有加入任何阵营势力的打算，特别是这个阵营势力还是准备建立的情况之下。所以此时，尤娜摇了摇头，对着秦风说道：“抱歉，我并没有加入任何势力的打算。”秦风没有感到意外，只是平静地说道：“若是后续有加入阵营势力的考虑，可以找我。”他也并非是求着对方加入自己的工会，只是一个邀请罢了。不愿意的话就算了。至于以后，秦风相信他会改变主意的。接下来，秦风告别尤娜，直接离开了商会。而尤娜看到秦风离开，也没有耽误时间，直接朝着魔法工会内部奔去。他在魔法师工会内任职，自然要负责将秦风的资料录入到魔法师工会内。毕竟，像是秦风这样的神豪可不多见。商会外，秦风刚走出商会，一道提示便弹了出来。提示：您的天赋已完成进阶，请打开天赋面板查看进阶效果。看到提示，秦风顿时记起来，似乎自己的无限金币天赋在30级时能解锁一个额外效果，而这个天赋的无限金币效果已经很无敌了。这解锁的天赋也不知道是什么。想到这里，秦风直接点开了天赋面板看了起来。无尽金币 SSS 加阶段2，效果1，拥有无限金币。效果2，每消耗1枚金币将会增加1点基础生命值。效果3，每赚取1万金币将会增加1点基础防御力。进阶所需：1，等级达到 LV100；2，消耗10枚低阶神格。下一阶段效果，额外增加1条天赋效果。特殊提示：赚取金币必须要以正常手段盈利获取，否则无法触发天赋加成效果。看到无尽金币的新增效果，秦风有些懵逼。你这新增的效果竟然要我赚金币，这多少有点离谱了吧？而且赚1万金币才加1点基础防御力，这加成和消耗金币有点不对等啊。不过秦风在思考了片刻后发现，这个天赋的新增效果也还行，毕竟防御值属性基本只能依靠装备叠加，而现在只要赚1万金币就能提升1点防御值属性，也不是不行。毕竟秦风作为重生者，其他的他记得的不多，但是赚金币的手段那简直太多了。之前只不过是不屑于赚金币，毕竟有无限金币的情况下，傻子才会去赚取金币吧。想明白这些后，秦风直接关闭了天赋面。而接下来，秦风没有耽误功夫，直接朝着主城的核心区域飞奔而去。现在他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个，那就是先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工会，其他的事情暂时放在一边。几分钟后，秦风的身影出现在了主城中的传送阵旁。在传送阵附近，
此时已经有不少玩家的身影了。兄弟们，要10级的白银法杖吗？只要10金币，支持华夏币交易。组队组队，强力法神在线带飞，缺一个小姐姐。兄弟们快来，珍贵道具宝箱，能开出神器的宝箱，只要100铜币一个，童叟无欺。秦风扫了一眼不远处的大批玩家，发现这些玩家的等级基本都才刚10级，应该是刚进入主城没多久。不过，玩家的升级速度也挺快了，能在这个阶段达到10级的，应该都是 T1 队列的玩家，实力基本不差。而秦风要建立公会，这些玩家应该是第一批加入者。意识到这些后，秦风侧过头看向了四周的环境。秦风所处的位置是一个主城中的核心复活点，并且还要一个传送阵，可以传送到主城下辖的所有次级城池和村镇。可以说，这是一片未来的核心区域。背靠复活点和传送阵，这里的人流将会是整个主城内最高的。而秦风要做的，就是在这里选定区域，建立自己的公会领地。想到这里，秦风不再犹豫，直接拿出公会令，瞬间选择了使用。随着公会令牌被使用，一道系统提示框顿时弹了出来。提示：当前建造公会领地，需要缴纳200W 金币收购土地，是否立刻缴纳金币奖励领地？是否在城池之外建立公会领地，并不需要花费金币，但是在城池内部建立公会领地，就需要花费不菲的金币来收购土地。而大多数公会基本都会建立在城池之外，只不过选择在城池之外建立公会的弊端很明显，那就是除却公会自身的防御建筑之外，公会领地本身没有任何保护。在前世很多次版本大灾难降临时，只靠玩家防守的公会领地，基本上都是以覆灭为结局。依托城池为核心领地建立起来的公会基本稳如磐石，只要不是主城沦陷，基本上公会就能一直长存。当然，前提是公会战中没有被其他公会灭掉。秦风现在只需要氪金700-200万金币就可以买下附近所有的地皮，单是这个交易来说，他是绝对血赚的。毕竟主城的位置就那么多，一旦被秦风占据，其他玩家就无法获取。而随着后续玩家的增加，主城内的地皮将会飞速暴涨，直到抵达一个寻常玩家难以企及的高度。想到这里，秦风毫不犹豫选择缴纳金币建立领地。下一刻，随着200万金币的消散，一道巨大的金色光柱从天而降，无数祥瑞奇观涌现于永恒主城上空。与此同时，一道世界通告顿时响彻整个神域世界。世界通告：玩家清玄，华夏永恒主城成功建立清玄公会，神级。作为第一个建立公会的玩家，特别奖励公会 buff 等级+5，公会人数上限正1000%，公会会长等级提升5级。在这一道世界通告响起的瞬间，神域各国的玩家都震惊了。王德发，这清玄是怎么回事？怎么比我米国的强者还要快建立公会？清玄大佬牛逼！别说了，我先冲一波。大佬的公会怎么能不加入呢？冲啊！八嘎，这个清玄是怎么回事？竟然能建立神级公会，有内幕！我要抗议！抗议个勾巴！好好闭嘴！我们清玄大佬那可是顶级神豪，顶级神豪懂吗？正愁不知道去哪个主城呢，跟大佬直接冲永恒主城！兄弟们直接杀！冲冲冲！永恒主城见！我先走一步。不得不说，这一次秦风建立公会引发的震动比之前要剧烈很多。毕竟，在游戏官网之中，公会可是中后期的玩法，特别是公会的晋升，那是极为困难的。可秦风现在一上来就建立了神级公会，可以预料的是，他这一波将会直接成为华夏第一大公会，没有之一。未来华夏其他公会根本没有和其分庭抗礼的机会。而此时，秦风没有理会玩家们的震惊，随着他的氪金天赋瞬间被触发。提示：您的生命值属性提升至66346250点。提示：建立公会成功，公会面板开启。提示：您获得了公会 buff 等级+5，公会人数上限正1000%。提示：您的等级提升至 LV65，自由属性点已自动分配。提示：您获得了公会 buff 加持。提示：您的基础魔法攻击力提升至40150点。在一堆提示弹出后，秦风等级提升了不少。第一个建立公会的奖励不少，其中公会 buff 等级+5和公会人数上限正1000%这两个奖励都是很核心的。buff 能直接增幅全部玩家，等级越高自然是越好的。特别是这个等级+5是额外提升的，也就是说其他公会的 buff 最高100级，秦风公会的 buff 等级却能达到105级。虽然只是5级的差距，但是加成效果却是截然不同的，而这将会成为秦风公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除此之外，人数上限这个加成也是百分比加成，直接10倍增加。公会的玩家数量是随着等级提升而提升的，当然也可以氪金提升。秦风当然是选择氪金提升人口上限，再配合上这个人数上限10倍的加成，公会能容纳极多的玩家和 NPC 加入，还是很香的。意识到这些后，秦风直接点开了公会面板。清玄公会等级1，等阶神级。公会功能1，公会成员2，公会仓库3，公会任务。公会 buff 加成1， LV6 四维强化 buff 神级，效果4维属性额外加60点。2， LV6 攻击力 buff 神级，效果基础攻击力加600点。3， LV6 暴击率 buff 神级，效果暴击率正 12%。4， LV6 攻速施法速度 buff 神级，效果攻速施法速度正 30%。目前来说，秦风的公会还处于1级，不过公会的等级提升不着急，只要玩家数量上来了，等级提升会很快。而此时，秦风直接将目光放在了公会 buff 上。不得不说，神级公会的加成是真的有点离谱，4维属性额外加60点，基础攻击力加600点，
再加上暴击率正 12% 和攻速施法速度正 30%， 这些加成叠加在一起的话，直接能让一个玩家提升不少。不要小看这些提升，要知道工会 buff 可是作用于所有工会成员的，只要加入工会的玩家都能获得 buff 增益。而且现在工会 buff 等级才只是6级，后续工会等级提升 buff 等级也会跟着提升。总的来说，单单是这个加成 buff 就足以让无数玩家对清玄宫会趋之若鹜，这就是神级工会的核心竞争力。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直接点开工会成员面板。工会成员：1. 职位管理， 2. 人员招募。提示：工会人数上限为1000W 人，010000000人数，在10倍人数上限的加成下，工会成员的人数上限达到了1000W 人。也就是说，目前秦风可以招募1000万名玩家加入工会之中。看到2个功能选项，秦风直接选择人员招募。玩家创立的工会是可以对外招募的，而招募自然是直接面向整个华夏大区的所有玩家。提示：是否开启清玄工会人员招募？是否？提示：该招募面向所有华夏大区玩家。当前招募为首次招募，招募费用免费。看到后面那条免费提示，秦风有些无语。我需要免费吗？又浪费了一次氪金的机会，有些可惜。秦风摇了摇头，没有多耽误时间，直接选择了招募。下一刻，提示：已向所有华夏玩家发布招募公告，下次招募开启时间为24小时后，请玩家注意。在这一道系统提示弹出的瞬间，无数玩家都收到了招募公告。清玄大佬招募工会成员了，这是可以加入工会了。可以，我先申请一波。快呀，兄弟们，冲！跟着大佬有肉吃。这神级工会能加入就爽歪歪了呀。特奶奶的，也不知道是不是有工会加成，肯定有工会加成啊，这没工会加成能叫神级工会吗？兄弟们给我冲，一起清玄工会集合。我听说工会都有工会人数上限，也不知道能不能轮到我加入啊。申请一波再说，加入不了就算了，能加入就血赚。也对，冲！此时无数玩家都开始申请加入清玄工会，而威震天和冷月等一众顶级玩家也不例外。毕竟大树底下好乘凉，在真实看到秦风的恐怖实力和财力后，没有玩家会傻到站在秦风的对立面。眼下正巧有一个机会能够加入对方的阵营势力，成为他手下的附庸，这种机会可是极为难得的。若是能得到神豪大佬的垂青，可能随便从指缝中漏一点东西，都能让普通玩家一辈子不愁了。所以几乎 90% 的华夏玩家都发了加入工会的申请。另一头，秦风站在工会领地的大厅内，眼前不停浮现一道道申请提示。提示：玩家墨海 LV10 申请加入工会。提示：玩家威震天 LV10 申请加入工会。提示：玩家千里不流行 LV10 申请加入工会。秦风也没有多想，直接打开申请列表，选定等级为核心锚点，直接系统自动同意加入申请。简单来说，就是等级从高到低依次同意。这样一来，秦风直接能将高端战力全部圈在工会之中。剩下的还没加入工会的玩家，秦风后续等工会等级提升之后再同意也不迟。接下来，系统只是花费了几秒钟，便同意了1000万名玩家的加入申请。可以说，秦风轻而易举便让自己的工会瞬间满员了。而这些加入工会的玩家，瞬间便获得了工会 buff 的加成。在看到工会 buff 的加成后，这些玩家都震惊了。我他妈直接扣6，这工会加成也太顶了吧！4维属性直接加60，基础攻击力直接加600，我他妈瞬间伤害翻几倍了，这也太香了吧！我弓箭手职业最吃暴击率和攻速了，直接加 10% 暴击和 30% 攻速，太香了呀！清玄大佬 YYDS， 卧槽，我竟然加入了清玄大佬的工会，这一波无敌啊！祖坟冒青烟了，他妈的这个 buff 这么顶吗？我没加到大佬的工会，大佬的工会是不是满人了？工会满人了，兄弟们，估计短时间内不会招募成员了。嘻嘻嘻，运气真好啊！感谢清玄大佬不嫌弃小菜鸡。我他妈没点加入工会申请，现在肠子都悔青了。妈的，怎么没人告诉我这工会还有这 buff 加成呢？另一头，威震天看着自己身上的各种 buff 加成，只觉得有些震惊。他这一波也是直接带着自己的打金团加入了清玄的工会，还好他疯狂练级，不然的话，恐怕这一波他就要落后于其他玩家了。要知道，这 buff 的加成可是极为恐怖的，直接能让威震天碾压其他未加入工会的同等级玩家。而且，这个加成 buff 只是6级，若是等级提升上去，那加成就会更离谱了。意识到这一点，威震天有些感激秦风。在遇到秦风之前，他可以说已经一无所有，人生也因为妹妹的重病而陷入了黑暗绝望之境地。可在遇到秦风之后，这一切都改变了。而现在，既然加入了清玄大佬的工会，他下定决心要成为工会中最顶尖的那批强者，为秦风扫平一切障碍。当然，现在他的实力太过低微，还需要时间成长。想到这里，威震天对着四周的队友说道：“走吧，去永恒主城！冲冲冲！”清玄大佬 YYDS。话音落地，一群人直接朝着传送阵走去。可就在此时，一道道系统提示顿时弹出。工会提示：清玄会长成功构建工会成员等级体系，玩家可通过完成工会任务获取贡献值，提升工会成员等级。高阶工会成员可获取工会资源扶持，包括但不限定于海量金币、神器装备、成体系技能书、强化增幅卷轴、神宠打造等。工会提示：工会仓库已更新，新增4612件物品，玩家可使用贡献值进行兑换。工会提示：您当前工会成员等级为黑铁级。
看到这一道系统提示，威震天顿时一愣，不过很快他便反应了过来。对于神豪来说，最不缺的是什么？当然是金币。所以清玄大佬这一波绝对是要扶持一批顶尖强者，毕竟神豪大佬开工会，自然是要朝着顶级工会发展的。顶级工会没有顶级强者玩家坐镇，怎么可能？所以这是一次机会，一次足以改变命运的机会，必须要想办法成为工会高阶成员。威震天深吸一口气，下一刻，只见其快步朝着传送阵走去。现在他必须要尽快前往永恒主城，想办法把工会成员等级刷上去。一旦得到了清玄大佬的扶持，他就真的一飞冲天了。成功构建工会成员等级体系后，秦风微微松了一口气。对一个阵营势力来说，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晋升体系，这样的话，才能让工会内的玩家有动力去为秦风做事。当然，秦风最核心的目的还是为了培养一批强大的玩家。作为众生者，秦风具备其他人没有的长远目光，任何事情的考量都以应对未来游戏与现实融合为核心。他的个人实力虽强，但是不可能事事亲为，必然是需要一批能震慑无尽魔物的强者作为依附，而工会自然是实现这个想法最好的物品。秦风此时也没闲着，直接打开工会成员列表，将前世一大批顶尖的玩家全部标注了出来。而这些标注的成员都是前世有资格开启神路、凝聚神力的玩家，基本上全部都是世界级别的顶尖强者，在各自的职业领域之中几乎是镇压人的存在。秦风在标注好这些玩家后，便关掉了工会面板。这些前世的顶尖玩家以后可以好好培养一下，而其他玩家，秦风打算放养。目前来说，秦风创建完工会之后，属于他的阵营势力已经有了雏形。此时，秦风直接点开了工会任务面板看了起来。工会任务1，工会等级提升任务。目前工会任务面板只有一个工会等级提升任务，其他的任务必须是 NPC 或者其他阵营势力对清玄工会发布雇佣任务后，获得工会高层同意，任务才会出现在此地。秦风想了想，觉得可以让玩家去寻找雇佣任务，然后全部由工会去接取。玩家做雇佣任务，那基本上都是100%完成的，而只要让工会刷一波前期的任务，后面自然会有源源不断的雇佣任务朝着工会涌来。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沉思了片刻，随后只见其点开了工会面板，看向了被自己标记的威震天。威震天是未来的顶尖骑士强者，自身本就拥有开启神路的资格，这样的人绝对是个聪明人，所以秦风完全可以将寻找雇佣任务的事情交给他。毕竟他现在应该也有一个打金团工作室，发动一下自己工作室的其他玩家，很容易就能将永恒主城内所有任务全部收录进工会内。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直接利用自己的会长权限，对威震天发布了一道特殊的工会任务。另一头，威震天刚抵达主城，从职业导师那接取到了转职任务。愿圣光永远庇护于你。一名身穿着金色铠甲的圣骑士虔诚的呢喃道。话音落地，威震天有些激动地说道：“多谢，我会尽快完成任务的，圣骑士阁下放心。”说来也巧，在威震天进入永恒主城找到职业导师时，便被一位强大的金甲圣骑士所发现。随后，对方便给了威震天一个转职隐藏职业的机会。可以说，威震天这一波多少有点运气的成分。不过，若是秦风在此，肯定觉得十分正常。毕竟 NPC 中的强者不少都能感知到玩家的潜力，特别是圣骑士这类神职者，往往能发现一些好苗子，然后重点培养。威震天前世能登顶顶尖骑士强者之列，不否认有运气的成分，但是终究还是实力和天赋占了大头，所以现在能被圣骑士中的强者提前发现，也是十分正常的。而此时，在威震天接取到隐藏职业后，便直接朝着城外走去。可他刚没走2步，一道系统提示顿时弹了出来。工会提示：您获得了工会会长发布专属任务，收录雇佣任务 SSS。看到眼前的工会提示，威震天顿时一愣。会长发布的专属任务？威震天有些茫然，他迟疑了片刻后，便打开工会频道看了起来。而扫了一眼，他才发现工会频道内的玩家几乎都没有人说起这个雇佣任务。想了想，他直接点开了雇佣任务看了起来。收录雇佣任务，等级 SSS， 任务目标：前往永恒主城，说服发布雇佣任务的 NPC， 使其将任务同步发布到清玄工会之中。任务模式：团队共享，可共享10名工会成员，零时。任务奖励：每新增一个雇佣任务，奖励1金币，1点工会贡献值，新增任务便立刻发放奖励，任务数量无上限。看到这一幕，威震天顿时激动了起来。这个任务代表什么？代表着无数的金币和工会贡献值。永恒主城之中的任务简直太多了，毕竟是一个顶尖阵营势力的主城，在这种地方，雇佣任务的数量一定是极为恐怖的。而如果能将所有的雇佣任务全部收录进工会之中，他将会大赚一笔。不过，最核心的还是工会贡献值，这东西能够帮助威震天提升工会成员等级。一旦晋升高阶工会成员，获得神豪秦风的资源扶持，那才叫一步登天。意识到这一点，他直接打开好友面板，将自己派出去打金的伙伴全部叫了回来。打什么金？打金有这做工会任务来钱快吗？至于隐藏职业任务，毕竟是任务，什么时候都能做。而秦风大佬安排的工会任务，不抓紧做的话，一旦被其他玩家捷足先登，就血亏了。在对威震天发布了一波任务后，秦风便没有管这件事了。哪怕威震天本人没兴趣做这个任务，他也一定会让手下去做，只要达成目的就行。过程，秦风不在意。而接下来，秦风直接点开了工会等级提升任务看了起来。工会等级提升任务，等级 SSS， 任务目标：1. 神选之结晶，神级，星号200，0200。2.
元素之石神级，星号200、0200。3. 进阶之源神级，星号200、0200。4. 金币星号 1000W、0100W。任务奖励：工会 buff 等级提升，工会人口提升。工会等级提升，任务所需的材料都是极为稀有的，哪怕秦风想买，寻常的商会也无法提供，必须要在一些稀有特殊的 NPC 或者秘境之中才有几率获得。所以，秦风目前想要提升工会等级的计划，只能暂时搁浅了。摇了摇头，秦风直接关闭了任务面板。接下来，秦风没有继续待在工会之中，现在的他已经将工会的一切事务都安排妥当了。后续只要威震天降永恒主城内的大批雇佣任务对接到工会任务之中，整个工会内部就可以自动运转了。当然，这是游戏前期的玩法，对工会要求不高。等到了中期的工会战、国战期间，就需要一个稳定的组织结构来管理其他玩家。不过，现在的秦风还不需要考虑这些，此时他要做的就是强大自身。想了想，秦风直接离开了工会，朝着主城之中走去。几分钟后，秦风便来到了一处商会面前。提示：您抵达了永恒商会。话音落地，秦风抬起头看向了眼前人来人往的巨大商会。永恒商会作为永恒主城之中体量最庞大的商会，其背后的能量绝对是极为恐怖的。而根据秦风的记忆，这商会的背后站着的可是议会之中的5位执政者。可以说，在这里，只要你付得起钱，大部分东西你都可以轻易拥有。而秦风来此，主要还是这里有一份他必须要获得的东西。想到这里，秦风没有耽误时间，直接朝着商会内部走去。在秦风刚走进商会之中时，一道身影便迎面走来。阁下，欢迎进入永恒商会总部，有什么需要帮助吗？少女对着秦风笑着问道。听到对方的话，秦风直接开口说道：我需要购买土地，土地在神域之中也是可购买的资产。只不过，对于土地的出售，神域各大主城都有严格的限制。可以说，个人能拥有的土地和其在主城内的爵位、声望、实力息息相关。而秦风来这里，主要是想要买下一些核心区域的土地，比如把主城区内的几个传送阵点附近的土地全买了，另外再把一些野外核心区域的土地也买了。秦风得记忆之中，似乎有那么几个地方后面出现了超大型矿产，其中更是出现了几个超大型紫金矿。一旦获取到那些土地的所有权，就可以直接开发，赚取惊人的利益。而赚钱代表能够触发天赋的核心效果，提升秦风的防御力。现在先进行布局，未来便能轻松获益。而此时，在听到秦风的话后，少女希维尔恭敬地对着秦风说道：阁下请随我来。秦风点了点头，随后两人便直接来到了一处豪华的会客厅内。作为购买土地的财主，秦风的待遇自然不差。接下来，少女希维尔很快便将几张蕴含特殊魔力的地图放在了秦风面前，说道：阁下，这是永恒主城附近的地图，上面红色的是已售出区域，蓝色的是未售出，您可选择未售出区域的进行购买。听到对方的话，秦风直接将目光投在了眼前的地图之上。作为一个不缺钱的神豪，秦风并没有选择将所有土地都买下，毕竟不是所有土地都是有价值的，而且他现在并没有爵位在身，并不难购买太多土地，所以只能挑选一些未来价值最高的土地先买下来再说。意识到这一点，秦风直接开始选择起自己要购买的土地。首先是主城内部，4大传送阵处于4方城门区域，算是未来的核心地段，所以秦风觉得这应该是优先要购买的，所以他直接对着少女说道：这4个地方的土地我全部要了。好的，我看看，这是 A542区域地块，这是 A125区域地块。念了片刻后，少女希维尔将秦风圈起来的地方全部记录了起来。而接下来，秦风将目光放在了主城之外。根据自己的记忆，主城之外似乎有3个超大型紫金矿。紫金矿乃是一种比金矿还稳定的特殊魔法材料，专门被用来制作紫金币、顶级魔法器物、特殊道具等等。紫金币作为高阶货币，1枚紫金币就可以兑换100枚金币，算是高级贵族阶层之间才会流通的特殊货币。而秦风只要占据了这3个超大型紫金矿，每年产生的收益就能让他的防御属性提升到一个极为恐怖的数值。更何况，除了这3个超大型紫金矿外，秦风还记得不少大型金矿、稀有晶石矿的所在地。单单是紫金矿的价值就极为恐怖了，再附带上其他矿洞，秦风这一波简直血赚。此时，秦风直接开始按照记忆，将脑海中所有蕴含珍贵矿场的土地全部标注出来。几分钟后，希维尔在标注好最后一个土地的坐标后，才对着秦风说道：阁下，您需要购买的土地数量太惊人了，您确定要购买如此多的土地吗？不得不说，少女希维尔有些被秦风的举动给震惊到。原本购买土地的人她见过不少，能买得起土地的都基本上是财阀权贵阶层，可如同秦风这般购买如此多土地的，她着实是第一次见到。单单是购买所需的金额，就是一个普通财阀权贵可能都无法企及的天文数字，可想而知希维尔的震惊。而这时，秦风直接开口说道：确定，别耽误时间了，算一下价格。听到秦风的话，希维尔点了点头，连忙说道：我这就去为阁下算价格，阁下稍等。接下来，希维尔很快便算好了价格，并且利用传送魔法将所有土地的地契都拿到了秦风面前。阁下，总共是146块土地，总计价格为16亿金币。当然，您这样尊贵的存在，永恒商会愿意让利部分，以15亿的价格将这些土地出售给阁下。另外，阁下若是要购买这些土地，至少需要伯爵爵位，公侯百子男，这是议会的限制法令。少女希维尔认真地对着秦风说道。听到希维尔的话，秦风顿时笑了起来。他等的就是希维尔的这句话。其实这一次他来永恒商会的目的，
主要还是获取爵位。毕竟，正常获取爵位的方法可太慢了。对于秦风这种氪金玩家来说，他不怕花金币花得多，就怕浪费时间和精力。所以此时，他毫不犹豫拿出开口说道：“15亿金币没有问题，不过有个问题，我需要永恒商会替我解决。”听到秦风的话，眼前的希维尔平静地说道：“阁下请说，我需要商会替我解决伯爵爵位，或者说为我找到能快速成为伯爵的方法。”秦风一脸淡然地说道。对于众生者而言，秦风显然是知道永恒商会背后的能量的。虽然说爵位是不可能明码标价出来售卖的，但是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既然无法出售爵位，不如就来个快速进爵任务。而这就是秦风来此的目的，那就是获取快速进爵的任务。此时，在听到秦风的话后，希维尔顿时有些犯难了。要知道，爵位这东西可不是随便就能解决的。想要获取爵位，必须要在永恒主城中积攒大量的阵营贡献值，而这些贡献值可以用来抵扣税收、兑换高阶物品以及换取其他等价物。当然，还可以兑换爵位。只不过兑换爵位所需要的贡献值，基本是普通玩家 NPC 终其一生才能积累的天文数字。贡献值无法买卖，只能靠特定的贡献值任务获取，以及一些特殊事件。这样的东西显然是极为特殊的。他感觉这个事情必须要向那位大人请示，看看那位大人的意愿。而就在希维尔想到这里之时，一道声音突然在其耳边响起：“希维尔，他的要求可以答应，不过他必须要付出1亿金币为酬劳。若是对方同意，前往宗卷市将00035卷轴交给他。”听到对方的声音，希维尔心中震撼不已。这个声音的主人正是永恒商会的会长罗琳，一位掌控高阶魔法法则的半神强者。希维尔显然没有想到，这位尊贵的半神尊者竟然会关注他，并且传音于此。想到这里，希维尔没有迟疑，深吸一口气，对着秦风说道：“阁下的要求没问题，只不过永恒商会需要1亿金币作为酬劳，不知阁下可愿意？”听到希维尔的话，秦风笑了笑，金币的数量对他来说从来不是问题。所以，只见秦风直接拿出16亿金币凝聚的金币卡丢给希维尔。金币在破译的交易时都会自动转化为储存金币的魔法卡，所以希维尔接过金币魔法卡后，便直接开始核对起了数值。在确认数值无误后，便直接对着秦风说道：“阁下，请稍等片刻。”秦风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而希维尔则快速离开此地，直接为秦风去取宗卷去了。另一头，永恒商会的最顶端，3位浑身笼罩在金色光芒之中的人影正漂浮于空中，四周密密麻麻的魔法元素快速涌入几人的身体之中。而此时，其中一人缓缓开口说道：“那位艺人的确非同一般，竟能一口吞下如此广袤的土地，怀璧其罪，买下这些土地容易，可是能守住的可是寥寥无几。”另一人笑着说道：“你是不是忘却了，艺人是不死之身，迟早能成长起来，而且他若完成了那份进爵任务，便是有了议会的庇护，届时自然守得住那些土地。那份任务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且看他的表现吧。”最后一句话响起后，整个空间内便陷入了沉寂之中。而下一刻，附近的元素开始飞速汇聚，纷纷涌入几人的身体之中，显然几人都进入了修炼之中。另一头，希维尔很快便将一份卷轴拿了过来。“这是您要的卷轴。”希维尔恭敬地将卷轴递给秦风。在见识到秦风的财力之后，他便知道眼前之人的身份绝不一般，而且他敢肯定的是，眼前这位少年必然能在不久后获得伯爵爵位。要知道，爵位在神域大陆之中可是极难获得的，一旦拥有爵位，便代表跻身于贵族阶层。作为贵族，其特权将会是其他普通人所无法想象的。此时，秦风也没废话，直接伸出手接过希维尔递过来的卷轴。下一刻，一道系统提示响起：“提示：您获得了进爵任务——黑暗历练邪神使徒 SSS。提示：您完成了特殊交易契约，购买土地。提示：由于玩家爵位未达标，当前土地权限无法解锁，请玩家注意。提示：若玩家未能在限定时间内完成进爵任务，本次购买土地交易将失效，永恒商会将自动收回土地所有权。提示：您获得了地契星号146，由于玩家并无爵位，当前地契自动封存。提示：您的生命值属性提升至15亿6634万6250点。提示：永恒商会阵营势力对您的好感度提升至 90%， 由于玩家已建立阵营势力，永恒商会阵营势力对清玄公会阵营势力好感度提升至 90%。提示：玩家所建立阵营势力可与永恒商会建立合作关系。看到天赋被触发，秦风倒是松了一口气。他原本以为土地被封存并不能触发天赋效果，毕竟这也不知道算不算交易成功。不过还好，虽然只有购买土地的15亿金币是触发了天赋加成，但这对于秦风来说也足够了。生命值直接突破了15亿关卡，并且还收获了大量土地和进爵任务，这一波血赚。当然还有额外的收获，那就是好感度提升到 90% 之后，秦风的工会可以和永恒商会缔结合作关系了。在神域世界之中，各大阵营势力之间缔结合作关系是特别正常的一件事，毕竟各方合作成为盟友，很多事情都会事半功倍。不过秦风并不打算现在就和永恒商会缔结合作关系，毕竟现在的清玄公会还只是一个雏形，根本没有足够的实力和这种大型阵营势力开展合作。所以秦风没有多说什么，直接点开任务面板，看向了刚获得的进爵任务——黑暗历练邪神使徒 SSS， 等级 SSS， 任务内容：
在神域大陆之中存在着无数异族神明的使徒，他们以特殊的身份行走于世间，将死亡、黑暗、绝望散布于人间，为其侍奉的神明献祭祭品，从而获取超凡之力量。而在不久前，永恒主城附近的灵河镇之中出现了邪神使徒的身影，他们以数十万人的生命作为祭品，搭建了邪恶的邪灵祭坛，试图让邪神投影降临现世。好在被圣骑士军团及时发现，对这群邪神使徒进行了围剿，彻底粉碎了对方的阴谋。但在圣骑士军团的围剿之下，邪神使徒首领克莱因重创数位圣光骑士，成功逃脱。为了解决邪神之患，请玩家前往灵河镇四周寻找邪神使徒克莱因的踪迹，并将其彻底击杀。任务目标：击杀邪神使徒克莱因。01任务奖励：永恒主城贡献值星号 100W， 其他未知奖励。任务时限72小时。看到任务内容，秦风顿时眯起了双眼。邪神使徒这个级别的存在可不简单。要知道，使徒作为能够掌握神灵力量的特殊存在，一般都是实力极强的，而这样的存在想要彻底击杀，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更何况，这位邪神使徒克莱因在圣骑士军团的围剿之下，竟然能顺利脱身。圣骑士军团可是光明教会麾下的中坚战力，其成员等级基本都是60级以上的圣骑士，而且基本上这些圣骑士都是经过教会历练的，单体实力都极为强大，更别提组成军团后的战力了。根据简单的信息分析，秦风推测这个邪神使徒克莱因的等级应该在70到80级，等阶暂时未知，但是基本上邪神使徒哪怕是最低等阶的都在传说以上。不过这些对于秦风来说都不算什么大问题，最大的核心问题还是怎么找到这名邪神使徒。要知道，作为邪神使徒最擅长的就是隐匿行踪，想要抓到这些隐藏在暗中的老鼠，寻常玩家可做不到。不过秦风看着这个邪神使徒的名字，总觉得似乎有点眼熟。克莱因，秦风呢喃了一句，很快眼睛一亮，这不就是游戏前期的一个版本 BOSS 吗？秦风记得在游戏前期就出现过一个邪神降临的特殊事件，这个特殊事件的起因就是一次邪神祭祀事件。而根据秦风的记忆，那一次邪神祭祀事件后，逃脱的使徒似乎成为了神灵降临的载体容器。只不过邪神的力量太过庞大，作为降临的容器，邪神使徒必须要获取到足够的力量强化自身。于是邪神使徒在逃脱后便开始疯狂屠戮其他城镇的生灵，在吞噬了无数精纯的灵魂之力后，邪神投影便顺利降临于现实之中。若是记忆没有差错的话，那位邪神使徒恐怕已经在屠戮生灵、吞噬灵魂之力了。沉思了片刻，秦风打开地图，看向了灵河镇附近的城镇。很快，他便看向了其中一座次级城池——风灵城。作为次级城池，风灵城的人口众多，算是附近几座城池中规模较大的城池。而这座城池前世秦风去过不少次。根据他的记忆，那位邪神使徒选的第一个目标就是眼前的风灵城。想到这里，秦风没有立刻动身，而是关闭地图，看向了眼前的少女希维尔。下一刻，只见秦风缓缓开口说道：“我需要购买一批物品。阁下请说，我立刻为阁下去准备。”希维尔连忙拿出一个魔法书出来，准备记录下秦风要的物品。魔能爆发药剂、10倍经验药水、鹰眼药剂、虚无药剂、冷却药剂。秦风一口气将不少药剂都说了一遍。而在说完这些药剂后，希维尔很快便为秦风取来了一堆药剂。当秦风成功获取到自己要的药剂后，一道系统提示顿时响起：提示，您的生命值属性提升至15.625.6250点。生命值又提升了一波，还是挺不错的。不过秦风此时却没有关注提升的生命值，而是直接打开背包开始嗑药。几分钟后，提示，您服用了魔能爆发药剂神级，获得了魔能爆发 buff 效果，魔法伤害提升 50%， 持续251天23小时59分。提示，您服用了10倍经验药水神级，获得了10倍经验 buff 效果，获取经验额外提升 1000%， 持续1044天21小时15分。提示，您服用了鹰眼药剂神级，获得了鹰眼 buff 效果，暴击率提升 30%， 持续323天15小时21分。将所有药剂全部嗑了一波之后，秦风身上便多了一叠 buff， 而这些 buff 对秦风的提升也是很恐怖的。魔法伤害提升，暴击提升，技能冷却，再加上回血回蓝的药剂，秦风目前的战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极为恐怖的程度。哪怕是那位邪神投影降临，秦风觉得就算是站着让他打，估计都打不过自己。毕竟秦风15亿的血量摆在那，配合上百分比回血回蓝的药剂，简直是打不死的小强。在购买完药剂后，秦风便直接告别希维尔，快速离开了商会。接下来，秦风没有浪费时间，直接朝着主城内的传送阵奔去。而就在秦风朝着传送阵赶去时，2道世界通告顿时响彻了整个世界频道。世界通告：恭喜玩家北川美子东瀛大区成为恶鬼之乱白银级小型副本秘境之主，获得秘境之主特殊永久增益 buff 克邪 buff 效果，对邪恶魔物伤害额外正 3%。世界通告：玩家北川美子东瀛大区为神域世界中首次通关白银级小型副本秘境玩家，特别奖励玩家金币加300，自由属性点加20。北川美子，这谁啊？他奶奶的，东瀛的玩家竟然先我们一步通关了白银级副本。别怕，我们清玄大佬通关的可是紫金级副本，他一个白银级副本拿什么跟我们比？就是，东瀛玩家竟然抢了我大米国的副本秘境首通，他们怎么有勇气这样做的？我大东瀛玩家凭实力拿到的副本秘境首通，你米国玩家厉害，你也拿一个？八嘎，笑死爷了！米国和东瀛玩家狗咬狗了。就在众多玩家议论纷纷的时候，远在东瀛大区之中，北川美子矗立在一处黑暗的神社之中。她身穿着精致的巫师袍，身材高挑，
长发束于身后，看上去倒是有种动漫少女的既视感。这名少女扫了一眼世界频道的刷屏留言，顿时皱起眉头。她倒是没想到，自己这一次通关秘境副本竟然能引发世界通告。不过她只是扫了一眼，便没有再关注这些了。转过头，只见其对着黑暗中的几名玩家说道：“其他秘境找到了吗？大小姐，目前未探测到的秘境数量极为稀少，我们已经有初步的线索了，估计很快就能找到一个新的秘境副本。”其中一名玩家连忙开口说道：“找到之后跟我说，我先去将转职任务做了。对了，我想要尽快建立工会，派一批人去找工会令牌，当然等级越高越好。”北川美子平静地说道。听到北川美子的话，那几名玩家答应一声，便快速离开副本。而北川美子在众人离开后，便打开了等级排行榜，看向了排名第一的秦风。当他看到秦风的等级时，第一眼他还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可下一刻，他仿佛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一般，有些震惊的呢喃道：“这家伙怎么65级了？”要知道，他在进入副本之前可是看过等级排行榜的，而那个时候，秦风的等级才10级，可现在就通关了一个副本。你跟我说你直接从10级飙升到65级，这简直是离大谱。不过，震惊了片刻后，北川美子便想明白了其中的关键。秦风的等级之所以能提升那么快，应该和他的秘境副本门票是经验值有关。毕竟，那可是紫金级大型副本，一次性容纳一大批玩家进入的话，这些玩家积累缴纳的全部门票经验，可是一个天文数字。从10级到65级也不是不可能。想到这里，北川美子也没耽误时间，直接将自己刚通关的秘境副本设置为缴纳经验进入。而经验的数值自然是比秦风的紫金级秘境副本低不少。毕竟他所通关的副本只是白银级副本秘境，要是经验设置多了，还真可能会没什么人来。设置好这些后，北川美子直接选择了发布。而下一刻，所有东瀛玩家都收到了副本开启的通告。在看到通告后，无数东瀛玩家纷纷开始消耗经验进入副本。北川美子在设置好副本门票后，便没有再管这些了，转头便开始做自己的转职任务。另一头，秦风在听到北川美子这个名字时，瞬间便眯起了双眼。他对这个名字的印象可不好。前世在开启国战后，这位北川美子所建立的工会可是3番5次侵入华夏大区，在华夏大区内摧毁了不少战争核心城池。虽然前世对方被针对得很惨，工会所在的主城都差点被华夏玩家杀穿了，但是秦风感觉不够，只要国战开启，第一个先把这个北川美子杀到1级，然后再把他的工会灭了。虽然对方的工会只是东瀛大区前10里的工会，实力并不算太强，但是谁叫他第一个跳出来呢？这一波可能就是缘分吧。定好计划后，秦风没有再关注北川美子，此时的他径直走到了传送阵前。永恒主城的传送阵是可以直接传送至各大城镇的。此时，秦风走上前，踏入了传送阵之中。请选择您要传送的目的地：1. 黑云要塞， 2. 灵能之城， 3. 混乱之地。看到眼前的一堆传送地，秦风直接视线下移，很快便找到了风灵城。提示：是否消耗5金币，传送至风灵城之中。传送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石，所以自然需要花费金币。不过，对秦风来说，传送费用不算高，于是秦风直接选择了传送。下一刻，只见一道白光瞬间降临，将秦风笼罩其中。短短1秒后，白光消散，传送阵中已然没有了秦风的身影。风灵城城主府之中，一位中年男子正捧着一份卷轴，认真看着。此人就是永恒帝国议会派遣于此的城主炎翼，专门负责处理风灵城的各项大小事务。而就在这位炎翼城主看着眼前的帝国密卷时，一阵敲门声响起。听到敲门声，炎翼将密卷放入袖中，随后才开口对着外面说道：“进来。”可就在这时，一道轻盈的少女的身影走进了房间之中。“你怎么来了？”炎翼有些疑惑地看着自家女儿，这小丫头可是从来不会来自己书房的，今天倒是有些破天荒了。难不成她又在外面惹祸了？爹爹，我是来给你送羹汤。女儿拿着一碗羹汤，快步朝着炎翼走来。看到他手中端的篮子，炎翼没有多想，只是随手指了指一旁的书桌，说道：“放那。”话还没说完，一道恐怖的黑暗力瞬间爆发，根本来不及反应，恐怖的黑暗力量便瞬间落在了炎翼身上。而在这生死的刹那，炎翼脖子上的魔法项坠瞬间破裂，一道金色护盾将其包裹，将黑暗力量尽数挡住。可下一刻，金色护盾瞬间破裂，恐怖的黑暗力量再次涌来。找死！炎翼怒吼一声，瞬间爆发出恐怖的圣光之力，直接将袭来的黑暗力量彻底驱散。然而，在圣光之中猛然射出一条触手，轰！只是一刹那，触手便洞穿了炎翼的心脏。城主炎翼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自己被洞穿的心脏，他没想到自己竟然会陨落在这里。他费尽千辛万苦，花费了数十年光阴，好不容易爬到了城主之位，可现在一切荣华富贵皆为泡影，死亡之后一切皆休。随着意识的沉沦，炎翼的灵魂也被吞噬殆尽。此时，克莱因在吞噬完灵魂之后，他的身上顿时爆发出一道道恐怖的邪恶力量。可下一刻，这股力量便瞬间消散于虚无。随着邪恶力量的消散，几道恐怖的威压瞬间降临此地。而感知到那股力量，克莱因有些兴奋地舔了舔嘴唇。随后，只见其身形变化，瞬间变成了城主炎翼的模样。而城主炎翼的尸体则早就被其吞噬殆尽了。城主阁下吾等感知到了邪恶力量，可是有什么发现？一道声音传来。克莱因回头望去，只见一尊身穿着圣骑士铠甲的少女出现在了此地。那位少女身体涌现一道道白光，看上去圣洁威严，不可侵犯。他知道，这就是光明教廷的审判骑士，掌握着极为可怕的圣光之力，绝对不是一隅之辈。
想了想，克莱因平静地说道：“是邪神使徒，他想杀我，只可惜没能留住他。”听到眼前这位城主的话，审判骑士凯特皱起眉头。他扫视了一圈眼前的书房，发现这里充斥着战斗的痕迹。能成为审判骑士，往往都具备着超凡的观察力。来的人实力不弱，并且掌握着强大的黑暗魔法。只不过他为什么要刺杀城主阁下？凯特眯起双眼，陷入了沉思。就在这时，一道声音从其耳边传来：“审判骑士的灵魂应该很美味吧？”凯特猛然回过头，只看到一尊不可名状的邪恶怪物张开巨嘴朝他袭来。另一头，秦风刚从传送阵走出来，一道道系统提示便弹了出来。提示：您降临了风灵城。提示：您遭遇了未知事件。提示：您发现了邪神力量的踪迹。提示：您触发了机遇任务，拯救审判骑士凯特 SSS。 听到这一连串的系统提示音，秦风顿时一愣，这是什么东西？一来风灵城就获得了机遇任务。要知道，机遇任务可是随机获取的，这种任务的奖励一般都是极为丰厚的。当然，奖励也是看任务级别的。而秦风获得的这个任务是 SSS 级，代表对于现阶段等级的玩家来说，这个任务基本是无法完成的，否则也不会被标注为 SSS 级。不过对秦风来说，任务自然是越难越好。就在秦风意识到这一点时，远处瞬间爆发出恐怖的魔法波动，一道道圣光不停涌现，恐怖的黑暗力量席卷之下，不少建筑被瞬间摧毁成了灰烬。看到这一幕，秦风毫不犹豫朝着那边赶去。一边赶路，秦风一边点开任务面板看了起来。拯救审判骑士凯特 SSS， 等级 SSS。 任务内容：邪神使徒克莱因残忍杀害了城主炎翼，并吞噬了他的灵魂。审判骑士凯特在降临城主府时遭受了邪神使徒克莱因的袭击，身受重伤，请玩家前往城主府025012所在地，拯救审判骑士凯特，避免其的灵魂被邪神克莱因吞噬。任务目标：拯救审判骑士凯特01。任务奖励：未知。任务提示：只需要10分钟，圣骑士军团便会降临战场。看到眼前的任务简介，秦风顿时一愣。好家伙，这邪神使徒克莱因不就是自己进爵任务要找的 BOSS 吗？果然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刚降临枫叶城，不仅知道了克莱因的行踪，还获得了一个关于克莱因的机遇任务。这一波可以说是血赚了。而且这个任务的提示说，只需要10分钟，圣骑士军团便会降临战场。只要秦风能拖住对方10分钟，圣骑士军团降临后，这个邪神使徒克莱因必然无法逃脱。秦风可是很清楚圣骑士军团的，这种顶尖的阵营势力，在一次围剿失败后，第二次绝对会派出镇压级别的战力，不会给邪神使徒克莱因半点机会。当然，秦风若是能击杀这个 BOSS， 自然不会留着给圣骑士军团解决。他现在只担心一个问题，那就是邪神使徒克莱因发现打不死自己，直接逃跑了。一片废墟之上，数道身穿着圣光铠甲的身影不停抵抗着克莱因的攻击，而在这几道身影后面，凯特正虚弱地倒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在圣光褪去之后，他的面容暴露在虚空之中，让人惊讶的是，他的脸上遍布无数的疤痕，看上去让人觉得有些狰狞。这个卑鄙的家伙！凯特咬着牙，掏出一瓶恢复药剂喝了起来。此时的他已经被克莱因所重创，根本没有半点战斗的能力了。凯特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快恢复过来，然后驰援自己的几名手下。可就在此时，圣光凝聚的躯体被黑暗触手瞬间穿透，一名圣骑士瞬间陨落。下一刻，他的尸体如同垃圾一般被对方丢到了凯特的面前。看看，这就是为你而战的圣骑士，他们的灵魂是如此的美味。别急，等我解决了这几个小家伙，马上就轮到你了。凯特看着眼前死不瞑目的圣骑士，他记得对方的名字叫修一，是一位虔诚信奉光明神的圣骑士。他有一个贤惠的妻子，还有2名女儿。可现在他却死于此地，准确来说是因为自己的大意而死。若是他并没有忽视伪装为城主的克莱因，结局或许会完全不一样。该死！凯特愤怒地攥紧拳头，鲜血从其手心流出。只可惜这一切只不过是无能狂怒罢了。在神域世界之中，唯有力量才是一切的核心，弱者只有被强者支配的命运。接下来克莱因没有拖延时间，很轻松便将几名圣骑士杀光了。而在屠戮完了这些圣骑士后，克莱因拎着几名圣骑士的头颅缓缓走到了凯特的面前，猩红的鲜血沿着断裂头颅的横切面地落在地上。死去的圣骑士睁着双眼，恐惧、绝望以及愤怒凝聚其上。看到这一幕，凯特挣扎着试图爬起来，但下一刻，几根触手从克莱因身体之中猛然射出，瞬间洞穿了凯特的四肢。克莱因凑近凯特，鼻子耸动着闻了闻，说道：“绝望的灵魂，我已经忍不住了。”话音落地，克莱因露出一个贪婪的表情，催动邪神触手准备吞噬凯特的灵魂。可就在这时，他猛然回过头看向不远处，一名身穿着古朴长袍的少年正飞速挥动着法杖。而在这一瞬间，一道恐怖的火焰魔法之力瞬间爆发。感知到这股恐怖的火焰魔法之力，克莱因抬起头看向了天空之上。在风灵城的上空，一道恐怖如同烈日般的火焰法球猛然坠落。那火焰法球坠落之地，正是克莱因所在位置。感知到那恐怖的火焰魔法之力，克莱因顿时脸色巨变。禁咒！该死！克莱因臭骂一句，还没来得及逃跑，火焰便降临在了这片大地之上。轰轰轰轰！负70150，提升50%伤害。负70341，负112725，暴击！秦风沐浴在火焰之中，飞速抓起躺在地上的凯特，
直接离开了火焰禁咒覆盖的领域。若不是有任务不能让凯特死在这里，秦风肯定不会管这个家伙。但是有任务奖励的话，还是可以救一波的，反正也是顺手的事情。而在将凯特丢到一旁后，秦风没有耽误时间，直接冲进了火焰禁咒区域，抬起法杖，继续对着邪神使徒克莱因释放其他技能。在嗑药之后，秦风的技能冷却已经达到了惊人的 80%。简单来说，目前秦风除了禁咒之外，其他技能基本都能不停释放，这就是 80% 冷却的强悍之处。而在秦风不停丢着技能之时，一道道黑暗光芒从火焰之中爆发，只不过很快便被恐怖的火焰力量彻底压制了。而秦风不停丢着一道道锋刃术和群体雷击术辅助攻击，轰轰轰轰，-55176，-55541，-55235，一道道攻击不停落下。可在这种攻击之下，眼前的 BOSS 血量瞬间清空。不甘心怒吼回荡于火焰之中。但就在下一刻，一道恐怖的投影瞬间出现在这片区域之中。提示：邪神使徒克莱因发生了异变，请玩家注意。提示：此区域极度危险，请玩家尽快远离。提示：您受到了邪神投影影响，全属性负 50%， 由于您服用了神圣净化药剂，当前效果无效。提示：您受到了邪神的污染，血量每秒负 5%， 由于您服用了神圣净化药剂，当前效果无效。话音落地的瞬间，恐怖的巨大黑影化作无数的触手飞快袭向秦风。秦风看到这一幕，继续抬起法杖，不停丢着群体落雷术，一边释放技能，一边查看起了眼前这头怪物的属性。邪神投影畸形体，史诗级 BOSS， 异化状态，全属性提升，等级70，等阶史诗级 BOSS， 血量50000050000，攻击力21750-22350，防御4500，技能邪神之力，精神污染，神明威压，吞噬灵魂，杀戮之力，邪恶诅咒，死亡凝视，黑暗降临。介绍：邪恶神灵在现世的投影，因容器实力不足，并不能完全具现邪神投影的实力。看到眼前的邪神投影畸形体，秦风顿时眯起双眼。史诗级 BOSS， 就这？秦风还以为能遇到一个起码是神灵级别的 BOSS 呢，没想到才是史诗级的。不过这也很正常，毕竟作为容器的邪神使徒克莱因还没有完全吸收够灵魂之力，并不能完全具现邪神投影降临，所以目前的他只有史诗级的实力。而若是按照正常的剧情走向的话，邪神使徒克莱因在吞噬了凯特的生命后，风灵城便没有了核心守护力量，后续整座城的人族都将沦为邪神的祭品被吞噬。到了那时，真正降临的估计就是邪神投影的完全体了。邪神投影的完全体应该能达到了神级 BOSS 的阶位，只不过秦风很显然不可能让克莱因吞噬一座城池的人族生命。想到这里，秦风直接关闭了眼前的面板。而就在秦风关闭面板的瞬间，一道道黑影化作的触手猛然朝着秦风射来。看到袭来的触手，秦风没有躲闪，继续不停丢着技能，一道道雷击术疯狂落下，-52176，-50541，-51235，无数触手瞬间刺中秦风的身体。一瞬间，密密麻麻的 Mace 符号便从秦风头顶升起。Mace，25000点的高额防御，让秦风在面对邪神投影时能够完全免疫对方的伤害。而这就是秦风的恐怖坦度。虽然防御值没有像血量那么高，但是面对史诗级 BOSS 的攻击时，秦风已经可以完全免疫了，并且这个 BOSS 的等级还是高于秦风5级的存在。可以说，哪怕是高出他10级的史诗级 BOSS 也就勉强破防。不过这还不够，秦风的天赋还能叠加防御值。什么时候把防御值叠加到和生命值一样恐怖的数值，就基本无敌了。战场之上，邪神投影不停攻击着秦风，试图击杀秦风。可很快他便发现了不对劲，眼前的这个人类简直是肉的离谱，他的一切攻击手段仿佛对他来说就如同挠痒痒一般，根本造不成半点伤害。作为邪神意识碎片对现实的投影，虽然他只是掌握邪神极其微小的力量，但是也绝非普通强者能够抗衡的。强如圣殿中间站立的审判骑士亦被其轻松镇压。从这一点足以看出，不是他弱，而是秦风太强了。有趣，邪神投影盯着秦风，直接射出一道猩红的光芒，而光芒落在秦风的身上，瞬间便消散开来。提示：您获得了邪神印记，未知邪神将能随时知晓您的所在，并且对您进行腐化，请玩家注意。听到这一道系统提示，秦风完全没有在意。邪神印记这类手段，只要凝聚神力便能掌握，但是对普通人来说，还可能对邪神有恐惧。而秦风，他巴不得这些邪神多送点投影送死，杀多几批 BOSS 不香。此时，秦风继续不停丢着技能，随着一道道雷击术不停落下，邪神的血量疯狂下跌，疯狂便下跌到仅剩1/3血量了。而这时，邪神投影畸形体笑着对秦风喊道：“你很不错，若是愿意成为无知信徒，吾可为你开启神路，指引你凝聚神灵之力，成为至高无上的神明。”听到对方的话，秦风充耳不闻，继续不停丢着技能。随着一道道技能落下，只是片刻，邪神投影血量逐渐见底。而这个时候，他猩红的双眼凝视着秦风，饶有意味地说道：“吾等还会再见的，等到黑暗降临这片大陆，你将会成为我麾下最虔诚的信徒。”话音落地，一道雷击术落下，瞬间带走了他最后的血量。黑暗之力瞬间爆发，将四周一切瞬间湮灭为一片虚无。而与此同时，秦风身上也升起了数道金色光芒。不仅如此，
一道道系统提示也接二连三响起。世界通告：玩家清玄，华夏大区成功击杀了邪神投影机形体史诗级 BOSS。作为首个击杀史诗级 BOSS 的玩家，特别奖励：幸运值加50，竞技礼盒史诗级星号1，声望值加10W。提示：您的任务拯救审判骑士凯特 SSS 已完成，您获得了凯特好感度正90%，经验值星号100W，金币星号20000，声望值加20000。提示：您的任务黑暗历练邪神使徒 SSS 已完成，您获得了永恒主城贡献值星号100W，金币星号50000，声望值加10W。提示：您的等级提升至 LV66。提示：您的等级提升至 LV67。提示：自由属性点已自动分配。提示：您的基础魔法攻击力提升至40450点。提示：您的防御属性提升至25007点。提示：未知邪神对您的好感度提升至90%。在世界通告响起的瞬间，整个神域大陆的玩家都炸锅了。毕竟这一次秦风可是击杀了史诗级 BOSS， 清玄大佬也太牛逼了吧！这直接单杀史诗级 BOSS， 我还在刷普通怪，大佬已经开始乱秀了。大家快看等级排行榜，大佬竟然已经67级了，这是魔鬼吧？第二名才22级，这个差距也太大了吧？你们才关注到大佬的等级吗？大佬早就60多级了，真的是强的离谱。八嘎，这个叫清玄的家伙竟然这么强，我们必须要联合起来，好好对付一下这个清玄才行。这个清玄已经很难对付了，只能看后期的国战了。开头的领先算什么？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华夏玩家不可能一直占据榜首，世界等级第一注定是米国的。此时，世界各国玩家对待秦风的态度不一，其他大区的玩家基本都视秦风为核心大敌，而除却了玩家之外，秦风的存在也进入了不少 NPC 强者的视线。在秦风击杀了邪神投影后，他的存在便被无数势力所观察到了。能击杀邪神投影，哪怕对方是一个畸形体，也是极其困难的。而秦风能毫发无损镇压对方，也从侧面证明了他的实力。而眼前的城主府早已化作了一片平地，黑暗的邪恶力量在其中肆无忌惮地涌动着，隐隐约约之间，一股股犹如恶魔的低语回荡在这片大地之上。秦风看了一下自己获得的奖励，不得不说，这一波秦风还是血赚了一波。经验值、声望值、贡献值、好感度、幸运值，还有一个额外的史诗级宝箱。只不过，这个未知邪神90%好感度是什么鬼？杀了他的邪神使徒，镇压了他的投影，竟然好感度提升90%，这邪神怕不是个抖 M 吧？秦风没有多想，转过头快速朝着几道散落的光团走去。可就在这时，一道虚弱的声音从不远处响起：邪神投影死去后具有强烈的污染性，我劝你不要过去，等圣骑士军团净化完此地再去也不迟。听到凯特的声音，秦风没有理会。来自亚空间的邪神是极为可怕的存在，但是他的投影死去后造成的污染对秦风来说根本不算什么。毕竟秦风可是连嗑了一堆神圣净化药剂的，这点小污染根本对他造成不了半点伤害。只不过对秦风无害不代表对 NPC 无害，普通的 NPC 若是进入此地，意志不坚定者会直接堕落为邪神的傀儡，实力稍微强大一点的则会受到各种邪恶力量的精神污染，从而使自身负面情绪暴涨，最后因为某种契机而堕落成为邪神的信徒。而邪神根据秦风的记忆，这可是一群试图视神域大陆为畜牧场的邪恶存在，他们在大陆之中散播邪恶，收集信徒，举行一次次血腥的献祭。而在这一次次邪恶的事件之中，绝望、恐惧、不甘等等特殊物质都将化作这些邪神的养分，使其能够穿越亚空间壁垒进入现实之中。秦风一边想着，一边来到了邪神使徒克莱因的尸体面前。邪神使徒克莱因的尸体早已扭曲为不可名状的一块块黑色组织，这些组织散发着腥臭的气息，一股股邪恶的力量从其中涌出，散播到四面八方。这就是邪神的污染，一旦沾染上这些邪力，就很容易堕落为邪神的傀儡。不过秦风倒是直接免疫了这些污染，他扫了一眼地上的黑色组织，直接伸出手将四周的几团物品收入囊中。下一刻，提示：您获得了邪神结晶史诗级星号1。提示：您获得了邪能祭祀法杖史诗级星号1。提示：您获得了邪能污染源史诗级星号1。提示：您获得了邪恶诅咒技能书星号1。提示：您获得了死亡凝视技能书星号1。在打扫完战场后，秦风直接打开背包看了起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系统奖励的竞技礼盒史诗级。竞技礼盒作为特殊的系统奖励，能开出史诗级的竞技物品。当然，这里的竞技物品一般都是在神域之中被各大势力明令禁止的物品，例如沾染邪神之力的道具、血腥的黑暗术法，以及一些特殊的未知上古物品等等。想了想，秦风没有耽误时间，直接选择开启宝箱。下一刻，眼前的礼盒被瞬间开启，一件黑色雕塑模样的物品出现在了秦风面前。雕像呈现出女子哭泣的诡异形状，薄纱倾裹，隐隐约约之间哭泣之声和呢喃的低语在耳边响起，让人不寒而栗。而在秦风看到这件雕塑时，雕塑的属性面板便浮现在了秦风面前。诡异的雕塑，史诗级，等级70，等阶史诗级。效果：1. 神奇，效果向神明献祭纯净的灵魂，可获得神明的祈福。2. 神将，效果向神明献祭纯净的灵魂，可让神明降临为献祭者而战。使用次数10%。介绍：蕴含诡异力量的雕塑。看到眼前的雕塑，秦风顿时皱起眉头，果然是竞技物品。
眼前这雕塑毫无疑问是一件沾染了邪神之力的特殊道具。对于邪恶阵营的存在来说，这件道具就是极品道具。毕竟，只要献祭纯净的灵魂，就可以获得神明的祈福，甚至召唤神明降临为玩家而战。但秦风却知道，类似于这种道具，只要使用，就会被判定为加入邪恶阵营。玩家必须以血腥的屠戮向背后的邪神献出祭品，也就是纯净的灵魂。纯净的灵魂获取方式很多，最简单的自然是虐杀那些手无寸铁的平民，而这显然是手续阵营所不允许的。所以，眼前这件物品对秦风来说很鸡肋，只能看不能用。不过，类似这种雕塑一般都是具有神性物质的，可以在光明教廷等阵营势力之中兑换大量金币或者同级别的特殊物品。再不济，秦风也可以开启国战，在其他大区之中使用。想到这里，秦风暂时将眼前的雕塑收进背包之中。随后，只见其看向了下一件物品：邪神结晶史诗级，等级70，等阶史诗级，效果击杀敌人时，若目标为 NPC 魔物，则将其灵魂存储于邪神结晶之中；若击杀目标为玩家，则吞噬对方部分灵魂，使对方等级5，全属性强制永久负 5%。当前储存灵魂数量34157111000000。介绍：特殊力量构建的血色结晶。看到眼前的邪神结晶，秦风顿时一愣，这件物品可是一件极品，击杀敌人可以储存灵魂，而且击杀目标为玩家时，还能让其等级直接下降5级，并且永久降低 5% 的全属性。这是什么概念？原本秦风击杀玩家只会让对方降个1级，但是在拥有了邪神结晶之后，秦风只要杀了对方，就能让对方降低5级，并且还永久降低对方 5% 的全属性。要知道，等级越高就越难升级，并且玩家的属性基本越到后期就越高，5%的比例砍一刀，可能就能把别人 T1 的强者砍到 T2 序列的队伍之中。当然，这也是一件阴间道具，比较适合放在国战期间用。给东瀛大区的玩家来一波，再给米国大区的玩家来一次，不是美滋滋。不过，秦风看向了邪神结晶之中储存的灵魂数量34157111，看到这些数字，秦风微微皱起眉头。在重生之后，他便意识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神域世界是真实存在的。也就是说，这方世界之中的每一位 NPC 其实都是活生生的人，而眼前的这些数字背后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就在秦风意识到这一点时，一道系统提示顿时弹出：提示，您察觉了无数被封印的灵魂，这些灵魂的哀嚎回荡在耳边，久久不散，所以您决定：1. 解除封印，释放这些被囚禁的灵魂； 2. 置之不理。提示，每个选择都将触发未知机遇任务，请玩家注意。秦风听到这一道系统提示，顿时一愣，他显然没想到，竟然又触发了机遇任务，而且这个机遇任务还是有选择的。秦风看向了眼前的2个选项，一个是解放这些囚禁的灵魂，一个是完全置之不理。而根据秦风的判断，解放灵魂应该是最好的选择，毕竟这个结晶是从邪神投影畸形体身上爆出来的，也就是说，对方绝对是吞噬了无数人类的灵魂，才凝聚出这一枚邪神结晶。若是选择置之不理的话，必然会触发加入邪恶阵营的机遇任务。总之，还是选择解放灵魂最好。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直接选择选项1。在秦风选择成功后，一道金色光芒从天而降，落在了邪神结晶之上。刹那间，无数道灵魂从邪神结晶之中涌出，化作一道道纯净的灵体，消散于空气之中。而在这些灵体之中，秦风感知到了无数目光。不过最终，这些目光随着灵体的消散而回归于虚无之中。金光褪去之时，一道道系统提示顿时弹出：提示，您解放了无数的灵魂，让其能够回归于冥界之中。未知神灵感知到您的善举，为您降下了神之赐福。您获得了生命赐福 buff 永久，效果生命值每秒恢复 10%。提示，因为您的举动 ，NPC 审判骑士凯特对您的好感度提升至 100%。提示，您的声望值加10W。提示，因为您的举动，未知神明对您的好感度提升至 80%。提示，您获得了机遇任务邪神之乱 SSS。听到耳边密密麻麻的系统提示，秦风笑了笑，这一波显然是赚大了。永久的生命赐福 buff 每秒恢复 10% 的血量，单单是这个 buff 就足以压过秦风获得的其他奖励。虽然 10% 看似不多，但这个 buff 可是永久 buff， 哪怕是神灵陨落，这个 buff 也会一直持续。再搭配上一些回血装备和药剂，秦风每秒回血甚至能达到 50% 之多。50%是什么概念？以秦风目前的血量来说，每秒就能恢复接近8亿的血量，这个恢复能力简直堪称恐怖。而除了这个生命赐福 buff 之外，秦风还获得了凯特和未知神明的好感。凯特的好感度对秦风来说不重要，但是一尊神明的好感度可是极为难得的。以秦风目前对这尊神明的好感度来说，他完全有资格成为对方的使徒，掌握神力，行走于世间。但是秦风的目标并非成为他人的附庸，所以成为使徒什么的完全不在秦风的考虑范围之中。想到这里，秦风回过神来，随后将目光放在获得的任务之上：邪神之乱 SSS， 等级 SSS。任务内容：在神域世界之中存在着无数获得邪神力量的使徒，这些使徒收割灵魂，以血腥的献祭获得邪恶的力量，将死亡和绝望散播在大陆之上。而若是放任这些使徒继续收割灵魂，献祭给亚空间的邪神，邪恶的存在将突破现实的壁垒，降临于神域世界。为了阻止邪神们的阴谋，请玩家猎杀邪神使徒，阻止邪恶存在的降临。任务目标：击杀邪神使徒，零无上限。任务奖励：每击杀一名邪神使徒，将获得一份神明的馈赠。
任务实现无上限。介绍：黑暗之中往往潜藏着无数的危机。扫了一眼眼前的任务，秦风便关闭了面板。这个任务最核心的还是他的奖励，只要击杀了邪神使徒，就可以获得神明的馈赠。要知道，哪怕是最弱的神明，其馈赠也不是普通奖励能比的。而且，邪神使徒有强有弱。根据秦风的记忆，在不久后将会有一个版本大事件即将发生。这个版本大事件是一场蔓延至整个神域的恐怖灾祸。而在这次灾祸爆发之时，将会有无数邪神使徒出现在神域大陆各处。届时，就是秦风收割神明馈赠最好的时机。想到这里，秦风关闭了任务面板，随后打开了背包，看向了其他获取到的物品。邪能祭祀法杖，史诗级。看到这个70级的史诗法杖，秦风直接无视。对他来说，凛冬法杖完全吊打了这个法杖，所以这个法杖只适合放在背包里或者拿出去卖。目光掠过法杖，很快便看向了后面一件特殊装备：邪能污染源，史诗级，等级70，等阶史诗级。效果：1. 将此物品放置于背包后，生命值每秒负10000点。2. 将此物品放置于背包后，魔力值每秒负10000点。3. 将此物品放置于背包后，攻击力额外附加 20% 的黑暗属性魔法伤害。4. 将此物品放置于背包后，4周时乘以10范围内的敌人友军单位每秒将会遭受1000点固定黑暗魔法伤害。限制：吞噬的血量和魔力值越多，将会触发污染源阶位等级提升，使其污染属性提高，请玩家注意。介绍：被黑暗邪能污染的特殊原石。看到眼前的特殊装备，秦风笑了笑。这个装备给其他人估计还是真用不上，毕竟每秒损失10000点魔力值和生命值，普通玩家估计是顶不住的。如果是可以主动开启，装备效果还好，其他玩家获得这个装备还能体验一下3秒真男人的快乐。但很可惜，这个装备只要放置于背包之中，就自动生效了。每秒扣除10000点魔力值和生命值，对其他玩家来说基本是扛不住的。不过，对秦风来说却很轻松，毕竟秦风的生命值每秒恢复都不止1万了。而魔力值的话，秦风是全智力加点，魔力值属性早就很高了，加上100%回蓝的药剂 buff 加持，基本也不需要担心。所以，这个特殊装备就很适合秦风。单单是 20% 的暗属性伤害加成，就能让秦风的暗黑魔爆数多 20% 的输出了。再加上范围领域每秒1000点的固定伤害，这件特殊装备的加成还是很香的。想到这里，秦风也没管这件特殊装备，毕竟他只要放置于背包就能自动生效。而接下来，秦风看向了获得的最后2本技能书，2个技能书都是魔法师的技能，所以秦风想都没想便使用了技能书。随着2本技能书化作金色光芒涌入秦风的脑海，2道系统提示顿时在秦风耳边响起。提示：您成功掌握了 LV1 邪恶诅咒，效果：消耗10000点魔力值，对单一目标发动邪恶诅咒，使其全属性下降 15%， 持续10秒，当前技能冷却时间为60秒。提示：您成功掌握了 LV1 死亡凝视技能书，效果：消耗5000点魔力值，对单一目标发动死亡凝视判定，若玩家智力属性大于等于敌人2倍，则判定为死亡凝视成功，对方生命值强制扣除 100%， 其他情况则判定为死亡凝视失败，遭受反噬，生命值负 30%， 当前技能冷却时间为60秒。邪恶诅咒和死亡凝视都是对 BOSS 的神技。第一个死亡凝视技能的效果很明显，就是全属性削弱敌人，对抗 BOSS 的时候，这个技能将会有奇效。毕竟，全属性也代表体质、生命值、防御力这些全部降低，直接见面削一刀，还是以100%的比例削弱，可以说是极品神技了。而除此之外，死亡凝视也是极为强大的技能。这个技能很简单，就是秦风的智力属性大于等于敌人2倍，那就会触发技能效果，直接扣除100%血量，瞬间秒杀。但如果对方智力值大于秦风2倍的智力值，那么他就会遭受技能反噬，血量负 30%。对秦风来说，损失 30% 的生命值不算什么，毕竟每秒的回血就很恐怖了， 30% 的血量损失可能一瞬间就恢复了。所以这个技能的副作用对秦风来说可以直接无视。他现在全智力加点的情况之下，对其他玩家基本可以100%顺秒，哪怕是高出秦风等级不少的 BOSS， 只要等阶不高，秦风感觉都可以秒杀。看完2个技能的效果之后，秦风也算彻底消化完了这一次战役的收益。而这时，他侧过头看向了一旁的凯特。凯特在之前就被他丢出了战场，躺在一旁休息了。而现在，凯特站了起来，手握长枪撑着地面，目光若有所思地审视着秦风。看到对方的目光，秦风从自己背包里拿出了一管药剂，随后直接丢了过去。啪！凯特单手接住药剂，有些疑惑地问道：“给我的？”秦风没有多说什么，扫了一眼眼前的战场，说道：“这里就交给你了，我先撤了。”说完，也不等凯特回话，秦风直接朝着远处的传送阵走去。而凯特凝视着秦风的背影，喊道：“还未知道阁下名讳，可否告知？”秦风没有回应对方，他的背影逐渐消失在凯特的视线之中。看到这一幕，凯特没有多说什么，将目光放在了手中的药剂之上。当他看到这个药剂时，瞬间觉得有些震惊，眼前这药剂竟然是60级的神圣生命药剂。要知道，这类药剂的价格可是天价，哪怕他身为审判圣骑士，也没有那个财力购买这类药剂。而凯特此时只觉得这药剂他根本不配用，那神秘强者不仅救了自己，还给了自己一瓶如此珍贵的药剂，这种恩情他可能此生也无法还清。想到这里，凯特珍重地将这瓶药剂放进了背包之中，随后拿出几瓶普通的回血药剂出来喝了起来。在凯特服用药剂之时，一尊尊强大的圣骑士降临此地，其中20名审判骑士带领着数百名圣骑士将此地彻底包围了起来。
而其中一人看到眼前的战场和重伤的凯特后，便飞快降临到了凯特身旁。凯特，你没事吧？中年男子露出关怀的面容，看向凯特。凯特扫了一眼来人，说道：“布鲁克，你们太慢了，若是等你们来，我早就死在这里了。”听到凯特的吐槽，布鲁克挠了挠头，说道：“我们也没办法，中间遭遇了几头邪神使徒，耽误了点功夫。算了，你那还有圣水药剂吗？我需要净化一下邪神之力的污染。”凯特摇了摇头，说道：“现在去追究对方的问题，显然没必要了。”听到凯特的话，布鲁克松了一口气，从怀中掏出几瓶圣水药剂，递给凯特。在凯特接过药剂后，布鲁克扫了一眼四周，有些疑惑地问道：“这里看上去不像是异神使徒能造成的，发生了什么？”是一个神秘人，他很轻松便将异神使徒杀了，当然顺手救了我。另外，那个被杀的异神使徒就是上次在围剿中逃脱的克莱因。凯特很平静地诉说着。布鲁克和另一名审判骑士对视一眼，两人眼中都有一丝震惊。要知道，克莱因是已经被判定为祭祀成功的神灵载体，这样的存在在死亡之前若是发动神将的话，那么哪怕他们这群审判骑士出手，估计也要覆灭不少人才能将其彻底击杀于此。可现在竟然有人出手，轻松将异神使徒镇压了。想到这里，布鲁克深吸一口气说道：“不管怎么样，结局是好的，那位神秘人为我们解决了异神的载体，也是帮了我们大忙。”凯特点了点头，随后服下圣水，开始净化身上的邪神之力污染。而看到这一幕，布鲁克也没有多说什么，转头开始吩咐手下净化此地的黑暗邪能，并且收集这里的所有物品，以防有被污染的物质流入普通民众之手。在凯特恢复伤势之时，布鲁克和其中一名骑士走到战场的最中心，也就是邪神投影畸形体碎片所在地。看着这满地不可名状的黑色组织碎块，布鲁克脸色阴沉。他扫了一眼身后正在恢复伤势的凯特，冷冷地对着一旁的审判骑士说道：“我要知道那名神秘人是谁。”那名审判骑士隐没于阴影之中，看不清楚他的面容，但是他的声音还是缓缓响了起来：“放心，我稍后便让光明教廷的眼线去查，估计很快便能查到。”听到对方的话，布鲁克看着地上那堆黑色不可名状的组织碎块呢喃道：“真是废物，一个审判骑士都杀不死。”说完，布鲁克侧过头对着那名隐没于阴影之中的审判骑士说道：“凯特必须得死，圣殿试炼马上就要开始了，若是我无法获得圣光洗礼，你们的计划也无法实施。放心，一切都在我们掌控之中，阁下等着好消息便可。”声音缓缓传出，逐渐消散于风中。另一头，秦风直接利用传送阵回到了永恒主城。在击杀了邪神使徒后，秦风的禁绝任务也完成了。可在他抵达主城后，一道世界通告却再次响起。世界通告：进入主城玩家数量已达到 90%， 世界战力排行榜、世界工会排行榜、世界装备排行榜、世界富豪排行榜、世界神宠排行榜、世界坐骑排行榜已开启。所有登顶榜单前100玩家都将获得天道特殊奖励。世界通告连续响了3次，整个神域世界的玩家都被这一波世界通告所吸引。排行榜在所有游戏之中都是各类大佬强者竞争的地方，特别是世界排行榜。此时，所有玩家都打开了世界排行榜看了起来。当他们看到世界排行榜的5个排行榜等级、战力、工会、装备、富豪都被秦风占据的时候，这些玩家都不淡定了。为什么清一色的排行榜第一全是清玄大佬？这也太强了吧！清玄有问题，绝对有问题。他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神器装备？一个人就占据了半个装备排行榜。法克，其他我能理解，这个装备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大佬这么多神器吗？太离谱了吧！这就是大佬吗？八嘎，这个清玄是谁？为什么能有那么多第一？而且他的战力怎么会这么恐怖？直接是第2的几万倍。这个清玄的金币看不到。西巴，清玄绝对是开挂了。严查他，举报举报，楼上举报狗，鉴定完毕。提示：您当前已经登顶世界战力排行榜第一，您获得了特殊奖励：1. 声望值加1000000点；2. 命运轮盘碎片，星号1、3战神 buff， 世界战力第一专属称号，效果：所有攻击自动转化为真实伤害。提示：您当前已经登顶世界工会排行榜第一，您获得了特殊奖励：1. 声望值加1000000点；2. 工会 buff 等级加1； 3. 工会 buff 人口上限加1000000。提示：您当前已经登顶世界装备排行榜第一，您获得了特殊奖励：1. 声望值加10000点；2. 装备完美强化卷轴加12，史诗级，星号1； 3. 装备保护卷轴，史诗级，星号154。提示：您当前已经登顶世界富豪排行榜第一，您获得了特殊奖励：1. 声望值加10000点；2. 聚宝塔，特殊商业道具，星号1； 3. 随机金币礼盒，史诗级，星号10。提示：您的工会人口上限提升至1100W，10倍人口加成增幅。提示：您的工会 buff 等级提升至 LV6。提示：您的基础魔法攻击力提升至40600点。一波直接让秦风获得了一大堆的榜单奖励，而这些奖励基本都是很特殊稀有的，哪怕是对于秦风这种神豪玩家也是增幅很多。奖励的声望秦风并不在意，但是秦风看向获得的战神 buff， 这个 buff 算是世界排行榜第一的核心奖励，可以说只要维持住这个第一，就能一直拥有这个 buff。如果掉下去了，这个 buff 就会一手成为下一个接任第一之人的 buff。而这个 buff 的强势之处在于能将所有的攻击都转化为真实伤害。真实伤害代表什么？代表所有攻击都将无视防御，直接打满伤害。
对方哪怕身穿着一套神装护具，防御叠加到比秦风的伤害还高都没用。在真实伤害面前，秦风能直接无视对方的防御，打出高额的满伤害。当然，秦风现在的防御值也是一样。如果说对方有能打出真实伤害的技能，哪怕秦风的防御属性叠得再高，都能直接无视。不过秦风却丝毫不担心这个，毕竟他的血量可是高达10几亿之多，而且未来还会越来越高。只要将自己的血量叠加到对方打不动的状态，再堆一波百分比回血 buff 和技能，秦风基本可以说是不死之身了。在看完战力排行榜后，秦风又看向了工会排行榜的奖励。工会 buff 等级+1，工会 buff 人口上限+100000，这两个奖励都算很不错的奖励，等级直接+1，让秦风工会的优势再度提升了一波。而且这个奖励是每一期都会结算一次，也就是说，只要秦风占据了工会排行榜第一，他后续就能时不时获得一波工会 buff 加1和人口上限增加的奖励。这对于其他工会来说，无疑是碾压性的优势。只要给秦风时间积累，他的工会哪怕躺平，完全不管不升级，也能靠榜单奖励的 buff 和人口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会。更何况，在游戏中期，各种工会战还会有额外奖励，只要秦风上点心给工会氪金几波，让工会 buff 强化到几百级，不是什么大问题。至于工会人口慢慢发育，保底都是以亿为单位的。除却这些奖励之外，秦风还获得了装备和富豪排行榜的奖励。装备完美强化卷轴+12，史诗级，星号1；装备保护卷轴，史诗级，星号154；聚宝塔，特殊商业道具，星号1；随机金币礼盒，史诗级，星号10。装备排行榜的奖励是极为丰厚的，毕竟秦风占据了半个装备榜单，所以获得了154张装备保护卷轴。这些卷轴可以留着给装备强化用，但是现在秦风并不打算强化，毕竟他身上的神器装备的等级都有些拉了，暂时来说可以先用着，等后续更换装备再用保护卷轴和强化加12卷轴。而除却装备排行榜的奖励之外，秦风最感兴趣的奖励自然是富豪排行榜的奖励。此时秦风直接看向获得的聚宝塔。聚宝塔特殊商业道具，等级1，等阶未知，效果1，将金币存储进入其中，每天将会随机获得1%的收益。2，将其放置于阵营势力的领地核心，将会使阵营势力的金币收益提升20%。3，未解锁，效果3，解锁方式哈德斯的神力结晶，星号1。道具升级方式储存1亿金币。介绍蕴含神力的特殊道具。看到眼前的聚宝塔，秦风顿时笑了起来。这聚宝塔不是最适合他的东西吗？只要将金币存储进入其中，每天将会随机获得1%的收益。这要是能触发天赋的增加防御功能，那可就太 bug 了。除此之外，第二个效果也对秦风极为有用，直接增加阵营势力20%的金币收益。这代表什么？原本工会赚了1金币，直接能变成赚1.2金币，1万就是2000，1亿就是2000万，可以说这加成就很无敌。更何况它还是一个可以解锁新特殊效果的高阶神秘道具，只要收集1枚哈德斯的神力结晶，就可以解锁效果3。而秦风现在所拥有的财力，这种材料哪怕再珍贵，迟早也能找到。当然，哪怕不解锁新的效果，凭借原有的2个加成都已经很强了，何况这还是一个可以提升等级的特殊道具。想到这里，秦风直接看向了升级的条件。道具升级方式储存1亿金币，储存金币就能提升道具等级。秦风想了想，先存个1000亿金币，于是秦风直接选择了储存1000亿。下一刻，金币如同流水一般涌入聚宝塔之中。提示：您在聚宝塔之中储存了1000亿金币。提示：聚宝塔等级提升至 LV2。提示：聚宝塔等级提升至 LV67。提示：当前聚宝塔等级受限于玩家等级，目前等级已无法提高，请玩家提升自身等级。解锁聚宝塔等级上限。提示：金币储存获得6%的收益。提示：阵营势力金币收益提升87%。听到耳边传来的系统提示，秦风直接看向了聚宝塔的加成，金币储存的收益直接提升到了6%，阵营势力的金币收益提升至了87%，两个都提升了不少。当然，最让秦风觉得不错的还是储存收益，要是1000亿金币的收益能获得60亿金币，如果能触发天赋加成，那就能获得60万点防御加成。不过，到底能不能触发，还得等收益结算的时候才能看到。但是，单单是以这个收益来说，秦风觉得似乎能薅一波玩家和 NPC 们的羊毛。聚宝塔的金币存储数量是没有设置上限的，也就是说，秦风完全可以开启类似于银行的特殊机构，利用玩家储存进来的金币赚钱。当然，利息是不可能完全给玩家的，收取点手续费不过分吧？再开个什么保险、贷款等金融业务，不就又一个能为秦风赚钱的机构诞生了吗？秦风觉得，哪怕自己储存金币触发不了天赋加成，但是利用规则去赚玩家和 NPC 的金币，100%能触发天赋的防御加成效果。不过，目前来说还是不着急，因为想要建立这种涉及到财政的特殊机构，是需要议会许可的。而秦风目前哪怕兑换了伯爵爵位，想要影响到议会的决策几乎不可能，所以这件事情可以暂时搁浅到一旁，等时机成熟了再说。升级完聚宝塔之后，秦风直接将聚宝塔放进了背包之中，随后只见其看向了自己获得的金币礼盒。随机金币礼盒，史诗级，等级1，等阶史诗级，效果开启后可随机获得100001000W 数量的金币。看到眼前的金币礼盒，秦风没有犹豫，直接选择开启。下一刻，礼盒被一个个开启，
无数金币涌现。提示：您开启了随机金币礼盒史诗级，获得了 825W 金币。提示：您开启了随机金币礼盒史诗级，获得了 525W 金币。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加成，防御属性提升至30827点。随机金币礼盒开出的金币基本都算是秦风赚的金币，所以直接触发了天赋加成，一波就让秦风的防御属性提升到了30000加。而在开完金币之后，秦风基本就消化完这一波榜单的奖励了。接下来，秦风没有迟疑，直接朝着议会大殿所在奔去。几分钟后，秦风顺利来到了议会。提示：您抵达了议会大殿。看到眼前的提示，秦风抬起头看向了眼前这座华贵的建筑。作为整个永恒帝国的核心，议会坐落于整个永恒主城的最中央。说是议会大殿，其实整个整体却被细分为了多个掌握特殊职能的机构。而秦风要去的，则是其中掌管着爵位的贵族司。作为统管贵族的核心机构，贵族司的权力极大，是由议会内阁直接管理的机构之一，专职为各种获取到爵位的贵族进行赏罚。当然，封爵这件事也在贵族司的权限之内。秦风来这里主要为的就是兑换一个伯爵爵位，从而解锁自己购买的土地。意识到这一点，秦风直接朝着眼前的议会大殿内走去。可刚走到门口，秦风便被几名护卫拦住了。此乃议会大殿，阁下有何事？其中一名护卫盯着秦风，平静地问道。秦风缓缓开口说道：我需前往贵族司兑换爵位。兑换爵位？护卫瞳孔收缩，连忙躬身对着秦风说道：可否知道大人姓名，在下也好前往贵族司确认贡献值数额。清玄。秦风平静地说道。神域世界内部自有一套运转的规则， NPC 是能借助一些特殊道具知道玩家具备的贡献值的，所以只需要告诉名字，然后去通报一声，秦风便可以前往贵族司进行封爵了。此时在听到秦风的名字后，护卫便转身快步朝着贵族司奔去。对待即将封爵的大人物，这些护卫岂敢怠慢？所以接下来只是过了短短几分钟，护卫便领着一位身穿着黑色长袍的老者走了过来。老者在见到秦风之后，便将手中的一枚令牌递给秦风，恭恭敬敬地对着秦风说道：清玄阁下，您的贡献值可被封为伯爵，此乃伯爵令牌，持此令牌将收到永恒帝国国运庇护，拥有各项贵族特权。提示：是否消耗 100W 贡献值兑换伯爵爵位？是否？看到眼前的选择，秦风毫不犹豫伸出手将伯爵令牌接了过来。而在秦风接过令牌的瞬间，一道巨大的光柱瞬间冲天而起，世界通告再次响彻了整个神域世界。世界通告：恭喜玩家清玄华夏大区成功晋升为永恒帝国伯爵，作为第一个封爵之玩家，特别奖励玩家声望值加30W。听到这一道系统提示，所有玩家再度被震惊到了。这是什么？直接晋升伯爵了？这爵位是干啥的？有啥用吗？伯爵爵位？我今天刚去接了一个伯爵的任务，人家那伯爵简直和普通 NPC 不是一类人。作为贵族，不仅能获得分配的领地，还能获得帝国给予的特权。那个可嗨，是贵族的话，是不是领地里的少女都是贵族所有？是贵族就可以购买奴隶了，而且在主城内杀人好像也可以花费金币消除罪恶值，还有就是能接触到一些特殊的任务，以及一些特定的贵族 NPC， 我感觉挺牛的。清玄大佬 YYDS， 伯爵算什么？在我高丽大区，迟早能出现伯爵，而且肯定比华夏多。楼上西巴，你在酸什么呀？秦风获取爵位后引起了不小的波澜，毕竟爵位这种东西可是现阶段玩家基本接触不到的，想要兑换爵位就必须要做帝国贡献值的任务，而帝国贡献值的任务都是需要一定声望门槛才能接取的，哪怕不需要声望门槛，也是有一些其他的限制。总之，其他玩家想要兑换爵位，估计还得很久很久。此时，在秦风获取到爵位之后，一道道系统提示也在其耳边响了起来。提示：您获得了伯爵爵位，您的土地全部生效，请将土地绑定阵营势力主体，否则土地将全部设定为个人持有土地。提示：您获得了伯爵爵位，开启爵位功能面板。提示：您开启了土地面板。提示：您麾下的清玄公会将享受您爵位的庇护，公会人口提升至2100W 人，公会新增特殊 buff LV7 经验 buff 效果，获取经验额外提升 7%。听到耳边的提示，秦风顿时笑了笑。在获取到爵位之后，秦风的清玄公会也成为了获得贵族庇护的公会，这才是秦风必须要获取爵位的原因。神域世界之中的确存在着巨大的阶级壁垒，在各大阵营势力之中，想要发展壮大，则必须要拥有贵族在其中提供庇护。当然，单一拥有贵族作为背后的靠山当然不够，还需要有足够的强者，比如坐镇于永恒商会的数尊半神，以及各大主城之中的神明等等。而秦风现在获取到了伯爵爵位，也算是成功踏出了第一步。接下来，秦风直接打开了土地面板，在解锁了土地之后，秦风直接将这些土地全部绑定到了清玄公会之上。提示：所有土地都已绑定至清玄公会。听到这一道系统提示，秦风松了一口气。他虽然是伯爵，但是这些土地想要一直拥有，还是得挂在阵营势力名下，不然的话，每个月都需要缴纳巨额的费用给永恒帝国。而挂在清玄公会名下，直接能免除了这些费用，还是挺不错的。在绑定好土地之后，秦风抬起头看向了眼前的老者，随后只见秦风拱手说道：多谢。老者笑了笑说道：应该是我要谢阁下才对，若无阁下出手，那名邪神使徒恐怕还肆虐于永恒帝国境内，侥幸罢了。说完这句，秦风笑着拱手说道：既已获得爵位，在下便不打扰阁下了。
老者点了点头说道：“大人慢走。”随后，秦风直接选择了离开此地。而在两人身旁的护卫们都震惊了，他们刚才听到了什么？眼前这个看上去极为俊秀的青年，竟然能击杀一名邪神使徒！要知道，他们这些护卫哪怕实力极强，但是对上邪神使徒，也不能说100%能赢过对方。可秦风却击杀了邪神使徒，此人绝对是强者中的强者，没跑了。而就在众多护卫的震惊之中，老者收回笑容，面无表情地瞥了四周几名护卫一眼，随后便快速朝着议会大殿内走去。另一头，野外一处黑色的平原之上，一名 ID 为玉罗殿下的萝莉玩家挥动法杖，几头血色巨狼便被召唤了出来，飞速扑向不远处的蛮牛。而就在他猎杀着蛮牛时，一道系统提示顿时响起。工会提示：清玄工会收到伯爵庇护，新增特殊 LV7 经验 buff 效果，获取经验额外提升 7%。听到这一道系统提示，玉罗殿下顿时一愣，这又增加了一个 buff。清玄工会的4个 buff 本身就极为强势，这又增加一个 buff， 而且还是对玩家影响极大的经验加成 buff， 可以说对工会玩家来说绝对是一件极好的事情。7%的加成，升级效率又能快不少。只不过清玄那怪物到底是怎么升级的？他为什么能升得那么快？玉罗殿下有些闷闷不乐地嘀咕道。要知道，召唤师刷怪的速度是很恐怖的，而且玉罗殿下不仅天赋是极强的 SS 级召唤天赋，还转职了召唤师的隐藏职业。可就是这种情况下，升级速度还是慢于秦风。在他看来，秦风简直就是怪物。不过，哪怕是无法追赶，也要稳住现在的位置。作为华夏大区等级排行榜第2的存在，他必须要维持住自己的位置，不让其他人超越。深吸一口气，玉罗殿下也没关注这个 buff 了，再次进入了疯狂刷级状态之中。而类似玉罗殿下这样的情况，发生在华夏大陆的各处，基本上只要是清玄工会的玩家，都发现了经验加成 buff。这一波加成也算是让清玄工会的玩家再次拉开了和其他玩家之间的差距。而秦风在获取到了伯爵爵位之后，便很快回到了工会之中。可就在秦风刚抵达工会时，数道世界通告再次响起。世界通告：玩家陈功，华夏圣光主城，成功建立圣者工会，白银级。作为第2个建立工会的玩家，工会人数上限正300%，工会会长等级提升2级。世界通告：玩家北川美子，东瀛德川主城，成功建立黑暗武士工会，黑铁级。作为第3个建立工会的玩家，工会人数上限正100%。在世界通告响起的瞬间，整个世界频道都炸锅了。华夏 YYDS 第2个工会也在华夏大区。无敌，芜湖，我米国的强者在做什么？别人第2个工会都出来了，你们能不能争口气？八嘎，华夏人窃夺了我们第2工会的奖励，该死！华夏人是我东瀛必胜大敌，等国战开启，务必要和华夏人血战到底。楼上怎么回事啊？急眼了！第3就第3，等国战开启，华夏第1个干飞你东瀛，等着吧！我现在开始期待国战了。清玄大佬，啥时候能开一波国战？让我们教育一下东瀛的玩家。清玄大佬，开国战！秦风听到世界通告后，顿时皱起眉头，因为根据他的记忆，这些工会的创建事件应该不是现在，难道是自己重生后引发了蝴蝶效应？想到这里，秦风摇了摇头。不管怎么样也好，这些工会对他根本造成不了威胁。他倒是希望其他工会能够争口气，抓紧变强。这样的话，以后等自己开启工会战时，也能够一波收割对方。不过，秦风将目光放在北川美子身上，这个家伙倒是让秦风有些意外。不仅通关了副本秘境，还开启了工会，他的运气和实力不可小觑。可惜现在国战还未开启，要不然就可以使用工会战争令，直接开启跨国工会战，把这个工会灭了。摇了摇头，秦风将思绪从工会之中转移。此时，秦风已经抵达了自己的工会领地。在抵达工会之后，他便第一时间点开了工会招募面板。秦风的工会人数上限在扩大之后，他也没有招募玩家。现在是时候招募一波新鲜血液了。不过，招募的人主要还是之前申请工会那一批玩家。此时，秦风直接拉出申请加入的列表，选中其中等级最高的那批玩家。随后，秦风直接选择了招募。下一刻，无数同意加入工会的提示浮现在了不少玩家面前。而这一刻，这些加入工会的玩家都纷纷激动了起来。卧槽，我加入了清玄工会！天哪，太无敌了吧！还好我没加入圣者工会，刚收到圣者工会的招募提示，我直接就拒绝了。毕竟我的心里只有清玄大佬。我他妈狗逼圣者工会，气死我了！害我不能加入清玄工会，太他妈恶心了！无语，我直接裂开啊！我刚加入圣者工会就收到了提示，因为我加入了其他工会，所以无法加入清玄工会，错失良机啊！我他妈裂开！兄弟们别伤心，圣者工会也挺好的。呜，我的眼泪不争气的流了下来。哈哈哈，还好老子没去什么圣者工会，要不然这一波绝必血亏。爽啊！清玄工会的加成 buff 简直太香了，这一波加成直接飞天。芜湖，有人欢喜有人愁。在圣者工会建立之中，作为华夏第2工会，自然是能招募玩家的。只不过这一波招募的玩家基本都对圣者工会怨气满满，毕竟谁愿意为了去一个普通的白银级工会而放弃神级工会的招揽呢？此时 ID 位成功的玩家看着自己工会内疯狂怒骂着自己的玩家，只觉得脸色一片铁青。作为现实世界的顶级财阀，他何曾受过这气？玩个游戏还被这么多人开喷，简直是太恶心人了。
想到这里，陈宫冷冷地看着排行榜上的清玄公会，咬着牙说道：“清玄公会，很好，很好，我倒是要看看你这神级公会有多强。”说完，只见其对着一旁的手下说道：“立刻给我收购大量金币。”是。手下答应一声，便直接退了下去。而这时，陈宫看着公会里一群傻逼玩家，深吸一口气，没有选择踢这些玩家。毕竟，这些玩家在他眼里只不过是可以利用的工具。他招募玩家的筛选标准和秦风一样，都是等级最高那批。现在更换掉这些玩家，显然只能替换上一些普通玩家，所以留着这些玩家才是最明智的选择。不过就在这时，一道道系统提示顿时弹了出来。公会提示：玩家青灵退出公会。公会提示：玩家茉莉花退出公会。公会提示：玩家白者退出公会。清一色的退出公会提示让陈宫有些怒火中烧。老子特么的都愿意容忍你们了，你们竟然给我退公会！而就在短短几分钟时间，整个公会玩家少了2/3。不得不说，加入陈宫公会的基本都是等级不差的，其中大多数人在看到清玄公会有加入机会之时，自然是愿意暂时放弃公会 buff 加成，等一波机会的。白银级公会与神级公会相比，还是差距太大了，两者之间是个傻子都知道选神级公会，而那些留下的则是知道清玄公会短期内应该不会招人了，不如先摊一波胜者公会的 buff 加成再说。可以说，此时的华夏之中就剩下2种公会，一种是清玄公会，其他公会都可以沦为另一种公会，而清玄公会完全是碾压其他公会的存在，若非公会人口上限不够，甚至能瞬间招揽下华夏大区90%的玩家。就在陈宫愤怒不已之时，秦风的招募就显得很顺利。在第一批招募没招满人数后，秦风便开始了第二波招募，2次招募直接将公会的人数招募到了上限，也就是2100W 人。这个人数基本上已经囊括了玩家中的 T0 到 T1 序列的所有强者，当然也有一些漏网之鱼。不过人对秦风来说都不重要，他都掌握了最顶尖的那批强者了，其他公会拿什么和他竞争？此时，秦风打开公会，扫了一眼公会成员等级：威震天黄金级，玉罗殿下白银级，冷月白银级。公会成员等级是以降序的方式呈现的，所以前面的全部都是公会贡献值最高的那批玩家。当然，威震天的贡献值基本上都是秦风发布的那个收集任务所获得的，所以他很轻松就达到了黄金级成员。不过，玉罗殿下和冷月这2个人全都是做公会任务才提升上来的。而此时，秦风直接将目光落在玉罗殿下的身上，他有些没想到，这个家伙竟然会加入到自己的公会之中。根据他的记忆，这个玉罗殿下可是顶尖召唤师强者，在前世之中，他可是一人就可以媲美一个军团的存在，只要给他时间，完全可以拉起一支堪比亡灵天灾的召唤军团。只不过，这位顶尖的召唤师强者在开启神路凝聚神力时，却遭遇了无数半神强者的狙击，最后只能停留在半神层次。秦风以前不懂为何他会遭受其他半神强者的狙击，但是现在他懂了。因为这个玉罗殿下的潜力太可怕了，他在半神时期便能召唤半神级别的召唤物，若是开启神路凝聚神力，成为神明，那他岂不是能召唤出神明级别的召唤物？届时，普通的神明强者在其面前只能被碾压。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的天赋极为可怕。据秦风推测，一旦给他成为了神明，他将能够召唤出多个神明召唤物。当然，召唤师还是有其致命缺点的，那就是害怕近身攻击，一旦被同级别强者近身刺杀，基本很难存活。想到这些，秦风沉思了片刻，觉得可以扶持一下这个玉罗殿下，毕竟对抗那些即将降临蓝星的无尽魔物，召唤师显然是不可缺少的核心战力。而除了他之外，冷月和威震天都可以扶持一下。威震天作为最顶尖的骑士职业玩家之一，潜力极大，若能扶持一下，或许能够突破前世的高度，成为当之无愧的 T0 级别骑士强者。至于冷月，作为半神级别的战士玩家，他在魔物降临之时便为了守护北海市而陨落了。单单以其守护人类的这份心思，秦风觉得哪怕他的潜力差了点，也是可以培养一波的。半神级别强者培养一下，成为个普通神明应该也不难。沉思了片刻，秦风继续往下看：巫师白银级，影之主白银级，万剑归宗白银级，江笑白白银级。扫了一眼前10的白银级成员，秦风发现基本都是一些前世的顶尖强者，其中不乏开启神路凝聚神力的存在。当然，现在的他们也只是普通的玩家，还处于积累实力的阶段。看完这些玩家之后，秦风准备发放一波贡献值奖励。毕竟作为公会的会长，想要让玩家们为公会奋斗，自然是要发放一些特殊奖励的，而这些奖励也可以顺带着强化玩家们的实力，简直堪称两全其美。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直接走向了公会传送阵。打开传送阵后，一道道选项顿时弹了出来。公会传送阵：1. 北城门，消耗1万金币开启，后续每使用一次消耗1金币传送费，传送费扣除成本 0.5 金币后为公会纯利润。5. 永恒商会，消耗1万金币开启，后续每使用一次消耗1金币传送费，传送费扣除成本 0.5 金币后为公会纯利润。看到公会传送阵，秦风有些意外，他原本以为传送阵都是全部开启的，没想到竟然还要氪金开启，而且这传送阵开启后还能赚金币。看到这里，秦风没有半点犹豫，直接开始氪金开启。下一刻，提示：您消耗了1万金币，开启了北城门传送节点。提示：您消耗了1万金币，开启了北城门传送节点。
提示：您消耗了1万金币，开启了北城门传送节点。秦风一口气将所有传送点全部点满，而在点满传送节点之后，秦风的生命值也获得了细微的增长。提示：您的生命值属性提升至15.6985.6250点。秦风也没管生命属性的增长，在建立好传送阵后，秦风便点开传送阵，选定永恒商会，直接选择了传送。下一刻，一道白光一闪而过，秦风的身影瞬间出现在了永恒商会之中。在秦风抵达此地后，永恒商会内部顿时察觉到了秦风的到来，伯爵的爵位特权开始生效。只是短短几秒，一道道法阵瞬间在秦风面前浮现。这些法阵在闪烁了片刻后，便有几名身穿着金色长袍的女子从中走出，而为首之人则是之前的少女希维尔。尊敬的伯爵大人，欢迎您降临永恒商会，我叫希维尔，阁下有什么需要可以跟我说。希维尔一脸小心翼翼地盯着秦风说道。在上一次见到秦风的时候，秦风还未获取爵位，但是秦风的财力也给了他极大的震撼。而这一次相见，秦风已然是一位伯爵了。作为永恒商会内最普通的一名员工，希维尔本没有资格接待秦风这样尊贵的伯爵，但由于上一次秦风是由希维尔接待，所以这一次商会会长特意让他来接待秦风，并且还特意交代了一项任务给他，而若是完成了那项任务，他将会获得无法想象的好处。此时秦风扫了一眼希维尔说道：我需要购买一些装备。听到秦风的话，希维尔直接对着秦风说道：大人请随我来。秦风没有意外，直接跟着他走到了密室之内。而在抵达密室内后，一旁的几名侍女便开始为秦风准备茶点，侍奉一旁，随时等待秦风的命令。当然，若是秦风愿意的话，这些侍女也可以成为他的奴隶，任其宰割。对于永恒商会来说，如何讨好贵族已经是必修课了。不过秦风对这些面容娇艳的侍女显然不感兴趣。在来到此地后，秦风便坐了下来，而希维尔则捧着一本金色的法典放在了秦风面前说道：这是商品秘典，其中已经解锁了贵族专属购买页面，大人可以从其中购买任何物品。听到希维尔的话，秦风接过商品秘典。在成为贵族后，玩家是拥有极高的特权的，眼前的商品秘典就是特权之一。而若是用通俗的话语来解释，这就是 VIP 商城，其中出售的基本上都是极为珍贵的特殊物品。没有成为贵族的话，除非运气爆炸，否则哪怕你有这个财力物力，也是无法购买的。想到这里，秦风直接打开商品秘典看了起来。商品秘典：1. 装备， 2. 武器， 3. 道具， 4. 技能书， 5. 宠物， 6. 特殊物品， 7. 贵族专属。和普通的商城没什么区别，但是多了一个贵族专属。想都没想，秦风直接点开贵族专属页面。而这时，秦风打开面板后发现，其中最低级的都是传说级的装备，并且装备的属性都不差。扫了一眼，秦风直接开始购买物品。秦风来永恒商会主要是为工会成员购买奖励物品的，只是花费了几分钟，秦风便选定好了适合工会前10各个成员的专属套装和武器首饰等物品。而在选定好这些后，秦风又开始看起了工会升级所需的材料。神选之结晶200个，元素之石，进阶之源也是200个。秦风很快便将工会升级所需的材料也选定了。而在选定好了这些材料后，秦风直接对着一旁的希维尔说道：就这些了。听到秦风的话，希维尔点了点头说道：阁下只需要直接支付金币便可以获得商品了。提示：是否消耗3亿金币购买当前所有选定物品？是否？看到眼前弹出的选项，秦风毫不犹豫选择了购买。下一刻，提示：您的生命值属性提升至18.4455.6660点，瞬间提升了3亿多的属性。而在这时，一道系统提示也顿时弹了出来。提示：您的工会晋级任务已完成，是否提交？是否？看到眼前的又一个选项，秦风毫不犹豫选择了提交。下一刻，一道金色光柱冲天而起，工会等级提升的弹窗顿时浮现在所有清玄工会玩家眼前。工会提示：工会等级已提升，当前工会等级为 LV10。工会提示：工会 buff 等级，工会人口上限已提升。此时，所有清玄工会的玩家身上的 buff 都获得了强化。这一波强化对于玩家来说都是极为恐怖的，毕竟清玄工会这一次晋级可是从1级提升到了10级。无数玩家在工会等级提升之后，都纷纷在世界频道之中开始刷屏。我的天啊，工会等级这一波提升，我直接起飞！这4维属性加成，还有基础攻击力加成，简直太牛逼了吧！比我本身的伤害还高了。这就是神级工会吗？芜湖，无敌啊！感谢清玄大佬，大佬 YYDS。对了，兄弟们准备一下，工会人口上限又提升了，想加入工会的玩家要注意啊，别加入其他工会了，要不然得不偿失。兄弟们冲！清玄工会我来了，清玄大佬加我，我要为清玄工会发光发热。我他妈原本在刷怪，几个技能才能干死这个怪物，工会提升一波等级，我一个技能就把怪物秒了。这是什么神仙工会？这也太香了吧！我爱死这个工会了，清玄工会就是我的家，太香了！跟着清玄混，一天吃9顿，美滋滋啊美滋滋！加入圣者工会的肠子都悔青了。此时，圣者工会之中，陈宫看着密密麻麻弹出的退出工会提示，有些懵逼。发生了什么事？这些家伙为什么都退出工会了？陈宫有些愤怒的大吼道。一旁的手下听到自己老板的话，顿时提醒道：老板，你看看世界频道。听到手下的话，陈宫连忙打开世界频道。
可当他看到是因为清玄工会时，瞬间怒火更盛了。他没想到又是因为这个清玄工会。可以说，清玄工会此时已经成为了他不得不面对的敌人。要想招募到玩家发展工会，则必须要和秦风竞争。只不过目前来看，他所依仗的优势在秦风面前根本不值一提。毕竟作为建立工会的玩家来说，他显然知道升级工会所需要消耗的金币数量是多少，普通玩家根本无法承担工会升级所需的资源。可以说，这就是一场神豪之间的游戏。秦风能建立神级工会可能是运气使然，但是他能升级工会绝对是不逊色于他的神豪。李治在告诫陈宫，最好不要与这样的人为敌。就在这时，一旁的手下走了过来，对着陈宫说道：“老板，目前收购金币的业务正在进行之中，目前已收购到一批金币，是否要用于收购工会等阶提升所需材料？”听到手下的话，陈宫深吸一口气，点了点头，说道：“收购吧，另外再请一批代练，我要尽快升级。”是。手下点了点头，很快便开始安排去了。在手下离开之后，陈宫深吸一口气，目光缓缓平静了下来。他沉思了片刻，还是选择发了一个好友申请给秦风。而在发完好友申请后，他便直接朝着工会外走去。现在他已经不想管这个破工会了，先升级再说。另一头，在将工会等级提升之后，秦风的工会人口上限直接提升到了3100W 人，再次提升了1000W 人的上限。而此时，秦风没有耽误时间，直接选择了招募玩家。再次招募玩家就显得极为顺利了。只是短短1分钟，工会玩家直接满人了。而在招募完这批玩家之后，秦风直接打开了工会成员面板。随后，只见秦风直接选定贡献值前100名的玩家，直接发放奖励。下一刻，一道道工会通告顿时响起。工会通告：为了感谢玩家们对工会做出的卓越贡献，清玄会长对贡献值排名前10的玩家发放了特殊奖励。第1名威震天，获得奖励110W 金币，2骑士武器装备5件套，首饰3件套，史诗级。第2名玉罗殿下，获得奖励1万金币，2召唤师武器装备5件套，首饰3件套，传说级。第1名冷月，获得奖励1000金币，2战士武器装备5件套，首饰3件套，传说级，紫金级。一次性发放了前100名的奖励。可以说，这一次秦风几乎把前世的顶尖强者全部都扶持了一波。这些发放的装备套装加上金币，基本都不算差。要知道，现在除却一些神豪玩家之外，普通的玩家可能就那么几件黄金级的装备。而秦风发放奖励，除却了金币奖励之外，还有套装奖励，最差的都是一套白银级套装，而且是完全符合他们自身职业的。此时，在秦风发放完工会贡献值奖励后，整个工会的玩家再次锅了。感谢清玄大佬，烈焰骑士5件套护具宝箱，黄金级；烈焰骑士3件套首饰宝箱，黄金级；烈焰骑士长剑，黄金级。兄弟们发出来，让你们眼馋一下，哈哈哈，太爽了！有了这套装备，我直接起飞。再加上刚升级的工会 buff， 芜湖无敌，太香了吧！我干，这奖励保底都是白银级装备，一次发了100套，清玄大佬才是真神豪。这就是清玄大佬吗？神豪之中的神豪，无敌啊！这100套装备起码要几千万金币吧？太牛逼了！日常羡慕大佬们，可嗨嗨，侥幸进入工会贡献值榜单前10，这不就一波肥了吗？美滋滋啊，兄弟们！羡慕前3的几个大佬，特别是第1的这个威震天大佬也太顶了吧！一套史诗级套装是真几把香啊！我要是他该多好！别说了，现在就去做工会贡献值任务，兄弟们都别拦着我！在玩家们震惊之时，威震天也陷入了惊喜万分的状态之中。他看着自己获得的一整套史诗级骑士装备和武器，有些不敢置信。而且这一次他还获得了10W 金币的奖励。10W 金币是什么概念？哪怕是金币对华夏币的兑率跌了很多，现在依旧能换个几百上千万华夏币。可想而知，秦风的这波奖励对他意味着什么。可以说，这一波奖励足以让威震天为清玄卖命。想都没想，威震天直接打开好友列表，对着秦风发了一大堆话过去。另一头，玉罗殿下也是一阵茫然。他没想到自己随便做工会任务，刷了几波贡献值，竟然给自己刷出了一套传说级套装，而且这一套传说级套装还是极为契合他的召唤师套装，配合上他现在的天赋和工会的 buff 加成，刷怪效率跟之前比提升个10几倍不成问题。意识到这一点，玉罗殿下只觉得清玄真不错。于是乎，他直接打开工会频道，将自己的装备发了出去，并且艾特清玄，附赠上了感谢之言。当然，除了威震天和玉罗殿下，冷月也是一样，在获得了秦风的馈赠之后，也在工会频道发了一波感谢的话。可以说，秦风这一波直接让不少玩家都对其好感飙升。当然，作用不仅限于此，现在整个工会之中的玩家都开始疯狂刷起了贡献值任务。毕竟，虽然他们现在没有获得奖励，但是下一次等他们的工会贡献值刷到前10了，自然能够获得清玄大佬的奖励。在之前可是有不少玩家在忙着升级，没有做工会任务，而现在却完全不一样了。接下来将会是无数玩家共同竞争。可以预料的是，工会任务将会有点不够了。秦风在发放完奖励之后，便看到了数道提示。提示：您的生命值属性提升至1854555660点。提示：您的基础魔法攻击力提升至41950点。提示：您收到了好友威震天的消息。秦风无视了其他提示，将目光放在了好友消息之上。看到发消息的是威震天后，秦风只是简单的扫了一眼，便直接回复了一句加油。对于他来说，威震天是值得培养的。
当然，这也是为了后续的魔物降临做布局。再说了，出来混还是要有势力背景的，整天靠自己解决问题，多少显得有些廉价。作为神豪，怎么可能没有一些神级打手呢？只不过这工会内的神级打手好像有一点多。秦风摇了摇头，很快便看向了刚获得的新的工会等级提升任务。工会等级提升任务，等级 SSS。任务目标： 1. 工会内拥有一座神级建筑01。2. 与一个不低于传说级的阵营势力缔结合作关系01。3. 进阶支援神级，星号400 0200。4. 金币星号5000W 0500W。任务奖励：工会 buff 等级提升，工会人口提升。新的进阶任务难度又提升了不少。工会内要拥有一座神级建筑，神级建筑可是需要工会建筑图纸才能建造得出来的，并且除了建筑之外，还需要工会与一个不低于传说级的阵营势力缔结合作关系，这也是极难的。毕竟传说级的阵营势力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想和对方缔结合作关系，首先就要刷一个特殊的东西，那就是阵营好感度。阵营好感度达到了 80%， 才拥有能够初步缔结合作关系的基础。当然，只是有基础，到底能不能合作，还要看阵营势力的领袖。不过，秦风在获取爵位之后，合作的限制也会降低。毕竟贵族阶层的势力合作，只要利益相关联，双方都有好处就足够了。而这就是秦风之所有先去获取爵位的原因。爵位的影响在方方面面，若没有爵位，对玩家的限制是极大的。秦风沉思了片刻，随后直接关闭了任务面板。随后，秦风再次打开了商品密点，看向了贵族专属的商品。秦风的目光直接看向了工会建筑图纸。可在扫了一波之后，秦风发现工会建筑图纸的确是有，但是等阶基本都是传说级和史诗级的。神级的工会建筑图纸应该属于战略级的特殊物品，极度稀有，所以哪怕是 VIP 商城也没有这种物品出售。意识到这一点，秦风叹了一口气，关闭了商品密点。而在这时，希维尔走了过来，有些紧张地对秦风说道：“清玄大人，永恒商会希望与阁下的清玄工会缔结合作关系，不知阁下是否愿意？”听到希维尔的话，秦风有些迷茫。永恒商会作为背靠议会的特殊存在，其背后的能量是惊人的。和其缔结合作关系后，便能对接工会渠道，用低廉的价格采购玩家装备、药剂、神宠、各类道具等。不仅如此，甚至还能获取到各种无法购买的限制物品，例如工会晋级所需的材料、国战时期的战争机械、特殊的高阶神器等等等等。当然，合作也是有限制的，比如作为合作方，秦风的阵营势力肯定要协助对方做一些事情，当然都会以委托任务的形式交由工会，而这对于秦风来说反而是好事。虽然他让威震天去永恒主城内收集任务了，但是普通玩家除非运气逆天，否则能接到的都是基础任务。想要接取到大型阵营势力的任务，都是有很高要求的。以玩家目前的水平，估计最基础的大型阵营任务都做不了。可以说，秦风和永恒商会先缔结合作关系，不仅能完成工会晋级任务的目标，还可以获得一个强大的助力，可谓两全其美。意识到这一点，秦风直接对着眼前的希维尔说道：“永恒商会愿意多一位合作阵营势力。”希维尔沉思片刻说道：“自然愿意。”秦风笑了笑说道：“那就签署合作契约吧。清玄工会很乐意多一个强大的盟友。”话音落地，一道白光瞬间涌现，逐渐形成一个人形态的老者模样。老者在出现之后，便笑眯眯地看向了秦风说道：“吾乃永恒商会现任会长，阁下可以叫我卡特。”卡特会长。秦风瞳孔一阵收缩，这位存在对于秦风来说可不陌生，一位货真价实的半神强者。如果秦风的记忆没出错的话，不久之后，这位阁下应该会进入了议会之中任职，成为统管永恒帝国财政的总管。这样的存在绝非一般人，而秦风判断邀请自己缔结合作之人应该也是对方。意识到这一点，秦风拱手笑着叫道：“卡特会长阁下。”卡特会长扫了秦风一眼，便看出了秦风身上蕴含的可怕生命力。这一刻，他才发现自己的眼光还是短浅了。原本他以为秦风只是一个潜力稍强的新星，拥有足够与其交好的资格，但是现在见到秦风之后，他改变主意了。因为眼前的秦风，在他看来，未来成就绝对不低于自己，甚至有机会开启神路，凝聚神力。意识到这一点，卡特缓缓开口说道：“清玄工会最近在永恒主城内可是极为有名，其中的艺人效率极高，只要被他们接取到的雇佣任务，几乎都是完美完成，这是你的优势。只不过艺人的实力太差，这是缺点。而永恒商会显然是有能力去辅助阁下，快速壮大你麾下那些艺人的实力。若是能和永恒商会合作，清玄工会必将更上一层楼，当然，永恒商会也会如此。”秦风平静地开口说道。听到秦风的话，卡特点了点头，没有否认。下一刻，只见其一挥手，一个早已成型的合作契约符现在了秦风面前。看看吧，卡特会长瞥了一样秦风说道。在契约出现之后，秦风便将目光投在了上面。合作契约，秦风前世见过不少，基本都是互相建立一个成熟的合作渠道，并且在某方面上能够达成互补。永恒商会算是很成熟的阵营势力了，其麾下合作的阵营势力不少。不过，让秦风有些意外的是，这一次缔结的合作契约，永恒商会简直是以最高标准来缔结的。不仅让工会成员享受商会8折的购物优惠，还会在工会内部建立一个对接的商城。除此之外，永恒商会还会对清玄工会提供无息贷款，只要工会需要钱，1亿金币内管够，超过1亿就正常按最低利息的贷款计算。
当然，这些东西都不是无偿的，工会需要协助商会完成一些特定的雇佣任务，并且这些雇佣任务的难度都不低。除此之外，永恒商会还会有一些对外的特殊任务，也会对接至工会之中，让工会玩家前往处理。并且永恒商会若是要对其他阵营势力开战，清玄工会必须以合作者的身份参战，协助永恒商会完成战役。当然，战役这种东西基本是很少的，毕竟永恒商会背靠的可是议会，除非同级别的阵营势力，否则还真没几个能扛得住永恒商会一轮针对。看完整个合作契约的内容，秦风毫不犹豫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一旁的卡特看到这一幕，欣慰地笑了笑，说道：“阁下真是聪明人。”夸奖了一句后，卡特也上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自此，契约便顺利缔结成功了。而在契约缔结成功的瞬间，清玄工会内的玩家都收到了一道工会提示。工会提示：清玄工会已与永恒商会缔结合作，工会玩家前往永恒商会购买物品将享受8折优惠。请所有玩家注意，工会提示：清玄工会内部新增永恒商城面板，所有玩家在其中购买物品可享受8折优惠。工会提示：清玄工会新增大量工会任务，请玩家注意。3道工会提示响起，所有玩家再次炸锅了。永恒商会购物8折，这他妈跟不要钱有什么区别？太香了吧！老子刚在永恒商会买完东西，太难了，这一波直接血亏啊！哭死！兄弟们，这一波只能说清玄工会真香，8折购物，这嘎嘎省钱啊，简直太爽了！哈哈哈，清玄大佬这几波操作真的是环环相扣，我刚加入永恒商会就享受到了一堆福利，真的无敌！而且这些福利竟然是免费的，太强了！感恩清玄大佬牛逼！别说了，真的牛逼啊！各种 buff 加成就算了，还有购物8折、贡献值、钱百，还有专属装备发放，这也太香了！我看谁还不加入清玄工会？几乎所有清玄工会内的玩家这一波都起飞了，购物8折可是实打实的为玩家省钱，日积月累之下，足以和其他玩家拉开大量的差距。而此时，大量的永恒商会雇佣任务也更新到了工会任务之中，不少玩家都注意到了这些任务。当然，这些任务的难度也高，奖励更是极为丰厚，不单单有大量经验值和贡献值，还有不少金币、各类物品、道具奖励。看到这些任务之后，工会玩家基本已经不打算出去外面接其他任务了，就单工会的任务都做不完了，还去做其他任务，简直是想太多。在不少玩家接取任务开做的时候，秦风则离开了永恒商会。在缔结了合作契约之后，一切事宜基本上都已经交接完毕。当然，接下来合作关系也是需要维系的，而这个就要看工会玩家能不能完成永恒商会的任务了。至于秦风，当然是先升一波级，尽快到100级再说。而此时，秦风直接打开了秘境副本面板，选择了结算死亡之地副本经验。死亡之地副本之前，秦风只收取过1次经验门票，现在经过多轮副本开启之后，其中已经积累了大量经验，是时候收取一波了。秦风选择结算之后，海量的经验瞬间涌入秦风的身体之中。与此同时，一道道金色光芒自秦风身体之中涌现，系统提示也随之不停响起。提示：您的等级提升至 LV68。提示：您的等级提升至 LV75。大量经验瞬间让秦风升到了75级，一瞬间提升了8级，这个升级速度可以说是很恐怖了。毕竟，到了秦风现在的等级来说，每提升1级所需要的经验都是极为恐怖的。秦风想了想，觉得似乎可以再开多一批秘境。现在他就这一个秘境副本，总的来说升级效率有点太低了。如果能开多一批秘境副本的话，秦风获取经验的速度应该能大幅增加。秦风沉思了片刻，很快便朝着城中的宠物商店奔去。在神域世界之中，只要等级提升至30级，就可以开启宠物空间，契约属于自己的宠物了。只不过，想要专门开辟宠物空间，则必须要前往宠物商店购买空间结晶。只有购买空间结晶后，才可以开辟出专门属于宠物的空间。在开辟宠物空间的前提下，宠物就可以进入宠物空间休息，并且在宠物死亡后，玩家还可以花费金币在宠物空间中重新让宠物复活。可以说，宠物空间的作用是很大的。当然，秦风的主要目的还是想先拿下神宠排行榜的奖励。现在所有榜单之中，只有神宠和坐骑2个榜单是没有排名的，而排行榜的特殊奖励都是很不错的，值得秦风去冲一波。先拿一波神宠排行榜的奖励，然后再购买一个坐骑，获取一下坐骑排行榜的奖励，直接占据全部世界排行榜榜单，让其他玩家跟在他身后吃灰。没过多久，秦风便来到了宠物商店面前。在宠物商店门前，此时有不少 NPC 徘徊其中。宠物商店有很多家，几乎每一家都不一样，坐落于整个永恒主城的各处。当然，宠物商店也是属于个人的商业，背后基本上都是属于不同阵营势力的。秦风来的这一家算是魔法工会麾下的宠物商店，主要出售一些高阶宠物，面向的对象也是永恒帝国内的贵族阶层。想到这里，秦风没有犹豫，大步走进了宠物商店之内。接下来，秦风很快便从其中购买了空间结晶和一个史诗级的宠物蛋。在氪金结束后，秦风从宠物商店之中走了出来。提示：您的生命值属性提升至2154556660点。秦风花了2亿金币购买了一个史诗级的龙蛋，生命值也在此刻如愿以偿的突破了20亿加。当然，龙蛋是2亿金币，空间结晶则是附赠的。此时，秦风直接打开背包，看向了获得的2个物品：宠物空间结晶，史诗级；神秘龙蛋，史诗级。宠物空间结晶是开启宠物空间的，而神秘龙蛋算是宠物商店内最贵的一颗宠物蛋了。
据说这枚宠物蛋是一个佣兵团从一个龙族巢穴之中偷出来的，所以绝对能孵化出货真价实的巨龙。此时，秦风直接拿出宠物空间结晶，瞬间选择了使用。刹那间，眼前的宠物空间结晶顿时化作一道金色光芒，快速涌入秦风的身体之中。提示：您成功开启了宠物空间。提示：玩家当前等级小于100级，仅可开启一个宠物空间，请玩家注意。提示：您开启了宠物功能栏。听到这2道系统提示，秦风直接看向了多出来的宠物功能栏。想都没想，秦风直接点开宠物栏，将史诗级的神秘龙蛋放了上去。接下来，一道系统提示弹了出来，提示：当前龙蛋契约成功，您获得了宠物暗黑龙女史诗级。提示：您当前已经登顶世界宠物排行榜第1，您获得了特殊奖励：1. 声望值加1000000点；2. 宠物等阶进阶符箓史诗级星号1。世界通告：玩家清玄，华夏大区成功契约史诗级宠物暗黑龙女史诗级，作为首个契约宠物的玩家，特别奖励玩家宠物空间加1。随机神宠技能书史诗级。在世界通告响起的瞬间，玩家们再次炸锅了。这特么史诗级宠物太强了吧？不过感觉配不上大佬啊，起码也得是个神宠吧？你以为神宠那么好获得吗？神宠烂大街，大佬都只能搞到史诗级宠物，我们就歇歇吧。我马上要到可以开神宠空间的等级了，兄弟们等着，我直接开冲！哈哈哈哈！大佬牛逼啊！契约宠物之后直接登顶神宠排行榜第1了，现在就差一个坐骑排行榜了。另一头，米国大区之中，少女克里斯正一脸茫然地看着触发的世界通告。她看着手中刚获取到的宠物空间结晶，有些无语。克里斯刚刚达到了能开启宠物空间的等级，拿到了宠物结晶，但巧合的是，秦风直接领先他一步，获得了首个契约宠物的奖励。意识到这一点，克里斯只觉得有些憋屈，这种感觉他已经好久没有体验过了。此时，他盯着清玄这个名字，将其牢牢记了下来。随后，只见其快速使用宠物结晶，开启了宠物空间，并且将其获得的一头暗夜猫妖契约为宠物。另一头，暗黑龙女。秦风看着孵化的宠物，有些茫然，不是巨龙宠物蛋吗？怎么孵化出了这个东西？此时，秦风直接一挥手，刹那间，一个黑发小萝莉便出现在了秦风面前。咿呀呀！黑发小萝莉看到秦风后，便直接冲了过来，抱住秦风的大腿，亲昵的叫着。秦风扫了一眼眼前的小萝莉，不得不说，还挺可爱的。圆圆的小脸蛋，精致的五官，细嫩白直的小手，以及那一头乌黑的长发和身上隐隐约约的黑暗光环点缀，都显示出眼前小萝莉的不凡。看到这个暗黑龙女，秦风直接点开宠物面板看了起来。暗黑龙女史诗级，潜力值98，等级1，等阶史诗级，生命值4500，魔力值2000-2000，防御力100，技能暗黑免疫、暗黑领域、暗黑降临、暗黑召唤、暗之庇护、魔法免疫、死亡之歌、封存、神之血脉、封存、禁忌诅咒、封存。宠物对玩家加成效果：1. 黑暗系技能冷却时间负20%； 2. 黑暗系技能消耗魔力值负30%； 3. 受到黑暗系魔法攻击后造成伤害负30%。介绍：由神明与龙族杂交而诞生的特殊产物，其身上具备着神明与龙族的血液。秦风看到这个暗黑龙女的属性面板后，只觉得有点意思。首先，这头暗黑龙女宠物的潜力值算是极高的，潜力值98是什么概念？说明这头宠物的各项属性的成长值将会碾压了同级别98%的其他宠物。而拥有这种潜力值，秦风完全有希望让其进阶，成为神级宠物，也就是目前最强的神宠。当然，让黑暗龙女拥有如此潜力的原因，则是因为它具备了神明与龙类生物的血脉，父系和母系都是神域大陆中最强大的存在，其孕育的生命自然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所以，眼前的黑暗龙女是绝对有资格成为神宠的。不过，需要秦风氪不少金，好好培养一波才行。除此之外，这个宠物对秦风的加成也还不错。黑暗系技能冷却时间负20%，再加上黑暗系技能消耗魔力值负30%。当然，最鸡肋的还是受到黑暗系魔法攻击后造成伤害负30%。不过也聊胜于无，3个效果叠加一起还是挺香的。在看完了黑暗龙女的加成效果之后，秦风直接打开背包，将刚获得的神宠排行榜奖励拿了出来。宠物等阶进阶符箓史诗级，等级1，等阶史诗级。效果：使用后有10%的几率使宠物完成进阶，突破史诗级瓶颈，成为神兽宠物。限制：史诗级宠物可使用。随机神宠技能书史诗级，等级1，等阶史诗级。效果：使用后有30%的几率随机为宠物获取到额外一个特殊技能。限制：史诗级宠物可使用。看到眼前的进阶符箓和技能书，秦风笑了笑，还真是想什么来什么。黑暗龙女本身的属性和对秦风的加成就很强了，若是能进阶为神宠，那就很不错了。不过，史诗级的符箓也才10%的几率，秦风只能说能不能进阶还得看运气。而技能书是仅限史诗级宠物使用的，效果是有30%的几率能让宠物获得一个额外特殊技能，所以秦风完全可以先用技能书尝试打多一个技能，然后再使用进阶符箓进阶搏一搏运气。想到这里，秦风没有犹豫，直接对着眼前的龙女使用了技能书。下一刻，技能书化作金色光芒，迅速涌入了黑暗龙女的身体之中。只是短短片刻，一道系统提示音缓缓响起，提示
您的宠物黑暗龙女史诗级新增技能暗黑血迹，效果击杀敌人后恢复10%的血量。一个续航类的特殊技能，对于宠物来说还是很强的。虽然只有10%的血量，但是一旦黑暗龙女的等级上去，并且成功进阶为神宠后，这个技能就会变得极强了。毕竟，宠物一般都是很少拥有续航能力的，大多数宠物都是一波流，要么负责抗伤害，要么负责补输出，要么负责辅助加 buff。而眼前的黑暗龙女有了这个暗黑血迹，完全可以抗伤害的同时还能补输出，简直堪称完美。若是后面再打上高级必杀、高级技能连击、高级免伤等等宠物技能，那这个宠物就可以说是比较完美了。在技能书使用成功后，秦风直接拿出了进阶符箓。下一刻，只见秦风将符箓捏碎，瞬间对着黑暗龙女使用。刹那间，符箓化作一道道金色光芒，快速涌入黑暗龙女的身体之中。点点光芒将黑暗龙女彻底包围。咿呀呀！黑暗龙女有些疑惑地看着这一幕，伸出细嫩的小手，试图抓住这些金光。只是片刻，金色光芒便尽数涌入了黑暗龙女身体之中。不过，这些金色光芒仿佛遇到了某种阻碍，瞬间便飞速消散于空气之中。而这时，一道系统提示顿时弹了出来。提示：当前宠物进阶受到未知力量阻碍，黑暗龙女进阶失败。提示：您受到了未知神明的关注。提示：您被未知神明标记，请玩家注意。看到这3道系统提示，秦风微微皱起眉头。给暗黑龙女进阶一波，竟然引起了未知神明的关注。而且，这一次黑暗龙女进阶失败，很明显不是符箓本身使用效果失败了，而是被未知力量阻碍了进阶过程，所以导致了失败。未知神明，秦风眯起双眼，这个神明有点意思，竟然敢阻挡自己的宠物进阶。现在秦风还不知道这个神明的名字，若是知道的话，多少的让他叫一声爸爸。神明虽然很强，但是也是会陨落的，而秦风有100种方法能让一个神明彻底陨落。摇了摇头，秦风没有再管这件事情。那位阻挡黑暗龙女进阶神宠的神明，他迟早能知道对方是谁。现在倒是不用急。看着自己膝下的小不点，秦风直接开口说道：走吧，先去买个坐骑，等会带你去升级。咿呀呀！黑暗龙女小萝莉点了点头，一脸兴奋的模样。而接下来，秦风没有耽误时间，直接回到了工会之中。在秦风和永恒商会缔结了合作之后，工会就新增了一个永恒商店的面板。而坐骑不像宠物，坐骑对玩家的加成基本只有1速，所以在购买的时候只考虑1速就完事了。此时，秦风直接在永恒商店的面板中选中了一头史诗级的75级坐骑变异狮鹫。变异狮鹫属于飞行类坐骑，这类坐骑算是极为稀有的军用类坐骑，唯有获得了爵位之人才能购买。而在永恒帝国之中，拥有不少狮鹫骑士军团，这些军团基本都是对抗龙骑兵军团的核心战力，所以可想而知狮鹫坐骑的稀有程度。此时，在购买了狮鹫坐骑之后，一道道系统提示夹杂着世界通告再次响起。提示：您的生命值属性提升至20.6455.6660点。世界通告：玩家清玄华夏大区成功获取坐骑变异狮鹫史诗级，作为首个拥有坐骑的玩家，特别奖励玩家敏捷属性加50，神行符史诗级星号5。提示：您当前已经登顶世界坐骑排行榜第1，您获得了特殊奖励：1声望值加1000000点；2移动速度 buff 坐骑排行榜第1专属，效果移动速度额外提升1000%。秦风看向了自己获得的几个奖励，觉得果然是不错。氪金买了个坐骑，不仅提升了不少生命值，还获得了一堆奖励。敏捷加50是固定属性奖励，直接能让秦风施法速度更快，而神行符能够让秦风的移动速度快500%，持续10分钟，聊胜于无。最重要的还是世界坐骑排行榜的奖励，直接奖励了1000%的移动速度。这个移速加成，再配合上坐骑的移速加成，简直完美。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直接看向了刚获得的坐骑。坐骑和宠物不一样，基本上坐骑是不能和玩家共享经验的，也就是说，哪怕是神级坐骑，想要提升等级，都要老老实实按照最常规的路线购买一些坐骑的经验单或者能增加经验的物品。当然，最简单的还是让其自己去刷怪升级。不过，前者比较烧金币，后者比较浪费时间。最重要的是，坐骑一旦死了，就是无法复活的。哪怕你为了培养坐骑烧了再多的金币，一旦死亡，直接打水漂。这可比培养宠物来说要难多了。但是这些对秦风来说都没什么，毕竟他买一个变异狮鹫，也就是想获取一波系统奖励，顺便暂时用着。等获得了更好的坐骑，自然是将变异狮鹫换掉。要是不小心被怪物杀了，那只能换一个了。反正史诗级的狮鹫还有不少，顶多就是多花点金币罢了。意识到这一点，秦风直接将获得的变异狮鹫召唤了出来。随着一道法阵的涌现，一头变异狮鹫瞬间出现在了秦风面前。变异狮鹫有着一身金色的毛发，后半身如狮子一般隆起的肌肉层叠堆积，具备了一种特殊的美感。它那如鹰一般的头颅看向秦风，一双巨大的双翼缓缓展开，似乎在向秦风示好一般。看到这一幕，秦风直接点开它的属性面板看了起来。变异狮鹫史诗级，等级75，等阶史诗级，血量300000030000，攻击力15305-16329，防御3000，技能暗之诅咒群体风刃术飓风袭击羽刃旋风俯冲攻击，移速加成5000%正1000%。介绍：永恒帝国饲养的变异狮鹫拥有极为强大的空中作战能力。看到变异狮鹫的属性，秦
秦风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基本上这头变异施救的属性和 BOSS 也差不了多少，不愧是永恒帝国的高阶军团坐骑。当然，属性并不是最重要的，对秦风来说，移速才是他最看重的。毕竟不是什么地方都有传送阵的，而一旦前往野外，基本都是靠移速来跑图的。只要移速够快，秦风就可以节约大量时间在跑图上，这才是购买坐骑最核心的作用。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直接伸手将黑暗龙女拎起来，随后一跃瞬间坐在了施救的背后。在骑上施救之后，施救拍动翅膀，直接一跃而起，瞬间朝着天空之上飞去。秦风在升空之后，便操控着施救快速城外奔去。现阶段秦风只有一件事要做，那就是尽快提升自己的等级，让自己达到100级的转职门槛，顺便将黑暗龙女的等级也提升上来。当然，普通的地图对秦风已经没有了吸引力，他接下来要去的是真正的高阶地图诅咒之地。在选定好目标后，秦风直接使用了神行符。下一刻，随着移速的提升，施救如同打了鸡血一般，以一种恐怖的速度朝着诅咒之地飞去。仅仅是10分钟时间，秦风便穿越了无数的高级地图，来到了这一次的目的地诅咒之地。提示：您已抵达诅咒之地。提示：此地极度危险，请玩家尽快离开。提示：您遭受了未知诅咒，每秒降低5%血量，并减少20%的攻击力防御力。提示：您的神圣进化 buff 生效，当前诅咒已消除。在秦风听到提示后，施救便停在了诅咒之地的边缘，因为在此地是有不少半神强者镇守的。想要进入此地，首先便是要购买进入的门票，缴纳一大笔金币，而这些金币基本都是用于雇佣军团和半神强者坐镇此地的开支。在秦风抵达此地后，一道道骑乘着施救的身影便出现在了秦风面前。永恒帝国第14施救军团向阁下问好，我是军团长艾伦。其中一个矮个子的少年目光平静地盯着秦风说道，说话风格简单直接。而秦风在听到对方的话后，直接丢了一个钱袋过去。啪！艾伦接过钱袋后扫了一眼，在确认好金币足额后，他便对着秦风漫不经心地说道，诅咒之地内危机四伏，阁下要小心点，最近不少邪神使徒都进入了其中，并且半神尊者大人还检测到了虚空裂缝开启的波动。听到艾伦的话，秦风笑了笑说道，多谢提醒。艾伦作为第14施救军团长，秦风前世并没有在此地见到过对方，这说明什么？对方要么死在了此地，要么调任了其他地方。而根据秦风对诅咒之地的了解，他大概是阵亡在了此地。毕竟诅咒之地可不是什么普通的地方，这里充斥着一空间的乱流与恐怖的诅咒之力，邪神的使徒、黑暗的爪牙都在这里肆无忌惮地汲取着邪恶的力量，可以说这是一片不祥之地。不过对方的提醒还是很不错的，虚空裂缝开启对别人来说是一件坏事，毕竟会有来自虚空的诡异生物降临此地，但是对秦风这种要刷经验的人来说，虚空裂缝所在地就是一个极好的刷怪地点。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没有多说什么，直接朝着诅咒之地内部飞去。艾伦看到秦风进入诅咒之地后，顿时摇了摇头。在他看来，一个75级的魔法师进入诅咒之地，简直就是在找死。艾伦刚才的话，主要目的还是劝退秦风，可没想到秦风还是执意要进入其中。想到这里，他也没多说什么，直接带着施救军团骑士回归了镇守区域。另一头，提示：您的生命值属性提升至20.6465.6660点，10W 金币的门票，直接提升了秦风10万点血量。而现在，秦风也算是进入到了诅咒之地中。在进入诅咒之地后，秦风便看到了不少邪恶魔物的身影。这些魔物都是被诅咒之地的神秘力量催生的特殊物种，而秦风遇到的正是徘徊在诅咒之地最边缘的诅咒蜘蛛。这些诅咒蜘蛛的身体完全异化，由人类的头颅和枯骨组成，无数碎肉和复眼堆砌成了一个蜘蛛的形状，看一眼高低的骂一句狗策划。而在秦风注视着其中一头诅咒蜘蛛时，对方的属性面板很快便浮现在了秦风面前。诅咒蜘蛛，紫金级，等级80，等阶紫金级，血量105000，105000，攻击力6300-6400，防御1000，技能免疫物理伤害，邪神之力，扭曲尖毫，血影蛛丝，邪恶诅咒。介绍：诅咒之地的蜘蛛，它们将会吞噬所见的一切。紫金级的精英怪，对秦风来说，这种怪物对他根本造不成半点威胁。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直接操控着施救俯冲而下，感知到人类的气息，无数的诅咒蜘蛛如同潮水般聚集而来。在地面之上，无数的诅咒蜘蛛喷吐出血色的蛛丝，试图攻击飞行的施救。而飞行单位自然对诅咒蜘蛛这种地面单位极为克制，所以秦风就操控着施救在原地不停聚怪。只是短短几分钟时间，密密麻麻的诅咒蜘蛛便堆积成了一座肉山。这些蜘蛛爬过同类的身体，朝着天空不停跳跃，试图将施救吞噬于此。咿呀呀！黑暗龙女在施救坐骑上看着眼前这一幕，不停挥舞着双手。也差不多了，秦风呢喃一句。随后，只见秦风抬起法杖，一道道群体雷击数不停落下。下一刻，轰轰轰轰，负64425，负63456，负64667。秦风没有选择释放禁咒，毕竟这些诅咒蜘蛛的等阶并不算高，释放禁咒攻击这些魔物，多少有点高射炮打蚊子的既视感。而群体雷击数的伤害也不低，对秦风来说，在90%的冷却减免加成下，群体雷击数基本都是能无缝衔接释放。
所以现在利用雷击术来清理小怪还是挺不错的。就在秦风释放群体雷击术后，一道道经验不停涌入秦风的身体之中，而这时秦风直接将经验分配给黑暗龙女。宠物也是一个很核心的战力，先将黑暗龙女的等级提升起来，让她快速脱离幼年期，才是秦风现在要做的事情。而在秦风将经验分配给黑暗龙女后，海量的经验便瞬间涌入了黑暗龙女的身体之中。刹那间，一道道金色光芒不停从黑暗龙女身上涌现。提示：您的宠物黑暗龙女史诗级等级提升至 LV2。提示：您的宠物黑暗龙女史诗级等级提升至 LV36。只是短短几秒的时间，黑暗龙女的等级便提升到了36级。而这时，秦风还在不停使用群体雷击术击杀着下方的诅咒蜘蛛。随着这些诅咒蜘蛛的阵亡，无数经验纷纷涌入黑暗龙女的身体之中。几分钟后，提示：您的宠物黑暗龙女史诗级等级提升至 LV67。秦风看着满地诅咒蜘蛛的尸体，又看了看等级提升到67级的黑暗龙女，感觉还是很满意的。只不过，此时的秦风看着眼前的黑暗龙女，有些期许。黑暗龙女随着等级的提升，身体也开始成长了起来。虽然说现在还是一个可爱的小萝莉，但是她的个头却长大了不少。估计要不了多久，她就会进入成熟期，成长为真正能够为秦风提供伤害的战力单位了。意识到这一点，秦风没有耽误时间，直接操控狮鹫飞了下去，大手一挥，瞬间将眼前的一堆金色光团收进了背包之中。提示：您获得了诅咒之石紫荆棘。提示：您获得了诅咒蜘蛛之护臂紫荆棘。提示：您获得了诅咒蜘蛛之匕首紫荆棘。在获得这一堆战利品后，秦风看都没看，直接操控着狮鹫朝着诅咒之地深处奔去。对秦风来说，他现在身上穿着的装备完全不需要更换，足够他用到100级了。而这些获得的战利品，唯一的作用就是卖给永恒商会，赚取金币，提升一波自己的防御值属性。现阶段来说，这些紫荆棘装备还是挺值钱的。玩家虽然用不着，但是在 NPC 之中却是具备很大的市场。不过，对秦风来说，这些赚的都是小钱，聊胜于无。诅咒之地深处某地，不少身穿着黑袍的强者正聚集在这片区域之中。这些黑袍人基本上都戴着猩红的血色面具，每个人身上都涌动着一股黑暗的邪恶力量。若是秦风在这里，便能发现这是很明显的异化的标志。而这种异化标志基本都是接受了邪神之力的信徒才能拥有的。换一种方式来看，这也是邪神使徒们确认彼此身份的核心。若是没有这个异化标志，那你肯定不是自己人。此时，人群之中一名高大的邪神使徒走了出来。在此人走出来后，便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虚空裂缝已经成型，若是再加一把火，5等便能召唤虚空军团降临此地。高大的黑袍人高声呢喃道。听到此人的话，邪神使徒们纷纷站了起来。需要我们做什么？为了迎接无主的降临，哪怕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结，终于到了这一步了。高大的黑袍人扫视全场，缓缓开口说道：我们需要你们之中的某些人奉献生命，来完成一个特殊的仪式。奉献生命？其中一批邪神使徒顿时瞳孔猛然收缩。他们这些邪神使徒基本信奉的都是不同的邪神，而聚集于此，完全是因为一个能让自家神明降临的契机。为了这个契机，他们愿意冒着危险进入诅咒之地。可是，他们其中某些人显然不愿意为了一个未知的仪式献出自己的生命。就在一批邪神使徒还处于愣神之时，数尊邪神使徒直接出手，黑暗的力量瞬间席卷，恐怖的邪恶力量肆无忌惮的爆发。该死，你怎么敢？希特斯，你竟然背叛我！阴谋，这都是阴谋！邪神大人不会放过你们的。随着最后几道不甘的嘶吼，整个战场归于平静之中。而这时，几名邪神使徒在其他邪神使徒战战兢兢的目光之中，提着死去使徒的尸体走到黑袍人首领的面前。大人，戒指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仪式该开始了。其中一名黑袍人对着黑袍人首领说道。听到对方的话，黑袍人首领点了点头，说道：那就现在开始吧，让我们准备迎接虚空恶魔军团的降临。话音落地，为首的黑袍人首领直接开始布置仪式。距离此地不远，秦风骑乘着狮鹫进入了诅咒之地的第2区域。作为一个高阶地图，诅咒之地分为3个区域。刚才秦风所处的区域位于第3区域，生活着大量的紫荆棘诅咒魔物，偶尔会出现几头紫荆棘 BOSS 领主魔物。而第2区域就是秦风目前所处的区域，这里的魔物基本都是赤荆棘魔物，也就是高于紫荆棘一个等阶的特殊魔物。此时，秦风骑乘着狮鹫，将目光投向下方，只见一片黑暗的大地之上，无数密集的虫子正追逐着狮鹫的身影，而在四周，密密麻麻的虫子飞速朝着秦风涌来。这些虫子身形庞大，身上布满了粘稠的黑色液体和尖刺。虽然身形庞大，但是这些邪恶的魔物能顿的移动，速度极快。若是秦风没有狮鹫的话，恐怕这些虫子都能跟他的移速持平了。此时，秦风直接将目光投在其中一头虫子身上。下一刻，对方是属性面板快速浮现在秦风眼前。远古诅咒之虫赤荆棘，等级90，等阶赤荆棘，血量15000015000，攻击力8500-8600，防御2000，技能尖刺攻击高级诅咒蠕动吞噬嗜血本能扭曲魔能。介绍：远古诅咒之虫吞噬了未知力量后的产物。远古诅咒之虫这种魔物最恶心的地方还是在于群体性，毕竟你只要出现在这里，这些虫子都是一窝蜂出现的，而且还会越聚越多。
当然，这对于秦风来说反而是一件好事，毕竟他要的还是狠狠刷一波经验。这些属性并不算强的大虫子，基本3发群体雷击术就能灭掉一个，还是很轻松的。意识到这一点，秦风直接操控狮鹫停了下来。随后，只见秦风开始等待了起来。在狮鹫的下方，无数蠕动的大虫子开始聚集。这些身形庞大的远古诅咒之虫纷纷蠕动着，抬起头朝着秦风发出一阵阵嘶吼。吼吼吼！秦风无视了这群大虫子的嘶吼，直接抬起法杖。下一刻，群体雷击术瞬间释放，轰轰轰轰！负62214，负62341，负62517，一道道伤害数字飞快从这些大虫子头顶升起。而被攻击到之后，这些大虫子瞬间进入暴怒状态之中，不停朝着天空之中的狮鹫射出一道道尖刺。狮鹫拍动翅膀，不停躲避着射来的尖刺。看到这一幕，秦风直接给狮鹫套了一个寒霜护盾。技能是有限制施法距离的，超过距离秦风是没办法释放技能命中这些大虫子的，所以只能让狮鹫躲避一下攻击了。不过在秦风不停释放雷击术后，不少大虫子都被瞬间秒杀，狮鹫的压力也在此时骤降。而与此同时，黑暗龙女的等级也在飞快提升。提示：您的宠物黑暗龙女史诗级等级提升至 LV68。提示：您的宠物黑暗龙女史诗级等级提升至 LV75。在清空了一大波远古诅咒之虫后，黑暗龙女的等级也达到了上限。接下来，秦风直接将经验分配调整为秦风和黑暗龙女均分。这样一来，只要秦风提升一级，黑暗龙女在等级上就能很快跟上。而在黑暗龙女等级提升到75之后，黑暗龙女的属性也基本成型了。此时，秦风直接让黑暗龙女开始和他一起输出，清理这些远古诅咒之虫。咿呀呀！黑暗龙女在接收到秦风的命令后，便直接腾空飞起。只是一瞬间，一个巨大的暗黑领域瞬间将下方的所有大虫子包裹其中。随后，只见黑暗龙女大手一挥，黑暗之中无数的黑暗魔能猛然爆发。轰轰轰！负18875，负18461，负18341，满屏的赤红色数字直接让秦风看愣了。这暗黑领域加上暗黑降临，有点太 bug 了吧？单是这个技能范围就堪比禁咒了。若是秦风不用禁咒，恐怕每秒的输出可能还没黑暗龙女高。但是黑暗龙女的限制就是它是有技能冷却 CD 的。释放完这一波技能后，黑暗龙女再次抬起手，片刻之后，那些死亡的大虫子身上瞬间涌现出一头头黑色的虚影。这些虚影在出现后，便飞快朝着四周还存活的远古诅咒之虫扑去。看到这个技能，秦风估计应该是暗黑召唤技能。不得不说，单是这几个技能就能让黑暗龙女晋升史诗级顶尖宠物之列。当然，距离神宠的强度还是有不小的差距。就在秦风想到这里的时候，两道金色光芒从他的身体中涌现。提示：您的等级提升至 LV76。提示：您的等级提升至 LV77。提示：您的基础魔法攻击力提升至42250点，瞬间提升了2级，还算不错。不过这还不够。此时，秦风看着从远处聚集而来的远古诅咒之虫，继续挥动法杖开始清怪。10分钟后，提示：您的等级提升至 LV85。提示：您的宠物黑暗龙女史诗级等级提升至 LV85。提示：您的基础魔法攻击力提升至43450点。在清空了所有远古诅咒之虫后，秦风的等级也提升至了85级。这个升级速度已经算是极快了。这还是得益于诅咒之地的特殊机制，只要进入其中，附近一定范围内的诅咒魔物便会疯狂涌来，根本不需要秦风去主动拉拐，这些魔物就自动过来了。若是没有这些自动送上门的魔物，秦风想要升级这么快，还要消耗一定的功夫。当然，秦风之所以升级那么快，还有10倍经验 buff 的功劳。10倍经验 buff 的加成之下，秦风的升级速度直接起飞，估计要不了多久，他就能升到100级了。此时，秦风没有耽误功夫，直接操控着狮鹫降落下去。随后，只见秦风大手一挥，瞬间将地上的所有战利品收进背包之中。提示：您获得了远古诅咒之虫护肩赤金级。提示：您获得了远古诅咒结晶赤金级。提示：您获得了远古诅咒之虫长靴赤金级。在收获了一堆战利品后，秦风直接将目光放在了远古诅咒结晶之上。远古诅咒结晶赤金级，等级90，等阶赤金级。效果：具备远古诅咒之力的特殊结晶，1000枚诅咒结晶可融合为远古诅咒宝珠，当前数量334111000，可融合。介绍：极为特殊的结晶。看到眼前的远古诅咒结晶，秦风微微皱起眉头。这个物品在前世可是能卖出天价的，因为远古诅咒结晶合成的诅咒宝珠是传说级的特殊物品，而那件特殊物品能抵消诅咒之地内部的负面诅咒，所有前世这种物品几乎是进入诅咒之地的必需品。想了想，秦风直接选择了融合。下一刻，无数的远古诅咒结晶快速融合在一起，只是短短几秒，3颗圆润的黑色宝珠便悬浮于秦风面前。提示：您合成了远古诅咒宝珠，传说级，星号3。看到提示后，秦风直接扫了一眼诅咒宝珠的属性：远古诅咒宝珠，传说级，等级90，等阶传说级。效果：将宝珠放置于背包之中，将免疫诅咒之地第2、第3区域的所有负面效果。介绍：极为特殊的宝珠，传说级的远古诅咒只能抵抗第2、第3区域内的所有负面效果。
而想要抵抗第一区域内的负面效果，只有史诗级的远古诅咒宝珠才行。不过，这对于秦风来说作用不大，他要这个宝珠，主要还是用来出售。暂时来说，这颗宝珠只能放在背包里了。在合成完宝珠之后，秦风直接关闭了背包面板，随后只见其骑乘狮鹫，带着悬空的黑暗龙女，朝着诅咒之地第一区域奔去。而就在秦风飞快朝着第一区域飞去之时，就在秦风不远处，一个邪恶的仪式也顺利完成。恐怖的黑暗诅咒之力，如同流动的液体一般，飞快涌入到一个由数尊尸体构建的祭坛之上。一个巨大的虚空裂缝在祭坛上空开启，无数的诅咒之力化作流动的液体涌入其中，让整个虚空裂缝逐渐凝实。虚空裂缝之中，无数异形态的恶魔正咆哮着，用那贪婪的双眼打量着眼前的世界。在祭坛四方，数十尊黑袍人的身影随风飘摇，冷漠地注视着眼前这一幕。他们都是邪神的使徒，而如今他们将见证虚空恶魔大军的降临。只要这些恶魔大军能破开虚空裂缝进入现实，那就可以在此地建立虚空之塔。虚空之塔作为虚空恶魔中的战争建筑，能稳定虚空裂缝，从而让他们所信奉的神明降临此地。而这就是这些邪神使徒来到这里的目的。在裂缝被开启后，为首的邪神使徒首领抬起头，对着四周众人说道：“接下来，只要拦下所有前来的此地的人，坚持到虚空裂缝初步稳定就可以了。”听到他的话，众人纷纷点头。而远处，察觉到这里的异常后，无数的人族军团开始朝着此地飞速赶来。另一头，秦风完全没有被虚空裂缝开启所影响。在这片特殊的诅咒之地中，虚空裂缝开启是经常有的事情。作为高阶地图，基本都具备某种特质，而这种特质就容易引起虚空动乱，让现实和异空间所融合，从而产生空间裂缝。只不过，一般来说，普通的空间裂缝基本上极难稳定，大多数都只能短期内开启，无法长期维持。此时，秦风骑乘着变异狮鹫，缓缓飞入了死亡之地的第一区域之中。第一区域作为核心区域，其中蕴含的诅咒之力是其他地方所不能比的。刚进入其中，秦风便感知到了一股恐怖的诅咒之力瞬间袭来。提示：您遭到了死亡诅咒，由于您拥有神圣进化 buff， 本次诅咒无效。提示：您进入了诅咒之地最深处，此地极度危险，请玩家尽快远离。提示：您遭到了死亡诅咒，由于您拥有神圣进化 buff， 本次诅咒无效。不停浮现的死亡诅咒提示让秦风微微皱起眉头，而秦风坐下的狮鹫此刻的血量也飞快下跌着。看到这一幕，秦风扫了一眼黑暗龙女，发现她一点事情都没有，仿佛没有受到诅咒之力影响。不过稍微细想了一下，秦风就明白了，黑暗龙女作为龙族生物，天生免疫大多数魔法攻击，而黑暗龙女作为拥有暗黑免疫的特殊天赋被动，自然能免疫眼前的死亡诅咒。变异狮鹫就没那么幸运了，只能在诅咒之地中默默承受诅咒攻击。看到这一幕，秦风直接从背包中拿出坐骑封印石，随后将狮就收入了封印石之中。下一刻，失去了狮鹫坐骑的秦风飞快下坠，急速朝着下方的诅咒之地落下。在诅咒之地中，密密麻麻的巨型爬虫生物从地底爬出，看向坠落下来的秦风和暗黑龙女。而其中不少巨型爬虫生物发出一阵阵咆哮，巨大的口气之中猛然射出恐怖的黑暗射线，轰轰轰 ，miss miss miss， 恐怖的伤害落在秦风的身上，却根本打不出半点伤害。高额的防御力在这一刻瞬间起了作用。而此时，秦风如一颗流星般猛然砸在了地面之上，砰！恐怖的轰鸣声响起，以秦风为中心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坑洞，而在坑洞四周，密密麻麻的如同蛛网般的裂纹朝着四方扩散蔓延，瞬间让无数巨型爬虫生物开始左右摇晃。当然，到了这个级别的魔物，基本不会受到伤害，毕竟这些可是高阶地图里的精英怪物。此时，秦风抬起头看向了眼前密密麻麻的巨型爬虫生物，这些巨型爬虫生物有着黑红色的外壳，巨大的口气不停流着粘稠的液体，啪嗒啪嗒。液体滴落在地上，瞬间腐蚀出一个又一个的坑洞。这些巨型爬虫生物就是远古诅咒之虫的成年体。当然，哪怕是成年体，对秦风来说也构不成半点威胁，只能沦为经验宝宝。此时，秦风直接看向了其中一头巨型爬虫生物。刹那间，对方的属性面板缓缓浮现在了秦风面前。远古诅咒巨虫，赤金级，等级100，等阶赤金级，血量200000020000，攻击力10500-10600，防御5000，技能暗黑射线高级诅咒血腥吞噬嗜血本能扭曲魔能毁灭之爪。介绍：远古诅咒之虫的成年体吞噬了未知力量后的产物，100级的赤金级魔物，比之前还是蠕虫的远古诅咒之虫强了不少。此时，秦风没有第一时间攻击眼前的魔物，而是快速站在原地开始等待了起来。四周无数的远古诅咒巨虫开始对着秦风疯狂攻击，轰轰轰轰 ，miss miss miss， 一道道免疫伤害的符号从秦风头顶不停升起。可以说，秦风现在的防御，这些魔物哪怕再强一个等阶也无法破防。而秦风要做的就是聚一波怪，然后用禁咒清理一波魔物。接下来，只是过了短短几分钟，秦风四周便已经聚拢了无数的巨型爬虫生物，这些魔物都在不停地对着秦风射出一道道恐怖的黑暗射线。而秦风扫了一眼魔物的数量，发现差不多了。于是乎，只见其抬起法杖，禁咒大炎陨落瞬间释放。刹那间，恐怖的一轮大日出现在诅咒之地最深处，无数的诅咒魔物抬起头，感受着这恐怖的火焰魔法之力。好，
好！无数巨型爬虫发出悲鸣般的怒吼，开始遁地，试图躲过眼前的禁咒攻击。可还没等他们逃跑，禁咒之力猛然爆发，轰轰轰轰！-80175，-83461，-85723，一道道恐怖的伤害数字自这些魔物头顶升起，在火焰之中，他们那庞大的身躯瞬间如同冰雪一般快速消融，彻底消散于天地之间。随着这些巨型爬虫的消逝，秦风和暗黑龙女身上顿时涌现一道道金色光芒。提示：您的等级提升至 LV86。提示：您的等级提升至 LV93。提示：您的宠物黑暗龙女史诗级等级提升至 LV93。提示：您的基础魔法攻击力提升至44650点。另一头，邪神使徒正面对着无数人类军团的围剿。面对人类的精锐军团，这些邪神使徒原本支撑不了多久，但好在从虚空裂缝之中不停涌出的虚空恶魔帮助他们牵制了人类军团的大部队，从而让这群邪神使徒有了些许喘息之机。该死，还有多久虚空裂缝能稳定？一名黑袍人瞬间击杀了数名施救骑士，冷冷地对着不远处的首领问道。听到他的话，首领直接开口说道：快了，再坚持一下。说完，首领也瞬间出手，和其中施救军团长艾伦战斗在一起。艾伦的实力极强，几乎是将邪神使徒按在地上打。毕竟空中单位对地面单位同级别之间都能碾压，更别提艾伦这种精锐施救骑士了。可就在这时，数头虚空恶魔领主猛然朝着艾伦扑去。在虚空恶魔领主加入战场后，艾伦瞬间便陷入了被动的局面。可就在这时，一道恐怖的魔法波动猛然爆发。感知到这股波动，艾伦脸色巨变，而虚空恶魔与邪神使徒们也是猛然心头一颤。众人默契停手，同时看向了不远处的诅咒之地深处。在诅咒之地深处，一轮巨大如同太阳般的圆形物体猛然坠落地面。刹那间，一股耀眼的光芒瞬间爆发，随之而来的还有一股如同巨狼般的冲击波。轰！这是什么？一名邪神使徒有些颤抖地问道。禁咒，这是禁咒的力量。诅咒之地深处有一个极为可怕的魔法师。其中一名邪神使徒有些敬畏地呢喃道。禁咒可不是普通魔法师能掌握的，一旦掌握禁咒，那可是核武一般的存在。此时艾伦虽然也极为震惊，但是他却没忘记自己要做的事情。禁咒之力的爆发显然是给了他机会。在所有邪神使徒愣神之际，他驾驭着施救猛然朝着远处的血腥祭坛杀去。根据他的判断，只要摧毁了这个祭坛，眼前这个虚空裂缝根本维持不了多久。该死，他要摧毁祭坛！拦住他！杀！艾伦的行动被瞬间发现，不过以施救的恐怖速度，他还是瞬息之间便抵达了祭坛面前。下一刻，只见艾伦猛然刺出一枪，轰！眼前的祭坛之中涌现出恐怖的诅咒之力，瞬间抵挡住了这一次攻击。只不过随着祭坛消耗了大量诅咒之力，头顶的虚空裂缝再次开始不稳定了起来。看到这一幕，远处的施救骑士猛然惊醒，纷纷爆发恐怖的实力，试图援助艾伦。可这时，数尊邪神使徒和虚空恶魔领主瞬间来到了艾伦的身后。察觉到危机，艾伦猛然回头，挥出一枪，轰！恐怖的力量瞬间爆发，直接击退了袭来的邪神使徒和虚空恶魔领主。而这时，艾伦身上涌现出一股恐怖的威压，一道虚影自其身后浮现。神降，是神将，哈哈哈哈，有意思！杀了他，夺取他的神力碎片。没想到竟然有意外收获，守护好祭坛，这个家伙必死无疑。艾伦抬起头，用燃烧着金色光芒的瞳孔看向眼前所有邪恶存在，呢喃道：今天你们都得死。话音落地，只见黑袍人首领身上也浮现一道恐怖的虚影，一尊若隐若现的黑影在其中俯瞰着眼前的一切。只是瞬间，黑袍人首领便冲了上去，没有给艾伦半点摧毁祭坛的机会。而艾伦没有注意到，随着在场黑袍人和人类士兵的死亡，祭坛输送诅咒之力的速度也变得越发的快速。可以说，这对于他来说显然是一场必输的战役，一切仿佛已成定局。另一头，秦风在使用了禁咒之后，等级便瞬间提升到了93级。而在升级到93级后，又是一道世界通告再次响起。世界通告：恭喜玩家清玄成功击杀远古诅咒巨虫领主赤金级 BOSS。作为首个击杀赤金级 BOSS 的玩家，特别奖励玩家幸运加20，自由属性点加50。提示：您的基础魔法攻击力提升至44900点。在这一道世界通告响起的瞬间，不少玩家都有些震惊。好家伙，直接镇压了赤金级 BOSS， 这也太强了吧！哈哈哈哈，大佬真不愧是大佬，这可是100级的赤金级 BOSS， 大佬也太牛逼了，这都开始刷100级的怪了吗？你们快看看排行榜，大佬竟然93级了，我没眼花吧？这升级速度也太恐怖了吧！离谱，就特么离谱！我才半天不看世界等级排行榜，结果大佬就93级了，这座火箭升级的吧？我现在升一级需要的经验都得刷个1天怪，大佬是怎么做到升级那么快的？大佬的世界我不懂，但是我知道清玄大佬是 YYDS， 强的离谱啊！大佬越强，躺得越舒服。大佬快升级，加油冲！我在公会直接躺平。这个升级速度对秦风来说还算不错，不过这个 BOSS 手杀是什么鬼？秦风感觉有些蒙圈。他这轻一波小怪，顺带着把一头 BOSS 给秒了。想到这里，秦风摇了摇头。BOSS 在禁咒的恐怖伤害面前，多少也有点不够看了。毕竟秦风现阶段的伤害属实有点恐怖。在清空了一波怪物后，
秦风直接开始打扫战场。下一刻，只见秦风大手一挥，无数金色光团飞入秦风背包之中。提示：您获得了远古诅咒巨虫之剑赤金级。提示：您获得了远古诅咒金盒赤金级。提示：您获得了远古诅咒巨虫法杖赤金级。在收获了一堆战利品后，秦风直接将目光放在了远古诅咒金盒之上。金盒算是融合宝珠的核心物品，合成的宝珠是能够无视第一区域诅咒之力的，刚好能给施救用上，这样秦风就可以骑乘施救赶路了。想都没想，秦风直接选择了融合。下一刻，远古诅咒金盒们快速融合在一起，只是短短几秒，12颗圆润的黑色宝珠便悬浮于秦风面前。提示：您合成了高级远古诅咒宝珠传说级，星号12。看到提示后，秦风召唤出变异施救。吼！施救在出现后便被诅咒之力疯狂侵蚀，而这时秦风直接丢了一颗高级远古诅咒宝珠过去。施救在接住宝珠的刹那，四周的诅咒之力瞬间被屏蔽，消散于空气之中。看到这一幕，秦风觉得真不错，这个宝珠还挺有用的，可以多弄点。接下来，秦风没有耽误时间，一跃跳上了施救的背部。随后，秦风刚准备在诅咒之地继续刷怪，可这时远处一道巨大的虚空裂缝映入他的眼帘。这是虚空裂缝，秦风呢喃道。虚空裂缝对秦风来说可是顶级的刷怪地，可以说只要维持住虚空裂缝一直开启，异空间的虚空恶魔便会源源不断涌入现实。想到这里，秦风眼前一亮。随后，只见秦风拍了拍施救，而施救显然也看到了那道巨大的虚空裂缝，直接拍动翅膀飞快朝着那边飞去。几分钟后，就在秦风靠近虚空裂缝时，一道区域提示顿时升起。区域提示：坐标234351，区域发现虚空裂缝，此地极度危险，请玩家尽快远离。听到耳边传来的系统提示，秦风抬起头看向了不远处，映入秦风眼帘的是一个巨大的战场，而战场之上，无数远古诅咒巨虫的尸体遍布大地。除此之外，不少施救骑士正和大量的虚空恶魔作战，其中穿着不少使用黑暗魔法的黑袍人。看到这些黑袍人，秦风微微一愣，他没想到在这里还能遇到邪神使徒。要知道，这群家伙可是隐藏能力极强的，哪怕是秦风真想要在诅咒之地找到几名邪神使徒，那还是有不小的难度的。可现在这么多邪神使徒出现在这里，必然有阴谋。此时，秦风扫视了一圈，很快便看到了不远处的血腥祭坛。这个祭坛正在不停吸收着游离的诅咒之力，将其转化为纯粹的能源，输入到虚空裂缝之中，让眼前这个巨大的虚空裂缝趋于稳定。看上去，这些邪神使徒的目的应该就是开启眼前的虚空裂缝，让异空间的虚空恶魔源源不断降临此地。察觉到对方的目的，秦风顿时眼前一亮。好家伙，这不就是为自己量身打造的刷级地点吗？这邪神使徒多少有点太贴心了，这帮忙开启虚空裂缝，又帮忙设置转化诅咒之力的祭坛来稳定虚空裂缝，你们真是辛苦了啊！秦风露出笑容，看向了眼前的一群邪神使徒。而这个时候，远处正在和艾伦战斗的邪神使徒首领顿时打了个寒战。他转过头看向了秦风，目光中有些不解，这人有些奇怪。还来不及多想，一道声音便从眼前传来，在战斗中分神可不是什么好事。话音落地，长枪袭来，邪神使徒首领冷笑一声，瞬间身形一闪，躲过袭来的攻击。而这个时候，秦风也快速加入了战场之中。在秦风加入战场后，只见一道道雷霆疯狂落下，轰轰轰轰，负69345，负69341，负69366，一道道伤害数字从这些邪神使徒身上升起。而这个时候，秦风直接只是片刻，便将几名邪神使徒和虚空恶魔给击杀了。看到秦风支援自己，在场的施救军团士兵瞬间振奋了起来，开始朝着虚空恶魔和邪神使徒反扑而去。当然，秦风身旁的黑暗龙女也不停出手，飞快击杀着四周袭来的虚空恶魔。而随着秦风的加入战场，越来越多的恶魔和邪神使徒死亡。与此同时，秦风耳边也响起了一道世界通告。世界通告：恭喜玩家清玄成功击杀虚空恶魔领主传说级 BOSS。作为首个击杀传说级 BOSS 的玩家，特别奖励玩家幸运加50。贤者徽章礼盒。提示：您的幸运属性提升至165点。在这道世界通告响起后，其他玩家基本都麻木了。前一秒才击杀了一个赤金级的 BOSS， 后面又击杀了虚空恶魔领主，这多少有点开挂的嫌疑。不过，秦风显然不在意其他玩家，他在获得了首杀奖励后，直接无视了幸运属性，看向了获得的徽章礼盒。贤者徽章礼盒，等级1，等阶效果开启后可获得一个特殊贤者徽章装备，限制智力大于1000点方可开启此徽章。介绍：只有真正的智者才拥有开启礼盒的权利。看到眼前的徽章礼盒，秦风笑了笑，这个徽章礼盒竟然还有开启限制。不过好在这个开启限制对他来说不算什么，1000点智力属性他完全达标了。此时在智力属性达标后，秦风毫不犹豫选择了开启徽章礼盒。下一刻，随着金色光芒的涌现，一枚冰蓝色的徽章出现在了秦风面前。提示：您获得了贤者之智慧徽章神级。神器徽章。秦风感觉有些意外，他原本以为能开出一个史诗级的徽章就不错了。徽章作为特殊装备，在神域世界之中都是极为稀有的，而究其缘由，则是因为制作徽章的工艺早已消失于漫长的时间长河之中，所以存世的徽章装备
都能卖出天价。此时秦风能获得一个神器徽章装备，算得上是运气爆棚了。秦风感觉这应该和自己的高额幸运值有关，毕竟100多点的幸运值，多少还是有点用的。意识到这一点，秦风直接将目光放在了眼前的徽章之上。下一刻，徽章的属性缓缓浮现：贤者之智慧徽章，神级，等级1，等阶神级，徽章加成：1、智力属性加100点；2、佩戴后所有技能等级加3；3、佩戴后每秒恢复20%的魔力值； 4、佩戴后所有技能冷却时间负20%。进阶融合所需及其他贤者徽章：1、贤者之勇气徽章，神级01； 2、贤者之疾风徽章，神级01； 3、贤者之不屈徽章，神级01。介绍：由大贤者所制作的徽章组件之一，及其全部组件将会获得一个超越神器的特殊装备。看到眼前的贤者徽章，秦风顿时一愣，好家伙，这徽章是真的强得离谱！智力属性加100点这个基础属性，直接能给秦风增加500点基础伤害。最重要的是，其他3个加成，不仅所有技能等级加3，还能每秒恢复秦风20%的魔力值。当然，最强的还是所有技能冷却时间负20%。有了这个冷却减免，秦风的技能冷却直接能缩减到0，也就是说，秦风可以无限释放禁咒了。意识到这一点，秦风毫不犹豫装备上智慧徽章。下一刻，2道系统提示弹出，提示：您的基础魔法攻击力提升至45400点。提示：您的技能 CD 负100%，上限为负100%，无法继续提升。看到眼前的2道系统提示，秦风扫了一眼技能栏。此时，秦风的禁咒技能瞬间恢复 CD。看到这一幕，秦风没有第一时间释放禁咒，毕竟禁咒一旦释放，秦风是能够彻底摧毁眼前的所有虚空恶魔和邪神使徒。但是他的目的可不是这么简单的，他要的是先聚一波怪，让这里的虚空恶魔足够多，才好一锅端。就在秦风意识到这一点时，一名施救骑士飞到秦风面前，对着秦风高声喊道：大人，还请您驰援一下艾伦军团长阁下，他快支撑不住了。提示：您获得了任务，驰援施救军团长艾伦 SSS。 听到这一道任务提示，秦风顿时回过神来。而此时，秦风朝着不远处的艾伦看去，在神降状态之下的艾伦，此时也扛不住一堆虚空恶魔领主和同样邪神使徒的围攻。最关键的是，他面对的还有一名同样发动神降的邪神使徒。面对这种情况，艾伦只有死亡这一个结局。毕竟，在绝对的力量压制面前，所有的一切都是虚妄。此时，秦风看着被围攻的艾伦，突然明白前世为啥没见过对方了，妥妥是死在了这里。意识到这一点，秦风也没多说什么。既然接取到了任务，那就一波吧。毕竟，任务奖励也是挺香的。下一刻，秦风操控着施救骑士朝着艾伦飞快杀去。而这时，在虚空裂缝之中猛然涌入一大群虚空恶魔，这些虚空恶魔直接无视其他人，朝着秦风猛然扑去。很显然，虚空恶魔已经发现了，在场众人之中，唯有秦风的威胁是最大的。只要击杀了秦风，那其他人根本无法对他们造成威胁。此时，秦风也看到了袭来的一群虚空恶魔，不过，秦风没有对这些虚空恶魔出手，而是直接顶着对方的攻击，飞快朝着艾伦娜飞去。无数的虚空恶魔攻击落在秦风的身上 ，miss，一道道免疫伤害的符号升起。以秦风现阶段的防御属性，足以无视掉这些普通虚空恶魔的攻击了。看到这一幕，越来越多的虚空恶魔聚集起来，开始阻拦秦风的步伐。可骑乘施救的秦风，只是片刻便穿过了对方的封锁圈，朝着艾伦飞快冲去。此时，艾伦咬着牙抵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一股股来自于异空间的低语在他耳边响起。这些极具蛊惑的声音让其意志开始动摇。作为信封光明神的艾伦，显然知道这就是邪神对其的侵蚀。若是有一点松懈，他必然会堕落成为邪神的爪牙。而现在，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抵抗住这些邪神的低语，并且在其他虚空恶魔领主和邪神使徒的攻击之下活着。放弃抵抗，回归邪神冕下的怀抱吧，艾伦，我很欣赏你，不要为了帝国的贵族而卖命。不远处的邪神使徒首领还在蛊惑着艾伦，而他的话让艾伦的意志再次动摇了起来。他出身卑微，曾经是永恒帝国北部一个村镇的少年。年少时，他曾见过无数次贵族欺压平民百姓之事。美貌的少女被贵族看上而家毁人亡，平民因直视贵族而刺瞎了双眼，贵族强取豪夺平民的土地等等等等。哪怕是他加入了帝国骑士军团，并幸运地成为了神之使徒，也只是在为贵族而卖命罢了。心中的负面情绪如同野火般旺盛生长。恶魔的低语再次响起，犹如某种魔咒一般，让艾伦瞬间陷入了沉沦的边缘。而就在此时，一道道雷鸣之声猛然响起，轰轰轰！刹那间，艾伦猛然睁开双眼，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骑乘着变异施救之人的背影。那背影明明并不高大宽阔，但此刻却犹如磐石一般，让艾伦沉浮的心绪瞬间稳定了下来。而这时，他的衣衫已经被冷汗浸湿。这一刻的艾伦才明白，自己刚刚竟差点沦陷，异化为邪神的使徒。没事的话，就赶快带着你的施救军团离开这里，这些虚空恶魔交给我解决即可。秦风的声音悠悠传来。听到对方的话，艾伦抬起头看去，映入眼帘的是秦风一个人扛着无数邪神使徒和虚空恶魔领主的攻击，而秦风竟然一点事都没有。看到这一幕，
艾伦只觉得眼前这个背影有点眼熟，想了想，他才发现这不就是之前进入诅咒之地的那名魔法师吗？他竟然这么强！意识到眼前之强者的恐怖，艾伦觉得有这样的人族强者在，这些虚空异族和邪神使徒根本不算什么。想都没想，他直接深吸一口气，拱手道：“感谢大人施以援手，我这就带着施救撤离此地。”艾伦说完，便快速朝着身后的施救军团飞去。而这时，看到秦风只是让艾伦离开，其他虚空恶魔领主和邪神使徒都没有阻拦。毕竟秦风可是让这群施救军团离开此地，这不就是反手帮他们大忙吗？等稳定了眼前的虚空裂缝，届时小小的一个魔法师强者，还不是随意镇压？秦风也没管这些邪神使徒和虚空恶魔的想法。在拯救了艾伦之后，秦风便获得了任务的奖励。提示：您完成了任务，驰援施救军团长艾伦 SSS， 成功获得了特殊奖励：一、神秘军团秘境图纸史诗级；2、经验星号5000W； 3、艾伦 NPC 好感度正 80%； 4、金币星号50W。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加成，防御属性提升至30877点。提示：您的等级提升至 LV94。提示：您的宠物黑暗龙女史诗级，等级提升至 LV94。提示：您的基础魔法攻击力提升至45550点，等级再次提升1级。不过，秦风直接无视了其他奖励，快速看向了神秘军团秘境图纸。神秘军团秘境图纸史诗级，等级1，等阶史诗级。效果：使用后可获得一处特殊的军团秘境所在地，玩家可前往所在地开启军团秘境。当前秘境坐标：风暴之谷，255125。介绍：古老的秘境地图，上面布满了岁月流逝之力。看到眼前的神秘军团秘境图纸，秦风有些意外，因为军团秘境和普通的秘境不一样，军团秘境基本都是超大型秘境，而且仅限于军团级别的阵营势力进入其中开荒探索。也就是说，秦风想单人进入不行，必须以工会的形式进入其中开荒。而军团秘境副本在前世可以说是兵家必争的核心战略资源，每一个军团秘境副本都会产出一些极为特殊的物品，例如各类坐骑宠物的巢穴、大量的稀有矿石，还有一些上古时期的竞技产物等等等等。总之，军团秘境副本是所有阵营势力必然会争夺的存在。秦风若是开启这个军团秘境副本，别说其他玩家工会势力了，就连 NPC 阵营势力也会进入其中，争夺秘境副本的所有权。而若是极度稀有的军团秘境副本，例如能出产龙类坐骑宠物的秘境副本，甚至能让半神级别的强者亲自下场，可以说单单是眼前的这一份图纸奖励，就值回秦风出手救艾伦的报酬了。不过现在的话，秦风还是只能将图纸先留着，等后续到了100级再去开启秘境探索。意识到这些，秦风回过神来，将目光放在了不远处的邪神使徒首领之上。此时施救军团基本已经全数撤离了战场，这些精锐的施救军团人数还是太少了，并且基本都不是帝国的真正精锐军团，顶多只能算是预备役，要不然单单依靠眼前这些邪神使徒和虚空恶魔，根本翻不起什么浪花。不过秦风现在要做的就是让他们稳定虚空裂缝，然后直接全部一锅端。意识到这一点，秦风笑着看向不远处的邪神使徒首领说道：邪神大人让我替他向你问好。听到秦风的话，邪神使徒首领顿时一愣，眼前这家伙竟然是他们这个阵营的。带着怀疑，他一挥手，瞬间让四周的虚空恶魔领主停止了攻击。随后只见其飞上前去，盯着秦风问道：你为何没有被异化？别问那么多，你只需要知道我是来帮你们的就可以了。这不，施救军团都被我一句话轻松劝走了。秦风平静地开口说道。听到秦风的话，虽然邪神使徒首领还是怀疑，但是架不住秦风的确说的是真的。要是没有秦风出手，他们估计还得浪费一番功夫。毕竟其他的施救军团战士也不是好惹的。而就在此时，秦风直接开口说道：赶快稳定祭坛，多召唤点虚空恶魔领主过来，别浪费时间了。听到秦风的话，邪神使徒首领皱起眉头，他总觉得似乎哪里有些不对劲，但是秦风的操作妥妥的他们这个阵营的人啊，这还提醒自己稳定祭坛，多召唤点虚空恶魔。要是正义手续阵营的人根本不会这么做。意识到这一点，邪神使徒首领点了点头说道：阁下还请在一旁休息，待会估计还会有不小的麻烦，我先去修复祭坛了。秦风点了点头，直接落在了邪神使徒众人之中。在秦风降临之后，不少邪神使徒都围了上来。大人，你的实力好强啊，竟然能挡住那位和虚空领主们的攻击。就是，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大人你这样的邪神使徒。难不成大人你是邪神冕下派去人族的卧底？呸，会不会说话？大人那是卧底吗？那妥妥就是打入敌人内部啊。秦风听到几位邪神使徒的话，顿时笑了笑。他的确是卧底，只不过他打入的是邪神使徒的内部。不得不说，秦风这一波操作还真的是无懈可击。邪神使徒首领直接去修复祭坛之后，虚空裂缝开始趋于稳定，无数的虚空恶魔涌出，占据了眼前的一大片土地。而这个时候，其中一批虚空恶魔则拿出不少金银的结晶和材料搭建建筑。秦风抬起头看去，当他看到这些虚空恶魔正在搭建建筑时，顿时露出一抹笑容。这些虚空恶魔真的是不错啊，都懂得自己搭建稳定虚空裂缝的建筑了。这建筑要是搭建起来，这个虚空裂缝就可以一定时间内暂时稳定了。最重要的是，足以支撑虚空恶魔军团大部队降临此地。
才是秦风要的。虚空恶魔军团已经开始建立虚空之塔了，接下来我们只需要等着就好了。希望能顺利吧。我只是有些担心，那位邪神使徒首领可不是什么一隅之辈，我们能否活着离开此地都是问题。怕什么？这不还有这位大人在吗？大人当然不怕，我们这些普通的邪神使徒根本没有抗衡那位邪神使徒大人的实力。哎，走一步看一步吧。若是能召唤无主降临此地就好了。秦风坐在一颗巨石之上，看着四周的邪神使徒，心中感觉有些特别。前世他还真没有试过打入这些邪神使徒的内部，如此平静地坐着听他们说话。而如今，他倒是觉得这些邪神使徒也如同人类一样，具备猜疑、忌惮、恐惧等等情绪。不过这些东西并不能阻止秦风对他们的杀意。能成为邪神使徒的，手上多多少少沾染了不少平民的鲜血。不管是各种血祭仪式，还是邪恶的杀戮事件，都基本上有着邪神使徒的身影。当然，邪神使徒的数量很多，哪怕是以秦风目前的实力，想要将邪神使徒全部剿灭也不现实。因为邪神是利用人心中的负面情绪，从而引诱对方堕落，成为其麾下的爪牙。哪怕是半神级别的强者，若是被察觉到了意识和心灵层面的弱点，也会被快速腐化，堕落为邪神的使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邪神使徒是清理不完的，因为他们是依附于人类的寄生体，载体消亡会有下一个载体，循环往复。而想要消灭邪神使徒，必须要斩断根源，也就是弑神。当然，想要弑神，本身必须要凝聚神力，成为神明，再不济也要成为半神强者，否则凡人是没可能击杀凝聚神力之神明的。此时，在秦风思绪纷飞之时，一座巨大的高塔被建造成功。在虚空之塔建造成功之时，塔顶凝聚的虚空之力猛然射入虚空裂缝之中，只是片刻，虚空裂缝的范围瞬间扩大了10倍不止。而且，原本呈现若隐若现状态的裂缝，此刻却完全凝实，成为了一个巨大的门户。提示：虚空裂缝门户诞生，此地极为危险，请玩家尽快远离。提示：虚空恶魔大军即将降临，此地极为危险，请玩家尽快远离。听到这2道系统提示，秦风缓缓站了起来。而这个时候，密密麻麻的虚空恶魔从虚空裂缝门户之中飞快涌出。那些由虚空恶魔军团组成的大军，如同蜂群一般，飞快穿越现实与虚空的门户，降临到诅咒之地上。随着大量虚空恶魔军团的降临，秦风身旁的一名邪神使徒笑了起来。终于好了，虚空大军降临，只要开辟了一定的异空间，邪神大人便能降临此地了，是挺好的。秦风笑着附和道。看到秦风说话，邪神使徒笑了笑说道：等到邪神大人降临，吾等便拥有了进入神国的机会。你话太多了。秦风毫不留情地打断。邪神使徒有些憋屈，不过在秦风的强大实力威慑下，他还是选择了闭嘴。而接下来，秦风没有着急动手，而是安静地等待着。眼前的虚空裂缝门户之中，无数的虚空恶魔批量涌出。第一批虚空恶魔军团是先遣军，在探查到此地没有敌对力量后，大规模的虚空恶魔军团开始批量穿越虚空门户。而这些虚空恶魔军团在降临后，第一时间开始建立各种虚空防御建筑。作为高级智慧种族，虚空恶魔显然不是傻子，他们之中也存在着某些智者。在降临现实之后，唯有建立初步的营地，才能侵蚀其他区域。不过，这正是秦风想要的。他抬起头看着虚空门户，此时的虚空门户之中，基本没有虚空恶魔降临了，也差不多了。秦风呢喃了一句，随后，只见其飞快朝着不远处的虚空之塔飞去。看到秦风朝着虚空之塔飞去，四周的邪神使徒对视一眼，飞快地跟了上去。他们其实对秦风并不是十分信任，准确来说，心中对秦风存在些许怀疑。而秦风现在靠近虚空之塔的举动是很危险的，毕竟这可是维持虚空门户的核心，一旦破碎，虚空门户便只能维持一段时间了，对后续的邪神降临显然没有半点好处。咿呀呀！黑暗龙女指着身后的一群邪神使徒对着秦风叫道。听到黑暗龙女的话，秦风扫了一眼说道：来得挺好，送死都这么积极，不愧是邪神使徒。听到秦风的话，黑暗龙女便没有管身后这些邪神使徒了。而这时，秦风的行为也被不远处的邪神使徒首领看到了。看到秦风飞向虚空之塔，邪神使徒首领瞳孔一阵收缩。下一刻，只见其猛然飞射而出，朝着秦风奔去。四周不少虚空恶魔领主也飞快朝着秦风飞去。虚空之塔是虚空恶魔大军在此的根基，绝对不允许出现任何意外。而就在秦风飞快朝着虚空之塔奔去时，无数的虚空恶魔朝着此的聚集。看到这一幕，秦风笑了笑，这简直是太有意思了，根本不需要秦风费功夫，这些虚空恶魔便自动聚集到虚空之塔附近，简直跟开了巨怪的外挂一样。在秦风意识到这一点时，邪神使徒首领瞬间降临在秦风面前，挡住了秦风的去路。而四周不少邪神使徒和虚空恶魔领主都纷纷聚集了过来，呈现一个包围圈，将秦风团团围住。看到这一幕，秦风笑着看向邪神使徒首领说道：多谢了。话音落地，只见其抬起手中的法杖，一道恐怖的火焰魔法力量猛然爆发。刹那间，所有邪神使徒和虚空恶魔都抬起头看向天空之上。此时，一轮恐怖的大日瞬间朝着众人袭来。感知到其中蕴含的恐怖火系魔法之力，邪神使徒们纷纷瞳孔巨震。快逃！是禁咒！该死！一瞬间，所有邪神使徒飞快朝着远处逃遁，就连邪神使徒首领也不例外。可他们显然低估了禁咒的范围，只是瞬间，恐怖的火系禁咒便降临在所有邪神使徒和虚空恶魔身上。轰轰轰轰！-83325
-83465，-83497，一道道恐怖的伤害数字浮现在秦风眼前。只是短短片刻，海量的经验便瞬间涌入了秦风的身体之中。提示：您的等级提升至 LV95。提示：您的宠物黑暗龙女史诗级等级提升至 LV95。提示：您的基础魔法攻击力提升至45700点。瞬间，秦风便提升了一个等级。而这时，秦风没有停手，继续挥舞法杖，释放禁咒。在技能冷却降低100%后，秦风已经可以做到无限释放禁咒了。此时，又一轮大日出现在天空之上，飞快坠落大地。距离虚空门户不远处，艾伦等人抬起头看向不远处的虚空门户所在地，只觉得有些震惊。大人，这是禁咒吗？大人，我刚才看到好像释放了2道禁咒，是我眼花了吗？你眼花了，因为现在又释放了1道禁咒。这禁咒怎么好像都是一样的？那一轮轮太阳落下，有点太恐怖了吧？刚刚虚空门户诞生，我还怀疑那位大人是不是人族的奸细，现在看来，那位大人是想把虚空军团一网打尽啊！太强了！艾伦看着不远处不停爆发的恐怖火焰魔能，心中的震撼无以言表。如果他没看错的话，那人应该是连续释放了好多个同类禁咒。而在艾伦的认知之中，这种能释放多重禁咒的存在，绝对具备着极为恐怖的魔法天赋。他估计，只要给秦风时间，他必然能开启神路凝聚神力，成为至高无上的神明强者。能与这种强者参与同一场战役，这是身为骑士的荣耀。一想到此，艾伦心中再次迸发了对变强的渴望。若是能变得更强，或许能尝试追逐那人的脚步。虚空之塔所在地，恐怖的火焰不停落下。与此同时，秦风身上涌现一道金色光芒。提示：您的等级提升至 LV100。提示：您的宠物黑暗龙女史诗级等级提升至 LV100。提示：您的基础魔法攻击力提升至46450点。提示：您的等级已达到第一次转职的瓶颈，您获得了竞技法师转职任务，请玩家打开任务面板进行查看。提示：您的宠物黑暗龙女史诗级已经达到瓶颈，玩家可打开宠物面板查看突破瓶颈所需物品。世界通告：玩家清玄等级达到100，作为首个达到100级的玩家，特别奖励玩家 S 级随机天赋限定星号1，幸运值加100。提示：您的幸运属性提升至265点。提示：您获得了天赋空间传送 S 效果，使用空间之力对坐标进行标记后，可瞬间传送至坐标所在地。此时，整个神域世界内的玩家都彻底绷不住了，他们属实是没想到秦风竟然能这么快就提升到100级。要知道，普通玩家现在基本上都在做转职任务，每20级卡一次转职任务，这就够拖时间了。而反观秦风就跟没有转职任务一样，等级如同坐火箭一样往上飙升。无数神域的玩家开始在世界频道疯狂刷屏，清玄大佬太强了吧，我才30级他就100级了，这70级的差距，想问问各位用什么才能弥补？楼上的大兄弟，我这边建议用方便面补一下，毕竟方便面可以修补万物。我也才30级，大佬就直接100级了，这升级速度属实离谱。离谱啥呀？对大佬来说不是常规操作吗？你玩游戏氪命，大佬玩游戏氪金，神豪的快乐你不懂，我听着听着就哭了。我们是被游戏玩，大佬才是真的玩游戏啊！清玄绝对是开挂了，怎么可能有无视转职任务的？西巴，我要去举报八嘎，这清玄绝对有问题，我申请严查。第二名才40多级，怎么他就100级了？这差距也太大了吧！法克，这破游戏不玩了。华夏大区的不少玩家只觉得清玄大佬越强越好，但是对其他大区的玩家来说，秦风俨然已经成为了一个货真价实的挂币。毕竟，大多数人的等级转职门槛都是20级一个转职任务，每个转职任务其实都是需要消耗一定时间精力的，哪怕是再怎么氪金去刷，也很难在这么短时间内完成所有转职任务，并且到达100级。其他神豪玩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毕竟整个世界范围内不乏有氪金很猛的神豪，这些神豪的升级速度也很离谱，但是也才看到40多级而已。按照等级越往上走越难升级这个基础判断，他们几乎可以断定秦风绝对是开挂了。此时，无数的玩家都纷纷前往游戏官网举报秦风，而这一切秦风显然不知道。他在等级达到100级之后，便看向了自己获得的转职任务——竞技法师转职任务。任务等级 SSS， 转职阶段2%。任务目标：1. 智力属性达到4000点。2. 击杀100级的神级 BOSS。3. 额外掌握一项1阶禁咒技能。4. 获取1枚下位神力碎片。5. 获取1枚竞技之力晶核。任务限制无。任务简介：想获取竞技之力，就要付出相对应的代价。秦风看了一眼转职任务，便关闭了任务面板。这个任务属实有点太难了，如果是普通玩家，面对这些任务要求，那基本只能暂时放弃了。毕竟这些任务目标都是极其困难的。智力属性达到4000点这个还好，装备堆一下，智力属性就可以上去了。但是第二个击杀100级的神级 BOSS 就很离谱了。第二次职业转职就是击杀同级别的神级 BOSS， 且不说神级 BOSS 基本上都很难遇到，能遇到也都是海量的玩家一同攻略才有机会击杀的。这个任务也就秦风还能做，其他玩家看了基本只能放弃。而额外掌握一项1阶禁咒技能和获取下位神力碎片，
以及禁忌之力晶核，这些就是需要氪金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氪金的数额，估计神豪都不一定扛得住。不过这些对秦风来说都只是小问题，就是会浪费不少时间。在看完2传任务后，秦风直接扫了一眼获得的天赋空间传送，这个天赋是真的不错。虽然现在来看，这个天赋也就省去了秦风用传送阵的费用，但是在游戏中后期可是会开启国战的。秦风只要在对方的国域设定一个传送点，就可以无视国界等其他限制，直接随便进出对方的国域。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秦风只要想，那么想针对其他大区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可以说，这个空间之力就是一个国战的神技。不过，其他大区也有同样天赋的玩家，只不过这些玩家一般实力都不会太强，如秦风这般的顶级强者，配合上传送之力，才具备强大的威慑力。意识到这一点，秦风觉得这波奖励还是挺香的。而在看完了天赋的效果后，秦风又打开了宠物黑暗龙女的属性面板，扫了一眼。宠物想要突破100级，除了秦风要转职突破等级上限外，还必须要获得史诗级宠物破线符。这个物品普通商店内是没有的，只能通过一些特定的渠道购买，比如说顶级拍卖会、云游商人、神秘商店等等。所以这也是一件急不来的事情，只能先记着，等后续有空了想办法搞一场。看完这一波的提升，秦风直接看向了眼前的战场。在秦风的10几轮大炎陨落禁咒之下，眼前的诅咒之地已经化作了一片焦土，而原本屹立于此的虚空之塔也彻底化作了飞灰。远处，虚空门户遭受了10几波大炎陨落后，也开始逐渐坍缩。看到这一幕，秦风直接开始打扫战场，禁咒灭杀了无数的虚空恶魔。而这一次，眼前的战利品也是密密麻麻的，看上去多得恐怖。秦风想都没想，直接大手一挥，开始收取地上掉落的金色光团。提示：您获得了虚空恶魔铠甲传说级。提示：您获得了虚空恶魔铠甲传说级。提示：您获得了虚空恶魔长靴传说级。不停打扫着战场，足足花费了5分钟，秦风才将眼前战场之上的所有物品全部收入囊中。接下来，秦风直接打开了背包，看向了获得的物品，扫了几眼，秦风屏蔽了一些虚空恶魔的传说级装备，以及邪神使徒掉落的史诗级装备，随后将目光放在了几件获得的神级物品之上。虚空之塔建造图纸神级，神力碎片神级，命运轮盘碎片，邪神召唤令牌神级，虚空召唤术技能书。这一次获得的物品不少，而且基本上都是秦风感觉有点用的。毕竟秦风这一波可是剿灭了大量邪神使徒和虚空恶魔领主，获得这些收益也算很正常。此时秦风拿出这些获得的物品，一个个查看了起来。虚空之塔建造图纸神级，等级100，等阶神级，效果使用后可获得建造虚空之塔的方法。虚空之塔增益：1. 建立后可开启稳定的虚空门户； 2. 建立后对附近单位的虚空恶魔增 50% 的攻击力、防御力； 3. 建立后可消耗虚空之力，在此地形成领域，领域范围内的敌人将会遭受到虚空之力的攻击。看到眼前的图纸，秦风笑了笑。这个图纸对于其他玩家来说作用不大，毕竟这个建筑一旦建造成功，仅能开启虚空门户。但是对秦风来说，这不就是一个随时随地能开启的刷怪点吗？而且刷的基本都是传说级的精英怪，其中偶尔还有一群 BOSS 级别的恶魔领主，简直不要太完美。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毫不犹豫选择了使用图纸。下一刻，图纸碎裂开来，化作点点金色光芒涌入秦风的身体之中，而秦风的脑海中也浮现了建造虚空之塔的方法。提示：您掌握了虚空之塔建造方法。当前建造虚空之塔所需材料为：1. 虚空晶核神级，星号10000； 2. 虚空本源之力神级，星号10000； 3. 空间之宝石神级，星号1。看到眼前浮现的建造方法，秦风扫了一眼，便将所需的材料都记了下来。现阶段这些材料都很稀有，属于各大阵营势力严格管制的特殊材料道具，除非秦风的爵位再往上提升，否则是很难购买到这类物品的。毕竟现实之中，想要打通虚空门户、引诱虚空恶魔、祸乱神域大陆之人不在少数。意识到这一点，秦风直接关闭了眼前的面板，随后只见其看向了后面的神力碎片。神力碎片神级，等级100，等阶神级，效果集齐10000枚神力碎片，可凝结为神力结晶，当前数量2110000。神力碎片是开启神路后才需要的特殊物品，这种东西一般只在高阶魔物身上才会掉落。不过想要凝结为神力结晶，需要凑齐10000枚神力碎片，秦风现在才获得2枚，想要获得凝聚神力必备的神力结晶，还需要凑齐不少神力碎片。想到这里，秦风关闭了眼前的属性面板。想要开启神路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职业达到9次转职上限，随后才能获得开启神路的资格。以秦风现在100级为一个门槛，至少也要突破900级才能开启神路。当然，这也是因为秦风这个竞技法师职业太强的缘故。若是寻常职业20级为一个门槛，可能达到200级就能开启神路，成为神明级别的强者或者半神强者。不过以秦风的职业强度，一旦开启神路成为神明，那将会是碾压其他所有神明的存在。可以说还有很长的时间给秦风积累开启神路后需要的材料。意识到这一点，秦风将眼前的神力碎片收进背包之中，而接下来他继续看向了后续几件物品。命运轮盘碎片，秦风直接略过。
又是一件需要凑的特殊道具，暂时先留着。而很快，秦风将目光落在了海底遗迹地图碎片4只上。邪神召唤令牌，神级，等级，等阶，神级，效果，使用后可召唤邪神降临，持续30分钟。提示：当前物品属于竞技类物品，使用时将会有未知后果发生，请玩家注意。这个令牌倒是有点意思，竟然能召唤邪神降临，并且持续30分钟。只不过，秦风前世见过不少类似的物品，这些竞技物品虽然能召唤出强大的邪神降临现世，但是基本上邪神降临后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比如被邪神吞噬，等级瞬间下降个10几级，然后全属性暴跌；还有就是召唤出邪神后被其他 NPC 发现，玩家直接被打入邪恶阵营，以及在召唤邪神之后，玩家被迫成为了邪神的使徒等等等等。所以，前世这种竞技类的物品几乎很少人会用，而秦风显然不需要顾忌那么多。不过现在他还不打算用这个令牌。将令牌放进背包之后，秦风又看向了最后一本技能书——虚空召唤技能书，100级的魔法师召唤类技能。想都没想，秦风直接选择了学习。下一刻，眼前的虚空召唤术技能书化作了一道金色光芒，涌入秦风的身体之中。只是片刻，秦风便掌握了一个新的召唤类技能。提示：您掌握了 LV4 虚空召唤术，效果：消耗5万点魔力值，召唤一名虚空恶魔领主降临，为玩家作战。当前技能持续时间为5分钟，冷却时间为10分钟，最多可同时存在100头虚空恶魔领主。看到眼前的虚空召唤术，秦风觉得还不错。虚空恶魔领主可是传说级的 BOSS， 能召唤出这种 BOSS 为秦风作战还是可以的，勉强算是多了一个输出战力。不过，秦风看中的不是一头虚空恶魔领主，而是能同时存在100头虚空恶魔领主这个特殊技能机制。秦风在技能 CD-100% 的情况下，完全能够无限释放虚空召唤术，单体的召唤技能直接变成群体的召唤技能，还是挺香的。100头虚空恶魔领主完全可以用来清理一些小怪。在消化完所有的奖励后，秦风扫了一眼眼前的战场，虚空门户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而虚空之中的恶魔们显然也感知到了秦风的强大，想必也不会再派遣虚空恶魔大军给秦风送经验了。于是乎，秦风直接使用传送之力将眼前的坐标记录了下来。提示：您已经记录当前坐标，可随时进行传送降临。听到这一道提示，秦风拍了拍狮鹫说道：走吧，回城。好！狮鹫吼了一声，随后拍动翅膀飞快朝着永恒主城飞去。而在秦风走后，虚空裂缝之中，所有贪婪的虚空恶魔们都纷纷退散开来。随后，一双巨大的血色瞳孔突然出现在了裂缝之中，那双血色的瞳孔肆无忌窥地打量着四周。可在其窥探这方世界时，虚空裂缝逐渐开始崩塌，最终虚空裂缝彻底消失，只留下一地的焦土。另一头，秦风很快便回到了永恒主城之中。在降临永恒主城后，秦风第一时间来到了工会之中。工会之中此时显得有些格外冷清，基本上没有玩家在这里。不过，此时的清玄工会内部俨然已经有些不同了。在和永恒商会缔结合作关系之后，工会大厅旁边便出现了一个商店建筑，这是属于永恒商会的特殊建筑，玩家在其中可以出售购买物品。而这时，秦风也没有浪费时间，直接朝着永恒商会走去。在刚靠近永恒商会，一个站在商店内的玩家便发现了秦风。清玄大佬。那名玩家有些不可置信地盯着秦风，看到是一名玩家在商店内部，秦风有些意外。他扫了一眼那名玩家的头顶，发现的确是这个永恒商店内的店员，想来应该是被永恒商会雇佣来的。毕竟玩家廉价又好用，简直是顶级的工具人。作为成熟的资本，永恒商会自然懂得怎么利益最大化。此时，秦风扫了一眼眼前的少女玩家，很快便开口说道：你好。少女顿时脸色绯红，一脸激动地说道：清玄会长，你好。说实话，少女婉玉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到秦风这个神豪大佬，毕竟作为顶级神豪，几乎没怎么和玩家接触过。可现在他在亲眼看到秦风后，只觉得眼前的清玄大佬长得也太帅了。秦风没有理会少女的心思，直接拿过一旁的魔法目录，随后选定自己背包里面所有用不上的装备，直接全部出售。当然，这些装备秦风也用不上，所以卖给永恒商会自然是最好的选择。在秦风选定装备进行出售时，大量的装备被秦风从背包中拿出来，随后封存进入永恒商会之中。一旁的婉玉看到这一幕，只觉得有些震惊。他是接取了永恒商会雇佣任务来此地管理商店的玩家，当然有权限看到秦风出售的装备。可现在，婉玉看到的装备基本上全部都是远超于他等级的高阶装备，品阶基本都很高，单拎出一件出去都能卖上不少钱。而在婉玉的震惊之中，秦风很快便将所有物品全部进行了出售。只是片刻，一道系统提示顿时弹出，提示您出售的物品总价值为10亿金币，是否全部出售？是否？看到眼前的系统提示，秦风毫不犹豫点了是。对于合作的盟友，永恒商会的物品收购价格绝对是很高的，当然其中必然存在一定的利润空间。只不过秦风不在意这点小钱，毕竟想要达到利益最大化，需要浪费太多时间了，有那时间还不如多做点其他事情。而秦风这一次能赚10亿金币，主要还是虚空军团那一波收益。要知道，虚空恶魔军团掉落的可都是军用装备，这种一族的军用装备基本都是品质不错的，所以能卖出高价，再加上数量上去，赚个10亿对秦风来说也是正常的。若是没有虚空军团的话，
秦风现在这一波估计赚个几千万金币就差不多了。所以接下来秦风没有犹豫，直接选择出售。提示：您获得了10亿金币。提示：您触发了天赋加成，防御属性提升至130877点，防御值瞬间飙升了10W 点。这一波提升直接让秦风的防御力获得了质变，10万点防御再加上恐怖的血量和回血 buff， 基本上可以说是暂时无敌了。当然还不够，秦风在卖出自己获得的物品后，没有理会一旁的玩家，径直离开了此地。婉玉看到秦风离开，便挥了挥手说道：清玄会长再见。听到身后传来的声音，秦风摆了摆手，示意有缘再会。告别了婉玉之后，秦风很快便来到了工会大厅之中。而接下来，只见秦风拿出了凛冬法杖和亡灵之书。凛冬法杖还是之前的60级，现在秦风的等级已经100级了，60级的亡灵法杖也是时候氪金一波提升一下等级了。而亡灵之书也完全可以进阶了，只是之前秦风没有关注亡灵之书，现在2个装备都进阶一波，还能提升不少加成。意识到这一点，秦风直接开始提升2件装备的等级，面板便浮现在秦风面前。提示：您消耗了100W金币，凛冬法杖神器等级成功提升至 LV100。提示：您的亡灵之书神器等级成功提升至 LV100。提示：您的基础魔法攻击力提升至69450点。提示：您的防御属性提升至145,877点。提示：您的生命值属性提升至21,670,6660点。在将2件装备等级提升到100级后，秦风的属性又增长了不少。当然，最让秦风在意的还是核心的基础魔法攻击力。基础魔法攻击力直接提升到了快7万点，这一波提升还是很香的，和之前比几乎提升了1倍。不过，这也得益于亡灵之书高额的4维属性加成提升，再加上凛冬法杖的强化基础攻击力加成，再将2件物品提升到100级后，秦风现阶段要做的事情也完成了一个。而接下来，秦风沉思了片刻，决定开始为赚金币布局。现在他的血量已经达到了一个极为恐怖的数额，但是防御属性显然不大够，所以他自然是要为后续赚取金币做布局。而他之前在永恒商会之中拍下了不少的土地，在这些土地之中蕴含着大量值钱的矿产等待开发。不过，想要开发这些土地内的矿产，必须要清空土地之上盘踞的魔物，并且在后续还需要派遣拥有副职业采矿术的 NPC 和玩家进入其中采集。而副职业采矿术只要玩家达到20级，基本上都是可以学习的。当然，目前来说，玩家之中学到采矿术的应该不多，毕竟学习副职业都是有门槛的。想到这里，秦风觉得似乎可以提前招募几个副职业大师 NPC 进入工会，专门负责教导玩家们副职业技能。除了副职业导师之外，常规的职业导师似乎也可以招募几个进来。这样的话，玩家们完全可以在工会内部进行转职任务，并且学习各职业的核心技能。意识到这一点，秦风沉思了片刻，随后直接点开永恒商城面板。秦风作为清玄工会会长，既然和永恒商会缔结了合作协议，自然是拥有共享对方资源的权限。而招募几个 NPC 对于永恒商会这种顶尖阵营势力，显然不是什么大问题。此时，秦风直接利用工会会长权限，点开了属于合作方才会开启的招募 NPC 面板。可招募 NPC： 1. LV100 罗德斯魔法师导师，招募所需 10W 金币天。 2. LV100 白狼骑士导师，招募所需 10W 金币天。 3. LV100 无面者刺客导师，招募所需 10W 金币天。看到眼前的招募 NPC 面板，秦风顿时眼前一亮。不得不说，招募100级的 NPC 是真的太便宜了，10W 金币一天，这对于秦风来说刚好能刷一波生命值，而且还能让工会之中多出一批能够教导玩家的 NPC， 还是很划算的。想了想，秦风觉得各个职业的导师都招一个，然后其他的100级的 NPC 也可以招募来工会之中坐镇，负责工会内部的事宜。秦风现阶段的高阶战力实在是太缺了，指望玩家尽快提升到100级，那估计还要一段时间。NPC 的话，不仅能氪金提升一波秦风的生命值，还能帮助秦风做一些事情，不是美滋滋。意识到这一点，秦风直接选定所有100级的 NPC， 全部选择了氪金招募。下一刻，一道系统提示顿时弹出，提示是否消耗1000W 金币招募100名 NPC。当前雇佣为每日1000W 金币消耗，后续每日将会自动从玩家背包扣除1000W 金币。如玩家想要终止招募，需提前终止招募契约。请玩家注意，是否每天消耗1000万金币？还有这种好事？秦风觉得真是不亏，所以他毫不犹豫选择了招募。下一刻，一道道契约符现在秦风面前，在秦风消耗了1000W 金币之后，这些雇佣契约便自动生成了。提示：您获得了雇佣契约星号100。提示：您的生命值属性提升至21,970,6660点。听到这一道系统提示，这些契约便纷纷涌入了秦风的背包之中。而在整个永恒主城之中，不少100级的 NPC 都纷纷看向了秦风所在之地。终于被雇佣了，太不容易了吧？这都多久了才有人雇佣我？你也被雇佣了？好家伙，我们该不会被同一个雇主雇佣了吧？走吧，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也是。此时，大量的强者腾空升起，化作一道流光，飞快朝着清玄工会飞去。主城之中，玩家们看到这一幕都有些懵逼。卧槽，这些是100级的强者，他们这是去哪里？好像是清玄工会。特奶奶的，该不会清玄大佬又搞出什么大事了吧？走，
回去工会看看。走！不少玩家都被这些强者的走向所吸引，隶属于清玄工会的不少玩家都纷纷跟随着这些强者朝着清玄工会驻地奔去。另一头，工会大厅之中，一道道强者的身影瞬间落地，肆无忌惮地打量着眼前的工会驻地。这是新的阵营势力，听说叫清玄工会，应该是这个阵营势力可不能小觑。听说这个工会已经和永恒商会缔结合作契约，会长还是一位尊贵的伯爵。伯爵？我等之中伯爵还少吗？也是，不过谁知道这工会背后坐镇的人是谁呢？毕竟没有点背景，怎么能让永恒商会和其合作？你说对吧？单单是他能同时招募我们这么多人，难道不足以看出其底蕴？我们这有100人，而且等级都在100级，看来招募我们来绝对有大事情发生。我盲猜是发现了某个高级秘境，想要雇佣我等进入其中探查。我估计也差不多，这么多100级强者在此，这方势力所图之事绝不一般。就在这群100级强者议论纷纷之时，远处一道身影缓缓走来。在看到这一道身影时，这群强者都将目光放在了对方身上，因为他们能感知到这位就是招募他们之人。此时在场众人都能感觉到眼前之人身上蕴含的恐怖魔法能量，这人很强，这种旺盛的生命力，你确定他是法师？怪不得能和永恒商会合作，单单是这种强者就绝非普通势力能够培养的。感知到秦风的强大，在场众人开始摆正态度。尊敬的会长阁下，感谢您对我等的雇佣，接下来有什么事情都可吩咐给我等。其中一人缓缓走出，对着秦风恭敬地说道。听到对方的话，秦风笑了笑说道，雇佣你们的确是有不少事情需要你们去做，不过我需要提前跟你们说清楚，我这一次雇佣并非短期雇佣，希望你们做好准备，能接受长期雇佣的可以留下。话音落地，众多强者对视一眼，纷纷露出不敢相信的神色。招募他们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付出的金币绝非寻常势力能够承受的，毕竟一天就要10万金币的价格，10天那就是100万，他们只有100个人，加在一起估计也就顶尖势力能烧得起这个钱。意识到这一点，其中不少人纷纷开口，工会愿意招募我等，是我等的荣幸，我们也愿意长期接受阁下的招募，还请阁下放心。就是，工会会长如此大气，我等自然也愿意长期为工会做事。大人您就说要我们干啥吧，我们这么多人，哪怕攻略一个秘境也绰绰有余了。秦风的超能力直接让众人都心悦诚服了。此时秦风扫射人群一眼，很快便开口说道，罗德斯、白狼、无面者、卡罗、艾琳娜、哈尼，我想请你们6位担任工会的职业导师，负责工会内成员的职业转职进阶以及各职业技能的传承学习。听到秦风的话，罗德斯等人纷纷有些懵逼。他们懵逼的原因不在于其他，主要是因为这太简单了。要知道，雇佣他们的人基本上都是遇到了寻常雇佣者无法解决的难题，一般是处理一些强大的邪恶生物，探索未知秘境遗迹，或者是刺杀、围剿、国战等等，反正每个任务都绝对不简单，所以他们的雇佣价格基本都是不低的。而如今秦风让他们做的事情，简单来说就是有手就行。意识到这一点，6人缓缓走了出来。其中罗德斯对着秦风拱手说道，尊贵的阁下，这个任务我们并没有任何问题，只不过是不是太简单了些？简单？秦风笑了笑说道，我的工会可是有着1000万级别的成员，这些成员几乎全部都需要几位去进行教导。听到秦风的话，在场的人都有些震惊。1000万级别成员的阵营势力，这可不是一般的阵营势力，最差也是史诗级的。意识到这一点，罗德斯连忙开口说道，既然如此，我等必不负阁下所托。话音落地，秦风眼前顿时弹出了2个工会提示。工会提示，阁下为工会设立了6大转职导师，工会大厅内部开启转职区域，职业导师可前往转职区域驻扎。工会提示，工会内部新增转职区域，玩家可前往转职区域进行职业转职，学习职业技能，获取职业进阶路径等。看到这2道系统提示，整个工会内部的玩家都沸腾了起来。老子之前为了转职，几乎找遍了整个永恒主城，结果还花了好几枚金币，才在一个老头那获得了转职任务。你现在跟我说工会开了转职区域，这特么无语啊！楼上的兄弟别哭，老子为了转职找了一个100多岁的富婆，嗨嗨，找富婆那个兄弟多少有点太优秀了。兄弟们别说了，我直接冲工会的转职，冲冲冲！其他的不说，我就想学点职业技能，特奶奶的，转职之后那逼导师一个技能就要我10金币学习费，这我能忍。我直接平 A 刷怪，你真他娘是个狠人，平 A 刷怪是真的溜。没办法呀，金币现在太贵了，真的烧不起。不得不说，秦风这一波算是解决了不少工会玩家的转职任务。当然，秦风这一波转职的布局当然不是为了方便玩家那么简单。此时他直接对着眼前的6名职业导师说道，玩家在工会内部转职需要消耗贡献值或者金币，另外工会内部的贡献值和金币都将归工会所有。明白，只不过这工会贡献值和金币该如何界定？例如10级的技能对应多少贡献值和金币？战士导师卡罗有些不解地开口问道。听到对方的话，秦风直接对着一旁的罗德斯说道，这个事情交由罗德斯负责，没问题吧？请阁下放心，小事一桩。罗德斯作为魔法导师，智力属性极高，工会内部有成员级别划分，根据不同成员级别对应不同的学习技能费用。秦风接下来又说了不少需要注意的地方，而罗德斯听完秦风的话后点了点头，全数记了下来。随后罗德斯6人便快速前往转职区域进行任职了。秦风设置工会转职区的目的还是赚取玩家的金币。要知道，玩家在其他 NPC 那学技能基本需要花费大量的金币，而那些学习到的技能基本上都不是成体系的。现在秦风招募到的这些100级强者，
基本都具备完整的职业技能体系以及转职的经验。可以说，在工会转职学技能，花费的金币将要比在外面学习技能少上10倍，甚至高阶成员还能免费学习成体系的技能。而这也算是阵营特色福利，进一步提升清玄工会的核心竞争力。在安排好了转职所需的 NPC 之后，秦风便看向了剩下的 NPC。沉思片刻后，秦风直接开口，让几位掌握 LV9 副职业的 NPC 建立了副职业学习区域。工会提示：工会内部新增副职业转职区域，玩家可前往转职区域进行副职业转职，掌握副职业技能，获取副职业进阶路径等。工会提示：当前总共有13个可选副职业，分别为采矿、采药、剥皮、裁缝、制皮、锻造、工程、附魔、珠宝、铭文、钓鱼、烹饪、急救。玩家可自由选择喜欢的副职业进行职业掌握。听到这2道工会提示，玩家们再度沸腾了起来。毕竟玩家们虽然都知道有副职业的存在，但是副职业比主职业要难学习多了。在异世界，主职业是核心战斗职业，而副职业简单来说就是一门可以给玩家赚钱的手艺活。想学习副职业的话，基本都需要寻找到掌握副职业的 NPC， 然后通过极其繁琐的任务才能从对方手中学习到副职业技能，并且还有一定可能被坑。神域可是一个真实的世界，秦风前世就听说过不少人被 NPC 蒙骗，以学习采矿术为缘由，直接全部拐到某个黑矿之中挖矿。要不是玩家拥有不死之身，那些被骗过去的人估计只能在那挖矿挖到死了。秦风为玩家们建立副职业转职区域，和主职业一样，同样能让工会的玩家少走了不少弯路，同时也能给秦风赚不少金币。而此时，在设置好主职业和副职业的转职区域后，秦风面前还剩下不少百级强者，这些强者刚好能替秦风开发土地矿场出一份力。秦风之前买下了大量土地，根据秦风的记忆，这些土地之上都盘踞着大量的野怪，想要开发这些土地，首先就是要清理干净上面的野怪，然后再派遣手下势力成员进入这些土地之中开发矿场。而现在有了这群100级的强者，秦风完全可以先对一部分矿场进行开发。意识到这一点，秦风直接拿出一批地图和传讯石，将其分发给了在场的众人。做完这一切后，秦风扫视全场说道：你们都获得了一份地图，而在地图之上，我给你们每个人都标记了一片区域，而你们要做的就是把这片区域内的魔物全部清理干净。当然，若是遇到无法解决的魔物，可以利用传讯石跟我说。另外，清空了魔物之后，立刻通知我，我将会前往诸位所在之地进行验收，希望诸位不会令我失望。在场众人听到秦风的话后，只觉得有些太简单了。雇佣任务，就这？不说别的，在场的众人都是100级强者，清理所有魔物对他们来说很有难度。一片区域内的魔物，这简直太简单了。清玄大人请放心，吾等不会让大人失望的。放心吧，这点小事不过尔。大人等着好消息即可。此时，这群 NPC 都一脸轻松地应和着。看到这一幕，秦风摆摆手说道：那就开始吧。是，我等先去也。杀光魔物，杀！这群100级强者都纷纷朝着自己负责的区域飞去。眨眼睛，整个工会大厅内已经没什么人了。而远处，玩家们看着这些离开的100级强者，显然都有些懵逼。不过，他们来到这里后，便飞快朝着主职业和副职业的区域奔去。现阶段的玩家来说，大多数都掌握了主职业，但是技能基本都没怎么学全。而副职业更不用说了，只有极少数的玩家才掌握了副职业。所以，这2个区域的职业导师在刚任职的时候，便瞬间进入了忙碌状态之中。秦风在安排好这一切后，直接打开了工会任务面板。随后，只见秦风编辑了一条工会任务，直接发布了出去。下一刻，所有玩家都收到了秦风发布的工会任务。工会提示：您获得了工会任务，学习采矿术 A。任务发布的瞬间，整个工会的玩家都纷纷打开了任务面板，看向了获得的工会任务。而在看完这个工会任务后，这些玩家都纷纷关闭了任务面板，朝着工会飞速赶来。这采矿术竟然免费学习，这羊毛我薅定了！我的天，免费学习采矿术还能奖励工会贡献值，这不跟白捡一样？好家伙，兄弟们直接冲！我薅羊毛大军出征，片甲不留！在秦风发布了免费学习采矿术任务后，整个工会的玩家都炸锅了。这个任务就2个核心点，一个是免费在工会副职业导师那学习采矿术，第二个就是在掌握了采矿术后，采矿术每提升1个级别就能奖励部分贡献值。可以说，白捡采矿术已经很不错了，再加上一个提升采矿术等级，这就等同于王炸，直接让所有玩家都准备冲一波。而就在秦风发布完这个任务时，一道系统提示却突兀地弹了出来，提示 NPC 虚灵尊者抵达工会驻地，是否接见？是否？听到这一道系统提示，秦风顿时一愣。虚灵尊者，尊者2字只有半神强者才会有此称呼，而虚灵尊者可是游戏前期的一个邪恶 BOSS。在秦风的记忆之中，就在不久后，他将会引发席卷整个永恒帝国的恐怖瘟疫之灾。而在那一场瘟疫之灾中，将会有无数的城池村镇化作死亡之地，诞生出无数的不死生物。当然，在这些不死生物诞生后，虚灵尊者便被其同化，利用死亡之力成为了凝聚神力的死亡神明。无数的半神强者在其恐怖的死亡之力下被同化，成为其麾下死亡军团的一员。随着死亡军团的壮大，永恒帝国半数领地城池陨落，成为不死生物的栖息之地。但很可惜，不死生物的底蕴太过弱小了。在永恒帝国研发出抵抗死亡瘟疫的药剂后，帝国3大镇国神明同时出手，瞬间便灭杀了凝聚神力的不死神明虚灵尊者。随后便是彻底的溃败，无数的不死生物被剿灭。只不过
在这一次帝国的灾难之后，圣者神教和机械帝国同时对永恒帝国发动战争，试图吞并永恒帝国，而这就是国战开启的契机。在这个版本的灾难事件和国战之中，玩家将会获得无数来自于永恒帝国的任务，从而飞速成长。秦风清楚地记得，帝国将会发布大型军团任务，只要有阵营势力能夺回那些被不死生物占据的领地，那些领地便会归夺回者所有。这些都是秦风壮大实力的机会。毕竟现阶段哪怕是公爵这级别的爵位，也无法获取到分封的领地。而一旦瘟疫爆发，不死生物动乱，秦风完全可以获得大量的领地，从而为后续建立属于自己的帝国阵营势力做准备。目前来说，他还有大量的时间积蓄力量，等待巨变的发生。意识到这一点，秦风回过神来，沉思了片刻，秦风直接选择了接见这位未来的邪恶版本大 boss。虚灵尊者在秦风同意接见的瞬间，便出现在了秦风的面前。秦风抬起头，打量着这位即将改变大陆走向的特殊存在。不得不说，半神尊者的确具备其他人没有的特质。他的身形高大，外貌富有一种西方贵族的清冷气质，目光中透露出一股漠然，看上去倒是根本不像是一个反派。此时，在秦风打量着虚灵尊者时，对方缓缓开口，对着秦风说道：“清玄阁下，我是代表永恒议会来此的。就在不久前，巨魔帝国发生动乱，巨魔帝国的首领希纳率领巨魔军团屠杀了帝国镇守军团，发动了对帝国的叛变。作为帝国的一份子，帝国议会希望阁下的阵营势力一同加入对巨魔帝国的清剿行动之中。”听到虚灵尊者的话，秦风眼前顿时弹出了一道系统提示：提示是否接取军团雇佣任务，巨魔帝国之乱 SSS。 是否？提示当前任务拒接取将会触发未知惩罚，请玩家谨慎选择。帝国的军团雇佣任务，这基本是可遇不可求的。每一个帝国军团雇佣任务都有着海量的奖励，而一旦能完成这类任务，秦风感觉自己的爵位都能再往上提一提。秦风前世虽然听说过巨魔帝国动乱这件事，但是这件事很快便被帝国的大军平定了，而巨魔帝国也化作了历史的尘埃，彻底消失不见了。回忆起这些信息，秦风抬起头，对着虚灵尊者缓缓说道：“这个雇佣任务我接了。”话音落地，一道系统提示顿时弹出，提示您成功接取军团任务巨魔帝国之乱 SSS。 提示您成功介入了未知事件之中，您的存在已被更多强者所知晓，声望值加10大8六。话音落地，眼前的虚灵尊者依旧一脸漠然的神色，平静地将一个雇佣卷轴递给秦风，说道：“具体内容自己看，另外需要做的事情也在上面，若有问题可来议会找我。”说完，只见虚灵尊者直接大手一挥，飞快消失在了秦风面前。对虚灵尊者这种半神级别的强者来说，秦风哪怕100级了，也不过是蝼蚁罢了。所以对待秦风自然不需要多说什么，传达完帝国议会的要求就可以了。看到虚灵尊者离开，秦风也没多说什么，直接点开任务面板，看向了获得的大型军团任务：巨魔帝国之乱 SSS。 等级 SSS。 类型大型军团任务。任务目标1，前往巨魔帝国击杀帝国领袖希纳01。2，前往巨魔帝国城池击杀巨魔帝国士兵0无限制。3，前往巨魔帝国城池摧毁巨魔帝国核心建筑单位、传送阵建筑、防御单位建筑、攻击单位建筑0无限制。4，摧毁巨魔帝国城池核心012。5，前往巨魔帝国城池击杀巨魔帝国军团将领 NPC 0100。12，前往永恒帝国军团驻扎处协助永恒帝国军团工程01。13，前往军部协助永恒帝国运输军用器械粮草0无限制。任务奖励未知。提示任务可共享为阵营专属任务，开启共享。看到眼前的大型军团任务，秦风觉得倒是不难。这个任务若是完成的好的话，估计能让公会内的玩家都提升个10几20级。想了想，秦风直接选择开启共享。而下一刻，一道道系统提示从公会玩家眼前弹出。公会提示：您获得了共享军团任务巨魔帝国之乱 SSS。 当前任务为永恒帝国发布特殊军团雇佣任务，接取任务共享之玩家请第一时间前往公会集结。公会提示：当前任务为帝国军团任务，玩家完成任务将会获得大量奖励，请玩家们注意。数道系统提示弹出，整个公会都沸腾了起来。卧槽，这是永恒帝国发布的特殊军团雇佣任务，这也太高级了吧！我他妈还在接普通 NPC 的任务，这是大型军团任务。好家伙，这任务奖励一看就知道很多。巨魔帝国叛变，这任务有点意思啊。好家伙，这任务是清玄大佬共享的，我就说为什么这样牛逼，还得是我清玄大佬啊，太强了！兄弟们，公会门口集合，冲啊兄弟们！来来来，兄弟们来活了！这不响应一波清玄大佬的号召。秦风此时直接朝着公会门口走去。此时已经有不少玩家在公会之中集结了，而秦风在走出公会大厅后，第一时间便吸引了无数玩家的目光。是清玄大佬，清玄大佬来了！清玄大佬，这个任务是不是奖励超多？永恒帝国的任务应该不简单吧？废话，大佬接的任务能差吗？秦风听到四周众人的话，缓缓开口说道：这次的任务若是能够完成，奖励会极为丰厚，我希望公会内所有成员都参与到此次任务之中。当然，这次军团任务的目标很多，有的是属于后勤任务，这类任务奖励较低，但是适合实力较弱的玩家，其他实力强的玩家可以和我一同参与攻城战役。听到秦风的话，四周的玩家瞬间明白了，这次的任务绝对奖励极为丰厚，要不然
秦风也不会特别提醒。最主要的是，这次的军团任务，哪怕是实力弱的玩家也可以参与其中，完全不用担心分不到任务奖励。而且，攻城战役会长还会亲自参与，有秦风参与的，那奖励还用想。所以，不少玩家第一时间就选择了做攻城项的任务。攻城任务不错，我决定了，跟着清玄大佬冲一波。俺也一样。攻城的时候是有永恒帝国军团的，这还怕个啥 ？NPC 当前排，我们后面疯狂输出就完事了。组队组队，有奶妈来吗？缺一个大奶，攻城躺好等着分经验就行了。重金求奶，要求智力500点以上，华夏币转账，1小时1节。不少玩家直接开始现场组队。看到眼前这场景，秦风扫视了一圈，说道：“所有参与战役的阵营势力是可以免费使用帝国传送阵的，工会成员可以利用传送阵过去。我先走一步，在伊瓦城等你们，想参与攻城战役的跟上便可。至于后勤任务，可以根据任务指引去做即可。”说完，只见秦风直接朝着工会传送阵奔去。而接下来，秦风也没管这些工会内的玩家，毕竟秦风要做的事情都基本做完了。大型军团任务核心还是在于秦风，他一个人估计就能碾压所有玩家的任务贡献度。不过，大型军团任务算是一次契机，若是这次的大型军团任务完成的好，未来估计会有源源不断的大型军团任务抛来。届时，秦风只要再和几个顶尖阵营势力缔结一波合作，整个工会就正式踏入正轨了。当然，工会也会成为秦风手中最强大的利剑。很快，秦风便来到了传送阵之中。作为被永恒议会雇佣的阵营势力，秦风直接开启了工会传送阵，随后选定伊瓦城进行传送。白光从天而降，瞬间携裹着秦风消失在了原地。远处的玩家们看到会长前往战区，没有第一时间跟上，而是转头朝着工会大厅内奔去。之前秦风发布了任务，可以免费学习采矿术，如今自然是先掌握一波副职业才行。而其中一些已经掌握了副职业的玩家，则纷纷跟了上去，选定伊瓦城进行传送。当然，也有部分玩家选择了做后勤任务，开始朝着帝国军部奔去。伊瓦城中心传送阵之中，一道白光降临，秦风的身影出现在这片核心军事要塞城池之中。而随着秦风的降临，不少白光涌现，一道道 NPC 和玩家的身影都出现在了城池之中。来活了，这就是伊瓦城吗？不愧是帝国100年军事要塞，真是雄伟恢宏。别看了，先去军部报道，看看接下来军方的动作吧。也是，走吧走吧。我听说巨魔帝国的军队已经抵达此地了，现在我们只要协助帝国军守城便可。帝国方面调遣军团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闭嘴，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好吧。听着四周众多 NPC 的议论，秦风也算对眼前的局势有了一定的了解。不过，巨魔帝国的军团竟然敢主动进攻帝国军事要塞，这是秦风没想到的。毕竟守城方具备天然的优势，在无数的防御建筑加成之下，同等规模实力的军团下，几乎没可能从正面突破城池的防守，除非对方拥有极为强大的高端力量，半神亦或者神明级别的强者。想到这些，秦风目光一凝，这并非没可能。要知道，一旦神域发生动乱，隐藏在暗中的邪神就会出手。不单单是邪神，那些邪恶阵营的势力，例如黑暗神教、巫妖族群、虚空恶魔、兽族部落等等等等，这些势力明面上不会有任何动作，但是背后绝对会派遣一些脱离族群阵营身份的强者加入战场。而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掀起正义守序阵营的内战，以微小的代价去消磨正义守序阵营的实力。可以说，只要能达到削减永恒帝国的实力这个目的嘛，哪怕损失几名半神或者神明强者，他们也是不亏的。更何况，在这些邪恶阵营背后，或许还有圣者神教、机械帝国这2尊顶尖阵营势力的身影。华夏大区目前的和平，仅仅是因为3方顶尖阵营势力的实力趋于均衡。若是这个均衡之势被打破，那么战争就会爆发。不过，对于秦风来说，他倒是一点也不担心这一点，因为战争对他来说算是一次积累实力契机。毕竟，一旦发动战争，氪金的地方可就太多了，轻轻松松就能将血量氪到1000亿，而且这种氪金还能转化为自身的核心战力，例如占据城池为自身领地，氪金招募 NPC 士兵，建造领地，攻击防御建筑等等等等，每氪一次金便能同等转化为自身所拥有的实力，这才是秦风需要的。秦风缓缓回过神来，挥手召唤出黑暗龙女和变异施救。咿呀呀，黑暗龙女张开双手抱住秦风的大腿，一脸亲昵的姿态。扫了一眼黑暗龙女，秦风发现她竟然没有长大多少，俨然还是一副小萝莉的模样。不过对比之前，至少还是长大了一些。而根据秦风估计，至少需要等到200-300级，她才会进入成年期，体型外貌到时候应该会产生巨大的变化。想到这里，秦风将这个小家伙捏了起来，然后让其自己漂浮在一旁。至于秦风，则直接骑乘上变异施救，随后2人头也不回地朝着城外飞去。对秦风来说，与其等待对方攻城，不如主动出击。巨魔帝国军团，秦风最不怕的就是军团战役，虚空恶魔军团他都一波全灭了，还怕这些巨魔？就在秦风骑乘施救朝着城墙外飞去时，无数道窥探的目光瞬间落在了秦风身上，而这些目光在确认秦风的身份后，便没有再继续探查了。秦风没有理会这些窥探的目光，径直操控着变异施救飞快朝着城墙外奔去。只是短短片刻，秦风便来到了城墙之上。巨大的城墙之上，无数的 NPC 士兵和各大阵营势力的强者错落有致地立于其上。
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座巨大的防御建筑亮起光芒，随时防备着巨魔帝国军团的入侵。而在城墙四方，不少帝国施救军团的骑士正在空中巡视。其中一队施救军团骑士在看到秦风后，便飞快朝着秦风飞来。此地乃军事重地，禁止飞行，还请大人止步。声音传来，秦风缓缓停了下来。而这时，当这群施救军团骑士靠近，为首的一名军团长便对着秦风说道：“职责所在，还请大人见谅。”听到对方的话，秦风平静地开口说道：“我要去城外，可否放行？”城外，军团长目光凝重地说道：“目前巨魔帝国军团已经集结准备攻城，阁下贸然出城，实在太过危险。”话还没说完，一道巨大的号角声突然从远处传来，呜呜，犹如远古平原传来的低沉哀嚎，一如狂风涌过空洞传来的回响。在这号角声响起的瞬间，施救军团所有士兵顿时脸色一变，而军团长也没有多说什么，直接大吼道：“帝国第29施救军团所在，准备战斗！”是。话音落地的瞬间，施救军团如同缜密的战争机器一般，飞速朝着城墙所在飞去。秦风顺着视线朝着城墙外看去，只见不远处的大地之上出现无数的黑色鼓点，这些密集的黑色鼓点逐渐蔓延开来，如同蚁群一般吞噬整个大地，以一种极其恐怖的速度朝着伊瓦城袭来。看到这一幕，秦风顿时笑了起来。好家伙，这还没去找他们呢，这就上赶着送上门来了。秦风感觉这巨魔帝国的军团将领多少有点太善解人意了，在心中感谢了对方一番，随后也不迟疑，直接骑乘师就朝着城外飞去。单一的守城太慢了，以秦风的实力来说，目前完全不需要守城，直接莽就完事了。此时，秦风直接骑乘着施救，飞快穿过了城墙，直接朝着远处的巨魔军团大军飞去。城墙之上，无数的 NPC 强者和士兵都看到了秦风的身影。在看到秦风飞快朝着远处飞去时，这些强者顿时都愣住了。这家伙在做什么？那边可是巨魔帝国的大军，他这是在送死？难不成这是一尊半神强者？可为何从他身上没感受到任何神力气息？韩批，这根本就不是半神强者，那家伙才100级，100级就这么猛吗？真有老夫当年的气魄呀！别闹，就你当年就算了吧，怂了一批。不过这家伙应该是没了，哪怕是半神强者也不敢这么冲吧？那可是巨魔帝国的大军啊，其中不乏有半神级别的强者。不得不说，秦风的操作直接让众人开了眼，而大多数人都在心中为秦风宣判了死刑。毕竟，个人的伟力，除非晋升为神明，否则面对有半神级别强者坐镇的大军，只有死路一条。秦风显然并不在意他人的目光，此时的他如同利箭，飞快朝着巨魔军团飞去。只是片刻，秦风便抵达了巨魔军团不远处。而就在这时，一道道身影从巨魔军团之中飞出，以一种恐怖的速度朝着秦风袭来。感知到那一道道恐怖的强者威压，秦风直接抬起法杖，刹那间，禁咒之力猛然爆发，一轮如同烈阳般的大日悬浮于空，缓缓坠落大地。恐怖的火焰魔法能量肆虐爆发，顷刻间便吞噬了眼前所见的一切。那些袭来的强者看到这一幕，纷纷口吐芬芳。草你妈，上来就开禁咒，老子服了，这人有病吧？啊！该死！这些强者还来不及反应，恐怖的火焰魔法能量瞬间将其彻底吞噬，而连带着一同吞噬的还有巨魔帝国军团的前锋军团。远处的城墙之上，无数镇守城池的士兵和 NPC 强者看到这一幕都呆住了。这是谁家的法师？开战就冲上去也就算了，你他妈是真会啊！开局就放禁咒，这他妈不是有病吗？要知道，禁咒可是极为高阶的特殊魔法，往往释放禁咒的时候都是战局僵持之时，可能一发禁咒就能彻底改变一场战役的走向。你一个魔法师不在城墙待着，竟然跑出去放禁咒？放完禁咒的魔法师，别人半神强者宰你不是有手就行？我没看错吧？那家伙放了个禁咒，就杀了几个100级以上的强者，还有部分前锋军巨魔士兵。他奶奶的，气死我了！这魔法师能释放禁咒的魔法师，帝国要耗费多少资源才能堆出一个呀？可惜了，巨魔帝国的半神强者绝对不会放纵这种级别的魔法师活着。哎，这距离哪怕施救军团出动也没办法救了，只能说那人多少有点想不开。算了，好好备战，接下来可能会有一场恶战，大家都准备好。就在众人感叹不已之时，巨魔帝国军团之中，一尊半神强者腾空而起，恐怖的半神威压瞬间席卷了眼前的战场。而只是片刻，这尊强大的巨魔半神便将秦风锁定，目光穿透了层层涌动的火焰，落在了秦风的身上。提示：您已被半神级别强者锁定，请玩家注意，凝聚神力的强者基本具备能够锁定敌人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对被盯上的人来说很不友好。不过秦风抬起头看向了目光投来之地，冷冷一笑，他倒是不怕这些半神不露头，怕就怕他们突然跑路。半神级别的强者，他还真想试试能不能打死自己。毕竟秦风目前的血量已经极为恐怖了，而且还兼具恐怖的100%回血的 buff。另外，他还有一个复活的职业被动，单是这些加在一起，都足够成为秦风随便浪的资本。就在秦风思绪纷飞之时，禁咒的力量缓缓消散。与此同时，巨魔帝国的半神尊者也察觉到了机会的降临，瞬间化作一道金色光芒，消失在空气之中。眨眼睛，巨魔半神便出现在了秦风面前，挥动巨斧，瞬间朝着秦风的头颅砍去。好快！秦风有些意外，巨魔半神的身躯庞大无比，浑身涌动着扭曲的血色魔能。
其身形如5、6层的楼房一般高大，看上去极具压迫感。挥动蕴含神力的巨斧，一股如山般的恐怖威压朝着秦风猛然袭来。感知到这袭来的恐怖威压，秦风没有动，而是直接抬起法杖，瞬间一发禁咒再次释放。恐怖的禁咒威压猛然爆发，眼前的巨魔半神脸色一变。不过他没有选择逃离此地，而是决心斩杀眼前的魔法师。砰！巨斧砍在秦风的寒霜护盾之上，瞬间让秦风的寒霜护盾碎裂开来。刹那间，秦风头顶也浮现了一个符号 Miss。 护盾在抵消大量伤害的瞬间，一股寒霜之力也随之爆发，将眼前的半神巨魔彻底冰封。不过冰冻效果对于凝聚部分神力的半神强者来说，只能困住不到1秒。而在半神巨魔被冻结的瞬间，恐怖的火焰魔法禁咒之力猛然爆发，瞬间将半神强者彻底吞噬。下一刻，解除冰封的半神巨魔强者发出一声怒吼：啊！-120675，-121235，-121885，一道道伤害数字不停浮现，不停吞噬着半神强者的生命力。而秦风也没给对方机会，继续不停丢着禁咒，一道道大炎陨落禁咒不停爆发，瞬间让这片区域化作了死亡之地。半神巨魔尊者感知到恐怖的火焰魔法袭来，瞬间便催动神力覆盖身躯，猛然朝着远处飞去。只是眨眼睛，半神巨魔尊者便脱离了禁咒覆盖的区域。看到这一幕，秦风叹了一口气，半神果然不愧是凝聚部分神力的特殊存在。若是这种级别的 BOSS， 那么容易击杀，也不会被冠上尊者之称了。不过秦风只是感叹了片刻，便重整旗鼓，直接朝着巨魔帝国大军杀去。对他来说，杀不了半神不要紧，眼前这些大军屠杀一波，也是能收割不少任务贡献度的。此时，只见秦风召唤出变异施救，飞快朝着远处的巨魔大军飞去。远处的城墙之上，所有的守军 NPC 都震惊了，看着这无尽涌动的恐怖火焰禁咒，他们只感觉自己的世界观都被颠覆了。这他妈是什么？能连续释放的禁咒？这魔法师绝对不一般，我需要他的全部信息。假以时日，必然会成为神域大陆的顶尖魔法强者。我为之前的嘲笑和质疑忏悔，我应该相信那位魔法师大人。这禁咒应该是某种失传的特殊禁咒，太可怕了吧！那尊半神巨魔强者都只能暂避锋芒，谁能在禁咒之中待着啊？不跑的是傻子，有点可惜了。要是能杀掉一尊半神就好了。战场之上，半神巨魔尊者在脱离战场后，无数巨魔士兵的目光落在了他的身上。可此时的巨魔半神哪有昔日的风采？映入众人眼帘的只是一个浑身漆黑的巨汉。半神尊者格塔亚，您这是怎么了？尊者难道也不是那个家伙的对手？可恶，尊者绝对是无敌的，那家伙绝对是用了禁咒卷轴，卑鄙无耻的人族！在众多巨魔族士兵的注视之下，半神尊者格塔亚脸色有些不好看。作为巨魔帝国族群内的半神强者之一，他如今却连一个为凝聚神力的魔法师都打不过，这对他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个耻辱。不过就在这时，数道半神强者的身影腾空而起，瞬间汇聚到了半神尊者格塔亚身旁。格塔亚，没想到碰到刺头了吧？那个魔法师可不简单，你解决不了也实属正常。的确，那小子有点诡异，他竟然能不停释放禁咒，就好像一直在用禁咒卷轴一般。此子若是成长起来，必成心腹大患，一起出手将其扼杀于此如何？出手吧，别墨迹。几位半神级别的强者在短短几秒那边决定了对秦风出手。虽然他们来自于不同的阵营势力，但是他们的目的是相同的，那就是为了削弱永恒帝国的实力。而秦风所展现出的恐怖潜力，让这些半神强者都感觉到了忌惮。所以最好就是将秦风扼杀于摇篮之中。在几位半神达成了默契之后，便同时朝着不远处的秦风飞去。而这时，秦风骑乘着变异狮鹫驰骋于空中，不停对着下方丢着一道道禁咒。对秦风来说，他因为全智力加点，所以魔力值比其他玩家要高很多很多。再加上回蓝药剂 buff 和装备的加成，秦风每秒恢复的魔力值完全足够支撑他偶尔丢出一道禁咒。当然，无限释放还是有些做不到，毕竟他的魔力值并非是无限的。此时，在秦风丢出一道道禁咒时，无数的巨魔军团士兵被瞬间击杀。提示：您击杀了巨魔帝国军团士兵，黄金级，您获得了永恒主城贡献值+1，经验加10000点。提示：您击杀了巨魔帝国军团士兵，黄金级，您获得了永恒主城贡献值+1，经验加10000点。在秦风疯狂屠杀着巨魔帝国军团士兵时，远处一道道恐怖的威压瞬间袭来。感知到袭来的威压，秦风还没来得及反应，无数恐怖的技能便落在了秦风身上。提示：您受到了未知半神强者的技能攻击，您进入了灵魂控制状态之中。由于您的神圣进化 buff 当前状态对您无效。提示：您受到了未知半神强者的技能攻击，您进入了恐惧状态之中。由于您的神圣进化 buff 当前状态对您无效。提示：您受到了未知半神强者的技能攻击，您进入了虚弱状态之中。由于您的神圣进化 buff当前状态对您无效。还没来得及反应，无数道技能瞬间落在了秦风的身上。与此同时，他的头顶也开始浮现一道道赤红色的伤害数字：-24511，加24511，-104516，加1045516，-86723，加86723。不得不说，这些半神级别强者比之前的巨魔族半神要强的不是一点半点。毕竟，他们的攻击都破开秦风的防御了，足以看出这群半神的强大之处。不过，这对于秦风来说还不够。以秦风目前的恐怖血量还有恢复能力来说，
这群半神级别的强者对秦风根本没有半点威胁。意识到这一点，秦风抬起头看向了袭来的一群半神，说道：“就这，你们这群半神也太弱了吧！”听到秦风的话，这群半神强者顿时脸色巨变，他们显然没遇到过如此强大的百级强者。对于他们这群凝聚了部分神力的半神强者来说，基本上面对秦风这种级别的魔法师都是以碾压的优势瞬间击杀的。可现在，他们的攻击竟然对秦风造成不了半点伤害，这如何能让他们不惊惧？都别藏着掖着了，这家伙有问题！全力出手，镇压他！其中一名身穿着漆黑战甲的半神强者大声说道，他的声音传遍了整个战场。而听到他的话，四周的所有半神尊者全力出手。刹那间，恐怖的神力开始涌动，无数强大的技能在这一刻瞬间爆发。一道道技能落下，恐怖的能量波动化作白光，吞噬了眼前所见的一切。所有战场中的人族和巨魔族都被光芒遮蔽了双眼，在他们的感知范围内，只能感受到一股恐怖的毁灭力量肆虐于战场之中。单单是感知到这股毁灭力量，便让所有人的灵魂都忍不住发出一阵颤抖。不知过了多久，白色的光芒缓缓消散，城墙之上此时已经有大量玩家的身影出现了。他们看着眼前的白光，有些懵逼。这是什么情况？有人丢闪光弹？谁他妈丢的闪光弹？差点把老子眼闪瞎了！这不是射击游戏兄弟，你们来晚了。这白光是几尊半神级别的强者对清玄会长出手造成的。清玄会长？他在跟几尊半神强者战斗吗？是的，不过现在不知道会长怎么样了。这波攻击，我感觉会长是半神级别的强者也不一定抗得下来。什么？会长那么强，还有他抗不下来的？我不信！在众人的议论之中，不少人族防守士兵纷纷抬起头看向了远处。此时的战场之上，一个巨大的如同陨石般的坑洞出现在了众人面前，而在坑洞的上方，几尊半神强者悬浮于空，注视着下方焦黑的土地。就在这时，其中一尊半神强者猛然看向了大地之上，瞳孔猛然收缩。他竟然没死！听到这位半神尊者的话，几位半神尊者循着他的视线看去，而这时，众人只看到了秦风毫发无损地站在原地，看上去根本一点事情都没有。也就是说，他们刚才对秦风的攻击根本没有造成半点伤害。意识到这一点，几尊半神强者看向秦风的目光已经不是忌惮了，而是赤裸裸的恐惧。这样的人，若是让其成长起来，那绝对是其他所有阵营强者的噩梦。而远处的城墙之上，快看，那是清玄会长，真的是清玄会长！天哪，他竟然没事！卧槽，血条还是满的，这有点太离谱了吧？这么多半神强者围攻，竟然一点事都没有！清玄大佬 YYDS， 太强了！此时，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之中，秦风直接抬起法杖，刹那间，禁咒之力瞬间爆发，一轮大日瞬间降临此地，将所有半神尊者覆盖其中。就在禁咒爆发的瞬间，伊瓦城之中数道半神尊者的身影缓缓浮现。在这几道半神出现后，都纷纷对视一眼，随后飞快朝着远处的战场飞去。很显然，这几位半神尊者都是永恒帝国阵营势力的，而他们的目的就是为秦风创造机会，将那几尊半神强者全部留下。战场之上，一轮大日瞬间降临，恐怖的火焰之力瞬间笼罩了所有半神强者。刹那间，无数的伤害数字浮现：-121245，-125123，-124561，真实伤害作用之下，被火焰禁咒笼罩的半神强者几乎都吃满了伤害。先撤，这家伙有大问题，我们根本没办法击杀他。走，这禁咒，该死！啊呀！这些邪恶阵营的半神强者都纷纷施展手段，想要逃离此地。可下一刻，一个巨大的火焰护盾直接笼罩了整个战场，瞬间便将所有邪恶阵营势力的半神围困在了其中。轰！半神尊者格塔亚一斧头砍在火焰护盾之上，却发现眼前的护盾纹丝不动，根本没办法破开。而这一刻，其他几位半神强者都纷纷抬起头看向护盾四方，在护盾的四方，8位半神尊者正朝着护盾输送着能量，维持着护盾的运转，将半神尊者们封印在其中。看到这一幕，几位半神尊者纷纷脸色巨变。该死，这是高级火系封印阵！8位半神在外，除非有神明强者降临，否则根本无法从内部破开。其中一尊半神强者咬着牙说道。话音落地，还不等几位尊者反应，恐怖的火系禁咒之力再次袭来，火焰如同翻涌的海水一般，瞬间将所有半神尊者吞没。秦风此时倒是有点如鱼得水，他面对半神强者，虽然对方杀不了他，但是想跑，秦风还真拿对方没办法。可现在局面完全不一样了，其他同一阵营的半神强者出手，帮助秦风困住了这些半神强者。这样一来的话，只要给秦风时间，眼前这群半神强者迟早能全部击杀。意识到这一点，秦风不停开始嗑药回蓝，随后不停释放一道道大炎陨落禁咒。恐怖的火焰之下，邪恶阵营的半神强者们只觉得如同吃了翔一样难受。该死，现在该怎么办？其中一位半神强者撑起一个护盾，对着众人问道。在神力护盾的庇佑之下，其中一人冷冷地看向不远处的秦风说道，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杀了那家伙。只要杀了那家伙，这个护盾根本对我们造成不了半点威胁，只要护盾解除，其他半神根本拦不住我们。那家伙根本没有弱点，完全不像是一个魔法师，简直像是凝聚了部分神力的骑士强者，有点强的过分。打断他施法可行吗？不行，这家伙好像服用了净化药剂，所有控制类术法都无法对其生效。
我就不信他一个法师能扛得住我们一堆半神强者的攻击，都给我出手！不管怎么样，现在反正也找不到他的弱点，不如就看看他能承受我们多少次攻击。只能如此了。话音落地，几位半神尊者扭头再次对着秦风出手。秦风看到这一幕，一点也不慌，一边嗑药一边丢着技能。对他来说，眼前这些半神强者还是太弱了，只要不跑，慢慢磨就能磨死。就在秦风意识到这一点时，无数攻击瞬间落在了他的身上。负123414，加123414，负245141，加245141，负146723，加146723。秦风就硬扛着几位半神尊者的攻击，继续不停释放着禁咒技能。恐怖的火焰席卷，半神尊者们的生命值不停下跌。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秦风的优势越发明显。只是短短几分钟时间，这几尊半神强者的血量都下跌了一半之多。反观秦风，血量纹丝不动，每下降一次都能瞬间恢复回来，简直堪称人形泉水。随着这些半神尊者对秦风的攻击，他们也纷纷陷入了绝望之中。他们这辈子可能都没想到，自己竟然能遇到这么恶心人的魔法师。血量高也就算了，竟然还有极为恐怖的恢复能力。最关键的是，他还能无限释放禁咒。遇到秦风，只能算是倒了8辈子霉了。而这时，这群半神强者也逐渐意识到，若是再这样下去，他们真的会陨落于此。于是乎，几位半神尊者纷纷停手。当然，他们停手可不代表秦风停手。秦风依旧不停释放一道道禁咒，根本不给几人机会。而看到这一幕，其中一名半神尊者连忙对着秦风喊道：“这位大人，还请饶过我等。若是杀了我们，你绝对会有大麻烦的。只要阁下愿意放我们走，我愿意与阁下签订灵魂契约，从此为阁下所用。”另一名半神强者直接抛弃了节操。对于他们这些邪恶阵营的半神强者来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哪怕卑微为奴，也好过死在此地。而听到他的话，四周几位半神迟疑了片刻，也纷纷开口：“大人，若是愿意放过我，我也愿意与大人签订灵魂契约。阁下应该也是一方势力之主，与其杀了我等，不如让我等为大人效力。我有不少禁咒传承，阁下若是需要，我愿献于阁下。”秦风听到这些人的话，顿时眼前一亮。好家伙，他倒是没想到，这群半神尊者竟然会为了活命，愿意与自己签订灵魂契约。要知道，灵魂契约可是能够从灵魂层面奴役他人的特殊契约。这种契约一旦签订，便由天道力量所见证，无法以任何形式取消。被奴役者的生命将会被契约者所操控，并且契约者一旦死亡，被奴役者也会同时死亡。可以说，若是秦风和眼前的这群半神尊者签订契约，那么他就能瞬间拥有几尊半神尊者作为奴隶。秦风想到这里，便缓缓停手，看向了在场的几名半神尊者。严格意义上来说，秦风这才看清楚，被围困的半神尊者总共有6位。这6位半神尊者各不相同，看上去都显得有些狼狈。而此时，秦风扫视一圈，说道：“灵魂契约可以开始缔结了，我只给你们10秒，超过时间者死。”说完，秦风便开始等待了起来。看到这一幕，这几位半神尊者对视一眼，纷纷开始缔结灵魂契约。对于他们来说，之前所说的灵魂契约也不是无的放矢，在他们被围困之时，便一直在等待己方神明出手。而到了现在，神明强者都没有出手干预战场，那就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被另一名甚至更多神明牵制住了。所以，几人可以说是没有半点翻盘的希望了。除了死，就是被秦风奴役，二者选其一，聪明人自然会选择被奴役。跟着秦风这样的强者也不丢人，哪怕当打手也好过白白死在这里。意识到这一点，几位半神尊者都纷纷缔结好了灵魂契约。随后，只见几人一挥手，灵魂契约便出现在了秦风面前。与此同时，秦风眼前也弹出了一道道系统提示：提示格塔亚半神尊者，请求与您缔结灵魂契约。当前契约一旦签订，格塔亚的灵魂将会归玩家掌控，请玩家注意，签订拒绝。提示朗德半神尊者，请求与您缔结灵魂契约。当前契约一旦签订，格塔亚的灵魂将会归玩家掌控，请玩家注意，签订拒绝。秦风扫了一眼，发现没什么问题之后，便毫不犹豫与这些半神尊者签订了契约。而在契约签订的瞬间，一道道世界通告和提示在秦风耳边响起。世界通告：玩家清玄华夏大区成功收服6位半神尊者，作为首个收服尊者级别强者的玩家，特别奖励玩家神力结晶神级星号20。世界通告：契约功能面板开启，玩家可前往面板查看契约目标。世界通告：玩家清玄华夏大区以一人之力镇压6尊邪恶的半神尊者，他的事迹将成为神域之中的传奇故事之一，供后代无数人传颂。此事将被载入神域编年史之中。为此，玩家成功获得特殊奖励，信仰值加50W。提示：您成功收复了6位半神强者，玩家可进入契约功能面板查看6位半神尊者属性。提示：您获得了永恒帝国贡献值加3000W。提示：您的事迹即将传遍整片神域大陆，您获得了声望值加1000W。当这一道道世界通告响起，远处的玩家都有些懵逼，这是怎么回事啊？清玄大佬不是和这些半神强者在战斗吗？怎么就把这6尊半神强者契约了？好家伙，别人是生死战，清玄大佬直接契约半神强者，把死对头变成自己人，太强了吧！这个契约功能，别说了，我要契约一个猫耳娘。楼上你多少有点 BT 了吧？我还是喜欢巨蜥娘。资6，兄弟，咱就是说，
你不行，你回阿三大区吧，还是阿三大区适合你啊。这个契约功能真的无敌，我刚设是契约一旁的 NPC， 他竟然说只要给10金币就可以跟他玩一晚上，不对劲，这不是去幼儿园的车。这个契约功能的开启，新增了无数的玩法流派，毕竟契约可是一个很特殊的功能。不过这对于玩家来说未必是什么好事，因为 NPC 也是可以对玩家进行契约的。一旦玩家同意对方的灵魂契约，将会导致一种结果，就是对方想玩家死，玩家就会瞬间暴毙，进入复活点等待复活。当然，也正因为这一点，催生了后世的一个奇异玩家流派的诞生，那就是卖身流，把自己的角色卖给一些奴隶商人。秦风也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可能是当人当久了，想要体验一波当奴隶的快乐。秦风没有继续深思，而是打开背包，直接看向了这场战役的收益。神力结晶，神级，星号20。神力结晶是凝聚神力的核心物品之一，1万枚神个碎片才能凝聚一颗神力结晶。可以说，每一枚神力结晶都是极其稀缺的特殊道具，价值根本无法用金币来衡量。只不过目前距离秦风开启神路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暂时来说，这个神力结晶只能先在背包里放着，等开启神路后再用。而这一次，除了获得的神力结晶之外，秦风还获得了50W 点信仰值。看到获得的信仰值，秦风觉得这大概才是最大的收获。不过这东西在开启神路之中，将会增幅成神后玩家的各项4维属性和神力强度。可以说，成神之前若是信仰值越高，那么成神之后玩家就越强。当然，信仰值这个东西来自于神域大陆之中的 NPC 和玩家，获取难度极高，一般没有玩家会选择专门去刷信仰值。不过对秦风来说，信仰值这东西只要能刷就必须要刷，而且还要刷满。就在秦风心中决定要狠狠刷一波信仰值时，战场之上的火焰阵法被直接解除了。随着阵法的解除，数道半神尊者的身影出现在了秦风面前，而为首的则是一名身穿着黑玲珑甲的高大男子。秦风扫了一眼对方的名字，迪伦，半神尊者。迪伦没听过，估计也是一个没能熬到后期的普通半神。毕竟随着时间推移，强大的半神早已晋级神明，而那些弱小的半神基本陨落于各个版本的灾难之中。清玄阁下，您的实力令人惊叹。迪伦笑着扫了一眼被契约奴役的6尊半神的男道，接下来阁下能否协助我等击退巨魔帝国的大军？可秦风平静的开口。随后只见秦风一挥手，6尊半神强者顿时化作流光，朝着远处的巨魔帝国杀去。看到这一幕，迪伦平静地盯着秦风说道：清玄阁下，你已经被很多人盯上了，其中不乏有神明级别的强者。我知道。秦风平静地瞥了他一眼说道：多谢阁下提醒。对秦风来说，被神明强者盯上不是很正常的吗？毕竟他的实力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阶位了，虽然还未凝聚神力，但是哪怕是凝聚部分神力的半神，也基本不是他的对手。哪怕面对神明级别的敌人，打不过，难不成还跑不过吗？秦风还真不担心被神明盯上这件事，毕竟他可早被某位斗 S 的邪神盯上过了，有了经验，简直一点也不慌。迪伦看到秦风的反应，顿时眯起双眼。对他来说，说出这些话也是提醒，毕竟永恒帝国可不希望一尊未来很大概率成为神明的强者，因为被神明盯上而夭折。虽然他能看出秦风是不死的一人，但对于潜伏于大陆之中的强大神明，谁知道有没有针对一人的手段呢？所以提醒也是必要的。而提醒过后，他要做的事情也做完了，只能说接下来祝秦风好运了。我等接到命令，潜伏于此地的邪神使徒开启了一处的窟，无数邪恶地底生物从其中涌出，必须要尽快前往镇压，此地便交给阁下了。迪伦说完这句话，直接一挥手，带着身后的7尊半神强者离开了此地，朝着野外深处飞去。秦风看到对方离开，没有阻拦，只不过地窟竟然这么快就开启，这可不是什么好事。要知道，地窟可是地底生物进入地面世界的通道，和虚空裂缝不一样，地窟一旦形成便无法被关闭，唯有派遣强者和军团常年镇守方可。而如今巨魔帝国叛变，地窟诞生，再加上其他各大势力加入战争，局面可以说是十分不乐观。不过前世既然帝国能平定此次叛乱，这一次也必然不会例外。有了秦风的加入，应该能更快解决这场叛乱。而就在秦风思索之时，一道道系统提示开始在秦风耳边响起。提示：您的契约者击杀了巨魔帝国军团士兵，黄金级，您获得了永恒主城贡献值+1，经验加10000点。提示：您的契约者击杀了巨魔帝国军团士兵，黄金级，您获得了永恒主城贡献值+1，经验加10000点。话音落地，秦风抬起头看向不远处，目光所及之处，无数巨魔族士兵被6尊半神肆意屠杀。只是短短片刻，整个大军便彻底溃败，四散而逃。秦风没有让半神尊者们停手，对他来说，这些巨魔帝国军团的士兵就是移动的贡献值，对待贡献值自然是要全部收入囊中。接下来，秦风毫不犹豫召唤出施救，飞快冲入了战场之中，加入了屠戮巨魔族士兵的队伍之中。而玩家们和 NPC 士兵看到这一幕，也冲出城墙，迅速加入了战场。10分钟后，整片战场彻底化作了一片死亡火海，无数巨魔族士兵被烧成了灰烬，死得不能再死了。而这时，巨魔族半神尊者格塔亚拎着一名金甲巨人少女来到秦风面前，随后只见其将少女往秦风面前一丢，缓缓躬身对着秦风低头说道：无主，此乃巨魔皇族的公主，也是巨魔一族中唯一觉醒上古血脉的存在，
我想主人一定会感兴趣的，所以特别留了活口。秦风的目光落在眼前的巨魔皇族公主身上，不得不说，眼前的巨魔皇族公主身形修长，身上倒是玲珑有致，与其他巨魔一族的女子完全不同。而巨魔一族的皇族血脉造就了其精致完美的面容，若不看她那远超普通女子的体型和身高，以及头上那对隐藏在发丝间的犄角，恐怕很难察觉此人竟不是人族。在秦风打量着眼前巨魔皇族公主时，对方的名字也缓缓浮现：提亚，巨魔皇族公主。看到眼前的提亚二字，秦风瞳孔一阵收缩。好家伙，他没想到这位巨魔皇族的公主竟然是她。若是秦风没有记错的话，提亚将在不久后开启血脉之力，然后以一种极为恐怖的速度晋升为神明级别的强者。而晋升为神明的提亚实力极为可怕，准确来说，他可以同时吊打 N 个同级别的神明。当然，若只是因为这样就算了，最重要的是他所具备的血脉是上古时期的古神血脉之一，而这个血脉绝对不一般。意识到这一点，秦风目光落在眼前的提亚之上。目前的提亚实力还不够强，应该只是初步解除了部分血脉限制，而若是等他后续成长起来，估计就不容易掌控了。像是眼前这种必然会成为神明的顶尖战力，秦风自然是要掌握在自己手中。意识到这一点，秦风缓缓走上前。提亚看到秦风靠近，精致完美的面容之上涌现出不知所措、恐惧、迷茫等等复杂情绪，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被猎人抓住的小白兔。而若是给其他男性玩家看到这副我见犹怜的模样，肯定恨不得立刻放他离开，当一回圣母。但是对秦风来说，眼前的提亚他是绝对不会放过的。他缓缓走到提亚面前，居高临下的盯着他问道：想活着吗？提亚看到秦风靠近，原本恐惧迷茫的神色瞬间消失。刹那间，只见其猛然拿出一把匕首，对着秦风出手。叮 ，miss， 叮叮叮 ，miss miss miss。秦风甚至都没有躲避对方的攻击。对他来说，眼前这提亚还是挺有趣的，假装出一副恐惧迷茫的小白兔模样，然后来刺杀自己，这种伎俩不算高明。而在秦风被刺的瞬间，一旁的半神尊者格塔亚直接上去，一拳便将提亚打飞了出去。那把匕首瞬间便被格塔亚利用神力射入手中。下一刻，另一名半神强者直接飞出，将砸落在地的提亚抓了回来。屋主要杀了他吗？另一名半神尊者对着秦风询问道。秦风摇了摇头说道：他很有价值，把他带过来。是。提亚被半神尊者提着来到了秦风面前。此时提亚遭受半神一击，只是遭受了部分轻伤，看上去肉体强度极高，而这大概就是古神血脉的特点之一。想了想，秦风点开契约面板，选定灵魂契约，而后将提亚的名字印刻其中。随后只见其对着提亚瞬间使用，下一刻一道血色的契约符现在了提亚面前。看到眼前的契约，提亚顿时脸色巨变。很显然他是知道这种契约的，一旦签订了眼前的契约，就代表此生都要被秦风所操控。若是秦风愿意，便能让他生不如死。而秦风看到提亚巨变的神色，平静地开口说道：想活着就签下契约，不过我只给你这一次机会。提亚公主，签下吧。一旁的格塔亚对着提亚劝解道。他其实也是有私心的，在将提亚从战场上带到秦风面前，他就决定要保住这一丝巨魔皇族的血脉。作为巨魔族群的半神尊者，他早已知道这一场面对帝国的叛变必定会以失败收尾，而他依旧义无反顾为族群而战，直到被秦风所契约，彻底被对方所掌控。永恒帝国又多了6尊半神战力，这种情况下，可以说100%巨魔帝国会全面覆灭。作为皇族，必然会成为永恒帝国开刀的对象。而提亚公主想要活下去，就必须要和他们一样，成为秦风所掌控的奴隶，否则迎接他们的必然是死亡，或者是比死亡还惨烈的待遇。此时，提亚看了一旁的格塔亚一眼，只觉得心如死灰。活着才有希望，不对吗？一旁的另一位半神缓缓开口提醒道。秦风扫了一眼这尊开口的半神，顷刻间，只见对方脸色巨变，瞬间跌倒在地，捂着自己的头颅，发出一阵阵哀嚎。大人饶命！秦风对格塔亚的私心表示理解，但是不代表他能容忍这些半神有自己的算盘。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想敲打一下格塔亚，顺便试验一下灵魂掌控的能力。就在那尊半神强者哀嚎之时，提亚缓缓开口说道：我愿意成为阁下的奴隶。话音落地，只见其伸出手，瞬间在血色的契约之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而在契约签署成功的那一刻，一道系统提示顿时弹出：提示：您成功与提亚巨魔皇族公主签订灵魂契约。提示：您契约了古神血脉拥有者，获得特殊任务古神血脉觉醒 SSS。 在签订成功契约之后，提亚便被放了下来。而这时，秦风看着获得的任务有些疑惑，契约古神血脉拥有者竟然能获得特殊任务，这个任务应该也是机遇任务，就是不知道任务的奖励如何。秦风直接点开了任务面板，看向了获取的古神血脉觉醒任务。古神血脉觉醒任务 SSS， 等级 SSS。 任务内容：收集材料，帮助提亚契约单位彻底觉醒古神血脉。任务目标：1. 收集神力结晶星号1，1 2. 收集觉醒石神级星号1，0 3. 收集不朽之结晶神级星号1，0 任务完成奖励未知。古神血脉觉醒任务不算难，需要获取的材料秦风都有渠道弄到，只不过这个未知奖励
属实有点让人无语。秦风想要知道任务的奖励怎么样，还是得做一波任务才行。对于给提亚觉醒血脉，秦风还是愿意支持的。毕竟现在秦风已经完全掌控提亚了，哪怕对方成为神明，也会受制于契约之力。所以秦风一点也不担心他会失控。对于秦风来说，帮助提亚觉醒血脉就等同于增强自身的阵营实力，为后续和其他顶尖阵营势力竞争做准备。个人伟力很重要，但是势力也同样重要。想了想，秦风直接关闭了眼前的任务面板，随后召唤出变异施救。就在秦风准备朝着下一座城池进发时，一道系统提示突然弹出，提示云游商人出现在您的附近区域，坐标为214256。不只是秦风，在场的所有玩家都收到了这一道系统提示。好家伙，云游商人，这是特殊 NPC 吗？竟然还会触发提示。走吧，去看看这个云游商人，我有预感这个商人应该会卖一些好东西。别去了，我们没钱。要我说，你们也别费劲了，清玄大佬肯定全部买光的，你们看看就行了。嗨嗨，你这么一说也是，谁能有钱得过清玄大佬啊？富豪榜第一，金币数量隐藏看不到，感觉应该很恐怖，毕竟是神域第一神豪。秦风在收到系统提示的瞬间，便直接一跃跳上了变异施救的背部，随后他无视其他玩家和麾下的半神尊者，飞快朝着云游商人所在地奔去。对秦风这种重生者而言，很清楚云游商人的重要性。这种 NPC 一般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存在，他们往往会随机出现在神域大陆的各个区域，而若是能遇到他们，那基本就是走大运了。因为对方卖的东西基本都是极为稀有的物品，比如秦风公会进阶所需的物品、成长型神器装备、稀有禁咒技能书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普通渠道购买不到的。可以说一旦买下，基本血赚不亏。而对于秦风这种神豪，遇到云游商人，自然要帮助对方清空一波库存。就在秦风朝着云游商人赶去时，身后的半神尊者们也跟了上去。提亚也一样，被半神巨魔尊者拎着，朝着秦风追去。此时，提亚看到不远处骑乘着变异施救的秦风，眼神有些黯然。他原本以为对方会对自己做点什么，可在灵魂契约缔结后，秦风一句话都没说就走了，就好像他是工具人一样。不过他清楚自身的价值，作为具备古神血脉的特殊存在，对方想必会好好对待自己。想到这一点，提亚心中稍微安稳了一些。荒芜的平原之上，叮铃铃，一个书生模样的老者背着一个篮筐走在平原之上，篮筐之上的铃铛摇曳，不时发出一阵阵清脆的声响。而远处，几头魔物在听到这一道道铃铛声时，便瞬间身体膨胀，猛然爆裂开来，化作了一地的碎肉骨块。叮铃铃，书生模样的老者缓缓挺步，好似感知到了什么一般，抬起头看向远处。而就在这时，一道骑乘着变异施救的身影出现在老者视线之中。有贵客至，老者轻声呢喃，言语中似乎有一丝欣喜。话音落地，变异施救缓缓落地，一位俊秀的年轻人从其背部一跃而下，朝着老者走来。阁下可是要买东西？书生模样的老者歪头对着秦风询问道。秦风盯着眼前的云游商人，笑了笑说道：你的东西我全要了。全要？云游商人顿时眼前一亮，他原本以为是普通的贵客，可现在看来，眼前这来的还是一个大肥羊。云游商人没有耽误功夫，直接一挥手，瞬间一大堆物品出现在了秦风面前。这些物品总共价格为50亿金币，阁下您看。云游商人搓了搓手，显然有些迫不及待了。而秦风也没多说什么，直接拿出一个储存了50亿的金币卡丢给他。云游商人瞬间接住了金币卡，在确认了金币无误后，他便笑眯眯对着秦风说道：阁下果真爽快。话音落地，一道道系统提示顿时在秦风耳边响起。提示：您的生命值提升至70亿。提示：云游商人3号对您的好感度提升至90%。提示：您获得了物品3阶禁咒传承技能书。提示：您获得了物品进阶之源神级星号1000。提示：您获得了物品19之潮工会建筑图纸神级星号1。省略部分物品提示。一瞬间，秦风的血量直接提升至70亿。这个血量，秦风可以说哪怕面对上神灵级别的强者也不慌了。而在秦风买下所有物品后，半神尊者们和不少玩家的身影同时出现在了这里。这些玩家在出现后都看到了秦风和云游商人。快看，清玄大佬在那！好家伙，来晚了，大佬应该把东西全扫完了。可恶，大佬连一口汤都不给我们喝，喝个鸡毛！上去看看还有啥卖没有，大佬总不可能连自己不要的东西也买吧？那也是，去看看。看到不少玩家围了上来，秦风抬起头对着云游商人说道：东西也买完了，我先走了。我有预感我们还会相见的。云游商人笑眯眯说道。秦风点了点头，他倒是希望多遇到这云游商人几次，但很可惜，云游商人并不会因为秦风是神豪而多特意来找他。毕竟这些云游商人可是一群极度特殊的存在，他们的实力未知，目的未知，组织也一直隐藏在暗中。秦风只知道在这些云游商人之中存在着众多神明级别的强者，至于其他，秦风也不清楚。不过这些对秦风来说都不重要，只要将实力提升上去，他能获取的信息自然就多了。在秦风离开后，半神强者们也快速离开了此地。而这时，玩家们一窝蜂涌了上来。还有什么东西卖吗？快看看，爷不差钱。老爷爷，有任务吗？我啥都能做。云游商人看向眼前的玩家们，笑了笑说道：抱歉了诸位，老朽的东西已经全数卖给刚才那位少年了，诸位有缘再会。话音落地，
云游商人背上背筐。叮铃铃，清脆的声音响起，云游商人的身影瞬间消失在了原地。叮铃铃，余音回荡在众人耳边，众多玩家都有些懵逼的对视一眼。他奶奶的，我就知道清玄大佬会把东西全部买光。干，这就是清玄大佬吗？根本不给我们氪金的机会啊！可恶，普通的神豪疯狂氪金，买下对自己有用的物品，强化自身实力。真实的神豪，所有东西全部买光，根本不给其他人留。清玄大佬想买东西，想想就行了，也全买光了，太秀了！这就是清玄大佬吗？无敌啊！兄弟们，快看游戏论坛，这特么有人遇到云游商人了，你们猜怎么着？这云游商人卖的东西基本都是以亿为单位的。什么？以亿为单位？那清玄大佬清空了云游商人的物品，岂不是花费了几亿金币？卧槽，几亿金币，这他妈！我的天啊！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我还以为这云游商人卖的东西不贵，应该几百万金币就能买完全部物品，事实是我想多了呀！呜呜呜！大佬随手拿出的金币，我可能一辈子也赚不到。呜呜，太惨了！所有玩家都因为秦风清空了云游商人所有物品而震惊，当然，他们震惊的还是秦风的富有程度。原本以为秦风氪金个几千万就很恐怖了，可没想到竟然是以亿为单位的氪金。不过还好秦风氪金50亿金币没有被玩家们看到，要不然整个神域世界的玩家都会陷入怀疑自我之中。另一头，秦风在清空了云游商人手中的物品后，便骑乘着变异狮鹫飞快朝着巨魔帝国占据的几座城池飞去，其他几尊半神强者也带着提亚飞快跟了上去。秦风目前的任务就是平定巨魔帝国的叛乱，而他要做的就是将巨魔帝国占据的几座城池彻底解放，狠狠刷上一波帝国贡献值。不过在秦风赶路的时候，他直接打开了自己的背包，第一时间看向了获得的物品。三阶禁咒传承技能书，等级100，阶位3阶，效果使用后随机掌握一个3阶禁咒，学习限制智力属性达到5000点，达标。第一个映入眼帘的就是禁咒技能书，这个禁咒是3阶的禁咒技能，严格意义上来说，只要掌握必然能获得一个强于大言陨落的禁咒，只是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禁咒技能。想了想，秦风毫不犹豫选择了学习。下一刻，眼前的禁咒卷轴化作一道金色光芒，瞬间涌入了秦风脑海之中。提示：恭喜您掌握了3阶禁咒 LV4 死亡领域，效果使用禁咒后，每秒消耗5万点魔力值，开启一个100×100的死亡领域，处于领域内的敌人将会被封印，其中无法解脱，并且每秒遭受3万加的黑暗魔法伤害。当前禁咒除非施法者死亡或者取消施法魔力耗尽，否则领域将一直存在。一旦中途取消，冷却时间为24小时。看到眼前的死亡领域，秦风顿时大喜，这不就是瞌睡了就送枕头吗？秦风正愁着没有应对半神强者逃跑的手段，而现在直接给了一个领域类禁咒技能，并且这个技能还具备封印的特效。简单来说，这就是一个大型的囚禁类技能，只要释放成功，不仅对方无法逃脱，还得承受每秒恐怖的黑暗魔法伤害。而且最重要的是，想要解除这个领域类禁咒，只有3个方法，要么施法者死亡或者取消施法，要么就是魔力耗尽。想秦风死，以秦风目前70亿的恐怖血量，再加上高额回血和恐怖的防御值，难度可不是一般大。而取消施法更不可能。魔力耗尽，这个倒是一个问题。毕竟秦风目前的基础魔力值并不算太高，虽然百分比回蓝的比例比回血还恐怖，但是基数较低，顶多只能支撑秦风持续释放一段时间的禁咒。所以接下来秦风还是得想想办法，让自己的魔力值基础属性提升一下。当然，智力属性提升也是重点，因为智力是会影响魔力值属性提升的，智力越高，魔力值属性就越高。看完获取到的禁咒后，秦风关闭了眼前的提示，看向了下一件物品。进阶之源，神级。狮鹫之巢工会建筑图纸，神级。进阶之源是工会需要的特殊材料，狮鹫之巢图纸也是，都是工会进阶所需的稀有材料。可以说，秦风接下来只要建造好这个狮鹫之巢穴，就可以完成工会的晋级了。意识到这一点，秦风毫不犹豫打开工会面板，随后使用狮鹫之巢建筑图纸。在使用图纸的瞬间，一道系统提示弹出，提示您的工会已获得狮鹫之巢神级建筑方法，是否消耗1亿金币进行建造？又能氪金？秦风大喜。接下来，秦风毫不犹豫选择氪金。1亿虽然不多，但是能增加1亿生命值，还是挺不错的。在秦风选择氪金的瞬间，提示您的生命值提升至71亿。听到提示的瞬间，秦风眼前出现一个工会的画面，在工会驻地之上，一座巨大的建筑凭空出现，一道道金色光芒涌动之间，各种材料以一种极为契合的姿态堆积在一起。很快，一座巨大的古建筑便出现在了秦风面前。提示狮鹫之巢神级建造成功，玩家可点开狮鹫之巢的属性面板查看建筑功能。提示工会已满足晋级任务，是否立刻晋级？看到提示，秦风毫不犹豫选择晋级工会。工会提示工会等级已提升，当前工会等级为 LV20。工会提示工会 buff 等级，工会人口上限已提升。一道道金色光芒从天而降，瞬间落在所有清玄工会玩家身上。而这一刻，清玄工会玩家成员都收到了工会进阶的提示。不得不说，清玄工会俨然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工会。工会的晋级直接引起了整个华夏玩家的震动。天哪，
清玄公会又晋级了，兄弟们准备，清玄大佬可能要招募新成员了。我为了加入清玄公会，猛干等级，还没有加入其他公会，这次总该轮到我加入公会了吧？不知道这次能不能加入清玄公会啊？太难了，你们还年轻，加入清玄公会这件事，你们把握不住，还是交给阿叔吧。阿叔你还是早点休息吧，清玄公会还是需要年轻人，年轻人刚好能爆肝。我有钱，我能氪金，有问题吗？阿叔你缺儿子吗？这一刻，无数华夏公会的会长陷入了懵逼之中。可以说，在秦风公会晋级的瞬间，华夏大区其他公会人数瞬间锐减了 90%。而这时，清玄公会再次开启招募，高达1000万的玩家再次被招募进入了清玄公会之中。在这些玩家被招募进入公会后，都纷纷感知到了清玄公会强大的 buff 加成。卧槽，这 buff 太香了吧！我恨啊！为什么我没有早加入清玄公会？这特么，要是早加入，我直接能杀入世界等级排行榜前100了。别说了，我认识一个朋友，清玄公会的招募邀请他直接拒绝了，到现在还没加入清玄公会，毁的肠子都青了。你这算是好的了，能加入清玄公会你就偷着乐吧。哈哈，也是，做人啊还是要知足。新加入的兄弟们，记得去游戏论坛看一下攻略，多做任务赚一下公会贡献值，尽快提升一下自己的公会成员等级。为啥要多弄贡献值？有啥玄机吗？别问，搞贡献值就对了。另一头，秦风在招募完玩家之后，便直接看向了刚建立好的施救之潮。施救之潮神级，等级20，等阶神级。建筑功能：1. 每24小时生产出1头施救神级。2. 每24小时生产出10头施救史诗级。3. 每24小时生产出100头施救传说级。消耗金币1000W 天。建筑加成：1. 公会内的玩家骑乘施救坐骑时，速度额外挣 500%。2. 公会内的玩家骑乘施救坐骑时，施救坐骑属性额外挣 20%。真不错呀，每天能消耗1000W 金币，10天就能增长个1个亿的生命值，而且还能获得大批的施救坐骑。秦风盯着眼前的施救之潮，只觉得运气真是不错。这个施救之潮产生的施救完全是战略级别的坐骑。可以预想的是，未来秦风能够轻松培养出一大批施救坐骑军团士兵。施救军团这种空中战力，在国战之中可是极为有用的。所以，现阶段的秦风可以先积累施救坐骑，等后面慢慢组建一个施救坐骑军团。而除开这个孵化施救这个作用外，施救之潮还有一个建筑加成，增加移速和 20% 施救属性，这2个加成也是很不错的。毕竟对空战力若是移速快过对方，完全可以用闪电战打崩对面，再不济也可以无限风筝死敌人。而 20% 的施救属性则让施救不容易死，顺带增加部分战力，还是挺香的。在看完施救之潮的建筑效果后，秦风直接关闭了眼前的面板。随后，只见秦风将目光放在了其他几件物品之上。跨区公会战令牌神级，暮光之项坠成长型神器，暮光之手镯成长型神器，暮光之戒指成长型神器，宠物进阶符箓神级星号10，宠物高级必杀技能书神级星号1，宠物双重施法技能书神级星号1，宠物潜力提升宝珠神级星号10，神力结晶神级星号1。秦风扫了一眼眼前获得的物品，随后直接略过跨区公会战令牌。这个令牌的效果很简单，就是可以跨越大区国界，直接对其他大区的公会发动公会战，失败的一方就会彻底除名，公会解散，并且内部资源全部归胜利方所有。目前来说，秦风不打算用这个令牌，毕竟猪养肥了再杀才是最好的。而目光首饰3件套则是特殊的成长型神器，只不过这3件装备的成长性有些特殊，其他成长型装备都是需要各种材料或者击杀魔物才能提升等级，这3件首饰是跟随玩家等级提升而提升的。可以说，目光3件套是可以一直戴的装备。此时，秦风直接选择穿戴上3件套。下一刻，提示：您的暮光之项坠成长型神器，暮光之手镯成长型神器，暮光之戒指成长型神器已提升至 LV100。提示：您的基础魔法攻击力提升至73450点。提示：您的防御属性提升至165877点。提示：您的生命值属性提升至71点。提示：您获得了3件套加成被动，每隔60秒将会获得一个 200% 玩家基础血量的目光护盾，护盾仅持续10秒。提示：您获得了3件套加成被动，受到攻击时将会触发目光守护，反弹 10% 的伤害给予敌人，攻击命中目光护盾也会触发被动效果。装备上目光3件套之后，秦风的各项属性都获得了大幅度的增益。不仅如此，还多出了2个加成被动，一个是加护盾，一个是反伤，2个技能都是很有用的，特别是反伤，毕竟秦风的血量可是高达71亿之多，加上高额回血和 10% 反伤，哪怕秦风不攻击别人，估计反伤的伤害都够对方喝一壶了。不得不说，在云游商人那买到的东西都是超值的，单单是3件成长型装备就已经很赚了，更何况还有其他几件物品。想到这里，秦风的目光看向了背包中的其他几件物品。后续的物品除了一块神力结晶之外，其他都是给宠物用的特殊道具。不过，其中价值最为昂贵的自然是这枚神力结晶。只可惜，秦风想要开启神路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这枚神力结晶只能暂时留着。将神力结晶放到一旁后，
秦风便拿出了一堆给宠物用的物品。随后，只见其看向了一旁的黑暗龙女。秦风总觉得黑暗龙女一旦进阶为神宠，绝对会引发某种事件。但是，秦风并不担心这些，对他来说，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他强大自身所拥有的战力。而神宠毫无疑问是一个不错的战力补充，特别是对黑暗系技能有增益效果的神宠。毕竟，秦风刚刚才获得一个黑暗系的禁咒技能，若是能让黑暗龙女进阶为神宠，那增幅可就有点强了。没有多想，秦风直接拿出宠物进阶符箓神级。神级的宠物进阶符箓是有极高几率能让宠物完成进阶的，而且这一次秦风足足有10张这样的进阶符箓。秦风就不信了，就这还晋升不了神宠。接下来，秦风毫不犹豫对着黑暗龙女使用了宠物进阶符箓。刹那间，宠物进阶符箓附着一道金色光芒涌入黑暗龙女身体之中，而和上一次不一样，这些金色光芒在尽数涌入黑暗龙女身体之中后，符箓的力量便彻底消耗殆尽了。而这时，一道系统提示顿时弹了出来，提示当前黑暗龙女进阶失败。听到耳边的提示，秦风有些意外，这一次倒是和上次不同。上次是被未知神明所阻拦，不让黑暗龙女进阶，而这一次很显然是几率问题。不过这也很正常，虽然是神级的符箓，并且秦风还具备高额的幸运值属性，但这可是史诗级生物跨越阶位进阶为神宠的过程，若是那么简单的话，也不会被称之为神宠了。而且秦风可是知道，越是难进阶的宠物，代表着进阶后越强。当然，黑暗龙女的潜力在其蕴含神灵的血脉之上就足以看出端倪。在一次进阶失败后，秦风继续拿出下一张进阶符箓，毫不犹豫使用。提示：当前黑暗龙女进阶失败。提示：当前黑暗龙女进阶失败。随着一张张符箓被使用，黑暗龙女身体之中蕴含的神力越来越多。而在秦风用到第5张卷轴的时候，一道金色光柱从天而降，瞬间落在了黑暗龙女的身上。轰！咿呀呀！黑暗龙女兴奋地围着秦风叫着，仿佛在庆祝着自己的新生。而这一刻，秦风耳边也响起了一道道系统提示：提示：恭喜您的宠物黑暗龙女进阶为神宠。提示：黑暗龙女神宠，解锁全部传承技能。提示：宠物增益已提升，黑暗系技能冷却时间负 50%， 黑暗系技能消耗魔力值负 50%， 受到黑暗系魔法攻击后造成伤害负 50%。提示：未知神明对您的好感度负 100%。黑暗龙女进阶为神宠后，各项属性都提升了不少。当然，最关键的还是对秦风的加成。黑暗系技能的冷却减免对秦风没什么用，但是消耗魔力值负 50% 和黑暗系被击伤害负 50%， 这2个加成还是很香的。秦风的死亡领域技能原本每秒需要消耗3万点魔力值维持，但是有了这个减免，每秒只需要15000点魔力值，这个减免直接能让秦风释放死亡领域的时间提升数十倍，可想而知这个加成的强大之处。当然，秦风让黑暗龙女进阶为神宠，显然惹怒了隐藏在暗中的未知神明。不过秦风并不在意这个，只要能变强，惹怒一个神明算什么？目前秦风的伤害虽然不算高，但是他肉啊，普通的神明估计想杀秦风都是有点难度的。若是等秦风发育一下，完成一波转职，其他神明见了他估计都得喊爸爸。在成功让黑暗龙女晋升为神宠后，秦风便直接拿出了宠物潜力提升宝珠神级出来。宠物潜力提升宝珠神级，等级100，等阶神级，效果对宠物使用后有 95% 的几率提升宠物1至10点成长潜力。宠物潜力提升宝珠主要还是提升宠物潜力值的。要知道，宠物的成长潜力值对于宠物的各项属性成长都是有很大影响的。同类宠物成长潜力值高的，同级别同阶位情况下，基础属性绝对是碾压成长潜力低的宠物。秦风扫了一眼黑暗龙女的潜力值，潜力值125。看到潜力值，秦风有些意外。他明明记得之前黑暗龙女的潜力值才只有98点，可现在直接提升到了125，突破阶位限制之后，竟然能涨这么多。要知道，100点潜力值的宠物就极度稀缺了，可以说是万中无一。而125点潜力值的，哪怕秦风是众生者，也只见过少数几个神宠拥有这种潜力值，并且拥有这等潜力值的，基本都是顶尖神豪氪金氪上来的。每一头神宠都氪了无数的潜力提升道具，才能提升到120加的潜力值。但黑暗龙女不一样，她晋升神宠后的初始潜力值就是125点，若是再氪一波提升潜力值的道具，黑暗龙女未来绝对能成为秦风手中的顶尖战力。当然，现阶段来说也不差，给秦风的加成也是很香的。想了想，秦风直接拿出宠物潜力提升宝珠对着黑暗龙女使用。宝珠使用的瞬间，便直接化作了一道光芒，笼罩了黑暗龙女。在道具生效之时，黑暗龙女身后缓缓浮现一个半透明的图录，在图录之上，一尊遮天蔽日的黑色身影缓缓浮现，而在那黑色身影之上，一道道光点被缓缓点亮，一个光点，两个光点，逐渐快速点亮到125个光点。在光点被点亮至125颗时，金色光芒外溢，第126颗光点被点亮。随后，遮天蔽日黑色身影和其他光点便逐渐暗淡，消散于虚空之中。提示：您的宠物潜力值提升至126点，提升了1点潜力值，还算不错。毕竟是第一次提升潜力值，能成功就行。接下来，秦风继续不停使用潜力值提升宝珠。提示：您的宠物潜力值提升失败，目前潜力值保持126点不变。提示：您的宠物潜力值提升至127点。提示：
您的宠物潜力值提升至128点。提示：您的宠物潜力值提升至130点。在秦风用完10颗潜力值提升宝珠后，黑暗龙女的潜力值直接提升到了130点。秦风扫了一眼黑暗龙女的属性，发现比之前提升了不少，粗略算算，至少提升了50%的全属性。换算一下，1点潜力值等同于提升10%的全属性。这个提升对比潜力值的提升难度，应该算是比较拉胯的。但是现阶段黑暗龙女的确拥有了碾压其他神宠的能力，也算不亏。而潜力值后续的提升的确有点困难，不过只要能氪金，对秦风来说都不算什么大问题。当然，除开了潜力的因素外，宠物技能也很重要。秦风直接关闭了黑暗龙女的属性面板，看向了背包里的2本宠物技能书：宠物高级必杀技能书神级，宠物双重施法技能书神级。高级必杀和双重施法几乎是所有神宠必备的2个技能。高级必杀的效果是攻击敌人时的必杀几率增加 20%， 一旦触发必杀效果，伤害增幅3倍。这个高级必杀触发的效率还是很高的，所以基本是神宠标配。主要是3倍伤害实在是太离谱了，一旦触发就是刀刀入魂。而双重施法对应的其实是魔法类宠物，依靠技能打伤害的神宠必备。双重施法的效果也很简单，就是释放技能时有一定几率再释放一个技能，达到释放双重技能的效果。简单来理解，就是技能双倍伤害。一些控制削弱诅咒类的宠物配合上这个技能还是很恶心的。而双重施法是可以和高级必杀叠加生效的，两者一旦同时触发，那伤害就是成倍数的增加。不过目前来说还是要打出成功才行。宠物的技能书使用后只是有一定几率让宠物掌握这个技能，失败的几率还是比较高。对此秦风并不担心，这2本技能书虽然稀有，但是只要氪金还是能买上不少的。失败了就失败了，等秦风有时间买上个几百本，还怕打输不成功？想了想，秦风直接将2本书同时对着黑暗龙女使用。在使用技能书的瞬间，2道金色光芒同时汇入黑暗龙女的眉心，几乎只是一瞬间，2道系统提示便响了起来。提示：您的黑暗龙女神宠成功掌握技能高级必杀。提示：您的黑暗龙女神宠成功掌握技能双重施法。秦风有些懵逼，这竟然一发入魂，2本书都一次成功，这属实是有点运气太好了。不过这也很正常，毕竟秦风的幸运值也不算低，偶尔抽风一次来个一发入魂有问题吗？咿呀呀！黑暗龙女飞到秦风身旁，用头蹭了蹭秦风。看到黑暗龙女这副模样，秦风将其拎到一边说道：好了，到一边自己玩去。咿呀呀！黑暗龙女看了秦风几眼，有些疑惑，不过还是乖乖听从了秦风的命令，自己飞到一边和其他几位半神强者待在一起了。而不远处的半神强者们看到黑暗龙女飞来，都感受到了一股压迫感。这种压迫感主要还是源于秦风就赶个路的间隙就把自己的一头宠物进阶为了神宠，而且还不是一般的神宠。以这群半神的眼力，自然能看出黑暗龙女的不凡。若是好生培养，未来必然能成为碾压其他神宠的恐怖存在。而就在几尊半神强者心中震惊之时，远处一座巨大宏伟的城墙出现在了众人面前。提示：您抵达了黑石要塞。提示：您进入了战争区域，请玩家注意。提示：黑石要塞已被敌对势力占领，请玩家注意。感知到抵达目的地后，秦风缓缓抬起头看向远处，黑色的大地之上竖立着斑驳漆黑的巨型城墙，而在城市上空，无数的黑色秃鹫和乌鸦正盘旋着，仿佛预知到了死亡即将降临于这座城池之上。看到眼前的要塞城池，秦风脑海中浮现了不少信息。黑石要塞作为永恒帝国西部的核心刺激城池，在游戏中后期承担了各种天灾的袭击，可以说是饱经磨难也不为过。在这座城池之中，每一寸土地都有着人族的鲜血，从眼前的巨魔帝国叛变到后面的瘟疫之灾、国战开启、地窟动乱、虚空入侵等等等等，眼前这座城池可以说是一处动乱之地。当然，动乱也代表着机遇。此时，秦风身后的数尊半神纷纷上前。半神尊者格塔亚对着秦风说道：大人，有些不对劲。听到格塔亚的话，秦风平静地看着眼前的城池，的确如格塔亚说，眼前这座城池安静的有些过分了。城池的防御建筑也没开启，就连城墙之上也没有巨魔帝国军团的防守士兵。走吧，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秦风说完，便直接骑乘着变异狮就朝着城中飞去。看到这一幕，几位半神尊者对视一眼，纷纷有些无奈。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莽的人。若是其他强者遇到眼前这么诡异的情况，肯定是小心谨慎，让他们这群半神先探查一波。可秦风完全不当一回事。不过秦风也的确有莽的资本，就连6尊半神强者都击杀不了他，眼前这座城池哪怕有问题，他们也能保护秦风撤离。所以几人很快便跟着秦风穿越了城墙，进入了黑石要塞之中。在几人进入黑石要塞后，便看到了令他们头皮发麻的场景。整个城池内部血流成河，几乎遍地都布满了人族的尸体残骸，碎肉夹杂着断臂残肢，几乎布满了这座城池的每一寸土地。就连前世曾看过无数血腥屠戮的事件的秦风，此时也有些被眼前的场景所震撼到了。这是屠城，巨魔族士兵将这里的人类全部杀了，这手段比邪神的使徒们还要残忍，不愧是巨魔一族。我这还是第一次见到屠城，只不过为何我总感觉有些不安，总感觉眼前的屠城非同寻常。
可能是某种禁术，屠城以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施展某种禁术，亦或者是召唤出未知之禁忌存在，替巨魔一族作战。有点局限了，有可能是有强者开启了神路，只不过这注定是一条血腥禁忌的神之途径，哪怕成为神明，也只能遁入异空间，成为邪神一般的存在。神路的确有这种可能。听着身后几尊半神强者的议论，秦风缓缓看向了要塞中央，居高临下俯瞰时，秦风能看到要塞中央的城池核心已经彻底粉碎，而在城池核心的四周却被无尽的黑雾所笼罩，这黑雾正朝着城池之中各处飞速蔓延，那些被黑雾覆盖的尸体仿佛是被吞噬了一般，彻底化作了黑雾的养分。秦风看到这不停蔓延开来的黑雾，眉头微皱，因为在他眼前正显示着这团黑雾的属性面板，未知黑雾，等级、等阶、生命值，全部都是问号，看上去这显然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生物体。秦风推测，之所以巨魔帝国会屠城，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召唤这团黑雾，毕竟这团黑雾的属性就连秦风都看不到。不过现阶段来说，秦风必须要进入黑雾之中，因为他要修复城池核心，只要修复了城池核心，并且占据一定时间，系统就会判定秦风在这场战役之中为永恒帝国夺回了黑石要塞。届时秦风不仅会获得大量的贡献值，还能大幅提升这次军团任务的攻略度，大大提高任务的奖励。意识到这一点，秦风直接朝着主城中心飞去。而看到秦风朝着主城中心去，身后半神连忙跟了上去。这时提亚脸色煞白地看向要塞中心的黑雾，对着秦风喊道：大人，请不要前往主城中心。听到提亚的话，秦风顿时停了下来。秦风缓缓回过头看向提亚，平静地问道：你知道这是什么？这是死亡之物，唯有开启死域之门时才会出现的特殊生灵，哪怕是神明级别的强者也无法在死亡之物中长时间生存，甚至会被其吞噬殆尽。提亚一脸煞白地说道，在他的眼神中满是对死亡之物的敬畏、恐惧。而这时秦风耳边顿时响起一道系统提示：提示，您获得了关于死亡之物的部分信息。提示，您获得了死域之门的部分信息。死亡之物和死域之门这些东西秦风都没听说过，可以说这十分不对劲。毕竟秦风前世也是一位强者，神域大陆之中大部分的禁忌他多少知道一点，可关于死亡之物和死域之门他却从来没听说过。就在秦风沉思之时，一旁的法师半神尊者缓缓开口说道：死亡之物，我曾经在一份上古卷轴中看到过，传闻这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生物体，它一旦诞生便会吞噬四周所见的一切生灵血肉，每吞噬一名生灵血肉，它便能强大一分，而这种存在一旦成长起来，将会成为天灾级别的恐怖存在。这样吗？秦风看着下方不停蔓延的黑雾，倒是觉得有点意思。这样的存在的确是有点 bug， 能够无限吞噬神灵血肉，并且每吞噬一名生灵的血肉，它就强大一分，可不可以理解为成长潜力几乎无限制？不过这样的存在对秦风来说也好解决，禁咒洗地，全力轰杀，不就搞定了？但是秦风在看到死亡之物的潜力后，直接对着一旁的法师半神尊者说道：死亡之物是否有个体意识？自然是有的，不过具体的并未记载在卷轴之上，我也拿不准。法师半神尊者对着秦风说道。秦风点了点头说道：我明白了。说完，只见其操控着变异施救，飞快朝着城池核心的死亡之物飞去。看到秦风飞向城池核心，几位半神尊者也没迟疑，直接跟了上去。提亚刚想阻止，可话到嘴边最终还是咽了回去。很快秦风便进入了死亡之物覆盖的区域，而死亡之物仿佛感知到了秦风等人的存在，涌动着朝天空之中蔓延，试图将秦风等人吞噬殆尽。可看到这一幕后，秦风直接抬起法杖，刹那间死亡领域瞬间开启，一个巨大的黑色圆形区域缓缓形成，将内外的一切彻底隔绝开来。而眼前的死亡之物的大部分躯体都被秦风的死亡领域困住了。秦风抬起头看向不远处，那些被隔绝在外的黑雾只是维持了片刻，便彻底消散于天地之间。看这样子，死亡之物应该也是有本体的，而那些蔓延的死亡黑雾可以理解为它的触须，专门为本体汲取能量。秦风想到这些后，便将目光转移到了被死亡领域困住的死亡之物。在死亡领域生成的瞬间，一道道恐怖的黑暗力量瞬间朝着死亡之物攻击。可当黑暗力量攻击死亡之物时，秦风却看到了一个个绿色的数字从死亡之物头顶涌现：加1555447，加15344，加1567113。秦风看到这一幕，只觉得有些不对劲，这么诡异，死亡领域对其的攻击竟然能让他回血。秦风看着眼前这一幕，只觉得有点意思。而死亡之物感知到庞大的黑暗力量涌入体内，顿时欢呼雀跃了起来。原本想要斩杀秦风的心思也瞬间消散。提示：死亡之物对您的好感度提升至 90%。提示：当前特殊存在已达到契约为宠物的条件，玩家可对其进行契约。请玩家注意，在这一道系统提示响起后，眼前的死亡之物缓缓凝聚为一个朦胧少女的躯体。你好，少女的声音缓缓响起，身后几尊半神只觉得头皮发麻。这他娘是什么东西？死亡之物竟然能以这种形态出现，而且还能说人族语。就在众人震惊之时，秦风缓缓走了上去，在靠近死亡之物拟人体后，秦风直接开口说道：黑暗之力能强大你的实力，对吗？是的。少女顿了顿，缓缓说道：还想要更多，我可以给你提供无尽的黑暗之力。但是秦风瞬间停口，看向对方。
拟人化的黑物体仿佛有些着急，快速飞到秦风面前，有些急迫地说道：“物还想要很多很多，给我，还想要很多很多。”听到死亡之物的话，身后众人顿时脸色一红。这死亡之物的少女音，配合上她那略微带着一丝急迫的声音，让在场的男人都有些浮想联翩。不过，秦风显然没有被这外物所影响，他直接点开契约面板，瞬间生成了一份宠物契约。在不久前，秦风的宠物位置便空缺了一个，如今若是能契约眼前的死亡之物，也算是不浪费宠物位了。秦风生成好宠物契约后，便直接浮现在了死亡之物面前。死亡之物看到眼前的契约，有些疑惑地问道：“这是什么？”“只要你愿意签下这份契约，我就能给你一直提供黑暗之力。”秦风平静地开口说道。听到秦风的话，几尊半神顿时一愣，好家伙，竟然开始忽悠死亡之物，想要骗他签下契约。只不过他们显然不认为秦风能和死亡之物签订契约，毕竟死亡之物虽然看上去有点呆，但是也不至于上来就白给吧。黑暗之力虽然也是稀缺的元素力量，但是也有不少获取途径的。可就在这时，眼前的死亡之物却毫不犹豫在契约之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刹那间，一道金色光芒从天而降，落在了死亡之物身上。可就在金光接触死亡之物时，一座隐藏于虚空的黑色巨门开始逐渐支离破碎。随着这道黑色巨门的消散，一道道系统提示便在秦风耳边响了起来。提示：死域大门即将消失。提示：您成功契约了宠物死亡之物神宠。提示：由于您当前的等级限制，死亡之物神宠封存等级降低至100级，等级将随主角等级提升而解锁。提示：您破坏了未知势力的阴谋，未知势力对您的好感度负100%。提示：死域阵营对您的好感度负30%。提示：死域阵营已察觉到了您的存在，并且将对您进行观察。提示：您触发了未知任务死域之门 SSS。宠物是有限制的，等级不得高于玩家。死亡之物的等级虽然降低到了100级，但是秦风扫了一眼，发现它似乎没有受到等级下降的影响，还在不停吞噬黑暗之力壮大自己。仿佛察觉到了秦风的目光一般，死亡之物缓缓开口说道：“我的力量消失了，需要很多黑暗之力，很多很多。”放心，秦风平静地说道：“禁咒我会一直开着，你尽全力吸收黑暗之力。”听到秦风的话，死亡之物点了点头，随后便安静地开始吸收起了黑暗之力。在不远处的几尊半神看到这一幕，都有些懵逼。这就解决了？契约死亡之物为宠物，或许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大人或许能通过它解开死域之谜。死域那可是一处特殊的异空间，知晓它存在着不少，但是能进入其中者寥寥无几。秦风也没管身后的半神尊者，直接打开了死亡之物的属性面板看了起来。死亡之物神宠，潜力值247，等级100，等阶神级，生命值5341551，5341551，魔力值6131416131441，攻击力105413-105413，防御力3万，技能无尽吞噬、物理免疫、黑暗领域、高级化形、高级破甲、暗黑灭世、一阶禁咒、生命献祭、一阶禁咒、神法诅咒、一阶禁咒。宠物对玩家加成效果： 1. 黑暗系技能攻击伤害正 100%。 2. 黑暗系技能消耗魔力值负 50%。 3. 受到黑暗系魔法攻击后造成伤害负 50%。 4. 攻击敌人时将会吞噬对方 50% 损失血量。 5. 处于黑暗之物范围内时，每秒恢复 10% 的血量。介绍：来自死域的神秘之物，247点潜力值。而且这个属性是怎么回事？也有点强的太离谱了吧。秦风扫了一眼，发现死亡之物每吞噬一些黑暗之力，各项属性都会提升不少，而其中提升最多的是它的生命值。不过这也很恐怖了，要知道秦风能通过氪金一直提升自己的生命值，也能通过赚钱提升防御值，可眼前的死亡之物是能够通过吞噬黑暗之力提升各项属性的。这代表什么？只要给他不停吞噬黑暗之力，他必然能成为一个极为恐怖的神宠，甚至能与秦风比肩。而且死亡之物还有几个禁咒，带禁咒的宠物，这要是打上高级法术暴击、高级法术连击、高级法术波动、高级慧根，不是直接起飞？不过除了这几个之外，秦风感觉很有必要再打几个技能，把高级反震、高级再生、高级吸血、高级冥思、高级幸运、法术防御，还有高级必杀和高级神佑复生这些全部打上，应该就差不多了。反正宠物是没有技能为限制的，虽然技能越多，宠物打输成功率越低，但是架不住秦风能无限氪金啊！一本不行就100本，还不行就1000本，再不行1万本开氪，氪到成功为止。而除开死亡之物的禁咒技能外，他对秦风的加成也是极为恐怖的。黑暗系技能攻击伤害正 100%， 单单是这一个加成就足以让这个宠物晋升为顶尖神宠。百分比的伤害加成，越到后期这个加成就越恐怖。而且现阶段秦风在有了这个加成之后，死亡领域的伤害直接翻倍，可以说是直接产生了质变也不为过。若是再加上后续的黑暗系技能消耗魔力值负 50%，50% 的免伤，吞噬对方 50% 损失血量，以及每秒 10% 的回血，就更加离谱了。秦风原本的回血就很恐怖了，再加2个回血加成，直接化身移动泉水，逆天血牛，是当真想死都难。什么？这是玩家？不，这不是，这是用了修改器的挂壁。在看完宠物的属性后，秦风深吸了一口气，平复了自己有些激动的情绪。随后他关闭了宠物面板，转头点开了任务面板，
看向了刚获得的任务——死域之门 SSS， 等级 SSS。任务内容：前往自由之城，询问神明关于死域之门的信息。任务目标：1. 前往自由之城，231788。01. 2. 进入万神殿，询问关于死域之门的信息。01. 任务成功奖励未知。眼前的任务很简单，就是去自由之城，然后进入万神殿询问关于死域之门的信息。这个任务应该是个连环任务，也就是说，目前秦风看到的任务只是第一个任务，完成了这个任务就会接取到后续的任务。而他能预见的是，这个任务最终将会引导秦风开启死域之门，并且进入其中探索关于死域的秘密。很高阶的任务可以先留着，等自己转职完成后再去做。看完这个关于死域之门的任务，秦风直接关闭了任务面板，随后他的目光落在了一旁的黑雾少女之上。在死亡之雾吞噬了大量来自死亡领域的黑暗力量后，原本涌动的黑雾之中，一个黑长直少女出现在了秦风面前。虽然死亡之雾本体为黑色的雾气，但是她化作的人形态却是肌肤白折，看上去吹弹可破。而那黑色的长发之下，黑色的雾气缭绕，化作了一个精致的复古长裙。秦风看到眼前的长裙，倒是觉得有些类似于暗黑洛丽塔长裙。仔细看去，眼前的黑雾少女充满着一种纯欲的气质，让人有些欲罢不能。只是看了一眼，秦风便收回了目光。随后，只见其快速朝着城池核心飞去。很快，秦风便落在了破碎的城池核心面前。提示：您发现了破碎的城池核心，是否消耗1亿金币进行修复？是否？提示：修复成功后，玩家将获得当前城池临时所有权，又能氪金。秦风自然是毫不犹豫选择了修复。在秦风氪金的瞬间，一道道金色光芒从天而降，瞬间落在了眼前的城池核心之上。下一刻，原本破碎的城池核心开始纷纷悬浮起来，逐渐粘合为一个整体。在金色光芒的作用下，城池核心缓缓修复。提示：修复成功。您获得了永恒帝国贡献值星号 100W。提示：由于您占据了黑石要塞，并且破坏了邪恶势力的阴谋，邪恶势力决心要铲除你，并夺回黑石要塞的控制权。面对未知的敌人，请做出您的选择：1. 守住城池1小时，将所有来犯之敌全数击杀； 2. 逃离此地，留待有用之身。看到眼前弹出的选项，秦风毫不犹豫选择了选项1。对秦风来说，自然是守城比较好。他是可以氪金的。在掌握了城池核心的情况下，秦风氪金一波激活一下传送阵和各种防御建筑，永恒帝国的 NPC 援军和玩家们都能快速加入战场。秦风这边有6尊半神，再加上他就是7尊半神级别的战力。若是再加上永恒帝国方面的半神级别战力，邪恶阵营除非派遣神明级别的强者降临战场，否则根本一点胜算都没有，就是来送菜的。秦风现在巴不得多来几尊半神，他还能契约多几次，来多少契约多少。这叫什么？这叫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转化敌人之有生力量为我之力量。此消彼长之下，秦风自然是越战越强。而在秦风选择了第一个选项后，一道系统提示顿时弹出。提示：距离未知存在降临战场还剩下10分钟，请玩家注意。提示：您的声望值加10W。提示：因为您的举动，您获得了特殊 buff 永恒帝国贡献值正 100%，24小时。提示：您获得了机遇任务镇守黑石要塞 SSS， 贡献值加成 buff。秦风有些意外，这个 buff 虽然只是24小时实现的，但是它的作用极大，毕竟现阶段可是刷贡献值的好时机。有这个 buff 加持下，秦风感觉刷到能兑换公爵爵位的贡献值还是很有把握的。而除了贡献值 buff 之外，这个获得的机遇任务应该也能有额外的奖励。接下来，秦风还有10分钟的时间准备迎接敌人的到来，这点时间对他来说自然是够了。毕竟后续基本就是氪金，和秦风之前在死亡之地副本内一样，只要氪金激活城池建筑，然后让 NPC 和玩家大军利用传送阵过来就行了。想明白这些，秦风毫不犹豫点开了城池面板，随后开始氪金激活城池建筑。战役提示：玩家清玄消耗10亿金币，成功开启黑石要塞史诗级要塞城池所有攻击防御辅助建筑以及阵法。玩家可通过传送阵前往黑石要塞史诗级。提示：您的生命值属性提升至81亿点。听到这一道战役提示，所有玩家都有些懵逼，这是怎么回事啊？黑石要塞不是被巨魔帝国占据了吗？这就被大佬攻占了？这他娘也太快了吧！好家伙，真就是氪金呗！这10亿金币，我他妈一辈子也赚不到啊！10亿，我干！爸爸，清玄爸爸，你还差儿子吗？爹，我是你失散多年的儿子啊！爹，我刚开始还没注意到这个氪金金额，我瞅了一眼以为是10金币，但是又瞅了一眼发现10亿，这就是神豪吗？氪金能力也太顶了，怪不得能这么强，就这氪金数量，谁能比得过清玄大佬啊？大佬的生活，我的梦啊！10亿金币随便就氪出去了，这是真神豪啊！震惊了，我就说为什么大佬能夺榜单第一，就这氪金量，世界第一神豪非我清玄大佬莫属。哭了，这逼游戏氪几把金啊？做公平一点不行吗？别氪了，大佬求求你别氪了，清玄大佬别拦我，我还要氪！就在秦风氪金之后，他氪金10亿激活城池建筑的消息瞬间传遍了整个神域世界，可以说几乎每一个玩家都知道了秦风氪金10亿这件事。这一刻，所有神豪都回忆起了被秦风所支配的恐惧。
在面对一个氪金数额是自己千倍万倍的神豪面前，他们只觉得自己是废物。秦风显然并不在意这些玩家的想法，他在氪金结束后便直接开始等待了起来。随着时间的流逝，无数的 NPC 军团随着传送阵的开启降临到这处城池之中，陪同他们降临的还要大量的玩家。这些玩家在出现在此地后，都被眼前屠城的画面所震惊到了。卧槽，这他妈狗策划，狗美工，为什么要让我看这种画面？这就是古代的屠城吗？这断臂残肢、血流成河的画面太真实了吧！快看，城池中心怎么有个黑色的护盾？黑色护盾，走去看看。秦风待在死亡领域之中休息时，不少永恒帝国阵营的半神尊者都降临了此地。来的尊者数量总共有3人，一名牧师，一位法师，还有一位骑士。而且这一次来的半神尊者实力很强，远远不是秦风契约的这几个普通半神能比的。在这3尊帝国半神降临后，其中的牧师便缓缓走到死亡领域面前，看向了其中的秦风，说道：“吾乃永恒帝国半神尊者伊恩，奉命来此镇守，还请清玄伯爵将城池掌控权移交给我等，帝国方面后续会给予阁下额外的补偿。永恒帝国对于城池领地的掌控是绝对的，基本不会允许领地被他人掌控，除非拥有公爵爵位，并且对帝国有着巨大的共享。这种情况下，才有机会获取到帝国赐予的领地。所以，作为被帝国培养起来的半神尊者，伊恩在降临此地的第一件事就是收回城池的掌控权。但是秦风可不是普通人，他前世可是经历过无数巨型战役的，像是这种战争时期对城池的掌控权，自然是留在自己手中。毕竟，谁也不知道眼前的伊恩是不是邪恶阵营势力在永恒帝国的卧底。这种事情可是发生过无数次了。邪恶势力隐藏在暗中，对各大阵营势力的腐蚀不是1天2天了，就连神明强者也有堕落为邪神的，更别提这些只是凝聚部分神力的半神了。想到这里，秦风直接对着伊恩说道：“此战过后，城池执掌权我自然会归还于永恒帝国，只不过目前不行。你可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伊恩身旁的骑士强者瞪着秦风说道：“交出掌控权，否则……”话还没说完，半神牧师伊恩却伸出手打断了对方。随后，只见伊恩走上前，冷冷地盯着秦风说道：“我不是在和你商量，而是命令，希望你明白这件事。”秦风瞥了他一眼，平静地说道：“不想死就闭嘴。”伊恩虽然实力很强，但是他显然没有镇压秦风的实力，否则就不会在这里逼逼赖赖了。而且秦风也不想惯着这个家伙。你是谁啊？命令我？凭什么？凭借你半神级别的实力？凭借那一副居高在上、自以为是的态度？很好。伊恩冷冷一笑，对着秦风说道：“这是你自找的，动手，夺回城池控制权。”话音落地，只见伊恩挥动法杖，一道道 buff 瞬间落在骑士半神和法师半神身上。2尊半神的实力飞速暴涨，在半神牧师的增益 buff 之下，他们的实力都提升了数倍之多。而在获得了 buff 加成后，2尊半神强者瞬间杀入死亡领域，朝着秦风飞快冲去。看到对方杀入死亡领域，死亡之物化作的少女猛然睁开双眼：“坏人，杀光他们！”少女嘀咕了一句，随后便直接冲了上去。对于物质少女来说，打扰她吞噬黑暗之力就是最大的恶意。对待这种人，自然是要吞噬化作自身的养料。半神级别的存在，若是能吞噬，绝对能提升数倍实力。而就在物质少女出手之时，6尊半神强者都冲了上去，瞬间和2尊半神强者碰撞在一起，恐怖的战斗瞬间爆发。而秦风看着眼前的一幕，心中确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远处的伊恩绝对有问题，要么他是邪恶阵营的卧底，要么自己跟他有仇。而秦风跟伊恩从未有过交集，排除掉有仇的选项，真实的答案跃然纸上。秦风抬起头看向了战场之中的2尊半神，在进入了死亡领域之后，他们不仅要承受死亡领域每秒高额的黑暗力量攻击，还要遭受6尊半神和死亡之物的攻击。一开始还扛得住，但是只是过了半分钟，这2尊半神都察觉到不对劲了，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在死亡领域之中根本没办法击杀死亡之物，源源不断的黑暗力量不停给他回血，这还打个鸡毛？再加上6尊半神强者在旁边协助对方攻击，以及那无时无刻不在攻击自己的黑暗力量，这根本就打不过呀。若不是伊恩给他们家的 buff 让他们的实力提升了几倍，恐怕刚进来就要遭到一顿毒打。而现在的局面也是极度尴尬，因为 buff 的时间一旦过去，他们就离死不远了。远处不少玩家都看到了突然爆发的半神之战。我套他猴子，这几个半神尊者咋和清玄大佬打起来了？好家伙，这是怎么回事？这2个半神多少有点自不量力了吧？不知道大佬有6个半神契约者，怎么大佬身边多了个妹子？不过这个妹子没有尤娜女神的身材好啊！你他妈，尤娜女神是我的！说真的，那个暗黑少女有点强啊，怎么感觉她一直压着那2个半神打？而且她那个回血量就跟吸到别人大动脉一样，回血也太恐怖了吧！有点离谱，我感觉那2尊半神要嘎了，这清玄大佬都还没出手就已经劣势了。清玄大佬出手估计没啥活路。我唯一有些好奇的是，这几个半神不是永恒帝国的吗？为啥会和大佬打起来？不少玩家都有些纳闷地看着眼前的半神之战。由于有死亡领域的禁锢，所以半神之战几乎没有对玩家和外面的 NPC 军团士兵造成影响。而在死亡领域之外，伊恩看着被吊起来打的2尊半神，脸色一阵铁青。原本他以为凭借自己掌握的2尊半神，足以让秦风向他低头，乖乖将城池的掌控权交给他。可现在局势已然不在他的掌控之中。该死！伊恩盯着死亡领域内的秦风，目光逐渐阴沉了下来。他若是拿不下眼前的城池掌控权，
那位大人在降临后必然会将其第一个杀死。伊恩也不想背叛永恒帝国，但作为黑暗势力放在永恒帝国的一颗棋子，他显然是没有选择权的。有人的生来便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有的人只能沦为傀儡，任人宰割。伊恩很显然就是那个卑微的傀儡。从某种层面来说，这一次秦风的预判直接站在了大气层，直接看透了对方的身份牌。伊恩思绪纷飞时，一道技能瞬间落在了他的身上，刹那间，他的全属性瞬间下降了 15%。邪恶诅咒技能，不仅是他，就连他的2尊半神下属属性都在同一时刻被削弱了 15%。感知到各项属性的衰减，伊恩还没反应过来，远处一道倒射线和箭矢飞快袭来，轰轰轰，负1万，负1万 ，miss。城池内部的防御建筑被启动后，便第一时间朝着伊恩发动了攻击。毫无疑问，这就是秦风的手笔。伊恩躲避了数十道城池建筑的攻击后，猛然抬起头看向不远处，只见黑色的领域瞬间席卷而来。伊恩还没反应过来，便进入了秦风的死亡领域之中。看到这一幕，伊恩脸色巨变，他没想到秦风竟然会利用防御建筑让他分神。关键是，秦风并非是直接移动领域，而是关闭了领域，然后再次开启。所以伊恩基本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就被直接关在了小黑屋死亡领域里面。而将伊恩关起来后，秦风的身影顿时出现在了伊恩面前。还莫等秦风出手，伊恩便直接高声喊道：“之前是我的问题，从现在开始，阁下可拥有城池掌控权，直到战役结束。”秦风笑眯眯地盯着眼前的伊恩，目光之中倒是有几分讥讽的意味。伊恩则头冒冷汗，有些忌惮地盯着秦风。对于一个牧师半神来说，虽然也有一定的战斗能力，但也是极为局限的。他的能力最强的地方还是在辅助上，而在被拉进死亡领域后，他已经感受到了无时无刻不在侵蚀自身的死亡之力。这种情况之下，抵抗死亡之力就已经极为困难了，再去和秦风战斗，明显是必输的。所以，他直接认输投降。可现在，秦风却根本不想放过他。秦风可不管眼前的伊恩是什么人，只要他认为这个家伙是黑暗阵营的，那他就是黑暗阵营的。对待这种人，自然是烙印上灵魂契约，成为自己手底下的奴隶。况且，秦风可是把对方得罪死了，当着这么多帝国士兵和玩家的面，将其麾下的半神一通吊打。若是秦风因为心软放过他，那么等他回到了永恒帝国阵营之中，绝对会成为秦风后续发展的阻碍。就在秦风准备对伊恩出手时，一道声音突然响起：“清玄阁下，还请放了伊恩。”听到声音响起，秦风身旁突然出现了一尊虚无的女子身影，哪怕是秦风也只看到了一个朦胧的身影，虚幻缥缈，如同水波之中呈现的倒影，看上去极不真切。提示：未知存在降临战场，当前存在极度危险，请玩家注意。提示：未知存在降临战场，当前存在极度危险，请玩家注意。系统提示疯狂响起。而在秦风看到这道身影后，脑海中无数关于此人的信息涌现。单单是这个投影，秦风就能看出眼前之人是谁，因为这个分身投影的主人实在是太出名了。他名为索拉，在神域前期，他就是最顶尖的那批半神之一。而到了神域中期，他将会再次开启神路，顺利晋升为神明之一。在其成为神明之后，索拉将会主导开启对异空间的战争，亲自镇压了无数的异族神明，也因此，他被玩家尊称为战争女神。不过目前来说，索拉还只是一个强大的半神强者，并未开启神路凝结所有的神力成为神明。这样的存在根本没有对自己指手画脚的资格。毕竟等他开启神路成为神明的时候，秦风估计很轻易就能将其踩死。想到这一点，秦风露出一抹笑容说道：“抱歉。”说完，只见秦风瞬间对着伊恩出手，恐怖的大炎陨落瞬间爆发。伊恩脸色巨变，瞬间挥动法杖，形成了一个白色护盾，挡住了袭来的火焰。-125175，-206000，死亡领域的伤害-125512。一道道伤害数字爆发，瞬间将白色护盾击碎。恐怖的火焰如同嗜血的魔物一般，飞快吞噬了伊恩的身影。而这时，索拉没有选择对秦风出手，只是安静地看着伊恩被火焰吞噬。很显然，索拉作为游戏中期的顶尖神明强者，他绝非一个意气用事之人。秦风现在所展现的实力已经很强了，但是这不是重点，重点是秦风未来所具备的潜力。以索拉的能力，显然能看出秦风的等级才100级，并且没有凝聚半点神力。而这种情况下，秦风还能吊打伊恩，并且有着6尊半神和一位特殊存在作为契约者，傻子都知道秦风不简单。所以，索拉只是安静地看着，并没有插手其中。就在索拉看戏时，秦风毫不犹豫开始不停释放禁咒，大炎陨落。原本以秦风的魔力值是不足以支撑2个禁咒同时释放的，但是死亡之物给秦风减免了 50% 黑暗系技能的魔力值消耗，直接让死亡领域的魔力值消耗减免了一半。在这种情况下，秦风完全可以2个禁咒同时释放，只不过他还做不到无限释放禁咒，毕竟他的魔力值还是有限的，没有达到和生命属性一样恐怖的数值。一道道恐怖的大日落下，在死亡领域之中的半神都受到了影响。不过秦风所契约的半神尊者们根本没有半点事情，沐浴在火中根本没有受到半点伤害。而伊恩和他的2位半神下属此时却是极为难受，恐怖的火焰夹杂着黑暗力量，疯狂吞噬着他们的生命力。-125175，-206000，-125512。几乎每一秒，3位半神都承受着恐怖的伤害，而伊恩作为牧师，感觉就快要扛不住了。再这样下去，必然会死在这里。
伊恩盯着不远处的秦风，牙都要咬碎了。他没想到这人竟然不按套路出牌，在秦风眼中似乎没有任何的规矩限制，哪怕他身后代表的是永恒议会，他竟然也丝毫不怕。面对这种对手，伊恩只觉得有种被恶心土了的感觉。在他心态有些崩溃的时候，不远处的一尊法师半神直接对着伊恩说道：“伊恩大人，快用那件禁忌神器！”禁忌神器！伊恩脸色一变，那件禁忌神器可是那位大人交给自己的，若是使用，就代表自己将会彻底投向黑暗阵营之中，此生只能游走于神域的阴暗面之中，成为邪恶的黑暗使徒。不过，那件禁忌神器的确是对付魔法师的顶尖神器，一旦使用，眼前局面便能瞬间逆转。就在伊恩迟疑之时，恐怖的大日再次落下。轰！面对再次袭来的禁咒之力，骑士半神也有些顶不住了，连忙对着伊恩喊道：“伊恩大人，快动用那件禁忌神器，我快要支撑不住了。”骑士半神其实帮助伊恩分担了不少伤害，但是面对一连串的禁咒，只是半神的骑士强者也迟早会顶不住。伊恩突然意识到，现在的他只是依靠2尊半神强行顶着，而现在他已经是必败之局。伊恩不想死，所以他毫不犹豫从空间戒指中拿出了一枚黑色石块，在这颗黑色石块之上，一道道仿佛上古时期的符文铭刻其上，看上去神秘异常。伊恩在拿出这枚神秘石块后，他的身上便飞快涌现一股股恐怖的黑暗力量，顷刻间，伊恩便被黑暗力量彻底覆盖。而远处的索拉看到这一幕，顿时脸色巨变，这是黑暗禁忌之力。索拉没有迟疑，直接开口对着秦风喊道：“快退开！”话音刚落，恐怖的黑暗力量猛然爆发，瞬间将四周的火焰全数驱散。而在火焰被驱散的瞬间，一道黑色光芒瞬间射中了不远处的秦风。轰！秦风瞬间被黑色光芒击中，刹那间，死亡领域瞬间消散。提示：您被未知禁忌神器攻击命中，进入了沉默状态之中，持续1分钟。当前效果为强制命中效果，无法被进化 buff 解除。提示：伊恩已黑化，阵营自动变更为邪恶阵营 NPC。您获得了特殊任务堕落的伊恩 S。听到提示，秦风倒是有些意外。禁忌神器攻击中自己，直接进入沉默状态之中。沉默状态简单来说就是所有技能被强制锁定，无法使用。对于一个魔法师来说，没有技能很显然就相当于战士没了武器。不过秦风倒是一点也不慌，毕竟他的血量和防御力摆在那，伊恩想要击杀自己根本没有半点可能。而如今秦风也算是印证了自己的猜测，眼前的伊恩就是邪恶阵营隐藏在永恒帝国的棋子，要不然系统也不会提示，更不会出现关于对方的任务。但现在秦风追感兴趣的还是对方手中那件禁忌神器，若是秦风能获得那件禁忌神器，以后遇到魔法师职业的半神都直接可以按在地上锤了。就在秦风沉思之时，一道声音从远处悠悠传来：“清玄，你今天必死无疑。”秦风缓缓回过神来，看向了不远处，而这一刻，一道道黑暗力量化作的利剑瞬间朝着秦风飞来。不仅如此，还有一道道恐怖的黑暗射线以及无数的黑暗召唤物都在同一时间朝着秦风发动攻击。死亡之物看到这一幕，飞快上去，瞬间化作大雾挡在了秦风面前。无数的黑暗力量击中他化作的死亡之物，纷纷化作了他的养料，再次壮大了他身体内的黑暗之力。还有很多死亡之物的声音响起，不少玩家听到死亡之物的声音后，顿时人麻了。我的妈呀，这少女音纯欲天花板没错了，好家伙，我直呼好家伙，就这声音，再加上黑雾少女那颜值，真的无敌啊！反差，这纯就是反差呀，太顶了！这就是清玄大佬的快乐吗？可嗨嗨，大佬的快乐你不懂，这声音我先可嗨嗨，这声音也就那样吧，也没有多好听。楼上的大兄弟，你是索然无味了吗？3秒真男人，太秀了兄弟！远处，索拉一脸茫然地看着这一幕，这是什么？一团雾，竟然帮助秦风挡住了所有黑暗攻击，并且还将那些黑暗能量全部吸收了，这也有点太强了吧？索拉看着那团黑暗之物，又看了看秦风，神色有些不自然。不过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踏步上前，瞬间加入战场，朝着伊恩的2尊半神属下发动了攻击。伊恩暴露的黑暗禁忌之力来源于一件被永恒帝国封禁的神器，而这件神器之前是被一位半神用贡献值借走，专门用来为帝国开拓一方秘境。可后来那尊半神陨落，神器也随之遗失。而伊恩为什么会获得了这件禁忌神器，不用推断也能知道，所以索拉自然有了帮助秦风的理由。此时在索拉出手后，2尊原本虚弱的半神也开始爆发出恐怖的黑暗力量，他们都是凝聚了神力的半神，并且不是一般的半神强者。这些半神强者都具备沟通异空间维度的特殊能力，而这种能力往往能让他们更快的堕落，获得强大的邪恶力量。但很可惜，哪怕是汲取了来自异空间维度的黑暗力量，2人也不是索拉的对手。在交手的瞬间，2人便被疯狂暴打，瞬间进入了绝望的状态之中。另一头，秦风却面临着黑化伊恩的疯狂攻击。不得不说，黑化强10倍这句话说的是有道理的。在获取了黑暗力量之后，伊恩的确比之前要强大了数倍。但很可惜，他遇到了一个天生克制他的存在——死亡之物。死亡之物能够不停吸收黑暗力量，强大自身。而伊恩现在的攻击的全部附带黑暗之力，几乎每攻击一次，死亡之物都能强大1分。轰轰轰轰，恐怖的黑暗力量疯狂爆发，如同密集的雨点一般，不停落在死亡之物上。该死，
怎么会这样？你到底是什么东西？伊恩此时逐渐陷入了癫狂的状态之中。他原本是想击杀秦风，然后快速逃离此地，等待那位大人降临此地后再折返回来，协助那位大人绞杀索拉。只要将这里的所有人全部清除，就没有人知道他背叛永恒帝国的事情。但是现在有那团黑雾为秦风抵挡伤害，他根本没办法杀掉秦风。而现在他看着围拢过来的6尊半神强者，只后悔为何自己不第一时间选择逃离此地。动手！巨魔族半神格塔亚的话音刚落，6尊半神同时出手。1分钟后，格塔亚将如同死狗一般的伊恩丢到了秦风的面前，而一旁索拉缓缓走到秦风面前，将2个浑身是血的半神强者也丢了过来。你是怎么发现他的身份的？索拉饶有意味地盯着秦风问道。秦风抬起头审视着这位未来的战争女神。索拉有着令所有男人都为之癫狂的容貌，见到此人的一瞬间，就连秦风都有一瞬间想要将其占为己有的邪念。不过秦风很清楚地知道，眼前的索拉绝对是具备类似于魅惑之内的特殊技能，直接把魅力值点满了才会让人心神摇曳难以自控。而像是秦风这种道心坚若磐石的男子来说，自然不会受到对方的魅力所影响。他看着眼前的索拉，一脸平静地说道：你猜？无聊。索拉白了秦风一眼，随后便对着秦风说道：伊恩，你交给我带走，帝国会处理他，相对应的，在这次叛乱战役平定后，帝国会给予你额外的奖励。那件竞技神器我要了，就当给我的奖励。秦风毫不犹豫，狮子大开口。听到秦风的话，索拉思索片刻后开口说道：可以。说完，索拉一挥手，从伊恩怀中瞬间飞出一颗黑色的石块，缓缓漂浮到了秦风的面前。秦风也不客气，直接将其收入了背包之中。提示：您获得了竞技神器黑暗神明的魔法石碎片神器。提示：您完成了任务堕落的伊恩。您获得了任务奖励：1. 永恒帝国贡献值加 200W。 2. 索拉好感度正 80%。 3. 金币星号 10W。 4. 未知宝箱神级星号1。提示：索拉好感度提升至 80%。 提示：您的防御属性提升至 165,887。 这一波不仅获得了一件竞技神器，还获得了一个神级宝箱以及大量帝国贡献值，可以说是血赚不亏也不为过。在获得了奖励之后，秦风直接拉着另外2尊被索拉镇压的半神，开始了友好的慰问环节。一通友好的交流过后，2尊半神成功成为被秦风烙印上了灵魂印记，顺利成为了秦风的从属之一。而在做完这些后，秦风才打开了背包，看向了自己获得的奖励。秦风第一时间就看向了获得的魔法石碎片之上，黑暗神明的魔法石碎片神器，等级200级，等阶神器，装备基础加成防御10万，额外附加特殊效果： 1. 智力值属性加5000点。 2. 静魔，催动魔法石内的能量对敌人进行攻击，被命中的敌人将会进入了沉默状态之中，持续1分钟。当前效果为强制命中效果，无法被进化 buff 解除，冷却6小时。 3. 黑化，进入黑化状态之中，不停汲取异空间的力量，强大自身，使自身血量、魔力值斜杠防御值提升 300%。 4. 无级别限定，当前装备佩戴者可无视等级限制，直接进行装备。装备负面效果： 1. 佩戴当前装备者将会无时无刻不受到异空间邪神低语蛊惑，影响未知。 2. 佩戴当前装备者幸运值负 50%。 3. 佩戴当前装备者无法使用光属性类技能。看到眼前的装备，秦风觉得有点惊喜，这魔法石碎片竟然是无级别限定的特殊装备。秦风扫了一眼装备的加成属性，只觉得有点离谱。10万点的基础防御加成就已经算是很强的加成了，智力值属性加5000点，直接让这件装备成为法师神器。再加上静魔和黑化这2个装备加成，这件神器装备完全可以跻身同级别顶尖神器序列。唯一有些美中不足的地方，应该是这件神器没有成长型特性，要不然就极度完美了。看完眼前的装备属性，秦风毫不犹豫装备上。下一刻，提示：您的防御属性提升至265,887。提示：您的基础魔法攻击力提升至98450点。装备上魔法石碎片后，秦风的防御和攻击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而接下来，秦风直接看向了获得的未知神级宝箱。这个宝箱也不知道能开出什么。想了想，秦风直接选择了开启宝箱。下一刻，一道金色光芒过后，宝箱被瞬间打开，而在其中，一件物品的轮廓缓缓浮现。提示：您开启了未知宝箱神级，成功获得了物品黑珍珠号建造图纸神级。看到获得的图纸，秦风有些微微失神。这是船只建造图纸，这东西可是极度稀有的。毕竟，在无尽的大海之中存在着不少大陆，那些大陆蕴含着无数的宝藏等待玩家们发掘，数不尽的巨型金矿、各种稀有魔能晶石、高阶秘境等等等等。而探索无尽海域是游戏后期才会发生的事情。秦风若是能提前领先无数版本，建造出船只穿越海域，必然能轻松占据那些物资丰饶的无主大陆。只要占据了这些无主之地，那他自然拥有了优先探索权。而拥有了这样的权利，秦风未来的收益将会是惊人的。或许将防御值堆到和生命值一样高也不是一件难事。想了想，秦风直接扫了一眼图纸建筑的属性：黑珍珠号建造图纸神级，等级阶位神级，效果在船坞类领地建筑内使用图纸，可获得关于黑珍珠号建造的全部方法信息，解锁黑珍珠号神级移动战争单位。限制： 1. 船坞等级不得低于100级。
2. 建造需要工匠100名，并且其中1名必须具备 LV9 工程学，其余者必须拥有最低不低于 LV3 工程学。建造黑珍珠号是有限制条件的，首先就是必须要有船坞，而想要拥有船坞这样的战争单位建筑，就必须要获取领地，并且这个领地还必须是沿海的领地，否则哪怕你有船坞的建造图纸，也没办法建造出船坞出来，先天条件就不符合。沿海领地，秦风微微陷入了沉思之中。想获取领地，在他的记忆中还是有很多种办法的，而适合建造船坞的就那么几个。想了想，秦风觉得后续可以在这几个领地中选一个专门用来建造船坞。获取这些领地的难度很高，但是秦风有前世的记忆，自然知道怎么快速获取领地，所以他是一点也不着急。将眼前的图纸收起来后，秦风顿时察觉到了一道道恐怖的威压降临了这座主城。索拉显然也感知到了，缓缓起身，对着秦风说道：“他们似乎是奔着你来的。”秦风没有回话，直接一挥手，瞬间开启了主城之中的所有防御建筑和攻击建筑。顷刻间，一座座魔能巨炮开始进入蓄能状态之中，城墙上的巨型弩箭也缓缓启动。不仅如此，来自永恒帝国军团的士兵们在军团长的命令下，纷纷涌上城墙，开始协助秦风镇守此城。玩家们看到这一幕，自然是纷纷跟上。而秦风没有管索拉，在他开启完城池各种建筑后，便随手召唤出变异施救，飞快朝着远处的城墙处飞去。索拉看到这一幕，皱了皱眉头，直接追了上去。而伊恩则被他用未知封印石封印放进了空间容器之中。城墙之上，兄弟们都给我躲在 NPC 身后，小心点别死了，尽量都不叨叨，补刀才能有贡献值。妥妥的，这一波有这么多 NPC， 这不轻轻松松刷个几百贡献值，美滋滋啊！清玄大佬是真的牛逼，直接镇压了那3位半神，而且那3位半神还是邪恶阵营隐藏在永恒帝国的，真好奇大佬是怎么发现的，我看着都没有任何异样。好奇个啥？大佬肯定是火眼金睛，谁是卧底一眼看出。说真的，你不应该关注一下大佬身旁那个女神吗？看上去身材是真不错，虽然颜值看不清楚，但是直觉告诉我，她是一个顶尖级别的女神。直觉？难道不是心中无马吗？可嗨嗨，不少玩家都纷纷跟上了 NPC 大部队。而在玩家之中，玉罗殿下和冷月两人正面色凝重地看向城墙之外，一旁的威震天等人也有些震惊于这一次来袭的敌人规模。目之所及之处，黑压压一片的巨魔帝国军团正缓慢朝着黑石要塞袭来。在这些军团之中，有着不少精锐的兵种，其成地行龙的巨魔族龙骑兵军团，全是邪恶法师的大祭司兵团，浑身遍布黑暗魔力的血腥怪物兵团。除此之外，还有几头巨型魔族翼龙正盘旋着，观察着城池之中的防守兵力结构。可以说，这就是巨魔帝国真正的精锐。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们对此战的决心。这次要小心点，巨魔帝国绝对不简单。威震天一脸凝重地说道：“怕个鸡巴，我们有清玄大佬在，直接莽就完事了。清玄大佬，给我们兜底！”麾下小弟一脸不在乎地说道。另一边的玉罗殿下听到两人的话，翻了个白眼。对于威震天的实力，他是认可的，但是他的这群小弟未免也太舔会长了吧？有这个必要吗？不就是神域世界第一神豪吗？就在玉罗殿下想到这里时，一旁的冷月有些结巴地叫道：“清玄会长。”听到冷月的话，玉罗殿下猛然转过身，只看到一尊修长的身影出现在眼前。不得不说，抛却神域世界第一神豪这个称号，秦风在其他方面也是极度优秀，比如他的颜值、身高就很符合正常女生的审美。玉罗殿下此时看到秦风后，也是微微愣神了几秒。在秦风身后，8尊强大的半神缓缓腾空，扫视四周，散发出恐怖的威压，让众多玩家都有些震惊。这就是清玄大佬的排场吗？这他妈8尊半神浮空巡视四方，太他妈装逼了吧！懂了，下次我也试试，等我成为清玄这样的强者，我也去逮捕8个半神，让他们天天给我这样装逼。兄弟醒醒，那是半神，不是什么小鱼小虾。玉罗殿下回过神来，他看着眼前的秦风，只觉得有些莫名的激动。这就好比一个家境优渥的小富婆有一天见到了世界首富一样，两者的差距是天差地别的。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只见秦风一挥手，顷刻间一道巨大的死亡领域瞬间展开，将所有玩家和 NPC 都包裹了进去。死亡领域开启后，8尊半神强者直接朝着城墙四方飞去，镇守在各个区域之中。作为防守方，秦风这一次自然不会像是上次一样那么忙，毕竟永恒帝国能派遣索拉以及3尊半神强者来协助秦风防守，那就代表这一次的守城任务并不轻松。而只要守住城池不沦陷，秦风就算是胜利了。所以这一次守城战役，秦风决定自己和死亡之物镇守一面城墙，其他的则交给自己麾下的8尊半神。有这8个强大的战力加入战场，再配合上索拉这种级别的存在，整个黑石要塞简直稳如磐石。而秦风在开启死亡领域后，便将目光投向了不远处的巨魔帝国军团之中。巨魔帝国这次派遣过来的军团数量极多，秦风只是扫了一眼便知道，基本都是精锐兵种。不过他完全不担心这些，因为他打的就是精锐，不打精锐部队，怎么能快速刷满能兑换公爵的永恒帝国贡献值呢？就在秦风观察着巨魔帝国军团时，一道道系统提示缓缓响起。提示：巨魔帝国大军抵达黑石要塞，请玩家注意，世界通告，玩家米诺斯米国大区使用工会战令牌对永生工会米国大区发动工会战。世界通告，玩家北川美子东瀛大区成功开启未知传承。
获得 B 级体质青蛇之体，具体效果已隐藏。提示：未知存在即将降临战场，请所有玩家注意。提示：当前战役规模宏大，开启战役排行榜。玩家每击杀一头魔物可获取1点积分。战役结束后将会根据战役排行榜积分排行发放特殊系统奖励。听到耳边弹出的系统提示，不少玩家都有些懵逼，这是什么鬼？这米国大区的家伙直接开工会战了，内讧狗咬狗。要我说，米国大区这个米诺斯我们要重点关注一下，若是让他将其他工会全灭了，那未来绝对是巨无霸般的存在。我觉得工会这东西，哪个工会有清玄工会强？特奶奶的别的工会10万人都算多了，清玄工会随便一个工会战就能派个1000万人上去，这还打个鸡毛？对面不投都算是有骨气了。这个北川梅子是真的机缘很多啊，又获得了一个什么体质？这个传承是什么东西？我有点好奇，看上去我们好像也能搞一波。楼上你别想了，还开传承获取体质？你想想看，神域世界多少人？你这想获取体质的概率太低了，老老实实稳定发育吧。我说你们好像都不关心这个战场排行榜啊，这个战场排行榜的奖励是真不错呀，只要占据排行榜就有额外奖励，有点想冲一波。冲个啥？工会里面那么多大佬，轮得到你吗？哭了，虽然你说的是实话，但是我有点绷不住了。哇呜呜！此时秦风直接将目光落在了北川梅子那条世界通告之中。青蛇之体，秦风嘀咕了一句，有些想笑。这个北川梅子，她不会以为自己获取到了未知传承，拿到一个青蛇之体就赚到了吧？还隐藏了体质的相关信息，这操作纯属多余。作为重生者，秦风自然知道怎么获取传承，解锁超凡体质，但是他一直都留着，并没有着急去获取。究其原因，则是因为只要获取到了体质，就基本固定了。也就是说，后续北川梅子哪怕遇到了更强的传承、更强大的体质，他也只能眼巴巴看着，因为他的体质已经固定了，除非是一些极其稀有的体质，才具备获取第2传承体质的资格。而这类体质基本等阶都不低，一个 B 级体质直接锁死了北川梅子的上限，可喜可贺，只能这么说。摇了摇头，秦风挪开了视线，看向了不远处的巨魔帝国军团。巨魔帝国军团已经抵达了黑石要塞不远处，而此时，一道道巨魔族半神强者横空而起，恐怖的威压朝着眼前的城池袭来，让不少玩家脸色巨变。强者的威压对玩家同样有效，所以在面对半神强者时，他们是根本没有半点插手机会的。补刀半神尊者，想太多基本是不可能的。而在威压爆发之时，巨魔族军团号角声缓缓响起，呜呜，犹如冷冽寒风的呼啸，一道道号角声响彻了这片大地。这一刻，战争开始了，我已经热血沸腾了，兄弟们，这就是战争！杀！清玄大佬都不出手了，我们稳住就好。不过有这死亡领域在，感觉轮不到我们出手啊。没事，大佬出手我观战，这里也能吃点经验应该。我先去其他城墙了，你们保重，稳住，兄弟们稳住啊！在众多玩家的呐喊中，远处无数的巨魔族战士手持圆盾，飞快朝着城池冲来。可在他们进入死亡领域之中时，一道道恐怖的黑暗力量瞬间吞噬了他们。-256900，-257867，-255621，一道道伤害数字升起，只是刹那间，无数的巨魔族士兵被瞬间秒杀。玩家们看到这一幕，只觉得有些震惊。卧槽，这就是大佬的伤害吗？25W 加，有点太离谱了吧？而且这还是范围持续性伤害，特奶奶的，这我们还刷个屁分啊！走了走了，去其他几面城墙吧。溜了溜了，在清玄大佬面前，基本没机会补刀，玩个几把。哈哈哈，大佬太顶了，真的一人就是一个军团，实力太恐怖了，根本不需要 NPC 和我们这些玩家帮忙。世界第一神豪是吹的吗？特奶奶的，我氪金10亿我也可以。酸了，你是真酸啊！不少玩家在看到秦风的领域伤害后，都纷纷选择了转战其他几面城墙。毕竟，他们来这里是刷经验、贡献值的，不是来看秦风装逼的。在秦风面前，怪物刚进入死亡领域就暴毙了，这还怎么补刀？怎么捡漏？所以，大多数玩家都选择了前往其他几面城墙。而冷月和玉罗殿下以及威震天等人也不例外，都纷纷前往靠近秦风的城墙进行镇守，既能支援到秦风，也能补到兵，拿到经验和贡献值，简直一举两得。在玩家们大批离开后，巨魔帝国军团之中，不少半神级别的强者也发现了死亡领域的特殊，几尊半神瞬间聚集在一起，飞快朝着死亡领域中心的秦风袭来。扎克玛，这领域有点诡异，你小心！一个女子模样的巨魔半神对着其中一位半神提醒道。扎克玛听到对方的话，点了点头说道：“放心，这领域必然不能持久存在，内部就一个魔法师镇守，只要杀了他，这个领域就不攻自破了。速战速决，然后驰援其他地方。”另一名半神提醒道。听到他的话，几人点了点头，随后一同朝着秦风飞快冲去。远处，秦风看到袭来的几尊半神尊者，顿时笑了起来。这群半神尊者该不会以为自己真的很强吧？就在秦风想到这里时，4尊半神尊者瞬间进入了秦风的死亡领域之中。而在死亡领域内部的死亡之物顿时化作弥漫的黑雾，朝着远处的4尊半神尊者杀去。死亡之物在拥有死亡领域加持后，实力强度极为可怕。毕竟，死亡之物的特性可是可以通过吞噬血肉生命以及黑暗力量提升自己各项属性的。在战场之上，现在还有源源不断的巨魔族士兵冲入死亡领域之中，被死亡领域瞬秒化作死亡之物的养分。再加上死亡之物不停吞噬死亡领域内的黑暗力量，每秒增幅的属性都是很恐怖的。而4尊巨魔族的半神尊者在杀入死亡领域后，便觉得有些不对劲了。因为他们感知到一股股恐怖的死亡之力
正在不停攻击着他们，疯狂侵蚀着他们的生命力。可还没等几人反应过来，黑雾便瞬间蔓延而来，将几尊半神彻底吞噬。死亡之雾和死亡领域的双重叠加之下，几尊半神强者的血量开始暴跌。该死，这雾气有古怪！先杀那个维持领域的魔法师，杀了他，其他的都好解决。动手！轰！恐怖的能量瞬间爆发，死亡之雾被驱散，四尊半神以一种极快的速度出现在城墙的上空，飞快朝着秦风袭来。而这时，无数的防御建筑开始朝着四尊半神攻击。-10000 miss， -10000 miss。大部分防御建筑的攻击基本上都被这群半神躲闪了过去。毕竟，建筑的攻击不是强制命中的，只要灵活一点，基本都能躲过攻击。而看到这一幕，秦风笑了笑，这群半神尊者真是不错，自己乖乖就送上门来了。既然这几人这么想死，那就成全他们好了。意识到这一点，秦风直接抬起法杖。远处，几名半神尊者飞速靠近。当他们看到秦风抬起法杖之时，只觉得这家伙多少有点不自量力了。面对他们四尊半神，任何挣扎都是徒劳。可话音刚落，一轮恐怖的大日出现在了他们的头顶，带着毁灭气息的火焰魔法之力几乎顷刻间便落在了几尊半神身上。还没等几尊半神尊者反应过来，又一轮大日浮现，火焰魔法之力双重叠加。该死，杀了那个魔法师！随着女性巨魔半神的一声令下，四尊半神同一时间开始朝着秦风发动攻击，蕴含神力的攻击几乎在顷刻间便落在了秦风的身上。可下一刻 ，miss， -256111，加256111 ，miss， -126,712，加126712，所有攻击落在秦风身上，几乎造成不了半点伤害。不，该死，我的神力怎么可能对此人无效？这个魔法师有问题，快退！四尊半神第一时间意识到了不对劲，特奶奶的，哪家的魔法师能硬抗四尊半神攻击而没有半点事情？眼前这一幕就像是4名100级的强者对着一位10级的玩家发动攻击，所有技能轮了个遍，可眼前的玩家竟然一滴血没掉。这个时候，几乎是个人心态都会崩。此时的四尊巨魔族半神显然心态已经崩了，而就在四尊半神刚打算退开时，一道寒流瞬间爆发，将四尊半神冻结在了其中。而这时，秦风释放的禁咒瞬间爆发，顷刻间带着毁灭气息的火焰瞬间吞噬了4位半神尊者。轰轰轰轰！-162675， -163415， -167845，一道道恐怖的伤害数字从火焰之中浮现。秦风在看到这几道伤害数字后，便继续抬起法杖，开始疯狂释放大炎陨落禁咒。一轮又一轮禁咒疯狂落下，几乎是压着眼前四尊半神尊者打。若是只有一发大炎陨落禁咒，这些半神尊者几乎都不带怕的，哪怕硬吃伤害也能利用神力扛过去。但是秦风几乎是不停释放大炎陨落，这叠加起来的伤害就有点离谱了。四尊半神强者硬扛着伤害，直接朝着死亡领域的壁垒冲去，试图脱离死亡领域的禁锢。而这个时候，远处的不少邪恶半神都看到了这一幕，感知到被困的四尊半神尊者以及那恐怖的禁咒之力，这些邪恶的半神尊者都有些茫然。那不是扎克玛他们吗？这是被困住了，4位半神竟然被一个小小的领域困住，太好笑了！别说风凉话，别忘记我们来这里的目的，走，把那4位半神救出来！不少隐藏在暗中的邪恶半神尊者都纷纷朝着死亡领域飞去。4尊半神的战力对战局的影响是很大的，若是让这几尊半神陨落于此，对后续他们的计划不利。所以，这些邪恶半神尊者很快便降临了秦风所在的战区。在降临此地后，这些半神纷纷悬浮于半空，盯着下方的死亡领域。众人的视线之中，黑雾迷茫覆盖了整个死亡领域之中，原本的火焰缓缓消散，根本看不清内部的情况。这死亡领域有些不对劲啊！扎克玛他们该不会死了吧？我能感应到他们的生命痕迹，还没有死，但是他们的敌人好像就3个，而且什么？那3人都没有凝聚神力。这扎克玛那4个废物，不就3个没有凝聚神力的家伙吗？这都搞不定。就在几人失神之际，一道声音从死亡领域之中传出：“救我！”听到这一道声音，四周的几名邪恶半神脸色一变，飞快朝着其中杀去。而等几尊邪恶半神进入领域内部，一道道恐怖的死亡之力不停袭来，把进入其中的邪恶半神都给打懵了。就在这群邪恶半神愣神之时，远处4尊邪神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正是之前的扎克玛4人。是扎克玛他们，过去看看。不对劲，小心！话音落地，眼前的4尊被契约的半神尊者开始对着几人疯狂发动攻击。半神的恢复能力极强，在拥有神力之下，再加上秦风给的恢复药剂，自然能疯狂恢复到完美状态。而4尊巨魔族半神转化为秦风所拥有的战力时，便开始诱骗四周的邪恶半神进入此地。现在，这5尊邪恶半神尊者几乎是邪恶阵营势力投入当前战役的全部高端战力。只要将这5尊邪恶阵营半神全部契约，秦风便掌握了整场战役的主动权。秦风抬起头看向了死亡领域之中，4尊巨魔族半神和死亡之物正疯狂攻击着进入死亡领域内的邪恶半神尊者。这些邪恶半神此时也有些懵逼，为什么一进入此地，巨魔族半神就偷袭自己？该死，这群巨魔族的半神疯了吧？他奶奶的，他们被控制了！大家小心，尽快逃离此地再说。这领域有点诡异，这领域具备封锁空间之力，无法强行突破。秦风看着不远处挣扎着的几尊邪恶半神，顿时笑了起来。在死亡领域之中，
除非杀了自己，或者让自己进入沉默状态之中，否则基本无解。所以眼前的几尊邪恶半神已然没有了机会。而秦风的手段多少有点类似邪神了，毕竟邪神也是通过腐化人族强者来发展使徒，为自己打工。就在秦风腐化着邪恶半神时，虚空之中一道裂缝被瞬间开启，而在裂缝之中缓缓走出了一名身穿着黑色流纹战甲的男子。男子浑身笼罩在死亡的黑暗气息之下，一双赤红色的瞳孔扫视全场，仿佛在寻找着属于自己的猎物。可就在这时，神秘男子第一时间锁定了秦风所释放的死亡领域。在他发现竟然有9名半神在其中战斗时，瞬间便露出了一抹诡异的笑容。有意思，嘀咕了一句后，神秘男子身后顿时化作一道道虚影，飞快朝着死亡领域杀去。可就在他快要降临死亡领域之时，索拉的身影瞬间出现在战场之中，直接挡在了男子的面前。神秘男子看到索拉出现，顿时舔了舔舌头，呢喃道：“不错，你可以作为我的猎物之一。”说完，只见其身上涌现出恐怖的黑暗力量，无数厉鬼般的虚影浮现在他的身后，哀嚎挣扎着想要从他的身体内部逃离出去。索拉看到这一幕，只觉得十分诡异。眼前这神秘男子毫无疑问是一个可怕的半神级别强者，不过索拉也不弱，在一眨眼间，两人便瞬间撞在了一起。恐怖的能量瞬间席卷了周遭的一切，让这一片区域成了一片死亡之地。远处城墙上，不少玩家都看到了这一幕。卧槽，清玄大佬，那也太恐怖了吧！好多半神强者呀，这特么，我们这里就和过家家一样，一点激情都没有啊！兄弟们，你要不去那边体验一下，能活过10秒算你牛逼。不去不去，清玄大佬那边真的地狱难度，也就清玄大佬顶得住。之前4尊半神，这次又5尊半神进去，后面又来了一个半神，不过那个半神被索拉女神挡住了。索拉女神是真的逼呀，竟然能跟那个半神打得有来有回。开玩笑嘛，那可是把2尊半神按在地上锤的大佬，我感觉那个神秘人很不一般。你看他出场的背景都不一样。玉罗殿下此时正操控着几十头召唤物，疯狂补刀着城墙之下的巨魔族士兵。可当他感知到秦风所在之地传来的恐怖波动时，只觉得有些落差感。毕竟秦风那边聚集的半神尊者几乎是他们这边的数倍之多，而且秦风还派出了他麾下的半神尊者协助他们防守城墙。若是没有秦风麾下的半神协助，他们根本守不住这座核心要塞。一旁的冷月和威震天等人几乎都是这样的想法。同样是玩家，秦风都开始杀100级 BOSS 了，他们还在新手村打野怪，这落差感对于普通人来说没什么，对于他们这种拥有一定天赋和实力的人来说，简直比杀了他们还难受。而就在这群玩家有些自闭时，死亡领域之中爆发出恐怖的魔能，杀了那魔法师，只要杀了他，领域不攻自破。随着这一道声音的响起，玩家们已经麻木了。这个剧本怎么似曾相识？好家伙，又来了又来了！他们没见过血牛魔法师吗？可嗨嗨，就这么上赶着去送死，笑死了！同样的剧本，同样的操作，这波半神距离陨落不远了。清玄大佬，快来打我！我只想打死在座的各位，或者被各位打死。真特么绝了！我就没见过清玄大佬这样的魔法师，真的是无敌流魔法师，一点短板都没有。这些半神准备哭了，笑死爷了！在玩家们群体嘲讽这群半神尊者时，5尊半神尊者顶着其他半神强者的攻击，选择同一时间朝着秦风出手。当然，秦风完全不在意对方的攻击，对他来说，这些半神真的一点威胁都没有。而若是这群半神不选择攻击自己，他们还能支撑久一点。一旦选择攻击自己，破绽便主动浮现。轰轰轰轰！负256567加256567 m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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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126571加1265711。一道道恐怖的攻击落在秦风身上，不能说是打不出伤害，只能说是打得没回得快。而在秦风承受5尊半神攻击时，远处4尊半神强者加上死亡之物，直接集火全力攻击其中一尊邪恶半神。只是片刻，这一尊半神尊者便打到了半死，只剩下了血丝。而秦风直接踏步上前，一份灵魂契约甩了过去。那濒死的半神尊者看到灵魂契约，只觉得心中怒火中烧。我堂堂半神，怎能欲屈居人下？就在他念头刚升起之时，便感知到了无数的死亡之力朝着他涌来。下一刻，死亡的威胁让其毫不犹豫签下了这份灵魂契约。身为半神，就要能屈能伸。签下契约的半神安慰自己道。远处，在这尊半神签下灵魂契约时，秦风耳边便响起了一道系统提示：提示格朗，半神尊者与您签订了灵魂契约。提示您的契约者数量已达到13人，当前玩家阶位可掌控契约者数量上限为20人，请玩家注意。提示收集100枚契约之灵，可提升契约者数量上限。目前来说，秦风只能契约20人，而想要提升契约者数量，就必须要解锁契约者位置。现在还有7个契约位置，在契约掉剩下的4尊半神，还剩下3个契约位，勉强够用。所以暂时来说，秦风还不需要去专门寻找契约之灵。而接下来，秦风直接丢了一瓶高阶神圣恢复药剂给刚契约的半神尊者格朗。格朗接过药剂，直接开课。在嗑完药后，他的实力也瞬间恢复了不少。除了神力没有补充之外，这尊半神尊者几乎全面进入了巅峰状态之中。而这时，他没有犹豫，直接加入了对自己队友的围剿之中。现在的格朗很清楚自己的处境，若是无法发挥出自己的价值，那秦风绝对不会允许一个废物活着。所以，他毫不犹豫便对着昔日的队友出手。而随着格朗这尊半神加入战场，其余4名半神尊者被依次击败。提示：迪恩，
半神尊者与您签订了灵魂契约。提示：您的契约者数量已达到20人，当前玩家阶位可掌控契约者数量上限为20人，请玩家注意。提示：您当前契约者已达到上限，请玩家注意。秦风看着眼前的提示，随后又看了一眼旁边还未契约的一尊半神，想了想，秦风直接出手，瞬间一道大炎陨落，终结了他的生命。与此同时，一道世界通告夹杂着系统提示瞬间响起。世界通告：玩家清玄，华夏大区成功击杀了邪恶半神、未知半神、神级 BOSS。作为首次击杀半神级别存在的强者，特别奖励神力结晶神级星号1，弑神之文章神级星号1。在这一道世界通告响起的瞬间，神域世界的玩家都震惊了。清玄这就杀了半神级别的 BOSS， 好家伙，半神级别的 BOSS 为什么是神级的？多少有点不对劲吧？神级是凝聚了神力后的特殊阶位，但是不代表它就是神明，懂了吧？官网上有解释，想要成为真正的神明，至少要经历好几个阶段，但是具体阶段的内容我不清楚，我也是从魔法高塔内获取到的信息。好家伙，凝聚神力的半神也很强了吧？这个清玄竟然能击杀这种强者，法克怎么又是清玄？这游戏还能不能玩了？别说了，这个清玄是个顶级神豪，我们看看就好。一个游戏充那么多钱，简直有病。西巴，秦风这一波击杀半神也只能算是正常操作，毕竟现阶段的半神对他来说基本不算什么强者，只要死亡领域困住就是必死之局面。而在将那名半神尊者 BOSS 击杀后，秦风直接看向了系统奖励的物品，神力结晶神级就不用看了，这东西虽然极其珍贵，但是现阶段秦风还不需要，先放在背包里吃吃灰。无视了神力结晶，秦风直接将目光放在了弑神之文章上。弑神之文章神级封印中，等级1，等阶神级，文章加成特殊效果：1. 四维属性加300； 2. 面对凝聚神力的敌人时，伤害正100%； 3. 击杀凝聚神力的敌人时，神力恢复10%。当前封印解锁度1/1000，解锁封印所需神力结晶星号1。文章类装备是极为稀有的特殊装备，和徽章是一样的。这类装备不占用装备栏，给玩家提供大量的基础属性数值加成，同时还能有一些极其强大的特效加成。而眼前的是神文章，不仅加成了300点的四维属性，还让秦风在面对凝聚神力敌人时伤害直接翻倍。这个加成就足以秒杀其他所有的加成效果了。毕竟面对凝聚神力的存在，秦风击杀对方还是需要用技能磨对方的血量。若是能有双倍伤害加成，秦风在面对凝聚神力的存在时，便能节省一半的击杀时间。当然，这件文章最后还有一个加成效果，击杀凝聚神力的敌人时，神力恢复10%。神力显然是开启神路之后才能获取的，而以秦风所知，神力的恢复极其缓慢。若是有了这个加成，秦风完全在面对凝聚神力的存在时，单单从续航上看就已经碾压了对方，更别提这件文章装备还是一件封印装备。封印装备和成长型装备有些类似，但是两者间还是有些不同。因为封印装备一旦解锁封印，全属性获得提升的同时，还有一定几率获得额外的强大加成效果，并且这类装备很有可能在解锁后成为超越神器的特殊装备。想到这里，秦风拿出文章装备上，提示您的基础魔法攻击力提升至99950点，还差一点就能突破基础万伤这个界限了。看到自己的基础攻击力，秦风摇了摇头，随后直接朝着半神 BOSS 的尸体走去。在秦风来到半神尊者 BOSS 的尸体前时，只见其大手一挥，掉落的金色光团瞬间进入了秦风的背包之中。提示：您获得了3阶禁咒灭世雷霆技能书。提示：您获得了神之药水神级星号1。提示：您获得了下位神力碎片星号1。提示：您获得了高级吸血宠物技能书星号1。提示：您获得了高级神佑复生技能书星号1。在捡取完战利品后，秦风直接将目光放在了禁咒技能书之上。灭世雷霆技能书3阶禁咒，等级100，类型3阶禁咒，效果使用技能书将会掌握3阶禁咒灭世雷霆。当前学习门槛：1. 智力大于等于6000点； 2. 魔法师职业； 3. 掌握一门雷系技能。这个禁咒的学习门槛不算高，对秦风来说简直轻而易举就达到了，所以秦风毫不犹豫选择了学习。提示：您成功掌握了3阶禁咒 LV4 灭世雷霆，效果消耗5万点魔力值，对100×100单位释放灭世雷霆，持续30秒，被雷霆命中的敌人造成每秒4万加的雷属性伤害，并且有50%的几率触发眩晕状态，对敌人造成3秒的眩晕控制效果。灭世雷霆的伤害有点恐怖，4万的基础技能伤害，再加上秦风的基础攻击力加成和百分比伤害加成，能打出比死亡领域还恐怖的高额伤害。两者叠加，秦风每秒造成的伤害就有些离谱了。当然，这个技能最强的地方还是它也附带控制效果，一旦被雷霆命中，就有50%的几率触发眩晕效果，直接强控3秒。在秦风的100%技能冷却减免之下，这个控制效果几乎是100%会触发的。可以说，这个禁咒直接可以替换之前获得的大炎陨落禁咒，成为秦风最新掌握的攻击类技能。而在掌握了眼前的禁咒之后，秦风直接看向了获得的其他物品：神之药水神级，等级100，等阶神级，效果使用后可随机获得一项来自于神明的特殊 buff 加成，限制无。介绍：想获得神的眷顾吗？
喝下它。神之药水是极为稀有的高阶药剂，这种药剂一般都是随机获取神明加成 buff， 而若是运气够好，甚至能从其中获取到永久加成的 buff。当然，永久 buff 往往是少数，大多数都只能开出具有实现的高阶 buff。在秦风看到眼前的神之药水后，便毫不犹豫选择了喝下。刹那间，一道金色光芒从天而降，瞬间落在了秦风的身体之上。提示：恭喜您获得了神明的眷顾，您获得了高阶魔力源泉 buff，24小时每秒恢复 50% 的魔力值。在获得这个加成 buff 后，秦风顿时一愣，他属实没想到，竟然获得了这个魔力源泉 buff。要知道，他现阶段的短板就是魔力恢复的速度太慢了，而有了眼前这个加成 buff， 秦风完全可以无视魔力消耗，一直丢技能。这代表什么？移动炮台彻底成型，死亡领域一开，哪怕是神明级别的强者，也有一定几率能够击杀。唯一有点可惜的是，这个 buff 只有24小时。不过，这个时间对秦风来说也够用了，24小时的时间完全足够他平定巨魔帝国的叛乱。想了想，秦风直接看向了其他获取的物品。下位神力碎片，下位神力碎片是秦风转职所需的物品之一，而能在这里获取，也算不错了，暂时可以留着。值得一提的是，秦风目前的转职任务已经完成了3项目标了，唯一剩下的就是获取禁忌之力晶核。而禁忌之力晶核的获取难度不低，先平定了巨魔帝国叛乱之后再去也不迟。意识到这一点，秦风将视线移开，落在了下面2件物品之上：高级吸血宠物技能书、高级神佑复生技能书。这2本技能书都是神宠必备的核心技能。高级吸血只要打输成功，直接能让宠物拥有 30% 的百分比吸血特性，这对于神宠来说提升是巨大的。毕竟同等阶位下，一个没有续航的宠物和一个能不停吸血的宠物来对比，自然是有高级吸血的更强。而神佑复生就有些 bug 了，这是一个复活类技能，只要打在宠物技能栏上，一旦宠物死亡，便有一定几率让宠物复活，而且是满状态复活。要知道，一般宠物死亡，玩家都是要等待一定时间才能在宠物空间之中复活宠物，并且越是高阶的宠物，复活难度越高。可一旦宠物技能上有高级神佑复生，基本上都能有一次复活的机会，而这一次复活的机会的确是很珍贵。以秦风拥有的死亡之物来说，只要能打上高息和高级神佑复生，再配合上已有的技能加成，完全可以成为碾压其他宠物的顶尖神宠。意识到这一点，秦风直接召唤死亡之物过来。死亡之物化作实体化的少女悬浮在秦风面前，有些疑惑地看着他，仿佛在说有事。而这时，秦风开口说道：过来。物质少女轻盈一跃，瞬间落在了秦风面前。精致完美的外貌，纯欲无瑕的体态，这便是死亡之物实体化的外表。而秦风直接无视了对方的外表，直接拿出技能书开始使用。下一刻，技能书化作金色光芒，缓缓涌入物质少女的身体之中。这是什么？物质少女有些疑惑地问道。秦风笑了笑说道：等会你就知道了。话音落地，物质少女也没多问，就这样看着金色光芒涌入自己身体之中。只是短短片刻，金色光芒彻底融入成功，而物质少女也在这一刻成功获得了2道新的技能。提示：死亡之物成功获得了新技能高级吸血宠物技能书。提示：死亡之物成功获得了新技能高级神佑复生技能书。2个技能书都顺利打成功了，这个运气多少有点太好了。不过也属于很正常的范畴，毕竟秦风目前的幸运值还是挺高的。第一、第2本书成功率比较高，后续再给死亡之物打书，估计成功率就没那么高了。当然，打上高息和高级神佑复生还是有点不大够，得想想办法把其他的高级宠物技能都给死亡之物和黑暗龙女打上。秦风就知道不少地方有卖高阶宠物技能书的，等有空了完全可以去买一波宠物技能书课一轮，把2个宠物打造成为极品神宠再说。就在秦风给死亡之物打书成功之时，远处一道声音顿时传来：清玄，快来帮忙。听到声音，秦风顿时抬起头朝着远处看去，而映入秦风眼帘的是一名张开巨大黑暗翅膀，身体呈现出诡异黑色的恶魔原体。此时，这名恶魔原体正在疯狂攻击着索拉，手中弯刀不停挥舞，配合着黑暗的灵魂体不停腐蚀着索拉的生命力。无数的诡异灵魂体正在吞噬折索拉的生命力，从而反哺他们共同的主人。看到这一幕，秦风基本确定了这尊恶魔原体的主人正是一名恶魔猎手。黑暗的虚空之中存在着无数的邪能和混沌神力，而恶魔猎手就是自愿接受了邪能和混沌神力的洗礼的黑暗精灵。在秦风的观察之中，索拉在面对恶魔原体时，魔力值疯狂消耗，根本没有多余的魔力值支撑他释放技能。而这就是恶魔猎手最为恶心的地方——魔力燃烧专精职业技能，可以让对方的魔力值瞬间燃烧殆尽的特殊技。面对魔法师、牧师等职业，只要魔力燃烧一波，就能让对方的魔力值消耗殆尽，可谓是极其恶心的专精技能。而索拉作为顶尖半神强者，其实力自然是极为强大的。可目前来说，他显然被无数诡异灵魂体压制着，可想而知魔力燃烧这个技能的强大。而看到这一幕，秦风微微皱起眉头，因为在他记忆之中，恶魔猎手不是版本后期才会出现的特殊 BOSS 吗？怎么现在就出现了？就在秦风沉思之时，远处的索拉看到秦风半天不帮忙，顿时闪身，飞快朝着秦风飞来。而恶魔猎手也飞快拍动巨大的黑色翅膀，朝着索拉飞速追来。看到这一幕，秦风觉得这索拉还算不错，都懂得主动帮自己拉怪了。想都没想，秦风直接在原地开始等待了起来。而很快，索拉便一头扎入了秦风的死亡领域之中。
恶魔猎手看到这一幕，没有一点迟疑，也跟着飞进了死亡领域内部。可在恶魔猎手刚进入死亡领域内部时，一道道黑暗之力瞬间朝他涌来，而这一刻，恶魔猎手直接扛着恐怖的黑暗之力，朝着不远处的索拉杀去。对他来说，领域类的技能他想破开简直轻而易举，毕竟他完全可以将开启领域那人的魔力全部燃烧殆尽。只要对方没有魔力，自然维持不了领域的运转。而他要做的，就是先杀了索拉，再解决领域内的其他人。可就在他朝着索拉杀去之时，远处的索拉顿时停了下来，转过头饶有意味地盯着他。看到对方的眼神，恶魔猎手顿时脸色一变，停了下来。他显然意识到了不对劲。而这时，索拉对着一旁的秦风说道：“演戏真累，好了，这个恶魔猎手交给你了，我在旁边为你助威，没问题吧？”听到对方的话，秦风也算明白了，索拉可不是普通的半神强者，以他的实力，的确能够在实力上超越眼前的恶魔猎手。但是，索拉也不能保证自己能100%留下这尊恶魔猎手，毕竟经过邪能和混沌魔能洗礼的恶魔猎手，拥有的手段绝对是极其诡异的。所以，他在见到对方的第一瞬间，便决定引诱他进入秦风的死亡领域。一旦对方进入了死亡领域，基本就已经死定了。而秦风在意识到这一点后，便笑了笑说道：“放心。”秦风将目光落在了不远处的恶魔猎手身上。恶魔猎手史丹利，神级 BOSS， 等级、生命值、攻击力、防御力、技能、介绍，全部属性都是未知。眼前的恶魔猎手绝对不是普通的 BOSS。看完对方的属性，秦风念头一动，刹那间，在其身旁的12尊半神强者瞬间飞出，朝着不远处的恶魔猎手杀去。12尊半神强者联手对付一个恶魔猎手应该是没什么问题。最关键的是还有秦风在旁，基本可以说是万无一失。此时，秦风直接抬起法杖，朝着远处的恶魔猎手 BOSS 释放禁咒灭世雷霆。刹那间，恐怖的雷云瞬间浮现在了死亡领域之中。感知到那恐怖的禁咒威压，恶魔猎手史丹利顿时脸色一变。这是雷系禁咒。恶魔猎手史丹利咬着牙呢喃了一声，还没等他做出反应，一道道恐怖的雷霆便如同雨点般密集的落下。轰轰轰轰！-349875，-355623，-346346。提示：恶魔猎手史丹利，神级 BOSS， 已进入眩晕状态之中，持续3秒。一道道伤害数字疯狂升起。而与此同时，12尊半神强者纷纷对着眼前的恶魔猎手发动攻击，无数的技能瞬间爆发，顷刻间便吞没了恶魔猎手史丹利的身影。而这时，秦风继续不停释放灭世雷霆，一道道灭世雷霆禁咒浮现，无尽的雷霆吞噬着所见的一切。不远处的玩家们看到这一幕，只觉得有些震惊。卧槽，这是什么鬼？五雷正法诀，这他奶奶的怎么有种雷劫的样子？清玄大佬的新技能，之前的那个大日不用吗？换成增强版的群体雷击术。我刚才看到有个 BOSS 跑进去了，估计在对付那个 BOSS 吧。这应该也是禁咒雷系技能，威力有点恐怖啊！秒伤30多万，这就是清玄大佬吗？这也太强了吧！哈哈哈哈，这就是氪金的力量，越氪越强。秦风不停释放着灭世雷霆禁咒，一道道禁咒覆盖之下，再配合上12尊半神的疯狂攻击，恶魔猎手的生命值飞快下跌。在3秒的眩晕过后，恶魔猎手 BOSS 的血量已经下跌了1/3。而这时，恶魔猎手 BOSS 直接闪身，瞬间遁入了虚空之中。接下来，史丹利没有犹豫，直接朝着秦风杀了过来。秦风就是死亡领域的主导者，只要将对方的魔力耗尽，便可以离开此地。所以，他瞬间便穿梭虚空，直接来到了秦风面前。刹那间，只见恶魔猎手瞬间出手，一道魔力燃烧技能直接命中秦风。提示：您已被技能魔力燃烧命中，每秒损失22万点魔力值。感知到对方的技能命中，秦风顿时笑了起来。就这，每秒才损失22万点魔力值，这损失的还没回得快。想到这里，秦风继续抬起法杖，开始释放灭世雷霆。而恶魔猎手看到这一幕，顿时便遁入虚空之中，消失在了众人眼前。看到这一幕，秦风继续丢出一道道灭世雷霆，恐怖的灭世雷霆几乎布满了整个死亡领域，让隐藏在虚空之中的恶魔猎手有些无语。这家伙难道不知道，再这样下去，他的魔力值会很快耗尽吗？而在等待之中，时间一分一秒流逝。然而，当史丹利的魔力已经无法支撑在隐藏在虚空之中时，秦风还在不停释放着一道道禁咒。看到这一幕，史丹利的心态有些崩溃。魔力燃烧对眼前这人为什么一点都没用？就在史丹利有些自闭的时候，他的身体从虚空中显现。而这时，秦风顿时转过身来，盯着史丹利说道：“怎么不躲了？”话音落地，只见秦风抬起法杖，再次丢了一道灭世雷霆过去。刹那间，无尽雷霆瞬间落下，再次让史丹利这位恶魔猎手进入了眩晕状态之中。而与此同时，远处的12尊半神同时出手，恐怖的伤害倾泻之下，恶魔猎手史丹利的血量快速清空，直接化作了一具尸体跌落大地。世界通告：玩家清玄华夏大区成功击杀了恶魔猎手史丹利，神级 BOSS， 特别奖励玩家幸运加30，低阶神格星号1。提示：您的天赋所需低阶神格数量加1，当前数量1/10。提示：您的幸运属性提升至295点，受装备负50%幸运影响，只有50%幸运值生效。提示：暗黑精灵族对您的好感度负50%。提示：血精灵族对您的好感度负50%。在这一道世界通告响起的瞬间，玩家们都有些见怪不怪了。
对于氪金10亿的顶级神豪，杀几个神级 BOSS 怎么了？而秦风在击杀了恶魔猎手史丹利后，便第一时间落在了史丹利的尸体面前。这一次，史丹利爆出的物品不算多，3个金色光团。想都没想，秦风直接一挥手将其收进了背包之中。提示：您获得了恶魔猎手转职卷轴，隐藏职业星号1。提示：您获得了混沌魔能结晶神级星号1。提示：您获得了史丹利的虚空研究手札神级星号1。秦风第一时间便看到了隐藏职业转职卷轴。这个恶魔猎手转职卷轴，只要使用了就能转职为恶魔猎手。作为经过邪能和混沌魔能洗礼后才能获得的职业，这个职业在不少玩家眼里还是很酷的。毕竟，恶魔猎手可是有双形态的。平时的时候只是有部分恶魔特征，比如犄角、翅膀等，一旦变身就能体型大数倍，并且还能操控邪能和混沌魔能，并且能使用魔力燃烧这种专门克制魔法师、牧师等职业的专精技能。所以，眼前的隐藏职业卷轴还是很不错的。只不过，秦风看不上这种隐藏职业，在他的印象之中，少说有10几个，比他强的不在少数。并且，秦风本身的竞技法师职业便已经算是碾压其他职业的特殊存在了。若是要获取第2职业，也是获取一些顶尖的唯一限定隐藏职业。想到这里，秦风直接将隐藏职业转职卷轴收进背包之中，随后直接看向了后续2件物品：混沌魔能结晶神级，等级神级，效果蕴含混沌魔能的结晶，玩家吞噬后有 50% 的几率触发未知增幅，限制使用失败后将造成未知影响，请玩家注意。混沌魔能结晶，这是一种极为高阶的特殊道具。一般来说，在游戏后期，很多赌狗喜欢这种魔能结晶，因为一旦触发了顶尖增幅加成，对玩家的提升将会是极为恐怖的。不少玩家甚至会在后期专门购买大量混沌魔能结晶吞噬，一旦失败，无非就是损失点等级和属性而已。只要随机出顶尖的增幅效果，再打造好装备的话，基本能碾压同级别的玩家，甚至越级战斗也轻而易举。当然，使用混沌魔能结晶多少需要点运气，运气不好的话，基本开不出什么好的增幅加成。秦风看着眼前的混沌魔能结晶，沉思了片刻，便选择了使用。他目前的经验值还很多，哪怕等级下跌也不怕，反正就一颗混沌魔能结晶，能随到好的增幅加成就血赚，随不到也不亏。而在秦风选择吞噬混沌魔能结晶时，眼前的混沌魔能结晶顿时化作一道黑暗力量涌入秦风的身体之中。刹那间，恐怖的黑暗力量瞬间充斥了秦风的四肢百骸。只是短短瞬间，秦风便感知到了一股强大的黑暗增幅力量从身体之中涌现。提示：您成功使用了混沌魔能结晶神级，获得了特殊增幅加成，亡灵类召唤技能效果正 50%， 永久。看着眼前的增幅加成，秦风有些没想到，亡灵类召唤技能效果的增幅可是很稀有的。有了这个加成，秦风完全可以再找点亡灵类的召唤禁咒学习一波。只要掌握了亡灵类召唤禁咒，召唤出来的生物估计属性能提升 50%， 并且持续时间也能提升 50%。单单是这个加成，若是给其他魔法师玩家获取到了，估计直接会转练亡灵召唤流。不过对秦风来说，显然是不会专门只走一个流派的。魔法师的流派分为很多种，元素流派比如寒冰魔法师、火焰魔法师这种，还有召唤流、禁术流、时间法师、空间法师、战斗法师等等。基本上玩家都会选定一个流派为自己的核心进阶路线。不过对秦风来说，当然是全部都走，全能法师才没有短板。看完眼前的加成后，秦风直接将目光投在了最后获得的一件物品之中：史丹利的虚空研究手札神级，等级1，等阶神级，效果一本记录着史丹利对虚空研究的特殊手札，将其交给魔导师艾瑞克可能会有未知的发现。这是一件任务物品，简单来说，只要将手札交给那位魔导师艾瑞克，要么能获得稀有奖励，要么会解锁特殊任务。这件物品的价值应该是极高的，可以暂时留着。意识到这一点，秦风直接将其放入背包之中。而接下来，秦风直接关闭了眼前的背包面板，随后看向了不远处的战场之上。在这场防守战役之中，秦风几乎以一人之力团灭了巨魔帝国的所有高端战力，所以战争的胜负基本已经确定。意识到这一点，秦风直接解除了死亡领域。随后，秦风一挥手，身边的所有半神尊者飞射而出，朝着战场四方飞去。一旁的索拉看到这一幕，笑了笑说道：“既然战局已定，我便先行离开了。”秦风没有半点挽留的意思。对他来说，索拉更像是工具人，帮忙拉个怪可以，做其他的也不怎么顶用。不过他们后续还会遇到的，毕竟他们的目的地是一致的，那就是巨魔帝国目前的都城巨魔城。想要平定此次的叛乱，就必然要攻下巨魔城。所以若无意外，他们很快便会在巨魔城再次相见。而索拉此时听到秦风的话后，没有多说什么，直接闪身，瞬间消失在了空气之中。在索拉离开之后，秦风便将目光放在了不远处的巨魔族大军之上。对于秦风来说，这些正在攻城的巨魔族大军可是活生生行走的永恒帝国贡献值，所以他毫不犹豫骑乘着变异狮鹫，飞快加入了战场之中。轰轰轰轰，恐怖的灭世雷霆不停落下，基本上只要被灭世雷霆命中，那些攻城的巨魔族士兵基本都是被瞬间秒杀。而与此同时，秦风耳边也响起了一道道系统提示音：提示：您成功击杀了巨魔族士兵黄金级，您获得了2点永恒帝国贡献值。提示：您成功击杀了巨魔族士兵黄金级，您获得了2点永恒帝国贡献值。秦风的贡献值飞快的上升，而远处玩家们看到不停释放灭世雷霆的秦风，只觉得有些无语。
清玄大佬，给我们留点怪啊！你都刷完了，我们刷什么？卧槽，大佬这是开启了无限火力模式吗？这技能还能一直丢，太牛逼了吧！这可能就是禁咒吧？大佬的实力是真猛，我感觉就算没有了我们，大佬也能镇压这些巨魔族的军队。不要感觉，是肯定能。大佬可是氪金10亿的存在，这能不轻松镇压吗？现在巨魔族那边的半神好像都被清玄大佬给控制了，这些半神还在疯狂屠杀着巨魔族的士兵。兄弟们，别他妈在城墙上等着了，跟我一起杀出城外！此时，无数玩家纷纷走出城外，开始补刀一些被漏掉的小兵，而秦风则直接一路杀到了巨魔帝国军团的帅帐之中。一位拥有高阶巨魔皇族血脉的强者瞬间冲出帅帐，仰起头直视天空之上的秦风，目光中满是不甘地喊道：“你到底使用了什么手段，竟然将那群半神策反了？”秦风看着眼前这位强者，直接抬起手。下一刻，恐怖的灭世雷霆不停落下，瞬间吞没了对方的身躯。-347534，-347657，-348763，一道道伤害数字不停升起，瞬间将巨魔族的主帅镇压于此。而在击杀了这名主帅后，一道道世界通告和系统提示瞬间响起。世界通告：玩家清玄，华夏大区成功击杀了巨魔族统帅安德，神级 BOSS， 成功赢得了黑石要塞防守战役的胜利。为了表彰玩家清玄华夏大区做出的卓越贡献，特别奖励玩家工会等级提升令牌神级星号5。世界通告：战役排行榜已结算，当前排行榜奖励已发放。提示：您在战役排行榜的序列为第1名，特别奖励玩家战争圣杯神级。几乎在同时，所有经历这场战役的玩家都获得了对应的战役奖励。好家伙，这么快就结束了！我刚补几个兵，大佬就把统帅给杀了。不愧是大佬啊，下手速度是真的快。兄弟们出奖励了，我在战役排行榜第10561名，竟然奖励了一件黄金级装备，这也太香了吧！这个战役排行榜的奖励是真不错，兄弟们这波赚大了，还好跟着大佬来这里了，要不然血亏。哈哈哈，这奖励是真的香啊！不过大佬的奖励也不差啊，竟然有工会等级提升令牌。兄弟们准备加入清玄工会的时机又到了。秦风在击杀了对方军团统帅之后，直接被系统判定为赢得了此次战役的胜利。而这时，秦风没有犹豫，直接开始捡取这位统帅 BOSS 掉落的战利品。提示：您获得了安德的利刃神级。提示：您获得了巨魔血怒战甲神级。提示：您获得了巨魔血怒长靴神级。秦风扫了一眼获得的神器装备，发现基本都是战士职业用的，这几件装备对他来说没什么用，不过可以留着，以后卖给工会内的其他战士玩家。看完这几件神器装备，秦风直接将目光投向了之前获得的几件物品。工会等级提升令牌神级，等级1，等阶神级，效果使用后可以使工会提升10级。在秦风看到工会等级提升令牌时，他有些意外，因为这种令牌一般都是极为稀有的，毕竟这可是直接能让工会无视晋级任务，顺利提升10级的特殊令牌，只要使用直接能提升10级。而秦风感觉这5个令牌奖励应该就是这次战役最大的收获了。想都没想，秦风直接使用令牌开始晋级工会。下一刻，工会提示：工会等级已提升，当前工会等级为 LV40。工会提示：工会 buff 等级，工会人口上限已提升。工会提示：工会等级已提升，当前工会等级为 LV80。工会提示：工会 buff 等级，工会人口上限已提升。提示：您获得了新的工会晋级任务。在5个令牌用完后，秦风的工会直接提升到了80级。而这个时候，整个清玄工会都收到了一连串的工会晋级提示。随着工会的晋级，清玄工会的 buff 也随之提升。好家伙，这就是清玄大佬吗？直接工会连升50级，太强了吧！这一波简直起飞啊！这个加成 buff 太强了，无敌！清玄大佬 YYDS， 卧槽，这个工会 buff 加成直接让我的实力提升几倍，有点太爆了吧！牛啊牛啊，无敌清玄 YYDS！ 在工会等级提升了一波后，加成的 buff 直接让整个工会玩家的实力全部提升了不少。可以说，一波工会晋级让工会内玩家直接领先其他玩家20-30级的差距。当然，这种差距在游戏前期是很难被弥补的，只有到游戏后期，不少史诗级工会、传说级工会诞生之后，才能稍微拉平一点差距。所以现阶段直到后期，清玄工会都将占据绝对的优势，形成碾压其他工会的局面。而此时，在提升完工会的等级后，秦风直接点开招募面板，毫不犹豫选择了招募玩家。下一刻，无数玩家再次收到了招募提示，而这些收到招募提示的玩家，基本上都是直接同意，没有玩家会拒绝清玄工会的招募。毕竟，世界第一工会的头衔，再加上能让玩家实力增幅数倍的工会 buff， 以及清玄工会的各项福利，这谁能拒绝呢？只是短短几秒，秦风的工会再次进入了满人状态之中，而工会的人数也达到了惊人的8000W 之多。以这个工会玩家人口基数来说，若是再让秦风的工会提升个几次等级，基本上顶尖的玩家都能全部收入囊中。就在这些新的玩家加入清玄工会，整个清玄工会内部一片祥和。欢迎加入清玄工会，新入会的兄弟们可以接点工会贡献值任务做，刷一下工会贡献值排行榜，这个是重中之重。这些我们都知道，我现在立刻去刷贡献值去，冲啊兄弟们！哈哈哈，我终于加入清玄工会了，太不容易了。这 buff 加成果然名不虚传，可惜啊，我怎么这么晚才加入进来，真特么的可惜。兄弟们，准备一下，来黑石要塞，
跟清玄大佬一同讨伐巨魔帝国。新加入工会的玩家在老玩家的引导下，很快便朝着黑石要塞赶来。这次的大型军团任务，工会内的玩家都可以共享接取，这些新加入的玩家也不例外。而有了之前战役排行榜的丰厚奖励，工会内的玩家自然选择继续做这个军团任务。毕竟这任务的奖励可比普通刷怪高多了。而秦风在招募完玩家之后，没有看工会晋级任务，而是看向了获得的战争圣杯。战争圣杯神级，等级100，等阶神级，效果可消耗金币开启战争鼓舞，使麾下所属势力玩家 NPC 提升 10%的血量、防御、移动速度、施法速度。提示：消耗金币数量与麾下单位人数和等级阶位有关。限制：当前圣杯效果无法对100级以上的强者生效。战争圣杯，这竟然是一件消耗金币提升麾下玩家 NPC 属性的物品。眼前这件特殊物品，一看就知道是极度稀有的。毕竟这可没有限制作用人数，也就是说，秦风完全可以让工会内所有玩家都获得 10% 的各项属性增幅。当然，作为一个拥有无限金币的特殊存在，秦风当然是选择直接氪金开启战争鼓舞。下一刻，一道系统提示顿时弹出，提示：当前可作用人数为8000W 人，玩家可选择部分人开启战争鼓舞。看到这个提示，秦风毫不犹豫选择了全部人数赋予战争鼓舞。下一刻，提示：当前所需金币为1亿金币天，是否开启战争鼓舞？开启取消？开启。秦风直接选择开启。提示：您的生命值属性提升至82亿点。刹那间，一道战争鼓舞瞬间落在了所有清玄工会玩家身上。在获得了战争鼓舞后，这些玩家的4项属性都获得了一定的提升，而不少刚加入工会的玩家此时都有些震惊了。我这刚加入清玄工会就获得了这么多增幅，这多少有点太顶了吧？兄弟淡定点，这就是清玄大佬的常规操作，稳住，大佬的世界你不懂。笑死了，清玄大佬是真的太顶了，我们这个项属性的加成直接碾压没加入工会的玩家，简直太强了。这血量防御和移速施法速度加成虽然只有 10%， 但是也很香了，哈哈哈！这一波血赚。别说了，现在就冲黑石要塞，帮助大佬解决巨魔帝国。冲冲冲！黑石要塞集合！在众多工会玩家为多出来的战争鼓舞 buff 欣喜之时，秦风基本上已经消化完了这次战役的所有奖励了。做完这些后，秦风直接点开了工会的晋级任务，看了起来。工会晋级任务 SSS， 等级 SSS， 任务目标：1. 开启工会战，消灭10家以上工会，且工会等阶不得低于传说级0时。2. 进阶支援神级，星号8000、600、8000。3. 金币星号8000W、08000W。任务奖励：工会 buff 等级提升，工会人口提升。90级的工会晋级任务，难度上来说不是很高，毕竟只需要消灭10家传说级工会，并且获取到8000枚进阶支援就可以了。这个任务最难的地方，主要还是在10家传说级工会上。现阶段整个世界的工会加起来，估计传说级别的工会也只有2-3家。就在这种情况之下，想要凑齐10家传说级工会再发动工会战，估计还需要等很长一段时间。不过对秦风来说，想完成这个任务也不是很难，毕竟传说级的工会令牌还是有很多渠道获取的。再不济，他也能获取个10个传说级工会令牌，然后拿去开启一次世界拍卖会，把这些工会令牌卖一波。只要等这些令牌卖出去，不就有10家传说级工会诞生了吗？到时候镰刀一个，直接10家传说级工会一起镇压，轻轻松松就能完成工会晋级任务。想到这里，秦风直接关闭了眼前的任务面板，看向了镇守黑石要塞 SSS 任务。这个任务是秦风之前获得的机遇任务，而现在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也就是说还需要秦风镇守黑石要塞一段时间，这个任务才会结算。意识到这一点，秦风摇了摇头，这个任务对他来说完全没必要浪费时间，只要彻底将巨魔帝国镇压，这个任务自然完成了。想到这里，秦风摇了摇头，关闭了任务面板。就在他关闭了任务面板后，一道身影瞬间降临在了他的面前。清玄大人，军团新发布了一个指定任务给您。秦风循着声音看去，只见一名身穿着帝国制式战甲的男子站在面前，而这名男子应该隶属于永恒帝国的军方。军团发布任务给秦风，对秦风来说显然是一件好事，毕竟多一个任务便能获得多一份奖励。于是乎，秦风直接开口说道：任务给我。男子点了点头，将一卷任务卷轴和一枚空间戒指递给了秦风，说道：清玄大人，若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跟我说。听到对方的话，秦风直接点开任务卷轴，建立大型传送阵 SSS， 等级 SSS， 任务目标：1. 前往巨魔城外245167处建立大型军团传送阵01。2. 守护传送阵，保护其不被巨魔帝国摧毁01。任务成功奖励：大量永恒帝国贡献值，大量经验，其他特殊奖励。这个任务不算难，就是建立一个大型军团传送阵，然后让帝国的军团传送到那片区域之中。唯一的问题就是建立传送阵需要一定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有大量巨魔帝国的军团前来阻拦。不过秦风觉得建立这个传送阵也耽误不了多少时间，这个任务可以做。意识到这一点，秦风直接扫了一眼空间戒指内的物品，大型军团传送阵未激活。不出意料，就是一个已经装设好的大型军团传送阵，只要将其放出来，激活一波就可以直接使用了。想了想，秦风抬起头看向了眼前的男子，说道：
这个任务我接了，应该马上就能建好传送阵，你回去让军团准备好。既然如此，那就祝大人一切顺利。男子说完，毫不犹豫离开了此地。在男子离开后，秦风抬起头看向了不远处，在麾下所有半神的屠戮之下，巨魔帝国的军团基本被覆灭了，哪怕有少数的漏网之鱼，对秦风来说也无伤大雅。看到这一幕，秦风念头一动，顷刻间，远处的所有半神都朝着此地飞来。很快，19尊半神连同提亚一同降临到了秦风面前。大人，半神们纷纷开口喊道。听到众人的话，秦风直接开口说道：“都跟我来。”说完，只见秦风骑乘着变异狮鹫，飞快朝着巨魔城外245167奔去。在秦风高额的移速加成之下，只是花费了20分钟，秦风便抵达了任务标注的坐标之上。而他在抵达了这个坐标后，便看向了不远处的巨魔城。在此地眺望，很轻松便能看到巨魔城的轮廓，距离不算远。在这里奖励大型军团传送阵，只要军团降临后便能剑指对方的都城，可以说是一个精心挑选的传送地。想到这里，秦风没有耽误时间，直接拿出空间戒指。随后，他毫不犹豫将大型军团传送阵拿了出来。传送阵是一个巨大的由各个结晶节点组成的法阵，上面铺设着大量的空间魔石，为法阵源源不断供给着传送的空间之力。而在传送阵落地后，一道系统提示便弹了出来，提示是否激活当前大型军团传送阵。看到提示，秦风毫不犹豫选择了激活。刹那间，眼前的传送阵瞬间被点亮，无数由空间魔石链接的节点发出一阵阵璀璨的光芒。与此同时，在法阵之中，一道道白光缓缓浮现，不少强者的身影出现在了法阵之中。这建立传送阵的速度有点快啊！接下来就需要我们出手了，准备迎接巨魔帝国的攻击吧。都准备好，别说了，好好休整一下。这些半神是怎么回事？巨魔族半神，该死，联手杀了他们，有埋伏，这是圈套。第一批被传送至此的，基本都是顶尖的半神强者。只可惜，这些半神强者在看到秦风麾下的半神强者后，误以为是陷入了巨魔族的埋伏。秦风看到这一幕，直接走上前，开口喊道：“诸位，吾乃永恒帝国伯爵清玄，这些半神都是我的手下，还请诸位不要担心。”听到秦风的话后，这些传送而来的半神尊者们才停了下来。不得不说，秦风所掌握的半神强者阵营实在是太过豪华了。帝国这一次转送降临此地的半神数量，也就和秦风所掌握的半神数量差不多。而且这些半神之中不少是巨魔族的，剩下的半神也是邪恶阵营之中的半神。所以面对这些半神强者，帝国派遣来的半神们才会以为陷入了圈套之中。不过在误会解开之后，一尊半神强者直接闪身来到秦风面前。清玄伯爵，这尊半神对着秦风问道。正是。秦风直接开口说道。听到秦风的话，这尊半神笑了笑说道：“没想到竟然是阁下第一个建立起传送阵，不过阁下也有此实力。”说完，只见其扫了一眼四周的众多契约者半神，缓缓开口说道：“此次传送阵既已建立，我等就先镇守此地，清玄伯爵可协助我等？”抱歉，秦风直接拒绝。领头的半神强者有些疑惑地问道：“清玄伯爵可是有问题？接下来此地交给阁下等人镇守，而我自然是先前往巨魔城。”秦风缓缓开口说道。听到秦风的话，四周的半神尊者们都有些意外。巨魔城中聚集着大量的邪恶阵营势力强者，若是贸然前往，恐怕对阁下不利。还是随我们一同镇守此地，等后续大军降临，再前往巨魔城为上策。正是，这样也不容易被逐个击破。领头的半神尊者听到身后众多半神的话，看向了秦风说道：“你应该也听到了吧？巨魔帝国不容小觑，此次清玄伯爵最好与我们一同行动，方才是最好的。不过，若是阁下拒绝，我也不会阻拦阁下。”在战场之上，像是秦风这种掌握着众多半神强者的顶尖阵营势力，永恒帝国方面肯定是不会对他加以限制的。这场以巨魔帝国为目标的战争，其实结局在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哪怕没有秦风的插手，这场战争也会以巨魔帝国惨败而告终。这还，巨魔帝国背后拥有各大顶尖势力和邪恶阵营援助后的结果，所以秦风想做什么完全可以去做，因为他哪怕再浪也不会影响大局。更何况，只要他前往巨魔城，必然会遇到巨魔城派遣来阻击他们的强者。以秦风目前拥有的半神战力，应该是能帮助他们分摊不少压力的。这也是领头那位半神强者愿意让秦风自由行动的原因。而秦风在听到对方的话后，平静地点了点头说道：“此地就交给诸位了。”放心。众多半神都点头答应了一声。随后，秦风骑乘变异狮鹫腾空而起，直接朝着不远处的巨魔城飞去。麾下的所有半神强者看到这一幕，没有任何犹豫，直接跟了上去。在看到秦风等人撤离此地后，被传送到此的半神们才面面相觑地对视一眼。你们说，这位清玄到底是什么来头？我之前怎么没听说过他呢？清玄伯爵应该就是近一段时间建立清玄公会的那位吧？听说他吸纳了大量艺人，麾下阵营势力的各种雇佣任务，几乎都是100%完美完成。只要给他们接取到的雇佣任务，哪怕佣金不高，都会派遣艺人完成任务。我想起来了，就是那家卷死其他佣兵团的公会，对吗？就是他们。不过我也没听说这个阵营势力拥有这么多半神强者，这也太低调了吧！我有预感，此战过后，清玄公会必将名声大振，那位清玄伯爵前途不可限量啊！领头的半神尊者扫了一眼众人说道：“好了，诸位都准备一下，马上还会有人传送过来，在此之前切勿掉以轻心。”是。众人答应一声，很快便在四周开始布置手段。
半神尊者若是想镇守一方界域，自然是有不少方法的。特别是这些半神尊者还是隶属于顶尖帝国阵营的，他们身上多多少少都带着帝国赐予的防御器物，专门用于保护传送阵不被其他强者破坏。而在这些半神为守护传送阵而忙碌时，秦风直接朝着巨魔城飞奔而去。就在秦风赶路之时，不少半神尊者都抬起头看向了不远处的巨魔城。此时，从巨魔城中突兀地飞射出数十道黑色身影，这些身影化作流光，以一种极为恐怖的速度朝着秦风这边飞来。清玄大人，你看那边！一旁的半神尊者连忙提醒秦风。听到对方的提醒，秦风抬起头看去，在看到那数十道黑色流光时，秦风顿时一笑，还挺好，这些人真是淳朴啊，都懂得主动送上门来了。想都没想，秦风直接开口说道：“杀光他们，不用留守。”是。众多半神尊者纷纷答应。随后，只见秦风飞快朝着那群人飞去。远处，巨魔族3尊半神领着数十名百级以上的强者飞快赶路之中。很快，他们便注意到了不远处的秦风一行人。下一刻，3尊半神毫不犹豫朝着秦风等人杀去。这群巨魔族的强者要做的就是杀光见到的一切人族强者，最后找到对方建立的传送阵，并且将其摧毁。而现在，3尊半神直接朝着秦风等人杀去。可就在这群巨魔族强者靠近秦风等人时，为首的3尊半神顿时脸色一变。这时，其中一尊半神有些迟疑，而一旁的一尊半神毫不犹豫化作流光，飞快朝着远处逃跑，丝毫不理会身后的同伴。当然，他的逃跑显然是徒劳，因为在顷刻间，他便被几尊半神联手堵住了。该死，这群人全是半神强者。其中一尊百级强者脸色巨变，其他巨魔族强者显然也察觉到了不对劲，因为在靠近秦风等人后，他们也察觉到了一股股独属于半神强者的威压。很显然，他们这一波是撞上铁板了，纯纯的就是自己送菜上门了。意识到这一点，其中一尊半神强者直接对着身后众人喊道：“所有人散开，逃离此地！”就在他话音落地的瞬间，巨大的黑色领域瞬间将所有人笼罩在了起来。不，绝望的嘶吼回荡在虚无的荒野之中，随之响起的是一道道密集的雷鸣之声。没过多久，雷鸣之声缓缓消散，死亡领域也被秦风瞬间解除了。而这时，死亡之物也开始不停吞噬着地上的尸体，强大自身的属性。秦风也没管死亡之物，他直接开始打扫战场，收取地上掉落的战利品。提示：您获得了黑云长弓神器星号1。提示：您获得了工会人口提升卷轴神级星号1。提示：您获得了神秘藏宝图神级星号1。提示：您获得了神行符史诗级星号1。提示：您获得了金币星号20W。提示：您的防御属性提升至265907。秦风在收获了战利品后，第一时间便开始了筛选。而在这些战利品之中，有用的只有3个，也就是工会人口提升卷轴神级、神秘藏宝图神级以及神行符史诗级。工会人口提升卷轴就是可以提升100W 工会人口的特殊卷轴，这个卷轴目前秦风就可以直接使用，没有任何限制。所以秦风毫不犹豫选定卷轴进行使用，卷轴化作一道金色光芒，瞬间消散于空气之中。下一刻，一道系统提示瞬间响起，提示：清玄工会人口数量提升至9000W 人，10倍人数增幅的 buff 之下，秦风这一张卷轴使用后，直接为秦风的工会增加了1000万的工会人口。而在提升了1000万人口上限后，秦风直接看向了自己身旁的这群半神尊者。秦风的工会也是可以招募 NPC 加入其中的，这群半神尊者显然也可以加入。只要加入了秦风的工会，就可以享受工会的加成 buff， 也算是变相增强了他们的实力。意识到这一点，秦风毫不犹豫选定这些被契约者，直接让他们加入了清玄工会。而在这群半神尊者加入清玄工会后，一道道工会提示顿时在清玄工会玩家们耳边响起。工会提示：半神尊者格塔亚加入了清玄工会。工会提示：提亚加入了清玄工会。在这些工会提示响起时，工会内的玩家们都有些震惊。要知道，半神级别的强者基本是玩家们目前看到的最高端的战力了。而秦风一次竟然拐了19尊半神强者加入工会。大佬，请收下我的膝盖吧！太强了，这就是清玄大佬吗？这么多半神尊者加入工会，直接起飞啊！太顶了，太顶了！这就是大佬的底蕴和实力吗？我氪金神教无敌！哈哈哈！这么多半神尊者，清玄工会可以说是世界第一工会无疑了，恭喜大佬！哈哈哈！别说了，就这个牌面，就这个阵容，其他工会拿什么跟我们比？不说和其他工会比，就算是和一些 NPC 建立的阵营势力比，我们也算是顶尖阵营势力了吧？应该算不上顶尖，毕竟我们太菜了，拖后腿实锤了。等我们发育一波，大佬等等我们！我就是有些好奇，这个叫提亚的是什么来头？怎么和其他半神一起被招募进来了？是个妹子，应该是大佬看上的吧？毕竟男的打工，美女全收，这不是永恒不变的规则吗？清玄大佬真该死啊！他都有那么多美女了，怎么还收女啊？在秦风招募了19尊半神和提亚一同加入工会后，引起的震荡远不止于此。其他大区的玩家也纷纷收到了消息，其中就包括其他大区的顶尖玩家强者。这些顶尖强者基本都建立了自己的工会，而在看到秦风招募了19尊半神强者加入工会后，他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工会还能招募 NPC， 这大概才是工会的正确玩法吧。毕竟招募玩家对现阶段的工会来说，显然是没有多大帮助的。但是招募 NPC 就不一样了，
直接能招募一些高级 NPC 进入工会内为工会打工。若是配合上玩家，两者结合，简直堪称完美。意识到这一点，所有顶尖玩家顿时开始谋划该如何招募顶尖 NPC。而秦风显然没有意识到，他的一波操作将会让其他工会开始纷纷招募 NPC 强者。不过，哪怕是知道了，秦风也无所谓。对他来说，这些工会都只是一根根韭菜，等待养肥一波就可以收割了。现在招募再多 NPC 强者，也就在工会战开启时能多抵抗几秒，没什么大用。另一头，在秦风将半神尊者们招募进入工会后，麾下的半神尊者们都感知到了工会的强大加成 buff。获得了这些 buff 之后，这些半神只觉得有些震惊。这是工会的祝福之力吗？为何如此之强？哪怕我加入过其他顶尖势力，也未曾获得过如此强大的祝福之力。的确，这个祝福之力绝不一般，唯有帝国的神之祝福才能与之媲美吧。我觉得帝国的神之祝福应该强很多，不过差距并不是非常大。有了这个祝福之力的加持，我们的实力也能提升不少。感谢清玄大人，感谢清玄大人。秦风瞥了一眼四周的半神尊者，没有多说什么，摆了摆手，让他们到一边凉快去。若不是秦风利用死亡威胁，让这些半神签下灵魂契约，这些半神尊者估计都不会搭理自己。但是现在，生命被秦风所掌控的情况下，自然是要狠狠拍一波秦风的马屁。秦风没有理会这些半神的奉承，直接将目光投向了另外一件物品——神秘藏宝图，神级，等级1，等阶神级，效果前往火焰平原坐标251612，将有几率获得一个特殊宝藏。藏宝图是很特殊的道具，一般来说，获得的几率都是很低的。而这种物品一旦获取了，就可以根据藏宝图上的坐标前往寻宝。当然，藏宝图开出的东西一般都很看运气。简单来说，只要运气够好，理论上来说，玩家能从其中开出顶级神器，或者是各类稀有道具物品。不过，秦风现在没时间去寻宝，只能先留着这张图纸了。火焰平原，秦风呢喃了一句，随后将藏宝图直接收了起来。火焰平原这个地图是高级地图之一，秦风后续应该会去这个地图刷怪，到时候顺手可以收一波宝藏，还是挺香的。至于后面的神行符、史诗级，秦风毫不犹豫，直接选择了使用。瞬间提示：您的移动速度提升500%，持续10分钟。使用完神行符后，秦风便关闭了眼前的背包面板。随后，秦风没有耽误时间，继续开始赶路，朝着巨魔城飞快奔去。而其他半神尊者自然是第一时间跟了上去。在秦风赶往巨魔城时，大型传送阵中也再次传送了大批强者过来。除了高级强者之外，还有一大批的军团士兵以及各类工程器械。在这些强者和军团士兵在降临此地后，便第一时间集结，飞快朝着远处的巨魔城奔去。这一次建立传送阵，目的就是为了贡献巨魔城，以一次战役直接结束这场叛乱。所以，在大部队军团降临此地后，便第一时间剑指巨魔城。那些原本镇守于此的半神尊者，此时也纷纷跟随着大部队朝着巨魔城杀去。当然，传送阵这里还是留下了不少半神强者镇守的，毕竟后续还会有源源不断的军团士兵降临此地，从而支援前线战场。所以，大型传送阵这个战争建筑还是很重要的。而在帝国军团朝着巨魔城进发之时，秦风已经抵达了巨魔城前。提示：您抵达了巨魔城。提示：您当前所处位置为叛乱阵营势力都城，极度危险，请玩家注意。此时，秦风抬起头看向了眼前宏伟巨大的城池。不得不说，哪怕是次级主城，眼前主城的宏伟程度也是远超一般人的设想。巨魔城由巨魔一族所建造，由于巨魔一族巨大的体型，所以城池建筑的高度和强度上也远非普通城池能比的。当然，这座城池和各大主城相比，还是差了很多。毕竟主城可是由各大顶级阵营势力用无数资源堆砌起来的，单单是其中拥有的防御建筑和阵法，就远非巨魔城能比的。不过，秦风可不会因此而小觑眼前的巨魔城。此时，巨魔城之中的守军也发现了秦风等人，半神级别的存在，简直如同黑夜中的火光一般亮眼。而秦风这边足足有19位半神尊者，这瞬间便引起了巨魔城镇守军团的注意。此时，10尊巨魔族半神强者腾空而起，在城墙之上俯瞰着下方的秦风等人。城墙之上，无数的防御魔法塔缓缓点亮，开始集聚能量，随时准备对入侵者发动攻击。与此同时，一道巨大的防御护盾也浮现在了整个巨魔城上空。看到这一幕，秦风扫了一眼浮现的防御护盾，护城之盾，血量10亿。秦风扫了一眼后，只觉得有点恶心。这一个护盾10亿血量，有点太厚了吧？不过，真以为10亿血量就能拦下自己了？想到这里，秦风直接走上前去。在秦风刚靠近护城之盾时，远处的魔法塔开始疯狂攻击秦风，轰轰轰轰，负10万，负10万，负10万，加300000。可以说，就以这些魔法塔的攻击来说，基本都算是伤害很高的攻击建筑了。但是，对秦风来说，根本一点威胁也没有。基本上，秦风都能瞬间将损失的血量恢复上来，哪怕站着给这些魔法塔攻击，估计也打不死秦风。而现在，秦风硬扛着防御塔走到护盾面前，在护盾之中的巨魔族半神尊者们有些迷茫，他们见过强者，但是没有见过像是秦风这样另类的强者。明明还只是一个100级的魔法师，但偏偏他能扛着数十座魔法塔的攻击，一点血都不掉。就在这些半神为此而震惊时，秦风抬起手中的法杖，随后只见一个巨大的黑色领域将眼前的护盾覆盖在了其中。死亡领域是禁咒，而且是领域类技能，
而眼前的护盾在领域接触的瞬间便裂开了一个口子，呈现出一个进入的通道。简单来说，现在就是死亡领域直接和护盾相切，而两者交汇接触的地方，护盾直接消失。秦风现在完全可以无视护盾，直接穿越死亡领域，进入到护盾内部。远处城墙之上的巨魔族半神们看到这一幕，顿时脸色巨变。不好，这是领域类禁咒，阻止他，绝对不能让那些半神进入护盾内部。快让那几位大人过来支援！快！巨魔族半神们瞬间降临在了死亡领域之外。而下一刻，秦风的身影缓缓踏出死亡领域，在他身后，半神们纷纷飞出，悬浮在空中扫视四周。此时，当巨魔族的半神们看到秦风身旁的半神尊者之时，瞬间脸色巨变。格塔亚，是你？你回来了？那不是格朗吗？你们怎么回事？该死，别说话了，他们已经全部叛变了，你们难道没发现吗？这些人已经被那位魔法师奴役了。该死，杀了那个魔法师！秦风看着不远处的10尊巨魔族半神，笑了笑说道：杀了他们。话音落地，身后19尊半神尊者飞速杀出，瞬间和这4尊巨魔族半神站在一起。而提亚则直接杀上城墙，屠杀城墙上的普通巨魔族士兵。至于秦风，此时则直接骑乘着变异狮鹫飞上城墙。在秦风降临城墙之时，无数的巨魔族士兵和一头头巨型翼龙骑兵朝着秦风扑来。看到这一幕，秦风直接抬起法杖，顷刻间，灭世雷霆瞬间爆发，轰轰轰轰，-357534，-357657，-358763。恐怖的灭世雷霆之下，无数的巨魔族士兵被瞬间秒杀。而随着这些巨魔族士兵的死亡，秦风也获得了海量的永恒帝国贡献值。提示：您的永恒帝国贡献值+2。提示：您的永恒帝国贡献值+2。秦风整个人化作了移动炮台，开始不停收割城墙上的巨魔族士兵，而无数的攻击也再次降临到了秦风的身上。轰轰轰轰，-10万，-10万 ，miss，-10万，-27234，+327234。无数的攻击落在秦风的身上，而这些攻击造成的伤害基本只是瞬间便恢复了。在这种情况之下，秦风几乎如入无人之境，疯狂屠杀着城墙上的巨魔族士兵。为了巨魔族，杀！该死，这是魔鬼吧？他怎么会这么强？怎么会这样？不！随着一道道灭世雷霆落下，整个城墙化作屠宰场，无数镇守于此的巨魔族士兵被灭世雷霆轰成碎渣。而远处，原本还在抵抗中的巨魔族半神们，此时也在围攻之下陷入了绝望。他们在见到秦风的恐怖实力后，顿时明白眼前之人必须要有神明级别的强者出手制衡方可。但很可惜的是，巨魔族的神明早在10天前便已陨落，死于与永恒帝国神明的交手之中。可以说，他们巨魔帝国此时已经失去了神之庇护。在失去了神明的威慑后，在面对秦风之时，他们只能祈祷帝国皇室能够拥有其他制衡的手段。而在战场之上，只是短短几分钟，秦风便将附近的所有巨魔族守军清空了。当然，除却这些被彻底灭杀的守军之外，巨魔城内还有大量的巨魔族军团。哪怕秦风清空了附近的巨魔族士兵，仍然有源源不断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巨魔族士兵。无视这些涌来的巨魔族士兵，秦风很快便看向了半神强者们的战场。19名半神尊者对上了10名半神，两者之间的战力对比虽然有一定差距，但是半神之间的实力各有高低。10名巨魔族半神愣是和秦风麾下那19尊半神打得有来有回。秦风感觉，若是自己不插手的话，这场战斗估计还能打很久。想都没想，秦风直接朝着半神战场杀了过去。而远处的巨魔族半神们感知到秦风的靠近，顿时脸色巨变。那个家伙过来了！该死！都别留手，小心那家伙的禁咒！都准备好，那家伙可不简单。看到秦风突然插手这边的战场，所有巨魔族的半神们如临大敌。而只是瞬间，秦风便直接落在了半神战场之中。下一刻，所有巨魔族半神还没反应过来时，秦风瞬间挥舞法杖，一道巨大的死亡领域瞬间将所有半神囊括其中。在领域形成的刹那，所有巨魔族半神都遭受到了恐怖的死亡之力攻击。顷刻间，所有巨魔族半神的生命力开始被疯狂侵蚀。-329950，-325565，-324965，一道道伤害数字不停浮现。而巨魔族的半神尊者们感知到疯狂侵蚀自身的死亡之力，只觉得有些力不从心。面对数量几乎是他们1倍的半神强者，再加上秦风这尊特殊存在，以及巨魔一族神明的陨落，可以说巨魔帝国已经失去了赢得此次战争的机会。但是作为巨魔族群的守护半神，这些半神尊者们在明白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只是纷纷对视一眼，便飞快朝着秦风杀去。而秦风看到这一幕，顿时笑了起来。这些半神也还挺懂事，知道主动送上门来。不过也到此为止了。秦风抬起法杖，开始疯狂释放灭世雷霆禁咒。可就在灭世雷霆刚释放之时，一道身影突然出现在了秦风面前。对方捏碎符箓，瞬间将其拍在了秦风身上。提示：您被禁魔符箓神级命中，当前进入沉默状态3秒。当前禁魔符箓神级为高级物品，神圣净化 buff 无法解除，当前皆为负面效果，请玩家注意。刹那间，秦风的技能瞬间冻结，死亡领域也瞬间关闭。与此同时，在死亡领域关闭的瞬间，这些巨魔族半神非但不逃跑，反而还穿过了灭世雷霆的封锁，飞速降临到了秦风面前。
秦风看到这一幕，顿时笑了笑。这群巨魔族半神很显然是有活路的，毕竟秦风的死亡领域失效，若是真的拼命逃离此地，还是有半数半神有希望逃走的。但是这群半神显然是忠于巨魔一族的特殊存在，而现在他们要做的自然是想办法解决自己。就在秦风想到这里时，一尊尊半神直接飞到秦风面前，瞬间开始燃烧血脉之力。随后只见其凝结全身的神力，化作一道金色光芒射入秦风的身体之中。刹那间，-645661111加-6456611，6000万加的伤害，这是这群半神瞬间打出来的极限伤害。可在打出这恐怖的伤害后，眼前的10尊巨魔族半神都懵逼了。他奶奶的，老子全部神力都用光了，伤害都打满了，你哪一口全恢复了？而且就1秒，这情况把这10名巨魔族强者的心态都给搞崩溃了。毕竟这可是巨魔皇族的秘法，虽然能凝聚全部神力，爆发出恐怖的伤害，但基本都是以消耗巨魔族半神生命为代价的。面对这种级别的攻击，若是其他半神强者早就瞬间暴毙了，也就秦风这种怪物才能轻易抗住10名巨魔族半神的联手一击。不过我不信，再来！其中一尊巨魔族半神不信邪，怒吼了一声，再度对秦风出手。而这时身旁的巨魔族半神们已经没有后退的机会了，继续对着眼前的秦风出手。刹那间，无数的攻击如同雨点般落在秦风身上。-122151 miss -34111 miss 加-156262。在消耗了全部神力之后，这些半神的攻击对秦风来说显然有些不痛不痒。不过这些半神也很强了，毕竟秦风的防御属性可是接近30万的，能打出伤害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就不要强求那么多了。不过在这些巨魔族半神攻击秦风之时，秦风麾下的半神们也纷纷出手，开始围剿这些消耗光神力的半神们。可就在这时，一道道流光瞬间降临战场。轰！一瞬间，秦风麾下的不少半神被直接击飞出去，10几尊半神的身影再次显露了出来。而这10几尊半神在降临后，伸出一道道铁链，瞬间锁住了那些失去神力的巨魔族半神。该死！你们是黑暗神殿？是你们？好胆！这是树神锁！糟糕，中计了！黑暗神殿的人早就潜伏在城中了。该死！为什么我们没有发现？只是刹那，这些失去半神的巨魔族神灵几乎全部被绑住了。这其中有他们神力都被消耗殆尽的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黑暗神殿树神锁这件神器装备。秦风对黑暗神殿了解不少，其中的树神锁只是他们掌握的神器之一，而且这还是一种可以批量打造的特殊神器，专门针对一些失去神力的半神，甚至是神明级别的强者。一旦被其偷袭得手，就会触发判定。若是判定你没有神力可以抵抗对方的树神锁，那么你就会直接进入被封锁实力的状态，根本没有半点反抗的能力。而这群黑暗神殿的半神尊者们在达成目的后，都纷纷退了开来，和秦风等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下一刻，在这群黑袍半神之中，缓缓走出一位半神尊者，他戴着血腥面具，一脸平静地看向了秦风，说道：“清玄阁下，感谢您的馈赠，我代表邪神冕下向您致以崇高的问候。”听到对方的话，秦风顿时皱起眉头。黑暗神殿算是顶尖邪恶阵营势力之一，其背后的实力远不是小小的巨魔帝国能比的，甚至秦风都感觉巨魔帝国的叛乱是他们联合了其他邪恶势力在背后推动的，而这样的势力竟然出手帮助自己，并且代表邪神向他发出问候。要知道，一位半神使徒一旦说出代表邪神，那么就意味着他是在为信仰的神明传话，而一位邪神竟然在向自己问好。就在秦风想到这一点时，眼前的黑暗神殿的半神领袖笑了笑，说道：“清玄阁下，我的时间不多了，就此告辞。屋主说过，我们终会再见的。”说完，只见一挥手，那些身着黑袍的半神们身后瞬间出现一道道黑暗的裂缝，在裂缝之中，无数的哀鸣嚎叫声响起。这是异空间维度通道，他们是邪神的信奉者。清玄大人，不能让他们逃了。看到这一幕，秦风直接抬起法杖，瞬间一道灭世雷霆释放了出去。刹那间，雷霆直接覆盖了半数的黑暗神殿半神。而就在这时，不少黑暗神殿的半神们直接顶着灭世雷霆伤害，瞬间跨入了异空间维度通道之中。当然，少数黑暗神殿的半神直接触发了灭世雷霆的眩晕效果，进入了长达3秒的眩晕状态之中。看到这一幕，秦风也没留手，直接一道死亡领域释放了出去。可就在死亡领域完全覆盖之时，剩下的黑袍半神全数进入了异空间维度通道之中，连带着部分巨魔族半神一同消失在了秦风面前。秦风皱着眉头看着这一幕，黑暗神殿对此应该早有谋划，哪怕是帝国半神镇压此地的巨魔族半神，他们也会在最后关头出手，绑走大量半神。半神级别的强者实力已经极强了，若是被其献给邪神，堕落为使徒只是迟早的事情。可以说，黑暗神殿就是这样简单快速的增强自身阵营的实力。也正因为这一点，所以他们能成为邪恶阵营之中的顶级存在，哪怕面对其他顶级势力的围剿，也能屹立不倒。不过这一次他们毫无疑问是惹错人了。秦风转过头看向了剩下的被死亡领域覆盖的黑暗神殿半神们。清玄大人，黑暗神殿对你没有恶意，正是，还请大人解除领域封锁，让吾等回归黑暗神殿之中。清玄大人，此次行动并非是针对阁下，只要不杀吾等，吾等愿意帮助阁下扫平其他障碍。在秦风的注视之下，这些来不及退走的半神们
都纷纷有些恐惧了起来。他们可是极为擅长隐匿的，所以早在秦风降临此地时，他们便见识过秦风的手段了。连10尊巨魔族半神强者一同施展的秘术，都对秦风一点用都没有。他们这些半神就更不用说了，早早投降，求饶一波，或许还能有点活路。嘴硬死撑，那基本妥妥要领盒饭了。秦风扫视眼前这些黑暗神殿的半神尊者，又看了一下被树神所束缚的巨魔族半神，怎么还多了2个？秦风有些疑惑地数了一遍人数，原本巨魔族半神只有10人，可黑暗神殿的人出现后，虽然绑走了一半，但是他们也有不少半神被秦风困在了死亡领域之中，而两方人数加一起，竟然有12位半神。这黑暗神殿此次行动可以说是以血亏告终，不仅没赚到，还搭进去了2尊半神。意识到这一点，秦风笑了笑，看向眼前的黑暗神殿半神们，随后缓缓开口说道：“我给你们一个活命的机会，只要你们能杀掉1尊我麾下的半神，我们便让你们活着，否则都得死。”听到秦风的话，不仅黑暗神殿的半神们脸色一变，被秦风利用灵魂契约控制的半神们也是脸色巨变。他们显然没想到，秦风竟然会以他们的生命为条件，杀了他们之中的1尊半神就可以活命，这完全就是在养蛊，强的留下，弱的只有被杀这一条路。而秦风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这些半神明白，废物是没有资格活着的。想要活着，你就给我变强，否则死亡就如同悬在头顶的利剑，指不定某天就会落下。最重要的是，秦风目前的契约位只有20个，当然只能留给强大的半神，弱小的半神迟早都得被淘汰，不如现在就淘汰一波。而黑暗神殿半神们听到秦风的话后，毫不犹豫对着秦风麾下的半神们出手。当然，他们挑选的目标都是这群半神之中比较弱的存在。这些被选中的半神们也没办法，只能被迫参与到这场生死之战中。而在这些半神们厮杀时，秦风直接落在了巨魔族半神们面前。随后，只见其抬起法杖，一道道灭世雷霆开始疯狂落下。不要！巨魔族永垂不朽，我族的意志将亘古不灭，哪怕杀了我，亦会有火种留存于世间。秦风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些被灭世雷霆吞没的身影。刀剑无法谋杀族群的意志和思想，但是却可以消灭蕴含其的载体。只要将巨魔一族彻底覆灭，这些人守护的东西也将一文不值。只是短短1分钟，巨魔族半神们全数陨落，而秦风也开始打扫起了战场。提示：您获得了工会人口提升卷轴神级星号6。提示：您获得了宠物蓝拓展卷轴神级星号10。提示：您获得了宠物封印石神级星号2。提示：您获得了巨魔帝国之图腾神级星号1。提示：您获得了高级标记技能书星号1。提示：您获得了高级幸运药剂神级星号1。在秦风打扫完战场后，便第一时间开始看起了这一次的收益。6张工会人口提升卷轴神级，直接使用。下一刻，工会提示：您的工会人口上限提升至1亿5千万人。在提升完工会人口上限后，秦风的工会可以说人数上限已经很恐怖了，完全可以碾压其他所有工会了。这个人口上限基本是没有工会能比了，毕竟其他工会可以氪金提升人口，但是没办法获取到1000%人口上限这个加成 buff。而在秦风将工会人口提升之后，并没有着急招募玩家。现阶段来说，所有顶级玩家秦风都招募了一波了，接下来招募玩家也要设置一些门槛条件了。意识到这一点，秦风将工会招募玩家的事情放一放，随后继续看向了获取的战利品。秦风这一次将目光投在了宠物蓝拓卷轴之上。宠物蓝拓展卷轴神级，等级1，等阶神级，效果使用后有一定几率使宠物蓝空间加1。提示：宠物蓝越多，成功几率越高。限制：最多只能提升至5个宠物蓝。这件物品秦风一点也不陌生，因为前世这种物品他用过不少次。不过这种能拓展宠物蓝的特殊道具，一般成功率都是很低的。一般来说，能不能成功拓展出新的宠物空间，还得看脸。秦风的幸运值不低，10张宠物蓝拓展卷轴应该也能开出一个宠物空间了。想了想，秦风直接拿出10张宠物蓝拓展卷轴开始使用。下一刻，提示：您使用了宠物蓝拓展卷轴神级，拓展宠物空间失败，当前卷轴已失效。提示：您使用了宠物蓝拓展卷轴神级，拓展宠物空间失败，当前卷轴已失效。提示：您使用了宠物蓝拓展卷轴神级，拓展宠物空间成功，宠物空间加1，目前宠物空间数量为3。秦风扫了一眼剩下的聊宠物蓝拓展卷轴，发现还剩下3张。这3张秦风也没着急用，毕竟开启第4、第5个宠物空间时，3张的宠物蓝拓展卷轴基本不可能开成功，不如留着，等后续再获得一批了宠物蓝拓展卷轴时一起用，增加一波成功几率。在提升完宠物空间后，秦风也获得了契约新宠物的机会，但是秦风现在还没有看上的宠物，所以可以先留着这个位置，等后续再契约新的宠物。秦风扫了一眼背包里的宠物封印时，没有看它的具体属性。这个物品的效果很简单，就是把你契约的宠物封存进入其中，然后拿出去售卖。还有一个效果就是可以封印那些濒死的 BOSS 怪或者稀有宝宝，只要封印成功，就可以放入宠物空间之中，契约为自身的宠物。这个物品对秦风来说也没什么特殊的作用，不过也可以留着，以后说不定能派上用场。而看完宠物封印时后，秦风便将目光放在了获得的巨魔帝国图腾上。巨魔帝国之图腾神级，等级300，等阶神级。简介：
巨魔帝国消耗无数资源建造的图腾，上面蕴含着特殊的法阵。图腾功能：一、魔神祈福未开启，所有麾下的 NPC 玩家获得魔神祈福加成，力量体质提升20%。二、魔神庇护未开启，所有麾下的 NPC 玩家获得魔神庇护加成，防御力提升50%。三、凝聚气运未开启，您的运气属性将额外提升1万点。四、无级别限定特殊加成，使用图腾时无视等级限制。提示：将图腾放置于阵营势力的领地之中，将自动触发当前图腾加成效果。这一次最大的收获大概就是眼前的巨魔帝国图腾了，又是一个群体项的增益物品。只不过这个增益物品对群体的增幅效果有点太强了，力量体质正20%，防御再加50%。这个增幅若是作用于秦风的公会所有玩家身上，将再一次提升公会玩家们的实力。当然，秦风也是可以享受这个增幅的，防御加个50%，直接能达到 40W 加防御数值。想了想，秦风直接利用之前获得空间传送天赋，将眼前的坐标标记好。做完这些后，秦风直接选择了传送返回公会。下一刻，秦风的身影直接出现在了公会之中。而抵达此地后，秦风便将眼前的图腾放了出来。轰！巨大的图腾力在公会的领地之中，看上去倒是为公会增添了一点别样的点缀，让整个公会内部不至于如此单调。而在这个图腾被树立在公会内时，一道提示顿时在秦风眼前弹出。提示：是否立刻开启图腾加成？是否？秦风毫不犹豫选择了开启。下一刻，一道道金色光芒自图腾上涌现，而在金光涌现之时，一个巨大的虚影出现在了图腾之上。这虚影面容模糊不清，看上去身形通天彻地，如同上古魔神一般。在这虚影出现的瞬间，秦风耳边顿时响起了一道系统提示：提示：您获得了图腾加成，玩家可选择图腾对麾下成员的开放方式。提示：您的幸运属性提升至10295点，受装备负50%幸运影响，只有50%幸运值生效。听到耳边的系统提示，秦风微微一愣，这个图腾加成竟然是可以选择开放方式的。所谓的开放方式就和进入副本的门票类似，也就是说，秦风是可以选择让玩家付出点什么来获取图腾加成的，而这显然是巨魔帝国图腾的功能之一。不过，这个功能对秦风来说显然很有用，毕竟秦风可是要赚金币的。有了这个图腾，秦风完全可以开启一波捞金模式。想了想，秦风直接将眼前的图腾加成划分为以天为单位的 buff， 只要消耗金币就可以获得图腾的加成。不过消耗的金币数量暂定1金币换取24小时的 buff 加成。现阶段的玩家基本都起来了，10金币你拿不出来，1金币你总该能拿得出来了吧？此时，秦风在设置好这些后，便直接选择了面向所有公会玩家开启。下一刻，所有公会玩家都收到了公会的提示。公会提示：公会新增巨魔帝国之图腾神级，玩家可消耗金币获取图腾加成，请玩家点开公会面板进行查看。听到这一道系统提示，所有公会玩家都纷纷被这一道系统提示吸引了。巨魔帝国之图腾，好家伙，这又是什么？还能消耗金币获取加成？老子可是零充党，氪金？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楼上的兄弟，我劝你话别说太满，你不怕真香？哈哈哈！快呀，兄弟们，我刚看了一波，这他娘的加成也太香了，都给我香迷糊了。这1金币24小时加成，绝对超值！什么东西要1金币啊？抢钱吗？老子才！卧槽，这 buff 加成，这能不氪？老子借钱都得氪！太强了吧，这个 buff 加成！卧槽卧槽，真的超值啊，兄弟们，氪起来氪起来！哈哈哈，这一堆 buff 叠加起来是真的无敌啊！清玄公会真的是顶级公会，太强了！公会内的玩家在看到巨魔帝国图腾的加成效果后，基本都选择了氪金。只要有点眼力的，基本都明白图腾的加成意味着什么，所以大部分玩家都很快氪了1金币，换取了24小时的 buff 加成。至于一些土豪玩家，自然是氪个几十上百天，甚至1年。而在这些玩家氪金时，秦风这边也触发了一道道系统提示：提示：您获得了1金币；提示：您获得了56金币；提示：您获得了3金币；提示：您的防御属性提升至300456。秦风的防御属性直接提升至了30W 加，若是配合上50%的防御加成，秦风的防御直接能飙升至45W 加。当然，百分比加成并不体现在基础数值上。不过，目前秦风所拥有的高额防御，估计哪怕半神级别的强者也很难打得动秦风。若是秦风再想办法赚多点金币堆砌一下防御值属性，那才是真的无敌。在防御提升到30W 加后，秦风没有犹豫，直接利用空间传送天赋，直接传送回到了巨魔城之中。唰，白光涌现，秦风的身影再次降临战场之中。而这时，秦风直接看向了不远处交手的一群半神尊者。半神之间的战争已经快要分出胜负了。目前来说，只需要再给他们一点时间，就会有一批半神陨落于此，而秦风麾下的弱小半神也将被更强大的半神所取代。想了想，秦风收回目光，将目光放在了最后2件战利品上：高级标记技能书、高级幸运药剂神级。这2件物品，一个是学会之后可以作为追踪手段的标记术，另一个则是服用后可以永久加成100点幸运值的药剂。2件物品对秦风来说都挺有用的。想都没想，秦风直接点击2件物品，选择了使用。下一刻，2道金色光芒一闪而逝。提示：您掌握了 LV4 高级标记术，效果：使用后可对最多10个目标进行标记，
标记后可随时知道对方的坐标信息，并且标记不会被他人发现抹除。提示：您的幸运属性提升至10395点，受装备负50%幸运影响，只有50%幸运值生效。一瞬间，秦风便多出了一个高级标技术技能，而且幸运属性也增加了100点。不过，看到装备负50%幸运这个影响，秦风还是感觉有些别扭。这个效果，秦风感觉必须要想办法抹除掉。而根据秦风前世的记忆，在一处特殊的神秘商店内，就有一种能够抹除装备负面效果的特殊道具。若是使用那件道具的话，便能够抹除掉负50%幸运值的负面效果了。想了想，秦风决定解决完此次巨魔帝国叛乱，就可以直接去一趟那处神秘商店，顺便氪一波金买光店内的东西。在消化完全部奖励后，秦风的战力提升了不少，防御的提升，幸运的提升，这些对秦风都有很大的帮助。而此时，远处的半神之战也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不少半神尊者都已陷入濒死之境地了，完全都是以命相搏。而秦风看到这一幕，只是安静的等待着。很快，提示：您的契约者已死亡。提示：您的契约者已死亡。看到这些被击杀的半神，秦风内心古井无波。而很快，剩下的半神刚好凑齐了19名。想都没想，秦风直接上前将空缺的契约者全部补上。提示：您与半神尊者琼斯签订了灵魂契约。提示：您与半神尊者艾科签订了灵魂契约。做完这些后，秦风扫了一眼存活的半神尊者们，平静地开口说道：优胜劣汰，这是亘古不变的法则，想要活着，那就拼尽全力变强。说完，秦风直接开始打扫战场。那些死去的半神尊者也掉落了不少东西，这些东西秦风都是可以收取的。此时，秦风毫不犹豫开始捡取掉落的战利品。提示：您获得了竞技亡灵魔法亡灵军团召唤术技能书。提示：您获得了黑十字弯刀神器。提示：您获得了黑鳞战甲神器。提示：您获得了宠物技能书高级吸血技能书。在将战利品全部收入囊中后，秦风发现这一次获得的大多数都是其他职业用的东西，也就一本亡灵魔法技能书和宠物的高级吸血技能书对秦风有点用。想了想，秦风直接拿出亡灵魔法技能书，瞬间选择了使用。下一刻，随着金色光芒涌入秦风的身体，秦风耳边也响起了一道系统提示音。提示：您掌握了 LV4 亡灵军团召唤术，效果消耗5000点魔力值，召唤出亡灵军团协助玩家作战。亡灵军团单位由亡灵骷髅兵、死亡骑士、亡灵法师组成，召唤物单位最高存在数量为10万名亡灵单位，当前技能持续时间为5分钟，冷却15分钟。看到眼前的技能效果，秦风觉得多少有点用，毕竟 10W 名亡灵单位呢，再加上亡灵技能效果正50%的加成，直接15W 名亡灵单位的召唤物，这人海战术简直无敌。不过也要看召唤物的强度，一般的召唤物还真不如秦风一个禁咒刷怪来得快。但是秦风还是抬起法杖，刹那间军团召唤术瞬间发动，一个巨大的黑暗法阵直接浮现在了秦风面前。在黑暗亡灵法阵生效的瞬间，无数的亡灵军团生物被瞬间召唤了出来，布满了整个城墙战场四周。好，为了亡灵族，为了大人的荣耀！死亡骑士挥舞利剑，有些中二的高喊着口号，而远处的亡灵法师则阴沉地看向四周，不停念叨着晦涩难懂的咒语。至于那些骷髅小兵，则摇晃着身子，有些呆滞，看上去就有点不大聪明。此时，在召唤出这些亡灵军团生物后，正好有不少巨魔族援军抵达此地。于是，秦风直接对这些召唤物下达命令，让他们去攻击这些巨魔族士兵。而亡灵军团在接到秦风的命令之后，顿时便化身为恐怖的战争机器，飞快朝着巨魔族的士兵们扑去。被召唤出来的亡灵军团召唤物，基本都和秦风同级，所以在接触巨魔族的瞬间，亡灵军团便如同潮水般瞬间吞噬了这些巨魔族的士兵。不仅如此，那些被亡灵召唤物击杀的巨魔族士兵也纷纷化作了亡灵站了起来，跟随着亡灵军团一同开始攻击昔日的战友。看到这一幕，秦风觉得这个亡灵军团召唤的技能还是有点用的。有了这个技能，他可以多节省一点清理小怪的时间。而接下来，秦风没有再管亡灵军团，转头将目光投在了高级吸血技能书上。这本技能书自然是打给黑暗龙女。黑暗龙女在死亡之物出现后就一直处于沉寂状态，毕竟现在秦风面对的都是半神级别的对手，黑暗龙女多少有点插不上手了。想要让其能够插手面对半神强者的战局，估计得等秦风突破100级转职后才行。等秦风转职后，黑暗龙女也会解锁等级上限，而以秦风的升级速度来说，很快就能提升至200级。到了那时，黑暗龙女基本就有了和半神强者交手的实力。现在的话，还是给秦风当一个辅助挂件吧，毕竟他对黑暗系技能的加成和黑暗系免伤还是很香的。不过作为一个辅助挂件，完全可以再打一个高级吸血技能。想到这里，秦风直接拿出了高级吸血技能书，毫不犹豫打在了黑暗龙女身上。提示：您的黑暗龙女神宠成功掌握技能高级吸血，在高额的幸运值加成下，这一次打出一次成功。而在成功打上高级吸血技能后，秦风便没有再管了。就在这时，巨魔城外也出现了数十道半神的身影。除了这些半神尊者之外，密密麻麻的永恒帝国大军也降临到了此地。这些强者在降临后，都纷纷将目光投向了防御护盾内的秦风身上。看到秦风在防御护盾内部，半神尊者们纷纷一愣，显然有些不理解。这是清玄阁下，他怎么在护城护盾内？清玄阁下难道是巨魔帝国的人？几乎在瞬间，所有半神尊者都联想到了很多东西。不过
只是片刻，这些半神就注意到了正在被亡灵大军屠杀的巨魔族士兵。看到这一幕，他们才确认秦风并没有背叛帝国，而是通过手段进入到了护盾内部。意识到这一点后，其中一尊半神飞身上前，对着秦风喊道：“清玄大人，还请大人为我等打开护盾。”护盾内部，秦风听到帝国半神的喊话，缓缓回头看向了护盾之外。在看到大量的帝国半神和帝国军团士兵后，秦风笑了笑。这些人的速度是真的慢，我都快平推了，你们才出现。不过秦风道：“是不会不帮忙，毕竟那些半神他已经解决了，剩下的都是歪瓜裂枣，就留给这些半神和帝国军团解决算了。”所以接下来，秦风直接开启死亡领域。死亡领域覆盖眼前的护盾，刹那间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通道。而这时，秦风直接让死亡领域开启友军模式，不对帝国方面的人发动攻击。随后，秦风才对着远处的半神尊者们喊道：“好了，都进来吧。”话音落地，不少半神尊者迟疑了片刻，没有选择进入其中。而这时，其中一尊半神毫不犹豫，一头扎入死亡领域之中。在他进入死亡领域后，便飞快穿过了护盾的裂缝，直接进入了巨魔城之中。只可惜，在秦风没有接触死亡领域时，他是没办法离开的。而这时，秦风直接看向了远处的半神们，微微皱眉说道：“不打算进来了吗？”这些帝国半神对视一眼，都有些忌惮。他们可是听说了秦风的战绩的，虐杀半神如同土狗，只要进入了他的死亡领域，那基本上就等于砧板上的鱼肉，任其宰割。所以，在知道秦风进入护盾的手段是开启死亡领域后，这些半神就熄灭了进入巨魔城的心思。而秦风扫视几眼，也没废话，直接关闭了死亡领域。唯一一尊半神顺利进入了巨魔城之中。这尊半神在进入巨魔城后，便飞到了秦风面前，躬身行礼说道：“感谢清玄阁下。”秦风摆摆手，没有多说。接下来，秦风直接看向了巨魔城的中心。在解决完巨魔族半神之后，秦风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个，那就是前往巨魔皇族的宝库，将内部的所有物品清空。巨魔帝国的宝库应该有不少好东西吧？意识到这一点，秦风直接召唤出变异施救。随后，秦风刚准备骑乘变异施救，一道系统提示音顿时响起：“提示：您的施救巢穴成功孵化出神圣施救神级。提示：您的施救巢穴成功孵化出神圣施救传说级星号10。”听到这一道系统提示音，秦风顿时看向了自己的施救巢穴。施救之巢，秦风之前就在等他孵化出神级的施救了，而现在终于等到了。毕竟秦风现在的变异施救显然已经跟不上秦风的阶位了，再用变异施救显然有些拉胯了，不管是移速还是加成，史诗级的变异施救都只能说勉强够用，而现在孵化出神级的神圣施救，自然是要替换一波。想到这里，秦风直接点开施救之巢。下一刻，他毫不犹豫将刚孵化出来的神圣施救提取了出来。随着一道法阵的涌现，一头黄金色的巨型施救出现在了秦风面前。神圣施救和变异施救在外形上有一定的差距，单单从体型上就比变异施救庞大数倍，而且其身上的耀眼黄金光芒让其显得极具神圣气息，看上去就非同一般。在这头神圣施救被召唤出来后，他便俯身到秦风面前蹭了蹭秦风。秦风伸手拍了拍他，随后直接点开他的属性面板看了起来。神圣施救神级，等级100，等阶神级，血量3000000，3000000，攻击力65000-66000，防御10000，技能神圣祝福高阶神罚施救狂舞神圣惩戒俯冲攻击施救之星狂风乱舞雨刃风暴，移速加成15000%。介绍：施救之巢孵化的神级坐骑，拥有极为强大的空中作战能力。神圣施救在属性上简直是碾压变异施救，更别提他的移速加成了，足足是变异施救的3倍之多。之前秦风面对一些半神级别的强者，都得被迫将变异施救提前召唤回做骑风硬实内。毕竟，若是骑乘坐骑战斗，秦风可能一点事没有，但变异施救估计早就死透透了。而有了眼前的神级坐骑，秦风完全可以骑乘坐骑战斗，不需要担心坐骑会死亡这件事。虽然神圣施救能抗的伤害也有限，但是总比变异施救好多了。意识到这一点，秦风直接一跃跳上神圣施救的背脊，随后秦风便拍了拍神圣施救说道：“走吧。”神圣施救领会到秦风的意思，直接拍动翅膀，飞快朝着不远处的巨魔族皇城飞去。而一旁的半神契约者们此时也没有任何犹豫，直接便跟了上去。那尊降临此地的帝国半神看着离开的秦风，摇了摇头，朝着另一个方向奔去。他降临此地，自然是有目的的。若是能在其他半神之前获得那件物品，那么他这一次来巨魔城就来对了。想到这里，这尊半神加快速度，朝着巨魔城内某处飞快奔去。巨魔城外，一群半神尊者们对视一眼，都有些尴尬。事到如今，只能强攻了，只能如此了，都出手吧。一个城池护盾而已，轰碎它。说完，数十尊半神瞬间出手，开始对着护盾的一个点疯狂轰炸。而此时，不少玩家看到这一幕，都有些觉得无语。这个护盾这么多血，这得轰到啥时候啊？没事，等等吧，估计很快了。大佬都在护盾里面乱杀了，我们还在外面苦逼等着，这就是世界的参差吗？哈哈哈，稳住心态啊！大佬这波是真的强，看那些亡灵召唤物，大佬召唤出来的现在还在乱杀巨魔族守军，这就是召唤流法师吗？太强了吧！特奶奶的全是100级的召唤物，单拎出来一个我都打不过，大佬这一波直接召唤了一堆，眼前这一堆少说也有上万的亡灵召唤物了吧？
文文有上万的亡灵召唤物了，而且数量还在不停增加。你看那些亡灵召唤物杀死的巨魔族士兵，直接转化为亡灵了。秦风的亡灵召唤物此时还在疯狂击杀着其他巨魔族士兵，而随着巨魔族士兵被转化为亡灵，浩浩荡荡的亡灵军团也开始朝着城内奔去，开始吞噬所见的一切。另一头，秦风很快便来到了皇城之中，而抵达此地后，秦风很快便发现有些不对劲了，因为在皇城之中竟然充斥着一股死亡的气息。这股气息他太熟悉了，这明显是来自于异神使徒的手笔。就在秦风察觉到这一幕时，一道道如同傀儡般的行尸走肉摇摆着从宫殿之中走了出来，其中一尊身穿着金色战甲的巨魔皇族男子抬起头，有些阴冷地看着秦风。而秦风身后的提莫顿时脸色一变，因为他发现这竟然是自己的父亲，巨魔皇族的地主。只不过眼前的这位巨魔皇族地主早已失去了生命气息，彻底沦为了堕入黑暗邪恶的死亡异化生物，原本的生机被死亡所取代，生灭之间代表着巨魔皇族至此成为了历史。眼前这些黑暗邪恶异化生物早已失去了自己的思想，只有嗜血杀戮的本能。看到眼前的无数死亡异化生物，秦风确定了一点，那就是皇城内部的所有人基本都死了。想到这里，秦风直接伸出手，下一刻，一道道灭世雷霆瞬间落下，轰轰轰轰。随着一道道雷霆落下，无数巨魔族异化生物瞬间烟消云散，化作了一缕缕死亡之气，彻底化作了历史的尘埃。而秦风的耳边也响起了一连串的系统提示音，提示您成功击杀了巨魔帝国地主神级 BOSS， 特别奖励唯一限定称号天命在我，唯一效果幸运值加1000点。提示您的幸运属性提升至11295点，受装备负 50% 幸运影响，只有 50% 幸运值生效。提示军团任务巨魔帝国之乱 SSS 已完成，当前您的军团任务贡献度为 98%， 您的任务评级为 SSS 加。恭喜您完美完成了此次军团任务，您获得了任务奖励：一、永恒帝国贡献值星号1点；二、永恒帝国阵营势力对您的好感度提升至 90%；三、金币星号5000W；四、帝国荣耀之徽章神级星号1；五、工会人口上限加500W；六、帝国祝福 buff 永久效果血量防御力提升 30%；七、五阶镜骤卷轴技能书星号1；八、未知宠物蛋神级；九、经验值加183亿。提示您的防御属性提升至308456。世界通告：玩家清玄华夏大区成功击杀了巨魔帝国地主神级 BOSS， 成功结束了巨魔帝国的叛乱。为了奖励玩家在评判中做出的卓越贡献，特别奖励玩家第二组职业解锁令牌特殊限定神明传承式炼令牌神级。提示所有任务奖励已结算成功，请所有玩家注意。刹那间，所有玩家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击杀给嗅到了。我才刚到巨魔城，你就完成军团任务了？感情我就是来打酱油的呗？笑死了！这波结算任务奖励是真的丰厚，太爽了！我直接升了好几级，美滋滋啊！虽然有点没反应过来就做完军团任务了，但是还是挺爽的。这一波军团任务的奖励都能抵得上我刷怪1个星期了，真的很爽。你们别说了，没加入清玄公会的都哭死了，别再秀了，同情一下我们吧。哈哈哈，清玄公会是真的香，清玄大佬还带我们捡便宜，真的是华夏好会长。稳了兄弟们，奥利给兄弟们！现在做完军团任务，开始刷怪。这一波不少玩家都获得了不菲的奖励，秦风拉高了任务评分。其他玩家虽然瓜分剩下的奖励，但是基本奖励对现阶段的玩家来说都不差，经验、装备，甚至是一些稀有道具物品都是很不错的。而在获得了这些奖励后，玩家们纷纷选择了回城刷怪。眼前的军团任务也完成了，巨魔城内的怪物都被秦风的亡灵召唤物杀光了，可以说在这里根本没有逗留的必要了。之前是军团任务还没结算，所以玩家们觉得还可以等一手，可现在军团任务已经结算，自然是选择离开此地。而在玩家们纷纷离开此地开始自己刷怪时，秦风则看向了自己获得的奖励，有些意外。他没想到这次任务的结算竟然这么快，而且完成这个军团任务也有点太轻松了。一路横推，到了皇城后，秦风几乎没有费什么功夫，就直接把巨魔帝国皇族全灭了。而秦风觉得这其中多多少少肯定有点猫腻，至少这一次的巨魔帝国叛乱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不过秦风并不想深究，对他来说，只要能获取奖励强大自身，其他的无所谓，毕竟到手的才是真的赚到了。此时秦风直接打开背包，看向了此次获取的奖励物品。天命在我，唯一这个称号就不用说了，唯一限定的特殊称号，直接加1000点幸运值的恐怖效果，其加成对秦风来说自然是极为有用的。虽然秦风幸运值本来就很高了，但是谁也不会嫌弃自己的幸运属性增加，所以这个加成秦风觉得还是很香的。而除了这个称号外，秦风还获得了1点永恒帝国贡献值和永恒帝国 90% 好感度这2个奖励。这2个奖励对秦风来说是很重要的特殊奖励，毕竟他做军团任务为的就是能获得大量的永恒帝国贡献点。而如今不仅获得了1点永恒帝国贡献值，还把永恒帝国阵营的好感度刷到了 90%。 在游戏前期能获得这么多贡献值和好感度，在前世是基本不可能的事情。但现在秦风用一波巨魔帝国叛变的机会直接达到了，而他现在拥有的永恒帝国贡献值完全可以兑换公爵爵位了。
只要等秦风返回永恒主城，就可以晋升公爵了。届时，他在永恒帝国的地位将会飙升。有了公爵的身份，他便可以开始大肆购买土地以及各种商业资产，从而达到自己赚钱的目的。当然，在帝国阵营好感度达到 90% 的情况下，秦风也可以尝试着通过一些渠道去获取领地城池。一旦获取了领地城池，就可以将氪金流发挥到极致了。要知道，前世可是有不少顶尖公会都获取到了领地的，而领地前期的可是号称吞金兽，烧钱能力强的离谱。秦风要做的就是狠狠氪金一波，将领的打造为堪比各大主城的存在。想明白这些后，秦风又将目光放在了其他奖励之上。金币就不用说了，直接给秦风增加了5000点防御力，而秦风直接将目光放在了帝国荣耀之徽章神级之上。这个徽章，秦风前世是见过的。帝国荣耀徽章算是帝国最顶级的奖励了，唯有为帝国做出卓越贡献的强者才能获取到这种徽章，而这种徽章的加成也不差。此时，秦风直接点开徽章的属性看了起来。帝国荣耀之徽章神级，等级100，等阶神级，效果1，四维属性加3000点。2，帝国所有 NPC 好感度正 70%。3，帝国敌人好感度负 100%。帝国徽章的基础属性就是增加3000点四维属性，而第二个加成也是极强的加成，直接影响到了所有帝国 NPC。若是之前的秦风对帝国所有 NPC 的好感度初始应该都是0点漠视状态，一般遇到这些 NPC， 除非有任务，否则基本很少会主动搭理你。而有了这个加成，秦风只要遇到帝国的 NPC， 对方基本都会很恭敬的对待秦风。当然，最重要的不是普通的 NPC 民众的好感度，而是那些顶尖的强者。他们的好感度一旦提升上来，秦风是可以将这些 NPC 招募进入公会中的。不过，目前秦风也完全可以对 NPC 发布招募。以秦风目前的好感度加成，估计只要发布招募通告，必然会有大量的 NPC 加入秦风的公会。意识到这一点，秦风看了看公会人口，9000W2亿。秦风目前的公会人口数量直接提升到了2亿之多。这个人口加成还是有益于军团任务结算后附赠的500W 人口加成，在10倍人口 buff 的增益下，直接变成了5000W 人口的加成。所以，秦风目前的公会人口上限直接抵达了2亿。想了想，秦风决定可以 NPC 和玩家一起招募了。NPC 自然是要招募一些顶级的 NPC 强者。玩家想加入公会，秦风觉得多少得出点血吧。另外，秦风瞥了一眼公会内部已有的这群玩家，这些已经加入公会的玩家也应该出点血吧。这么多公会加成 buff， 白嫖享受一会就得了。到现在也是时候该交钱了。想了想，秦风没有立刻割这些玩家羊毛，而是打开招募面板，开始发布招募通告。很快，秦风便编辑好了招募通告，随后他便直接发布面向了所有玩家和 NPC 强者的招募提示：您成功发布了招募通告，当前面向 NPC 强者所有玩家发布通告，预计消耗15亿金币，发布取消。看到眼前的提示，秦风笑了笑，直接选择发布。消耗金币，秦风只能说越多越好，15亿金币直接又能增加15亿血量，还是很香的。而在秦风选择氪金后，2道系统题顿时响起，提示：公会招募发布成功。提示：您的生命值属性提升至97亿点。在这2道系统提示响起的瞬间，所有符合条件的玩家和 NPC 强者都收到了招募提示。刹那间，所有收到招募提示的玩家们都纷纷选择了同意招募。只是片刻，秦风的公会人数便达到了接近2亿玩家，而一些收到了招募邀请的 NPC 也有不少选择同意招募邀请的。毕竟，现阶段这些 NPC 可是对秦风的好感度不低。当然，还有一部分 NPC 还在考虑之中，秦风也不急，剩下的一些位置基本都是留给这些 NPC 的。反正一部分招募 NPC 强者，其他的位置都留给玩家，两者结合才堪称完美。而接下来，秦风也没管公会的事情了，他直接将目光看向了获得的奖励。帝国祝福 buff 就不用说了，增加血量和防御力的特殊加成 buff， 直接让秦风的坦度再次提升不少。略过获得的 buff， 秦风直接将目光放在了后面的几件物品上。5阶禁咒卷轴技能书，未知宠物蛋神级，第2主职业解锁令牌特殊限定，神明传承试炼令牌神级。禁咒技能书不用说了，5阶禁咒算是极度稀有的物品了，也算是永恒帝国特殊奖励秦风的。毕竟秦风的主职业是魔法师，增加多一个5阶禁咒技能还是很香的。而宠物蛋还得孵化之后才知道是什么宠物。当然，最让秦风有些意外的还是获得的第2主职业解锁令牌。要知道，在神域世界之中，玩家都是限定只能获取一个主职业的，也就是说，选定了魔法师职业，你就没办法再转至其他职业。而一旦使用了第2主职业解锁令牌，就可以解锁第2主职业。秦风完全可以选择除了魔法师之外的其他职业作为第2主职业。获取第2主职业的好处很明显，第一就是拥有第2职业的职业成长加成，例如骑士每级成长都会加体质，战士会加力量，攻击手会加敏捷等等。当然，还有职业附赠的自由属性点，这也是极为珍贵的。毕竟，秦风获取的职业属性点完全可以全点在智力之上，增加法师的技能伤害。而除了基础的职业成长加成外，还有职业被动、技能等都算是额外加成。不过，最为重要的是，单一职业是可以开启1次神路，而双主职业将能够开启2次神路，凝聚双重神力。2个职业路径的不同，若是秦风能够将双职业完成职业9次进阶，并且开启神路凝聚神力，那么他的实力强度将会是极为恐怖的。
至于最后的神明传承试炼令牌神级，这个令牌就是开启神明试炼的，就像是之前北川美子获得青蛇之体而开启的试炼一样。简单来说，这个试炼令牌就是开启神明试炼的媒介。只要使用了令牌，秦风就能开启神明试炼。若是能通关神明试炼的话，便能够获得神明的传承奖励，其中自然少不了体质的加成。可以说，这4件物品都是很极品的特殊物品，除了最后一个之外，其他的都可以先用一波。所以，秦风想都没想，直接开始使用。提示：你使用了5阶禁咒卷轴技能书，成功获得了技能 LV4幻神术，效果：消耗5万点魔力值，召唤一尊与玩家等级相同的幻神降临，为玩家而战，幻神存在时间为10分钟。当前幻神最多可存在2尊。提示：您获得了宠物圣光天使神宠。提示：您已解锁第2主职业，玩家可选定第2主职业进行转职。秦风看到了幻神术后，顿时愣了愣，这禁咒竟然能召唤出幻神。幻神其实是一种特殊的神明，只不过这种神明一般只存在于幻想之中，所以被称之为幻神。而秦风能召唤神明降临为自己作战，虽然等级压缩到和自己同级，但是也是相当可怕的战力了。并且这个技能最多可存在2尊幻神，有2尊神明协助秦风作战，也算能弥补不少伤害输出，给秦风补刀也不错。想到这里，秦风直接使用幻神术禁咒。下一刻，在秦风面前顿时浮现出一个巨大的金色大门，轰！大门缓缓落地，瞬间发出一阵巨响。而下一刻，从门内缓缓走出一尊虚无的金色神明。只不过，这尊金色神明并非人族，而是一尊巨大的神龟。在金色神龟出现后，便直接一脚踩在大地之上，轰隆隆！刹那间，在秦风目之所及之地，整座皇城之中瞬间冒出无数巨型尖刺，直接将内部潜藏的所有生命体全数秒杀。而完成这些后，灵龟神明转过头，用金色的瞳孔打量着秦风。秦风看着眼前的神明，只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压迫感。这种压迫感代表，眼前的神明绝对是实力极为可怕的。当然，他们是秦风的召唤物，自然不会对秦风出手。秦风也不担心，直接扫了一眼神明的属性：上古灵龟，等级100，等阶血量，攻击力，防御值，技能。果然，根本看不到神明的属性。在凝聚了完整神力后，神明的确已经是另一种生物了，所以看不到对方的属性也是很正常的。意识到这一点，秦风再次使用幻神术。下一刻，又一尊灵龟被召唤了出来。看到2尊上古灵龟，秦风也没管他们，让2位神明就在旁边自己待着。等后续有机会了，秦风自然会测试一波上古灵龟的实力强度。至于现在，他直接一挥手，将刚刚孵化的圣光天使神宠召唤了出来。刹那间，一尊有着6翼翅膀的纯白天使出现在了秦风面前。纯白的天使身穿着洁白的长裙，外表看上去和幼年期的黑暗龙女一样，都是小萝莉形态。不过，天使形态的小萝莉倒是和黑暗龙女截然不同。如果说黑暗龙女是小太妹、黑暗萝莉风格，那么圣光天使就是纯净无瑕的可爱少女，充满着圣洁气息。圣光天使在出现后，便拍动翅膀在秦风四周飞舞着。而秦风只是看了看圣光天使的外形后，便直接点开了圣光天使的宠物面板看了起来。圣光天使神宠，潜力值100，等级1，等阶神级，生命值35000，35000，魔力值5000-5000，防御力1100，技能高级复活术、群体治疗术、群体祝福术、圣光祈福、圣光庇护、生命守护、审判之光。宠物对玩家加成效果： 1. 光明系技能冷却时间负 50%； 2. 光明系技能消耗魔力值负 50%； 3. 受到光明系魔法攻击后造成伤害负 50%。 介绍：圣光天使，造物主的特殊产物。看到眼前的圣光天使各项属性，秦风只觉得有些意外，因为眼前的圣光天使竟然是辅助型宠物。这种宠物一般都是极为稀有的，特别是高级的辅助型神宠，往往都是有价无市的特殊存在。哪怕是史诗级的辅助型神宠，在市场上往往都能卖到极高的价格，更别提眼前这种神宠了。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宠物的技能除了一个是攻击技能，其他全部都对秦风有着巨大的作用。有了这个圣光天使，秦风的保命能力又强大了不少，多个复活术，又有不少回血技能，还有一些加属性的，简直是全能均衡性辅助神宠。想到这里，秦风直接点开经验池。秦风之前刷了不少经验，这些经验目前都储存于经验池之中。在点开经验池之后，秦风毫不犹豫解封经验池，将经验的使用对象直接标记为圣光天使。下一刻，一道道金色光芒从圣光天使身上涌现。提示：您的宠物圣光天使神宠等级提升，当前等级为 LV2。提示：您的宠物圣光天使神宠等级提升，当前等级为 LV100。提示：您的宠物圣光天使神宠等级已达到瓶颈，请玩家尽快完成职业转职，解锁等级上限。一瞬间，圣光天使的便瞬间提升到了100级。而现在，秦风也算是有了3尊强大的神宠了。黑暗龙女和死亡之物都是攻击系神宠，而圣光天使这个辅助系神宠也算弥补了秦风的部分短板，让秦风的实力更加均衡。当然，在升级完神宠后，秦风便没有再管眼前的圣光天使了。接下来，秦风直接看向了眼前早已坍塌成为一片废墟的皇城。想都没想，秦风直接朝着巨魔族的皇族宝库飞去。在完成了一次国战过后，就需要前往对方的宝库收割一波。
当然，原本这宝库内的东西应该是属于永恒帝国的，但现在来说，秦风哪怕拿走了宝库内的东西，也没有人能说什么。毕竟此次巨魔帝国叛乱，秦风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彻底镇压了对方。片刻不到，秦风便降临到了宝库之中。而抵达此地后，秦风才发现宝库内早已空空如也，只剩下部分藏着金币的宝箱，其他东西是一个也没留下。看到这一幕，秦风更加意识到，这一次巨魔帝国叛乱背后绝对是有幕后黑手的，要不然，眼前的巨魔帝国皇族的宝库不会如此空荡。不过，还是给秦风剩了点金币的。想都没想，秦风一挥手，宝库内的所有金币宝箱都被瞬间收入了囊中。提示：您获得了2亿金币。提示：您的防御属性提升至328456。在清空了金币之后，秦风便直接选择了离开此地。很快，秦风便看到了永恒帝国的半神尊者们开始进驻眼前这座城池。此时的这些半神已然破开了城池的护盾，降临到了巨魔城之中。而随着这些半神的降临，一道冰冷的声音缓缓响起：抓捕所有巨魔族人，一个不留，若敢反抗，一律杀死。话音落地，海量的永恒帝国士兵如同潮水般涌入巨魔城之中，开始抓捕巨魔城内的巨魔族人。叛变失败，便要面临这种后果。巨魔族人的未来应该就是为帝国挖矿，或者是充当送死的奴隶军。总之，下场不会好。不过这些都与秦风无关，他直接带着众多半神飞快朝着传送阵奔去。片刻不到，秦风便通过传送阵返回了永恒主城。提示：您成功降临永恒主城。话音落地，秦风和众多半神的身影从工会传送阵之中浮现。而这时，秦风耳边也响起了一连串的系统提示。提示：您的任务已结算，您获得了经验星号100亿，金币星号5000W，永恒帝国贡献值加1000W。提示：您的任务已结算，您获得了经验星号100亿，金币星号5000W，永恒帝国贡献值加1000W。提示：您的防御属性提升至338456。2个额外支线任务都直接结算了。不过这2个任务的奖励只能算一般，只能说多了点贡献值和防御值。秦风直接无视了任务结算的奖励，直接看向了四周的半神尊者们。想了想，秦风直接让这群半神都去做工会任务。对于秦风来说，这些半神尊者跟在他身边没有特别大的作用，不如做高阶任务，然后让他们自己强化一下自身实力也是不错的。当然，最重要的是给秦风打工，等需要他们的时候再召回即可。而做完这些后，秦风便直接离开了工会，朝着兑换公爵爵位的地方奔去。几分钟后，秦风顺利抵达了议会大殿面前。而在秦风抵达此地后，原本镇守此地的护卫也看到了秦风。护卫瞳孔收缩，连忙躬身对着秦风说道：参见清玄伯爵大人，大人英勇。秦风平静地瞥了他一眼，看来是自己平定巨魔帝国叛乱的事迹已经传回了帝国之中。意识到这一点，秦风直接开口说道：我是来晋升公爵的，还请通报一声。在听到秦风的话后，护卫笑着说道：阁下无需通报，还请随我来。秦风也不意外，他目前是伯爵，再加上惊人的帝国贡献值以及 NPC 好感度加成下，他想要进入议会大殿内部自然是极为轻松的。想到这里，秦风直接迈步，在护卫的带领下快速朝着议会大殿之中走去。没过多久，秦风便被带到了一处大殿内部。而在这处大殿之中，几名老者正在此地处理着各种事务。秦风只是略微扫了一眼，便知道这些老者都是凝聚了神力的半神级别强者，基本实力都不弱。而其中，秦风还看到了给自己兑换伯爵令牌的那位老者。在秦风抵达此地后，便缓缓开口说道：见过诸位阁下。话音落地，几名老者缓缓抬起头看向秦风。在看到是秦风后，这几名老者顿时眼前一亮。你是清玄？其中一名老者忍不住开口问道。秦风缓缓点了点头说道：正是。你来此可是要晋升公爵？我可是看过了，你目前拥有的帝国贡献值完全可以兑换一个公爵爵位。另一名老者笑着说道。听到他的话，其他几名老者都微微点了点头。秦风来此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晋升为公爵。公侯伯子男作为永恒帝国最高爵位，一旦晋升为公爵，便等同于跻身了顶级权贵之流。再加上秦风所拥有的实力以及其背后的阵营势力，未来必然能成为帝国之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所以面对这种冉冉升起的帝国新星，这些老者都存在着交好之意。其中一尊老者笑了笑说道：东西都为阁下准备好了，只要阁下愿意，便能即刻晋升为公爵。秦风看到这一幕，笑了笑说道：劳烦诸位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其中一名老者说完，直接一挥手，下一刻，一尊金色的公爵令牌瞬间出现在了秦风面前。除此之外，还有一袭玄黑色的流云魔法长袍，看上去极为精致，应该是搭配的公爵长袍。而在这2件物品出现后，便缓缓飘到了秦风面前。秦风耳边也传来了其中一位老者的声音：清玄阁下，您的贡献值可晋升为公爵，此乃公爵令牌，持此令牌将受到永恒帝国国运庇护，拥有各项贵族特权。提示：是否消耗1亿贡献值兑换公爵爵位？是否？看到眼前的选择，秦风直接将公爵令牌和公爵长袍穿在了身上。而在这一瞬间，一道巨大的光柱瞬间冲天而起。世界通告：恭喜玩家清玄华夏大区成功晋升为永恒帝国公爵，特别奖励玩家声望值加500W。听到这一道系统提示，所有玩家再度被震惊到了。我他妈，大佬这是直接晋升公爵了，太强了吧！这才多久啊，直接伯爵升公爵？我感觉这是大佬应得的，毕竟大佬这次军团任务之中作用实在是太大了，简直无敌啊！公爵爵位的特权应该很强，
我特没想搞个爵位玩玩，不知道咋兑换。喂，好像用帝国贡献值就可以兑换，我现在有1万多贡献值了，能不能换个最低级的爵位？楼上别想了，就你这点贡献值，还是再攒攒吧。大佬是真的强啊，公爵可是最高级别的爵位，获取难度也是极为恐怖的。我也攒攒帝国贡献值，这不得以后搞个爵位玩玩。另一头，秦风在获取到了公爵爵位之后，一道道系统提示顿时响起。提示：您获得了公爵爵位，您每日可获取10W 金币爵位奖励。提示：您麾下的清泉公会将享受您爵位的庇护，公会人口提升至3亿人，公会新增特殊 buff LV87帝国庇护 buff 效果，怪物爆率提升870%。提示：您获得了公爵特权，可拥有土地数量提升10000%，可接取帝国核心任务，开启帝国圣殿，玩家可利用帝国贡献值兑换特殊物品。提示：更多爵位特权请自行探索。在这一系列系统提示弹出后，秦风笑了笑。他原本以为自己想要晋升公爵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但没想到一波大型军团任务直接让秦风将爵位晋升为了公爵。单单是这个晋升速度上，就基本没有玩家比得过了。而成功获取到了公爵爵位后，秦风直接看向眼前的几位老者说道：公爵爵位已获取，在下便向告退了。清玄阁下稍等，这份卷轴你拿着，这是帝国内的一位大人交给你的，他说若是阁下有兴趣可以试试。其中一位老者拿出一份卷轴丢给秦风，秦风接过卷轴，提示：您获取到了帝国机密任务卷轴特殊。在看到机密任务这个名字时，秦风顿时便眯起双眼。这种任务一般都是奖励极高的特殊任务，作为帝国对麾下直属强者下发的任务，其难度也是极高的。往往来说，完成这种任务将会提高帝国之中的威望。当然，主要还是看秦风想不想去做。目前他要做的事情很多，要是这个任务不麻烦，顺手就做了；要是太麻烦的话，秦风拒绝了就是。想明白这些后，秦风没有第一时间看任务内容，而是对着眼前的几位老者告退一声，快速离开了议会大殿。在秦风离开后，几名老者对视一眼，你说他会接取那个任务吗？我想应该会吧。那个任务的难度应该不高，而且奖励极为丰厚，我想以他的实力来说，应该很轻松便能完成那个任务。如此也好，一尊帝国新星正在冉冉升起啊！我们老了，新的时代即将到来了。哈哈，老骥伏枥，我们还是要发挥一下余热，为后继者铺路。长老所言极是。另一头，秦风一边朝外面走，一边打开刚获得的任务卷轴，直接选择了使用。下一刻，一个特殊任务面板缓缓浮现在了秦风面前。帝国机密任务：击杀叛徒，特殊，等级未知。任务内容：前往异空间维度，击杀半神叛徒司徒雷。任务目标：1. 前往异空间维度。01. 2. 击杀半神叛徒司徒雷。01. 任务成功奖励未知。任务限制无。司徒雷。秦风皱起眉头，若是秦风没记错的话，这又是一个版本的顶级 BOSS。只不过这个 BOSS 在游戏中期可是邪神之一，并且其拥有一件特殊神器，因为那件神器导致其拥有极为恐怖的恢复能力。在玩家攻略他的时候，这个 BOSS 可是号称顶级折磨王，必须要连续击杀3次才能将其彻底击杀，并且在击杀过程中，他能利用那件神器疯狂回血。虽然没有秦风这么恐怖的恢复能力，但是他的恢复能力还是极为可观的。毕竟能让无数玩家自闭的 BOSS 多少有点东西。而秦风对 BOSS 本身没什么兴趣，但是对他拥有的那件神器，秦风的兴趣很大。他现在的恢复能力已经很变态了，若是能获取到对方那件神器的话，岂不是强上加强？意识到这一点后，秦风觉得这个任务可以接。不过在做这个任务之前，还是得先去做一些其他事情。于是乎，秦风直接关闭了任务面板，随后快速朝着议会外奔去。几分钟后，秦风顺利来到了永恒商会之中。抵达此地，秦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量购买土地和商铺。对秦风来说，之前买土地只是买到了伯爵所能占据土地的极限数值，但是现在秦风可是公爵，能有的产业和土地数量都翻了100倍。秦风完全可以把剩下的核心区域的土地和商铺全部一锅端了。所以秦风在抵达此地后，直接打开魔法商品目录，开始扫荡商铺和土地。片刻后，提示：您获得了地契星号9784，当前土地可拥有数量已达到公爵爵位上限，请玩家注意。提示：您的生命值属性提升至195亿点。在秦风购买了大量土地后，他的生命值也暴涨到了一个极为恐怖的数额。可以说，目前的秦风几乎是无敌的。血量的暴涨，加上100%加成的恐怖回血比例，这每秒恢复的血量简直比抽血泵还强。而在提升完自身的属性后，秦风直接开始购买清除装备负面效果的特殊道具。根据他的记忆，虽然清理装备负面效果的物品很稀有，但是眼前的永恒商会应该会对公爵爵位的玩家开放购买权限。而此时，秦风直接搜索了一波，很快便发现了这类物品的存在。装备负面效果清除药剂，神级，售价3000W 金币，售价3000万金币的特殊药剂。而药剂效果就是直接清除装备所拥有的负面效果。意识到这一点，秦风毫不犹豫选择了氪金买下眼前的药剂。提示：您消耗了3000W 金币，成功购买了装备负面效果清除药剂，神级。在购买完成后，秦风直接拿出药剂，顺带着拿出黑暗神明的魔法石碎片神器这件装备。这件装备的装备效果还是很强的，但是它的负面效果属实是有点恶心。
毕竟幸运值负50%，对目前拥有大量幸运值的秦风来说，显然是很高额的削弱。所以秦风要做的就是清除这个负面效果，让秦风的幸运值恢复完全状态。想都没想，秦风直接打开药剂，将其使用在魔法师碎片这件神器之上。刹那间，一道道金色光芒自魔法师碎片上升起。提示：当前装备负面效果已被清除，请玩家注意。提示：您的幸运属性提升至11295点，魔法师碎片的3项负面效果全部清除。而这时，秦风的幸运值也完全解锁了，满值破万的幸运值属性将会让秦风秒变欧皇。当然，欧皇加神好，这不是顶级搭配吗？不过秦风感觉这幸运值多少有点低了，等有机会多氪金买点能增加幸运值属性的，狠狠氪个几十万上百万幸运值，那不是美滋滋。而除却装备负面效果清理外，秦风这次要购买的东西还是有点多的，比如宠物的技能书。在秦风晋升了公爵爵位后，永恒商会开放的可购买物品也变多了，很多只有公爵爵位才能购买的物品显现了出来，其中就有不少是宠物的技能书，包括秦风之前获得的高级吸血、高级法术连击、高级神佑复生等等。而且这解锁的宠物技能书种类是真的齐全。秦风扫了一眼后，直接开启氪金购买模式。提示：您购买了高级反震技能书星号20、高级吸血技能书星号20、高级连击技能书星号20、高级飞行技能书星号20、高级再生技能书星号20、高级冥思技能书星号20、高级慧根技能书星号20、高级必杀技能书星号20、高级幸运技能书星号20、高级幸运技能书星号20。提示：您的生命值属性提升至201点，瞬间购买了一大堆宠物的技能书。而这些技能书，秦风都购买了20本，浪不浪费无所谓，主要是享受清空库存的快乐。此时，秦风在买下这些宠物书后，直接召唤出了3个宠物，开始打书。提示：您的黑暗龙女神宠成功掌握技能高级反震。提示：您的死亡之物神宠成功掌握技能高级反震。提示：您的圣光天使神宠成功掌握技能高级反震。几分钟后，秦风直接将所有宠物都打满了技能书。当然，前期打书的时候成功率还挺高，但是打到后面，基本上宠物的打书成功率都降低了不少。不过，在秦风高额的幸运值属性加成下，只是浪费了10几本宠物技能书，便完成了此次宠物的打书。而在3头神宠全面覆盖了10几个神宠技能后，他们的实力也提高了不少。可以说，这些宠物在打书成功后，身上直接便具备了回血、反伤、必杀、暴击、技能连击、蓝耗减免、复活等等特殊技能，若是组合起来，自然是极为恐怖的。而在氪金打书成功后，秦风直接便让这些宠物回到了宠物空间。在氪金给宠物打完技能书后，秦风继续打开购买面板，开始购买自己需要的物品。大型传送阵神级买，土地守卫装置神级买。秦风在消耗了大量金币后，又购买了不少自己需要的物品。提示：您的生命值属性提升至235点。买完一堆东西后，秦风想了想，发现没什么要买的了，而且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于是他便直接选择了离开永恒商会。在离开了永恒商会后，秦风便直接朝着城外奔去。秦风目前已经卡在100级一段时间了，而他要做的自然是尽快转职，突破100级限制。目前来说，秦风想要突破100级限制，只需要完成一件事就可以了，那就是获取禁忌之力晶核。这件物品算是极度稀有的特殊物品，它只存在于禁忌之地中，而禁忌之地，秦风恰好就知道一个他目前的等级可以进入的。不过，在进入禁忌之地前，他还需要把一件事处理好，那就是各个区域的矿产。秦风在做大型军团任务之前，就派遣了不少100级强者前去清理土地矿产上的魔物，而以秦风的推测，现在这些土地矿产上的魔物应该也清理干净了，只要记录下这些矿产的坐标，然后派遣工会玩家前去开采就可以了。意识到这一点，秦风直接朝着离自己最近的矿产区域飞奔而去。另一头，黑暗的平原之上，一尊100级的 NPC 强者挥出一剑，瞬间将一头巨型魔物斩成2半。而做完这些后，他看向了四周，叹了一口气说道：可算是杀光了，这些魔物也太恶心了。说完，他刚打算离开，远处一个骑乘着狮鹫的身影缓缓浮现。狮鹫的速度极快，只是眨眼间，那人便快速出现在了他的面前。看到对方，这位100级的强者脸色一变，连忙飞了过去。清玄大人。秦风感知到对方的气息后，便直接操控着狮鹫落了下去。而这位100级的强者在感知到秦风的实力后，只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这才多久没见，清玄阁下又变强了？100级强者在心中暗戳戳地想着。是你？这片区域清理的如何了？秦风直接开口说道。听到秦风的话，100级强者连忙开口说道：高级怪物全部清空了，阁下是否还有其他要求？当然，我需要在此建立矿场区域，还请阁下后续在此镇守，为我守卫矿场，如何？秦风直接开口说道。秦风要做的事情很简单，那就是在这些地方建立传送阵，然后发布工会任务，让玩家来替自己挖矿。而围绕这些传送阵，秦风后续完全可以建立一些小型营地。只要建立起小型营地，后续哪怕不挖矿，单靠传送费用和营地内的各种店铺，他都能赚个盆满钵满。此时，在听到秦风的安排后，100级强者直接开口说道：阁下若是建立矿场，我恐怕实力不够，若是大人能招募多点和我一样实力的强者镇守，才是最为稳妥的。100级强者也是有顾虑的。
一般来说，随便一个小型矿场代表的利益都是惊人的，而惊人的利益在弱肉强食的神域世界之中，可是会引来其他势力窥探的。百级强者虽然已经具备一定实力了，但是若是真要针对他，还是很轻松的。所以，哪怕不为他自身考虑，也要为秦风这个大金主考虑。而秦风在听到对方的话后，笑了笑说道：“这个你不必担心，只要矿场开发，后续会有不少和你一样的强者坐镇，其中甚至有半神尊者，安全方面不用有顾虑。”听到秦风的话，百级强者眼神一亮，连忙开口说道：“属下愿为清玄大人镇守矿场。”秦风点了点头，直接骑乘师就落在了其中一处蕴含丰富矿产资源的位置。这个区域前世就是一处矿场的入口，只不过现在暂时还没有被开发。而现在建立传送阵，等后续玩家降临采矿后，这里将会逐渐繁华起来。意识到这一点，秦风直接开始建立传送阵。片刻后，一座巨型传送阵落在大地之上。一瞬间，这个建立好的传送节点便连通了工会的传送阵。玩家想要传送到此地，只需要消耗部分金币即可。而在建立好眼前的传送阵后，秦风直接点开工会任务面板，编辑了一条工会任务，直接发了出去。下一刻，所有工会玩家几乎全部都收到了秦风发布的工会任务。工会提示：您收到了清玄会长发布的工会任务，协助工会挖矿 SSS。在这一道任务提示响起时，不少玩家都纷纷点击了接去。好家伙，清玄大佬发布的工会任务，这能不做？我直接冲！我把你当会长，你把我当非洲黑奴。好家伙，我直呼内行，这就是大佬吗？这也太秀了吧！挖矿任务整个 SSS 难度，兄弟们，这个挖一个矿怎么奖励这么多工会贡献值？这不冲起来！升级我比不过其他狗币，我特娘的挖矿还比不过吗？非洲黑奴30年挖矿经验，猛的牙撇。此时，无数玩家扛起了锄头，直接杀向了传送阵。这些玩家基本都是奔着工会贡献值冲去的。当然，秦风除了工会贡献值奖励之外，还设置了不少其他奖励，但是这些奖励都是要挖到足够数量的矿石才能获取的，所以基础奖励就是工会贡献值。对秦风来说，能白嫖玩家自然是要白嫖的。工会贡献值这奖励就不错，刷到足够的工会贡献值，玩家就可以兑换仓库里面的装备了，还能刷新一下工会贡献值排名，吃一波排名奖励，还是很不错的。而在安排好这些后，秦风眼前的传送阵中也浮现了一道道光芒，不少玩家都出现在了此地。卧槽，清玄大佬，真的是清玄大佬，看来他应该是刚到。别管清玄会长了，我们是来挖矿的，矿呢？不少玩家观察了一下四周，很快便看向了一旁的土地。在这些土地之中，有一点特殊的金色光芒闪烁，而看到这些金色光芒，不少玩家直接冲了上去，抡起锄头直接开挖。哼哧哼哧，片刻后，老子挖到金块了！卧槽，好大块啊！我也是，可惜这金块是锁定的，除了交任务不给交易，不然这么大的金块，高低能卖个几百金币吧。我原本以为大佬是好人，没想到大佬这么黑心，特奶奶的，这是一片金矿啊！太他妈绝了！老子挖金块才给一点贡献值，没人权啊！兄弟别叫了，你他妈一边叫一边挖，挖的比谁都起劲，叫你妈呢叫！嘿嘿嘿，不挖是不可能不挖的，主要是为了刷一下采矿术的熟练度，我绝对不是为了那点贡献值。兄弟们赶快挖，这金块能刷采矿术熟练度，我采矿术直接2级了，太猛了呀！冲冲冲！此时，秦风看着玩家们疯狂挖矿的身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这些玩家真的是成熟的韭菜了，都能开始自己洗脑自己了。不错不错，思想觉悟极高，是可以持续割的好苗子。而在建立好眼前的传送阵后，秦风直接看向了一旁的百级强者说道：“这里就交给你了，务必守护好传送阵。放心，传送阵在，我就在。”百级强者拍了拍胸脯说道。秦风点了点头，直接骑乘着狮就朝着下一个地点奔去。秦风辗转在一座座矿场之间，并建立起了相应的传送阵，以连接工会总部。每一座矿场，他都安排了至少1名半神级强者，10名百级强者守护。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工会玩家大规模进驻，然后开始挖矿。不得不说，这些学会自我催眠的韭菜们在挖矿时爆发出极大的热情，几乎每分钟的时间都能为工会仓库贡献成百上千的矿产资源，这些将是秦风变得更强的资粮。当然，做完这一切的秦风并没有继续在工会中耽搁时间，因为他得去寻找竞技之力晶核，为完成竞技法师转职任务而努力。只有这样才能突破100级的等级上限，并开启天赋能力的新效果。嚯，就是这里的吗？谁能想到，如此平凡的山谷中竟然会埋藏着一座远古传送阵？这个消息要是泄露出去，恐怕又要引起一场乱战吧。想起前世山谷暴露时，光明教廷、黑暗议会、永恒帝国官方势力在这里展开的那场惨烈厮杀，秦风就不由自主地摇了摇头。算了，为了世界能够和平，我就冒一点风险，提前开发远古传送阵对面的禁忌之地吧。到时候就算山谷的秘密泄露，但宝物已经被我拿走，战争自然不会爆发的。如此想着，秦风一步迈入山谷之中，然后这座寂静安宁的山谷顿时就升起一根根能量光柱，光柱之间线条交织，构成一个巨大的12芒星阵。这就是远古传送阵吗？秦风喃喃自语一声，整个人就被传送出去。他感觉自己像是穿过一层薄纱，触感很是轻柔。在睁开眼时，眼前视野开阔，满目荒凉。这是一片被烈火焚烧过的森林，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枯焦味，到处都是被烧焦的树杈，黑漆漆，没有丝毫绿意。大地上也遮盖满一层厚厚的黑灰，
可见这场大火的猛烈。远处的树梢上还有熊熊火焰在燃烧，给人一种灾难刚刚过去，还未远离的感觉。但秦风知道，从时间线上来说，这场大火已经是数万年前的事情了。眼前的这一切不过是空间和时间的错位罢了。主人，我们接下来该去哪儿？最早追随秦风并被培养为神级宠物的黑暗龙女问道。龙女的身旁则是静静漂浮的雾态人影，以及神情冷肃的圣光天使。显然，两大宠物也在等候着他的命令。就在这时，系统提示音也响了起来。提示：您已进入了大型神级隐藏副本禁忌之地。提示：您触发了副本主线任务1/3。提示：您独自进入副本将获得额外 buff 加成。提示：您获得了10倍经验 buff 加成、10倍属性 buff 加成、10倍爆率加成。提升：请注意 ，buff 加成仅在副本内生效，但任务完成度高的话，现实效果将转化为永久性光环。一连串的系统提示音响起，让秦风不由得眼前一亮。神级隐藏副本，这难度可有点大啊！不过，正所谓风险与收益相伴，副本难度越大，其所能带来的利益也就越丰厚。别的不说，光是10倍经验、10倍爆率就足以让我拼一把了，更何况还有10倍属性大幅加成，也能大大提升我的实力。秦风的双眼中充斥着浓浓战火，他指向远方隐约可见的宫殿，说道：“那就是我们的目标。”听到自家主人的命令，黑暗龙女俯身一跃，便化身黑暗巨龙形态。秦风也不矫情，顺着黑暗龙女的双翅就登上了她宽阔的脊背。而黑暗龙女也在起飞之前，贴心的为自家主人套上一层防御罩。虽然相对于秦风那恐怖的生命值和防御力来说，这小小防御罩并没有什么卵用，但却能为他挡下天空中凌厉的罡风。黑暗龙女冲天而起，圣光天使紧随其后，牢牢守护在秦风的身侧。死亡之物也解散了人形态，变成了一圈巨大的黑色雾霾，并朝着宫殿群弥漫过去。副本主线任务1/3，任务级别 SSS， 任务完成度0%。任务内容：斯图特尔为远古人族帝国，其疆域之辽阔，可横跨东西120万里，南北80万里。可它却宛如流星一般，迅速崛起，又迅速衰落。据说是天外魔物毁灭了斯图特尔，但却无人能给出实据。作为斯图特尔的皇宫所在地，这里或许埋藏着一些真相。任务目标：调查斯图特尔毁灭的真相，并剿灭天外魔物的爪牙。任务提示：击杀天外魔物遗留下来的爪牙和眼线，可提升任务完成评分。任务成功奖励：未知，评分越高奖励越高。任务失败惩罚：踢出副本，并永远不能进入。看着任务内容上的描述，秦风不由得一阵惊叹。永恒帝国的疆域也才20万里方圆，可这斯图特尔帝国的疆域却至少是永恒帝国的几个倍，真是令人惊叹啊！也不知这座皇宫遗迹当中还有多少宝物遗留。秦风虽然如此作想，但却并不抱有期待。毕竟敌人已经战胜离开，又怎么会留下宝物让他捡便宜呢？到时任务内容中提及的天外魔物，让秦风感到心中一震，因为现实和神域融合后，也曾有天外魔物降临，意图毁灭2个世界啊！不管你是什么，既然我来了，你们就通通去死吧！秦风眼中杀机弥漫，似乎对所谓的天外魔物有着深刻的仇恨一般。吼吼吼！就在黑暗龙女飞到皇宫废墟的外围时，下方忽然传来一阵吼叫声，一头头奇形怪状的长着黑色鳞片的怪物从废墟的各个角落钻了出来。畸变的魔狼传说级，等级89，等阶传说级，血量150万150万，攻击力25100-32700，防御18351，技能畸变之牙，血肉直装，混乱咆哮，腐蚀血溅。介绍：被天外魔物感染的森林狼，虽然意志混乱，但却有强大的实力，且对一切生命体有着嗜血的攻击欲望。一头长着4条腿以及2只扭曲触手的怪异生物落入了秦风的眼眸，而对方的属性面板更是让他杀机盎然。果然是你们这群畜生，去死吧！看着这些陌生又熟悉的怪物，秦风不再多言，直接挥舞手中的凛冬法杖，开始了自己的攻击。-535115，-475154，-593241，一个个技能挥洒而下，肆意地收割着畸变魔狼的生命值。这些怪物原本不过是普普通通的森林狼，实力也只有20-30级的样子，但被天外魔物感染后，实力暴增且充满了毁灭因子。一旦见到活物，他们就会如同嗜血怪物一般，拼了命也要击杀对方。众生前的秦风就没少吃亏，如今的大杀四方也算是提前复仇了。虽然畸变的魔狼拥有150万生命值，但在获得10倍属性增幅的秦风面前，也不过是些大一点的蝼蚁罢了，最多3-2次攻击就能轻易收割走一头魔狼的生命。提示：您成功击杀了89级怪物畸变的魔狼传说，且拥有10倍经验值 buff， 将获得350万点经验值。由于您暂未完成竞技法师觉醒任务，经验值将被封存，请尽快完成任务。一头89级的传说级怪物直接为秦风提供了350万的经验值。当然，之所以有这样恐怖的收益，主要原因还是副本 buff 的增幅。只可惜秦风受限于职业觉醒任务，所获得的经验值都被封存，否则他的等级必然会像坐火箭一般蹭蹭蹭的往上升。秦风在战斗，几大神宠也没闲着，黑暗龙女在保护自家主人的同时，也在朝着下方扔出一个个远程技能。圣光天使更是一个俯冲杀入了魔狼群中，但死亡之物的效率却要比他们高出一筹。化身物形态的他直接朝着魔狼群弥漫过去，并将目标笼罩在其中，最后展开无尽吞噬和黑暗领域，不断消耗着魔狼的生命值。而魔狼的攻击却没有丝毫作用，
因为物形态下的他能够完全免疫物理伤害。几分钟过后，战场上数千的魔化狼便被一主三神宠消灭个干干净净。直到这时，一头更加巨大的魔化狼从皇宫废墟的深处窜出。愚蠢的凡人，你已经进入魔神大人的领地，速速退去，饶你不死！这头巨大的魔化狼长着4条腿4只手，身体上布满了鳞片，额头上还有一只猩红的树眼。畸变的魔狼王传说级 BOSS， 等级100，等阶传说级，血量9810万9110万。介绍：被天外魔物感染的森林狼王，拥有强大的实力，也保持着清明的意志，是天外魔物留下的眼线之一。看着这头魔狼王的介绍，林峰不由得笑了，呵呵，原来还是个有脑子的。既然这样，就更留你不得了。死亡领域，一个结界类的技能笼罩下去，直接隔绝内外，断开了魔狼王与外界的联系。然后秦风的技能便如同雨点一般落下，负43万5115，负37万5154，负49万3241。虽然9810万的生命值不少，但秦风的技能伤害和攻击频率更加恐怖，几乎每1秒钟的时间，他都能带走魔狼王近100万的生命值。又有死亡领域可以限制其活动范围，此时的魔狼王可谓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是片刻的功夫，秦风的耳边就响起了系统提示音，提醒您成功击杀传说级 BOSS 级别的魔狼王，且拥有10倍经验值 buff， 将获得5500万点经验值。由于您暂未完成竞技法师觉醒任务，经验值将被封存，请尽快完成任务。秦风连半神级强者都击杀过不少，一个传说级 BOSS 自然算不得什么，但10倍爆率的副本 buff 让这场战斗的收益格外亮眼。提示：您获得了魔化狼王法杖史诗级。提示：您获得了魔化狼牙匕首传说级。提示：您获得了魔化狼皮战靴传说级。提示：您获得了魔化狼皮战甲传说级。提示：您获得了金币星号15123，一件史诗级装备，数十件传说级装备，让秦风都看花了眼。啧，又是小几亿道账啊！而众多战利品当中，还有一张古朴的狼皮卷轴。提醒：你获得一卷记录远古信息的狼皮卷轴，是否开启？开启。提醒：你获得一段远古信息。斯图特尔为远古人族帝国，其疆域之辽阔，其人口之众多，其经济之繁茂，冠绝万族之上。就连远古诸神的为之感到忌惮，因为斯图特尔的国策是一统世界，管辖人神，并建立一个大一统的神国。斯图特尔的统治者们想要以次消弭争端，结束战争，但不安的万族领袖和远古诸神联起手来，为天外魔物指引路径，最终消灭了斯图特尔。天外魔物大军和斯图特尔两败俱伤，最终万族领袖和远古诸神的计谋成功了。他们消灭了斯图特尔，也成功赶走了天外魔物，并最终封存了这一段历史。但察觉被利用的天外魔物们并不甘心就此失败，他们留下爪牙和眼线，随时准备重返神域世界。看完这段信息后，秦风深感震惊，没想到曾经强大到差点统一整个世界的斯图尔特，竟然就这样陨落在阴谋当中。但更让他感到震惊的是，万族领袖和远古诸神竟然为了消灭斯图尔特，为天外魔物指引的路径，这和引狼入室、与虎谋皮有什么区别？而也就在这时，又一道系统提示音响起，提示：您成功完成了人副本主线任务1/3，当前任务通关评分为 SSS， 将获得如下奖励：1. 自选5阶禁咒技能书法师星号1 2. 加13强化卷轴神级星号1 3. 附魔宝石神级星号3 4. 竞技之力晶核主神级星号1 5. 经验加10亿。副本任务的第1环完成，秦风立刻获得一堆的奖励。自选5阶禁咒技能书法师，自选技能书他已经不陌生了，因为早在10级时就已经获得过类似的奖励。开启后能够从众多的技能中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学习。1. 群星光耀术 2. 永恒守护 3. 雷动天罚 4. 海神之怒 5. 冰封零度 6. 末日忏悔 7. 火咒焚天。数以百计的5阶禁咒出现在列表之中，有治疗辅助类，有防御免控类，有单体或范围攻击类，也有预言、诅咒、因果、复活等功能类的禁咒魔法。但作为一个众生者，秦风拥有先知先觉的未来攻略，因此直接找出了最适合自己的技能大审判术。大审判术5阶禁咒魔法，等级1，效果：大审判术的攻击范围为1000乘以1000，在此区域内的敌人每秒将受到15000加的伤害，如目标是亡灵系、黑暗系、恶魔系的生物，此伤害将增幅100%。冷却时间15分钟，消耗3000点魔力值，熟练度0100。呵呵，我和黑暗议会的关系已经下降到100的程度，这个技能刚好用来对付他们。而接下来的大型剧情任务、亡灵天灾以及未来的天外魔物入侵，也都是这个技能大放异彩的时候。看着大审判术的技能效果，秦风满意的笑了。加13强化卷轴神级，效果：有 99% 的几率将装备强化到13级，武器可获得额外的攻击力，护具可获得额外的防御力，饰品可获得额外的魔法效果。注：一次性道具使用后消失，若强化失败将导致装备损坏。看到这张加13强化卷轴神级，秦风不由眼前一亮，他也不犹豫，直接掏出了凛冬法杖，便将强化卷轴砸了上去。至于那1%的失败几率，就别拿出来搞笑了。
一个拥有10395点幸运值的神豪玩家，怎么可能失败？而结果自然如秦风所料的那般，强化成功的系统提示音立刻便在耳边响了起来。提示：您的装备凛冬法杖神级强化成功，当前强化等级为+13。提示：您的装备魔法攻击力提升12895，当前为87450点，8万多点的基础魔法攻击力，加上大审判术的技能攻击，立刻就能造成25万的伤害。如果目标是亡灵系、黑暗系、恶魔系的生物，伤害更能达到50万之多。而这还是在不计算副本、buff 以及其他伤害加成的情况下所计算出的基础伤害。真实战斗情况恐怕远在这之上。这一轮的副本之行，秦风可谓是赚大了。附魔宝石神级效果，可为装备随机附加一条神级特效。注：武器偏向攻击和施法，护具偏向防御和抗性，饰品偏向恢复和技能效果。不错不错，又是一件好东西。秦风二话不说，直接将3枚附魔宝石砸在了凛冬法杖、亡灵之书和黑暗神明的魔法石碎片上。提示：附魔成功，凛冬法杖获得神级特效无限火力，详情请自行查看。无限火力等级神级特效，功能技能冷却时间缩减 99%， 技能魔力消耗降低 99%。 秦风眼睛微微一眯，心中惊喜万分。哈哈，这个好，真是法师的福音啊！得想个办法将这个神级特效转化为技能或者天赋能力，不然等以后装备一换，这个特效就没了。此时秦风的脑海中浮现了一个个技能、天赋、道具的属性，比如能窃取技能的窃法之手，又比如能复制目标能力的万花血轮眼，再比如能提取生物血脉能力、装备特效的神级萃取装置。等有了时间就去寻找一番吧。附魔依旧在继续，系统的提示音也未曾停下。提示：附魔成功，亡灵之书获得神级特效不死之装，详情请自行查看。不死之装等级神级特效，功能死亡之书操控的亡灵生物可进行2次合体，以拥有更加强大的实力，具体效果是合体的亡灵生物数量和实力而定。卧槽，这个装备特效是要逆天吗？亡灵之书能够将杀死的生物转化为不死族亡灵生物，当前能控制的数量为100头。如果只是将普通怪物转化为亡灵生物，那么不死之装这个神级特效当然没什么了不起的。可如果亡灵生物都是100级或者半神级的强者，那么合体之后会爆发出什么样的实力？这一点就连秦风也不敢想象。嘿，我感受到了死亡的力量，看来有一场惨烈的大战即将开启啊！不死之装很快就到你发力的时候了，可别让我失望。感受着宫殿废墟下方传来的隐秘波动，林峰喃喃自语，嘴角冷笑道。而这个时候，第3件装备的附魔也完成了。提示：附魔成功，黑暗神明的魔法石碎片获得神级特效领域之力，详情请自行查看。领域之力等级神级特效，功能可将一个装备效果转化为领域之力，其效果将覆盖范围内的所有敌军或友军。注：增益性效果只对友军产生作用，减益类效果只对敌军产生作用。将装备效果转化为领域之力，覆盖所有友军或敌军。前世今生数十年，我还没见过这种古怪的能力。领域之力这个神级装备特效让秦风这个众生者都感到诧异，因为他别说见了，听都没听过类似的能力。但当他重新打开黑暗神明的魔法石碎片的属性面板后，脸上便写满了惊喜之意。黑暗神明的魔法石碎片一共有2个装备属性：静魔，催动魔法石内的能量对敌人进行攻击，被命中的敌人将会进入了沉默状态之中，持续1分钟。黑化，进入黑化状态之中，不停汲取异空间的力量，强大自身，使自身血量、魔力值斜杠防御值提升 300%。黑暗神明的魔法石碎片得2个属性，前者是减益类效果，能够让目标陷入沉默状态，期间无法释放魔法，可谓是法师类的克星；后者是增益类效果，能够让自身的血量、魔力值斜杠防御值提升 300%。无论是哪个效果拿出来，都能赞一句好强。但这2个效果都只能对个体使用，比如静魔只能让一个目标陷入沉默状态，黑化也只能让秦风这个装备持有者获得增益效果。但有了领域之力后，就能让这2个单体属性变为范围特效。静魔领域能够让范围内的所有敌人陷入沉默，黑化领域能够让范围内的所有友军实力暴增。嘿，简直神了！自选禁咒技能书、装备强化卷轴、神级附魔宝石，任何一件拿出来都能大幅度提升玩家的战斗力。更何况3件宝物一起出现，顿时让秦风的战斗力暴增。但最引人注目的宝物却不是他们。提醒：您已达成竞技法师觉醒任务的全部条件，是否立刻觉醒？秦风从未忘记自己到这里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1枚竞技之力晶核，以完成竞技法师的转职任务。其余的收获再多，又怎能比得上等级提升、职业觉醒呢？觉醒！刹那之间，秦风的身上金光大作，宛若一个人形光茧。无数的信息从他脑海深处涌出，有先代竞技法师的呓语，有职业传承中晦涩难懂的咒文，还有大量事关登神之路的隐秘知识。如此巨大的信息流出现，顿时让秦风头痛欲裂。好在副本空间中暂时没有危险，周围又有黑暗龙女、圣光天使、死亡之物的守护，否则非出事不可。不知过了多久，秦风身上萦绕的金色光芒缓缓收敛，整个人也渐渐平静了下来。呼，没想到竞技法师竟然有这么多的传承知识，真是头疼呢。而就在林峰苦笑之时，一连串的系统提示音响起。提示：恭喜玩家觉醒成功，当前为 LV100竞技法师。提示：
玩家等级上限解锁，下一阶段等级上限为 LV200。提示：由于竞技法师是唯一隐藏职业，您之后每提升1级将会获得50点智力加成以及100点自由属性点。提示：您获得了职业传承技能烈焰天冲2阶禁咒技能，效果：从地底喷射数量为等级星号2的火柱攻击敌人，给予敌人火属性伤害并使其浮空，可用意念控制火柱喷出的位置。提示：您获得了职业传承技能冰晶之雨2阶禁咒技能，效果：召唤出冰属性的元素结晶砸向敌人，使敌人受到一定伤害，砸落地面的冰元素结晶将冰冻敌人，并在一定时间后发生爆炸，并对敌人造成2次伤害。提示：您获得了职业传承技能湮灭黑洞3阶禁咒，效果：生成可以持续吸附敌人的黑洞，并给予周围敌人暗属性伤害，黑洞爆炸时可以击飞周围敌人，若蓄气后发动，则可以增加黑洞吸附敌人的速度、持续时间和攻击力。秦风的竞技法师觉醒成功后，立刻就获得2个2阶禁咒技能烈焰天冲和冰晶之雨，前者是火属性范围伤害，从下往上攻击敌人，后者是冰属性范围伤害，从上往下攻击敌人。最后还有一个3阶禁咒技能湮灭黑洞，拥有强大攻击力的同时还具备一定控制效果。但最关键的事情还是等级的解封。提示：您的等级上限已解除，是否消耗经验池存储经验提升等级？消耗储存经验值。秦风做出决定的同时，海量的经验值便从储存池中涌了出来，一道道金色光芒从天而降，落在了秦风的身上。每一道金色光柱都代表着他等级的提升。提示：您的等级提升至 LV101， 自由属性点已自动分配。提示：您的等级提升至 LV110， 自由属性点已自动分配。提示：您的等级提升至 LV120， 自由属性点已自动分配。提示：您的基础魔法攻击力提升至114650点。只是刹那之间，秦风就连升20级，达到了恐怖的120级。呼，实力暴增后的感觉真是好爽啊！竞技法师的职业觉醒带来的可是不仅是等级上限的解除，更还有登神之路的开启。提示：正为你开启登神之路，请选择未来的成长方向。1. 以力正道，凡人的属性上限为1万点，超过1万即为半神级，且每1万点为一个阶梯，历经10次突破便可成就神灵尊位。2. 法则正道，法则为天地之力，凡人不可掌控，而能够领悟法则之力的凡人也将踏入半神境界，每 10% 的法则领悟度为一个阶梯，历经10次突破，达到 100% 的法则领悟后便可成就神灵尊位。3. 信仰正道，智慧生物为天地之宠儿，无论是庇护智慧生物，又或者是教育培养智慧生物，都有机会获得对方的信仰，信仰之力可用来凝聚神灵之躯，当神灵之躯达到圆满程度时，便可成就神灵尊位。请在以上3条登神之路中做出选择，这将决定你以后的发展路线。以力正道又被称为属性之神，一旦以这种方式成就神灵尊位，那么该神灵一举一动之间都将拥有无上神力，战斗力十分强大。但这种成神途径太难，很少有强者愿意选择。毕竟哪怕像秦风这样的唯一隐藏职业拥有者，每升1级也只能获得10点智力属性和20点自由属性，就算全部加在智力上，100级时的裸装属性也只有3000点。想要达到1万点，开启登神之路，简直难如登天。以第二种成神途径成就神灵尊位的强者，又被称之为法则之神。这种神灵掌控天地之力，能够大幅度强化魔法技能的威力。比如掌控火之法则的神灵，哪怕是一个普通的火球术，也能拥有禁咒级的威力。单挑虽然打不过以力正道的神级强者，却拥有恐怖的绞杀能力，能够以一敌万，单人灭国。法则之神的实力虽强，但却有2个绕不过去的限制：一是要领悟法则，掌控天地之力，必须要有异于常人的领悟能力，或者对某系法则之力的极高亲和力，否则终其一生也难以真正掌控天地之力，就更别提成就神灵之位了。二是法则之力虽强，但终究是依靠外物，一旦被天地摒弃，或者到了某些相互克制的地域，神灵的实力就会受到极大的削弱。比如掌控火之法则的神灵，一旦到了海洋、冰川之类的地方，战斗力就会锐减；而掌控水之法则的神灵，到了火山、沙漠之类的地方，实力也会被削弱，并且法则之神也会被敌对法则克制。比如水系对火系的克制，火系对木系的克制，光系和暗系的相互克制等。一旦对手的法则领悟度略高于自身，那更是要被克制的死死的。最后一种成神途径又被称为信仰之神，依靠着为信徒提供庇护或者教育，培养信徒成长，以此获得信仰之力。比如光明神对人族的庇护，自然女神对精灵族的庇护，战神对男人的庇护等。这种成神方式最为简单，只要收集足够的信仰之力，就能将躯体转化为神灵之躯，从而成就神灵尊位。但这种神灵的实力也是众多神级强者当中最弱小的存在。如果说法则之神还是在依靠外物的话，那么信仰之神就是彻底依赖信仰之力存活的神灵了。信仰之力能够强化属性，还能加速信仰之力的领悟效率，看似集2家之大成，实则学了个4不像。信仰之力能够让神灵产生胆，能够快速提升实力，受到伤势甚至陨落了，也能通过信仰之力修复或复活。可一旦失去信仰之力的滋养，神灵的实力就会快速下滑，甚至能从神级强者调回凡人阶段。倘若神灵无法庇护信徒，或者做出某些大失人心的事情，就会让信徒的信仰崩溃，从而反噬神灵。如果信徒的怨念太多，甚至会让神灵的神体直接破碎。这就是所谓的香火有毒，信仰反噬。这3条道路，无论哪一条都不是最好的选择，要么太难，要么太慢，要么太弱。那有没有一种速度很快，实力很强，
难度很低的成神途径呢？答案当然是有。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当然是全都要了。对于别人来说，这样速度很快，实力很强，难度很低的成神途径当然是不存在的。但秦风不一样，他能无限氪金啊！属性增幅太难，那就买天才地宝，直接砸属性；法则领悟太慢，那就购买禁咒技能书，强行领悟其中蕴含的法则之力。更可以开启撒币大法，养一群只用提供信仰之力，而其他事啥也不用干的信徒，以此提高属性成长和法则领悟的速度。提示：玩家选择3条灯神之路齐头并进的成长方向，难度太高，请慎重选择。确定取消。秦风嘴角一勾，直接点击确定。啰嗦！能够氪金的事，你跟我说难度太高，要是这点小事情都办不到，那我还开挂干嘛？从今天开始，每天画出一个小目标。而就在秦风满怀激情之际，皇宫废墟的深处传来一阵剧烈的震动，一道道黑光从中冒了出来，直射天穹，恐怖的气势弥漫副本空间，就连3大神宠也不安地朝自家主人靠拢。这是他们的忠诚，想要尽可能地保护自家的主人，也是对自家主人的依赖。毕竟秦风一直以来展现出的实力，都可以用4个字来总结：无所不能。而秦风的耳边也传来了系统提示音，提示已触发副本主线任务第2环，详情请自行查看。副本主线任务1/3，任务级别 SSS， 任务完成度30%。任务内容：万族领袖和远古诸神联手，为天外魔物指引路径，最终借助天外魔物大军的力量，剿灭了想要一统世界的斯图特尔帝国。之后，万族领袖和远古诸神再次联手，驱逐了元气大伤的天外魔物，让神域世界重归安宁。但被算计的天外魔物大军不甘失败，他们在离开神域世界之前，留下了大量的爪牙和眼线，并命令他们建设跨位面传送阵。只待天外魔物大军恢复元气，并建设起足够的跨位面传送阵，他们就会重返神域世界。任务目标：请剿灭更多天外魔物的爪牙和眼线，并粉碎本空间内的传送阵。任务提示：击杀天外魔物遗留下来的爪牙和眼线，以及粉碎化为免传送阵，都可提升任务完成评分。任务成功奖励：未知，评分越高奖励越高。任务失败惩罚：踢出副本，并永远不能进入。看到这里，秦风的嘴角不由得抽搐起来，因为他的心中正有1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该死，原来天外魔物的入侵竟然和远古时代的诸神以及万族领袖有关。这些家伙为了对抗斯图特尔的统治，竟然与虎毛皮引狼入室，将天外魔物带到了这个世界。呵呵，这些家伙该死的都死了，如今却让我们来承担代价啊！别让我知道你们埋在哪里，不然非得到你们的坟头上蹦迪不可。现实世界和神域世界将会逐渐融合，而天外魔物的降临给2个世界的生灵带来惨烈遭遇。追根溯源，造成这一切灾难的竟然是远古时代的诸神和万族领袖，这让秦风气不打一处来，恨不得立刻找到那些家伙，将他们挖坟鞭尸，然后坟头蹦迪。但生气归生气，秦风倒也没忘了眼下的处境。只见皇宫废墟的深处跳出了一头头魔物爪牙，畸变的魔狼精英传说级，等级100；畸变的魔蛇精英传说级，等级100；畸变的魔虎精英史诗级，等级100；畸变的魔化将军半神级，等级210；等阶2阶半神级。数以千计的怪物跳了出来，实力最弱都是100级的传说怪物，其中实力最强的更是达到210级的2阶半神。这也是秦风开启灯神之路后才能看到的怪物信息。只可惜半神级怪物的实力虽强，但也不是我的对手啊！天外魔物的爪牙，给我死来！魔物大军一出现，黑暗龙女就驮着秦风快速升空，其余2大神宠也快速进入战斗状态。大审判术、烈焰天冲、冰晶之雨、阴灭黑洞，一个个禁咒魔法在秦风的手中出现，然后落向下方的魔物大军。已经完成职业觉醒，实力达到1阶半神级的秦风，战斗力飙升了不知多少。-1354100，-2675215，-1455631，--30541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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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4135
一个个巨大的数字从怪物的头顶飘起，特别是大审判术的伤害数值远超其他技能，因为大审判术是5阶禁咒魔法，技能等级更高，而且对黑暗系、死亡系、恶魔系的怪物有额外100%的伤害加成。只是片刻之间，生命值不满1000万的怪物就先后倒在皇宫废墟之中，而秦风的等级也随着这些怪物的死亡不断提升。提示：你的等级已经提升，当前为121级，一阶半神，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你的等级已经提升，当前为122级，一阶半神，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你的等级已经提升，当前为123级，一阶半神，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你的等级已经提升，当前为135级，一阶半神，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自由属性点已自动分配，您的基础魔法攻击力提升至134650点。当最后一头100级魔物倒下时，秦风的等级已经达到135级，而战场上只剩下10头150多级的一阶半神，以及一头210级的二阶半神。你到底是谁？为何要和我等作对？你可知道，我等都是魔神大人麾下的战士，用不了多久，魔神大人就会重归此界，荡平宵小，一统世界。二阶半神级的魔化将军一脸惊恐地看着秦风，仿佛是在看魔鬼一般。只可惜他的强行争辩却只获得了秦风的一声嗤笑。呸！一群被天外魔物洗脑的走狗，你们就是神域世界的叛徒，简称神奸。这个世界再怎么不好，可终究养育了你们。
但你们却甘心沦为魔物的爪牙，甚至成为他们入侵这个世界的急先锋，简直罪该万死！废话少说，都给我死来！秦风一声厉喝，手中的攻击再次席卷而过，一个个强大的技能砸了下去，快速的削弱着这些半神级魔物爪牙的生命值。拥有无限火力的秦风，能够削减 99% 的技能冷却时间，并降低技能 99% 的魔力值消耗。那些冷却时间长到令人发指的技能，此时却宛如瞬发魔法一样，如同雨点一般落了下去。但就在这些半神级魔物想要反击的时候，秦风身上的黑暗神明魔法石碎片立刻亮起一阵光辉。提示：您成功开启黑暗神明的魔法石碎片，并将装备特效禁魔转化为禁魔领域。禁魔领域直接覆盖整片战场。只是瞬息之间，想要反击的半神级魔物们就惊恐地发现自己竟然无法使用技能。该死，竟然是带有沉默效果的领域之力！快离开这里，不然我们都得被这小子耗死！立刻启动祷告仪式，请魔神大人降临。啊，他的攻击好凶猛，我快扛不住了。半神级强者拥有数以亿计的生命值，就算秦风的攻击力很强，也没法在短时间内消灭这些家伙。但在无人注意的角落里，一具具死去的魔物尸体开始蠕动，在这些尸体的上空还漂浮着一本灰色的书籍，《亡灵之书》神器，等级100级，等阶神器辅助装备，装备基础防御力155000，装备特殊效果：一、四维属性加1000点；二、亡灵类技能伤害持续时间范围提升100%；三、击杀怪物玩家 NPC 后，可将其转化为不死族护从，当前可操控亡灵不死族魔物数量为100、37100。四、特殊成长性装备可通过吞噬灵魂而提升等级。附魔属性不死之装神级特效，死亡之书操控的亡灵生物可进行2次合体，以拥有更加强大的实力。具体效果是合体的亡灵生物数量和实力而定。亡灵之书，秦风的神器辅助装备，除了属性和技能效果的增幅外，还有2大特殊效果。一是在击杀怪物玩家 NPC 后，可将其尸体转化为不死族士兵。之前秦风一直没有动用这个装备特效，是因为他的实力足够强，而被他击杀的敌人又太弱，再加上亡灵之书只能奴役100名不死族士兵，所以这个特殊效果就被秦风束之高阁了。如今他遇到这群传奇级、史诗级的百级魔物，恰好可以用来转化为不死族士兵。最为关键的是，秦风在之前的装备附魔中激活了一个附魔属性不死之装，拥有这个神级特效，他就能操控亡灵士兵进行2次合体。而亡灵士兵的数量越多，势力越强，那么2次合体后的亡灵战士所能发挥出的战斗力也就越恐怖。这才是秦风想要动用亡灵之书的根本原因。只见亡灵之书上显示的控制人数不断跳动，很快就达到100之数。秦风便主动停下手中的攻击，开始操纵亡灵士兵的合体。提示：不死之装启动，100名亡灵士兵开始合体。提示：合体成功，详情请自行查看。一头头模样恐怖的亡灵士兵就这样被强行融合在一起，有的组成双脚，有的组成双手，还有的组成躯干和头颅。上百头亡灵士兵合体之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怪物，高达100米，体型臃肿，浑身上下黑气弥漫，双眼中空无一物，行动间更有一具具亡灵士兵的身体往下掉落，而掉落的亡灵士兵又会主动地爬上肉山怪物的身体。呵呵，生命的味道，我要吃了你们！在秦风的指挥下，肉身怪物缓缓转向，锁定了前方的半神级魔物们。这是什么情况？这是我们士兵的尸体！该死，这个家伙是恶魔，他能够控制尸体，还能制造如此怪物！小心，怪物身上传来的气息很强，远在我之上。糟糕，这头怪物的实力至少达到半神级巅峰的层次。这群被秦风打得没有脾气的半神级魔物，才刚刚松了一口气，又被肉身怪物锁定气息，差点没当场哭了出来。而当他们发现这座肉山怪物是由自己死去士兵的尸体组合而成时，更是直接崩溃了。畸变魔物的缝合怪，9阶半神，等级980，等阶半神级9阶，血量180亿180亿，攻击力591万至977万，防御835万，技能缝合武装畸变触手重力空间嗜血欲望死亡魔眼。介绍：由不死魔物组成的缝合怪凝聚了上百魔物的力量，其实力之恐怖堪比9阶半神。当秦风打开肉山怪物的属性栏时，也不由得被自己的杰作给震惊到了。原因无他，实在是这缝合怪的属性太恐怖了。自己一路开挂，生命值也只是勉强达到100亿出头的样子，基础魔法攻击力更是只有10几万。但这缝合怪竟然拥有180亿的生命值，以及591万至977万的攻击力，防御力更是达到恐怖的835万。啧，幸好这缝合怪有我控制，否则我非得转身就跑不可。这属性实在太恐怖了。秦风故意留下这些半神级魔物，目的是为了验证一下不死之装的真实效果。但现在看来，这次的试验简直试验了个寂寞。以缝合怪的实力，轻易就能碾压这群半神级魔物，而结局也如同秦风所预料的那般。只见缝合怪一个冲锋，就来到一头半神级魔物的跟前，由无数不死魔物组成的拳头挥动，只是一拳就将这头半神级魔物的脑袋锤飞。剩余的半神级魔物惊恐万分，但刚想逃跑时，却发现自己的双脚仿佛被粘在地上一般，无论如何也动弹不得，甚至就连周围的空气也变得粘稠起来。这种感觉像是掉进了泥沼。看到这一幕的秦风，嘴角露出一抹了然的笑意。重力空间能够改变区域内的重力，最高强化100倍。如果是普通生物，在如此巨大的重力面前，恐怕当场就被自己压成肉泥了。而这些半神级魔物爪牙还能动弹，
已经是他们实力不凡的结果。就这样，肉身怪物一拳一个小朋友，顷刻间就将这些半神级魔物爪牙打得七零八落。唯一一头2阶半神级魔物强行挣脱了重力空间的封锁，想要朝皇宫废墟深处逃去。但就在此刻，肉山怪物空无一物的双眼中忽然射出2道灰色光柱，也带着浓浓死气的灰色光柱瞬间就穿透了2阶半神级魔物的身体，让他当场嗝屁。提示：你的等级已经提升，当前为136级，1阶半神，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你的等级已经提升，当前为137级，1阶半神，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你的等级已经提升，当前为138级，1阶半神，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你的等级已经提升，当前为145级，1阶半神，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自由属性点已自动分配，您的基础魔法攻击力提升至174650点。而随着这些半神级魔物的死亡，秦风的等级也快速窜升，达到145级。但更大的收获还是这些半神级物的尸体。秦风再次开启亡灵之书，将几头实力弱小的不死族士兵解散，然后将这些半神级魔物的尸体转化为新的不死族士兵。由一群传说级、史诗级的不死族士兵组成的缝合怪物，实力就达到9阶半神级。如今又多了10几头1阶半神以及1头2阶半神的不死族士兵，缝合怪物的实力不由得再次飙升。畸变魔物的缝合怪，伪神，等级1000，等阶神级，为血量210亿2101亿。提示：您的召唤物畸变魔物的缝合怪实力达到神级，由于未能凝聚神格，只能发挥出伪神级的战斗力。100级是玩家由凡人向半神级强者蜕变的节点，而1000级则是半神级强者蜕变为神的节点。由于缝合怪没能凝聚神格，因此只能发挥出伪神级的实力。这也正常，毕竟缝合怪是由上百普通怪物、10数头半神级怪物合体后缔造来的特殊存在，意念不统一，神魂不统一，甚至连力量之源也不统一，能够凝聚神格才怪了呢。也许等我找到一具神级怪物的尸体，并以它为核心开启不死之桩，就能让缝合怪发挥出神级战斗力吧。秦风如此想着，神情不由得振奋起来。他的实力只有1阶半神级，可如今手中却操控着一头伪神级的傀儡，而这头伪神级的傀儡未来还可能发挥出神级的战斗力。这种壮举不敢说是后无来者，但至少也是前无古人了。呵呵呵，伟大的主，无愿为您而战。缝合怪扭动着身体，竟然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咆哮，似乎已经诞生了自我意识一般。秦风见状，心中更为欣喜。他一指皇宫废墟的深处，下令道：去，找到位面传送阵，破坏它，毁灭它。副本主线任务的第2环要求秦风尽可能的剿灭天外魔物遗留下来的爪牙和眼线，并且粉碎位面传送阵，阻止天外魔物对神域世界的入侵。这是任务的要求，也是秦风的真实想法。天外魔物的实力太强大了，铺天盖地，浩浩荡荡，无穷无尽。最关键的是，这些天外魔物还拥有感染其他种族生灵的能力，只要被他们击伤，很快就会被邪恶气息同化，肉体、灵魂、意志，甚至连记忆都会被扭曲。被同化过后的生灵将会彻底成为天外魔物的一员。这也是之前秦风不愿意饶恕天外魔物爪牙的原因之一。这些家伙被天外魔物控制，根本没有回头的机会，留在身边只可能是定时炸弹。而现在，秦风要彻底毁灭位面传送阵，阻止天外魔物的降临，哪怕此处的位面传送阵只是天外魔物留下来的暗手之一，他也会毫不犹豫的去做。天外魔物留给林峰的阴影太深刻了，实力强大，数量恐怖，再加上同化其他生灵的能力，几乎让天外魔物大军成为无敌的代名词。2界融合后，天外魔物大军降临。为了守护自己赖以生存的世界，神域世界的 NPC 和蓝星玩家紧密合作，相互依靠，甚至是拿出压箱底的手段，可也只能在天外魔物大军的进攻下一点点收缩防御阵线。到秦风重生之前，已经有超过50%的土地被天外魔物大军彻底攻占。按照一些学者的计算，最多100年时间，人类就会失去最后一片净土。那是一个噩梦般的时代，也是一个令秦风不寒而栗的时代。他再也不想回到那个时代。而为了达成这一个目的，他也不惜提前和天外魔物大军对上，在对方彻底降临前打断对方的部署。吼吼吼！就在秦风沉思之际，远处的缝合怪发出一声痛苦的惨叫。秦风面色一变，连忙驾驭着黑暗龙女，朝着缝合怪所在方位赶去。只见皇宫废墟深处已经被清理出一片平整的广场，而广场的中央竖立着36根巨大的魔法柱。位面传送阵，备注：连接着某个异世界的传送阵，请远离它或彻底摧毁它。这就是位面传送阵吗？正北方的一根魔法柱已经被缝合怪摧毁，只剩半截斜斜的立着，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但摧毁这根魔法柱的缝合怪却被一只凭空出现的巨手打飞。组成缝合怪的亡灵士兵4分5裂，有的缺胳膊断腿，有的身体被拍成肉泥。而缝合怪仿佛不知痛苦一般，竟然再次站立了起来。只是少了一部分亡灵士兵，他身上的恐怖气息已经开始回落。当秦风再次打开缝合怪的属性面板时，却发现他的等级已经下降到975级，实力也由伪神滑落到9阶半神。死！好恐怖的攻击力，竟然只凭一只手就将缝合怪打成这副鬼样子。我倒想看看你是何方神圣。魔神之手投影，神级，等级1135，等阶神级，部分血量1100亿11000亿。简介：第63柱魔神菲利克斯的左手投影，由于跨位面传送阵不稳定的缘故，
因此只能投影过一只手臂的力量，但实力已不逊色于一些神级强者了。这是一只遮天巨手，静静地漂浮在天空中，就给人一股遮天蔽日的感觉，就连太阳的光线也变得昏暗下来。遮天巨手之上长满了黑色的鳞甲，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反射着飘逸的光芒。其手心中还有一只独眼，仿佛在观察这个世界一般，竟然不断地变换着方向。前一秒还在手心处，后一秒就跑到手指间，在下一秒又去到了手背上，仿佛它不是一只眼睛，而是趴在遮天巨手上的一只虫子。就在秦风感到奇妙时，这只不断活动的眼睛忽然锁定在他的身上，只是对视了一眼，秦风就感觉双眼灼痛，脑袋像是被人狠狠砸了一锤，耳边更仿佛有人在喊小锤40，大锤80，一锤又一锤，锤锤都敲在脑袋上，直让秦风昏昏欲睡，头脑发胀。吼！就在秦风要昏睡过去的时候，缝合怪再次被遮天巨手打飞出去，这一次他甚至都没能摸到魔法柱的边缘，而再次被打飞的缝合怪身上的零件更显得支离破碎了。原本高达100米的体型，此时再度缩水，已经不到30米的高度。看到这一幕，秦风不由得冷哼一声。他知道自己不是那只遮天巨手的对手，但逆反心理用上头的他，却不甘心这么灰溜溜的逃走。这不仅是副本任务的失败，更会成为他心里的阴影。如果不能摧毁这座位面传送阵，那么前世的悲剧还有可能重演。呵，看你这样子，似乎也不能离开传送阵太远啊。既然这样，那咱们就玩玩吧。缝合怪不知恐惧，不知疲倦，更不知伤痛。每一次被遮天巨手打飞，又很快的重新组合起来，然后再次冲向魔法柱。而细心的秦风还发现，遮天巨手的每一次攻击都会导致自身气息的衰败。最关键的是，遮天巨手根本无法远离传送阵，要不然被打飞出去的缝合怪根本没有重组的机会。想到这里，秦风驾驭着暗黑龙女再次回到了之前的战场上，然后一挥手，将一具魔物尸体转化为新的不死士兵，然后驱使着这些不死士兵返回位面传送阵附近待命。每当缝合怪被打飞，身体的零件被打坏，这些待命的不死士兵就会冲上去替换下那些被打坏的零件，让缝合怪时刻处于巅峰状态。数以千计的魔物尸体不断的被林峰转化为不死士兵，然后不断的组成缝合怪，再被遮天巨手摧毁。但秦风毫不在意，因为距离这里不远处的战场上有着数以千计的魔物尸体，这些尸体将源源不断的成为缝合怪的养料，并消耗着遮天巨手的能量。吼！秦风远离遮天巨手的攻击范围，只是看着缝合怪一次次的冲上前去，攻击位面传送阵的石柱，然后被遮天巨手打飞，重组，攻击，打飞。如此循环往复的攻击，不断削弱着遮天巨手的能量。魔神投影的力量固然强大，可毕竟只是一只手，又能坚持多久？就算有位面传送阵，但要想跨位面投影力量，消耗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在一次次的攻击之下，一颗颗传送阵石柱被摧毁。35、33、27、18、9，砰！随着一声巨响过后，最后一根传送阵石柱轰然倒下，而秦风的耳边也终于传来了系统提示音。提示：您成功完成了任务，副本主线任务2/3，当前任务通关评分为 SSS+，将获得如下奖励。位面传送阵由36根魔法柱组成，每缺失一根魔法柱都会导致位面传送阵的不稳定，并削弱其传送能力。在伪神级即便魔物的缝合怪的一次次攻击下，36根魔法柱先后倒塌。而随着最后一根魔法柱的摧毁，秦风的边也响起了系统提示音。提示：您成功完成了任务，副本主线任务2/3，当前任务通关评分为 SSS++，将获得如下奖励。1. 自选5阶禁咒技能书，法师，星号2。2. 世界守护者徽章，神级。3. 天地奇物，雷灵果。4. 宠物位置+1。5. 经验值+501。自选5阶禁咒技能书，这玩意秦风已经不陌生了，因为在不久之前他便获得过一次奖励。而此刻，秦风也轻车熟路地开启了自选技能栏。1. 群星光耀术。2. 永恒守护。3. 雷动天罚。4. 海神之怒。5. 冰封零度。6. 末日忏悔。7. 火咒焚天。5阶禁咒魔法的数量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几百个还是有的。其范围也涵盖了攻击、防御、控制、治疗、辅助等各种类别的魔法，其中更有预言、诅咒、因果、复活等特殊类的魔法。心中早有计划的秦风直接做出了最适合自己的选择。系统为我筛选出单体攻击强大，最好是能够越阶击杀敌人的技能。他的战斗力虽然非常恐怖，甚至能够以1阶半神的实力击杀2阶、3阶甚至更强的半神级对手。此外，他还能控制一头拥有伪神级战斗力的缝合怪。如此实力不敢说是后无来者，但至少也算是前无古人了。可与之相对应的是秦风的对手实力也越来越强大，比如之前未开启灯神之路时就已经遇到半神级的对手，如今还只是一个1阶半神，更是遇上了神灵投影。由此可见，越阶战斗将成为秦风绕不过去的坎，也因此寻求一个强大的技能将是他不得不做的选择。提示：实力与代价是成正比的，单体威力强大，能够越阶击杀敌人的技能同样也会有着难以承受的代价，请玩家慎重选择。系统提示音落下，数以百计的5阶禁咒魔法列表就只剩下寥寥3个。1. 风陨雷劫，召唤天地间的风雷之力攻击敌人，能够造成恐怖的伤害，但代价是玩家将陷入24小时的虚弱状态，在此期间全属性下降50%，
且所有技能都将进入冷却时间，直到状态恢复为止。2. 天火焚城，召唤虚空之火，从天而降，攻击目标区域内的所有敌人。优点是覆盖范围大，攻击强度高，可代价是每使用一次，玩家都将失去 10% 的最大魔力值。两个技能，前者是单体攻击，后者是范围伤害，效果都很不错。但秦风一点也不满意，因为这两个技能的缺陷和他们的优点一样明显。首先是风陨雷劫，这个技能的施法时间太长，动静太大，还没等你攻击落在人身上，人家就已经逃之夭夭了。天火焚城的动静也很大，但更大的缺陷还是它是一个范围性攻击，伤害太分散了，也容易让敌人逃跑。秦风按耐住心中的不满之情，最终将目光看向仅剩的一个技能灭神之光。死，这个技能似乎刚好合适啊！灭神之光5阶禁咒魔法，等级1，效果可将自身的经验值以1比1的比例转化为伤害，并最终攻击敌人，消耗的经验值越多，技能造成的伤害也就越高，但经验值的消耗会导致玩家的等级下降。冷却时间24小时，消耗 30% 的最大魔力值，熟练度0-100。看着这个技能的描述，秦风不由得眼前一亮。以消耗经验值为代价的攻击，经验值烧得越多，造成的伤害也就越高。这个代价虽然巨大，但也不是不能接受啊。如果敌人的实力很强，那舍掉这一身等级又有什么关系呢？小命和经验值哪个更重要？想必不用多说了吧。这一切说来虽长，但却只是刹那之间的事情罢了。就在秦风研究任务奖励以及技能选择的时候，却没注意战场上发生的巨变。缝合怪将最后一根传送阵魔法柱摧毁，让秦风顺利完成了任务，但也将困在传送阵中的魔神之手投影释放了出来。只见愤怒的魔神之手投影一掌就将缝合怪拍出数百米，缝合怪当场散架，身上的零件也掉了一地。如果只是这样，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这样的事情已经上演了近100次之多。反正缝合怪不知恐惧，不知伤痛，不知疲劳，附近又有大量准备随时替补的不死族士兵，只要给他时间，很快就能恢复到巅峰状态。但这一次已经脱困的魔神之手投影并不打算给缝合怪更换零件的机会。就在缝合怪刚刚摔到地上，准备挣扎着爬起来之时，魔神之手紧随而至，遮天蔽日一般的大手狠狠拍下，当场便将缝合怪拍成了肉泥，完全不给他更换零件、卷土重来的时间。而拍死缝合怪的魔神之手也将眼睛瞄向了秦风，魔神之手的掌心正对秦风充满怒的眼神也牢牢将他锁定。只是刹那之间，秦风就好像被1万柄锤子砸在脑袋上一般，整个人只觉轰的一声，差点没从黑暗龙女的身上摔回地面。不好，保护主人！邪恶应被净化！杀杀杀！黑暗龙女立刻撑起一个巨大的光罩，将秦风牢牢护在里面。圣光天使则是冲向魔神之手，身上萦绕无穷圣辉，显然已经起了拼命的心思。最后的死亡之物升腾而起，化作一道巨大的黑色盾牌，挡在黑暗龙女与魔神之手的中间，并不断发出信号，让黑暗龙女带主人先走。魔神之手见状，独眼之中散发出一抹不屑的意味，然后便以泰山压顶之势朝着秦风所在拍来。圣光天使首先和魔神之手撞在一起，只听砰的一声，这位100级的神级宠物便如一个被戳破的泡沫一般，当场消散，无影无踪。然后是化作黑色盾牌的死亡之物，在与魔神之手接触的刹那被拍散，化成一缕缕黑烟消散。最后的黑暗龙女虽然拼命地朝远方飞去，但也很快被魔神之手追上，轻轻一拍，巨大光罩破碎，黑暗龙女也当场死亡。3大神级宠物竟然在接触的刹那间就被这只魔神之手给拍死了，可见魔神之手的实力有多么恐怖了。负523亿。而身处黑暗龙女背上的秦风也被魔神之手一掌拍飞，一个巨大的数字从他头上漂浮而起，意味着他失去了523亿的生命值。如果不是秦风拥有200亿的最大生命值，进入副本之后又获得10倍属性的增幅，使得生命值达到2000多亿，那他可能就要在这一击之下葬送自己的处女挂了。靠，这家伙好强的实力啊！从眩晕中恢复过来的秦风面色一阵难看。之前他对自己的实力非常自信，哪怕是知道魔神之手投影拥有神级战斗力，也敢于操控缝合怪，当着魔神之手投影的面彻底毁掉位面传送阵的魔法柱。但让秦风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只是被人瞪了一眼，就直接陷入了眩晕状态。自己的几大神宠更是在这片刻的时间内被敌人一一拍死。虽然宠物死亡也能在宠物空间中复活，但这特么的丢脸啊！该死，就算你是魔神，我也要让你碎尸万段！秦风从地上一跃而起，愤怒的脸都快变形了。魔神之手投影是吧？神级战斗力是吧？1100亿的生命值是吧？灭神之光，去！秦风将牙根都咬出了血，最终上千亿的经验值砸入灭神之光。只见他的额头上凭空出现一个拇指大小的树眼，树眼中射出一道漆黑的光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接打在了魔神之手的掌心。噗！一道拇指粗细的光柱打在了一只遮天巨手之上，但出人意料的是，这只遮天巨手竟然发出一道泡沫被刺破的声音，然后便炸成了漫天黑烟。整个副本空间中也响起了一道愤怒且不甘的声音。提示：您消耗1100亿经验值，等级下降35级，当前为110级，一阶半神。提示：您成功击杀1135级的魔神之手投影，由于您拥有10倍经验值 buff， 获得2350亿经验值。提示：您的等级提升55级，当前为165级，一阶半神。提示：自由属性点已自动分配，您的基础魔法攻击力提升至357390点，玩家每提升1级，
身上就会闪现一次金光，而玩家每死亡一次或等级下降一级，身上也会闪现一次白光。按照常理来说，升级金光和掉级白光是不会同时出现的，但秦风偏偏不是一个能够按照常理去理解的人。只见他的身上连续闪现35次掉级白光，然后又是一年55次升级金光，如同放礼花一般，璀璨夺目，惊艳世人之眼。可惜的是，这里并没有人能够和秦风分享如此美景。提示：天外魔族第63柱魔神菲利克斯对您的好感度负100%。提示：天外魔族全体魔神对您的好感度负20%。就在秦风升级的时候，系统也给出了提醒。首先是魔神之手投影的主人天外魔族第63柱魔神菲利克斯对他的好感度下降100%，然后是整个天外魔族的神灵们对他的好感度集体下降20%，让一整个族群的神灵敌视。秦风这一波玩的也真是够大的了。不过他对此并不在意，反正天外魔族在他的眼中早就是不死不休的敌人了。难道什么都不干，坐等天外魔物入侵，对方就会放过自己吗？不可能的。他要做的就是放下幻想，准备斗争，直到彻底赶走天外魔物。而这一次，秦风虽然消耗1100亿经验值才最终消灭魔神之手投影，但他却一点也不亏，因为在10倍经验值的副本 buff 加成下，他又获得了2350亿的经验值，一进一出之下，还净赚了1350亿的经验值。这也是秦风连降35级的同时，又连升55级的原因所在。当然，这种冒险明显是不可持续的。他之所以能获得这么多经验值，主要还是因为副本 buff 的加成。如果在外界，那类似的冒险多半是亏本的买卖。希望副本任务完成后，我还能继续保留经验值 buff 吧。就算不是10倍经验值 buff， 那留个3倍、5倍也是不错的呀。秦风叹息之际，也没忘了拼死保护自己的宠物们。黑暗龙女100级神宠已死亡，正在复活中；死亡之物100级神宠已死亡，正在复活中；圣光天使100级神宠已死亡，正在复活中。24小时吗？倒也不是太久。秦风关闭属性面板，然后走到魔神之手死亡的地方，捡起了对方留下的一件物品——混沌游龙梭，等级1000，品级神器，使用要求1级即可，无特殊条件。功能1：空间传送。混沌游龙梭会自动记录空间坐标，开启后可在已记录的坐标点之间进行传送，且每次开启需消耗1至1000万金币，具体数值视传送距离而定。2：位面穿梭。混沌游龙梭会自动记录位面坐标，开启后可在已记录的坐标点之间进行传送，且每次开启需消耗1至1000枚神力结晶，具体数值视目标地的位面意识强弱而定，若目标地的位面意识太强，将导致传送失败。3：混沌遨游。混沌游龙梭可在混沌太虚中遨游，并自动记录航行路线，每日需消耗1枚混沌结晶，若遇到空间风暴，将使空间风暴强弱，消耗更多混沌结晶。这是一艘小船模样的装备，名为混沌游龙梭。明面上的功能有3个，分别是空间传送、位面穿梭、混沌遨游，但暗地里还有一个不起眼的隐藏功能，那就是记录空间坐标、位面坐标、混沌太虚的航行路线。有了这些坐标和航行路线之后，混沌游龙梭就能开启传送或航行了。空间传送是在本位面内传送，效果和传送阵一样，但最远传送距离能够达到1000万里，远不是传送阵能够比拟的。当然，如此远距离的传送代价也是非常巨大的。最直观的来说，就是混沌游龙梭的空间传送，每公里就需要消耗1金币，1000万公里就是1000万金币。幸好秦风是个不差钱的主，要不然非得被自己玩破产不可。位面传送就是在不同的世界之间传送，只要记录了对面的位面坐标，然后就能消耗神力结晶进行传送了。但位面传送有可能被对面的位面意识打断，如果对面的位面意识抗拒你的传送，那传送也不是100%能够成功的。另外，神力结晶这种东西价值也是相当昂贵的，一名神级强者花费1年的时间也只能凝聚1枚神力结晶，其价值之高已然达到上亿金币，而且是有价无市。毕竟神灵高高在上，哪有功夫为一群凡人凝聚神力结晶？就算有这功夫，那凡人又拿得出什么样的宝物去交换神力结晶呢？再说了，就算凡人真拿得出这种宝物，那直接明抢不好吗？干嘛还要辛辛苦苦的去凝聚神力结晶？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神灵贸然进入异位面，有可能遭致异位面神灵的联手打击。如果实力不足，很可能直接陨落在异位面。比如第63柱魔神菲利克斯之所以选择投影部分实力过来，而不是真身传送，也是担心遭到神域世界的诸神围攻。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偷鸡不得18米了。当然，他也没预料到会遇到秦风这样的变态，竟然能够以1阶半神的实力秒杀神级实力的魔神之手投影，最终让秦风捡到了大便宜。但不管怎么说，从这其中的考量也能看出，位面穿梭这个功能只有真正的神级强者才能玩得转。短期内，秦风是不打算出界的，谁知道会不会被魔神当场逮住，然后大卸8块。混沌游龙说的最后一个功能混沌遨游，可以让使用者拥有遨游混沌虚空的能力，而这所谓的混沌虚空就是世界之外的地方。每一个世界都像是海洋中随波逐流的漂流瓶，有的瓶子大，有的瓶子小，但大多数瓶子之间的距离都比较远，彼此并不相近，而瓶子所在的海洋就是所谓的混沌虚空。混沌虚空之中有各种各样的危险，最常见的就是混沌风暴，哪怕是神级强者也扛不住混沌风暴的肆虐。据说只有达到神王级的境界才能凭借一己之力扛住混沌风暴，遨游混沌虚空，但神王级强者在混沌虚空中
也不是无敌的存在。别的不说，光是混沌虚空中的原住民混沌巨兽就有很多实力达到或超过神王级，甚至于还有能够一口吞掉一个世界的混沌元神，实力非常恐怖。遇到这种生物，就算是神王也得流泪。而混沌游龙梭就是一件能够让神王级以下的人遨游混沌的装备。混沌虚空虽然危险，但也存在各种各样的宝物，哪怕随便捡到一块混沌矿石，也是打造神器的顶尖材料。运气好，甚至能够获得上古大神遗留下来的传承。想到这里，秦风不由得美滋滋的将混沌游龙梭收入包裹。这件装备的出现对他来说实在太重要了。他很清楚，神域世界虽然有很多资源，也能大幅度强化自己的实力，但这些资源是有限的，就算完全砸在自己身上，也不足以让自己拥有匹敌天外魔物的实力。要知道，天外魔族拥有12魔王，每一个都是神王级的强者，还拥有36门魔神，也都拥有主神级的实力。而秦风这一次见到的第63柱魔神菲利克斯，只不过是天外魔族72柱魔神中实力较弱的一位。虽然拥有巅峰神灵的实力，但在同级别当中，比他实力更强的就有62位之多，就更别提那些主神级、神王级的恐怖强者了。而偌大的神域世界，也只有一个神王级强者，要想靠这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的资源对抗天外魔族，简直是痴人说梦。但有了混沌游龙梭之后，秦风就可以进入混沌虚空中寻找机缘，从而壮大自身，获得对抗天外魔族的实力。别的不说，就算秦风实在无法对抗天外魔族，他还可以拍拍屁股一走了之。他只要随便找一个地方，就能彻底躲开天外魔族追杀。宇宙虚空那么大，天外魔族的手可没那么长。宇宙之中，实力比天外魔族更强的数量可不是一家两家。想清楚这一切之后，秦风一直以来紧绷着的心也终于放回了腹中，然后美滋滋的清点起其他战利品来。秦风完成副本任务，一共获得2本自选5阶禁咒技能书。第一本他选了灭神之光，一举干掉了拥有神级实力的魔神之手投影。第二本他决定选一个非战斗类的禁咒魔法。系统帮我筛选出预言类、因果类、占卜类、观星类的技能。自打众生以来，秦风凭借先知先觉的能力，为自己谋取了无数的好处，并建立了极大的优势。比如此刻，玩家的平均等级不过60余级，可他却已经达到165级，比普通玩家高出整整100级。但随着剧情的推进，秦风发现很多事情都不在自己的掌控中了。比如这个副本空间早就和记忆中的信息差了10万8千里了，在记忆中可没有什么魔神投影。他知道这是因为自己的实力变强了，所以触发了一些隐藏的剧情。前世光明教廷、黑暗议会、永恒帝国争夺这个副本的控制权，但出手的众人之中，实力最强也不过是一名5阶半神级。以他的实力，别说摧毁位面传送阵了，连杀死那10几个半神级魔物爪牙，进入废墟深处都困难。因此前世并没有人发现这座位面传送阵，魔神之手投影自然也没有降临了。但这一次，秦风却凭借一己之力团灭了10几个半神级魔物爪牙，还搞出了伪神级的缝合怪，摧毁了位面传送阵，并击出了魔神之手投影。由此便能看出，随着他实力的提升，将会触发更多不在记忆之中的剧情。秦风必须寻找到一个能够让自己保持先知先觉优势的能力，而拥有预言、占卜、观星功能的技能，恰好能够弥补这一缺失。提示：技能筛选完毕，详情请自行查看。1. 预言水镜。2. 未来之势。满足条件的技能只有2个，一个是预言水镜，可以看到一些未来的画面，但具体效果是玩家对因果系法则的领悟程度而定。另一个技能名叫未来之势，虽然受到种种限制，但技能效果也颇为强大。未来之势5阶禁咒魔法，等级1。效果1： 3秒真之眼，开启真知之眼，玩家可查看3秒之内的一切事物变化，从而做出最有利于自身的抉择。此效果冷却时间为1天，且消耗玩家50%的魔力值。2. 6日因果瞳，开启因果之瞳，玩家能够以上帝视角看到6日内将会发生的事情，宛如亲身经历一般，从而避过对自己有危险的事情。此效果冷却时间为1个月，且会消耗玩家100%的魔力值。3. 9载洞观视，开启洞观之视，玩家可以看到9年内任何一个时间段内发生的事情，具体时间可由玩家选择，冷却时间1年，且会消耗玩家100%的魔力值以及20%的魔力值上限。冷却时间1天、1月、1年，消耗50%最大魔力值、100%分号最大魔力值、100%分号最大魔力值及20%魔力值上限。熟练度0-100。秦风希望获得一个预言系的5阶禁咒魔法，但当他真正看到未来之势的属性时，依旧有股被幸运女神亲吻的错觉。这个技能实在太强大了。3秒真之眼虽然有1天的冷却时间，且会消耗50%的魔力值，但用在关键时刻也是能够改变战局的。比如与势均力敌的对手战斗，两人相持不下时，就可以开启这个能力，从而得知对手接下来3秒的动作。如此一来，无论是反败为胜，亦或者是逆转局势，都将不成问题。6日因果瞳的限制也非常大，首先是1个月的冷却时间，其次是消耗全部魔力值，但在关键时候使用，同样能够发挥极大的作用。比如这次进入副本之前，如果秦风已经有了6日因果瞳，就能提前知道副本中会发生的事情，从而做出更周全的准备。想必那时他也不用像现在这样被动了。9载洞观视的效果最为强大，但限制也是最大的。1年的冷却时间，100%的魔力值消耗，这些都还在秦风能够接受的范围内，但20%的魔力值上限就让他感到头疼了。毕竟魔力值消耗了，给他时间还是能够恢复的，但消耗魔力值上限，那就会永远失去这部分魔力值啊。
比如秦风拥有100万的魔力值，如果开启9载洞关式的效果，就会永久性失去20万的魔力值，哪怕魔力值恢复到满值，也只剩下80万了。这个代价委实不小。不过能够知道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哪怕再大的代价也是值得的。作为一个重生者，秦风很清楚先知先觉能够带来什么，特别是与自己生命密切相关的事情，他是一定要知道的。接下来，秦风将目光看向副本任务完成后的第2件奖励——世界守护者勋章神级。世界守护者勋章等级165级，等阶神级。装备属性加成：1. 幸运值加1650 2. 四维属性加1650 3. 技能伤害正 1650 4. 额外经验值正 1650 5. 世界声望和 NPC 亲密度正 1650。 装备特效：1. 玩家在神域世界每天可获得1次无损复活的机会，此次复活不会掉落装备，不会损失经验值，等级不会下降。2. 世界守护者商城将对玩家开放，玩家可花费金币、世界声望、世界贡献度购买所需商品，且能减免 16.5%。3. 世界守护者勋章所附加的属性将会随着玩家的等级提升而提升，每提升1级获得10点幸运值、10点四维基础属性、10%技能伤害、10%额外经验值以及10%的世界声望和 NPC 亲密度。注：佩戴此勋章时，玩家击杀天外魔物可获得世界贡献度，世界贡献度可用于守护者商城的商品购买。看着这件特殊装备，秦风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世界守护者勋章名字怎么这么嚣张？但当他看清装备属性时，所有的吐槽全都烟消云散。1650点的幸运值和4维基础属性并不被秦风看在眼中，但1650的技能伤害、额外经验值就让他感到惊艳了。之前只是获得10倍属性加成以及10倍经验值加成的副本 buff， 秦风就能够在一众半神级魔物爪牙中大杀四方，之后更是敢算计拥有神级战斗力的魔神之手投影。可现在1650的技能伤害和额外经验值就相当于 16.5 倍的 buff 加成，这比2大副本 buff 强出至少1倍的效果。还有世界声望和 NPC 亲密度同样是很重要的属性，前者能够用来兑换爵位，后者能够让他更好的和 NPC 打交道。对每个玩家来说，这些属性都是多多益善的。但世界守护者勋章最重要的属性还是它的装备特效。首先，秦风只要在神域世界中每天就能够获得1次无损复活的机会。要知道，玩家死亡会掉落装备、损失经验值，甚至是等级下降的。但有了这次无损复活机会，那之前所有担心都是多余的。系统这是向我开辟了一些关于世界隐秘的东西吗？看来世界意志也察觉到天外魔物的存在啊。所以我杀死天外魔物爪牙，并摧毁天外魔族的位面传送阵，所以就获得世界意志的青睐，从而奖励了世界守护者勋章。秦风喃喃自语，猜测着世界意志也就是游戏系统的小心思。不过当他看到第2个装备特效时，又将这些猜测通通推翻了。世界守护者商城，这特么到底是什么玩意？秦风念头一动，一个巨大的商城列表就展露在眼前。可购买物品列表：1. 武器 2. 装备 3. 道具 4. 宠物 5. 药剂 6. 技能书 7. 特殊物品。随便点开一个列表，上面都是些超豪华的物品，比如装备栏中显示的就全都是神器级别的物品：龙神诀、守护战士、天霜寒气、血之挽歌、子午七星剑，每一件都是大名鼎鼎的神器，曾经也都有一段辉煌的历史。药剂列表中还有各种各样的神级药剂，比如在10分钟内免疫所有伤害的无敌药剂，比如让使用者在死亡后原地复活的复活药剂，比如让使用者连升10级，最高达到100级的进化药剂，还有加速法则领悟、提高元素亲和度以及各种抗性的特殊药剂。在外面万金难求，在这里却随处可见。还有秦风进入副本空间的目标竞技之力晶核，在守护者商城中数量更是达到上百枚。对了，不知这里有没有低阶神格？想到这里，秦风就在守护者商城中搜索起来。至于他为什么寻找低阶神格，自然是因为天赋能力的升级了。无尽金币 SSS 加，阶段2/10。效果1，拥有无限金币。效果2，每消耗1枚金币将会增加1点基础生命值。效果3，每赚取1万金币将会增加1点基础防御力。进阶条件1，等级达到 LV100。进阶条件2，消耗10枚低阶神格。下一阶段效果，额外增加1条天赋效果。特殊提示：赚取金币必须要以正常手段盈利获取，否则无法触发天赋加成效果。秦风重生后的最大依仗就是这个无限金币天赋能力。拥有无限金币不说，还能在消费或赚取金币的时候获得额外的生命值和防御力。而要想让天赋能力进阶，获得额外的天赋效果，首先他需要达到2个条件：一是等级达到100级，2是消耗10枚低阶神格。前者秦风早已达到，甚至还远远超出达到165级的程度。之所以一直没能进阶，是因为第2个条件太难了。低阶神格是神灵陨落后留下来的物品，凝聚了神灵一身的神力，也是神位传承的必备物品。正常来说，一名半神级强者达到1000级的时候，只需要融入1枚低阶神格，就能顺利突破半神级壁垒，成为真正的神灵。由此可见，这玩意儿到底有多么罕见了。不仅是数量稀少，更源于它的价值之巨大。几乎每1枚低阶神格出现，就会立刻引来各方强者的抢夺。神域世界中，半神级强者还是很多的，至少那些顶级势力中就有不少巅峰半神，比如光明教廷的教皇、黑暗议会的议长、永恒帝国的守护者等，都是1000级的巅峰半神。之所以迟迟没能突破神级壁垒，
就是因为缺少一枚神格，一枚都如此稀少，就更别提10枚低阶神格了。也因此，秦风的等级明明达到100级，却迟迟没能完成第二个条件，导致天赋能力不能进化。但现在守护者商城的出现，让他看到了这个希望。提示：搜索完毕，发现低阶神格限于13枚，低阶神格乘13，价格10亿金币。看到这一幕，秦风连忙购买，仿佛担心卖了就买不到一般。提示：你花费83.5亿金币，成功购买10枚低阶神格。提示：你获得83.5亿生命值，当前为2183亿。秦风的世界守护者勋章能够在他购买商品时减免 16.5% 的金币，于是乎100亿金币的商品，他便只花费了83.5亿金币。而触发了天赋能力之后，又立刻获得83.5亿生命值。提示：您的天赋已完成进阶，请打开天赋面板查看进阶效果。无尽金币 SSS 加，阶段3%。效果1：拥有无限金币。效果2：每消耗1枚金币将会增加1点基础生命值。效果3：每赚取1万金币将会增加1点基础防御力。效果4：每消耗10万金币将会增加1点力量、体质、敏捷、精神。效果5：未开启。当秦风看到天赋能力的新效果时，立刻惊喜的眼睛都不眨了，因为这个新效果赫然是消费金币获得力量、体质、敏捷、精神等基础属性。要知道，他可是选择了以力正道的成熟途径，必须要提高基础属性，至少将某一项属性提高到10万点的地步，才能顺利成就神灵尊位，要不然就会被永远的限制在半神级层次。之前秦风虽然已经有了一些计划，能够勉强提高基础属性，但有了这个天赋的新效果之后，一切都不成问题了。提升属性花钱就好了，能够氪金的事情干嘛浪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虽然10万金币才能提高1点基础属性，但他的金币是无限制的呀。10万金币1点，那我就花费10亿金币，不就可以提高1万点了吗？花钱嘛，小事。缺的是这点金币吗？不，我缺的是花金币的机会啊。秦风心中无比欣喜的时候，也没有忘了查看一下无限金币的下次进阶路线。毕竟这个天赋能力是他实力提升的保障。进阶条件1：等级达到 LV1000。进阶条件2：消耗10枚中阶神格。进阶条件3：消耗100枚低阶神格。下一阶段效果：额外增加一条天赋效果。特殊提示：赚取金币必须要以正常手段盈利获取，否则无法触发天赋加成效果。呼，还真是黑呀！下次进阶竟然得等到我1000级的时候，而且还需要10枚更加珍贵的中阶神格以及100枚低阶神格。就算掏空神域世界，恐怕也没法凑出这么多神格吧。神灵由低到高分为神、主神、神王、神皇、神帝5个大境界，每个境界又细分为上位、中位、下位3个小层次，比如上位神、中位神、下位神、上位出生等。低阶神格对应神级强者，能够让巅峰半神顺利晋升为下位神，而中阶神格则对应着主神，数量更稀少，价值也更高。如果巅峰半神在突破神级的时候使用的是中阶神格，那么他能够轻松度过下位神、中位神、上位神3个阶段，并顺利的晋升为下位主神。努力还有达到上位主神，甚至突破主神级，成为神王强者的可能。但使用低阶神格突破，那么上限就是上位神的层次。从这一点也能看出低阶神格和中阶神格之间的差距了。而无限金币的进阶条件中，竟然要求10枚中阶神格，这尼玛，整个神域世界恐怕也找不出10枚中阶神格吧。果然，当秦风打开守护者商城搜索时，只找到1枚中阶神格。提示：你消耗100亿金币，成功购买1枚中阶神格，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你获得100亿生命值，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你获得2.5万力量属性、2.5万体质属性、2.5万敏捷属性、2.5万精神属性，详情请自行查看。只是刹那之间，秦风的4维基础属性就集体提升了2.5万。照这样发展下去，我不用花费多大的功夫，就能将4维属性提升到10万的水平啊！一项4维属性达到10万，就能让巅峰半神凝聚神格，从而顺利晋升为神灵。那么4项属性集体达到10万，岂不是凝聚4个神格？不对，神灵最多只有1颗神格。我曾经听人提起过，以力正道的神级强者，神格品质由低到高分为5个层次，分别是单色神格、双色神格、3色神格、4色神格以及最高级的彩虹神格。当初不知所以然，如今看来，应该是单属性突破10万，或者双属性突破10万，又或者3属性突破10万，再或者4属性全部突破10万，最终才造就了多色神格的分类。可要是这样，彩虹神格又是什么情况？不过，我既然可以通过氪金提升属性，为什么只追求10万属性晋升为神呢？按照这种趋势，我完全可以等到100万属性之后，再凝聚神格，成就神灵尊位啊！说不定，所谓的彩虹神格，就是100万属性突破所凝聚的神格。一时之间，秦风只觉眼前豁然开朗，之前所有疑惑也烟消云散。唯一让他头疼的就是无限金币的下一次进阶条件了，因为除了10枚中阶神格之外，还要求100枚低阶神格。整个神域世界恐怕都没有100名神级强者，就更别提神级强者才能凝聚的神格了。不过，要想完成这2个条件，倒也不是没有机会。我完全可以通过混沌游龙梭离开神域世界，到混沌虚空或者其他位面寻找神格。可要想遨游虚空，我至少得达到1000级，并晋升为神，才有足够的把握在混沌虚空中生存。想到这里，秦风激动的心也才渐渐平静下来。天赋能力的再次进，距离他还非常遥远。既然这样，何必为了未来的事情感到头疼呢？
于是乎，秦风放弃了所有让他感到头疼的事情，并将目光看向了副本任务的第3项奖励——天地奇物雷灵果。天地奇物雷灵果，等阶神级，效果服用后可让半神级强者领悟 1% 至 10% 的雷系法则之力，具体效果是服用者的精神属性以及雷系元素的亲和力而定。介绍：诞生于无尽雷海的中心，由天地间最纯粹的雷系能量凝聚而成，拥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秦风看着手中这枚拳头大小、通体银白色，上面还有雷霆萦绕的果子，不由得陷入沉思之中。这是为了加强我的实力，更好的对抗天外魔物吗？这种宝物竟然出现在一个副本任务的奖励中，有些不同寻常啊！如此想着，秦风还打开了守护者商城，在上面搜索起来。而守护者商城也不负所望，出现了雷灵果的选项，但价格竟然达到5亿金币之高。要知道，一枚低阶神格的价格也才10亿金币啊！雷灵果卖这么贵，不怕烂在手里吗？毕竟一枚雷灵果只能增加 1% 至 10% 的雷系法则领悟度，哪怕按照10%计算，也需要10枚雷灵果才能让使用者将雷系法则领悟度提升到 100% 的程度。从这一点来说，10枚雷灵果的价值才能与一枚低阶神格相媲美。不过仔细一想，秦风也就释然了。低阶神格虽然能帮助使用者晋升为神，但也是有很多限制的。其中之一就是需要使用者放弃原有的力量体系，选择融合神格所附带的力量体系。合适不合适先不说，单纯是效果就比不上雷霆之力。其次，融合低阶神格晋升为神，上限不高于上位神，几乎没有突破主神的可能。但雷霆法则达到 100%， 并以此凝聚神格的强者，战斗力远强于神格融入者不说，最关键的原因还在于法则之神没有实力上限。只要你天赋够高，修炼足够努力，突破主神轻而易举，达到神王也不是幻想。也因此造就一枚雷灵果的高昂价格。秦风又在守护者商城中搜索天地奇物的信息，然后眼中就出现了一堆神级灵果。天地奇物风灵果星号1，天地奇物火灵果星号3，天地奇物水灵果星号2，天地奇物土灵果星号5。天地灵果的数量包含了风、雷、水、火、光、暗、土、木等诸多属性，效果也相差不大，都是能帮助使用者增加 1% 至 10% 的法则领悟度。不过价格和数量上有所差别，其中雷灵果的价值最高达到5亿金币，数量也只有1枚。因为雷霆的攻击最强大、最狂暴、最具毁灭性，是对亡灵系、黑暗系、恶魔系的生物还有额外的伤害加成，所以也造就了雷灵果昂贵的价格。至于水、火、土、木等相对普通的灵果，价值就要低得多了，大多2-3亿金币一枚，而且数量较为丰富。水灵果有2枚，火灵果有3枚，土灵果更是达到5枚。秦风也不犹豫，直接开启了扫货模式。提示：你花费5亿金币成功购买1枚雷灵果，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你花费9亿金币成功购买3枚火灵果，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你花费6亿金币成功购买2枚水灵果，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你获得40亿最大生命值，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你获得1万力量属性、1万体质属性、1万敏捷属性、1万精神属性。秦风的基础属性本就不低，加上之前100亿大氪金的 2.5 万属性增幅，以及现在的1万属性增幅，那他的裸装属性就都超过了5万。至于最高的精神属性，裸装效果下甚至达到了 9.8 万，距离凝聚神格的要求竟然只差了2000点。嚯，果然还是氪金爽啊！副本任务的第4项奖励同样让秦风眼前一亮。4. 宠物位置加1。哟呵，又是一个宠物位置，那就让我来看看守护者商城中有些什么宠物吧。已经拥有黑暗龙女、圣光天使、死亡之物等3大神宠的秦风，依旧对新宠物有着莫名的期待。而他这一搜索，顿时让自己挑花了眼。神兽青龙，神兽白虎，神兽朱雀，神兽玄武，神兽五色凤凰，神兽斜眼暴君，神兽8翼天龙王。好多的神宠啊！可是我该选哪一个呢？上百只神级宠物出现在秦风的眼前，让他看得眼花缭乱，头晕脑胀。这里的每一只宠物都非常强大，比如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虽然被划入神级宠物的行列，但却有着更强的圣兽之称。据说4大神兽守护神域的东南西北4个方向，而且4大圣兽各有擅长。青龙掌控木之法则和生命法则，拥有强大的恢复能力，号称东方青龙帝君。白虎掌控金之法则和杀戮法则，拥有恐怖的战斗能力，号称西方白虎帝君。玄武掌控水之法则和大地法则，拥有厚实的防御能力，号称北方玄武帝君。朱雀掌控火之法则和毁灭法则，拥有毁天灭地的攻击能力，号称南方朱雀帝君。4大帝君各自守护一方，是神域世界最强的防御壁垒。他们也从来不参与神域世界的权力斗争，因此显得更加神圣和耀眼。这里的神级宠物当然不是4大圣兽本尊了，秦风猜测应该是4大神兽的子嗣。而让他感到非常期待的，还是传闻中4大圣兽拥有一个合体技能。4大神兽单独拉出一个，战斗力都无比恐怖。如果4个合体在一起，那岂不是连天都要捅破了？之前上百头不死族战士合体，就造就出一尊伪神级的缝合怪，甚至在秦风的操纵下，硬生生打破魔神之手守护的传送镇魔法柱。也因此，秦风对这种拥有合体能力的神宠非常感兴趣。如果能够将4大神兽的特点融合为一体，那么同时具备强大恢复能力、恐怖攻击能力、坚韧防御能力以及毁天灭地法术覆盖能力的存在，
必然拥有同阶无敌的战斗力。这样的强大存在，甚至还拥有越界而战，击杀更强者的可能。比如4头神级圣兽合体就能击杀主神级敌人，而4头主神级圣兽是不是就能击杀神王级的对手了？对于这一点，秦风感到非常期待，也非常向往。可惜我只有一个宠物位啊！唉，算了，等以后再想办法吧。先选一个潜力值足够高的宠物，好好培养一下。就算比不上4大圣兽的合体技能，但至少也能做到同阶无敌了。至于4大圣兽，等以后拥有足够的宠物位再来购买吧。想到这里，秦风终于将不舍的目光收回来，然后投向另一只让他耳熟能详的宠物——生命神树。提示：玩家花费100亿金币成功购买神级宠物生命神树，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玩家获得100亿生命值，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你获得2.5万力量属性、2.5万体质属性、2.5万敏捷属性、2.5万精神属性，详情请自行查看。生命神树神宠，等级1，等阶神级，生命值15000015000，魔力值45000，防御力5500，技能高级生长树、群体缠绕树、群体恢复树、生命赐福、树界守护、生命结界、万叶飞花。宠物对玩家加成效果： 1. 生命系技能冷却时间负 50%。 2. 生命系技能消耗魔力值负 50%。 3. 受到生命系魔法攻击后造成伤害负 50%。 4. 玩家可获得额外 50% 的最大生命值恢复速度。 5. 玩家受到的所有伤害可分摊到生命神树的身上，直到生命神树死亡。介绍：生命神树，大自然的神奇造物。生命神树，以生命力见长的神级宠物。秦风选择这个神级宠物，其实不是为了自己，他拥有数百亿的生命值，区生命神树的加成对他来说并没有太多作用。毕竟，对于一个每秒就能恢复几个亿生命值的人来说，其他一切治疗能力都有如萤火与皓月争辉。秦风之所以选择生命神树，其实是为对抗天外魔物大军做准备。天外魔物大军的数量非常之多，而且人人都是精锐的战士，实力远在神域世界和玩家之上。最重要的是，天外魔物还能将普通生灵感染、同化、扭曲为魔族生物，从而壮大他们的队伍。而这个时候，生命神树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首先，生命神树拥有非常强大的恢复效果，能够在战场上为友军恢复生命值。只要生命神树出现在战场上，那么所有己方军队都能获得一个生命值恢复的 buff， 如此能大大强化士兵战斗的续航能力。其次，生命神树还能治疗友方士兵的伤势，并驱散邪恶能量对士兵的感染，从而降低非战斗减员。这样既保证了友方士兵的生存，又减少了敌人的增多，简直一举两得。所以，秦风才会选择生命神树这样一个看似没有用的宠物。这一切都是他高瞻远瞩，为未来做准备啊！在秦风众生前，生命神树就是抗击天外魔物大军的主力。达到主神级的生命神树，能够以一己之力为100万大军提供生命恢复光环。只要生命神树还屹立不倒，士兵们就会勇往直前，战意盎然。因为他们知道，无论自己受到什么样的伤害，被生命神树都能将自己恢复如初。除非是比生命神树更强的主神或者神王出手，否则没有谁能够摧毁自己的生命。如果真遇到主神级乃至神王级的强者，士兵们也会毫不犹豫地赴死。能够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一名主神级乃至神王级强者的出手，那可真是赚大了。这就是秦风众生前神域世界生灵的真实想法。每一个人都在为了守护世界而努力，哪怕是死，他们也甘之如饴。若非有这样的经历，秦风才懒得管天外魔物呢。他已经有了混沌游龙缩，完全可以往混沌虚空中一钻，或者找个中立位面躲个180年。什么天外魔物，都见鬼去吧！但亲眼目睹了那些人为了守护这个世界而坦然赴死的画面，秦风又怎能独善其身呢？至少在有能力争取一下的时候，他是绝对不会放弃的。生命神树的强大，秦风早已了然于心。但在完成契约之后，生命神树还是给了他一个巨大的惊喜。因为就在生命神树进入宠物空间时，立刻就散发出无穷生命之光。之前已经战死，正在宠物空间中缓慢恢复，等待复活的3大神宠，竟然在生命之光的滋养下快速的恢复过来。原本需要24小时才能复活的3大神宠，竟然只花了10几分钟的时间就重新出现在秦风的面前。哈哈，好啊，小硕，你这下可立功了！秦风大喜过望，连声叫好。3大神宠也颇为兴奋地围绕着生命神树，表达着自己的喜悦之情。黑暗龙女拍了拍生命神树的树枝，一副大姐头的模样，好像在说：“小子，干得不错，姐看好你，真是让人啼笑皆非。”死亡之物化为一缕缕灰烟，缠绕在生命神树的身上，态度很是亲密。就连一向冷傲的圣光天使也对着生命神树微微一躬身，表达了自己的谢意。这一态度看似有些冷淡，比不上生命神树的提前复活之情。但秦风知道，一旦生命神树遇到危险，那圣光天使绝对会在第一时间挺身而出，为他拼命。看着几大宠物之间的和谐场面，秦风也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再次打开守护者商城，大肆购买了起来。提示：你消耗1亿金币，成功购买10支净化药剂，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你获得1亿生命值，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你获得250点力量，250点体质，250点敏捷，250点精神，详情请自行查看。这一次氪金只花费了寥寥1亿金币，因此属性成长方面也只获得了1亿生命值和250点的4维属性增幅。虽然提升也不低了，但相较于以往的几次，
着实有些拿不出手。不过这10支净化药剂对秦风来说却大有用处。净化药剂神级，效果可让使用者连升10级，最高达到100级。注：100级以下的玩家宠物 NPC 可使用。没错，这药剂就是为生命神树准备的。这家伙虽然是神级宠物，但等级只有1级，远远跟不上秦风的脚步了。如果不使用非常手段，那这家伙就只能打酱油了。好在他碰上了一个有钱的主儿。提示：您的宠物生命神树等级提升至10级，各项属性获得增幅，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您的宠物生命神树等级提升至30级，各项属性获得增幅，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您的宠物生命神树等级提升至60级，各项属性获得增幅，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您的宠物生命神树等级提升至100级，各项属性获得增幅，详情请自行查看。上亿金币下肚，只是1级的生命神树等级就达到100级的程度，实力提升速度之快，简直骇人听闻。但更恐怖的是它的各项属性提升。生命神树神宠，等级100，等阶神级，生命值15亿15亿，魔力值4.5亿4.5亿，防御力9500万，技能高级生长树、群体缠绕树、群体恢复树、生命赐福、树界守护、生命结界、万叶飞花。这就是生命神树的新面版。各项属性看似不高，远远比不上秦风这个主人在100级时的属性，但与其他3大神宠相比，却又远远超出。毕竟3大神宠也是100级，可生命值连1亿都不到，双方差距非常明显。当然，这其中也有生命神树的属性成长偏向有关，但依旧难掩这家伙强大的实力。并且，生命神树在实力提升之后，对秦风这个主人的加成效果也大大提升。宠物对玩家加成效果：1. 生命系技能冷却时间负60%； 2. 生命系技能消耗魔力值负60%； 3. 受到生命系魔法攻击后造成伤害负60%； 4. 玩家可获得额外60%的最大生命值恢复速度； 5. 玩家受到的所有伤害可分摊到生命神树的身上，直到生命神树死亡。介绍：生命神树，大自然的神奇造物。瞧瞧人家小树自己实力提升了，也没忘了给我这个主人加强一下，哪像你们3个光顾自己提升实力，完全没有将我这个主人放在眼里吗？简直就是新人入洞房，没人扔过墙。3大神宠被教训得一脸惭愧，纷纷躲到了生命神树的身后，就连一向高冷的圣光天使也脸红地转过身去，仿佛不好意思看秦风这个主人一般。其实秦风不过是吐槽一下，倒也没真的怪这些宠物。他耸了耸肩，又低声呢喃起来：生命神树提升100级，对我的加成就提升10%，这岂不是说随着他的等级提升，这些加成也会不断变高？哈哈，这样也好，不枉我花费巨大代价培养生命神树了。秦风培养生命神树，主要目的是为了对抗天外魔物大军，倒也没期待它能对自己有多大的作用。但现在看来，培养生命神树也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当然了，秦风也不是有了新人忘旧人的主，他在花费巨大代价培养生命神树的时候，也在计划提升3大神宠呢。只见秦风手掌翻开，上面静静躺着4枚果子模样的物品，一颗漆黑如墨，宛如要将四面八方的光芒吸干一般；一颗洁白如玉，时刻散发神圣光芒，并和黑色果子对抗；一颗灰不溜秋，看上去卖相最差，却有死亡之力萦绕其上，显得格外不凡；最后一颗通体绿色，气息也最为平和，释放出来的生命之力恰好和灰色果子的死亡之力抵消。这4枚果子当然是秦风从守护者商城中氪金买来的天地奇物了。天地奇物暗灵果，等阶神级，效果服用后可让100级强者领悟暗系法则之力，从而晋升半神境，或让半神级强者领悟1%至10%的暗系法则之力，并向法则圆满迈进。具体效果是服用者的精神属性以及雷系元素的亲和力而定。介绍：诞生于无光之境，终年没有任何光照，由天地间最纯粹的暗系能量凝聚而成，拥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天地奇物光灵果，天地奇物死亡灵果，天地奇物生命灵果。4枚天地灵果分别是为黑暗龙女、圣光天使、死亡之物、生命神树准备的。4大神宠全部达到100级，只需要领悟法则之力或者单项属性超过1万点，就能晋升为半神。以力正道的成神途径太难，不适合几个宠物，因此秦风为他们选择了法则正道的途径。一直苦于无法领悟法则之力，实力难以突破的宠物们看到秦风手中的天地灵果，立刻就激动地围了上来，各自拿走对应的灵果之后，立刻服用了下去。提示：您的宠物黑暗龙女成功领悟暗系法则之力，顺利晋升半神境界，等级上限已解封，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您的宠物圣光天使成功领悟暗系法则之力，顺利晋升半神境界，等级上限已解封，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您的宠物死亡之物成功领悟暗系法则之力，顺利晋升半神境界，等级上限已解封，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您的宠物生命神树成功领悟暗系法则之力，顺利晋升半神境界，等级上限已解封，详情请自行查看。4大神宠集体晋升半神，接下来又可以愉快的打怪升级了。而这个时候，秦风的副本任务也终于更新。提示：已触发副本主线任务第3环，详情请自行查看。副本主线任务3/3，任务级别 SSS， 任务完成度60%。任务内容：你虽然剿灭所有天外魔物留下来的爪牙和眼线，也顺利摧毁位面传送阵，并击杀魔神投影之手，但并不代表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在这个副本空间内，依旧潜藏着大量的邪恶气息。这些气息一旦泄露，或者有其他生灵靠近，立刻就会被感染或同化，最终变为天外魔物的傀儡。请净化副本空间内邪恶气息，从而断绝天外魔物死灰复燃的可能。任务目标：净化副本空间内的邪恶气息。任务提示：光明净化之阵、神圣洗礼之阵、生命启迪阵法，对净化邪恶气息有着独特的作用。你可以在守护者商城中购买阵图以及布阵材料。任务成功奖励：未知评分越高，未知奖励越丰富。任务失败惩罚：将关闭守护者商城的进入权限。看着新的任务说明，秦风只觉得一阵牙疼。这尼玛，天道意志是把我当韭菜割了吗？从来只有我割别人的韭菜，哪有让别人薅我羊毛的份？天道意志，你这过分了呀！到了这个时候，秦风要实在回不过未来，那未免太蠢了。看这个任务，天道意志明显是想利用他无限金币的天赋能力，以达到净化副本空间的目的。说来也是，自己的天赋能力虽然强大，可终究是由神域世界的本源凝聚而成的，当然瞒不过天道意志。说不定自己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个天赋能力，也有天道意志在背后努力的结果呢。但这不意味着秦风会心甘情愿为天道意志打工。不过就在这时，又一道系统提示音响起。提示：任务奖励变更，若玩家能完成第3环副本主线任务，将获得副本空间的所有权。副本空间将转化为异次元位面，为玩家所独有。这一道系统提示音的出现，让秦风眼睛微微一眯。果然，天道意志一直在关注着这里发生的事情，就连我的话都被他给听到了。不过这个奖励变更对我来说倒是不错，虽然我在永恒帝国中也有大片的领地等待开发，可那些土地终究是永恒帝国的。一旦我和永恒帝国发生矛盾，他们说收回就收回了，除非我的实力超过永恒帝国。但副本空间不一样，如果能够将副本空间中的邪恶气息净化，就能将这里打造成一个只属于我自己的后勤基地。有了这座后勤基地，我就能源源不断产生财富，获得资源，从而支撑起一支庞大的军队，而不受任何 NPC 势力的制约。想清楚这一点之后，秦风欣然接受任务，并开始了筹备工作。至于天道意志的注释，他一点也没有放在心上。天道意志依附于神域世界而生，一旦神域世界被天外魔族攻占，那天道意志也会被毁灭。而秦风的目的同样是抗击天外魔族的入侵，双方之间存在利益共同点，因此秦风并不担心天道意志做出对他不利的举动，甚至于就算天道意志想要针对他，他完全可以借助混沌游龙梭直接遁入混沌虚空中，拍拍屁股一走了之，看你拿我怎么办。这也是秦风心中最大的底牌。在和天道一直达成默契之后，秦风也开始了净化工作。他打开守护者商城，开始搜索光明净化之阵、神圣洗礼之阵、生命启迪阵法的相关信息。光明净化之阵神级效果：以光明之力净化阵法内部的病毒、诅咒、黑暗、死亡、邪恶之力，并形成一道光明屏障，阻止病毒、诅咒、黑暗、死亡、邪恶之力向阵法空间内部侵入。布阵材料：光明神力结晶乘10，光明水晶乘100，四色宝石紫、红、蓝、绿乘1000。神圣洗礼之阵神级效果：以神圣之力对目标进行洗礼，可以清除目标身上的病毒、诅咒、黑暗、死亡、邪恶之力，还可以使目标的生命得到升华，达到更高级层次。布阵材料：神圣金合成100，五行元素结晶金、木、水、火、土乘1000。这两个阵法的效果很相近，一个是光明净化，一个是神圣洗礼，主要功能也都是清理病毒、诅咒、黑暗、死亡、邪恶之力，但细节上却不相同。前者清理的是整个阵法空间内部的邪恶之力，后者净化的是具体目标，两者覆盖范围不同。而且光明净化之阵在净化邪恶之力的同时，还能阻止邪恶之力的侵入，但神圣洗礼却没有这个功能，反之能够让受洗礼的生命得到升华，以达到更高级的层次。秦风也不犹豫，直接拍手说道：小孩子才做选择，大人当然是全都要了。然后他便开始大肆购买布阵材料。光明神力结晶1枚1亿金币，10枚就是10亿金币，买了。光明水晶1枚1000万金币，100枚恰好也是10亿金币，买了。红、蓝、绿三色宝石1枚100万金币，各3000枚就是30亿金币，买了。紫色宝石略贵，1枚500万金币，1000枚就是50亿金币，还是2个字，买了。光明净化之阵的布阵材料总计消耗100亿金币，但秦风毫不在意，甚至连眼都没眨就全部买了下来。他缺的不是金币，而是将金币花出去的机会。这一波虽然有天道意志的算计在内，但对于他来说同样也是一举两得，一箭双雕的局面。双赢还是赢2次，简直秦始皇摸电门，赢妈了。提示：玩家花费100亿金币成功购买光明净化之阵的布阵材料，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玩家获得100亿生命值，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你获得2.5万力量属性、2.5万体质属性、2.5万敏捷属性、2.5万精神属性，详情请自行查看。这一波消费直接让秦风的4维属性全部超过10万点，如果他愿意，完全可以开始凝聚自己的4色神格了。等他等级达到1000级时，4色神格也差不多凝聚好了，到时候就能顺顺利利突破神灵壁垒，成为一名强大无比的神级强者。而且由于4色神格的缘故，他还会是一名没有任何缺点的6边形战士，战斗力能够在同级别对手中遥遥领先，甚至有越阶而战的可能。不过秦风终究按捺住这种冲动，
他心中的宏伟目标可不是区区10万点的四维属性就能够满足得了的，除非四维属性达到100万点，否则秦风是绝对不会成神的。传闻中的彩虹神阁，我已经看见你在向我招手了。秦风喃喃自语一声，随即又将目光看向了神圣洗礼之阵的布阵材料。虽然四维属性全部超过10万点，但距离100万点的目标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他可不会那么轻易的停下脚步。神圣洗礼之阵的级别远超光明净化之阵，因此神圣洗礼之阵的布阵材料价值也远在100亿之上。神圣金盒1枚1亿金币，100枚就是100亿金币，仅仅是这一项就能和光明洗礼之阵不相上下了。提示：玩家花费100亿金币成功购买100枚神圣盒，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玩家获得100亿生命值，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你获得2.5万力量属性，2.5万体质属性，2.5万敏捷属性，2.5万精神属性，详情请自行查看。秦风一边享受着实力暴增的快感，一边将目光投向下一个氪金选项。5行元素结晶包括金、木、水、火、土，其价格倒也没有神圣金盒那么高，一枚只是1000万金币而已。但问题在于量大呀，一枚元素结晶只需要1000万金币，那么5000枚呢？这价值可是整整500亿金币啊！但秦风依旧连眼都不眨，直接拍手说了2个字：买了。提示：玩家花费500亿金币成功购买5行元素结晶各1000枚，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玩家获得500亿生命值，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你获得12.5万力量属性，12.5万体质属性，12.5万敏捷属性，12.5万精神属性，详情请自行查看。只凭借这一次氪金的收获，就足够让一名巅峰半神凝聚4色神格，成为同级别无敌，甚至能够越界而战的神级强者。直到这个时候，秦风才缓缓停下手中氪金的动作，然后开始布置阵法。1000枚紫色宝石排列在北方，1000枚红色宝石排列在南方，1000枚绿色宝石排列在东方，剩下1000枚蓝色宝石排列在西方。然后以100单位的光明水晶铸就一座巨大的光明神像，10枚光明神力结晶，这是凝聚成一颗光明之心，融入光明神像的胸前。只是刹那之间，无尽光明之力席卷整个副本空间，光明神像也仿佛是活过来一般，开始奔赴副本空间的各个角落，清理一处处邪魔之力聚集地。而在光明神像的努力下，昏暗死寂的副本空间也终于恢复了活力，天空变得明亮，大地充满绿意，清澈的河水蜿蜒流淌，甚至有嫩芽从石头缝中钻出，好一副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状态。最终将整个空间净化完毕的光明神像回到了副本空间的中央，然后一道光柱冲天起，最后从万米高空辐射向四面八方。早前被秦风分散在东西南北的4色宝石，此时也逐渐放射光彩，并和光明神像身上的光柱融合为一，形成一道巨大的光膜，将整个副本空间牢牢保护在其中。在光膜之外，不断有黑色、灰色、血色的气流涌来，但都被光膜阻挡在外，无法侵入。呼，邪恶之力的问题终于解决了，但我也不能停下脚步，还需要继续加强副本空间的提升。秦风喃喃自语一声，然后又开始了神圣洗礼之阵的布置。他先是以5色元素结晶布置了一个巨大的6芒星阵，然后又将神圣金盒镶嵌在6芒星阵的各个节点上。金、木、水、火、土5行元素结晶泾渭分明，交辉映，散发神圣光彩的金盒又充当调节器，将5行元素凝聚为一，形成了一个五彩缤纷的阵法空间。这也是光明净化之阵和神圣洗礼之阵的本质区别，前者能够覆盖整个副本空间，后者却只形成了一个10平方米大小的阵法空间。但神圣洗礼之阵的价值却要远在光明净化之阵之上。只见秦风转头对黑暗龙女抛了个眼神，黑暗龙女就听话的走进了阵法空间之中。刹那之间，海量的5行元素能量涌入黑暗龙女的体内，而黑暗龙女的体型也不断拔高，从开始的小萝莉变成了一个身材凹凸有致的大美女，并且她身上的气息也逐渐壮大。刚刚领悟法则之力成为1阶半神的黑暗龙女，身上的气息却非常磅礴，至少有3阶半神那么恐怖。但事实上，黑暗龙女的等级并没有提升，依旧只是100级的水平。可令人意外的是，秦风似乎对这一变化并不感到惊讶，因为系统提示音已经给出了解释。提示：黑暗龙女受到神圣洗礼，将在1年内免疫邪恶之力的侵蚀，详情请自行查看。神圣洗礼之阵能够净化目标身上的邪恶魔力，但黑暗龙女的身上显然并没有这种东西，因此神圣洗礼之阵的效果最终转化为一层免疫邪恶之力的 buff。只要这个 buff 还在，它就不会受到邪恶之力的侵入和感染。如果只是如此，那神圣洗礼之阵的价值应该不如光明净化之阵才对。可事实恰好相反，神圣洗礼之阵的价值远在光明净化之阵之上，原因无他，只是因为神圣洗礼之阵能够升华目标的生命本质啊！果然，就在下一刻，秦风的耳边就响起了系统提示音。提示：黑暗龙女受到神圣洗礼，生命本质得到升华，当前为王级神宠，详情请自行查看。听到这一条提示，秦风不免有些疑惑，于是问道：王级神宠？系统，神宠之间还分等级吗？他原本以为，既然都是神级宠物，那相互之间应该没有等级差别才对，最多是潜力值高低，可能量体系偏向罢了。但现在看来，他的这个认为有很大的谬误啊！提示：神级宠物之间有兵级、将级、王级、皇级、地级的划分。兵级神宠最高能够达到神级，将级神宠最高能够达到主神级，王级神宠最高能够达到神王级，皇级神宠最高能够达到神皇级，地级神宠最高能够达到神帝级。
听到这个解释，秦风不由得眼前一亮。黑暗龙女原本是冰级神宠，在获得生命升华之后，达到王级神宠的层次。也就是说，以前的黑暗龙女最多能够晋升为神，但现在的黑暗龙女却拥有神王级的潜质，前途一片光明啊！甚至于黑暗龙女的等级晋升后，秦风也从她的身上获得更多的属性加成。宠物对玩家加成效果：一、黑暗系技能冷却时间负100%；二、黑暗系技能消耗魔力值负100%；三、受到黑暗系魔法攻击后造成伤害负100%。啧，有了黑暗龙女的属性加成之后，我的黑暗系技能将没有任何冷却时间，也不会消耗任何魔力值，甚至还能免疫所有黑暗系的魔法攻击。不愧是王级神宠，简直牛逼 plus！ 黑暗龙女潜质提高，为秦风提供的属性加成也在增加，而能够造就这一切的神圣洗礼之阵也是非常了不起的。真不枉费秦风花费500亿金币，就为了打造这个阵法。黑暗龙女都能拥有神王级的潜质，那和黑暗龙女一个层次的死亡之物和圣光天使呢？如果这两位也得到生命升华的好处，他岂不是又能得到2大神王级宠物了？就更别说原本潜质就在黑暗龙女之上的生命神树，原本就是将级神宠的生命神树，获得生命本质升华之后，肯定要比黑暗龙女强得多才对。想到这里，秦风无比激动地看向剩下的3大神宠，然后一个个的让他们走上神圣洗礼之阵。提示：死亡之物受到神圣洗礼，生命本质得到升华，当前为王级神宠，详情请自行查看。宠物对玩家加成效果：一、死亡系技能攻击伤害正100%；二、死亡系技能消耗魔力值负100%；三、受到死亡系魔法攻击后造成伤害负100%；四、攻击敌人时将会吞噬对方100%损失血量；五、处于死亡之物范围内时，每秒恢复100%的血量。本以为黑暗龙女提供的加成就已经够离谱的了，没想到死亡之物提供的加成更加恐怖。冷却时间缩减100%，魔法消耗降低100%，并免疫所有死亡系的魔法伤害。这些本都在意料之中，也没什么可提的。但吞噬敌方100%的血量，恢复自身，且处在死亡之物覆盖范围内时，每秒恢复100%生命值的加成，就显得太过恐怖了。也就是说，只要敌人的实力不超过秦风，那么他就可以直接吞噬对方。这和秒杀有什么区别？并且只要让死亡之物待在自己身边，成为一个人性光环提供器，那自己岂不是时时刻刻都能获得100%的生命值恢复了？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当死亡之物从阵法空间中走出，秦风赶紧安排圣光天使进入。毕竟黑暗龙女和死亡之物便已经给了他那么多的惊喜，那么实力不在他们之下的圣光天使又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对此，秦风非常期待。提示：圣光天使受到神圣洗礼，生命本质得到升华，当前为王级神宠，详情请自行查看。宠物对玩家加成效果：一、光明系技能冷却时间负100%；二、光明系技能消耗魔力值负100%；三、光明系技能造成的伤害正100%；四、受到光明系魔法攻击后造成伤害负100%；五、受到光明系魔法增益效果，持续时间正100%。结果也正如秦风所期待的那般，圣光天使成功进化为王级神宠，并为他带来了更多的属性加成。首先是光明系的技能冷却时间缩减100%，其次是光明系技能的魔力值消耗降低100%，然后是光明系技能造成的伤害增加100%，最后也是最重要的2个属性，那就是秦风受到光明系的魔法攻击时造成的伤害将会减免100%，也就是所谓的免疫光明系魔法攻击，并且他受到的光明系魔法增益效果持续时间也会增加100%，这对他的战斗力提升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属性。死亡之物和圣光天使双双晋升，达到王级神宠的层次。最后也就轮到秦风最看重的神宠生命神树了。原本只是冰级神宠的黑暗龙女、圣光天使和死亡之物都能从阵法空间中获得那么多的提升，那么本就是将级神宠的生命神树又能从阵法空间中获得什么样的提升呢？对于这一点，秦风抱以1万分的期待之情。生命神树变成一棵1尺长的盆栽大小的树苗，晃晃悠悠地走上了神圣洗礼之阵。只见一股股5行元素能量涌入生命神树的体内，而生命神树身上的气息也在不断拔高。黑暗龙女、圣光天使、死亡之物的气息最高只达到3阶半神的程度，但生命神树身上的气息却赫然达到5阶半神的层次。要知道，它只有100级，刚刚领悟生命法则呀！提示：生命神树受到神圣洗礼，生命本质得到升华，当前为皇级神宠，详情请自行查看。宠物对玩家加成效果：一、生命系技能冷却时间负100%；二、生命系技能消耗魔力值负100%；三、受到生命系魔法攻击后造成伤害负100%；四、玩家可获得额外100%的最大生命值恢复速度；五、玩家受到的所有伤害可100%分摊到生命神树的身上，直到生命神树死亡。哈哈哈哈哈哈！看着进化过后的生命神树，秦风不由乐得哈哈大笑起来。原因无他，实在是这波提升太恐怖了。技能冷却时间缩减100%，技能魔力消耗缩减100%，所受伤害缩减100%，就已经能够让他战斗力翻番了。之后更是来了2个关键性的属性，一是获得100%的最大生命值恢复速度。这段时间氪金的结果就是让秦风拥有上千亿的生命值，哪怕是神级强者真神降临，也绝对没有办法秒杀此时的秦风。而秦风又拥有100%的最大生命值恢复速度，也就是说，无论敌人将秦风如何重创，下一秒他
他就能生龙活虎地爬起来。除非有人能秒杀秦风，否则秦风就是不死的怪物。但有人能秒杀秦风吗？答案当然是不可能的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一击打出上千亿的伤害，除非是秦风自己消耗1000亿经验值，使用死神之光才能自己秒杀自己。而就算有人能够秒杀秦风，那秦风还有最后一层保险，那就是生命神术。生命神术的最后一个属性加成是让秦风将自己受到的所有伤害100%地分摊到生命神术的身上。只要生命神术不死，秦风甚至连伤势都不会有。两个打不死的小强叠加在一起，那就是不死蟑螂王啊！呼，这一波的氪金真是赚大了。我自己的实力提升不说，还白捡了4大神级宠物，特别是生命神术，神皇级的前置啊！这要是培养起来，未来可是能够成为神皇的。神域世界的最强者也只是一名神王级的存在，而天外魔族实力够恐怖了吧？可他们的最强者也不过是12位魔王。如果我们将克制天外魔族的生命神术培养到更强大的神皇级，那区天外魔族又算得了什么？连棵树都打不过，还有什么脸面入侵神域世界？此时此刻，秦风的心无比激荡。当然了，高兴之余，秦风也没忘了眼下的任务。副本任务之中一共提过3个能够净化邪恶之力的阵法，光明净化之阵和神圣洗礼之阵，秦风已经见识过了。那接下来他也将看看最终级的生命启迪之阵，反正不差钱，干脆来个全套大宝剑好了。生命启迪阵法神级效果，生命启迪之阵需以生命神术为核心，并辅以各种生命系的天材地宝才能布置，拥有启迪生命、复活亡者、净化一切邪祟能量的功能。布阵条件：1. 生命神术已达成； 2. 复活宝石乘10未达成； 3. 生命水晶乘100未达成； 4. 四色宝石乘1000未达成； 5. 五行元素结晶乘1000未达成。秦风也很意外，这个生命启迪之阵的核心竟然就是生命神术，同时他也感到非常庆幸。如果不是他选择了生命神术作为第4个宠物，那么此刻就会和生命启迪之阵失之交臂了。虽然不知道生命启迪之阵的具体效果，但看看那一堆价值高昂的材料，就能知道这个阵法的效果有多么恐怖了。四色宝石80亿金币，秦风就2字买了。提示：玩家花费80亿金币，成功购买光明净化之阵的布阵材料，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玩家获得80亿生命值，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已获得2万力量属性、2万体质属性、2万敏捷属性、2万精神属性，详情请自行查看。复活宝石1枚10亿金币，10枚100亿金币。秦风连眼皮都不带眨的，同样是2字买了。提示：玩家花费100亿金币，成功购买光明净化之阵的布阵材料，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玩家获得100亿生命值，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你获得2.5万力量属性、2.5万体质属性、2.5万敏捷属性、2.5万精神属性，详情请自行查看。无论是10亿金币还是100亿金币，秦风的表情都始终如一，用2个字来总结，那就是买了。这几乎都能买下一个王国了，可秦风却连眼都不眨一下，怎一个挥金如土能够形容？仿佛他花的不是10亿金币，更不是100亿金币，而是走到一个喧嚣的酒吧中，对着酒保淡淡的说了一句：“今晚全场由赵公子买单一般。”秦风之所以能够这么淡然，当然是因为他拥有无限金币这个神级天赋能力了。拥有这样的天赋能力，他永远不用担心没钱花，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没有花钱的机会。而在花费180亿金币购买复活宝石和生命水晶之后，秦风又将目光瞄向了五行元素结晶。五行元素结晶各1000单位，每单位1000金币，一共500亿金币。这一次，秦风脸上出现了少见的表情，但不是肉疼，也不是担心，而是满脸激动的吐出了2个字：买了。提示：玩家花费500亿金币，成功购买五行元素结晶各1000枚，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玩家获得500亿生命值，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你获得12.5万力量属性、12.5万体质属性、12.5万敏捷属性、12.5万精神属性，详情请自行查看。一次500亿金币的消费，直接让秦风获得了500亿的最大生命值，以及12.5万的4维属性。此时，秦风的生命值已经达到1800亿，如果算上副本10倍属性增幅的 buff， 那就能达到恐怖的18000亿。而这个时候，秦风也终于反应了过来，如果这个副本位面成为我的私人空间的话，那10倍属性的 buff 是不是可以永久保留了？这也就是说，只要我待在这个副本位面中，就能够发挥10倍的战斗力。死！天道意志，你这是不怀好心啊！这样搞，难道是想让我将战场放在副本位面中？尼玛，这是私人领地，我可不想用来当作战场。秦风果断放弃将副本位面作为主战场的冲动，这里是他最后的底牌，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会让天外魔物大军入侵此处。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副本位面的防御和战争潜力也是有必要的。哪怕不算天外魔物大军这个威胁，秦风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毕竟，要是让 NPC 势力知道自己拥有一个独立的副本位面，不得嗷嗷叫的来抢才怪呢。那些家伙，他可太清楚了。前世在天外魔物大军降临之前， NPC 势力之间的龌龊就不知有多少，更别说玩家和 NPC 势力之间有着天然的矛盾和冲突。如果不是天外魔物大军及时降临，恐怕彼此间就能打成一团浆糊。秦风按照阵法要求，将一件件材料放置了下去，并让生命神术走到了阵法的中间。刹那之间，只见那一件件价值昂贵的材料迅速被生命神术吸收，
然后变成一堆无用的粉末。而生命神树身上的气息也在不断拔高，原本就拥有5阶半神气息的生命神树，瞬间就达到巅峰半神的层次。提示：您的宠物生命神树已经成为本空间的守护者，它只要处在本空间的范围内，全属性提升10倍，实力提升速度增幅10倍，且不死不灭，永恒不朽。提示：您的宠物生命神树成为副本空间的守护者，只要待在副本空间中，每秒能获得1万点经验值。几乎每1秒的时间，秦风的耳边就会传来一道系统提示音，而系统提示的内容也几乎没有丝毫变化，全都是生命神树获得1万经验值的声音。这就是空间守护者的福利，躺着都能升级。提示：您的宠物生命神树获得1万经验值，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您的宠物生命神树获得1万经验值，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您的宠物生命神树获得1万经验值，详情请自行查看。短短1分钟的时间内，生命神树就获得60万经验值，1个小时就是3600万经验值，一天则是86400万经验值。而生命神树从100级升到101级，只需要5亿经验值。也就是说，这个家伙哪怕什么也不干，一天也能提升1级半。乖乖龙地洞，这就是空间守护者的福利吗？我也好想要啊！尼玛，之前还觉得世界守护者勋章1650%的经验值加成非常香呢，可现在看来，再高的 buff 加成也比不上生命神树这种躺着赚经验值的福利。生命启迪之阵直接将生命神树和位面空间绑定在一起，除了让生命神树能够躺着获得经验值的福利之外，还拥有了各种各样的能力。首先是在副本空间中，生命神树的全属性就会提升10倍，其次是生命神树将不死不灭且永恒不朽，只要副本空间还存在，那生命神树也将永久存在下去。但最关键的还在于生命神树获得的新能力：启迪生命、复活亡者、净化邪恶能量。首先是启迪生命，就是让所有处在生命神树范围内的友军获得一个生命启迪光环，在此光环下，友军能够获得生命神树10%的生命值加成，且每秒恢复10%的最大生命值。只要不被敌人秒杀，那就能源源不断、绵绵不绝，且无穷无尽。要知道，生命神树的最大生命值虽然没有秦风上千亿那么夸张，但也达到了15亿之多，未来还会随着它的等级提升而不断增加，获得生命神树10%的最大生命值加成，那就意味着这名友军最少拥有 1.5 亿生命值，而每秒恢复10%就意味着友军每秒能恢复1500万最大生命值。在这个光环下，所有友军可以看作是不死不灭的存在，毕竟能够瞬间打出 1.5 亿伤害的强者，也不可能对一群小兵动手。哪怕退1万步说，有神级强者对这些小兵动手，那生命神树还有第二个功能，复活王者。在这个光环下，所有死亡的友军都会复活，本身就是一群打不死的小强，好不容易打死了，结果人家转头就复活了，就说你气不气吧。而生命神树的最后一个功能，净化邪恶之力，这个功能可以看作是可移动的光明净化之阵。不过光明净化之阵只能对阵法空间内部有效，但生命神树的这个光环却能够随时移动，战场在哪里，它就能走到哪里，并将这个光环带到哪里。看到这一幕，秦风只有一个字能够描述此时此刻的心情：生命神树才是真的天命之子啊！在秦风为生命神树感到自叹不如的时候，他的耳边也终于传来任务完成的系统提示音。提示：您成功完成了任务，副本主线任务3/3，当前任务通关评分为 SSSS+，将获得如下奖励：1. 自选6阶禁咒技能书法师； 2. 空间主宰者神级称号； 3. 位面光环凝住器神级； 4. 职业位置+1； 5. 经验值加100亿。副本主线任务的第3环是要求秦风净化副本空间内的邪恶力量，以免邪恶力量泄露，影响神域世界或天外魔物卷土重来。如今他一连布置3大神级阵法，彻底净化副本空间内的邪恶力量，这个副本任务自然也顺利完成了。5大任务奖励中的第一项，自选6阶禁咒技能书法师，也算是秦风的老朋友了。只不过之前的自选技能书都只能选择5阶禁咒，而这一本自选技能书却能选择更高级的6阶禁咒。可是我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技能呢？攻击有灭神之光，预言有未来之事，挑一个辅助类的，还是防御类的，又或者是脚底抹油类的，真是头疼啊！咦，对了，之前不是想要4大圣兽宠物吗？既然这样，就选一个可以召唤4大圣兽的禁咒技能吧。系统，帮我筛选召唤类技能，最好和4大圣兽有关。4大圣兽作为神域世界的守护者，等闲是不会出手的，但能够召唤4大圣兽的虚影或者他们的子嗣也是不错的选择。重生之前，秦风也见过类似的技能，效果非常强大。就在此刻，系统提示音响起，提示筛选成功，玩家获得6阶禁咒魔法圣兽降临，详情请自行查看。圣兽降临6阶禁咒魔法，等级1，效果玩家可召唤白虎、朱雀、玄武、青龙等4大守护圣兽的虚影降临，每天可召唤1次，每次持续30分钟。4大圣兽虚影的实力与玩家相等，玩家的等级越高，4大圣兽展现出的实力越强。4大圣兽的属性受玩家的属性影响，最高可获得玩家200%的属性。4大圣兽虚影能够使用的技能是圣兽降临的技能等级而定，初始为5个技能，之后每提升1级增加4个技能，最多可达到25个技能。4大圣兽之间拥有圣兽家族的羁绊，
当四大圣兽虚影同时出现时，将能为彼此增幅100%的生命值和防御力。5. 四大圣兽可组成四圣守护阵法，所有在此阵法覆盖范围内的友军实力提升50%，所有在此阵法覆盖范围内的敌军实力下降50%。冷却时间24小时，消耗50%最大魔力值，熟练度0-100。秦风本想尝试一下，没想到真的筛选出这样的一个技能，而且这个技能的效果还非常出乎秦风的预料。四大圣兽的实力当然是非常强的，据说已经达到主神级巅峰，距离突破神王也只有一步之遥。所以玩家在召唤四大圣兽虚影作战的时候，也是会受到一定限制的。要不然岂不是谁能召唤四大圣兽，谁就是无敌的了？第一个限制就是四大圣兽的等级与玩家相等，玩家等级越高，四大圣兽展现出来的等级也就越高，反之亦然。不会出现一个普通玩家在幸运获得四大圣兽的召唤技能之后，立刻就变得无敌起来的情况。对于这一点，秦风也是能够理解的。打铁还靠自身硬，如果单靠一个技能，哪怕纵横天下，也迟早遇到克制的对手。第二个限制效果就是四大圣兽的属性将会受到玩家的影响。比如玩家拥有100的力量属性，那四大圣兽也只能发挥出200力量的实力。如果四大神兽的属性和玩家一样，那玩家自然没必要召唤四大神兽作战了。但如果四大神兽的属性太强，那又会打破平衡，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一个限制效果。但就是这一个效果让秦风感到眼前一亮。你要说的属性，那我可不困了呀。毕竟秦风是可以通过氪金增长属性的，而且他选择的也是以力正道的成神途径，本就以4维属性见长。比如秦风此时的4维属性就达到30万之多，一般的神级强者刚刚晋升时也不过是10万的单项属性，可现在秦风的4项属性都达到30万，简直骇人听闻。而这个限制效果中是说四大神兽展现出的属性最高只能达到玩家的200%，这是限制吗？这简直就是增幅效果呀！30万属性翻1倍之后，那就是60万了。四大圣兽本尊恐怕也就这点属性了。这个属性让秦风感到非常惊喜，想着同时召唤出12头主神级圣兽的风光，秦风就激动的有些发抖。不过他暂且按捺住这种冲动，而是继续往下看去。第3环副本任务的完成，让他获得了一系列的奖励。圣兽降临的技能书只不过是众多奖励的一项罢了。2. 空间主宰者神级称号。神级称号，位面主宰者，这他妈是什么玩意？秦风一副地铁老人问号脸的模样，缓缓打开了这个称号的属性面板。空间主宰者，等级165级，等阶神级称号。装备特效：1. 玩家佩戴此称号时将成为本空间的主宰者，且只要待在本空间之内就能获得10倍属性增幅。2. 玩家佩戴此称号时将成为本空间的主宰者，且只要待在本空间之内就能获得不死不灭、永恒不朽的特性，只要空间不毁灭，主宰者将永恒不死。3. 玩家佩戴此称号时将成为本空间的主宰者，且只要待在本空间之内就能获得空间之力的洗礼，每秒增加10万经验值。空间本源壮大之后，玩家还能获得更多经验值增幅。看着这个称号的属性，秦风不由得呆住了。他之前和天道意志达成默契，只要帮助天道意志清理副本空间中的邪恶之力，抵抗天外魔族入侵，就能成为这座副本空间的主人。可秦风怎么也没想到，成为这座副本空间的主人竟然还有额外的惊喜。他仔细一想，又觉得这很合理。毕竟生命神树成为副本空间的守护者都能够获得那么多的好处，莫道理自己成为副本空间的主人去什么好处也捞不到吧。总的来说，就是秦风只要待在这座副本空间中就能获得10倍属性增幅。比如他此时的生命值已经达到1800亿的水平，可如果得到10倍属性的增幅，生命值就能高达18000亿，还有30万的4维属性，10倍增幅后就能达到300万。如果这个时候召唤四大圣兽虚影的话，那四大圣兽虚影发挥出的战斗力岂不是能达到600万属性之高？呵呵，600万恐怕比四大神兽本尊的属性还要多了吧。这么说来，只要我待在这座副本空间中，就是天下无敌的存在，哪怕主神级强者降临也没办法杀死我。如果再弱一点的神级强者，甚至都不是我的对手。称号的第2个属性是说，秦风只要待在副本空间中就会不死不灭，永恒不朽，完全与副本空间共存。也不知神王级的强者能不能摧毁这座副本空间。啧，我都有一种冲动，想要一直待在副本空间中，永远不出去了。不过连天道一直都担心魔族入侵，说明神域世界都有可能在魔族的攻击下被毁灭，那这小小一座依附于神域世界的副本空间，应当也扛不住神王级强者的攻击。算了，还是老老实实对抗天外魔物的入侵吧。称号的第3个属性是说，只要秦风待在副本空间中，就能时刻获得空间本源之力的洗礼。用人话来说，就是他能每秒凭空增加10万经验值，而且如果他能壮大空间本源，那么获得的经验之间会更多。哈哈，之前还羡慕生命神树能够躺着赚经验值，现在我成了副本空间的主宰者，同样也能躺着赚经验值了，而且速度更快，远在生命神树之上。就在秦风将称号带上之时，耳边便传来一阵系统提示音，提示您获得10万经验值，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您获得10万经验值，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您获得10万经验值，详情请自行查看。每秒10万，每分钟就是600万，每小时就是36亿，而一天更是能达到864亿之多。秦风此时的等级是165级，再次升级需要95亿。
那意味着他最多在这里待几个小时就能升到166级了。如果待上1天的话，更是能达到170级。天道意志的意思是让我待在副本空间中，不要出去。等过几年天外魔物降临，直接成就十里坡剑神，然后斩天灭地，将天外魔物大军打回老巢。不行不行，外面还有那么多机缘没有获取呢。就算待上几年，我的等级凭空能达到1000级，可如果不继续氪金，提升属性，并领悟法则之力，那到时候也是无法晋升为神的。更何况1000级晋升为神之后，所要求的经验值也会更多。我的目标可不是普通的神级强者，而是更强的主神级，甚至是更强的神王级。只有这样，才有机会对抗天外魔物大军。想清楚这一切之后，秦风将待在副本空间不出去，躺成十里坡剑神的冲动按捺下去。毕竟，虽然他躺着也能达到1000级，但不能将4维属性提升到100万点，就无法凝聚最巅峰的彩虹神格。而且，不领悟法则之力，就算成就神灵尊位，也不能完美的将战斗力发挥出来。所以，我终究还是要出去闯一，找机会氪金，将4维属性提升到100万点以上，并凝聚最巅峰的彩虹神格，然后领悟法则，掌控法则之力，成就完美的神灵之躯。现在的这些神灵，大多都有各种各样的缺陷，要么属性被针对，要么神体不够强大，这样就会在战斗中被敌人找到弱点，从而进行针对性的打击。那如果真到那个时候，可能就非常要命了。现实世界的木桶理论就恰好能解释这一切的问题所在。决定一只木桶成水量的关键，不是最长的那块木板，而是最短的那块木板。秦风必须要将自己的短板弥补起来，从而成为一名6边形战士，让敌人无法针对自己的弱点，反而是自己，因为在每一个方向上都有长处，那么就能够找到敌人的短处，进行针对性打击。不管是什么样的敌人，在6边形战士面前，弱点都会暴露无遗。秦风放弃成为十里坡剑神的幻想，最终将目光看向副本任务的第3项奖励。3. 位面光环凝铸器神级。位面光环，这是什么东西？作为一个重生者，我听说过技能光环、装备光环、图腾光环，但却从未听过位面光环。呵呵，原来重生者也会孤陋寡闻啊！既然这样，就让我见识一下什么是位面光环。这个位面光环凝铸器又有什么功能？位面光环凝铸器等阶神级道具。功能：位面光环凝铸器可以凝聚一个随机位面光环，或者将一个普通光环升级位面光环。位面光环能够覆盖整个副本空间。注：一次性物品使用后消失，直接使用可以凝聚一个随机的位面关怀，或者将一个普通光环升级为位面光环。秦风看着这件道具的说明，只觉得脑子里一团浆糊。位面光环倒是很好理解，通过道具说明可知，位面光环就是能够为整个副本空间提供 buff 属性的光环，和普通的技能光环、装备光环、图腾光环相比，只不过是覆盖范围更大罢了。随机位面光还不可取，毕竟随机的东西有可能一发入会，也可能一发入坑，不到最后关头，谁也说不清是好是坏。但我可以找一个强大的光环，不管是技能光环，还是装备光环，又或者是图腾光环，只要它够强大，效果够好，就能用这个凝铸器将之升级为位面光环。可是，我又该去哪里寻找这种光环呢？秦风有些迟疑地打开了自己的装备栏，开始查看上面的光环效果。光环这种东西，一般都是对大范围产生作用，也因此具体效果并不是很强大。这对于追求极限战力的秦风来说，算是比较冷门的增益。平时很少关注，此时想要寻找，反倒让他摸不着头脑。咦，这件装备似乎有些意思啊！忽然，秦风惊呼一声，好像看到了什么让他眼前一亮的东西。黑暗神明的魔法石碎片，神器，等级200级，等阶神器，装备基础加成防御10万，额外附加特殊效果： 1. 智力值属性加5000点； 2. 静魔，催动魔法石内的能量对敌人进行攻击，被命中的敌人将会进入了沉默状态之中，持续1分钟。当前效果为强制命中效果，无法被进化 buff 解除，冷却6小时。3. 黑化，进入黑化状态之中，不停汲取异空间的力量，强大自身，使自身血量、魔力值/防御值提升300%。4. 无级别限定，当前装备佩戴者可无视等级限制，直接进行装备。这是秦风击杀骑士半神伊恩的时候所获得的战利品之一。其主要效果有2个，一个是攻击目标，让目标进入沉默状态，期间无法释放技能；另一个效果是让自身陷入黑化状态，在此期间内可以汲取空间的力量，强化自身，获得300%的血量、魔力值/防御值增幅。严格来讲，这2个效果都不能算是光环。但之前秦风获得神级附魔宝珠的时候，就尝试着为黑暗神明的魔法石碎片进行附魔，并成功让这件装备获得了一个神级附魔效果——领域之力。领域之力，等级神级特效，功能可将一个装备效果转化为领域之力，其效果将覆盖范围内的所有敌军或友军。注：增益性效果只对友军产生作用，减益类效果只对敌军产生作用。领域之力其实就是将某个装备特效转化为可以覆盖一定范围的光环特效。黑暗神明的魔法石碎片上并没有光环效果，但有了这个领域之力，所有效果都能变成光环效果。既然这样，就尝试着升级黑暗神明的魔法石碎片吧。我倒是想看看，将这件装备转化为光环效果会是什么样的概念。秦风不是扭扭捏捏的人，既然下定决心，他就会立刻去实施计划。提示：是否对黑暗神明的魔法石碎片使用位面光环凝铸器？确定取消。提示：由于黑暗神明的魔法石碎片上拥有领域之力的附魔特效，此次升级成功。提示：你获得位面光环，
黑暗神明的领域，详情请自行查看。黑暗神明的领域，等阶神级位面光环。效果：一、智力光环，所有处在副本空间内的友军智力值属性加5000点。二、静默光环，所有处在副本空间内的敌军将会自动进入沉默状态，在此期间无法释放技能。三、黑化光环，所有处在副本空间内的友军将能够不断汲取异空间的力量，强大自身，使自身获得300%的血量、魔力值斜杠防御值增幅。四、无级别限定光环，所有处在副本空间内的友军佩戴装备时可无视等级限制，最高能佩戴超出自身100级的装备。看着这个神级位面光环，秦风心中真是又惊又喜。让他感到惊讶的是，这个位面光环凝住器竟然能将装备上的属性全部转化为位面光环，而让他感到兴奋的，这是这些属性真是太强大了。原本黑暗神明的魔法石碎片虽然也是一件不错的装备，但这件装备的属性只能增益自身，对于实力本就十分强大的秦风来说，这算不得什么，最多是聊胜于无罢了。可当这些属性转化为位面光环，为所有身处副本空间内的友军提供增益效果的时候，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别的不说，仅仅是智力光环为所有友军提升的5000点智力属性，就能让那些法师单位的战斗力翻番了。而静默光环更是让所有进入副本空间内的敌人集体陷入沉默状态，期间无法释放魔法技能。如果敌军是战士、骑士、弓箭手等物理职业的话，那影响还不是很大。可如果进入副本空间内的敌人是法师，那就等死吧。一个无法释放魔法技能的法师和废物有什么区别？然后是黑化光环，竟然能让副本内的所有友军获得300%的血量、魔力值斜杠防御值增幅。虽然这些属性的提升并不能明显的增加战斗力，但生命力和防御值的强化的确能大幅提升友军的生存能力。而魔力值的提升对己方的法师职业来说也是非常不错的效果。最后一个无级别限定光环同样也是一个不错的效果，全体友军佩戴超出自身100级的装备。这是什么概念？佩戴更高级的装备意味着获得更高的属性增幅，比如武器能够获得更高的攻击力，比如盔甲能够获得更高的防御力。这简直就是全方位的提升，效果不在前面3个位面光环之下。秦风越想越不对，成为位面守护者的生命神术，自己拥有的位面主宰者称号，以及眼前的位面光环，每一个都大幅提升自己在副本空间中的战斗力。系统，你的意图能不能再明显一点？你这是在引诱我犯罪，不怀好意啊！我说过，副本空间是我的私有物品，我是不可能拿来当主战场的。就这么屁大点地方，打破了你还我吗？外面神域世界那么大，为啥偏偏要在我的副本空间中干仗？哪怕我在副本空间是无敌的，我也绝对不会把战场延伸至副本空间。秦风抬头看天，猛翻白眼，心中也一阵吐槽起来。这个家伙几乎是费尽心思的在暗示自己，让自己将副本空间设置为主战场。不错，自己的确在副本空间中能够获得非常强大的实力提升，但谁会把战场放在自己的家门口呢？又不是傻子。因此，秦风果断拒绝了这个想法。当然了，他也没有堵死所有的退路，而是直接摊牌说道：想让我将副本空间打造为主战场，这你是想也别想。不过，你要是愿意资源倾斜一下，我倒是可以好好发展一下这个副本空间。如果主战场那边失利，副本空间未尝不能成为神域世界 NPC 以及蓝星玩家的最后退路。我可是拥有混沌游龙梭的男人，逼急了，我随时拍屁股走人。反之，如果把小爷哄高兴了，我也可以开着混沌游龙梭到混沌虚空中寻找资源，壮大副本空间的本源。到时候，就算神域世界被毁灭，你也可以转移到我这里当系统吗？在哪当系统不是系统？你说对吧？好家伙，如果天道意志有眼睛的话，此时肯定在翻白眼。他本想鼓动秦风，让秦风将副本空间打造为主战场，从而避免神域世界的损失。可没想到，秦风直接挖起他的墙角来了。不对，不是挖他的墙角，而是挖他。我好歹是神域世界的天道意志，你能不能尊重点我？你既然让我一个老板去跟你一个打工仔打工，想屁吃呢？好好当你的打工人，不要动不动就收编老板。以下课上，这可不是好人能够做出来的事。想必这就是天道意志此时的心理路程了吧？但秦风的有一句话没有说错，那就是他真的可以开着混沌游龙梭去混沌虚空中寻找资源，然后用来壮大副本空间的本源。别看副本空间不大，但只要他能找来足够资源，说不定能将副本空间壮大到比你神域世界的规模呢。说话的同时，秦风又将目光看向副本任务的最后2项奖励。4. 职业位置加1。5. 经验值加100亿。哦，增加一个职业位置，意思是说我又能进行其他职业的转职了吗？不错不错，我正想着竞技法师的体系过于依赖魔法技能了，如果能够开启第2职业的话，那就再转职一个物理职业吧。我的目标是成为一个6边形战士，物魔双开是最好的选择。秦风一边说着话，一边领取了100亿的经验值奖励。提示：您获得100亿经验值，等级提升至166级，一阶半神，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自由属性点已自动分配，您的基础魔法攻击力提升至1057390点。秦风的等级达到166级，基础魔法攻击也达到105万，这意味着哪怕他不释放技能，只是凭借普通攻击也能造成上百万的伤害。如果是在副本空间和敌人作战的话，那么这个伤害甚至能达到上千万。毕竟身为空间主宰者，秦风只要待在副本空间就能获得10倍属性增幅。更妙的是，他每秒还能获得10万点经验值。按照这个速度，最多2-3天的时间就能躺着升上200级，正式成为2阶半身强者。接下来就让我看看未来的时光中
会发生什么事情吗？做完这一切后，秦风深吸了一口气，将目光看向了属性面板上的一个技能：未来之势5阶禁咒魔法，等级1，效果1，3秒针之眼，开启针之眼，玩家可查看3秒之内的一切事物变化，从而做出最有利于自身的抉择。此效果冷却时间为1天，且会消耗玩家50%的魔力值。2，6日因果瞳，开启因果之瞳，玩家能够以上帝视角看到6日内将会发生的事情，宛如亲身经历一般，从而避过对自己有危险的事情。此效果冷却时间为1个月，且会消耗玩家100%的魔力值。3，9载洞观视，开启洞观之视，玩家可以看到9年内任何一个时间段内发生的事情，具体时间可由玩家选择，冷却时间1年，且会消耗玩家100%的魔力值以及20%的魔力值上限。冷却时间1天1月1年，消耗50%最大魔力值100分号，最大魔力值100分号，最大魔力值及20%魔力值上限。熟练度0-100。5阶禁咒魔法未来之势分为针之眼、因果瞳、洞观视3个效果，这些效果相差不多，都能让秦风茶看到未来的变化。区别在于针之眼只能看到3秒内的变化，而因果瞳能够看到6天内的变化。至于最强的洞观视，更是能够看到9年内的变化。而现在，秦风非常迫切地想知道未来的事情是否发生改变。毕竟他毁了副本空间中的位面传送阵，应该会影响到天外魔物大军入侵神域世界的脚步。哪怕副本空间内的位面传送阵不是天外魔物大军入侵神域世界的唯一途径，但至少也能限制进入神域世界的天外魔物大军的数量。想到这里，秦风毅然决然地开启了9载洞观视。提示：玩家开启未来之势的第3个状态9载洞观视，将会扣除您100%的魔力值以及20%的魔力值上限。按照9载洞观视的技能消耗来算，秦风的上百万魔力值将会瞬间清空，而且还会被扣除20万的魔力值上限，仅剩下80万的魔力值上限。代价虽然巨大，但相比于预知未来的功能，他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接下来的变化却让秦风感到颇为意外。提示：由于玩家拥有神级附魔特效无限火力，可减免99%的魔力值消耗，因此此次技能使用，玩家将被扣除1%的最大魔力值以及0.2%的魔力值上限。听到这一条系统提示，秦风的眼睛都瞬间瞪圆了。无论是扣除100%的最大魔力值，又或者是扣除1%的最大魔力值，对他来说都没什么问题，因为魔力值的消耗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缓慢恢复的。以秦风的魔力值负速度，最多10几秒的时间就能让魔力值恢复到满值，因此这一点变化并没能让他动容。可20%的魔力值上限被削减到只有0.2%的程度，就让秦风感到又惊又喜，惊喜交加了。如果每次都要扣除20%的魔力值上限，那无论9载洞观视的技能效果有多强，他也不敢过分依赖。毕竟只需3-5次过后，就会让他的魔力值入不敷出。可只是0.2%的话，那一切都没问题了。原本9载洞观视的技能冷却时间是1年，但缩减99%之后，就只剩下4天不到的时间了。而每次只消耗0.2%的魔力值上限，也可以让秦风毫无压力地使用这个技能。上百万的魔力值，一次消耗0.2%，也就是2000多点。这点代价，秦风还是可以接受的。就在秦风感到万分满意的时候，他的身体忽然飘了起来，似乎重力一下子就消失了一般。他眼前的画面也急速转动，就像是一台以20倍速度播放内容的电视机一样，在秦风面前快速播放画面。一头头身上萦绕邪恶之气的天外魔物出现在画面中，一块块大陆被天外魔物大军占领，然后被改造成适合恶魔生存的土地。无数的玩家和 NPC 组成联军，誓死抗击着恶魔大军的入侵。但恶魔大军的侵略速度却丝毫不减，依旧快速地朝前方推进，并不断吞噬反抗军的生命。越来越多的士兵死亡，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占领，留给玩家和 NPC 的生存空间也越来越狭窄。这是未来战场的画面。秦风瞪大眼睛看着画面上的内容，喃喃自语说道。但奇怪的是，他的脸上没有惊恐，没有仇恨，也没有慌张，有的只是欣喜和坚定，以及一分名为希望的光芒。秋天，这场战争发生在秋天，而且天外魔物大军的推进速度也没有前世的那么快了，他们的数量变得更少。对了，天上那是什么？咦，是太古龙神，他在和天外魔神战斗。不愧是太古龙神，实力就是强大，竟然能够以1敌3，还压着对面的魔王打。但为什么出现的魔王只有3个？我记得前世的魔物大军降临时，可是足足来了7个魔王级强者的。太古龙神乃是神域世界唯一的神王级强者，而天外魔族的神王级强者却整整有12个，也被称之为12魔王。秦风众生前，天外魔物大军降临神域世界，由其中的7大魔王作为统帅，四处攻城略地。太古龙神几度出手，都遭到了7大魔王的围攻，最终更是受伤惨重，只能无奈归隐，任凭魔族大军入侵。有消息说，太古龙神是逃出神域世界，进入混沌虚空中了。但按照秦风看到的画面显示，数年后的前线战场上，只有3大魔王级强者出手。由于太古龙神获得世界之力的加持，因此以一己之力压着魔族的3大魔王级强者打。而下方的战场上，虽然玩家和 NPC 的联军依旧在节节败退，被魔族大军占领了大片土地，可和秦风重生之前大战一触即溃，而且是一溃千里的局面有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是魔族大军的数量更少了，其次是玩家和 NPC 的实力也更强了。最关键的是，魔族大军在攻击和杀伤玩家和 NPC 之后，没有办法将玩家和 NPC 感染为魔物爪牙，这才是让战斗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关键。而秦风还在画面中看到了一棵遮天蔽日的生命神树，他正在不断为下方的玩家和 NPC 士兵提供治疗，并驱散了他们身上的邪恶之力。
在最后的画面中，可以看到距离前线战场很远的地方，正有大量的人手在建设各种各样的防御设施，高达1000米，如同山脉一般的坚固防线，如同森林一般密布的箭塔、魔法塔，悠悠洞口如同蜂窝一般的炼金大炮。在防线的后方，4大范围开辟的土地正种植着各种各样的农作物，还有无数的士兵在训练，无数的铁匠在锻造装备，无数的魔法学徒正在坚持冥想。每一个人都在努力地提升自己的实力，准备随时走上战场，为抗击魔物大军入侵做出一份贡献。这就是5年之后的变化吗？魔物大军本该在春天降临，结果预知的信息中，他们整整晚了半年。这给了神域世界更多的准备时间，让他们能够从容地布置防线。玩家和 NPC 的连接没有一溃千里，而是层层抵抗，为后方争取时间。生命神树的能力更加强大了，它为更多的人提供辅助，也在驱散邪恶之力。天外魔物也失去了感染能力，这极大地限制了他们扩张的速度。还有天外魔物大军的规模也远没有前世那么多，虽然依旧超过了神域世界的承载上限，但神域世界也能组织起一定规模的反抗。最关键的是，天外魔族只降临了3个魔王级的强者，太古龙神并没有受伤，也没有逃出神域世界。从这点来看，在高层战力上，神域世界勉强和天外魔族持平。可是画面中怎么没有我啊？总不至于我提前陨落了吧？那可真是个黑色笑！卧槽！天外魔族这帮狗逼不讲武德，竟然派出魔神级强者来追杀我！秦风在画面中看到，天外魔族的第9魔王正不断地追杀未来的自己，而那个时候，自己虽然已经成为神级强者，战斗力也能够媲美主神级的魔神，但面对神王级的第9魔王，依旧显得力有未竭。这是什么仇？这是什么恨？你堂堂第9魔王，追着我一个刚刚晋升为神的小虾米干嘛？去打太古龙神啊！那家伙才是带头大哥，打败了他，你们就能独占神域世界了。快快快，你那3个兄弟不行了，再不去太古龙神就要反败为胜了。秦风看着一幅幅未来的画面，脸上写满了懊恼。他也没想到，自己一次次的改变历史，竟然让魔族的神王级强者对自己产生如此之深的怨念，宁肯放过太古龙神，也要千里迢迢的追杀自己。不过这也是一个好消息，这至少说明我的努力是有成效的，既延缓了天外魔族的入侵，也降低了魔族入侵规模，还有效的强化了玩家和 NPC 的实力。只要我做的更多一些，计划再完善一些，未尝没有彻底改写历史的机会。秦风深吸了一口气，缓缓结束了九载洞观式的技能效果。一个未知的未来当然是让人彷徨的、恐惧的，甚至是手足无措的，但一个已经被发现的未来，那就是可以被改写的。秦风在九载洞观式的画面中，不仅看到了未来的结局，也发现了天外魔族大军进入神域世界的几处通道。这些信息在他重生前可是绝密，要不然他就会知道这座副本空间中存在一座位面传送阵。但前世不知道的信息，这次却被秦风通过九载洞观式给探查清楚。呼，这个神域世界简直像是一个四处漏风的筛子。我虽然关闭了一处位面传送阵，但类似的入侵通道竟然多达到10几个，这真是耸人听闻。最让人意想不到的位面通道，竟然在光明教廷的核心之地，被那群号称净化一切邪恶的裁决骑士团守护着。可前世被光明神陷害为神域叛徒的黑暗女神，竟然是无辜的。尼玛！前世光明神号召众神围攻黑暗女神，并成功封印了黑暗女神，但现在看来，光明神才是最大的幕后黑手。或者说，这家伙早已沦为天外魔族入侵神域世界的爪牙、走狗、叛徒。但他的形象打理得太好了，竟然瞒过了所有人，还欺骗别人说黑暗女神才是叛徒。传闻中，太古龙神是在接受治疗的时候被几大魔神偷袭，这才重伤逃走。莫非就是光明神搞的鬼？秦风在九载洞观式的画面中看到，自己是被光明神邀请到光明教廷商议事情的。可进了光明教廷才发现，第9魔王竟然坐在光明神的位置上，而光明神这个光明教廷的主人，竟然如同一条哈巴狗一样，站在第9魔神的下手位置。在之后的大战中，秦风更是惊讶地发现，无数天外魔族大军从光明教廷的地下通道中源源不断地涌了出来，最终从后方偷袭了玩家和 NPC 联军。这也造成了联军有史以来最大的损失，被称之为光明浩劫。幸好我提前发现了这一切的秘密。光明神，我会揭露你的真面目，让你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一次，你等不到那些主子降临了。光明神代表光明、正义、新生，希望在整个神域世界有着很高的威望。秦风知道，就算自己跳出来揭破光明神的真面目，其他人也不会相信的。正所谓捉贼拿赃，捉奸拿双，他必须找到如山铁证，否则不仅无法揭露光明神的真面目，反而会让光明神警惕，甚至让自己陷入危险之中。这件事情需要好好思量一下，至少要拿出尽可能完美的计划，然后才能实行。好在我有着充足的时间，这一切都还来得及。就在秦风筹谋之际，一道系统提示音姗姗来迟。提示：您获得10万经验值，等级提升至167级，一阶半神，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自由属性点已自动分配，您的基础魔法攻击力提升至1067390点。秦风是副本位面的主宰者，只要待在副本空间中，每秒就能获得10万点经验值。虽然相比于他动辄数十亿的升级经验来说，这显得很微不足道，但现在频率高，能够无限积累。这不，2个小时不到的时间，秦风就自动升了1级。而秦风升级的问题也早已在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卧槽！我现在78级了，天天被一群人围着叫大佬，本以为已经够厉害的了，可没想到秦风才是真正的大佬啊！呵呵，楼上的说错了，秦风才不是大佬，人家是神。
请跪下，向我神秦风唱一首征服。167级啊，这是怎么办到的？现在玩家的平均等级还没有秦风大神的零头高吧？乖乖龙地洞，我神秦风真是太了不得了，一个人吊打所有玩家。shit， 这个华夏人要是没有作弊，我打死也不相信。我举报，有人开挂，虽然我没有证据。阿西巴，秦风身上有我们宇宙第一国的血统，希望他早日正视自己的血脉，认祖归宗，回归祖国。巴格牙洛，这个华夏人抢走了我们樱花帝国的荣耀，必须要干掉他，否则我们樱花帝国永远也抬不起头来。呵呵，小鬼子，你这话就说错了，你们个子那么矮，见谁都得抬着头说话，怎么叫永远抬不起头来呢？不错，应该是永远低不下头来才对。哈哈，你们这些人太损了，不过我听着怎么这么顺耳呢？咦，咱们说的不是秦风大神吗？怎么跑掉了？而且是跑到隔壁的樱花国。哎呀，秦风大神实力强，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就是秦风大神领先我们，就是基本操作呀，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基操物六，话说秦风大神的工会什么时候升级？我一定要第一个申请加入。不错，之前几次工会升级我都没赶上，这次可不能落下了。我下铺的那个兄弟之前实力还不错的，秦风大神的工会升级还邀请了他，可他却倔强都拒绝了，现在都哭晕在厕所了。哈哈，换我也要哭晕啊！哎，听说第一批加入秦风大神工会的玩家们已经人手一套黄金装备了。不错，这还是矿工的待遇，如果加入职业战斗团，那大多数人已经获得钻石级装备了。卧槽，挖矿的那点贡献度也能换到黄金级装备吗？不行，我要申请加入秦风大神的工会，谁也别拦我。秦风屡次升级，等级达到167级，让外界的玩家震惊不已。但更让他们震惊的还是秦风接下来的操作。一路上忙前忙后打了1个月的仗，秦风终于决定停下脚步，要好好的享受享受。死亡之物跳舞，黑暗龙女柔肩，圣光天使倒酒，世界神树遮阳，秦风的日子好不快活。而就在这样的快活时光中，秦风的等级也节节攀升，几乎每过2小时的时间，他的等级就会提升1级。提示：您获得10万经验值，等级提升至168级，一阶半神，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自由属性点已自动分配，您的基础魔法攻击力提升至1087390点。提示：您获得10万经验值，等级提升至179级，一阶半神，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自由属性点已自动分配，您的基础魔法攻击力提升至1132390点。提示：您获得10万经验值，等级提升至188级，一阶半神，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自由属性点已自动分配，您的基础魔法攻击力提升至1187390点。秦风每秒能获得10万经验值，1分钟就是600万经验值，1小时则是36亿经验值。如果持续1天的时间，更是能达到864亿之多。就在这样舒适的环境下，秦风的等级顺利达到200级。提示：您获得10万经验值，等级提升至200级，二阶半神，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自由属性点已自动分配，您的基础魔法攻击力提升至2137990点。从此刻起，秦风就是一名2阶半神级强者。而看着秦风不断跳动的等级，玩家们也不由得发出感慨：哎，秦风大神的实力本身就强了，做人还那么努力。是啊，不怕人优秀，就怕人优秀了还比你努力，太恐怖了！一连3天的时间，每隔几个小时就升1级，秦风大神都不吃不喝不休息的吗？兄弟，你难道在游戏里蹲了3天，一直看着秦风大神升级吗？是啊，你也是吗？是啊，我也是。还有我，加1加10086。但谁也没想到，秦风升级的过程会是那么的朴实无华。天使倒酒，龙女柔肩，的确够努力的了。不过，秦风也知道，一场巨大的危机正在未来等待着他。如果现在就停下脚步，享受生活，那未来将会无比残酷。想清楚这一切的秦风，在第3日到来的时候，果断地离开了副本空间。黑暗龙女、死亡之物、圣光天使也跟着他离开。只有作为位面守护者的生命神树被秦风留在了副本空间中，一是为了保护副本空间不受外敌入侵，二也是让生命神树能够享受守护者的待遇，躺着把级升了。或许下一次见面的时候，生命神树的等级会远远超过秦风吧。而就在秦风离开副本空间之际，耳边便传来一连串的系统提示音。提示：由于您对本世界的卓越贡献，天道意志对您的好感度提升80%，当前为有益。提示：由于您对本位面的卓越贡献，太古龙神对您的好感度提升50%，当前为欣赏。提示：由于您对本位面的卓越贡献，生命女神对您的好感度提升50%，当前为欣赏。一大波神灵好感度到来，让秦风有些摸不着头脑。看来这些神灵也知道天外魔族的阴谋，所以一直小心防备着呢。这一次，我摧毁了天外魔族留下来的位面传送阵，也算是缓解了他们的压力，所以送上的好感度。这么说来，之前我和魔神之手投影战斗的事情，他们也都清楚了。该死，这些家伙真是不要脸，竟然让我一个小虾米去和魔神战斗，而他们竟然高高在上，一点下场帮忙的意思都没有。这是觉得位面传送阵已经毁了，我存不存在也就无所谓了。一想到众神的作态，秦风就感到非常不满。如果不是自己拥有灭神之光，能够用经验值换伤害，硬生生拼掉魔神之手投影，那自己多半要挂在魔神投影的手上了。而就在秦风感到不满的时候，又一阵系统提示音的出现，让他啼笑皆非。提示：由于您对本位面的卓越贡献，
黑暗女神对您的好感度提升50%，当前为末世。提示：由于您对本位面的卓越贡献，死亡之神对您的好感度提升50%，当前为末世。好感度提升了50%，态度依旧是末世，说明这两位神灵之前对秦风的态度可不怎么友好啊。秦风也想起自己之前契约黑暗龙女和死亡之物时，系统提示说自己破坏了未知神明的计划，所以对方对自己的好感度下降，甚至达到仇恨的状态。现在看来，那所谓的未知神灵就是黑暗女神和死亡之神了。呵呵，态度从仇恨提升到末世，这状态转变也很有意思啊。不过我才管你是仇恨还是末世，别惹我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惹到我了，就算是亲密和欣赏，又或者是有意，我也照打不误。就在秦风呢喃之际，又一道系统提示音响起。提示：由于您破坏了某位神灵的暗中谋划，对方对你的好感度下降100%，当前为仇恨。听到这一条系统提示音，秦风的眼睛不由得微微一眯，冷笑着说道：破坏了某位神灵的暗中图谋。呵呵，这位暗中图谋的神灵该不会是光明神吧？这家伙是天外魔神的走狗，一直充当天外魔族在神域世界的爪牙和眼线。如今我破坏了副本空间中的位面传送阵，光明老狗自然急了。可即使如此，那我之前破坏位面传送阵的时候，光明老狗怎么没有出来阻止呢？是担心被众神发现暴露身份，还是天外魔神压根没告诉他位面传送阵的事情？这样看来，天外魔神和光明老狗之间也不是一条心的嘛。黑暗龙女化身巨龙形态，驮着满怀怨气的秦风向远方飞去。他并不知道神域诸神之所以没有出手帮忙，是因为他们和天外魔神达成协议。协议的内容是天外魔神不能入侵神域世界，而神域诸神也不能对天外魔神留下来的爪牙动手，因为这些爪牙是上古诸神和天外魔神交易的结果。上古诸神为了剿灭斯图尔特帝国，所以做了带路党，引入天外魔族大军，最终灭掉斯图尔特帝国。虽然上古诸神又赶走了天外魔族大军，但当初追随天外魔族大军剿灭斯图尔特帝国的万族领袖已经被天外魔物感染和同化，彻底成为魔族爪牙了。因此天外魔族在权力神域世界的时候和上古诸神达成协议，天外魔神不再入侵神域世界，但诸神也不能主动攻击这些魔族爪牙。虽然上古诸神已经先后陨落，但这份协议也一直保留下来。但谁都知道天外魔族入侵神域世界的心是不会死的，他们的心中充满贪婪和杀戮，绝对不会放过神域世界这块肥肉。比如在离开时暗中留下很多位面传送阵，并不断培养魔族爪牙，扩大在神域世界的话语权。但神域诸神也没办法，因为他们也很清楚自己不可能是天外魔神的对手。神域世界的诸神不管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比不过天外魔神，如果他们敢撕毁协议，就会给天外魔神入侵神域世界寻找机会。可要是不动手，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天外魔神一点点的蚕食神域世界，直到神域世界彻底失去抵抗之力，才会一口吞下神域世界这块肥肉。这就是天外魔族温水煮青蛙的计策。神域世界为了对抗天外魔族，最终才引入蓝星玩家这个群体，希望凭借玩家的智慧和勇气打败野心勃勃的天外魔族，因此才有了神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合并。玩家们对抗天外魔族并不违背远古协议，但也因为远古协议的存在，神域诸神不能在秦风受到天外魔族威胁时主动下场帮助秦风，因为那样的话就会落人口实，给了天外魔族撕毁协议的机会。只可惜神域诸神想的倒是美好，可人家天外魔族也不是傻子。之前神域诸神知道位面传送阵的存在，但碍于远古协议，无法在明面上出手摧毁这些天外魔族入侵的通道，而玩家的实力又无法在那么多半神级魔物爪牙甚至是魔神投影的保护下摧毁位面传送阵，所以天外魔神听之任之，没有理会玩家的存在，而是加快速度筹谋入侵神域世界的各种计划。当天外魔族准备妥当的时候，玩家都还没有彻底成长起来，就更别提对抗天外魔族的入侵了。这就是秦风前世的经历。不过这一次秦风重生了，很多事情也都被改变了。现在的天外魔族还没有准备好，但他已经拥有在众多半神级魔物爪牙甚至是魔神投影的守护下摧毁位面传送阵的实力。天外魔神要么立刻开启入侵之战，要么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秦风一点点摧毁位面传送阵。但尴尬的事情在于，此时的天外魔族大军依旧陷在另一个世界战场中，在毁灭那个世界之前，天外魔族大军是没办法抽调主力前来入侵神域世界的。如此就给了秦风不断成长的机会，并借着这个真空期一点点摧毁位面传送阵，达成阻止天外魔族入侵神域世界的目的。不得不说，重生而来的秦风真的是改变了很多事情。而对这一切猛然不知的秦风，正在研究自己的觉醒任务呢。竞技法师觉醒任务，任务等级 SSS， 转职阶段3%。任务目标： 1. 智力属性达到10000点，350000010000已完成。2. 击杀200级以上的半神级 BOSS，21已达成。3. 至少掌握一项5阶禁咒魔法，41已达成。4. 获取一枚下位神格神级物品，31已达成。5. 获取一枚无尽晨星之核神级物品，01未达成。任务限制无。任务简介：想获取禁忌之力，就要付出相对应的代价。这就是秦风当前面临的职业觉醒任务。但有趣的是，虽然秦风刚刚触发这个觉醒任务，可大部分的任务目标都已经达成了，甚至是远远超出。比如第一个任务目标要求他拥有10000点的智力属性，可此时秦风的智力属性却已经高达35万，是任务目标的35倍之多。
又比如第二个任务目标要求秦风击杀一头200级以上的半神 BOSS， 但在副本空间中，魔物爪牙的领袖以及魔神投影的等级都远远超过200级。再比如第三个任务目标要求秦风拥有一项5阶禁咒魔法，可秦风不仅拥有4个5阶禁咒魔法，甚至都已经拥有1个6阶禁咒魔法了。而任务的第4个目标是要求秦风获得1枚下位神格，但事实上，之前秦风在守护者商城中就一次性买了13枚下位神格，其中10枚下位神格用于天赋能力的晋升。如今他的包裹中还剩下3枚下位神格，同样超出了任务目标所要求的1枚。唯有无尽晨星之河神级物品，秦风暂时还没有头绪。他在守护者商城中搜索，却并未发现这种材料的踪迹。尼玛，连守护者商城中都没有无尽晨星之河，那我应该去哪里寻找这玩意呢？守护者商城是天道意志专门为那些能够守护神域世界安宁的强者所开辟的一种物资购买渠道，里面的宝物随便拿出一件都是震惊世人的天才地宝。可以说，只要神域世界有的东西，在这里都能买到。比如能够造就神级强者的下位神格，守护者商城中就足足有13枚之多。但现在秦风却找不到无尽晨星之河的踪迹，足以说明这种材料的珍贵。系统，帮我筛选那种能够寻找物品的道具或技能。片刻后，一个巴掌大小的罗盘出现在秦风的眼前。七星罗盘，品阶神级道具，功能献祭1枚天才地宝便可启动七星罗盘，为你寻找目标所在位置。注：献祭的天才地宝越珍贵，目标位置越精确。看着这件道具，秦风不由得眼前一亮，他惊喜地吐出了2个字：买了！有这样的好东西，哪怕不是为了决心任务，也得买下啊！提示：玩家花费100亿金币，成功购买神级道具七星罗盘，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玩家获得100亿生命值，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你获得2.5万力量属性、2.5万体质属性、2.5万智力属性、2.5万精神属性，详情请自行查看。100亿金币的花费，秦风连眼睛都没眨一下。的确，他缺的不是金币，而是花金币的机会。因此，不仅不会眨眼，反而会在心中遗憾，七星罗盘真是太便宜了。当然，七星罗盘也值这个价，否则天赋能力就会自动判定此次交易无效了。而有了这么一件宝物，神域世界中的人或物，还有谁躲得过秦风的小算盘？献祭，呼，还真是一箭双雕的好买卖啊！不仅能帮我找东西，还能帮我找氪金的借口。这样的宝贝，希望多来几件。看着道具上的献祭要求，秦风再次打开了守护者商城。系统，帮我筛选价值最高的献祭物品，不求最好，但求最贵。很快，守护者商城上的列表再次发生改变。虚无迷石100亿金币，阴阳玲珑鱼300亿金币，堕落天使之心500亿金币。哦豁，数量还不少，价值也都挺贵。要不我全买了，反正也不差钱，正好氪一次金。算了，等有用再买，反正这些东西都跑不了，反而实力暴涨太快，不利于我的长远发展。想到这里，秦风按捺下将所有物品全部购买的冲动，最终只选择了价值500亿金币的堕落天使之心。提示：玩家花费500亿金币，成功购买主神级材料堕落天使之心，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玩家获得500亿生命值，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你获得12.5万力量属性、12.5万体质属性、12.5万智力属性、12.5万精神属性，详情请自行查看。堕落天使之心，等级主神级材料，功能可将生物转化为堕落天使，且堕落天使拥有将级神宠的潜质，最高能成长到主神级，但也会受到堕落天使之心的限制，永远无法突破神王级。介绍：堕落天使是天外魔族分支，天使魔族的战士成长潜力很高，且天生拥有强大的战斗意识，实力非常恐怖。据说光明主神曾经击杀过一头堕落天使，并以堕落天使为蓝本，研究出圣光天使这一物种，但圣光天使的实力远逊于堕落天使。秦风看着手中这枚拳头大小却正在蓬勃跳动的黑色心脏，眉头都皱成了一个川字。没想到圣光天使竟然是以堕落天使为模板创造出来的。可是在光明教廷的神话传说中，堕落天使是圣光天使的背叛者、毒神者。看来光明老狗不老实啊。光明老狗背叛或许就和堕落天使有关，我猜当初他就是受到堕落天使的蛊惑或感染，最终才沦为天外魔族的爪牙。也有可能是因为圣光天使不完美，而光明老狗想要追求更完美的天使，所以才主动投靠天外魔族。但不管怎样，光明老狗必须死。秦风有些不舍得将堕落天使之心放在罗盘上，如果这堕落天使之心再高级一点，那秦风可能还舍不得将它献祭了。但现在秦风的几大神宠最低都是将级的存在，其中的生命神树甚至是王级神宠。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当然不会在意一颗只能够缔造将级神宠的道具了。提示：献祭成功，无尽晨星之河得位置坐标为 193.247。 看着这组坐标信息，秦风眼睛微眯，这好像在西北藏星海附近啊。前世在那里混迹了2-3年的时间，这次也算是故地重游了。但更为关键的是，在之前的九载洞观中，我还发现藏星海的某处海岛上存在一座位面传送阵，哪个地方也是天外魔族入侵神域世界的主战场之一。这次过去就顺手将它给料理了吧。想到这里，秦风调转龙头向西北藏星海的方向飞去。但让他意外的是，一道系统提示音也在此时响起。提示：您触发 SSSSS 及隐藏主线任务，神域世界的守护者，详情请自行查看。神域世界的守护者1/10，
任务级别 SSSSS， 任务完成度 0%。任务内容：上古时期，神域世界万族并存，生机勃勃，又有神灵如同星辰一般闪耀。他们引领众生，庇护弱小，受万人敬仰。但人皆有私，万族领袖和上古诸神同样如此。为了争夺更多的生存资源，各个族群之间爆发战争；为了占据更多的信仰来源，各个神系之间也爆发了战争。一时之间，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无数的人在战争中失去家园，失去家人，失去财富，甚至失去生命。原本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世界，变成了一个被野心家统治的血腥决斗场。上古神王斯图尔特亲眼目睹这一切的悲剧，于是发下宏愿，想要解决这一切问题。他建立斯图尔特帝国，准备统一万族，将所有生灵纳入帝国的管辖，并公平地分配现有资源，从来平息争端。他打造神界，希望让上古诸神迁入神界中生活，不许诸神过度干预凡人之间的事务，更不许诸神为了争夺信仰而挑起战端。只可惜，充满权欲的万族领袖和无比依赖信仰之力的上古诸神无法接受斯图特尔的主张，他们联合在一起，准备推翻斯图特尔的统治。但一个伟大的理想必然充满了吸引力，无数被压迫者、被剥夺者、被奴役者，在战争中受创伤者，充满远大理想的理想主义者，都前赴后继地来到斯图特尔的麾下，听从他的命令，接受他的指挥，一起抗击腐朽的万族领袖和上古诸神。他们当中，有的曾是高高在上的贵族，有的曾是贱如草芥的奴隶，但在理想主义的号召下，所有人都选择并肩而战，相互依存。他们来自各个族群，无论是人族，又或者是兽族，再或者是精灵族、矮人族，本该敌对的他们，却在此刻紧密地拥抱在一起，怀着共同的理想主义，无比虔诚地战斗着。哪怕面对曾经的领袖、曾经的族人，也从未有人退缩半步。这些饱含战斗意志的人们，发挥出无比强大的战斗力，并无数次地击败了万族领袖和上古诸神。斯图特尔帝国一度展现出要统治整个神域世界的风采，只可惜腐朽的万族领袖和上古诸神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们竟然为了对抗斯图特尔帝国的统治，选择和天外魔族媾，并充当天外魔族的引路人，将凶恶和残忍的天外魔族大军带到了神域世界。为了守护共同的家园，斯图特尔帝国放弃了大好局面，调转枪头和天外魔族战斗起来。这一场战斗持续了数百年的时间，那些充满理想主义的生命在这一场漫长的战争中流干了最后一丝鲜血。斯图特尔帝国成功了，他们赶走了天外魔族大军，但斯图特尔帝国也失败了。曾经的对手腐朽的万族领袖和上古诸神卷土重来，并彻底灭绝了斯图特帝国的希望之火。这之后，万族领袖沦为天外魔族的爪牙，成为天外魔族在神域世界的代言人，而上古诸神也终于成为神域世界的统治者，肆意分割信仰之力。但被赶走的天外魔族不甘心，就这样放弃神域世界这块肥肉。他们在各个地方留下位面传送阵，随时准备杀回神域世界，将这块肥肉一口吞下。最终，经过几番斗争之后，元气大伤的双方决定谈判，并达成一些协议。天外魔神不再入侵神域世界，而神域诸神也不得针对被天外魔族感染和同化的爪牙们。但所有人都知道，等天外魔族恢复元气，必将撕毁协议，卷土重来，再次入侵神域世界。上古诸神虽然先后陨落，但当初的协议也被如今的诸神继承。懦弱的诸神不敢对抗天外魔族，他们要么已经暗中投靠天外魔族，要么心怀侥幸，认为天外魔族会遵守协议。因此，他们放任天外魔族在神域世界扩张影响力，并不断建设位面传送阵。尊敬的勇士，为了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请你举起正义的权杖，打断天外魔族的爪牙，破坏天外魔族入侵神域世界的通道，彻底粉碎他们卑劣的企图吧。任务目标：杀死藏星海的魔物爪牙，破坏藏星海的位面传送阵，并净化藏星海的邪恶力量。任务提示：击杀魔物爪牙的数量、位面传送阵的破坏程度、藏星海邪恶力量的残留度都会影响任务评分。任务成功奖励：未知评分越高，未知奖励越丰富。任务失败惩罚：取消玩家进入守护者商城的权限。看着这个和自己目标一致的任务，秦风的嘴角不由得抽搐起来。该死的，天道意志不会是在算计我吧？也许守护者商城中是有无尽晨星之河这件材料的，只不过被他故意隐藏起来了，目的就是指引我前往藏星海，破坏天外魔族的入侵通道。尼玛！虽然我们的目标一致，但这种被算计的感觉还真是让我感到不爽啊！希望这次的任务奖励不会太差，要不然有你好看的。察觉自己被算计的秦风心情非常的不美丽，他的确想要阻止天外魔族对神域世界的入侵，可自己想走的路和被别人推着走过的路，哪怕路线一致，结果也一致，但还是让人很不爽的呀。秦风一脸臭臭的向着西北藏星海飞去，但实际上他已经开启了未来之势的第二个技能效果。未来之势5阶禁咒魔法，等级1，效果2，6日因果瞳，开启因果之瞳，玩家能够以上帝视角看到6日内将会发生的事情，宛如亲身经历一般，从而避过对自己有危险的事情。此效果冷却时间为1个月，且会消耗玩家100%的魔力值。6日因果瞳能够让秦风看到未来6天将会发生的事情，虽然会消耗全部魔力值，并有1个月的冷却时间，但不要忘了，秦风还拥有无限火力这个神级附魔效果，能够削减99%的魔力值消耗和冷却时间。一股熟悉的感觉再次袭上心头，秦风仿佛整个人都要飞起来一般。然后他发现眼前的画面快速变动，不是以几十倍速度播放电影的那种快进，而是整个人身临其境，但周围的事物发展速度大幅加快的感觉。黑暗龙女飞得更快了，几乎称得上是风驰电掣。
几个呼吸的时间就到了万里之外的藏星海。他的动作也飞快，先是找到了坐标位置 193.247， 并成功从一座神像的额头上取下了完成觉醒任务的必备材料无尽晨星之核。神庙的守护者自然不同意，差点当场对秦风大打出手。不过令秦风意外的是，那座神像竟然活了过来，并阻止了神庙守护者的动作，然后让秦风离开了。当然，神像对秦风的态度也很恶劣，甚至连好感度也直接下降了 50%， 变成漠视态度。但终归没有动起手来，让秦风感到一头雾水的同时，也升起了某些小心思。得到无尽晨星之核后，秦风的第3次职业觉醒任务就算是成功完成了，然后就是实力大增，获得一堆的觉醒技能。而完成职业觉醒任务之后，秦风才踏上寻找位面传送阵的道路。也就在这个时候，秦风发现地上的花草树木全都指向了一个方向，甚至就连一堆碎石也组成了指向同一方向的箭头。尼玛，你这想让我当马前卒的念头，能不能再明显一点？不要以为你是天道意志，小爷我就不敢锤你哈。在6日因果瞳的效果下，秦风亲身经历了未来数日的事物变化。当然，这里的事物变化仅仅是围绕秦风展开的，至于其他地方发生了什么，秦风也不得而知。就这样，秦风默默地看着自己是如何被天道意志指引着，找上了位面传送阵，并和守护位面传送阵的半神级魔物爪牙大战，又亲眼看着那头5阶半神级的魔物统帅是如何献祭自身，召唤魔神投影上身的。有着之前的经验，秦风指挥着伪神级的缝合怪，轻而易举的就毁掉了位面传送阵。之后又以1000亿经验值为新柴，点燃了灭神之光，成功一波带走魔神投影，完成了世界守护者的第1环任务。而代价就是秦风再次得罪一尊魔神，让对方深深的恨上了自己。呼，6日因果瞳的效果还真不错，竟然让我亲身体验了一下未来几日的事物发展。呵呵，这是世界的彩排吗？但不管怎样，我可不想被世界意志牵着鼻子走，否则哪天被卖了都不知道。秦风驾驭着黑暗龙女飞向了坐标点 193.247 的位置，然后他就看到了一座熟悉的神庙。因为在不久之前他曾亲自来过这座神庙，自然会感到熟悉了。哦，尊敬的勇士，欢迎你莅临狩猎女神庙。在下尤斯塔斯·布莱尔，是女神陛下最忠诚的信徒，也是这座神庙的大祭司。请问有什么能帮到您？或者您来此有何指教之处？一个腰间别着战斧、袒露胸膛的中年壮汉迎了上来，一脸热情地说道。看着这个熟悉的壮汉，秦风也不由露出一抹微笑。就是这个家伙，在几分钟之前曾拔出斧子要砍自己呢。此时面对面的交流，还真让秦风感到有趣啊。而当秦风抬头看向神庙中的那座高大神像时，也在第一时间发现神像额头上正好有一颗拳头大小、时刻散发璀璨神光的晶石。他知道，那就是自己此行的目标，完成禁忌法师3次觉醒任务的必备材料无尽晨星之核。不过，有了前车之鉴的秦风，这一次就没有鲁莽的上手就抢了。他看向身旁的壮汉，一脸温和地说道：“呵呵，你好，布莱尔大祭司，我来这里也没什么大事，就是想见见你家女神殿下。”听到这话，布莱尔大祭司面色忽然冷了下来。之前还一脸热情的他，立刻变得满脸铁青，神情肃然。阁下，女神陛下高贵伟大，不是你能够亵渎的。现在你立刻跪下，向女神陛下祈祷，我或许会放你一马，否则我的斧头可不会跟你客气。很显然，克雷尔大祭司是将秦风当作初出茅庐的愣头青了。他还以为秦风说要见狩猎女神是在轻薄自家女神陛下呢。但秦风不为所动，依旧一脸淡然地站在原地，只是默默地看着狩猎女神像，似乎在等什么一般。见秦风这个样子，克莱尔大祭司立刻怒了。他一把拔出腰间的战斧，就要朝秦风的头上砍来。神庙中的其他信徒见状，也纷纷围了过来，一副要给秦风好看的样子。但就在这个时候，狩猎女神的神像忽然泛起无量神光，将整个神庙映射得如同白昼一般亮堂。克莱尔，不得无礼！缥缈浩瀚的声音在神庙中响起，正准备对秦风动手的大祭司克莱尔以及其他信徒都瞬间石化了。他们站在原地，一动也不能动，似乎被施了定身法一般。没人能在自家女神面前对自己释放定身法，但自己却被定住了。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自家女生对自己动手了。为什么？自己明明是在维护女神陛下的威严，可女神陛下为什么要将自己定住呢？克莱尔心中不解，但他不敢责怪自家女神陛下，只能老老实实的待在原地，顺从女神陛下的念头，一动都不动，充当一个木头人的角色。而这个时候，秦风和狩猎女神的对话也展开了。只见狩猎女神目光璀璨，略带好奇的看着秦风，问道：“守护者阁下，你来这里做什么？莫非以为本女神和那些软骨头一样，在窝藏天外魔族的爪牙吗？”呵呵，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就让你失望了。听到狩猎女神称呼自己为守护者，秦风的心中也不由一动。为什么称呼我为守护者阁下？莫非是因为我佩戴的世界守护者勋章？不过心中虽然疑惑，但秦风也知道这不是聊天的时候，于是直抒心意的说道：“见过狩猎女神阁下，在下来这里是想向阁下讨要一件东西，还希望阁下能够成全。”狩猎女神听到这话，心中也不由疑惑起来。她可是听说过世界守护者这个群体，每一个都富得流油，而且拥有各种宝物，就连神灵都无法比拟。这样的人物怎么会向自己讨要东西呢？但疑惑归疑惑，狩猎女神还是按耐性子问道：“那不知守护者阁下想要什么呢？”一旁的克莱尔大祭司听到自家女神陛下温和的话语，不由得万分惊讶起来。自家陛下虽然是女性神灵，但狩猎2个字已经说明，这是一位充斥战斗欲望、
脾气相对暴躁的神灵。自己侍奉女神陛下这么多年，何曾见过他这么温和？眼前这个男人到底是谁？这让克莱尔大祭司万分疑惑，不解非常。这时候，秦风也呵呵笑道：“女神阁下，在下希望得到你神像额头上的那块无尽晨星之核，它是我职业进阶的关键材料，还希望你能够成全。”听到这话，克莱尔大祭司面色大变，虽然无法动弹，但他却在心里大声的呐喊和祷告起来：“女神陛下，千万不能答应，千万不能答应啊！无尽晨星之核是你最虔诚的信徒贡献给你的宝物，为了得到它，无数虔诚的信徒付出了生命，千万不能把它交给这个家伙。”可惜，克莱尔大祭司的这番话纯属是给瞎子上眼药，毫无作用。只见狩猎女神呵呵一笑，淡然的说道：“原来你的目的是他，呵呵，这的确是一件了不得的宝物。为了得到它，我虔诚的信徒可是付出生命的代价啊。不过，守护者阁下为了神域世界的安宁，到处东奔西走，也是值得尊敬的人。既然他关乎守护者阁下职业进阶，那就拿走吧。”狩猎女神大方的取下额头上的晶石，并郑重的交到秦风手中。多谢狩猎女神阁下的慷慨，若有所需，但请开口，在下无有不从。看着这位健美的狩猎女神，秦风有些不争气的咽了口唾沫，然后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狩猎女神庙。不得不说，相较于大多温婉知性的女性神灵，这位以狩猎为名的女神身上更多了几分狂野和健美的风姿，显得格外的吸引人。而且对方表现的也非常大气，秦风很是欣赏。提示：狩猎女神对你的好感度提升50%，当前为有意。这一道系统提示音的响起，不由得让秦风眼前一亮。哦豁，我之前从6日因果瞳中看到的结局是狩猎女神对我的好感度下降50%，变成了漠视态度，但这一次好感度不降反升，变成了有意。呵呵，还真是有趣呢。不过这也说明未来的确是可以被改变的。我选择了不同的行事方式，所以带来了不一样的结局。秦风乐呵呵地离开狩猎女神庙，而狩猎女神庙中也展开了另一场谈话。这时候，神庙中的信徒全部都被赶了出去，只有大祭司克莱尔一人待在神庙中。只见他双腿跪在地上，姿态很是卑微，但神情却非常激动地说道：“女神陛下，您虔诚的信徒不理解，那一件宝物有多么珍贵，您应该是知道的呀。而且为了获得它，我们死去了多少兄弟，可现在您竟然就这么随意地送给了一个第一次见到的人，我为那些死去的兄弟感到不值。”克莱尔大祭司双腿跪地，仿佛是在忏悔一般，但那激动的神情又仿佛是在质问上方的狩猎女神。如此矛盾的神情和态度，让人看得一头雾水。特别是一个凡人，竟敢如此质问神灵，更显得格外的诡异。哎，大哥，你怎么又这副模样？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咱们说话就好好说话，不要动不动就下跪。怎么，才当了500年的大祭司，骨头就这么软了吗？如果秦风在这里听到狩猎女神称呼克莱尔为大哥，非得惊爆眼球不可。谁能想到，狩猎女神和克莱尔大祭司竟然是亲兄妹的关系？而被狩猎女神一击，克莱尔也一个挺身，直接站了起来。谁骨头软了？我这是尊敬好吧？要是让外边那些信徒看见我对你不敬，是会影响你信仰传播的。咦，莉莉丝，你别跟我转移话题。你还没有回答我，为什么要将无尽晨星之核交给那小子？你又不是不知道，当初为了获得它，咱们死了多少兄弟，其中还有不少人和咱一起长大。更何况，无尽晨星之核可是你晋升主神的关键物品，就这么交给一个来历不明的小子，你也心甘情愿？听到克莱尔气冲冲的话，狩猎女神一翻白眼，然后打了个响指，凭空召唤出一柄巨大的椅子，然后毫无形象的躺了上去。谁告诉你那小子来历不明了？你没听到我称呼他守护者阁下吗？看着自家这位已经成就神灵尊位，却依旧如此不顾形象的妹妹，克莱尔气不打一处来。但还没等他生气，狩猎女神的话语就让他转移了注意力。守护者阁下，是的，你之前的确是这么称呼那家伙的。你可是神灵啊，放在整个神域世界中都是首屈一指的大人物，何必对他那么低声下气？守护者，守护谁？很了不起吗？当克莱尔一句很了不起吗出口时，狩猎女神连忙直起身，再次打了个响指，将整座神庙屏蔽起来之后，才一脸严肃地说道：“不错，就是很了不起。你不是想知道他这个守护者的称号是怎么来的吗？你不是问我他这个守护者守护的是谁吗？大哥，那今天我就告诉你一些事情，一些关乎我们生死的事情。首先，我虽然成为神灵，但不过是一名普通的神级强者，在我之上还有10数名主神级强者，以及1名神王级强者，他们每一个人的实力都能像捏蚂蚁一样捏死我。就算在同级别的神灵当中，我的实力也不算最强的。而更恐怖的事情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之外，还有无数无比恐怖的存在。距此不远处的碎星岛上住着一群邪恶的怪物，你曾经要求我去清理他们，但我拒绝了，还警告你们不要去招惹那些怪物。你知道为什么吗？狩猎女神的语气非常严肃，她虽然好似在询问克莱尔大祭司，但完全没有等大祭司回答的意思，就自顾自地说道：因为那些怪物的后台是我惹不起的，就连那些主神级强者，甚至是那位太古龙神都惹不起的存在。那群家伙被我们称之为天外魔族，实力非常恐怖，光神王级强者就有12个，可我们只有太古龙神一位神王级强者。想必现在你应该知道那些天外魔族的实力有多么恐怖了吧？克莱尔听到这话，脸上不由得写满了震惊之色。可那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咱们又没有招惹他们，实力再怎么恐怖，总不至于平白无故找我们麻烦吧？还有，这和你将无尽晨星之核交给那小子又有什么关系？狩猎女神长长叹了一口气，神情落寞地说道：怎么会没关系呢？天外魔族实力强大，同时也野心勃勃，
随时想要吞并我们神域世界。比如碎星岛上的那些邪恶怪物，就是天外魔族留下来的爪牙，他们建设和守护的位面传送阵，就是天外魔族入侵神域世界的主要通道。可神域世界的强者们却因为远古时期留下来的一纸协议，迟迟不敢反击天外魔族，更不敢破坏那些位面传送阵。而你口中的小子，却是唯一一个有实力又有胆子破坏天外魔族阴谋的人。他这个守护者，守护的是整个神域世界，是你我，是天下众生，明白了吗？听到自家妹妹的话，克莱尔大祭司震惊不已。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刚刚那个体型单薄的人类小子，竟然是守护整个世界的英雄。忽然，克莱尔好像想到什么一般，惊呼说道：“妹子，你的意思是说，那小子要去碎星岛对付那群怪物？”狩猎女神没有说话，只是叹息一声，默默点头。不行，碎星岛上的怪物太强了，那小子对付不了。嘿，早看那群怪物不爽了，我正好去帮忙。说完之后，克莱尔抽出腰间的斧头，就要朝神庙之外走去，但没走几步，整个人就僵在了原地，一动也不能动。你这个家伙光长肌肉不长脑子吗？还是说你脑袋里面都是肌肉？之前看人不爽，拎起斧头就想削人家，现在怎么又转性子想去帮忙了？哼，我已经说了，我们和天外魔族之间有协议，不能对那些爪牙动手。而你代表了我，你一旦出手，就意味着我出手了。我出手了，就代表神域诸神出手了，这会给天外魔族撕毁协议的借口。所以，无论是你，又或者是我，都不能出手帮忙。唉，只希望这小子能够给力一点，彻底驱逐天外魔族的爪牙，并关闭位面传送阵吧。另一边，离开狩猎女神庙的秦风也开始研究手中的无尽晨星之河。无尽晨星之河，品阶主神级，功能一，由远古大星毁灭后凝聚星辰亿万载能量积蓄的至宝，其中蕴含星辰法则的奥秘，可用来册封神位，使半神巅峰的强者晋升为神，继承星神之位，或帮助神级强者晋升主神，掌控远古星神的力量之源。二，若以启灵之法激活晨星意志，可造就一位心灵生物，其出生时拥有巅峰半神实力，并能够不断汲取星光能量，强化自身，最终能够成就神灵之位，甚至达到主神级层次，并重现远古大星的风采。三，可用来壮大异次元位面的空间本源，扩大其空间范围，增强空间生灵的灵性，并有机会完善次元位面的星辰法则。看着这件宝物的属性，秦风心中不由震惊万分。没想到无尽晨星之河竟然有这样大的来头。传闻之中，神域世界的远古时代，诸神并存，各种神系如同百花齐放一般闪耀璀璨。星神一脉也是其中之一，甚至还诞生过2位神王级的星神，分别是太阳神阿波罗和月神阿尔特弥斯。但历经无数战争之后，神域世界迎来了诸神黄昏，太阳神阿波罗和月神阿尔特弥斯先后陨落，星神一脉逐渐没落。那些掌控星辰之力的神灵也逐渐被竞争对手击败，一颗颗远古星辰坠毁，更是断绝了星神一脉的未来。而这颗无尽晨星之河，就是一颗远古星辰坠毁后凝聚了万载晨星能量形成的至宝。在秦风回忆无尽晨星之河的光辉历史时，心中也不由得犹豫起来。这件宝物的作用太大了，大到他都舍不得用来完成觉醒任务了。哪怕只是第一个功能册封神灵，就让秦风感到无比惊喜。神灵啊，那可是神域世界的顶尖人物呢。哪一个成就神灵之位的强者，不是经历千难万险，一路冲过尸山血海，最终才成就的高贵地位？可这一件宝物就能让他拥有册封神灵的机会，而且还不是一般的神灵。无尽晨星之河能够让半神巅峰的强者晋升为神，并让对方继承星神之位，掌控远古星神的力量之源。只需稍稍努力一下，甚至还能由神晋升为主神，成为神级强者中的高层人物。从这一点来说，无尽晨星之河的价值就难以估量。但在秦风看来，无尽晨星之河最珍贵的地方，还是它的第2个和第3个功能。只需要用启灵之法，就能激活沉睡在这颗无尽晨星之河上的星辰意志，从而造就一位心灵生物。这位心灵生物初始时就拥有巅峰半神的实力，还能不断汲取星光能量，强化自身，最终晋升为神，甚至达到主神层次，并重现远古大星的风采。到时候，心灵将能够化身远古星辰，重新回到9重天际，再次照耀神域世界。而秦风也能收获一名主神级强者，可谓是皆大欢喜。无尽晨星之河还有最后一个功能，壮大异次元位面的空间本源。这个功能对秦风来说也非常实用，因为它恰好拥有一个副本位面。那个副本位面的规模不小，东西1000余里，南北800里，还有山川、草原、江河、湖泊等各种地形地貌。只是因为被魔物爪牙肆虐的原因，所以显得生机断绝，生命凋零。但只要花些时间，就能将副本空间内的环境扭转过来，成为一片人间乐土。如果秦风将这枚无尽晨星之河融入副本空间，就能壮大副本空间的本源，扩大其空间范围，增强空间生灵的灵性，甚至完善副本空间的星辰法则。扩大空间范围自不用说，就是让东西1000余里，南北800里的副本空间变得更大。关键在于增强空间生灵的灵性，以及完善副本空间的星辰法则。此时的副本空间内只有生命神树这个守护者存在，而一旦有生命体在副本空间中诞生，就能获得空间本源的青睐，成为第一批先天生灵。先天生灵拥有很强的灵性，体质更加强大，天赋更加优秀，脑瓜子也更加灵活，无论学习什么东西都能很快的掌握。总的来说，就是成长速度快，战斗实力强。这一批出生在副本空间内的生灵将会是秦风最忠诚的属下和信徒。有了这一批人，秦风就不用担心信仰来源的问题了。除了信仰之外，他还多出了一大批实力强大的手下，这已经成为之后秦风最重要的计划之一了。比如现在，生命神树已经开始清理副本空间的环境，让其变得更加宜居。等清理工作完成后，秦风就会招募大量人口迁移到副本空间中生活。
他们将在那里安家落户，繁衍后代，并诞生副本空间的先天生灵。如果秦风在这个时候融入无尽晨星之河，便意味着原本就灵性十足的先天生灵们将会变得更加强大，更加恐怖。呼，有了副本空间这个后勤基地，我想不强大都难啊！如果给我时间足够的发展时间，那统一整个神域世界也不是问题。而除了扩大空间面积、增强先天生灵的灵性之外，无尽晨星之河还能完善副本空间的星辰法则。其实早在得到副本空间的时候，秦风就发现副本空间的法则并不完善，比如金木水火土这样的元素法则非常微弱，结果就是很难让人领悟法则之力，晋升半神，就更别提凝聚神格，成就神灵尊位了。其他因果类、预言类、生命类的法则更是处于缺失状态。如果有人想在副本空间内领悟这些法则，成就预言之神、生命之神的话，那基本是别想了。可如果秦风将无尽晨星之河融入副本空间，就能完善其法则之力，至少在副本空间内领悟星辰法则是不成问题的。甚至由于副本空间的规模限制和人口数量，使得领悟星辰法则更容易也说不定。嚯，这真 TND 是个难题啊！无尽晨星之河的功能太强了，可偏偏它又是我职业觉醒的必备材料。如果就这么用来完成竞技法师的职业觉醒，总让我感到不甘心啊！秦风脸上写满了纠结之色，显然是不舍得将无尽晨星之河用来完成职业觉醒。不过他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这件宝物这么珍贵，狩猎女神不可能不知道，可她却这么大度的将这件宝物让给了我。无论是6日因果同中，还是之前亲自前往，对方都没有阻止我带走无尽晨星之河，唯一的区别就是2次展现出的不同态度了。这说明狩猎女神对我心怀善意，的确是想要帮我一把。这下子可欠了人家一个大人情啊！秦风思绪良久，默默记下了狩猎女神的人情，最终也下定了决心，干了！一个外人都能将无尽晨星之河这样的宝物让给我，我又有什么舍不得的呢？实力的提升才是最重要的啊！想到这里，秦风打开了自己的任务面板，竞技法师觉醒任务，任务等级 SSS， 转职阶段3%，任务目标1，智力属性达到10000点，35000010000已完成。2，击杀200级以上的半神级 BOSS，21已达成。3，至少掌握一项5阶禁咒魔法，41已达成。4，获取1枚下位神格神级物品，31已达成。5，获取1枚无尽晨星之河神级物品，11已达成。任务限制无。任务简介：想获取竞技之力，就要付出相对应的代价。提示：您已达成竞技法师觉醒任务的全部任务目标，是否提交任务？提交。提示：恭喜玩家觉醒成功，当前为 LV200竞技法师。提示：玩家等级上限解锁，下一阶段等级上限为 LV300。提示：由于竞技法师是唯一隐藏职业，您之后每提升1级将会获得100点智力加成以及200点自由属性点。提示：您获得了职业传承技能星辰之力5阶禁咒技能效果。被动技能：玩家可掌控星辰之力，并汲取星辰能量恢复自身的生命值和魔法值，在拥有星辰之力的地方还能获得10%至1000%的战斗力增幅，具体效视星辰之力的浓郁程度而定，星辰之力的浓度越高，战斗力增幅越大，反之亦然。提示：您获得了职业传承技能造星之术5阶禁咒技能效果，玩家可寻找拥有星辰之力的物品，并将之凝聚为诸天星辰。虽然这些诸天星辰是伪劣品，但依旧具备远古星辰的部分功能，还能汲取天地间的星辰能量，壮大自身，最终成为真正的诸天星辰。每一颗星辰都有独特的效果，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您获得了职业传承技能册封星神6阶禁咒技能效果，玩家每掌控或缔造一颗诸天星辰，就能以之册封一名星神。星神的实力是诸天星辰的完整度而定，若玩家缔造或掌控的星辰只是一颗无名星辰，那册封的星神实力可能连半神都不到。但如果玩家缔造或掌控的星辰达到太阳星和太阴星的程度，则能够重新册封神王级的太阳神和月神，详细情况请自行摸索。秦风对于将无尽晨星之河用于职业觉醒，内心深处其实是非常不甘的，毕竟这件宝物的价值实在太高，各种功能也实在太强，就这样用于职业觉醒实在是太浪费了。但当他完成职业觉醒之后，立刻变得欣喜万分，甚至差点仰天长啸起来，因为完成职业觉醒后的竞技法师实在给了他太多的惊喜。只是刹那之间，秦风的身上便被金光笼罩，宛若一个人形的金色光茧，无数的信息也从他脑海深处涌出，其中有历代竞技法师的呓语，还有职业传承中晦涩难懂的咒文，更有大量事关竞技法师成神之路的深层次秘密。如此巨大的信息流出现，顿时让秦风感到头痛欲裂，昏昏欲睡。幸好周边黑暗龙女、圣光天使、死亡之物的守护，3大半神级的宠物实力也是非常强的，一些不开眼的怪物还没有来得及靠近，就被3大神宠一一歼灭，压根没有影响到秦风的觉醒。时间不知过去了多久，秦风身上萦绕的金色光芒渐渐收敛，整个人也恢复到平静状态。嚯！没想到竞技法师竟然有这么多的传承知识，真是头疼啊！而且看这副模样，似乎和远古星神有极大的关联。比如历代的竞技法师就至少有3位星神，我刚刚接受的传承知识就是他们留下来的。看来竞技法师这个职业，其中隐藏着很多秘密啊！竟然连星神的传承都被囊括在其中，那不知还有多少秘密没有被挖掘出来。如今才第3次职业觉醒，那之后又会给人什么样的惊喜？不过竞技法师的觉醒任务也越来越难了，这一次的无尽晨星之河就已经是主神级的保护了，那下一次又不知道要找什么样的宝物才能完成觉醒。不过我还有几张任务完成卡，或许可以用在觉醒任务上。
秦风完成竞技法师的3次觉醒后，200级的等级上限也成功解锁。下一次他需要达到300级才会触发等级上限。而竞技法师觉醒后的一个变化，就是秦风每提升1级就会获得100点的智力属性加成，以及200点的自由属性加成。这要是放在普通玩家身上，升1级的属性加成都能够与别人升10几级的属性加成相当了。但对于拥有无限金币，能够迄今获得属性的秦风来说，这点提升和鸡肋没什么两样。毕竟他随便氪金一次，动辄便是上万的属性点到账，又怎么会在意这区几百点的属性提升呢？秦风之所以感到欣喜，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职业觉醒后的3个专属技能啊。首先是星辰之力，这是一个5阶禁咒魔法，也是一个被动技能，其效果就是让秦风掌控星辰之力，并汲取星辰能量恢复自身的生命值和魔法值。如果只是这样，也不值得大惊小怪。更强大的地方在于，星辰之力能够增幅秦风的属性，只要他待在拥有星辰之力的地方，就能获得10%至1000%的战斗力增幅。之所以会有这样巨大的差距，是因为心存能量的浓度不同。待在星辰能量浓郁的地方，当然能够获得1000%，也就是10倍的战斗力增幅。可如果待在星辰能量稀薄的地方，那获得的战斗力增幅可能就只有10%了。而如果我改造副本空间，让其中拥有浓郁的星辰能量，是不是就能时刻获得10倍的战斗力增幅了？秦风如此一想，心中又不由振奋起来。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将副本空间打造为大本营，如今当然是能有多夸张就往多夸张上去造了。如果计划真能成功，那么秦风在副本空间中的战斗力绝对是天下无敌的存在，就算是高出自己一个层次的强者降临，也绝对不会是他的对手。呼，接着往下看吧。没有了无尽晨星之河，要想完善副本空间的星辰法则，可就没那么简单了。竞技法师的第2个专属技能造星之术，同样也是一个5阶禁咒魔法。说来也好笑，之前的秦风想获得一个5阶禁咒魔法，可谓是千难万难，费尽心思。但现在只是完成一次职业觉醒任务，就一连获得2个5阶禁咒魔法，他不由得发出感慨：如今的5阶禁咒魔法都成烂大街的白菜了吗？造星之术也不是战斗技能，并不能增强秦风的战斗力，但在秦风的眼中，这个技能的价值比任何战斗系的技能都要高，因为它能够创造诸天星辰。虽然这所谓的诸天星辰是假的，但却依旧具备远古星辰的部分功能。比如秦风要是能在副本空间中创造一颗太阳星，那这颗太阳星同样能给副本空间中的生灵带来光明和温暖，它能让农作物丰收，还能驱逐黑暗，为人带来希望。如果副本空间中同时拥有太阳星和太阴星、月亮，那秦风还能借助日夜轮转来掌控副本空间中的时间法则，比如以日夜交替掌控昼夜变化，甚至是4季轮转、时令节气。除此之外，秦风所创造的星辰还能不断汲取星辰能量，壮大自身，最终成为真正的完整的诸天星辰。而根据职业传承中的信息可知，他每创造一颗星辰，就能拥有这颗星辰的部分力量。如果我能找到太阳之石，或者日炎结晶，又或者灼热水晶，就能创造一颗虚拟的太阳。而虚拟的太阳会反哺我这个缔造者，让我拥有一丝太阳神力，用于辅助可驱散黑暗和治疗伤势，用于战斗可灼烧敌人，甚至直接来个耀斑轰炸。随着秦风不断整理职业传承中的信息，脸上的欣喜之色也越发浓郁。造星之术虽然不能给他带来实力的提升，但他所创造的星辰却能让他的实力变得更强。宇宙中的星辰众多，仅仅是拥有古老传说的远古星辰就足足有365颗，对应1年365天。这每一颗星辰都能为我带来一个强大的技能。当然，要想将这些星辰创造出来，代价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比如能够用来制造虚拟太阳的3种材料，价格就一件比一件昂贵。其中，灼热水晶1单位需要上千万金币，1单位日元结晶价值1亿金币，而效果最好的太阳之石1枚更是价值10亿金币。如果是其他人得到造星之术，那或许还要头疼一下。毕竟，无论是获取这些材料的途径，又或者这些材料的价值，都不是普通玩家能够支付得起的。但我有守护者商城，这些材料都能在其中找到。我还有无限金币的天赋能力，能够轻松购买这些材料。呵呵，总算又有一个氪金的理由了。等回到副本空间，就立刻开启我的造星大业吧。我也很期待，当365颗主星悬挂在副本空间的上空时，又是一番如何让人惊艳的景象。之前秦风就发现副本空间没有昼夜之分，天空也一直灰蒙蒙的，有些像雾霾笼罩，让人很不舒服。而这样的一个地方也不适合发展农牧业。秦风还为此头疼了很久的时间。他原本打算设置一个巨大的光系魔法阵，为副本空间提供光照，但有了造星之术，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除此之外，如果他能将365颗主星全都缔造出来，还能完善副本空间的星辰法则，从而达到壮大副本空间本源的目的。也就是说，365颗主星呈现之日，就是副本空间扩张之时。到时候，东西千余里，南北800里的副本空间将会变得更加广阔，也更加完整。如果副本空间中能诞生几个天才，他们甚至还能领悟星辰法则，凝聚星辰神格，成为众星之神。这些都是秦风对副本空间的美好愿景。哈哈，先去干掉碎星岛上的那群魔物爪牙，然后就返回副本空间，开始新一轮的氪金计划。如果真能将副本空间改造为一个完整的世界，那我岂不是和造物主、创世神一般的人物了？盘古开天也不过如此了吧？秦风欣喜之时，也没忘记对竞技法师第3个传承技能册封星神的研究。这是一个6阶禁咒魔法，哪怕放在秦风华丽的技能列表中，也能算是顶尖的能力了。从这一点也能看出，竞技法师这个职业到底有多么恐怖。而等秦风将册封星神这个技能研究完毕时，心中更是一阵惊喜交加。这个技能真的是一个6阶禁咒魔法吗？一个能够册封神灵、掌控整个神系的技能。说它是神级技能，
我也100%的相信啊。原来这个技能是和造星之术相配套的，其主要功能就是让秦风拥有册封星神的能力。虽然技能描述中说的是他每掌控或缔造一颗诸天星辰，就能以之册封一名星神，但实际上远古星辰早已坠落，百不存一。能够残存至今的星辰，要么寂寂无名，没有丝毫特殊之处，要么远遁到宇宙虚空的深处，凡人根本无法触及，甚至连神灵都对之讳莫如深。在这样的情况下，秦风掌控现存星辰的可能几乎为零。要想开启册封星神的技能，就只能自己缔造星辰。呵呵，让我自己缔造星辰，然后自己册封星神，怎么感觉像是在作弊啊？又让我当裁判，又让我当运动员，这想不赢都难呢。星辰和星神的关系是相互依存、荣辱与共，甚至是生死相依的。星辰所蕴含的能量越浓郁，册封后的星神势力越强，所以缔造那些寂寂无名的小星并没有多大价值。我的目标应该是365颗正星，这些正星与一年365天一一对应，每一颗星辰都有独特的能力。比如太阴星、太阳星既掌控了光明和黑暗，还能影响时间的流转，而太阳神阿波罗和月神阿尔特弥斯都是神王级强者，说明星神的上限很高。更何况这两位是神王级强者，但不意味着星神的上限就只是神王级，说不定是人家还没有彻底将星神的潜力挖掘出来呢。又比如代表24节气的星辰，蕴含春之复苏、夏之热情、秋之丰收、冬之肃杀的真意，实力也颇为不弱。继承这些星辰的神灵，每一个都拥有主神级的实力。除此之外，其余星神的实力也都在神级层次。如果我能将这些星辰打造出来，就意味着我至少拥有2名神王级强者、24名主神级强者以及339名神级强者。这样的实力已经远远超出此时的神域世界了。秦风越想，眼神越亮。如果不是面临天外魔族这个威胁，他甚至都有些迫不及待的想回到副本空间，缔造那365颗星辰了。而研究完星辰之力、造星之术、册封星神等3个职业技能后，秦风也不由将目光看向竞技法师的第4次觉醒任务。竞技法师觉醒任务，任务等级 SSS， 转职阶段4/10。任务目标：1. 智力属性达到5万点，35000050000已完成。2. 击杀一名300级及其以上的半神级 BOSS，01未达成。3. 至少掌握一项6阶禁咒魔法，21已达成。4. 获取一枚中位神格主神级物品，31已达成。5. 获取一枚泰坦神的传承之星主神级物品，01未达成。任务限制无。任务简介：想获取禁忌之力，就要付出相对应的代价。竞技法师的第4次觉醒任务，同样要求秦风达成5个任务目标，但有趣的是，5个任务目标他已经达成了大半。比如第一个目标要求秦风的智力属性达到5万点，而事实上秦风的智力属性已经达35万点，远远超出任务所要求的目标了。又比如第3个任务目标要求秦风掌握至少一项6阶禁咒魔法，而在秦风的技能栏上已经有册封星神和圣兽降临2个6阶禁咒魔法了。再比如第4个任务目标要求秦风至少获得一枚中位神格，这是一件主神级宝物，如果巅峰半神融合中位神格，就能一路畅通无阻的晋升主神。但价值虽然珍贵，可秦风拥有无限金币这个天赋能力，再加上守护者商城中正好有3枚中位神格出售，他便大手一挥，通通买下。如今不仅满足任务目标，还有2枚剩余呢。只有第2个目标要求秦风击杀一名300级及其以上的半神级 BOSS， 以及第5个目标要求秦风获得一枚泰坦神的传承之星。前者好办，只需找到碎星海，击杀上面的魔神爪牙，就能顺利完成这个任务目标。但泰坦神的传承之星就让秦风感到有些头疼了。这也是一件主神级材料，但价值远在中位神格之上，甚至比无尽晨星之核都还要珍贵一些。因为无尽晨星之核能够让神级强者领悟星辰之力，从而晋升主神层次，但泰坦神的传承之星却能够让使用者直接晋升主神，而且是主神当中的绝顶强者。据秦风所知，泰坦神也是一名远古大神，距离神王境只有半步之遥。这位大神身高100丈，顶天立地，实力绝强，在同级别的战斗中可以说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但无奈的是，他曾经的对手率先晋升神王境，而且对方心胸狭隘，又担心泰坦神晋升神王再次拥有碾压他的实力，所以先下手为强，提前找到海为晋升的泰坦森，对他下达挑战书。说来可笑，一名神王级强者竟然对一名主神下达挑战书，这简直就是恃强凌弱，令人不齿。但一生好战的泰坦神竟然答应了这次挑战。直到这个时候，众人才惊讶地发现，泰坦神早已跨过主神巅峰，达到半步神王境的层次，只需要神体凝练达到神王境的水平，就能正式成为神王级强者。但可惜的是，由于神体尚未凝练，且没有掌控神王境的杀伐手段，泰坦神最终被神王级对手镇压了。虽然他临死反扑，和对方打了个1换1，但终究是陨落于上古年代，成为令无数人唏嘘不已的传奇人物。而这枚泰坦神的传承之星，就是他留给后人的礼物。谁要是能够得到泰坦神的传承之星，并将之融合，就能成功获得泰坦神的强大体魄，并拥有主神巅峰的实力。可这玩意已经消失无数年的岁月，只是在泰坦神陨落的时候昙花一现，留下了这个传说。但是否存在，依旧没人能够证实。系统既然颁发这个任务，就说明它是真实存在的宝物。可我又该去哪里寻找呢？秦风在苦恼中来到了目的地，一座由魔物爪牙镇守的岛屿——碎星岛。而在这座岛上，还有一座天外魔族留下的位面传送阵。
这是天外魔族入侵神域世界的通道，秦风无论如何也要将之毁去。何人这么大胆，竟敢进入碎星岛？呵呵，诸神的走狗，你是想违背两界领袖签署的互不侵犯协议吗？杀了他！碎星岛是我等的领地，此人既然敢闯进来，那死了也活该。不错，擅自闯入碎星岛，死了也活该。吼吼吼！秦风刚刚进入碎星岛的上空，下方就传来一阵阵满怀杀意的声音，中间还夹杂着大量暴虐的兽吼。秦风低头一看，只见下方到处是奇形怪状，身上长满黑色鳞片的怪物。这些怪物有的人立而起，但却四手四脚；有的趴伏在地，却长着多个头颅。三手魔将，半神级，等级350，等阶3阶半神，血量2.5亿，攻击力251万至327万，防御183万。技能：畸变之牙、血肉直装、混乱咆哮、腐蚀血剑。介绍：被天外魔物感染的兽族统帅，在融合森林狼、大地魔熊、猎金怪虎之后，长出了3个兽首，能够发挥3族特有的天赋能力，拥有强大的战斗力，且对一切生命体有着嗜血的攻击欲望。秦风看着下方一位长着狼头、熊头、虎头的怪物，不由得扑哧一笑。呵呵，这就是你们投靠天外魔族的代价吗？思维被扭曲，灵魂被篡改，就连身体也变成这副怪模怪样。恐怕你们的那些主子看了你们这些走狗的样子，也会感到恶心吧？废话少说，去死！秦风话音未完，一个个汹涌澎湃的技能就如同雨点一般往下落去。大审判硕，烈焰天冲，冰晶之雨，阴灭黑洞。拥有35万思维属性的秦风，哪怕只是一次普通的攻击，都能造成无比恐怖的伤害。下方的这些魔化怪物几乎是擦着就伤，碰着就死。再加上3大神宠的攻击，很快就将碎星岛外围的魔化怪物打得溃不成军，纷纷朝岛内逃去。秦风也懒得理会，反正这座岛屿就这么大，他们又能跑到哪里去呢？还不如让他们全部聚在一起，方便剿灭呢。倒是领头的那名350级的半神魔物被秦风牢牢锁定了。大审判硕，只见一柄高达100米的巨型光剑从天而降，直接劈在半神魔物的头上。这是一个专门克制魔化生物的5阶禁咒魔法，本身就有异常恐怖的伤害，再加上秦风那高达35万的智力属性以及各种伤害加成，瞬间就打出了数以亿计的伤害。-357910000。提示：你击杀350级半神魔物，获得海量经验值，你的等级已经提升，当前为201级，一击秒杀350级的半神魔物。秦风此时的实力简直逆天，而击杀对方后，他的第4次职业觉醒任务也终于走过大半的旅程，最终只剩泰坦神的传承之心，就能顺利达成所有任务目标了。当然，职业觉醒任务还有一个隐藏限制，就是需要秦风达到300级，不然哪怕他达成所有任务目标，也是无法获得觉醒奖励的。做完这一切之后，秦风又掏出亡灵之书，直接将对方转化为不死士兵。半神级的魔物尸体可是转化不死士兵的上好材料呢。就这样，秦风一路朝着岛屿的深处杀去。一般怪物他也懒得理，但只要遇到半神级的怪物，他就会牢牢盯住对方，直到彻底将对方击杀。而就在这个过程中，之前被魔神之手打成粉末的缝合怪也得以恢复巅峰状态，甚至还略有溢出。比如原本的缝合怪生命值只有210亿，可获得了一个个更高水平的配件之后，他的生命值已经高达320亿。虽然依旧是伪神层次，但实力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提升。秦风也试图让缝合怪融合一枚神格，看看能不能突破伪神的限制。只可惜系统提示说缝合怪为组合型生物，无法融入神格，除非秦风找到一头原本就是1000级的半神巅峰尸体，然后将对方转化为不死士兵，再融合神格，就能让对方晋升为神级不死士兵，并最终以这头神级不死士兵为核心，才有机会让缝合怪突破伪神限制。得到这一提示，秦风差点破口大骂，自己要是能够控制一头神级不死士兵，那还要缝合怪干什么？即便魔物的缝合怪伪神，等级1000，等阶神级为血量320亿320亿，攻击力791万至1097万，防御1355万。技能：缝合武装畸变触手，重力空间，嗜血欲望，死亡魔眼。介绍：由不死魔物组成的缝合怪凝聚了上百魔物的力量，其实力之恐怖堪比9阶半神。但秦风不满归不满，原定的计划却没因此而改变。实在不行，他就去挖那些神级强者的坟。自远古至今，神域世界陨落了不知多少神级强者，虽然这些尸体大多被后人守护或者遭他人掠夺，但总有遗落下来的。在秦风记忆当中，就有一座上古遗迹，还留存一具神级强者的尸体。对方虽然死了数万年，但好歹拥有神体，其中蕴含一些不朽特质，因此哪怕流传至今，也没有彻底腐朽。用来转化不死族士兵，简直恰到好处，刚刚合适。阁下到此大肆屠杀我的族人，难道真的不顾远古协议了吗？远古诸神和魔神大人们早就定下规矩，任何一方都不能擅自攻击另一方。阁下这样做，置远古诸神和诸位魔神大人的脸面于何地？你难道真的不怕诸神的制裁或魔神大人们的追杀吗？碎星岛的中央，上百万的魔物大军聚集在此处，为首之人竟然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如果不是对方处在魔物大军的中央，那秦风很可能将对方错认为是一个普通的人类老者，而不是魔物爪牙的领袖。觉醒的畸变魔物领袖，伪神级，等级1000。畸变的魔物将领，半神级，等级793级。畸变的魔物大法师，半神级，等级841级。
畸变的魔化将军，半神级，等级530级。看着为首的老者，秦风目光不由一寒。该死，竟然是一个觉醒的领袖级人物，伪神实力已经不在缝合怪之下了。但那又如何？你的实力越强，就越该死啊！这些魔物爪牙都是神域世界的原住民，比如当初充当天外魔族引路人的万族领袖，就基本都被感染为魔物。在天外魔族败退神域世界之后，很多万族领袖还追随天外魔族而去，并随天外魔族征战诸天万界，其中大部分都战死了，但也有不少存活至今，甚至成为天外魔族的一大分支。据秦风所知，天外魔族12魔王中的一位就是当初万族领袖的后代。从这一点也能看出，天外魔族非常具有包容性，比起只知道相互内斗的神域世界，强的不是一星半点。但秦风不是法官，认的也不是对错好坏，正所谓屁股决定脑袋，他当然也是一样的。玩家虽然是神域世界的外来者，但在两界融合之后，这也将是蓝星玩家唯一的家园了。为了守护自己的家园，秦风敢于和任何人作对，哪怕对方是一个位面，哪怕对方有万千神灵，他也在所不惜。而当秦风看到下面那位魔物爪牙领袖的属性时，顿时气不打一处来。觉醒的畸变魔物领袖，伪神级。让秦风生气的不是对方伪神级的实力，而是常常标注中的觉醒2个字。正常来说，神域世界的原住民被感染或同化后，都会变成嗜血混乱的畸变魔物，他们所做的一切完全凭借本能或被魔族驱使。但这位觉醒的魔物爪牙领袖却和那些嗜血混乱的魔物不同，他已经觉醒了独立的意识和曾经的记忆，并不受魔族的驱使和控制，所做的一切也都是由自己决定的。也就是说，这个家伙已经知道自己是神域世界的原住民，可依旧为虎作伥，成为天外魔族入侵神域世界的急先锋。这就让秦风感到非常愤怒了。你要是被人控制或者意识混乱，身不由己，那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不会和你计较，最多对你赶尽杀绝，以示我的敬意。但你明明觉醒的记忆，却依旧为虎作伥，这就让我难以接受了。放在现实世界，你丫就是妥妥的汉奸，不对，应该称呼为囚奸、借奸才更准确。我们这些玩家被卷入神域世界和天外魔族的战争，为了保护神域世界，流了多少血，滴了多少汗。可你们这些原住民竟然为虎作伥，充当爪牙，简直不可原谅。想清楚这一切的秦风，此时也不再犹豫了。面对对方生生质问，秦风冷笑一声说道：“远古诸神的协议，呵呵，那对我来说就是一张擦屁股的纸。更何况你的那些主子们不是随时打算撕毁那份协议吗？怎么，这个时候有猫哭耗子假慈悲，成了和平的维护者了吗？如果真是这样，只要你毁掉身后的那座位面传送阵，小爷我立刻转身就走。”秦风此话一出，魔物领袖顿时被噎住了。作为一个已经觉醒独立意识的魔物，他当然知道自家主子在打着什么算盘，甚至自己就是因为那些主子想要一条能够思考的狗，以便于为他们执行某些入侵计划，所以才出手为自己觉醒意识的。被道破心思的魔物领袖一时间竟然无法反驳，但他不说话，不代表秦风就会停下手中的动作。呵呵，莫话说了吗？既然这样，就接受圣兽的审判吧。秦风一挥手中的法杖，就直接召唤出4尊遮天蔽日的身影，遨游于东海之地，掌控生命法则，喷吐无限生机的青龙，咆哮于西方群山，背生双翼，统帅百兽，傲笑天地间的白虎，坐落于北方大地，龟蛇一体，防御无双的玄武，飞舞于南方天际，身上燃烧着熊熊火焰的朱雀。四方圣兽，神域世界的守护者，也是神域世界最后的壁垒。当然，出现在这里的四方圣兽并不是他们的真身，而是秦风召唤出来的一道虚影。圣兽降临，6阶禁咒魔法，等级1，效果：玩家可召唤白虎、朱雀、玄武、青龙等4大守护圣兽的虚影降临，每天可召唤一次，每次持续30分钟。4大圣兽虚影的实力与玩家相等，玩家的等级越高，4大圣兽展现出的实力越强。4大圣兽的属性受玩家的属性影响，最高可获得玩家200%的属性。4大圣兽虚影能够使用的技能是圣兽降临的技能等级而定，初始为5个技能，之后每提升1级，增加4个技能，最多可达到25个技能。4大圣兽之间拥有圣兽家族的羁绊，当4大圣兽虚影同时出现时，将能为彼此增幅100%的生命值和防御力。4大圣兽可组成4圣守护阵法，所有在此阵法覆盖范围内的友军实力提升50%，所有在此阵法覆盖范围内的敌军实力下降50%。冷却时间24小时，消耗50%最大魔力值，熟练度0-100。虽然是虚影，但4大圣兽展现出来的实力也是非常恐怖。秦风此时312级，4大圣兽同样如此，倒没什么好说的，但他们却能拥有秦风2倍的属性。如果放在普通玩家身上，2倍属性也算不得什么，可偏偏秦风能开挂，还能不断科技获得属性。他如今高达35万的4维属性，翻倍之后立刻就成了70万。4大圣兽的实力本就恐怖，如今得到70万4维属性的加成，那有些虚幻的身影竟然出现了一丝凝实的迹象。下方的魔物爪牙们感觉整个碎星岛的空气都变得粘稠起来，他们仿佛不像是待在一座岛上，而是被浸泡在泥泞的沼泽中。当然，这只是一种错觉，其真实原因，这是因为4大圣兽展现出的实力太强，威压太盛，所以让他们感到恐惧罢了。再加上4圣守护的阵法开启，又削弱了他们50%的实力。这一下子，所有魔物都感到头上好像泰山压顶一般，就连那位1000级的伪神魔物都有些喘不过气的错觉。该死，这个家伙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他竟然能够召唤神域世界的守护者。召唤也就算了，
可四大圣兽发挥出的实力似乎远远超出召唤法则的限制啊！这恐怖的威压已经达到下位神级的水平了。不行，以我的实力根本无法对抗四大圣兽，召唤我神势在必行。就在伪神级魔物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四大圣兽虚影也开始起了杀戮模式，仿佛要将天空烧个窟窿的火焰席卷而过，几个呼吸间就将成百上千的魔物烧成灰烬。大地也如同橡皮泥一般被人挤压的不断变形，要么是一根根的刺冒了出来，将一头头魔物给穿透在原地，要么是大力裂开一条缝隙，然后将一头头魔物埋葬在其中。西方白虎如同猛虎下山一般，直接冲入了魔物大军的中央，然后开启了乱杀模式。他冲到哪里，哪里就是一阵腥风血雨。当他走过之后，地上更是铺满了残肢断臂。东方青龙虚影更是夸张，一声咆哮过后，便有无穷闪电汹涌而出，无以计数的魔物在高温下变成黑炭。就算凭借高额生命力顽强存活的魔物，也在闪电的攻击下不断抽搐。呵呵，掌控生命法则的青龙不仅擅长治疗人，同样也擅长收割人的生命。这一手生机之雷造成的杀伤，竟然还在其他三大圣兽之上。秦风感慨道：“青龙圣兽不愧是四方圣兽中的老大啊，这战斗力给力！”还有更换过灵剑，再次恢复巅峰的缝合怪，也在第一时间加入了战场。体型已经高达数百米的缝合怪，随便一次动作就能引起惊天动地的大动静。一脚踩下去，数以十计的魔物便被踩成了肉泥；一拳砸过去，那更是血肉横飞，场面惨不忍睹。提示：您击杀怪物，且拥有世界守护者光环，将获得10倍经验值，您的等级提升至215级，二阶半神。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自由属性点已自动分配，您的基础魔法攻击力提升至。提示：您击杀怪物，且拥有世界守护者光环，将获得10倍经验值，您的等级提升至235级，二阶半神。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自由属性点已自动分配，您的基础魔法攻击力提升至。提示：您击杀怪物，且拥有世界守护者光环，将获得10倍经验值，您的等级提升至255级，二阶半神。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自由属性点已自动分配，您的基础魔法攻击力提升至。四大圣兽降临，杀戮效率激增，而秦风获取经验值的速度也大幅提升，再加上世界守护者光环能够增幅10倍经验值，因此秦风升级的经验值需求虽高，但也最多1-2分钟的时间就能再次提升一级，而的等级再次飙升，也让无数吃瓜玩家惊呼连连。快看快看，秦风大佬又升一级！卧槽，都251级了，还能够保持每分钟一级，这效率也太高了吧！秦风大佬又找到一个怪物刷新点了吗？这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怪物刷新点，毕竟他已经200多级了，普通的怪物根本没有办法提供这么多经验值。算了，不用去想了，那样的怪物刷新点，就算我们这些小虾米找到了，也多半是打不过的。不错，能够让大佬这么快速升级的怪物，至少也是和他同一级别的，甚至还要更高一些才对。啧，大佬就是大佬，人已经这么优秀了，却还是这么努力的打怪升级。咱刚刚突破90级，本以为能够看到大佬的背影了，结果连汽车尾气都看不到。秦风大佬，我给你追赶的机会，知道你连我的汽车尾气都看不到。哈哈，这实在是太精辟了，也太贴切了。不要拿自己和秦风大佬去比，这没有意义，反而会让自己陷入自我怀疑之中。这段时间以来，在秦风的激励下，华夏大区的玩家也在疯狂的打怪升级。前世的此时，玩家的平均等级不过40级，但现在华夏玩家的平均等级已经达到79级。金字塔尖上的那一小撮，特别是加入秦风公会获得经验值 buff 增幅的玩家们，等级已经达到100多级了。而华夏大区之外的玩家们，平均等级还在60以下徘徊。曾经号称世界第一玩家的灯塔队长爱德华·休斯，此时不过93级。无论是平均实力，又或者是顶尖战力，再或者是整体数量，都远不能和华夏大区的玩家相媲美。如果在这个时候开启国战，恐怕华夏大区的玩家能够瞬间横扫全场了。对于这一切，秦风心中了然，但也不会过度推动。毕竟他的终极目的是对抗天外魔族，而不是和玩家们搞一些小孩子过家家的玩意儿。就比如此刻，他的目的是剿灭碎星岛上的魔物爪牙，并摧毁天外魔族入侵神域世界的位面传送阵。大战进行得如火如荼，四大圣兽的战斗力也非常恐怖。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碎星岛上百万的魔物大军就被清理得七七八八，只有少数顽固分子还在抵抗。秦风站在黑暗龙女的背上，有一下没一下的朝魔物大军中挥洒技能。当他看到伪神级魔物领袖向岛屿中心的祭坛跑去时，嘴角微微露出一抹冷笑。呵呵，这是看着打不过，要去请主子降临了吗？只可惜这座位面传送阵的等级不够，无法投放神级强者的真身，最多也就是一具投影。在岛屿中心出的祭坛上，同样竖立着36根巨大的魔法柱。位面传送阵，备注：连接着某个异世界的传送阵，请远离它或彻底摧毁它。看着这熟悉的位面传送阵，秦风只是嘴角冷笑连连，手上却没有任何动作。就这么一点怪物够谁杀？赶紧请你的主子降临，好让我一顿吃饱吧。原来秦风是嫌弃这里的魔物大军数量不够，无法让自己的等级快速提升，所以放任对方召唤魔神投影。呵呵，如果哪位觉醒了独立意识的伪神级魔物知道秦风的想法，此时恐怕要被气得七窍生烟了。我神，碎星岛遭遇邪恶之敌的入侵，属下无能，无法抵抗，还请我神降下神力，剿灭来犯之敌。伪神魔物来到位面传送阵上，双膝跪地，双手交叉抱于胸前，一脸虔诚地说道。而片刻后，便有一股巨大的能量波动从位面传送阵的另一端降临，汹涌澎湃的能量直接注入伪神魔物的身上。
而伪神魔物的实力也急速攀升，气息之宏伟，甚至都压过了4大圣兽虚影。魔神投影之躯，等级1835级，等阶下位神级，血量2751.27501亿。简介：第41柱魔神福加洛的神力投影，由于跨位面传送阵不稳定的缘故，因此只能附身于魔物统帅的身上。虽然拥有下位神级的神力，但神体上的缺陷却让他无法完美发挥出神灵的战斗力，而这也将是你唯一的机会。看着对方的全新属性，秦风的面色也不由凝重起来。虽然等级看似只增加了835级，但这实力提升却是翻天覆地的。由伪神晋升为神，这是量变，更是质变。哦，你就是让菲利克斯丢尽脸面的那只虫子。呵呵，没想到神域世界竟然能找到这样的一群打手。只可惜神灵之下皆是蝼蚁，阁下的实力再强，在本座眼里也不过是一只虫子。第41柱魔神无风自动，竟然就这样平地飞起，来到了万里高空之上，和驾驭黑暗龙女的秦风对视。而对方的眼中写满了戏谑之色，仿佛真将秦风当成虫子一般。面对魔神的嘲讽，秦风缓缓收起脸上的凝重，淡然地说道：呵呵，虫子虽然弱小，但却从未被灭绝。天外魔族野心勃勃，想要覆灭神域世界，这就注定会引来反抗。哪怕是虫子，也有对生命的希望。更何况阁下虽然是神级强者，但在那些神王的眼中，不也是蝼蚁一般的存在吗？你在这里嘲笑我，却又何尝不是在嘲笑自己？秦风淡然的话语立刻激怒了第41柱魔神投影。该死的小子，我倒要看看你除了牙尖嘴利之外还有什么本事。说完之后，魔神投影就朝秦风杀了过来。而秦风也不慌不忙地开启了一个技能未来之势，准确的来说是未来之势的第一个技能效果3秒真之眼。未来之势5阶禁咒魔法。3秒真之眼，开启真知之眼，玩家可查看3秒之内的一切事物变化，从而做出最有利于自身的抉择。此效果冷却时间为1天，且会消耗玩家50%的魔力值。这个技能可以让秦风看到3秒内的一切事物变化，也就是说，眼前这个魔神投影无论想做什么都能被秦风看得一清二楚，而秦风就能通过这信息差不断做出应对。只见魔神投影如同射出枪膛的子弹一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接打向了秦风的头颅。但秦风却恰在此时往右微微挪动了半步，竟在毫厘之间避过了对方的拳头。魔神投影面色一冷，立刻变换招式，改直冲为横扫，再次攻向秦风的头颅。而秦风也恰在此时往后退了半步，堪堪避过魔神投影的拳头。魔神投影再次变换招式，甚至连横扫出去的拳头都没有收回，然后整个身体就如陀螺一般快速旋转起来。随着魔神投影的高速旋转，整个空间中也被带起了一阵巨大的旋风。魔神投影处在旋风的中央，并不断将四周的东西吸纳过来。巨石、古树、云层、魔化怪物，无论是有形之物还是无形之物，都被魔神投影的漩涡吸住。恐怖的吸力仿佛要将世间一切事物都搅碎一般。呵呵，这才是魔神应该有的实力吗？秦风面色不变，只是拍了拍黑暗龙女的鳞片，示意她顺着自己的指引飞翔。只见黑暗龙女在天空中绕出一个大弯，顺着漩涡吸引轨迹，竟然直接飞到了魔神投影的上方。这是漩涡的中心，却也是漩涡吸力最微弱的地方。在无穷吸力的席卷之下，整座碎星岛好像被刮地皮了一般，山石草木消失，只有一圈圈海水汹涌流出，甚至就连海水都在这漩涡的吸引之下，形成了一道道水柱冲天起。秦风召唤出来的缝合怪也在这一波的攻击下解体，让他看得颇为肉疼。那可是10几头半神级的不死士兵，融合了数十头百级不死士兵组成的缝合怪啊！好在圣光天使和死亡之物都被秦风早早收回宠物空间，因此并没有被魔神投影的攻击波及到。至于4大圣兽的虚影，虽然也在这一轮攻击之下散去，但终究是技能召唤出来的虚影，对秦风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影响。而这个过程中死伤最为惨重的当然是魔化大军了，成千上万侥幸残存的魔化大军全部被吸引到漩涡之中，然后被搅成粉碎。这一幕直接让秦风大骂魔神投影是败家子，因为这些魔化大军可都是他的经验值啊！就这样被魔神投影搅碎了，自己不得少赚一大笔经验。就这样，魔神投影的第3轮攻击过去，而损失最为惨重的竟然是下方成千上万的魔化大军，这当真令人啼笑皆非。看到这样的结果，魔神投影就是一头蠢猪，也该反应过来了。你不对，你掌控了预言类的能力，你能够知道我接下来要做什么，所以才能一次次避开我的攻击啊！该死的虫子，你竟敢如此羞辱我，我要将你千刀万剐，碎尸万段！魔神投影暴怒，身上的气息也同风暴之海一般狂躁无比，汹涌澎湃。不过就在这时，秦风的嘴角也露出了一抹冷笑。呵呵，恐怕你没这个机会了。灭神之光起，灭神之光5阶禁咒魔法，等级1，效果可将自身的经验值以1比1的比例转化为伤害，并最终攻击敌人，消耗的经验值越多，技能造成的伤害也就越高，但经验值的消耗会导致玩家的等级下降。冷却时间24小时，消耗30%的最大魔力值，熟练度1%。灭神之光5阶禁咒魔法也是秦风最强大的单体攻击技能，不过使用这个技能的代价就是需要消耗自己的经验值，经验值消耗越多，技能造成的伤害也就越高。秦风看着魔神投影，眼中流露出一丝杀意。消耗2750亿经验值，灭神之光起。只见秦风的额头上凭空出现一枚拇指大小的树眼，树眼中射出一道漆黑的光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接打在了魔神投影的身上。而与此同时，秦风的耳边也不断传来系统提示音，提示你消耗2750亿经验值，等级下降48级，当前为223级，2阶半神。
灭神之光的使用顿时让秦风的等级下滑48级，之前剿灭百万魔物大军的收益也瞬间少了半。不过这在秦风看来一切都是值得的。只见拇指粗细的灭神之光瞬息间便穿透了魔神投影的身躯。原本一名下位神级的神体是没那么容易被打破的，就算灭神之光的攻击力非常强大，但至少也会被神级强者的神体免疫部分伤害。但很可惜，来到碎星岛的只是第41柱魔神的神力投影。他附身在伪神级魔物领袖的身上，虽然也拥有神级战力，但神体成了他最大的缺陷。而捕捉到这一机会的秦风，果断消耗数千亿经验值，开启了灭神之光。虽然代价是他的等级连续掉落48级，但被灭神之光穿透的魔神投影之躯，也如同被刺破的气球一般，瞬间就泄气了。只听砰的一声巨响过后，魔神投影直接炸成了漫天黑烟。啊！该死，这到底是什么玩意？竟然能够穿透我的神力屏障，对我的神魂造成伤害！该死的虫子，我还会回来的！第41柱魔神发出不甘的咆哮声后，彻底的消失在天地之间。而系统提示音也开始在秦风耳边不断响起。提示：天外魔族第41柱魔神福加洛对您的好感度负100%。提示：天外魔族第63柱魔神菲利克对您的好感度正20%。提示：天外魔族全体魔神对您的好感度负20%。看到这一连串的好感度提示，秦风不由得啼笑皆非。第41柱魔神福加洛的好感度大幅下降，这本是应有之义。其余魔神的好感度下降也在他的预料之中。可这63柱魔神菲利克的好感度却提升了，这怎么看也有些不合时宜啊！看来第41柱魔神福加洛和63柱魔神菲利克的关系不甚美妙啊！这或许是一个突破点，未来可以用两大魔神的关系挑拨离间，让魔族陷入内斗。秦风如此想着，心情也变得美妙起来。他不知道的是，自从第63柱魔神菲利克丢掉副本空间的位面传送阵之后，就受到魔族高层的惩罚，也沦为整个天外魔族的笑柄。惩罚也算不得什么，不过是去一个被占领的位面充当狱卒，看守那里的反抗军俘虏罢了。但沦为整个族群笑柄，就让菲利克难以接受了。自己堂堂魔神竟然被一个一阶半神打败，这简直是奇耻大辱。而嘲讽他最狠的，恰恰就是第41柱魔神福加洛。如今福加洛也被秦风打败，多少也算是为菲利克挣回一点面子。毕竟福加洛失败了，固然会影响魔族入侵神域世界的大计，但这至少说明秦风的实力不弱，自己败得不冤，也能多少缓解他的尴尬处境。这就造成了整个魔族对秦风的好感度都在下降，偏偏菲利克这个曾经的手下败将却提升了对秦风的好感度。如果秦风知道这其中的奥妙，非得仰天长啸，然后感慨一句：呵呵，难道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症吗？原来竟然还真有受害者对施害者产生莫名感情的事情啊！秦风消耗巨大代价消灭第41柱魔神福加洛的投影之后，自然也获得了极大的收益。提示：您成功击杀1835级的魔神投影，由于您拥有世界守护者光环10倍经验 buff 的加成，将获得5310亿经验值。提示：您的等级提升71级，当前为294级2阶半神。提示：自由属性点已自动分配，您的基础魔法攻击力提升至2517390点。一时之间，秦风的身上不断闪现升级的金光和掉级的白光。不过总体来说，升级金光的数量远远多于掉级的白光。为了击杀魔神投影，他消耗2750亿经验值，但成功之后却获得5310亿经验值。因此在秦风连掉了48级之后，又连升了71级，如今已经是一位294级的2阶半神，距离300级只有1线之遥。而一直待在游戏中准备看秦风这一轮升级能够达到什么层次的玩家，也被那个断崖式下降然后由火箭式上升的数字给吓呆了。卧槽，秦风大佬连掉48级，难道是遇到顶级 NPC 然后被秒杀48次了吗？乖乖龙地洞，秦风大佬的实力已经这么强了，到底是谁能打败他？而且是一连打败48次，难以想象能够一连秒杀秦风大佬48次的人实力该是多么恐怖。哈哈，爆音来了，这就是秦风的滑铁卢，他不是嚣张吗？现在终于有人能治他了。楼上的说话小心点，就算秦风大佬遭遇滑铁卢，也不是你个小虾米能够招惹的。就是秦风大佬虽然连死48次，可等级依旧在223级，远在我等之上。这小子是个樱花玩家，我在他的主页看到很多跪舔樱花矮子的帖子。我靠，这还了得，赶紧将他找出来，大卸八块！竟然敢侮辱我的偶像，简直找死！国战什么时候开启？我都恨不得现在就冲到樱花大区，将他们直接推平了。不错，以咱们的平均实力，别说推平一个樱花大区了，就算单挑全世界也没问题啊！哈哈，咱们华夏大区的平均等级是79级，站在金字塔上的那一小撮等级更是高达100多级，而其他大区的玩家平均等级普遍还在60级以下徘徊。曾经号称世界第一强者的灯塔队长，此时等级也不过93级，肯定不是咱们对手了。希望国战赶紧开始，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冲塔了。或许就是因为咱们实力太强，所以不敢开启国产吧。不得不说，秦风此时的号召力的确够强。虽然出现等级断崖式下降，依旧有很多拥趸愿意为他说话。特别是在发现某个樱花大区的玩家四处嘲讽秦风的时候，很多玩家自动站出来为秦风摇旗呐喊。更有甚者还情愿尽快开启国战，想要一举推平樱花大区。毕竟秦风此时已经成为华夏大区的标杆人物，甚至是所有人的信仰了。但时间还没过去多久，之前为秦风等级下降感到惋惜，或为秦风等级下降弹冠相庆的人，立刻又呼唤了嘴脸。那些感到惋惜的玩家脸上写满了惊喜之意，
而那些感到庆幸的玩家，则是像死了老娘一样沮丧不已，因为就在秦风等级断崖式下降的片刻后，他的等级又如同火箭升空一般迅速回弹。细心的玩家们一计算，就惊讶地发现，秦风之前连掉48级，此时却连升71级，不仅将之前掉下的等级全部追回，还远远超出了呢。我草，这是什么情况？刚刚不是还断崖式下降吗？现在怎么又火箭式回弹了？哈哈，连掉了48级，然后又连胜了71级，秦风大佬这算是赚了吗？到底是什么让秦风大佬等级下降又回弹呢？有没有懂得大神出来解释一下呗？我猜应该是秦风大佬遇到了不可力敌的对手，然后使用了某种献祭自身实力的手段，最终击杀了对方，所以才会出现等级先下降又回弹的局面。不错，我就有一个永久消耗自身属性点的技能，只要一开启就能让我获得几倍的战斗力加成。秦风大佬这个应该是消耗经验值的吧？乖乖龙地洞，这个世界还真是神奇，竟然有这种邪门歪道的术法。请问这种技能到哪里学到？别想了，这种事情收入和成本不成正比的，就算通过消耗自身等级短暂提升了实力，最后获得的等级提升也绝对没有消耗的多。那秦风大佬是怎么做到连掉48级，然后又连升71级的？我猜秦风大佬应该是有一个经验值 buff， 能够获得额外经验值的吧？我猜也是这样，要不然无法解释他等级提升那么快。乖乖，咱们论坛还真是卧虎藏龙啊！又是献祭自身属性提升实力，又是额外经验值 buff， 各位大佬能够猜测出这些东西，想必是吃过见过的吧？不错，就算这几位大佬猜错了，但至少说明他们的实力和见识远在我们之上啊！不得不说，这群网友真是卧虎藏龙，竟然凭借几个人的猜测就大致还原出秦风此时的遭遇。不过也正常，那么多玩家有几个运气好的？难道有问题吗？当然，他们的技能以及经验值 buff 肯定不像秦风这么变态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就在玩家们猜测纷纷的时候，秦风也开始此次任务的战利品挖掘了。首先是第41柱魔神福加洛爆出的一件宝物——月华之石，品阶神级材料，功能可用于锻造暗系、死亡系、阴影系的神器级装备。简介：某个异位面的月亮上产出的至宝，拥有种种神奇的功能。秦风看着手中这块只有巴掌大小却重达万斤的乳白色石头，心情不由得大好。因为这块石头对别人来说或许只是一件普通的神级材料，价值虽高但也有限。可对于秦风来说，这件材料来得太是时候了，因为他拥有造星之术和册封星辰，前者能够制造诸天星辰，后者能够凭借这些星辰册封神灵。而月华之石恰好是用来制造太阴星的上好材料。之前秦风在守护者商城中搜索，只找到一枚价值10亿金币的月之精华，虽然不错，但要是和月华之石做对比，那差距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有了这件宝贝，那我最少能够制造出一颗真实度在 10% 以上的太阴星，真实度越高，能够调动的太阴之力也越强。秦风的造星之术并不能直接缔造出一颗真实的远古星辰，他只能凭借材料的好坏，制造出一颗拥有部分功能的虚拟星辰。只有等这颗虚拟星辰吸收到足够的星辰之力，才能最终成长为真实的星辰。而虚拟星辰的强弱以真实度来划分，真实度越高，虚拟星辰能够调动的星辰之力也就越多，为玩家提供的增幅也越强。这一颗月华之石至少能为秦风制造出真实度不下于 10% 的太阴星，也就是大家俗称的月亮。到时候我就以这颗真实度 10% 的太阴星册封神灵，至少能造就一位5阶半神级的强者吧。想到这里，秦风颇为欣喜地将月华之石收入了包裹中。也就在这时，一条系统提示音响起，提示您成功完成了 SSSSS 级任务，神域世界的守护者1/10将获得如下奖励：1. 自选6阶禁咒技能书法师； 2. 自选附魔宝珠神级； 3. 是神鬼舞神级职业； 4. 职业位置+1； 5. 经验值加100亿。首先是自选6阶禁咒技能书，这已经是秦风的老朋友了，或者说这玩意是高级任务奖励的常驻嘉宾，几乎每次完成任务都会出现一本自学技能书，区别在于能够选择什么等级的技能。而6阶禁咒技能已经能算是顶级技能了，至少在秦风重生之前都没有见过这一级别的禁咒魔法，最高也只达到了5阶层次。可是这次该选个什么呢？秦风眼睛微眯，很快就想到了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技能。系统，帮我筛选时间系的技能。几个呼吸过后，一个不算太长的技能列表出现在秦风的眼前。6阶时间系禁咒技能列表：1. 冰霜巨人的叹息； 2. 使动的秒表； 3. 时间操纵者； 4. 神奇齿轮； 5. 大时钟。在任何一个超凡世界中都有空间为王，时间称尊的说法，意思就是空间系能力为超凡能力中的王者，而时间系的能力凌驾于空间能力之上。秦风的技能列表中有着大审判术这样的能够针对天外魔族进行打击的能力，有灭神之光这样能够献祭经验值秒杀神级强者的单体攻击能力，有未来之势这样能够预知未来获得第一手情报的预言系能力，还有召唤四圣兽册封星神之类的能力，但唯独欠缺一个能够操控空间之力和时间之力的技能。而现在他终于有机会触碰这一层次的力量了。6阶时间系禁咒技能列表中一共出现了5个技能。第一个，冰霜巨人的叹息，可以召唤出一个冰霜巨人，然后彻底冰冻目标，但这里的冰冻却是时间概念上的冻结，而不是气温过低的冰冻，除非对手拥有更强的时间系能力，否则无法解除冻结状态。第二个，使动的秒表，效果和冰霜巨人的叹息相反，
因为冰霜巨人的叹息冻结的是敌人的时间，而使动的秒表冻结的是自己的时间。只要使动的秒表一出，技能释放者就会进入凝滞状态。但这不是坏事，因为技能释放者进入凝滞状态时，虽然无法采取任何行动，但也会在此期间免疫所有的伤害。从这一点论，使动的秒表可以称得上是保命的神技。面临敌人攻击，而自己无法反抗时，动用这个技能可以保命。在身受重伤、即将死亡时，也可以通过这个技能停滞时间，从而让技能使用者获得被拯救的机会。只要在技能持续期间找到能够救治的药剂或宝物，然后在技能结束时使用，就能死而复生。第三个技能，时间操纵者能够操纵一定区域内的时间流速，可以加快自身的时间流速，从而获得更快的移动速度、施法速度以及加速技能的冷却。可以降低敌人的时间流速，从而让敌人的移动速度变慢，施法速度变缓，甚至延长敌人的技能冷却时间。看到这一个技能的时候，秦风就不由得眼前一亮，因为这个技能真的非常适合他啊。不过秦风终究还是按耐住心情继续往下看去，因为就算要选时间操纵着这个技能，那多了解一下其他技能对自己也是有好处的，万一以后遇到了也有办法应对啊。第四个技能，神奇齿轮，技能效果和时间操纵者有些相像，同样是操纵一定区域内的时间流速，比如往前拨动齿轮就能加速时间流转，又比如往后拨动齿轮就能让时间倒流。但这种功能不分敌我，加速自己时间流转的时候，敌人的时间也在流转，自己的时间倒退，敌人的时间也在倒退。如果没有强大的微操能力，那么这个技能很可能把自己玩死。而且无论是时间前进或倒退，范围都太短了。根据技能描述可知，神奇齿轮最多能够让时间前进5秒或倒退5秒。因此秦风虽然为之感到惊奇，但也很快将之排除备选范畴。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技能，大时钟，其功能也和时间操纵者类似，能够加快时间流速或者延缓时间流速，但影响范围更大，远超时间操纵者。比如时间操纵者的技能效果最多能影响方圆1000米的范围，但大时钟的影响范围却能不断调整，如果满足某些特定条件，甚至能够影响整个位面。想想看，控制一个位面的时间流速，那该是多么恐怖的能力。但大时钟说是一个技能，还不如说它是一份特殊道具制作图纸呢。因为要想释放大时钟，需要借助一些材料，比如时间之沙、永恒结晶、光阴之水等，每一件都是绝顶珍贵的宝物。只有借助这些神级材料，才能够释放大时钟。但这个技能之所以让秦风眼前一亮，是因为它可以变成永固形态，并将效果一直保留下去。也就是说，秦风可以凭借大时钟的知识，创造一个影响整个位面的神器。他可以通过这个神器控制整个外面的时间流速。比如副本位面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大时钟，秦风就能加快其时间流速，让副本位面内的农作物更快丰收，也让副本位面的生灵更快成长。对于这个能力，秦风是非常眼馋的。他的实力虽强，也被神域世界的天道意志赋予重任，但对于整个神域世界来说，也不过是一个外来者。就算天道意志再怎么看重秦风，可他在这个世界的时间也太短了，根本没有积累足够的底蕴。毕竟一个人就算拥有举世无敌的实力，但要想统治这个世界，也是需要一群强大的手下作为辅助的。秦风的实力提升速度虽快，但手底下的人却没有这么快的晋升速度。真要想统治整个世界，那简直难如登天。除非他花费几千上万年的时间培养一群实力强大的班底，然后再出去争霸天下，才有那么一丝统一世界的可能。但现在的问题在于，秦风根本没有这么多时间去培养班底。天外魔族的大军即将降临，他需要快速积攒实力，从而对抗天外魔族的入侵。而大时钟的出现就给了秦风一丝希望。如果我能制造一个覆盖整个副本空间的大时钟，就能加速人才的培养了。别人花费几千上万年的时间才能培养出来的顶级人才，可到了我这里，只需要几年或者10几年的时间。我只需要低调发展一段时间，无论是培养人才，还是种地囤粮，亦或者打造装备、训练士兵，都能夯实基础。最多几年的时间，我就能培养出一支强大的队伍，无论是对抗天外魔族的入侵，又或者是横扫神域世界的顽固势力，我都有了充足的战略自主权。甚至于，我还可以坐山观虎斗，等着天外魔族和神域世界两败俱伤，然后在关键时刻出手，一举战败天外魔族和神域世界的原住民势力。这个想法有些危险。如果让天外魔族入侵神域世界，那到时候必然是死伤惨重、生灵涂炭的局面。我要的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而不是残破的山河。既然这样，就做出我的选择吧。技能列表上的5个时间系禁咒都有着非常不错的效果，但最终留在秦风备选列表上的技能只有时间操纵者和大时钟，两者的效果相近，但用途却截然相反。时间操纵者可用于战斗，能够提高自己的移动速度、施法速度，以及加快技能冷却时间，或者对敌人造成相反的效果。而大时钟主要用于副本空间这样的固定场所，能够用来加速农作物的成长，带来更多的收获，还能缩短人才的培养时间，尽可能为秦风提供更多有用的人才。两个技能秦风都想要，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时间操纵者。首先，他接下来要去摧毁一座座位面传送阵，阻止天外魔族的入侵。选择时间操纵者有助于战斗力的提升。其次，大时钟需要返回位面空间，并且采购大批量的时间系材料，并花费不少精力才能完成建设。就算选择了，短时间内也无法为秦风提供帮助。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个原因，那就是摧毁位面传送阵属于系列任务位面守护者的一环。可以预见的是，每当秦风摧毁一座位面传送阵，都能获得一次6阶禁咒技能的选择机会。到时候再来选择大时钟也不迟，反正技能就在这里，又不会长翅膀飞了。提示：选择成功，玩家获得6阶时间系禁咒魔法，
时间操纵者详情请自行查看。时间操纵者6阶禁咒魔法，等级1，效果：玩家可操纵方圆1000乘以1000范围内的时间，使自身或友军的时间流速提高10倍，从而获得更快的移动速度、施法速度，并缩短冷却时间。且在此范围内的敌军时间流速将会缩短10倍，从而限制其移动速度、施法速度，并延长技能的冷却时间。每天可以使用1次，每持续1秒消耗10%的最大魔力值。冷却时间24小时，消耗每秒10%的最大魔力值。熟练度0-100。看着这个技能说明，秦风满意的点了点头。1000乘1000的范围已经能囊括整个战场了，而10倍的时间加速或减速所能带来的战斗力提升也将是非常可观的。就是每秒10%的最大魔力值消耗，让秦风微微皱眉。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他最多只能开启10秒的时间操纵者。想到这里，秦风决定试一试技能效果。提示：由于你拥有无限火力，能够缩减99%的魔力值消耗，此次技能使用将每秒消耗0.1%的最大魔力值。每秒消耗0.1%，意味着秦风能够一直开启时间操纵者，因为以他的魔力值恢复速度，完全能够超过技能的消耗速度。在技能开启的刹那，周围的世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发生了改变。在微风中摇动的树叶，仿佛忽然变成一个老年痴呆症患者，每一个动作都极其缓慢，甚至颤颤巍巍。水里的鱼儿如同背负千斤重担一般，每一次游动都无比艰难。空气中飘飞的灰尘，仿佛在和兔子赛跑的乌龟，缓慢而坚持。与之对应的是秦风速度的加快。黑暗龙女只是轻轻地扇动一下翅膀，立刻就飞到百里之外。秦风的技能释放速度更是远超之前。比如此时，一道火雨流星降下，如果换作之前，他可能连魔法杖都还未抬起。甚至在时间操纵者之下，他的技能冷却也得到了加速。原本需要10分钟才能冷却的火雨流星，此时只需1分钟就能再次释放。呼，好强大的感觉！如果遇到之前的自己，我或许能打10个。就算是第41柱魔神那样的强者再次降临，我或许都无需动用灭神之光，就能和对方打个旗鼓相当。对于时间操纵者的效果，秦风是感到非常满意的。之后，他又看向了守护者任务的第2项奖励——自选附魔宝珠，神级。自选附魔宝珠，等级神级，效果可选择一条神级特效，并未指定装备附魔。附魔宝珠也算是秦风的老朋友了。之前他获得3枚附魔宝珠，先后为凛冬法杖附魔了无限火力的神级特效，能够减免99%的冷却时间和魔力值消耗；为亡灵之书附魔了不死之装的神级特效，最终缔造出伪神级的缝合怪；为黑暗神明的魔法石碎片附魔了领域之力的神级特效，最终造就黑暗神明的赐福这个神级位面光环。总之，每一枚附魔宝珠都为秦风带来一条强大无比的神级特效。而现在，他将能够自主选择一条最适合自己的神级特效，而不是交给系统那操蛋的随机几率。系统，我要双重施法。作为一个众生者，秦风好歹是吃过见过的。前世他就对一个能力非常眼馋，时常想着，要是自己也能获得那个能力就好了。双重施法，法系职业的神级能力。有了这个能力，秦风就能同时释放2个甚至2个以上的魔法，而不是像之前那样，每次施法都只能放完一个再放另一个。提示：双重施法已选定，请确认附魔装备。凛冬权杖，这样优秀的能力，当然得附魔在武器上了。提示：附魔成功，凛冬权杖获得神级附魔特效，双重施法，您可以同时释放2个魔法了。秉承着有了就要用的原则，秦风立刻开始体验这个新的能力。烈焰天冲，冰晶之雨，2个2阶禁咒魔法同时释放，场面壮观不已。只见地面上一团团火柱冲天而起，将整片区域化为烈焰地狱。与此同时，一颗颗巨大的冰晶从天而降，如同雨点一般落了下去。而冰晶砸落的方位，恰好就是烈焰地狱的位置。一时间，冰与火共鸣，元素的对撞爆发出无穷的威力。轰轰轰！一道道巨大的轰鸣声响彻，坚固的地面也被炸出一个个黝黑的窟窿。乖乖龙地洞，这威力已经超出2阶禁咒魔法的上限了吧？3阶禁咒魔法，不，已经能够和一些普通的4阶禁咒魔法相媲美了。秦风本以为双重施法带来的效果只是同时释放2个魔法，以造成更多的伤害，但从现在的局面看来，双重施法还有很多可以挖掘的潜力啊。比如同时释放水火这样相互克制的魔法技能，就能造成更强的伤害。这下子秦风更加满意了，哈哈，就让我看看接下来还有什么惊喜等着我吧。秦风哈哈一笑，满怀期待地将目光看向了守护者任务的第3项和第4项奖励。3是神鬼舞，神级职业。4职业位置加1。之所以要将这2项奖励放在一起，是因为秦风觉得他们就是一套组合奖励。第3项奖励是神鬼舞，神级职业，擅长近身战斗，而且对神灵有着额外的伤害加成。根据属性介绍中的信息可知，这是一位远古强者为自身量身打造的职业。那位远古强者原本生活在一座普通的部落当中，虽然时常面临蛮荒野兽的侵袭，也经常会出现饿肚子的事情，但总的来说，能够和家人生活在一起，他还是感到非常满意的。可这样美好的日子，随着一名传教士的到来，被彻底摧毁了。一开始，传教士只是在部落中宣扬神灵的理念，并号召部落居民信仰神灵。部落居民为了能吃饱饭，也为了从神灵那里获得更强大的实力，最终也都顺从地信仰了那位神灵。可神灵在获得信仰之力后，却驱使着这些部落居民四处征战，攻击那些不愿意信仰他的部落。也从那时起，又有信仰的其他神灵的部落
前来攻击这座曾经安静祥和的部落。杀戮、死亡、分离、毁灭成为了部落居民的主旋律。一开始，那位远古强者也虔诚地信仰神灵，并加入了神庙的守护骑士团。随着他不断立下功劳，最终成为神庙的高层之一，并得以接触到一些神庙的核心机密。这个时候，那位远古强者才发现，所有的战争不过是神灵自导自演的话剧。神灵的目的是为了收集信仰之力，可生活在美好平静环境下的人们对信仰神灵并没有太大兴趣，所以神灵主动制造了战争，让所有人生活在颠沛流离中。为了追求美好的生活，这些人就会主动地向神灵祷告，祈求神灵能够庇护他们，而代价就是向神灵付出自己的信仰之力。了解到这一切的远古强者崩溃了，他没想到自己为之奉献一生的信仰，竟然蕴含着如此肮脏的阴谋。他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带着家人逃离了神庙的势力范围，想要回到曾经那座安静祥和的部落。可迎接他的只有一座早已沦为废墟的部落，以及等待在那里的裁决骑士团。远古强者被曾经的伙伴攻击，就连家人也死在伙伴的刀剑下。他悟了，也怒了。在家人死后，远古强者断绝了最后一丝人性的羁绊。他杀死了曾经的伙伴，焚烧了曾经为之战斗的旗帜，也捣毁了神灵的雕像。最终一招入魔，化身鬼使，开启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反抗神灵统治的旅程。一座座神庙被他焚烧，一名名传教士被他杀死，一座座雕像被他捣毁。而他的实力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升，最终更是领悟出一种能够汲取神力强化自身的技能。原本神力是由神灵赐下，只能被虔诚信徒使用的一种力量，可那位远古强者却能在击杀传教士、牧师、神官的过程中汲取神灵赐予他们的神力，从而让自己变得更强。这等同于挖掘神灵存在的根基，也让那名神灵愤恨不已。为了杀死这个亵渎神灵的人，为神灵亲自降临人间。可惜他来得太晚了，也远远低估了对手的强大。那位远古强者竟然以半神之躯悍然杀死曾经信仰的神灵，并掠夺了对方一身神力，从而晋升为新的神灵。但晋升为神后，那位远古强者并没有停下自己是神的道路，他不断寻找神灵，并对对方发起挑战。每次战胜之后，都会残忍地杀死对方，然后汲取对方的神力，强化自身。不到100年时间，那位远古强者就从一介凡人迅速地晋升为神，并达到主神巅峰，距离神王也只有一步之遥。只可惜他的存在让无数神灵感到恐惧和害怕，那些神灵联合起来，对他布置了一个巨大的陷阱。数以百计的神级强者，10数名主神级强者，外加3名神王级强者，如此强大的组合，就为了对付一名主神巅峰的存在。不得不说，这是一段黑色幽默。最终的结果不言而喻，那位缔造了弑神鬼舞的远古强者，在众神的围歼下陨落了。而他的对手们也并不好过，数百名神级强者全部陨落，10数名主神强者伤亡各半，就连3位神王级强者也陨落了1个人，重伤逃遁2人。由此可见，弑神鬼舞这个职业有多么恐怖了。原本他是不应该出现在秦风眼前的，这样敏感的传承应该被封印，永远的封印。但天外魔族的巨大压力最终让世界意志妥协，他将这份给神域世界带来无穷灾难的传承拿了出来，并以任务奖励的方式交到秦风手中。其目的就是为了强化秦风的实力，让他能在对抗天外魔族的战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于天道意志的决定，秦风当然是不知道的，他只是看着这份职业传承卷轴，略显满意的点了点头。不错，有了弑神鬼舞，我的近战短板也终于得到弥补了。下次再被人近身，就不用手忙脚乱的躲避，而是和对方硬杠了。再加上我高达35万的力量属性，恰好能够发挥这份职业传承的威力。不过竞技法师才是我的主战职业，这一点不能弄错了。弑神鬼舞为秦风带来2个职业天赋能力，以及3个职业专属技能。第一个天赋能力名叫弑神鬼斩，能够对信仰系的神灵造成额外1000%的伤害，在成功击杀对方之后，还能获得对方3%至10%的属性，也就是所谓的汲取神力，强化自身。不过秦风是玩家，所以就直接数据化了。第2个天赋能力叫恐惧光环，能够让与之战斗的敌人陷入恐惧之中，并削弱30%的基础属性和攻击力。这个天赋能力放在同级别战斗中简直是无解的存在。试想一下，2人的实力本就相差无几，可忽然一方的战斗力被削弱30%，那战斗的结果还用说吗？就算是遇到更强的对手，一下子被削弱了30%，恐怕也会被打个措手不及吧。秦风略微了解一下这2个天赋能力的效果，就满意的将之关闭了。我的实力还不够，短期内也最好不要遇上神级强者，要不然就算有弑神鬼舞的战力加持，恐怕也会吃上一些亏啊。弑神鬼舞除了2个神级天赋能力之外，其实还为秦风带来3个职业专属技能，分别是鬼影闪击、幽魂剑影阵、死亡诏令。鬼影闪击是一个极为移合攻击的技能，幽魂剑影阵是一个拥有范围攻击的阵法类技能，效果都非常不错。而死亡诏令的效果有些类似于亡灵召唤，能够在杀死敌人后，使敌人的灵魂转化为鬼使，并协助自身战斗。敌人的实力越强，被转化为鬼使之后，所能发挥的战斗力也就越强。甚至是神鬼舞还能用掠夺来的神力强化这些鬼使，令其拥有更强的战斗力。对于这3个技能，秦风也略微了解一下之后，就没有过多去管。毕竟他的魔法技能繁多，效果也千奇百怪。这3个技能的出现，也最多是弥补近战的不足罢了。秦风可没忘了，竞技法师才是他的主战职业。除了是神鬼舞的职业传承之外，奖励中还有一个职业位置，所以秦风才说第3项奖励和第4项奖励是配套的组合奖励。但这个奖励他可有可无，因为早在完成副本空间的任务时，他就已经获得一个职业位置了。呼，
虽然有些多余，可不要白不要，要了不白要。要是以后获得其他神级职业，刚好可以用来转职，比如说弓箭手的神级职业，就能弥补我远程物理攻击的缺失。如此想着，秦风也满意的关闭了奖励列表。提示：您触发 SSSSS 级任务神域世界的守护者2%，请尽快前往坐标地点391274，并摧毁该坐标点的第2座位面传送阵。秦风刚刚关闭奖励列表，系统提示音就迫不及待地响了起来。没错，就是迫不及待。原本机械而冰冷的系统提示音，这一次竟然显露出急迫之意，似乎在催促秦风尽快完成任务一般。神域世界的守护者1/10，任务级别 SSSSS， 任务完成度10%。任务内容：自从被逐出神域世界之后，天外魔族就时刻计划入侵本世界。他们在本世界的各个地方留下了大量的魔物爪牙，并建设了10余座跨位面传送阵。这些位面传送阵全都是天外魔族入侵神域世界的通道，但基于远古协议，神域世界的诸神无法出手破坏这些位面传送阵。勇士，你的出现已经成为神域世界的最后一道曙光。你一次次打败了魔物爪牙，并破坏了天外魔族辛苦建设的位面传送阵，极大的挫败了他们入侵神域世界的阴谋。但这也加剧了天外魔族的入侵步伐。他们一边向神域诸神提出抗议，邀请阻止并惩戒破坏位面传送阵的凶手，一边积极备战，不断调集大军，并强化各个魔物据点的实力。勇士，还请加快速度，在双方谈判拉扯之际，尽可能多地破坏位面传送阵。这是那些心怀热血的神灵为你争取的时间，也是我们能够赢得更多利益的筹码。拜托了，勇士！任务目标，请尽快前往凤凰山，剿灭驻守在那里的魔物爪牙，并破坏位面传送阵，阻止天外魔族的战争步伐。任务提示：击杀魔物爪牙的数量、位面传送阵的破坏程度、藏星海邪恶力量的残留度都会影响任务评分。任务成功奖励：未知评分越高，未知奖励越丰富。任务失败惩罚：无亲眼目睹自己的家园被敌人摧毁，这将是对你最严重的惩罚。呵呵，这是急了吗？天外魔族见我连破2座位面传送阵，所以向神域世界提出交涉，想要阻止并惩戒我。而感受到巨大压力的天道意志也开始催促我摧毁更多的位面传送阵。既然你们都着急了，那我可就不急了。系统，我想要那座副本空间是真正拥有的那种，而不是依附于你存在，懂我的意思吗？秦风悠然地整理着自己的包裹，剿灭了整座碎星岛的魔物爪牙。他可是获得数以千计的装备，而且大多品阶不低，很是值钱。而听到秦风的要求，天道意志不由得陷入片刻的沉寂。副本空间原本是斯图特尔帝国的皇宫所在地，虽然在神战中被打成空间碎片，最终形成了副本空间，但终究还是依附于神域世界而存的次元位面。也就是说，秦风虽然是副本空间的主人，但他最多相当于拥有房产证的购房者，但这块土地的真正所有人依旧是神域世界的天道意志。现在秦风要求天道意志将副本空间的所有权完全交给自己，就有些类似于领土割让了。换做正常人是绝对不会同意这种做法的，简直丧权辱国吗？但秦风也很清楚，整个神域世界即将面临着什么样的灾难。自己虽然想要对抗天外魔族，可真到了势不可为的关头，完全可以驾驭混沌游龙梭，遁入混沌虚空，甚至逃往其他位面生存。神域世界终究只是人类玩家的第2家园，如果战场发生在蓝星，他或许会死战不退。可要是神域世界嘛，呵呵，就看你出不出得起这个价了。但秦风可以逃，天道意志却没处跑。一旦神域世界被天外魔族占领，那神域世界的天道意志也必然会被天外魔族的天道意志吞噬。这是宇宙法则，没有任何人能够例外。也正是拿捏住这一点，秦风才敢于提出如此之大的要求。而被拿捏住的天道意志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纠结良久，只是过了几个呼吸的时间，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提示 SSSSS 级隐藏主线任务神域世界的守护者，任务奖励方式发生改变，玩家每破坏1座位面传送阵，就能额外获得 NC1099 号副本空间 20% 的所有权。若玩家无法在任务时限结束前破坏5座或5座以上的位面传送阵，系统将收回副本空间、是神鬼舞传承以及世界守护者勋章。看着宛如小孩子耍脾气的系统提示，秦风淡定地笑了。呵呵，这是在和我谈条件吗？5座就5座，又不是办不到，怎么和小孩子一样，竟然直接放狠话威胁起我来？好了，废话不多说，开道门吧。秦风话音落下，面前便出现一道巨大的传送光门。他也不觉得惊奇，只是淡定地迈入其中，人便从碎星岛上消失，然后直接来到100万里之外。作为一个世界的天道意志，这点手段不过是洒水了。哈哈，诸神的爪牙，睁大你的眼睛看看，这里是何处？我神忽然降下谕令，让我等谨守关隘，护好位面传送阵，没想到还真有人自投罗网啊！不要大意，碎星岛已被此人攻破，说明他还是有些实力的。呵呵，碎星岛不过是一群废物，哪里比得上我们凤凰山？不错，就算此人有些手段，但有那位大人坐镇，当可保万无一失了。秦风仿佛被人从后狠踹了一脚，直接一个踉跄走出光门，耳边也立刻传来一阵冷嘲热讽之声。而等他看清眼前的局势，也不由得哑然失笑。呵呵，还真是一个坏脾气的小孩啊！你好歹是一个大世界的天道意志，能不能别耍这种小孩脾气？拿脚踹我就不说了，竟然还将我扔到怪物堆里，就不怕我直接躺平，然后被送回泉水吗？原来秦风竟然直接被传送光门送到了凤凰山的魔物巢穴之中。周围的魔物数量不多，也就180个的样子，但这些魔物的实力却颇为不凡。仅仅是1000级的伪神级魔物，这里就足足出现5人之多，其余高阶半神也有数十个，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来说，都要远超碎星岛的魔物群。嘿，好多的移动经验包啊！
既然这样，那就开战吧！10倍时间流速，4圣降临，大审判兽，烈焰天冲，冰晶之雨，还有缝合怪，也给我上吧！一个个技能如同雨点般落下，肆意收割着魔化大军的生命。但威力最猛的还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4大守护圣兽的虚影。秦风不知是不是错觉，反正他总感觉这4大圣兽虚影有些不对劲。虽然实力依旧在技能限制之列，但似乎太过灵动了些。无论是战斗素养，亦或者是战斗意识，都不是碎星岛那次能够比拟的。总的来说，就是属性没变，但战斗力仿佛更强了一些。算了，纠结这些干什么？好奇心害死猫，我可没那么蠢。这里面的秘密要是被挖掘出来，不就相当于拱手给天外魔族送上把柄吗？大佬们想要主动下场参战，就由他去好了，反正我的经验值也少不了。抱着这样的念头，秦风也愉快地参战了。这一次，他可不像碎星岛那样悠闲的划水，而是火力全开，肆意攻击。一个个禁咒魔法仿佛雨点一般落下，成片成片的灭杀魔物爪牙。而他耳边的系统提示音也从开战至今响个不停。原本就294的等级，如今更是坐火箭一般快速蹿升，很快就达到300级，受到禁咒法师的觉醒任务限制。但秦风却如同没事人一般，直接掏出一张任务完成卡，完美度过禁忌法师的第4次觉醒任务。然后他就获得了一堆的技能，而且全都和泰坦神有关。比如第一个5阶禁咒魔法泰坦神的生命护盾，这是一个被动技能，可以为秦风附加一层相当于生命值的护盾。也就是说，拥有这个技能的秦风生命值将会直接翻倍。泰坦神本就以生命力著称，又拥有了这个技能，立刻就成了远古时期的第一血牛，战斗力超级爆表。但如今这个技能却如同宿命一般，竟然奇迹的来到秦风身上。要知道，泰坦神固然是以生命力著称，但秦风却是一个能够通过氪金不断获得生命值的 bug。你敢相信一个不到300级的半神，竟然拥有2000多亿的生命值？无论是之前副本空间中的第63柱魔神投影，又或者是碎星岛上的第41柱魔神投影，生命值也都在这个区间了。那么当秦风获得双倍生命值，效果又该如何恐怖？恐怕就算是远古时期的泰坦神，也没有这么强大的生命力吧。第二个5阶禁咒魔法泰坦神的元素权杖，这也是一个被动技能，效果是可以让秦风直接掌控水、火、风、雷、光、暗、土等诸多元素系法则，而且开局就是100%的法则掌控度。如果秦风愿意，他就能直接领取元素神格，从而成为一尊元素之神。同时，泰坦神的元素权杖还能让秦风在释放水、火、风、雷、光、暗、土等元素系魔法的时候，获得1000%的效果增幅。什么叫强大？什么叫恐怖？什么叫威力绝伦？泰坦神的元素权杖代表一切的答案。而无论是泰坦神的生命护盾，又或者是泰坦神的元素权杖，都只是被动技能，而没有主动攻击效果。如果只是这样，并不足以诠释泰坦神在远古时期的黄战绩。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第3个6阶禁咒魔法12重元素幻灭。12重元素幻灭6阶禁咒魔法，等级1，效果1，在空中形成元素之球，并使之砸向地面。元素之球落地时会造成剧烈的魔法爆炸，每个元素之球将造成500万加100星号精神的魔法伤害。2，元素之球包含水、火、风、雷、光、暗、土等诸多自然元素。3，技能持续30秒，每秒可形成100个元素之球，冷却时间3小时，消耗10%魔力值，熟练度0-100。看到这个技能时，秦风只有一句话能够描述其威力：毁天灭地。技能持续30秒，每秒可形成100个元素之球，总计就是3000个元素之球。而秦风此时的精神属性高达35万，100倍之后就是3500万，再加上500万的基础伤害，一个元素之球就能造成4000万伤害。3000个能够造成4000万伤害的元素之球落下，其结果不就是毁天灭地吗？秉承着好用就要往死里用的理念，秦风在得到12重元素幻灭之后，就第一时间将这个技能用了出来。只见一个个五颜六色的元素之球在战场的上空形成，红的是火，蓝的是水，青的是风，黄的是土，五颜六色，绚烂多姿。就连下方的魔物大军也被这壮观的场景吸引住了眼神，他们纷纷抬头观望，却不知这是死神的号角。不，这不可能，一个凡人怎么可能拥有这样的能力？傻孩子们，快逃啊！都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分散，躲避攻击！那是毁灭之球，大家快躲开！元素法球如同雨点一般落下，而秦风耳边的系统提示音也如同复读机一般响起。他身上的升级金光更是如同跨年夜时的礼花一样，照耀着整片暗淡的天空。当然，如此耀眼的光芒也为秦风引来无数攻击。只可惜，这些攻击对于拥有2000多亿生命值且附上一层泰坦神的生命护盾的秦风，简直如同挠痒痒一般，丝毫没有作用。反倒是秦风的等级几乎以每分钟10级的速度朝着更高的层次迈进。提示：您击杀怪物且拥有世界守护者光环，将获得10倍经验值，您的等级提升至305级，3阶半神。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自由属性点已自动分配，您的基础魔法攻击力提升至。提示：您击杀怪物且拥有世界守护者光环，将获得10倍经验值，您的等级提升至315级，3阶半神。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自由属性点已自动分配，您的基础魔法攻击力提升至。提示：您击杀怪物且拥有世界守护者光环，将获得10倍经验值，您的等级提升至325级，3阶半神。详情请自行查看。提示：自由属性点已自动分配，您的基础魔法攻击力提升至。
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凤凰山上的魔物大军就被剿灭了个干干净净。但令秦风意外的是，那些伪神级的魔物领袖竟然从始至终都没有召唤天外魔神助战。这些家伙是被我打怕了，所以都想通了吗？还是说这里面有什么阴谋？秦风不是个阴谋论者，但对于天外魔神从始至终都没露面的局面来看，他很快就锁定了第二种看法。天外魔域是个大世界，拥有12魔王、36魔主以及72魔将，其实力自上而下分别是神王级、主神级以及神级。虽然秦风先后击杀了第63柱魔神和第41柱魔神的投影，可要知道的是，投影只能发挥本尊部分实力，并不能代表什么。而在2位吊车尾的魔神之上，还有主神级强者、神王级强者，这样的一个大势力，又怎会在2次失败后就退缩呢？秦风几乎可以100%的确定，这群老鹰逼肯定在憋什么坏招。但他搜寻四周，甚至驱动缝合怪开始攻击位面传送阵的魔法柱，可始终没人露面阻止他的动作。难道是我猜错了？又或者是2界正处于谈判状态，所以天外魔族不好动手？秦风眉头紧皱，心中有些不明所以。但当他看到4大圣兽虚影的时候，又不由得眼前一亮。不对，之前那些魔物叫嚣着有那位大人镇守，凤凰山可保万无一失，这就说明此处竟然有一尊实力在伪神之上的强者，否则那些魔物不敢这样嚣张。暗中的黑手之所以没有露面，应该是忌惮4大圣兽虚影。而4大圣兽之所以亲自降临，或许不是为了享受战斗的快感，更不是为了摧毁这座位面传送阵，他们是为了幕后黑手而来。秦风之所以会如此想，是因为他注意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圣兽降临的技能持续时间已经结束，可4大圣兽依旧如同没事人一般，就这样赖在了凤凰山。嘿，一个个老阴逼，真是一个比一个阴。可你们不走开，对方就不会来啊！想到这里，秦风心中默念一声4位爷，对不住了，然后果断取消了圣兽降临的技能。这样一来，4大圣兽就不得不离开了。因为他们不走，就会暴露自己真身降临的事实，从而给天外魔神送上把柄。到时候2界谈判，神域世界将会落入下风。这小子是谁选出来的？看样子脑袋不好啊！还能谁选的？当然是大姐头了。这种事也只有他能够决断，别人插不上手。唉，走吧走吧，现在要是不走，一会儿就给天外那些王八蛋落下口实了。到时候谈判可就被动了。可我们要是走了，幕后黑手忽然出现怎么办？是啊，虽然明面上的战斗已经结束，可暗中的黑手却一直没有露面。这小子取消了技能，可就让我们进退两难了。这小子被幕后黑手锤死倒没事儿，反正能复活，可我们就要失去抓住对方的机会了。可恨的小子，真想先锤他一顿。先回去，这事大姐头另有安排。4大圣兽意念交流，看向秦风的眼神中也充满了不善之色。最终还是作为老大的青龙发话，才平息了几大圣兽心中的怨念。然后几大圣兽的虚影化作点点光粒，消散于天地之间。秦风见状，心中暗自点头，但他表面上不露声色，仿佛一无所觉般，驾驭着黑暗龙女降了下去，开始搜刮起战利品来。不得不说，凤凰山的魔物数量和质量的确要超出碎星岛不少。光是这些战利品的价值，就远远不是碎星岛能够比拟的。上万件装备，最差也是传说级，其中甚至出现好几件神器。可惜都是刀、枪、剑、盾、弓之类的近战武器或物理系列装备。秦风也不纠结，除了将那件神器巨剑留在包裹中，其他的都扔到了工会对仓库里，并一一设置了工会贡献兑换机制，以提升那些工会玩家的实力。能够被他邀请到的玩家，每一个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实力放到广大玩家群体中，绝对是首屈一指的存在。别的不说，秦风工会中的这些成员平均等级已经超过100级，把这些装备交给他们也不算浪费了。鉴于天外魔族大军的步步逼近，他也有必要强化工会玩家的战斗力了。工会玩家看到贡献商城中多出这么多高阶装备，自然是惊呼连连，高喊万岁了。哇塞，会长大人真是太伟大了，竟然一下子拿出数千件装备，最低都是传奇级以上的，简直牛掰！我的天啊，我看到了什么？一件神器级的长弓，如果我能获得这件装备，就能完美发挥精灵血统的优势了。哈哈，这张盾牌谁也别跟我抢，作为工会第一血牛，怎能没有一张好盾牌呢？就在秦风战利品收集完毕，并将之设置了工会贡献点兑换机制时，一道浑身上下萦绕邪恶气息，面部被灰色雾气遮挡的人影凭空出现在他的身后。该死的小子，去死吧！人影伸出一只宛若兽爪的手掌，直接拍在了秦风的身后。也就是这一掌，直接让秦风的身体不受控制的飞了出去。提示：你遭到神秘人的偷袭，将受到835亿伤害。检测到你拥有神级宠物生命神树，是否将伤害转移到他的身上？秦风狠狠地砸在地上，一口气差点没喘过来。而他的耳边也响起了受到伤害的系统提示音。835亿的伤害已经接近泰坦神生命护盾的1/3了，再来2下就能彻底打破泰坦神的生命护盾，然后对秦风本尊造成伤害了。更恐怖的是，这一道伤害只来自于神秘人的普通攻击，如果是技能的话，恐怕伤害还会倍增。种种迹象表明，来人的实力非常恐怖，甚至还在第67柱魔神和第41柱魔神的投影之上。但秦风的脸上不仅没有慌张，反而写满了惊喜之意。哈，就知道你躲在暗中，这下露馅了吧？连技能都不敢放，是担心引动天地之力泄露真实身份吗？小树，看你的了。当秦风说出小树看你了的时候，不由自主将目光放在了生命神树的宠物加成以及一条历史消息之上。黄级神宠生命神树对玩家加成效果：1.
生命系技能冷却时间负100%。2、生命系技能消耗魔力值负100%。3、受到生命系魔法攻击后造成伤害负100%。4、玩家可获得额外100%的最大生命值恢复速度。5、玩家受到的所有伤害可100%分摊到生命神树的身上，直到生命神树死亡。这是生命神树晋升黄级神宠的时候为秦风提供的效果加成。首先是生命系的技能冷却时间降低100%，其次是生命系技能的魔力值消耗降低100%，然后是受到生命系魔法攻击后伤害也会被削减100%。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秦风拥有生命神树最重要的2项属性，一是获得额外100%的最大生命值恢复速度，他拥有2000多亿的最大生命值，原本每秒能够恢复10%，也就是200亿的最大生命值，翻倍之后更是能达到每秒恢复400亿的最大生命值，简直恐怖到了极点。最后是自己受到的所有伤害都可以100%地分摊到生命神树的身上，直到生命神树死亡。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效果也不算什么。毕竟秦风自己拥有2000多亿生命值，又拥有泰坦神的生命护盾，加起来就是4000多亿的生命值。只要敌人无法一击将他秒杀，那每秒400多亿的最大生命值恢复速度更是能够让敌人感到绝望。拥有如此之强的生命力，是否还需要将伤害分摊到生命神树的身上呢？就算真的遇到强大的敌人需要生命神树来分担伤害，那生命神树又是否能承担这样的伤害呢？这些都是生命神树需要面对的问题。但当生命神树成为副本空间的守护者之后，一切都不成问题了。提示：您的宠物生命神树已经成为本空间的守护者，它只要处在本空间的范围内，全属性提升10倍，实力提升速度增幅10倍，且不死不灭，永恒不朽。这是生命神树成为副本空间的守护者之后系统给出的提示。生命神树只要待在副本空间中，就是不死不灭，永恒不朽的存在。哪怕敌人能对秦风造成万亿伤害，可分摊到生命神树的身上时，也无法彻底秒杀生命神树。因为无论替秦风这个主人承担了多少伤害，生命神树都会强制保留一点生命值。这也是在秦风外出捣毁位面传送阵，却选择将生命神树留在副本空间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嘛，当然是生命神树拥有只要待在副本空间中就能获得经验值，以提升自己实力的权限了。神秘人对秦风的攻击瞬间造成835亿伤害，但这些伤害全部被秦风转移到副本空间的生命神树身上，而远在100万里之外的生命神树生命值也瞬间清空，但在副本空间的本源之力帮助下，依旧强制保留了一点生命值，然后源源不断的空间本源之力灌入，只是几个呼吸的时间，生命神树的生命值再次恢复到满值。神秘人看到秦风如同没事人一般，再次生龙活虎的站了起来，顿时愣在了原地。这是什么情况？该死，难道是那个老家伙在你身上留了什么手段吗？不像，就算那个老家伙被我偷袭，也多少会受一点伤害，绝对不可能像你一样完好无损。神秘人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秦风，但他也知道眼下最重要的事情是击杀秦风，然后快速离开。因此只是2个呼吸过后，神秘人再次对秦风展开攻击。只可惜早有准备的秦风自然不可能再被对方偷袭了。3秒针之眼，时间操纵者。在双倍施法的效果下，秦风同时开启了2个技能。3秒针之眼让秦风能够预知未来3秒内神秘人的所有动作和攻击角度。时间操纵者让秦风的移动速度提升了10倍，又让神秘人的攻击速度下降了10倍。一增一减之下，他竟然和对方打得有来有回。未知的神秘人，等级7981级，等阶上位神级强者，生命5344亿5344亿。状态，这似乎是某个大人物的分身，可以在隐藏自己身份的同时达到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当秦风看到对方的属性时，心中也不由得暗自咂舌，这家伙的实力实在是太强大了，光是生命值一项属性就高达5300多亿。我如果要击杀对方，就必须使用灭神之光，5000多亿的经验值，怕不得让我调回100级吧。就在秦风暗自后悔想要再次召唤4大圣兽虚影降临的时候，神秘人也震惊不已地说道：糟糕，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怪物？他好像摸清了我所有的能力，几乎每一次动作都能恰到好处地躲掉我的攻击。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还没什么问题，毕竟实力才是一切的基础，没有实力再高明的技也不过是空谈。但偏偏这小子还掌控了时间之力，极大的延缓我的攻击速度，而又来加强了他的躲闪速度。不行，再这样拖下去，诸神议会那边该反应过来了，一旦我的身份暴露，那可就大事不妙。小子，这是你逼我的，去死吧！神秘人一声怒吼过后，漫天神圣光芒散发而出，将整片天地都笼罩在其中。秦风虽然能够操纵10倍时间流速，也能预知对方的动作，但面临这样的大范围攻击，还是有些力有未逮了。提示：你遭到7阶禁咒技能圣光审判的攻击，将每秒扣除500亿生命值。检测到你拥有神级宠物生命神树，是否将伤害转移到他的身上？提示：你遭到7阶禁咒技能圣光审判的攻击，将每秒扣除500亿生命值。检测到你拥有神级宠物生命神树，是否将伤害转移到他的身上？提示：你遭到7阶禁咒技能圣光审判的攻击，将每秒扣除500亿生命值。检测到你拥有神级宠物生命神树，是否将伤害转移到他的身上？系统提示音一次又一次的响起，秦风也一次又一次的将伤害转移到生命神树的身上。但生命神树虽然拥有不死不灭的特性，并且能在副本空间的本源之力支持下不断的恢复生命值，可这一切都建立在副本空间本源之力充足的前提之上。
如此频繁的伤害分摊，终究给副本空间的本源之力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只是片刻后，生命神树的生命值恢复速度就变慢了，甚至都有些跟不上秦风的伤害分摊速度。毕竟每秒500亿的伤害，这谁扛得住？到了最后，副本空间竟然出现了摇摇欲坠的迹象。首先是灰蒙蒙的天空上，竟然如同被撞击的挡风玻璃一般，出现了大面积的龟裂。其次是副本空间的大地，也在不断的裂开与合并中反复。就连副本空间中的唯一一座高山，竟然也在这样的地质变迁中，直接崩塌成一堆废墟。见此情形，秦风赶紧停止了伤害分摊。但他虽然拥有2000多亿的生命值，以及相同数值的生命护盾，可也扛不住对方每秒500亿的伤害。毕竟他没了解只能恢复400亿的最大生命值，这其中100亿的差额将成为压死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个家伙的速度太快了，灭神之光并不是锁定技能，如果贸然使用，很可能被躲开。可我又没有一个能够限制对方移动速度的技能，该死！难道我就只能重新召唤4大圣兽，向他们寻求帮助吗？到了此时此刻，秦风哪能不知道神秘人的身份？这个家伙不是光明老狗又是谁呢？之前他就知道光明主神是天外魔族的爪牙，只是一直苦于缺乏证据，所以才没有向天道意志举报。但此次对方一出手，秦风总算是拿到铁证如山了。就在他准备再次召唤4大圣兽投影，从而彻底揭露光明神的真面目时，一道充满了野性美感的身影以非常之快的速度杀入战场，拦在了秦风的前锋。哈哈，看来姑奶奶来的正是时候，竟然真的抓到一条大鱼。光明啊光明，我早就觉得你是个伪君子，但万万没想到你竟然和他们是一伙的。这一次我看你要怎么狡辩。小子，退到一边去，好好看看神灵之间的战斗是怎么样的，这对你的将来有好处。这道充满野性美感的身影，赫然就是之前在碎星岛附近见过的狩猎女神。看到狩猎女神的出现，秦风也赶忙停下了手中的动作。4大圣兽虚影是一张王牌，能不动用尽量不动用。而且狩猎女神出现了，4大圣兽会不会亲身降临，这可就不好说了。想清楚这一切之后，秦风也顺从地走到了远方，当起了一个安静的吃瓜群众。阿蒂米斯，你不是应该在诸神议会和魔神大人们谈判吗？该死，你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来到这里？被光明审判彻底暴露身份的光明主神分身面色变得一片铁青。他万万没想到，本该被困在诸神议会的狩猎女神竟然会在此时出现在这里。他原本为秦风准备了一个大杀招，能够在杀死秦风的时候将他彻底的灭魂夺魄。这样一来，秦风就连复活的机会都没有了。正是因为有这一张底牌，他才敢使用光明审判这个代表性极强的技能。因为死人是不会开口的，他也不用担心身份的暴露。可狩猎女神的出现，让这一切都变成了虚妄。一旦自己的身份暴露，那可就真是百死无生了。在失去价值之后，就算天外的魔神大人们也不会庇护他，而神域诸神但是会将他碎尸万段。一想到自己的结局，光明神的分身就打了个寒战。不行，一定要杀他和那个小子，只有他们都死了，才能彻底掩盖我的身份。就在光明神分身心中百转千回的时候，对面的狩猎女神也冷笑着开口了：呵呵，光明，你知道用一个分身来猎杀那小子，难道老娘就不知道用一个分身去糊弄诸神议会中的那些软骨头吗？早就知道有人不怀好意，我又怎么会上你们的当呢？来吧，要么你杀死我，要么我杀死你，然后暴露你本尊的身份。今天你和我之间只有一个能活着离开。光明神是主神级强者，虽然来这里的只是一道分身，但也拥有7900多级的实力。而狩猎女神的等级是5321级，实力还远在光明神分身之下，因此他对于打败光明神分身其实并没有太多把握。不过作为神域世界少有的战斗系女神，狩猎女神的心中充满了狂热的战斗意念，哪怕明知不敌，她也不会在对手面前退缩。两人眼神交错而过，一时间杀气四溢，场面冷寂。同是神域世界的老牌强者，两人对彼此的实力都非常清楚。光明神分身见身份暴露，此时也不再隐藏，伸手就召唤出自己的主战神器光明审判之剑。而狩猎女神也是一出手就拿出了自己的狩猎之矛，杀！找死！令秦风没想到的是，这场实力不对等的战斗竟然由实力更弱的狩猎女神抢先打响。呵，真是一个虎娘们。秦风自然知道狩猎女神不是光明主神分身的对手，但他却一点也不着急，甚至都没有抢先开溜的计划，因为在他的手中还有一张能够灭杀对方的底牌。当然他需要找一个合适的机会，选一个合适的脚步，才能一举送光明神分身上天堂。也许下地狱才更适合光明神，毕竟他的本尊都快死了，就算上了天堂又能去见谁？光明神分身和狩猎女神激烈的交战在一起，光明神分身的攻击大开大合，每一次出手都威力拉满，仿佛要将狩猎女神大卸八块一般。狩猎女神却不断游走，从各种刁钻的角度攻击光明神分身。作为一个战斗系神灵，狩猎女神的战斗技巧明显更高，她轻则不出手，但每一次出手都会如同毒蛇扑杀一般，让光明神分身不敢不防守，而且每一次出手都尽可能的节省神力，从来不和光明神分身拼消耗。毕竟一个中位神灵，除非脑子不开窍，才会和一个上位神拼消耗。但可惜没有足够的实力，再多的技巧也只是无用功。狩猎女神很快就被光明神分身压制，从开始的攻守兼备，逐渐变为手多攻少，最终甚至只能被动防守了。就在狩猎女神再一次被光明神分身劈飞出去时，就能看出她的状态下滑非常严重的，身上的战甲破损，泄露大片风光不说，就连再次起身备战都有些颤颤巍巍，甚至差点重新摔回地上。嘿嘿，阿蒂米斯，投降吧！只要你和我签订主仆契约，今天我可以饶你不死。等魔神大人占领神域世界之后，我甚至还能将你介绍给他们。
像你这样的女神，可是非常受魔神大人欢迎的。光明神分身一边攻击，一边对狩猎女神发动言语嘲讽。狩猎女神虽然不理睬，但多少也受到了一些影响。终于，就在她快要扛不住的时候，忽然将手中的狩猎之矛投掷出去，然后变成了一条绳子，将光明主神分身捆了起来。嘿嘿，阿蒂米斯，你这癖好可真够独特的。不过，这根细细的绳子可捆不住我。被困住的光明主神分身一点也不着急，反而一边鼓动神力冲击狩猎之绳，一边嘲讽起狩猎女神。但狩猎女神依旧不理睬，只是将苍白的面庞扭向秦风一边，大声喊道：“喂，哪个小子还愣着干什么？快逃啊！我打不过这个伪君子了，你赶紧走，然后将这里的消息汇报上去。别耽搁了，光明的身上拥有一种能够彻底杀死你们这些天外来客的手段，一旦你死在他的手上，就永远不能复活了。至于我，只要信徒的信仰还在，我还有复活的机会。”狩猎女神连珠炮一般大声呵斥，让秦风赶紧离开。但当了半天吃瓜群众的秦风，此时不仅不为所动，反而看向被控制的光明神，露出了满脸的激动之色。哈！就是这个时候，3890亿经验值，灭神之光起！秦风当然知道光明神手中拥有一种能够彻底杀死玩家的东西，他甚至还亲眼见过这种东西是什么。那是一管紫色的药剂，被称之为光明洗礼。一旦玩家被涂满这种药剂的武器杀死，就会被彻底踢出游戏世界，永远不能返回。但这玩意起作用的前提是杀死对手，如果对手不死，那光明洗礼的作用也就不会生效。秦风拥有副本空间和生命神术，不仅能够将伤害转移出去，甚至还能在必死的时候强行保留一点生命值，并将自身传送到副本空间。也就是说，无论光明神使用什么样的办法，对秦风造成的最大打击，也不过是让他在强制保留最后一点生命值之后，被传送回副本空间中。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其他影响了。没被杀死，药剂的效果再强，不也就没用了吗？更何况，此时光明神分身被控制，恰好是他使用灭神之光彻底灭掉对方的好机会啊！一个敌人，特别是一个强大的敌人，如果不能在第一时间消灭，那以后就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秦风可不会为了一时的困难而留下万世的后患。哦，不，好恐怖的感觉，这是什么？只见秦风的额头上凭空出现一枚拇指大小的树眼，树眼中射出一道漆黑的光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接打在了光明神的额头之上。被穿透额头的光明神最终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然后便软塌塌的倒下了。提示：你消耗3890亿经验值，等级下降73级，当前为291级。你由3阶半神下降至2阶半神。光明神的实力虽强，但在和狩猎女神的战斗中也被消耗了大量的生命值，因此秦风只花费了3890亿的经验值就彻底秒杀了光明神。当然，代价就是他连掉73级，实力也由3阶半升下降到2阶半神。不过接下来的系统提示音说明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提示：您成功击杀7981级的魔神投影，由于您拥有世界守护者光环10倍经验 buff 的加成，将获得10310亿经验值。提示：您的等级提升102级，当前为393级，3阶半神。提示：自由属性点已自动分配，您的基础魔法攻击力提升至5173900点。秦风用连掉73级的代价，又让自己连升了102级。这一幕当然让吃瓜玩家震惊不已。不过他们心中的念头对秦风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他淡定地走上前去，从光明神的尸体下掏出了一枚紫色水晶，紫阳结晶，等阶神王级材料，功能将之镶嵌在武器上，攻击敌人时可灼烧敌人的灵魂本源。若敌人被镶嵌了紫阳结晶的武器杀死，那么灵魂本源将会被焚烧殆尽。这就是光明洗礼药剂的来源了吗？没想到光明神身上竟然还有这样的好东西，神王级材料啊！哎，对了，紫阳结晶，这似乎是造星术中提过的一种材料，可以用来缔造太阳星，而且完整度至少能达到 20%。秦风心满意足地将紫阳结晶收回包裹中。他之前得到了一枚月华之石，是缔造太阴星的上好材料，完整度能够达到 10%。如今更是获得一枚能够制造太阳星的，完整度能达到 20% 的神王级材料。如此一来，他就能顺利造就副本空间的太阴太阳星了。唉，可惜，光明老狗的光明审判之剑竟然没爆出来。秦风将紫阳结晶收回包裹中，叹息一声，摇头晃脑地说道。此时的狩猎女神也终于反应过来，她听到秦风的话，不由翻了个白眼。神圣审判之剑乃是光明神的主战神器，早就和本体灵魂绑定在一起了。如今分身陨落，神圣审判之剑当然是回归本体了。你这家伙就别打坏主意了。狩猎女神说完，又扭头看向光明神的尸体，不看还好，一看吓一跳。光明神的尸体竟然在这一刻发生了变化，原来的人形尸体忽然慢慢扭曲，如同被融化的蜡封一般，逐渐露出了那里的真面目。这是兽神！狩猎女神指着地上人身兽首的尸体，惊呼一声喊道。秦风也扭头看去，这才发现光明神封神的人形尸体竟然变成了一个身高3米、人身兽首的壮汉。很明显，这具尸体另有来历。只听狩猎女神开口说道：“他是兽神，整个神域世界的兽族信仰者，他的实力也非常恐怖，据说只在那位大人之下，是主神级强者中的巅峰人物。他也是神域世界的主战派，一直坚持着要将天外魔族的爪牙赶出神域世界，并摧毁那些位面传送阵。不仅这么说，也这么做了。在你之前，兽神就曾经摧毁过天外魔族的位面传送阵，也绞杀了大量天外魔物爪牙。很多主阵的神灵都聚集在他的麾下，听从他的号令，接受他的指挥。
可以说他已经是神域世界最后一根硬骨头了。但一场变故降临之后，他忽然消失了，无论是兽族的信徒，又或者是曾经团结在他麾下的神灵，都失去了他的踪影。有传闻说他是因为摧毁位面传送阵，打压天外魔物爪牙，得罪了天外的魔神，所以被魔神镇压了。也因为他的消失，整个神域世界对天外魔族和位面传送阵的话题变得讳莫如深，不敢触及。每个人都担心得罪了天外魔族，然后被对方的强者镇压。没想到他竟然落在了光明神手中，还被光明神炼成了分身。这个伪君子，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狩猎女神一边骂骂咧咧地讲述着兽神的来历，一边将凤凰山上的事情汇报给了诸神议会。虽然诸神议会对于狩猎女神派遣分身开会的事情非常愤怒，但在得知了光明主神已经投靠了天外魔族之后，也没工夫理会狩猎女神的事情了。光明主神的身份太敏感了，这个家伙在神域世界有着最多的信徒，他的神圣、光明、正义的理念也被无数人所接受。一旦让他逃走，肯定能将神域世界掀个天翻地覆。于是乎，诸神议会的几大主神及强者出手，直接将光明神镇压下来。虽然光明神在第一时间就得知分身陨落的消息，但却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暴露的事实。因此，此时的他还一副义正言辞的模样，在诸神议会上发表看法，并提议制裁秦风，要给天外魔族一个交代，以还两界之太平。这个提议得到了不少神灵的认同，甚至很多神灵还发表了更加激进的看法，想要彻底驱逐玩家这个群体。毕竟，大多数蓝星玩家都是无信者，压根就不相信神灵宣扬的那一套理念。就算有一些愿意信仰神灵的，也大多只信仰自家的真主、佛陀、上帝等幻想中的神灵，而不是神域世界的这些家伙。甚至来自华夏大区的玩家们更是拿出了一套又一套的理论，宣扬着他们的唯物主义，极大的动摇了神灵的信仰根基。而秦风就是华夏大区玩家的代表，无论是拿下秦风，又或者是彻底驱逐玩家群体，都极大的有利于一些神灵的利益。但狩猎女神的消息传来时，所有人都震惊了，谁都没想到光明神竟然是天外魔族的走狗。那他之前说的那番话还有参考的价值吗？光明神提议要制裁秦风，明显是为天外魔族说话。如果自己再说要制裁秦风，不就和光明神是一伙的吗？想到这里，众多神灵纷纷改口，说秦风是神域世界的英雄，应该得到奖励。而也就在众口一说的舆论之下，光明神被当场镇压了。得到消息的狩猎女神也松了口气，毕竟自己之前和光明神分身大战一场，也亲自出面揭露了光明神的真面目。要是光明神不被镇压或者逃了出去，那自己可是要倒霉的。哈哈，小子，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光明，就是光明老狗的本尊已经被诸神议会镇压了。这下子咱们可终于能松口气了。狩猎女神一边说着，一边拿眼睛瞄向秦风，眼神中还充满了忌惮和庆幸之色。她知道秦风的攻击能够秒杀光明神，自然也能秒杀自己，因此生出了忌惮之情。但她也不由庆幸，自己之前在神庙中选择将无尽晨星之河交给秦风，真是一个明智之举。如果当初和秦风交恶，那现在死的人当中应该也会有自己吧。狩猎女神心有余悸的同时，也略感安慰地拍了拍自己的大胸。秦风偷瞄了一眼后，心中感慨道：好凶啊，没想到这虎娘们身材竟然这么好。不过也正是秦风的这一眼，让狩猎女神发觉自己外泄的春光，一时间两朵红云浮上她的双颊。哎呀，出来太急，都没跟大哥打招呼，我得赶紧回去了，有时间来神殿做客哈。你小子实力不错，这个朋友老娘交定了。狩猎女神找了个借口，就急匆匆地离开了凤凰山。当然，她也在离开前给秦风发来邀请，让他有时间去神庙做客。提示：狩猎女神对你的好感度正100%，当前为亲密。听到这一条系统提示音，秦风不由得哑然失笑。这个虎娘们还真是有意思啊！改天要是有时间，或许真得去神庙逛逛。还有光明神竟然这么快就被镇压了，这也是一个好消息。之前在九载洞关事中，就是光明老狗给我设的陷阱，最终被第9魔王追杀。这下子总算是报仇了。而在狩猎女神离开之后，秦风又将目光看向了地上的兽神尸体。嘿嘿，这可是转化为不死士兵的上好材料啊！一名主神级强者的尸体，就算转化成不死士兵后，战斗力会有一定削弱，但至少也能拥有神级战斗力，而且还是神级强者中的顶尖存在。毕竟这也是一具主神级尸体啊！最关键的是，有了这神级的不死士兵，缝合怪的实力就能突破伪神级限制，成为神级缝合怪了。到时候再搭配上一些优秀的零件，缝合怪的实力最少能达到巅峰神级。说完之后，秦风就从包裹中掏出了一本书籍状的装备，亡灵之书，神器，等级350级，等阶神器辅助装备。装备基础防御力315万，装备特殊效果：一、4维属性加10000点；2、亡灵类技能伤害持续时间范围提升100%；3、击杀怪物玩家 NPC 后，可将其转化为不死族护从，当前可操控亡灵不死族魔物数量为100、100、100。4、特殊成长性装备可通过吞噬灵魂而提升等级13975/24亿。附魔属性不死之装，神级特效，死亡之书操控的亡灵生物可进行2次合体，以拥有更加强大的实力。具体效果是合体的亡灵生物数量和实力而定。亡灵之书，一件追随秦风许久的辅助装备，其附加的属性没什么出奇，无论是1万点4维属性，又或者是亡灵系技能100%的伤害加成，持续时间、覆盖范围的提升，都无法落入秦风的眼中。毕竟一个神级宠物死亡之物为秦风提供的属性就远在这件装备之上，但这件装备却可以通过吞噬灵魂来提升等级。如今随着秦风大量屠戮魔物爪牙，等级竟然升到了350级，
当然，真正让秦风重视的是这件装备的附魔属性。不死之装，神级附魔特效，能够让秦风通过死亡之书操控亡灵生物，并让亡灵生物进行2次合体，以拥有更加强大的实力。亡灵生物合体之后，就成了秦风之前使用的缝合怪，其实力强弱是合体的亡灵生物数量和实力而定。之前缝合怪在融合了上百具半神级尸体之后，实力一度达到伪神级，但由于是合体生物，所以缝合怪无法融合神格，就一直没能突破伪神级的限制。如今有了这具主神级的兽神尸体，就能将其当作缝合怪的核心，从而让缝合怪突破伪神级，最终发挥神级战斗力。好，秦风先将亡灵之书上的一头不死士兵剔除，然后才对准兽神尸体。提示：您获得一尊神级不死士兵，当前实力为3125级，详情请自行查看。兽神武士，神级，等级3125，等阶中位神级，血量21121001。简介：由主神级强者兽神的尸体转化而来的特殊不死族士兵，但由于生前经过数次惨烈战斗，最后更是遭遇一次能够泯灭神级强者的攻击，最终导致兽神尸体的大量本源流失，如今只能发挥出入中位神级的实力。不过，这具不死族士兵依旧保留了一丝主神级强者的真意，只要能够弥补其流失的本源，就能重回巅峰，甚至发挥主神级的战力。看着这个介绍，秦风当真是又惊又喜。惊的是兽神尸体竟然失去了大量的本源，导致战斗力缺失，最终只能发挥中位神级的实力。而且让兽神尸体失去大量本源的罪魁祸首，竟然还是自己。但喜的却是，这具兽神尸体还保留了一丝诸神级强者的真意，只要将其流失的本源弥补回来，不死士兵甚至能够发挥出主神级的战力。秦风虽然没办法弥补一尊主神级强者的本源，但开启不死之装之后，不死士兵就能融合大量半神级、伪神级的零件，到时候不就相当于弥补了本源吗？想到这里，秦风直接开启了不死之装的效果。只见一具不死士兵走出，然后和兽神武士融合在一起，而兽神武士的体型也越来越大，身上的气息更是越来越强。最终，当全部不死士兵融合在一起之后，兽神武士已经成了一尊高达1000米的巨型战士，其身上的气息甚至超出了之前的光明神分身。兽神武士合体形态，等级8917，等阶上位神级，生命7534.17534亿。简介：由主神级强者兽神的尸体转化而来的特殊不死族士兵，虽然流失了大量本源，但在不死之装的作用下，他似乎重回巅峰，又能发挥出上位神级的战斗力了。如果能够融合更多更强的不死士兵，兽神武士甚至有机会发挥出主神级的战力。看着兽神武士的全新属性面板，秦风总算是舒坦了。有了这么一件大杀器，我看之后捣毁位面传送阵时，还有谁敢挡我？就算不动用灭神之光，我也能遇神杀神，遇鬼杀鬼了。而直到这个时候，一道被秦风遗忘的系统提示音才姗姗来迟。提示：是神鬼5的天赋能力是神鬼斩发动，你获得光明主神分身5%的属性碎片。您可以选择将这属性碎片保留，用于培养手下或宠物，也可以选择自己使用。请做出您的选择，保留使用，不使用保留。秦风虽然眼馋光明神分身的这5%属性碎片，但他也知道自己拥有氪金的能力，并不缺乏属性提升，而众多宠物的实力提升速度却有些跟不上自己的脚步了。与其自己使用属性碎片，还不如用来培养一名手下呢。自己的实力已经够强了，只要付出足够代价，连神级强者都能够秒杀，又何必贪图一时间的属性提升呢？可用来提升手下实力，等自己不方便出手时，也有一个拿得出手的人才啊。想清楚这一切之后，秦风选择保留属性碎片，然后才将目光看向历史消息栏中的一条提示。提示：您成功完成了 SSSSS 级任务，神域世界的守护者2%将获得如下奖励： 1. 自选6阶禁咒技能书法师； 2. 自选宠物宝箱神级宠物； 3. 宠物位置+1； 4. NC1099号副本空间20%的所有权； 5. 经验值+500亿。这一次，秦风直接从自选6阶禁咒技能书法师中选择了心心念念的时间系禁咒技能大时钟，然后就在系统指引下，急匆匆地前往了下一个目的地。自选宠物宝箱和宠物位置，这算是2个配套的奖励。秦风之前就想要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4大神宠，就算比不得4大圣兽本尊那么强大，但多少也该有他们祖先的一丝风采才对。但要想获得4大神兽宠物，他就需要至少4个宠物位置。按照之前的任务奖励来看，之后他每摧毁一座位面传送阵，任务奖励中就会有一个宠物位置以及一个神级宠物自选宝箱。既然这样，就不着急使用了，等任务全部完成后，直接选择4大神兽宠物吧。4. NC1099号副本空间20%的所有权。第4项奖励的出现，也让秦风满意的点了点头。他只需摧毁5座位面传送阵，就能彻底获得副本空间的所有权，也就是所谓的 NC1099号副本空间。NC1099，这是一个编号吗？难道在这个副本空间之前，还有1098座副本空间？我这样选择，是不是有些亏了呀？怀着这样的念头，秦风一脚迈入传送光门，然后他再次感到被人从后方踹了一脚，然后踉跄着跌出了传送光门。提示：NC1099并不是副本空间编号，前面也并没有1098座副本空间。若玩家想要知道 NC1099的秘密，就请尽快完成任务吧，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这一次的提示中，似乎多了几分人性化的色彩，完全不像之前机械而冰冷的系统提示音。秦风嘴角一挑，也没有理会天道意志的小脾气，而是直接杀向下方的魔物大军。这一次或许是有了充足的准备，
魔物大军的战意非常昂扬。只是可惜了，他们的昂扬战意并不是为了守护神域世界，也因此秦风给他们判了死刑。先是4大圣兽虚影降临，然后是大审判术、冰晶之语、烈焰天冲、虚无岩爆等诸多禁咒魔法。秦风还发现一个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情况，那就是这座位面传送阵同样没有天外魔神的镇守，最强者的实力不过是2名1000级的伪神，其实力甚至还比不上凤凰山的魔物大军。这让想要试验一下兽神武士强大实力的秦风颇为不爽，他还想用兽神武士屠2头魔神玩玩呢，但魔神没有降临，他也就懒得动用兽神武士了。毕竟这可是一个大杀器，还是留着做底牌最好。虽然没有动用兽神武士，但秦风还是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内彻底清空所有魔物大军，并顺利摧毁位面传送阵。然后他又获得了一本自选禁咒技能书、一个自选神级宠物宝箱以及一个宠物位置，再加上 NC1099 副本空间的20%所有权和500亿经验值。秦风不由得吐槽，这天道意志的奖励未免太敷衍了吧？难道之后的几环任务奖励全都是这玩意？要是这样的话，其实也不错。秦风一边想着，一边迈入了天道意志为他打开的传送光门。接下来基本都是一场场重复而机械的战斗，没有了天外魔神，也没有了光明老狗，那摧毁位面传送阵的任务在秦风眼中就成了幸运大礼包。他几乎没有任何压力的就摧毁了一座位面传送阵，然后从天道意志那里拿到一件又一件的奖励。提示：您成功完成了 SSSSS 级任务，神域世界的守护者5%将获得如下奖励：1. 自选6阶禁咒技能书法师；2. 自选宠物宝箱神级宠物；3. 宠物位置加1； 4. NC1099 号副本空间20%的所有权；5. 经验值加500亿。半天的时间过去，秦风的耳边第5次响起了系统提示音，同样是一本自选技能书、一个自选宠物宝箱、一个宠物位置，以及 NC1099 号副本空间20%的所有权和500亿的经验值。但在这一次系统提示音落下时，却没有新的传送光门出现，送秦风前往下一个目的地。提示：尊敬的勇士，您成功完成了 SSSSS 级隐藏主线任务神域世界守护者的全部环节，为感谢您对神域世界的贡献，您将获得如下奖励：1. 自选7阶禁咒技能书法师；2. NC1099 号副本空间的终极奥秘；3. 世界守护者勋章的升级；4. 太古龙神的见面礼；5. 经验值加5000亿。原本被分为10环的隐藏主线任务，如今秦风只完成了5环，天道意志就宣告任务终结。这说明神域世界中至少还存在5座位面传送阵没有被摧毁。看来神域世界和天外魔族的谈判已经结束，他们应该是达成了某些协议，最终才保留了5座位面传送阵。这也正常，天外魔族的优势那么大，在谈判中自然占尽了便宜，能够为我拖延这么久的时间，也算是了不得的事情了。算了，虽然只摧毁了5座位面传送阵，但也能极大的延缓天外魔族对神域世界的入侵了。我能做的、该做的都已经做到了，剩下的事情就交给老天爷吧。现在该看看我的任务奖励了。不得不说，天道意志虽然喜欢耍小脾气，但给奖励的时候还是挺大方的。比如最后一轮奖励就完全在秦风的意料之外，就算天道意志不给，也在情理之中。毕竟他之前每摧毁一座位面传送阵，都获得了相应的任务奖励，这最后一轮奖励简直就是白送的，而且价值更高，甚至远超之前5轮奖励之和。首先是自选7阶禁咒魔法书法师。据秦风所知，7阶禁咒魔法已经是神域世界最强大的技能了，毕竟5阶禁咒魔法就能称为神技，6阶禁咒魔法更是被称为超神技，那7阶禁咒魔法的威力也就不言而喻了。比如秦风的大审判术、时间操纵者、未来之势、4圣降临，哪一个不是威力强大、效果逆天的技能？可这些技能的等阶不是5阶就是6阶，没一个能够达到7阶的。由此也能看出这份7阶禁咒魔法自选技能书的价值到底有多么巨大。有一种说法就是，哪怕普通玩家获得7阶禁咒魔法，也能拥有相当于神灵一般的攻击力，毁天灭地、单人灭国，通通不在话下。当然，这样强大的技能使用代价也是非常恐怖的，光是魔力值消耗一项，就是 99% 玩家无法支撑的。不过这些问题对于秦风来说，随手便能解决，完全算不上问题。7阶禁咒技能列表：1. 陨星幻灭；2. 时空之手；3. 超能漩涡。7阶禁咒技能列表上仅只有这3个技能。陨星幻灭能够召唤宇宙中的陨石从天而降，攻击敌人。实力越强的人使用，召唤来的陨石越多，威力越强。秦风暗自揣测，如果自己选择这个技能，全力施为之下，至少能够召唤来一颗山峰般巨大的陨石。时空之手能够让技能使用者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直接攻击100万里之外的敌人，甚至能对过去和未来的敌人造成伤害。当然，攻击距离越远，需要消耗的魔力值最多。以秦风当前的实力，最多能攻击10万里之外的敌人，再远就办不到了。或者对5秒内的敌人造成伤害，比如选择攻击过去的敌人，那么敌人身上就会突然出现伤口，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特别是在关键时刻使用，绝对能够让敌人亡魂大冒。先不说伤害有多大，单是这突然出现的伤口就能将人吓死。如果攻击未来的敌人，那么敌人将会在5秒之后受到伤害。这种跨越时间攻击敌人的技能，最大的优势就是无形无迹，非常隐蔽，让敌人受到伤害都摸不着头脑，搞不清攻击从何而来。超能漩涡能够召唤宇宙能量形成漩涡，不断绞杀漩涡内的敌人，使其受到巨额伤害，同时还能将周围的敌人吸附到漩涡中心，从而造成伤害。
秦风没有考虑太久，直接选择了3个技能中的时空之手。从目前来看，时空之手的威力是最弱的，但这个技能的成长性也是最强的。一旦秦风成就神灵之位，那这个技能的威力就非常可观了。无论是跨越空间攻击100万里之外的敌人，又或者是跨越时间攻击过去和未来的敌人，都能无往而不利。选择完技能之后，秦风又将目光看向了下一个奖励。NC1099号副本空间的终极奥秘提示：您获得一段信息，是否接受？接收，拒绝。宇宙无穷浩瀚，存在无数生命奇迹，造就了诸天万界。神域世界只不过是诸天万界中一粒不起眼的沙子，在神域世界之外，还有着无比闪耀的文明。曾经有一位神王级强者跨越无穷混沌虚空而来，为神域世界带来了诸天万界的消息。他是一个充满热情和正义感的人，在看到神域世界的混乱景象时，毅然放弃了光明的未来，最终投入到神域世界的改造中。他想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从而囊括神灵和凡人。在这个帝国中，凡人将得到庇护，获得稳定的家园，不用像过去那样颠沛流离、惶恐不安。神灵也将得到引导和教育，他们不需要苛责凡人，同样也能获得胜利的提升。只可惜，腐朽的万族领袖和坐井观天的神灵们，为了维护眼前的利益，最终对那位神王发动了剿灭之战。神王来自异域，拥有强大的传承，实力非常恐怖。他的理念也吸引到无数有正义感的强者，他们并肩而战，相互鼓励，为了美好的未来流血牺牲。万族领袖和神域诸神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挫败，但他们不甘心，更不愿意就这样放弃手中的权力，因此他们做出了一个错误的抉择，引入一头豺狼。天外魔域也是诸天万界之一，但对方诞生的更加久远，实力也远在神域世界之上。而且天外魔域的生存环境极其恶劣，物资也非常匮乏，他们只能通过对外掠夺以获得族群延续的资源。总结来说，这是一个充斥杀戮和掠夺的族群。天外魔族降临神域世界，大肆烧杀掠夺，造成无穷惨剧。为了保护神域世界，神王决定调转枪口，对抗天外魔族的入侵。神王成功了，他打败了天外魔族，并将之驱逐出神域世界，但也失败了，因为元气大伤的他被坐山观虎斗的万族领袖和神域诸神偷袭，最终神格破碎，神火被灭，只留下一座被称为 NC1099 破损神域。在检查了这座破损神域之后，神域世界的神灵们才知道自己走错了路。原来在宇宙万界之中，成就神灵之位的道路始终都只有一条，那就是点燃神火，凝聚神格，开辟神国，聚集信徒，收集信仰之力，而不是像神域世界这样简单粗暴。无论是以力正道，又或者是法则悟道，再或者是信仰护道，这些都不过是成就神灵之位的一个过程，而非单一的对立的道路。每个神灵强化自身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进入混沌虚空收集资源，壮大神域，然后促进信徒的繁衍，从而获得更多的信仰之力。而信徒生活在神域之中，与神灵为一体两面，荣辱与共，相互成就。正确的神灵与信徒的关系应该是神灵为信徒提供庇护和家园，而信徒为神灵提供信仰之力。但神域主神为了信仰之力，却主动的制造战争和饥荒，逼迫信徒信仰自身，从而造成无尽的灾难。灾难不仅是弱者的悲哀，同时也在腐蚀世界的根基。曾经的神域世界也有过无比辉煌的历史，譬如远古时代的神域世界，天才辈出，强者林立，就算不如天外魔族，但也不是对方敢随意欺辱的世界。可现在的神域世界却如同一间四面漏风的房子，谁都能来捞上一把，甚至被人在世界内部设置了位面传送阵这样的入侵通道。可神域诸神也只能懦弱抗议，不敢有任何实际上的反抗，甚至很多神灵干脆投靠天外魔族，成为其爪牙，不断的挖空世界根基。年轻人，请善用 NC1099号副本空间，积极探索其秘密，或许你能为神域世界走出一条新的道路。浏览着这一段信息，秦风神情变幻莫测，他没有理会信息中对神域世界内部斗争的控诉，也没有理会天外魔族对神域世界的觊觎，而是将注意力锁定在有关 NC1099号副本空间以及宇宙万界成神路径的描述之上。所以说 NC1099号副本空间其实是斯图特尔神王的神域，而斯图特尔神王来自于一个繁荣的神灵世界，这个世界的神灵都能在体内开辟神域，培养信徒，收集信仰之力。他们实力成长的途径是壮大神域世界的规模，培育更多信徒，以收集更多信仰之力。这虽然也是一种掠夺性的，但并不像神域世界这样竭泽而渔。神灵虽然对信徒有信仰之力的需求，但他们不需要压榨信徒，更不需要制造天灾和战争，逼迫信徒贡献信仰之力。因为那个世界的神灵们，信徒都是生活在自己的神域当中，双方是相辅相成、荣辱与共的关系。而所谓的以力正道、法则悟道，都不过是成神道路上的一个过程。这么说来，神域世界的神灵已经走上歪路了。秦风很快想清楚了这一切，而他的反应之所以这么快，是因为他曾经也想将副本空间当做自己的大本营，然后在副本空间中培养信徒，从而获得信仰之力。这和外界神灵在神域中培育信徒的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信徒不仅能给神灵提供信仰之力，关键时刻还可以为神灵而战。最重要的是，由于信徒完全生活在神域当中，所以和神灵牢牢绑定在一起。这样的关系让神灵几乎不会出现信仰崩塌的可能，因为信徒一旦放弃对神灵的信仰，可能最先死的就是他自己。真想去那个世界看一看，就是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开辟神域的。我虽然拥有 NC1099号副本空间，但这玩意是固定不动的，而不像神域空间那样处于神灵体内，可以随着神灵的移动而移动。秦风微微叹息一声，将目光看向了主线任务的第3项奖励——世界守护者勋章的升级。提示：世界守护者勋章升级完毕，详情请自行查看。守护者勋章等级435，等阶
世界级。装备属性加成：一、幸运值加4350；二、四维属性加4350；三、技能伤害正4350；四、额外经验值正4350；五、世界声望和 NPC 亲密度正4350。装备特效：一、守护者只要待在神域世界中，就拥有不死不灭的特性，无论什么样的能力都无法杀死世界守护者，纵然死亡也能无限复活，且不会造成任何经验值等级的下降。二、世界商城将对守护者开放，守护者可花费金币、世界声望、世界贡献度兑换所需商品，只要本世界存在的物品，守护者都有兑换的权限，守护者也能花费金币、世界声望、世界贡献度在商城中颁发任务，以驱使其他人或神灵为守护者服务。三、勋章的属性增幅将会随着守护者的等级提升而提升，每提升一级获得10点幸运值、10点四维基础属性、10%技能伤害、10%额外经验值以及10%的世界声望和 NPC 亲密度。当前世界贡献度321亿，当前世界声望9758亿。注：佩戴此勋章时，玩家击杀天外魔物可获得世界贡献度，世界贡献度可用于守护者商城的商品购买。看着这枚升级过后的勋章属性，秦风心中略显震惊。首先，他竟然真的成为神域世界的守护者，而且只要待在神域世界中，就拥有不死不灭的特性。除非是世界毁灭，否则他就算死亡也能够无限制的复活，且不会造成任何经验值和等级的损失。这个特权，秦风曾在生命神树的身上见过，因为生命神树正是 NC1099号副本空间的守护者。但很明显，NC1099号副本空间的空间本源之力远远不如整个神域世界，成为 NC1099号副本空间的守护者，自然也不如神域世界的守护者。这下子，秦风总算是心安了。有了这一个特权在，看谁能杀得了他。当然，有了这一个特权，他和神域世界的绑定也会更深了。为了不失去这个特权，秦风将会更加努力地守护神域世界，这也算是他和神域世界的双赢了吧。勋章升级后的第二个功能就是守护者商城升级为世界商城。原本秦风虽然拥有守护者商城，但很多宝物都没有权限购买，但现在开启了世界商城，能够买到的宝物也就更多了。比如无尽晨星之河就能花费世界贡献度兑换，还有泰坦神的传承之星也存在于世界商场中。秦风还看见是神鬼武的职业传承，不，商场中显示库存为0，他猜测应该是这份职业传承被天道意志奖励给自己的缘故吧。还有各种等级的神格，同样也能在这里找到，比如下位神格就有73枚，中位神格也有5枚。只可惜秦风虽然全部买下，但依旧不够无限金币的下一轮升级，但也能从这里看出世界商城中到底有多少宝物了。接下来，秦风将目光看向了隐藏主线任务的第4项奖励：4、太古龙神的见面礼。太古龙神的见面礼，太古龙神，这不是神域世界的唯一一位神王级强者吗？他的见面礼也不知会是什么宝物。就在秦风期待万分的时候，一道系统提示音响起，提示请在等级达到1000级时，再前往太古龙神处领取奖励，届时系统会自动为你开启空间传送之门。听到这一条提示，秦风不由撇了撇嘴，靠，既然不能领取，那还展示出来干什么？白白让我高兴一场。抱怨了一句后，他又将目光看向了最后一份奖励：5、经验值加5000亿。提示你有经验只为领取，是否领取？是否领取？提示您获得5000亿经验值，等级已提升，当前为512级，5阶半神。提示自由属性点已自动分配，您的基础魔法攻击力提升至1073900点。对于自己等级火箭式的提升，秦风自然感到满意。但当他看向下一次升级所需的经验值时，神情又不由得萎靡下来。接下来他每提升1级就需要10数亿经验值，神域世界根本没有那么多能够给秦风提供足够经验值的高级怪物。据他所知，5年后的天外魔族大军降临时，玩家最高等级也不过200多级，而那是靠着多年的积攒并刷了不知多少副本才获得的等级。几乎很多玩家的等级都在达到100级后陷入停滞状态，想要再次快速升级，就必须等到天外魔族大军的降临。那是一场灾难，也是玩家快速提升实力的盛宴。秦风的等级之所以那么快速，是因为他剿灭了大量的天外魔物爪牙，并击杀了好几个魔神投影。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拥有10倍经验值 buff。可现在大部分天外魔物的爪牙都被剿灭，残存下来的那些又不能随便驱动，要想继续升级难喽。算了，先回副本空间吧。秦风念头一动，然后便直接出现在自己的副本空间当中。他已经成为这个副本空间的真正主人，返回这里就跟玩家返回回城点一样快速。也就在他刚刚回到副本空间时，一个面板自动跳了出来。NC1099号副本空间可改名，归属秦风，等阶神王级，残破，规模100万，东西呈800000，南北，种族无，人口0，资源无，守护者生命神树，黄级，阵法光明净化之阵，神级阵法，神圣洗礼之阵，神级阵法，生命启迪之阵，神级阵法。介绍斯图特尔神王的专属神域，由于战争的原因，导致大量空间本源流失，最终成为如今的模样。但只要能够弥补空间本源，则 NC1099号副本空间便能迅速恢复到神王域的规模。注 ：NC1099号副本空间处于残破状态，若守护者能将之修复至神域级，则可将之纳为内空间；若守护者能达到1000级并点燃神火，凝聚神格，则可将之改造为本源神域。看着副本空间的属性面板，
秦风不由得感叹：啧，这玩意真的越来越神奇了。只要我能将之修复，就能吸收为内空间，甚至当我成神时，甚至还能将其改造为我的本源神域。一个下位神灵却拥有主神级的神域，是不是有些夸张了点？我只要待在 NC1099号副本空间中，就能每秒获得10万点经验值，升级不成问题。点燃神火应该是将某项法则领悟度提升到100%的程度，然后以之为新柴，最终点燃神魂之火。我如今获得泰坦神的元素权杖，金、木、水、火、土、风、雷、光、暗等元素法则的领悟度都已达到100%，这一点没什么问题。凝聚神格只需要单项属性达到10万点以上就能达成，而现在我的4维属性都达到35万点以上，距离100万的目标也只有一步之遥。所以彻底将这座副本空间变为我的神域，就只差等级1000以及修复副本空间2个硬性条件了。原本我就有用造星之术壮大副本空间本源的想法，而且也准备了太阴星和太阳星2颗主要星辰的造星材料。既然这样，那就开始吧。想到这里，秦风从自己的属性面板上找到了一个尘封已久的技能——造星之术5阶禁咒技能，等级1。效果1，玩家可寻找拥有星辰之力的物品，并将之凝聚为诸天星辰。2，人造星辰具备远古星辰的部分功能，造星者能从中获得星辰本源反哺。3，人造星辰能汲取天地间的星辰能量，壮大自身，并最终成为真正的诸天星辰。冷却时间72小时，消耗100%魔力值以及10%的魔力值上限，熟练度0-100。有了这个技能，秦风就可以开启自己的造星大业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他也能成为星神一系的缔造者。虽然造星之术的使用代价颇大，每次需要消耗全部魔力值以及10%的魔力值上限，但秦风一点也不在意，因为他拥有无限火力，能够削弱99%的魔力值消耗。特别是10%的魔力值上限，几乎是任何人都不愿意接受的损失。别说是铸造365颗主要星辰了，就算只是铸造一个零头，都能让他这个竞技法师成为一个梅兰的光头。但经过无限火力99%的魔力值削减后，他就只需承担0.1%的魔力值消耗了。就算将全部365颗主要形成都铸造出来，也只需要消耗36.5%的最大魔力值。这对于秦风来说还在可以接受的程度。月华之时可别让我失望啊！太阴星铸造星辰铸造之术其实并没有像秦风想象的那么难，他需要做的只是找到一块属性相合、等级不能太差的材料，然后将之改造为对应星辰的模样，最后注入星辰之力，并将之送入天空。很快，一轮圆镜模样的太阴星就这样出现在秦风的手中。提示：您成功铸造太阴星，将获得太阴本源之力、太阴之眼，详情请自行查看。太阴之眼，等阶神级天赋能力，属性1，玩家的左眼拥有太阴之力，开启后可迷惑敌人，甚至操控敌人的思维、动作乃至修改记忆。2，玩家的左眼拥有太阴之力，开启后可释放一条太阴射线，对敌人造成攻击的同时冻结敌人的神魂以及肉体。3，玩家的左眼拥有太阴之力，开启后可释放太阴领域，所有处在太阴领域内的敌人移动速度、攻击速度、施法速度下降50%，而友军则能获得50%的移动速度、攻击速度、施法速度增幅。注：此天赋能力依附于太阴星，太阴星存则天赋存，太阴星灭则天赋灭，且天赋能力的效果随太阴星本源提升而提升。秦风感觉自己的左眼微微一凉，似乎有股莫名的力量注入其中一般。而与此同时，手中如同圆镜一般的太阴星也缓缓朝天上飞去，最终挂在了万米高空之上，仿佛一个巨大的圆盘，却散发着无穷光芒，将整个副本空间都渲染上一层银白色光辉。随着太阴星的开始运转，整个副本空间都随之微颤起来。秦风的耳边好像有个几天没喝水的壮汉，正在如饥似渴的往口中灌着井水。咕咚，咕咚，咕咚，副本空间的规模竟然缓缓壮大起来。这不是错觉，而是一个事实。因为在副本空间的属性面板上，原本东西1000里、南北800里的面积，竟然出现了小幅度的提升。如果秦风能够用上帝视角观察这个副本空间，就能发现副本空间的东西距离增加了200里，南北宽度也提升了150里。而秦风的耳边也响起了一道系统提示音，提示：检测到 NC1099号副本空间的空间本源正在壮大，望玩家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显然，天道意志也发现了 NC1099号副本空间的变化，立刻发来了提示。这是在鼓励秦风继续，不要听。但这种口惠而实不至的提示，却让秦风嘴角一撇，继续努力，再接再厉。说得倒好听，咋不见你奖励几枚能够用来造新的材料啊？一天天的，竟知道躺着拿好处。秦风说的也不错，虽然 NC1099号副本空间已经归他个人所有，但终究是神域世界的一份子。NC1099号副本空间的空间本源壮大，对整个神域世界也有促进作用。更何况，如果证明秦风的计划有用，那天道意志完全可以有样学样，也采用这种方式壮大神域世界的本源。当然，这种有样学样，天道意志不会给秦风支付专利费就是了。这也是秦风吐槽的缘由之一。只可惜，天道意志并没有因为秦风的吐槽就为他送上合适的造星材料。不过他也不在意，反正有没有天道意志，他都打算继续下去。造星之术有着72小时的技能冷却时间，但在无限火力99%的冷却时间缩减下，就只剩下43分钟的冷却时间了。略作修整之后，秦风再一次开启造星之术。这一次的材料更高级，带来的效果也会更多。紫阳结晶，等阶神王级材料，功能：将之镶嵌在武器上，
攻击敌人时可灼烧敌人的灵魂本源。若敌人被镶嵌了紫阳结晶的武器杀死，那么灵魂本源将会被焚烧殆尽。这是光明神分身随身携带的一件宝物，也是神圣洗礼药剂的来源。一旦有玩家死在涂满这种药剂的武器上，就会被踢出游戏，永远无法上线，相当于彻底杀死玩家。光明神分身带上这件宝物，目的不言而喻。只可惜他不仅没能杀了秦风，反而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最终被诸神议会镇压。而这件宝物也沦为了秦风的战利品。提示：您成功铸造太阳星，将获得太阴本源之力、太阳之眼，详情请自行查看。太阳之眼，等阶神级天赋能力。属性：一、玩家的右眼拥有太阳之力，开启后可以破除所有幻术、阵法、精神系技能效果，并能够解析事物的本质。二、玩家的右眼拥有太阳之力，开启后可释放一条太阳射线，对敌人造成攻击的同时，灼烧敌人的神魂以及肉体。三、玩家的右眼拥有太阳之力，开启后可释放太阳领域，所有处在太阳领域内的敌人都将受到太阳火焰的灼烧，每秒损失 10% 的最大生命值，而友军则能每秒恢复 10% 的最大生命值，且进入热情洋溢状态，所有属性增幅 50%， 并持续30分钟。注：此天赋能力依附于太阳星，太阳星存则天赋存，太阳星灭则天赋灭，且天赋能力的效果随太阳星本源提升而提升。秦风的右眼一阵灼热，但却没给他带来不适的感觉。而等他再次睁开右眼时，整个世界似乎都发生了变化。他能看到事物更深层次的本质，比如一颗种子如何发芽，如何破土而出，如何长成参天大树；一只兔子跳跃而过，它的肌肉是如何发力，动作又是如何协调的。随着这颗紫色太阳升空，之前的太阴星也快速隐没于地平线之下。而随着紫色太阳的升空，整个空间的颤动频率变得更大了。之前仿佛壮汉饮水的声音，如今却如同抽水机灌溉一般。无尽星辰能量被牵引而来，最终灌入 NC1099 号副本空间。整个副本空间的规模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壮大，100里、200里、300里、500里，最终副本空间达到东西2000里、南北1500里的规模。而且这个过程还没有结束，只是速度放缓了一些。秦风从副本空间的面板上能够看到，几乎每1分钟的时间，上面的数字都会跳动一下。这是同时铸造了太阴星和太阳星，达到了阴阳平衡的结果吗？太阴星和太阳星的先后升起， NC1099 号副本空间汲取星辰能量，壮大空间本源的速度大大加快，但带来的好处却不仅于此。提示：NC1099 号副本空间的空间本源壮大，作为本空间的主宰者，您每秒能获得100万经验值。提示：您的皇级神宠生命神树是 NC1099 号副本空间的守护者，由于副本空间本源壮大，将每秒获得10万点经验值。提示：NC1099 号副本空间的空间本源壮大，所有身处本空间的生灵在获得您的允许后，每秒可获得1万点经验值。一连串系统提示音的出现，让秦风又惊又喜。他这个副本空间的主宰者，原本每秒只能获得10万点经验值，生命神树这个守护者每秒也只能获得1万点经验值。可现在1万变10万，10万变100万，就连其余身处这个空间的生灵，在获得秦风的允许后，也能每秒获得上万经验值，这岂不是躺着就能升级？果然，没过几分钟的时间，秦风的耳边就又响起了系统提示音。提示：你获得100万经验值。提示：你获得100万经验值。提示：你获得100万经验值。提示：您的等级已经提升，当前为513级，5阶半神。提示：自由属性点已自动分配，您的基础魔法攻击力提升至2713590点，每秒100万经验值，每分钟就是6000万经验值，1小时更是达到3600亿经验值。虽然现在秦风已经513级，每次升级都需要数百亿经验值，可3600亿已经能让他神上10几级了。这样算下来，他就算躺在副本空间不动弹，也不需花费多久的时间就能达到1000级的伪神层次。到时候只需要点燃神火，凝聚神格，就能将 NC1099 号副本空间改造为自己的神域，并成为一名真正的神灵。呼，这是老天爷也看不惯我的，实力提升这么慢，要给我踩脚油门了呀！不过既然能够快速升级，我为什么要拒绝呢？秦风愉快地接受了快速升级的特权，但很显然，太阴星和太阳星的升起带来的好处不仅于此。提示：您的副本空间同时拥有太阴星和太阳星，作为副本空间的主宰者，你可以借助太阴星和太阳星掌控时间之力。提示：你获得副本空间的操作权限，日夜交替，四季轮转，节气变迁。提示：你获得副本空间的操作权限，万物复苏。提示：你获得副本空间的操作权限，净化邪恶之力。听到这一连串的系统提示音，秦风整个人都愣住了。借助太阴星和太阳星，竟然就能副本空间的掌控时间之力。有了日夜交替，意味着副本空间不会像现在这样永远都是白天。有了四季轮转，意味着副本空间将有春夏秋冬，这里的法则也将更加完善。有了节气变迁，就能发展农业，种植粮食，驯养牲畜，繁衍生息。而万物复苏的功能可以让植物获得10倍的生长速度，可以提高兽类的出生率，降低死亡率。最后的净化邪恶之力，可以将副本空间改造为适宜普通生灵生活的地方。对了，既然太阴星和太阳星能够掌控时间之力，那能否用太阴星和太阳星制造永恒大时钟呢？大时钟6阶禁咒魔法，等级1，效果1，可消耗时间之沙、光阴之水、永恒结晶等时间系魔法材料，打造一个可以操纵时间的大时钟。2，大时钟的效果好坏是材料的数量和质量而定，材料越高级，
数量越多，能够影响的范围和时间流速也就越大。3. 消耗足够多的高级材料，能够建设一座永恒大时钟。这是一个时间系的6阶禁咒魔法，但在秦风看来，这更像是一件神器制造图纸，只需要消耗足够多的高级材料，就能建设一座永恒大时钟。这一句话可是让秦风记忆犹新，且非常心动。太阴星和太阳星拥有操纵时间的能力，那我能否以整个副本空间为基座，以太阳星为时针，太阴星为分针，从而建设一座可以覆盖整个副本空间的永恒时钟呢？这个想法一出现，立刻就在秦风的心中生根发芽，并不断的成长，直至挥之不去，斩之不断。秦风的这个想法实在太疯狂了，可一旦成功，所带来的收益也将无比恐怖。他拥有时间操纵的这个技能，能够让一定区域的时间流速提升或降低10倍，从而提高自己的攻击速度、移动速度、施法速度，并加速技能冷却。至于在这个范围内的敌人，则会受到相反的效果。当初秦风就在想，如果这个技能能够覆盖整个副本空间，而且消耗没那么大的话，那是不是可以用来培养人才、发展后勤？比如拉开副本空间和外界的时间流速，外界过去1年，而副本空间过去100年，那在这个时间差之下，副本空间将能产出多少物资，培养多少强者？特别是在副本空间中的人，每秒还能获得1万点经验值，这已经不是躺着升级，而是人人实力颇见神的节奏了。如果等秦风成为神灵之后，这样的时间差之下，又能让他多收获多少信仰之力？毕竟在信徒的数量和质量相同的前提下，1年能够获得的信仰之力，又怎能和10年、100年获得的信仰之力相提并论呢？一旦永恒大时钟建设完成，秦风将成为同阶神灵当中无敌的存在，就算跨越阶级而战，他也不惧怕那些老牌神级强者，因为一切的差距都将会被巨大的时间之差打败。你固然成名于千百万年之前，我也的确是后起之秀，但我每度过1年，就能获得你10年、100年的积累，这样的时间之差，难道还不能弥补你我之间的差距吗？建设永恒大时钟当然是一件道阻且长的事情，毕竟以一个世界为基座，太阳为时针，月亮为分针的创举实在太过疯狂。但秦风也不着急，只是按着心头的计划一点一滴的推进。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一颗能够作为秒针的星辰。最终，秦风在365颗主星中找到了一颗同样具备时间之力的星辰——启明星。太阳为时针，月亮为分针，启明星为秒针，以此来计算时间流逝。然后就是将整个世界铸造为基座，并在表盘上铭刻时间刻度。而在这个过程中，秦风还忙了一些其他的事情，比如他在捣毁位面传送阵的时候获得的宠物自选宝箱以及新的宠物位置。对于此，秦风早有计划，他几乎没有丝毫犹豫的就选择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4大神兽作为新宠物。这些宠物也为秦风提供了大量的属性加成，分别涵盖攻击、防御、治疗等方面，还有火系魔法、水系魔法、金系魔法、木系魔法的强化和免疫。特别是4大圣兽宠物组成的各种阵法，比如4级御天、4级灭神、4方守护等，都有着非常了不起的加成。当然，在他们的实力完全成长起来之前，也并不能为秦风提供太大帮助。毕竟以秦风当前的实力，普通的神灵都不是他的对手了。更何况他还拥有兽神武士这一大杀器。之所以秦风还愿意多看他们一眼，不过是因为他们有着不错的潜力罢了。另外，秦风还通过永恒商会和玩家公会，从神域世界的各个地方购买来了大量的奴隶。这些奴隶的年龄在15至30岁之间，有男有女，而且擅长各种技艺，比如生活职业中的锻造师、园艺师、酿酒师、药剂师、裁缝、木匠、医生等职业，都按照一定比例购买。只要神域大陆上有的生活职业，在这里都能够被找到。战斗职业也涵盖了方方面面，近战远程、攻击防御、辅助治疗、毒患诅咒，包含了每一种常见或不常见的职业者。高级职业传承、隐藏职业传承，这些好东西当然是不会出现在奴隶身上的。但秦风拥有世界商城，能够从世界商城中购买到大量的高级别的职业传承。他设置了一个贡献度兑换方案，只要这些奴隶能够达到某个层次，就能够从中兑换更高级的职业传承。当然，这个时候再称呼他们为奴隶，就有些不合时宜了。因为所有奴隶在进入副本空间之后，都被秦风解除了奴隶契约，并还给了他们自由，其中甚至还让他们自由选择是留在副本空间生活，还是返回主世界。被解除了奴隶契约的他们，当然对秦风感恩戴德，同时也深深震撼于副本空间的安定平和，于是全都决定留在副本空间中，在这里展开新的生活。秦风还为这些人聘请了很多老师，教授他们各种各样的礼仪知识。就在这样的环境下， NC1099 号副本空间有了第一批居民，而且由于这一批居民大多都是年轻男女，很快就擦出了爱情的火花，然后开始繁衍后代。对于这一切，秦风当然乐见其成，这也是他的目的之一，因为在这里出生的人都将成为他最忠心的追随者，而等他成为神灵之后，这些人也将会转化为信徒，为他提供信仰之力。除了人口之外，秦风也购买了大量的植物种子，以及家禽、家畜、野兽、魔兽的幼崽。在副本空间万物复苏的特性之下，植物开始快速生长，兽类也在不断繁衍后代。没过多久的时间，整个副本空间就达到生机勃勃、万物竞发的状态。而在这个过程中，秦风还不断的铸造各种星辰，以强化副本空间的本源之力。大时钟的建设进程也在不断推进，甚至已经能够展现出一丝操控时间的能力了。但最重要的变化还是秦风这个副本空间的主人。首先，他每在副本空间中待1秒就能获得100万经验值，1分钟6000万，1小时3600亿，1天86400亿。哪怕他每次提升等级都需要消耗数百亿的经验值，而且随着等级的不断提升，升级所需的经验值越来越多，甚至逐渐达到1000亿规模。
但在每天86400亿经验值的涌入下，等级也在快速的提升，每天10几级，1周就能提升上百级。哪怕他将大部分精力都花在铸造星辰和大时钟上，等级的提升也一点没落下。几乎每天过去，他都能朝着1000级迈出坚实而稳定的一步。除了等级提升之外，秦风每铸造一颗星辰，都能获得相应的星辰之力，就比如太阴之眼和太阳之眼一般，为他提供各种各样的神奇能力。而整个 NC1099 号副本空间也在星辰之力的滋养下，也在不断的提高着规模。如今，原本那个东西1000余里、南北800里的副本空间，已经变成了一个数万里方圆的新世界。原本只有几座小土丘的副本空间，如今也有了直插云霄的万米天柱。原本只有一条蜿蜒小溪和几座小水塘的副本空间，如今也有了3纵4横等7条大河，以及10数座波光粼粼，甚至能掀起滔天巨浪的大型湖泊，可谓是水网密布，水源丰沛，水上交通极其便利。而在大陆的边缘，还有更大的海域未被探索，山脉、沙漠、平原、高原、丘陵、沼泽，各种地形地貌层出不穷，只要主世界有的，在这里都能找到。可以说，此时的 NC1099 号副本空间已经有了一个独立世界的基本框架了。按照秦风的计算，整座副本空间中至少能养活数亿人口，而这巨大的人口数量能够为他提供的信仰之力也将无比恐怖。当然，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当初的100万奴隶虽然在万物复苏特性下已经繁衍了2-3代人，但总人口数量依旧停留在千万之数。毕竟人都是要吃饭的。虽然副本空间的无主土地很多，各种农作物成长也很快，又没有自然灾害的影响，几乎能做到年年丰收，但要想满足暴增的人口也没那么容易。比如这段时间以来，副本空间的人口增长过快，自己生产的粮食供不应求，秦风就只能去寻找永恒商会购买，否则副本空间中的人就得先闹腾起来。但神域世界的粮食也不是无限的，他这边买了1000万人的粮食，外面就会有1000万的人饿肚子。好在神域世界的体量比较大，永恒商会挤一挤，也能在不影响大局的前提下给秦风供应一定量的粮食，但再多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秦风也没想到自己的实力都这么强了，还是被粮食问题困住发展的脚步。但他也不急，在时间流速的影响下，他有充足的发展时间。别看神域世界只过去几个月的时间，但副本空间已经发展了好几十年了。他曾经离开过一次副本空间，去狩猎女神庙，和那位充满野性美感的狩猎女神深度交流了下感情。结果回来后，发现副本空间已经过去几年的时间了，而且在这几年的时间内，副本空间甚至还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被解开手脚的奴隶们，竟然建设出去10几座巨大的城市，还打造了巨型船舶，准备探索海洋。有那么一刹那，秦风都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门了。好在众多神宠的出现，让他打消了这个疑虑。值得一提的是，生命神树这个副本空间的守护者，由于一直待在副本空间的原因，实力提升速度很快。特别是副本空间的本源得到弥补之后，生命神树就如同开了挂一般，等级迅速提升，很快就达到1000级，比秦风这个主人还要高。基于宠物的提升速度也不慢，黑暗龙女、圣光天使、死亡之雾都达到了890多级，最后来的青龙、玄武、朱雀、白虎，此时也有了500多级。虽然比不得他们的老祖宗，但实力也不弱了。在完成太阴星和太阳星的铸造之后，秦风又开始了其他主要星辰的铸造。不过这一轮铸造，他的要求就没有那么高了。反正要什么材料，直接去世界商城中购买。世界商城中有什么材料，就用什么材料，而不会像太阴星和太阳星的铸造那样，一定要选择最顶尖的材料。比如启明星的铸造，就只选择了一件神话级材料。不是他不愿意用更好的，而是世界商城中适合铸造启明星的材料，最好的只达到神话级。300多颗星辰的铸造材料，秦风不可能全都追求尽善尽美，因此直接在世界商城中筛选合适的材料，然后又在这些材料当中选择最高级或者最贵的一件。而在这个过程中，秦风花费了不知多少金币，各项属性也随着氪金的进程不断提升。当365颗主要形成全部铸造完毕，他的4维属性早已达到100万，甚至还远远超出。这样一来，一旦秦风等级达到1000级，就能凝聚最高级的彩虹神歌了。在完成365颗主要星辰的铸造工作之后，秦风还做了另一件事情，那就是册封星神。册封星神6阶禁咒技能，等级1，效果1，玩家每掌控或缔造一颗诸天星辰，就能以之册封一名星神，星神的实力是诸天星辰的完整度而定。2，若玩家缔造或掌控的星辰只是一颗无名星辰，那册封的星神实力可能连半神都不到。3，但如果玩家缔造或掌控的星辰达到太阳星和太阴星的程度，则能够重新册封神王级的太阳神和月神。这是秦风完成竞技法师第3次觉醒任务时所获得的奖励之一。6阶禁咒技能没有任何攻击性，唯一的作用就是让秦风册封星神，而且与造星之术配套，能够自己铸造星辰，然后以之册封对应的星神。星神掌控对应的星辰之力，但具体掌握多少，由星辰本源的多寡而定。虽然技能描述很模糊，但秦风知道星神是一群非常强大的存在。在远古时期，星神还没有灭绝的时候，最具代表性的星神是太阳神阿波罗和月神阿尔特弥斯，这2位可都是神王级强者，实力滔天。其他星神当中产生了10数位主神级强者，以及300多位神级强者。这一旦秦风将365颗星辰铸造完毕，并将这些星辰提升到完美状态，再进行星神的册封，就至少能得到2位神王级手下、10数位主神级手下以及300多位神级手下。刚刚铸造的星辰当然达不到这种程度，但也能极大的提升被册封者的实力的。秦风册封圣光天使为太阳神，黑暗龙女为月神，于是这2位的实力暴增，资质先后达到皇级神宠的地步。
这说明只要他们不中途夭折，未来至少能成长为神皇，远远超出了秦风的预期。死亡之物则被册封为荧惑之神，这是一颗代表灾难和死亡的星辰，虽然没有太阴太阳那么强大，但也非常适合死亡之物。死亡之物的前置最终被荧惑强化到王级神宠的地步，虽然不如黑暗龙女和圣光天使，但不意味着它的未来就被定型了。毕竟铸造荧惑星的材料远不如月华之石和紫阳结晶，但随着荧惑星汲取星辰能量，不断壮大自身本源，未来还是能够给死亡之物提供更多实力的。到时候突破神王限制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然后就轮到生命神树了，但令秦风意外的是，生命神树的册封竟然失败了。因为生命神树是副本空间的守护者，位格远在星神之上。见此情形，秦风也就没有强求了。毕竟随着副本空间的本源之力得到强化，生命神树的前置也在不断提升，就算不册封星神，实力也能压制圣光天使、黑暗龙女、死亡之物一头。既然这样，册封不册封又有什么关系呢？最后被册封为星神的就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4大圣兽宠物了。青龙被册封为龙宿星，负责掌控东方苍龙七宿；白虎被册封为虎宿星，负责掌控西方白虎七宿；朱雀被册封为凤宿星，负责掌控南方朱雀七宿；玄武被册封为龟宿星，负责掌控北方玄武七宿。当然，此时的28星宿还只是一个空壳，4大王宿也就只能当个光杆司令了。因为秦风的手中并没有合适的人选，所以其他星神的册封就没有继续下去。虽然副本空间中已经有千万居民，但这些人中并没有出现太过天才的人物，如果贸然册封星神，很可能浪费一个重要的位置。而做完这一切之后，秦风也迎来了至关重要的时刻。提示：你获得100万经验值。提示：你获得100万经验值。提示：你获得100万经验值。提示：您的等级已提升，当前为1000级伪神。提示：自由属性点已自动分配，您的基础魔法攻击力提升至1000万点。提示：您已达到1000级伪神层次，请尽快凝聚神格或者融合无主神格，否则无法继续获得经验值。对于秦风来说，最后这条系统提示音的出现可谓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终于达到1000级，也终于可以向更高级的层次攀登了。作为一个处在半神境界就能诛杀神级强者的存在，一旦晋升为神之后，战斗力绝对是主神以下他无敌，主神以上1换1。至于主神级的战斗，最多37开，而且是秦风占70%，其他主神占30%。提示：您的4维属性达到100万点，可选择凝聚最高层次的彩虹神格。虽然属性数量越多，凝聚的神格越强，神灵的力量体系也就越全面，但多属性神格所需消耗的时间将会倍增。凝聚单属性神格需要10年，凝聚双属性神格需要100年，凝聚3属性神格需要1万年，凝聚4属性神格需要1亿年。提示：请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正确选择需要凝聚的神格。看着系统的提示，秦风差点当场炸裂。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辛辛苦苦将属性氪金到100万，你就给我看这个？单属性10年，双属性100年，3属性万年，4属性更是上1年。我要是有这么多时间，我还在这干嘛？天外魔族会给我这么多时间吗？靠！就在这时候，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提示：由于您拥有泰坦神的元素权杖，因此金、木、水、火、土、风、雷、光、暗等的元素掌控度达到100%。您可以选择凝聚多系元素神格，也可以选择凝聚单系元素神格。元素种类越多，所需时间越长。单属性元素神格需要100年，双属性元素神格需要200年，3属性元素神格需要400年，4属性元素神格需要800年，5属性元素神格需要1600年，6属性元素神格需要3200年，12属性元素神格需要20.04,800年。提示：请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选择自己需要的元素组合。看到这里，秦风差点破口大骂。元素神格的凝聚虽然不用属性神格那么久，但要想凝聚12系元素，他也至少需要花费20多万年的时间。要是按照这种计算方式，就算天外魔物大军重新降临，他也没办法晋升为神。该死，前世重生的太早了，很多机密信息都未来得及掌控，要不然也不会遇到这个问题了。秦风重生的时候，玩家最高等级也只达到2阶半神层次，当然不可能知道晋升为神的这些猫腻。之前一段时间，他也没少嘲笑那些神灵，觉得他们太垃圾，竟然选择凝聚单系神格。这种神灵能有什么的战斗力？但现在看来，不是他们愚蠢，而是无奈之下的不得已选择呀。对于秦风来说，最快捷的成神方式便是凝聚单属性的神格，但秦风更清楚自己一路走来的艰辛。为了让4维属性达到100万，为了掌控更多的元素法则，他付出了巨大努力，绝不可能在这个关头退让，选择凝聚一枚弱小的神格。更何况天外魔族野心勃勃，入侵神域世界的心思也从未被改变。早晚有一天，天外魔族会重新对神域世界伸出魔爪，到时候凝聚弱小神格的自己会是他们的对手吗？以天外魔族对自己的仇恨，他们又会放过自己吗？一旦天外魔族降临，秦风恐怕想逃都来不及了。而就在秦风面色阴沉的时候，第3轮系统提示音的轰炸再次响起。提示：您已达到1000级，是否将 NC1099 号副本空间转化为自己的内世界？提示：大时钟建设完毕，您可以掌控 NC1099 号副本空间的时间流速，最多可调低或调高100倍。提示：NC1099 号副本空间的星辰法则已经完善，作为主宰者和缔造者，您获得100%的星辰法则掌控力。提示：NC1099 号副本空间的本源之力已经完成充能。一连串的系统提示音响起，
让秦风眉头紧皱的同时，又不由得升起一抹欣喜。对了，我已经达到1000级，可以先将副本空间转化为内世界，到时候我就能带着副本空间满世界跑了，甚至离开神域世界，前往混沌虚空寻找机缘，也能将副本空间带上了。还有最关键的一点，那就是我可以收集信仰之力了。1000级之所以是伪神，而不是半神，显著标志就是能够建立信仰体系，收集信仰之力。而信仰之力有助于神格的凝聚以及法则的领悟，虽然不确定其效果有多大，但应该能够缩短属性神格和元素神格的凝聚时间。在100倍时间流速的加成下，我用不了多久的时间就能收集到足够的信仰之力，快速凝聚属性神格和元素神格，或许并不是一件太过困难的事情。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说的就是秦风此时的状态了。无论是属性神格，又或者是元素神格，其凝聚时间都是秦风无法接受的。但他也不可能降低标准，凝聚一颗垃圾神格。但那世界的出现，给了他一次希望，因为这意味着他将在成为神灵之前就拥有独属于自身的神域。而有了这个能控制时间流速的神域，他就能在短期内获得海量的信仰之力，从而加速属性神格和元素神格的凝聚。提示：是否将 NC1099 号副本空间转化为内世界？是否转换为世界？就在秦风做出选择时，他就被直接移出了副本空间，而他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如同水缸一般的五彩泡沫。五彩泡沫的周边又环绕着一个个大大小小颜色各异的泡沫，其中一个泡沫最为独特，拳头大小，五彩缤纷，众星环绕。除体型之外，其余特征都和巨型五色泡沫最像，仿佛从上面切割下来一般。秦风隐隐有种感觉，这颗拳头大小的五色泡沫就是他的 NC1099 号副本空间，而那颗水缸大小的五彩泡沫则是神域世界的主体空间。所以说 NC1099 号副本空间其实已经有了一丝独立世界的架构，除了规模之外，它的等级与神域世界不相上下。秦风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在一大一小两个五色泡沫之外，虽然还有无数的细碎泡沫，但这些泡沫内部死气沉沉，而且空间极不稳定，似乎随时都有破裂的可能。只有2个五色泡沫最为稳定，且内部充满生机。就在秦风震惊不已的时候，只见拳头大小的五色泡沫竟然朝他缓缓飞来，然后进入他的腹部，最终成为他的一部分。提示： NC1099 号副本空间已融合，你将成为他绝对的主宰者，没有任何人能够剥夺。秦风在听到这一条系统提示音之后，就自顾自地闭上眼睛，然后他就看到一个展示在眼前的沙盘世界，一颗巨大的生命神树居于中央，4尊神兽分布东西南北，天上还有365颗星辰萦绕，太阳升则太阴落，太阴升则太阳落。而且这个沙盘世界还像极了一个大型的时钟，它以整个世界为基座，以太阳为时针，太阴为分针，启明星为秒针，昼夜交替，四季轮转，节气变迁，甚至时间流速都被这座大型钟表操控。这是 NC1099 号副本空间，不，它是我的内世界，未来将成为我的神域。那些信仰我的、追随我的，都将生存在其中。我给予他们庇护，为他们提供生存空间，而他们为我战斗，并为我提供信仰之力。我要做的就是不断寻找各种宝物，投入其中，壮大其本源，扩大其规模，从而让更多信徒生存在其中，为我提供更多信仰之力。如此循环往复，我的实力也会更加强大。副本空间中的居民并没有察觉自己所在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他能看到世界之外出现一尊顶天立地的巨人，不由得发出惊呼：快看，那是什么？巨人，有巨人在天上！我不想做奴隶，我不想回去，我要保护这个世界。啊，好恐怖的巨人，他会一口吃掉我们吗？原本生活在副本空间中的人，白天抬头只能看到蓝天白云，夜间抬头也只有漫天繁星，根本不可能像此时一样看到世界之外的情景。这种感觉就像是住在玻璃房子中的人看到屋外有人路过一般。但这些居民并没有惊恐太久，因为他们很快就发现，这道顶天立地的巨人居然是这个世界的主人。这些曾经是奴隶的居民，在被解除奴隶契约之后，自然非常感激秦风，有的暗自称呼他为主人，有的暗自称呼他为陛下，甚至还有人直呼主宰者大人。但是这一刻，所有人都福至心灵地称呼秦风为无神。参见无神，参见无神，参见无神！所有居民都跪伏下去，高呼无神。哪怕是一些懵懂的小孩，也被家长粗暴地按倒在地。上千万人整齐划一的跪拜，场面尤为壮观。而秦风的耳边也传来了一连串的系统提示音。提示：艾贝、内史密斯成为你的信徒，当前信仰层次为狂信者，每天能为你提供10缕信仰之力。提示：伊迪、麦克利什成为你的信徒，当前信仰层次为狂信者，每天能为你提供10缕信仰之力。提示：兰尼、内史密斯成为你的信徒，当前信仰层次为狂信者，每天能为你提供10缕信仰之力。系统提示音不绝于耳，但每一条带来的信息都极其相似。第一代由奴隶转化而来的居民，全部成为秦风的狂信徒。经过教育的第2代、第3代居民，小部分成为狂信徒，大部分成为前信徒。哪怕年龄最小的第4代居民，也有普信徒层次的信仰。提示：你获得10缕信仰之力。提示：你获得10缕信仰之力。提示：你获得5缕信仰之力。提示：你获得1缕信仰之力。提示：你获得1缕信仰之力。无以计数的信仰之力如同潮水一般朝秦风涌来。狂信徒每天能够提供10缕信仰之力，前信徒每天能够提供5缕信仰之力，普信徒每天能够提供1缕信仰之力。这上千万居民只是一次祷告就足足为秦风提供了3000万的信仰之力。这还是大多信徒的信仰层次较低，
只停留在普信徒的前提之下。如果所有人都是秦风的狂信徒，那他此时获得的信仰之力将会更多。信仰之力功能可强化使用者的思维属性，增强法则领悟效率，缩短神格凝聚时间，加快信徒成长速度。秦风暗自尝试了一下，大约1000缕信仰之力能够让神格凝聚时间缩短1天，也就是说，这3000万缕信仰之力大约能让神格凝聚时间缩短82年。一次缩短82年，10次就是820年，100次就是8200年。而我拥有掌控时间流速的能力，并且信徒数量还在不断增多，或许用不了多久就能将那上一年的神格凝聚时间缩短到几年，甚至几个月。想到这里，秦风不由得哈哈大笑，心中压力骤减。原本要凝聚最厉害的彩虹神格，他需要花费上一年的时间，而最全面的12系元素神格虽然不需要上一年，但也高达20多万年。但有了信仰之力，一切都不同了。神域世界中，神灵收集信仰之力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首先要让足够的信徒信仰自己，其次还要防备其他神灵抢夺自己的信徒，最后则是要面神域世界较为混乱，信徒可能随时死亡的局面。而也因为神域世界比较混乱，所以信徒对神灵的信仰大多都处在浅信徒、表信徒、普信徒的层次。这些信徒提供的信仰之力并不多，质量也不算高，甚至还出现信仰之力非常驳杂的情况。能够达到前信徒、狂信徒的少之又少，哪怕对于高高在上的神灵来说，能够达到前信徒、狂信徒层次的信徒也是非常珍贵的财富。但秦风不一样，他的信徒全部生活在内世界，那里安宁平定，信徒的信仰程度也较高，提供的信仰之力自然更多更纯粹。从这里也能看出，神域世界的神灵当真是错到钩子里了。依靠制造灾难和战争，逼迫信徒为自己提供信仰之力，以换取庇护，这简直就是慢性自杀。大量的人口死去，以及混乱的局势，让他们无法获得足够的信仰之力，然后他们就只能发动更多战争，抢夺更多信徒，从而造成更混乱的局面和更多的人死亡，然后加剧了信仰之力的缺失。这几乎已经陷入了一个死循环，而且是非常难解的死循环。所以神灵只有开辟独立的神域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而我虽然还没有成为神灵，也没办法开辟神域，但却能提前拥有一座相当于神域的内世界，这起点比其他神灵高出不知多少。就在秦风为之感到欣喜的时候，一道巨大的传送光门出现在他不远的地方。提示：您已达到1000级，请前往太古龙神处领取奖励。如果不是这条系统提示音的出现，秦风都快忘了自己还有一份奖励没有领取呢。提示：您成功完成了 SSSSS 级隐藏主线任务神域世界守护者，为感谢您对神域世界的贡献，您将获得如下奖励：4太古龙神的见面礼。秦风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系统提示他需要达到1000级才能领取太古龙神的见面礼。但在这之后，他一直忙于大时钟和365颗主星的铸造，中间又花费了不少时间去规划副本空间的建设蓝图以及几大神宠的培养。人一忙碌，往往就会忘记很多事情，比如这份太古龙神的见面礼。就去见见那位真正的守护者吧。想到这里，秦风抬腿就迈入传送光门之中。他虽然获得神域世界守护者的勋章，还拿到了种种特权，但实际上他很清楚神域世界的真正守护者是谁，只有这位唯一的神王级强者才配称得上神域世界的守护者呀。这一次没有人拿脚往后踹秦风了，他很是从容地走出传送光门，然后来到一座巨大的山顶平台上。平台正北方有一张2米多宽的石椅，上面蜷缩着一个白发老者，宛如人族的七旬老头，身上也没有半分超凡气息，仿佛一个凡人。但秦风知道对方的身份绝对不凡，甚至就是他此行要见的人。石椅的不远处站着一名风姿绰约、端庄典雅、神圣高贵的女性，她一袭白衣，身形高挑，静静地站在那里，就宛如一幅美丽的油画一般，惹人遐想。秦风只是扫了一眼，就知道对方的身份是谁了。女娲，或者说是神域世界的天道意志。没错，这位美到惨绝人寰的身影，就是神域世界的天道意志，或者是玩家们口中的系统。在天外魔族大军降临之后，他也曾出现在战场上，展现出强大的实力。在玩家们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之后，又给出了另一个称呼。华夏大区的玩家称呼他为女娲，白象大区的玩家称呼他为湿婆，灯塔或欧罗巴大区的玩家称呼他为盖亚。总之，不同的玩家大区对他都有着不同的称呼。而在女娲的身后，还有4道形象各异的身影：一名身穿藏青长袍，头身一对犄角的昂扬大汉；一名背着一个龟壳，肩头上盘着一条小蛇的老者；一名铠甲罩体，手斧利剑，眼神锐利的青年；最后是一名身穿火红长袍，额头有3瓣桃花纹路的美艳女子。秦风虽然没有见过这4人，但却在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对方的身份：青龙、玄武、白虎、朱雀，神域世界的4方神兽，同样也是主神级巅峰的强者。呵呵，终于见到我们的小英雄了！快来，快来，让老头子看看这位守护了神域世界的小英雄到底长啥样子。石椅上的老者听到秦风的脚步声，颤颤巍巍地坐了起来，笑呵呵地说道：“这副模样，当真像极了一个慈祥的凡人老爷爷。”但已经猜到对方身份的秦风，又哪敢有半分不恭敬的意思呢？他连忙走上前去，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然后才正色说道：“在您的面前，小子又怎敢称英雄2字呢？再说了，正是因为有您的存在，神域世界才得到了这数万年的安宁。您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守护者，千穿万穿，马屁不穿。”秦风的一番话出口，老者顿时哈哈笑了起来：“年轻人，不要这么老气横秋嘛，一丁点的年纪就学得这么圆滑世故，一点也没有年轻人的气性。再说了，老头子的话可没说错，你的所作所为已经称得上守护者的称呼了。
你是神域世界的英雄，这一点无从辩驳，也无人敢有反对。谁要是在这个问题上提出异议，那老头子可是要敲他头盖骨的。捞着浑浊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起来，声音也十分的严肃。一时之间，秦风仿佛看到一头洪荒猛兽，心中也不由得紧绷起来。直到老者哈哈一笑之后，这强大的气势才瞬间垮了下去。女娲面无表情地站在原地，只是瞥了秦风一眼，却并未开口说话。倒是形象各异的四大圣兽争先恐后地夸赞起秦风来。这位小兄弟年纪轻轻，实力却不俗，我很看好你呢。不错，这位小兄弟不仅实力不足，更是常有一身硬骨头，竟然敢和天外魔族硬碰硬，佩服。能够以一己之力捣毁天外魔族5座位面传送阵，这样的攻击还不能称英雄，那还有谁配得上英雄2字？小哥哥，奴家略备薄酒，有空可来凤凰山做客。一句话就让四大圣兽发颤，这要不是太古龙神打死秦风也不相信。几句寒暄过后，太古龙神挥了挥手，女娲和四大神兽先后离开。山顶高台之上，便只剩下秦风和太古龙神2人。坐吧，年轻人。太古龙神一挥手，秦风身后就出现一把巨大的石椅。这一次，秦风也不矫情了，直接就坐了上去。但从他那端正的姿态上就能看出，心中还是有些紧张了。太古龙神也不理会他的小动作，只是有些萎靡地躺在石椅上。等秦风坐下之后，才自顾自地问道：“年轻人，你可知宇宙之大，天地之广，文明之浩瀚？”秦风摇了摇头，正色说道：“晚辈不知。”他的确不知，甚至也没人知道。而在得到秦风的回答后，太古龙神也点了点头，唏嘘道：“其实老夫也不知道。不过用你们人类的话来说，物老成妖，人老成精，用在我这老头子身上，倒是恰如其分。老头子比你多活了几十万年，虽然没能做出什么大成绩，但也有幸多见过一些世面。这一路走来，想必你对那位斯图特尔神王应该不算陌生了吧？”听着太古龙神自嘲的话，秦风感到有些尴尬。这种话他可不好接话茬呀。但听到最后一个问题时，秦风如蒙大赦，连忙点头道：“不错，小子对斯图特尔神王的了解的确比别人多了一些，但也有几个疑问，还希望前辈能够解惑。”见太古龙神微微颔首，秦风便接着问道：“据说斯图特尔神王不是神域世界的本土生灵，不知他来自何处？另外，前辈是否知道点燃神火、凝聚神格、开辟神域的方法？”在见到了副本空间的神器之后，秦风对斯图特神王的来历非常好奇，也非常向往那个无比繁荣的神灵世界。另外，秦风从凝聚神格的时间表上看到了一连串的令人绝望的数字。他猜测，这些数字之所以会如此巨大，大到让人不敢触碰，或许是因为神域世界的传承缺失，不知道具体凝聚神格的方式，所以需要的时间才会那么长。如果知道正确凝聚神格的方式，那么凝聚神格的时间或许会大幅缩短。要不然，斯图特尔神王诞生的世界绝对不会发展出那么繁荣的神灵文明。太古龙神仔细听完秦风的问题，呵呵一笑，很是开怀道：“不错，你能问出这2个问题，说明你想得很深，甚至直击本质。斯图特尔神王来自一个名叫福家神王域的世界，那里的神灵文明非常繁荣，每个人出生就是半神级强者，几乎人人都能成就神灵。而他们获得信仰之力的方式也很独特，那就是在体内开辟神域，然后在神域中培养信徒，从而获得信仰之力。个人实力的强弱以及实力提升速度，就看神域的规模以及能够培养多少信徒而定。他们和信徒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荣辱与共的。神灵是提供庇护和安稳的环境，而信徒为神灵服务，并献上信仰之力。这和我们世界不同，本土神灵更喜欢发动战争，制造灾难，从而逼迫信徒信仰自身，为自身提供信仰之力。造成这一切的根源，是因为我们不懂如何开辟神域，也无法在体内培养信徒。所有神灵的信徒都只能聚集在广袤的凡人世界，信徒与信徒之间为了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非常容易造成各种矛盾。神灵与神灵之间也为了争夺有限的信徒，经常暗中下绊子，甚至杀死敌对神灵的信徒。神灵也会经常制造灾难，发动战争，让局面变得混乱和血腥，从而逼迫信徒祈求神灵庇护，以获得更多信仰之力。这很不好，对于神灵来说，混乱的局面不利于信徒的繁衍生息，也会造成人口的衰减，从而让信仰之力变得稀少和驳杂。对于神域世界来说，这更是自绝根基的办法。比如天外魔族，当初的实力虽然强过神域世界，但差距还没有现在这般巨大。可现在的神域世界却已经远远被天外魔族甩到身后，甚至只能委曲求全，被人一点点割肉。这就足以说明神域世界的道路已经走上歧路了。说到这里，太古龙神的神情一肃，语气也变得郑重起来。年轻人，你想知道斯图特尔神王的来历，是想前往那个世界吗？听到这话，秦风心中一揪，还以为被对方看穿了小心思，想要以逃兵罪处置自己呢。但仔细一想之后，他又觉得不大可能。从太古龙神的语气中可知，这位老前辈对斯图特尔神王单身的世界也是充满了向往和羡慕的。于是乎，秦风山吸了一口气，一字一顿地说道：“不错，我的确想前往那个世界，看看他们是怎么生活、怎么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我已经到了凝聚神格的关口。我想凝聚最高级的彩虹神格以及最前面的元素神格，但这需要漫长的时间。如果能得到那个世界点燃神火、凝聚神格、开辟神国的方法，我想应该能够大幅缩短这个时间。而且天外魔族的野心不死，他们迟早还会降临，我需要更强的实力才能与他们对抗。”听到秦风的话，太古龙神笑了，笑得非常爽朗，也非常大声。哈哈，不错，年轻人，我能听得出来，这是你的心里话。我也很向往那个世界，
但我的职责不容许我离开。而现在，我看到了一个梦想被实现的方法。既然你想去往那个世界，作为前辈，我当然鼎力支持，也希望你能多帮老夫看一看，那个繁荣而美丽的神灵文明到底有多么强大。说完之后，太古龙神摊开手掌，露出了一枚拇指大小的水晶。水晶自动飞起，悬浮在秦风的面前。位面坐标晶石介绍：记录了一组位面坐标，若有虚空航行道具，你便可以通过这组位面坐标前往那个不知名的世界。秦风一把将位面坐标晶石抓在手中，神情无比激动。有了这一组坐标，再加上混沌游龙梭，他就能前往司徒顿尔神王诞生的世界了。但惊喜来得快，去得也快，因为秦风想到一个问题，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龙神前辈，我想请问一下，司徒特尔神王来神域世界的目的是什么？另外，他毕竟是陨落在神域世界的，我如果前往福家神王域，又会不会被他的故人复仇？秦风的这两个问题其实可以被归结为一个，那就是他如果前往福家神王域，到底安不安全？首先，他要确定司徒特神王的来意。虽然种种迹象表明司徒特尔神王是一个善良且正义的神灵，他想要解救苦难的神域世界生灵，但漂亮话谁都会说，把罪恶包装成响亮的口号，往往是野心家最擅长做的事情。毕竟，眼前还有一个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坎，那就是司徒特神王来自域外，并非神域世界的本土居民。如果他来到神域世界，只是为了像天外魔族那样，在这个世界身上咬下一块肥肉的话，那么秦风就要好好考虑一下，到底能不能前往所谓的福家神王域了。如果他们对神域世界也有觊觎的话，那自己岂不是送上门去了？其次，司徒特尔神王毕竟是陨落于神域诸神的手中，虽然自己和司徒特神王的陨落没什么关系，甚至还继承了对方的神域，但要是自己前往福家神王域，而他的亲朋找自己报仇怎么办？一个神王的亲朋好友当中再跳出几个神王，也是很正常的吧？自己这细胳膊小腿可经不起对方的折腾。如果不搞清这两个问题，秦风是打死不会前往福家神王域。实在不行，他就返回那世界，用信仰之力一点点磨灭那漫长的神格凝聚世界。太古龙神也知道秦风的担忧，于是笑呵呵地解释道：呵呵，不用担心，年轻人，既然老头子都鼓励你前往那个世界，就说明那个世界对你并没有危险。根据司徒特尔所说，他来神域世界就是要挑选几个好苗子，然后带回福家神王域仔细培养的。他在他们那个世界的职务好像叫什么招生办主任，只是见到神域世界的蛮荒景象，所以才驻足不前，想要帮助解决我们内部的问题。可惜有些人心中的贪念硬生生地毁掉了一个理想主义者呀。此时的秦风脑海中一阵嗡嗡作响，他已经没工夫去听太古龙神的话了，因为招生办主任这几个字差点没闪了他的老腰。秦风甚至有种错觉，司徒特尔神王莫非是华夏大区的穿越者，自己的老乡？看到秦风一脸呆滞的模样，太古龙神理解的点了点头，继续说道：不错，我当时也是你这副表情，你是不是觉得很难理解？呵呵，别说是你了，就算是老头子我，直到现在也难以理解这种做法。学院这种东西，凡人世界到处都是，表面上的口号是传授知识、传承文明活动，但实际上那不过是贵族为了培养能够服务自己的人才所创造出的工具罢了。任何一座学校从来不会传授能够威胁到贵族的知识和力量，更不会教授学生如何成为贵族或掌权者。而神灵更是高高在上的存在，又怎么可能和一群凡人分享自己的力量呢？更别说信徒的数量本就不够，收一批学生，然后把学生教成神灵，不是在和自己抢夺资源吗？这种做法当真让老头子难以理解啊！很显然，太古龙神误会了秦风。秦风之所以一脸震惊的模样，只是因为招生办主任三个字实在不应该出现在一名神王级强者的身上。不过，对于那个所谓福家神王域，他倒是多了一些不同的看法。现代工业社会不就是把什么知识都摆在桌面上，任凭学生去学习吗？只要能培养出人才，那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简直就是多多益善的好事情。福家神王域能够以学院的方式培养神灵，说明那里存在顺畅的上升通道，要么是阶层之间的流动频繁，要么是世界的扩张速度非常之快，要不然不可能大规模的培养神灵。秦风猜测，应该是那个世界的扩张速度很快，所以才需要大量的新鲜血液补充。因为神灵的寿命漫长，实力恐怖，应该不会出现太过频繁的阶层流动。而是什么造成一个世界的快速扩张？答案只有一个：对外掠夺。福家神王域的神灵全都开辟了神域空间，并在神域空间中培养信徒，获得信仰之力。一个神灵的实力强弱以及实力的提升速度，全看神域空间的规模和其中的信徒数量。可神域空间怎么扩大呢？当然是不断获得新的资源了，大量资源投入神域空间，从而扩大空间规模，以培养更多信徒。而在神灵的实力提升之后，自然可以反哺他们所在的世界。甚至于高层级的神灵也能通过某种方式搜刮低层级神灵的财富，比如税收、高等级的知识和宝物。他们愿意培养那么多神灵，是因为每一个神灵的出现，就意味着高层多了一个打工人啊。这么说来，我前往福家神王域应该不会有太多危险，因为他们本身就需要更多神灵的加盟。现在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司徒特神王的仇恨了。就在秦风思索之际，太古龙神又自顾自地说道：总之，你不用怀疑司徒特尔神王的意图，他来到神域世界的确是带着善意来的。至于司徒特神王的仇恨，呵呵，谁告诉你司徒特神王陨落了？听到这话，秦风不由得一愣，大惑不解地反问道：您的意思是说司徒特尔神王没有陨落，他还活着？秦风这一路走来得到的所有信息都表明，司徒特尔已经陨落在神域诸神的手中，可太古龙神却告诉他司徒特神王还活着。这一个消息当真把秦风围得不轻。
太古龙神很满意秦风震惊的表情，他捋着花白的胡子，充满恶趣味的说道：“哈哈，那不过是一个障眼法罢了。当初斯图特尔神王的确遭到神域诸神的围攻，但他却没有陨落。一尊神王级强者怎么可能憋屈的死在一群主神乃至神灵的手中？他不过是在抵御天外魔族的战争中死去了太多并肩作战的战友，从而导致他失去了继续战斗的欲望，所以主动退出罢了。战争结束后，他带着残存的手下离开了神域世界，但在离开之前，他还留下一枚位面坐标水晶，以及你体内那个残破的神域空间。那时候我不过是一头普通的小龙，实力刚刚达到神级。斯图特尔神王告诉我，如果不想继续待在这个世界，可以前往福家神王域找他，如果不愿去，就帮他找个好苗子，只要能够成功融合那个残破空间，就把人送到福家神王域，到时候自会有人接引你加入福家神王域的初级神学院。呵呵，你前往福家神王域不仅不用担心有人找你报仇，甚至被人欺负了还能找个大靠山呢。2000多年前我曾和斯图特尔神王有过联系，那时候的他已经成了一座高级神学院的校长，实力更是达到神皇级。你能够继承他留下来的残破神域，并将他是恢复如初，已经能算是他的关门弟子了。怎么样，是不是很激动？想不想现在就飞到你老师身边，看看神皇级强者长什么样子？秦风脑海中想了1万种解释，但唯独没想过这种可能。他没想到斯图特神王竟然是万念俱灰，所以才退出神域世界。他也没想到斯图特神王竟然和神域世界还保留联系，甚至2000多年前还和太古龙神有过交流。他更没有想到斯图特尔神王留下来的残破神域竟然是收关门弟子的考验，而自己通过了这个考验，就凭空多出了一名神皇级的老师。神皇级，整个神域世界的最强者就是眼前神王级的太古龙神，让神域世界如临大敌的天外魔族也只有12个神王级，可自己凭空多出的这位老师却是比他们更加强大的神皇。这种转折让作为重生者的秦风都感到有些兜不住了。呼，龙神前辈，在下还有一些事情要去处理，等处理完之后再前往福家神王域见老师吧。秦风这一声老师多少有些顺杆子往上爬的意思，但谁多了一个神皇级强者的老师，不赶紧抱住这根大金腿呢？辞别了太古龙神之后，秦风返回了神域大陆。他没有去公会驻地，也没有去狩猎女神庙，而是直接开启空间之门，来到万里之外的一片群岛之上。嘿，北川美子是吧？针对华夏大区玩家是吧？我早说过了，只要国战开启，第一个把你杀回新手村，然后灭掉你的公会。国战我是等不及了，就先送你回老家吧。一家人要和和美美的，要走也要整整齐齐的。为了避免你和家人分开，我就连你家人也送走吧。为了你家人的家人不被分开。不对，我不知道你的家人是谁，万一送错了怎么办？算了，找人是一个麻烦的事，我干脆将整个樱花大区的玩家都送回老家吧。玩游戏伤身，你们还是不要玩游戏了。秦风嘴角冷笑，眼中充满杀意。已经达到1000级伪神层次，并掌控12系元素法则的他，挥手间便有毁天灭地的攻击。哪怕只是一个小火球术，但在他的手中用出来，也能如同天降陨石一般，对敌人莫大的打击。只是刹那之间，天空中就弥漫着无以计数的冰晶、火球、雷剑、锋刃，然后这些攻击就如同雨点一般落下，将下方数百座群岛全部覆盖在其中。无论是 NPC 还是玩家，都遭到无差别的攻击。最恐怖的还是秦风开启了太阳、太阴领域，所有死在这领域中的玩家都将瞬间被杀回0级，然后彻底踢出游戏世界。下方的樱花大区玩家也傻眼了，因为天上的攻击来得莫名其妙，而且威力恐怖。一名等级达到100级，即将领悟法则之力，成为半神境强者的玩家，还想施展飞行技能，飞上天空寻找攻击来源。但他只飞到1000米高空，就直接被一枚火球轰回大地，然后化为一缕白光，回到了复活点当中。樱花大区的最强玩家都扛不住一次攻击，就更别提其他人了。但这还不是最要命的问题，真正让樱花大区的玩家感到恐惧的是，整个樱花大区都遭到了攻击，而死在攻击中的玩家没有一个重新走出复活点。如果只是1个2个，那还可以理解为对方临阵脱逃，或对方已经认命，不愿做无谓的牺牲。1个都没有出来，这问题可就大了。游戏中玩家的惊恐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他们也很快的死在了秦风的攻击下。提示：你已死亡，等级全部清空。提示：你将被踢出神域世界，永远无法登录。在这样的提示音伴随下，一个个樱花大区的玩家被踢出神域世界，然后现实世界的樱花大区彻底沸腾了。他们发现被踢出游戏世界的不仅是自己，而是整个樱花大区的玩家，所有人的等级都被清零，而且所有人都无法再次登录神域世界。一时之间，樱花大区的玩家抗议连连，显示抗议游戏公司，要求游戏公司赔偿损失。但所谓的游戏公司不过是被女娲所控制的数据罢了。在秦风攻击他们的时候，女娲都没有出面阻止，显然是默认了秦风的做法。于是乎，没有得到结果的樱花大区又将抗议目光瞄向了隔壁的兔子，因为他们很清楚，能够把整个樱花大区踢下线的人不多。NPC 没有这种动机，也没有这种必要。就算要将所有人踢出游戏，也不该局限在樱花大区的身上。那有这种动机，也有这种实力的人，就只有隔壁兔子大区那位等级狂飙已经达到1000级的秦风了。虽然樱花大区的玩家平均等级只有87级，无法理解1000级的秦风实力到底有多么恐怖，又能不能做到将整个樱花大区玩家踢下线的壮举。但愤怒的樱花大区玩家急需一个可以瞄准的靶子，以排解心中的怒火。他们不知道自己误打误撞，竟然真的找到了罪魁祸首。可兔子大区的高层却不接这个锅，直接否认3连：我不是，我没有，我不知道。反正他们这么说也不算撒谎，因为秦风在做事之前并没有和他们沟通，甚至他们也不确定这件事到底是不是秦风干的。
但不管是不是，这口黑锅不能接。愤怒的樱花大区玩家只能去找灯塔爹，甚至还把事情闹到了联大，要求兔子赔偿损失。结果被兔子以1票否决权否决了樱花大区的提议。其他4大流氓也全都眼观鼻鼻关心，默不作声，就是不说话。他们心里也发怵啊。首先，他们也不确定这件事到底是不是秦风做的。其次，就算确定是秦风做的，那他们又能怎么办？制裁兔子大区？制裁秦风？那秦风来找我怎么办？人家能将你樱花大区全部踢下线，那会不会把我也给踢下线了？毕竟自家祖上也没少做缺德事啊。这场闹剧的结果就是让联大做出一个决议：区域自决。什么是区域自决？就是让东周的各个大区自己决定东周的事情。然后有意思的事情就来了，北方的2个玩家集体谴责樱花大区，说他们无理取闹。南方的一群玩家直接竖起小拇指，然后把俩字扔到樱花大区的脸上，活该。最后是兔子的话一锤定音，彻底了结了这场闹剧。一个游戏而已，玩不玩有那么重要吗？多读书，多看报，不比玩游戏好吗？众人这才惊觉，原来神域世界只是一个游戏，可就是这个游戏竟然已经成为自己生活的全部。被点醒的樱花大区也终于骂骂咧咧的平静下去。不平静也不行啊，灯塔爹不帮忙，自己手脚又带着镣铐，而且隔壁的兔子随时磨刀，人家不打自己就算好的了，难道自己还能折腾起什么风浪？然后樱花大区的玩家又自我安慰，不错，一个游戏而已，玩不玩有那么重要吗？大家都玩游戏了，那我们去搞工业，成为新的世界工厂，用经济统治世界不香吗？就让他们都玩游戏吧，等我们把科技树全部点亮，兔子也得跪下唱征服。但樱花大区玩家不知道的是，等2界融合后，无法登陆神域世界的他们将成为无垠宇宙中的孤儿，直至被空间风暴撕碎。但这一切和秦风都没有关系的。在秦风摧毁樱花大区的时候，并没有发现不远处隐藏的几道人影，这好像是光明奈斯的神圣进化，一旦死在这个攻击下，就会被磨灭灵魂本源，万劫不复，永不超生。哪怕他们是天选者，也会被瞬间清零等级，然后永远踢出神域世界。死！这小子真狠啊！这是什么仇？什么恨？竟然让他干掉一个族群！虽然他们都来自一个世界，但听说祖上的确有深仇大恨。下面的这些人的祖宗曾经入侵的那个小子的国家，杀死了几千万手无寸铁的人。该死！神域世界已经够混乱的了，但在这里，至少没人敢这么大规模的屠杀手无寸铁的人，活该遭报应。大姐头，这事咱们不管一管吗？呵呵，有什么好管的？2界还没有融合，这只是人家的内部争端，咱们别插手。就是下面这群人可恶心了，整天就喜欢搞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秦风打不过，最终言简意赅的白虎圣兽给出了5个字的总结。而这话一出，其余几人一脸尴尬。大哥，说话能不能不要这么直白？打不过就打不过，可咱能不能找个其他不出手的理由掩盖一下也好啊？但尴尬归尴尬，却没有人出言反对。要知道4大圣兽可都是主神级巅峰的层次，连他们都觉得打不过秦风，可见此时秦风的实力有多么恐怖了。或许只有神王级的太古龙伸出手，才有镇压秦风的可能吧。女娲默不作声，只是静静地看着秦风的动作，却没有丝毫阻止的意思。似乎下方被屠戮的玩家在他眼中只是一群蚂蚁，不值得丝毫动容。直到秦风摧毁最后一座岛屿时，他才缓缓收回目光，然后淡淡的说出了一句话：天外魔族野心不死，我们需要他。说完之后，女娲的身影化作点点光粒，消散于天地之间。女娲的意思很显然，秦风是守护神域世界的关键性力量，而如果能够换来秦风的欢心，牺牲一些人也是在所难免的。听着女娲定下的调子，4大圣兽对视1年后，紧绷的神经也终于松弛了下来。他们可是生怕女娲脑子一抽，下令要阻止秦风的呀。以秦风的实力，就算他们4个联手，也不一定是对手。而且一旦打起来，那岂不是给天外魔族入侵神域世界的机会？但现在看来，大姐头虽然号称公正无私、不偏不倚，但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还是能分清好坏的。想清楚了这一切的4大圣兽，先后打开传送光门，以此离开了樱花群岛。秦风摧毁了最后一座岛屿，才缓缓地收起了法杖。他回头看一下虚空，口中喃喃自语道：哦，都走了吗？看来你们是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这样也好，省得待会大打出手，那面子上就不好看了。秦风之所以对樱花大区出手，现实世界的仇恨只是一部分原因，真正促使他做出决定的是前世樱花大区在战争关键时刻举足投靠天外魔物，也因此由樱花大区守护的防线被直接敞开，放进了无数魔物，最终导致神域世界的东方防线崩溃，一连退了数万里才成功止住了颓势。但这一退也极大地挤压了神域世界仅剩的生存空间。秦风也是在那一场战斗中死亡，才最终有了今天的重生。前车之鉴，后车之师，同样的错误他不想再犯第2次。呼，神域世界的事情基本安排好了，接下来就该前往福家神王域寻找凝聚顶尖神格的机缘了。混沌游龙索，可别让我失望啊！无尽虚空的某处悬浮着一片方圆千里的陆地，对比无垠虚空，这小小陆地不过是一片尘埃，但整片陆地却被建得非常豪华。首先是一个如同蛋壳般的魔法罩倒扣在陆地上方，阻挡狂躁的虚空风暴侵袭大陆。大陆之上，各种各样的建筑鳞次栉比，交相辉映，人流在这些建筑之间穿梭，显得非常热闹。特别是这些人影的形态非常稀缺，有的和常人无二致，但皮肤却呈现紫色、蓝色、红色，有的拖着长长的尾巴，有的长着8条手臂，还有地顶着野兽头颅。很显然，他们来自不同的族群，甚至是不同的位面。
而这块大陆的主要功能是为这些来自不同族群甚至不同位面的生灵提供一个交流、交易的平台，同时这也是虚空中的一处交通枢纽。宇宙很大，就算是神灵漫长的一生，也无法走遍整个无垠虚空。想从一个位面前往另一个位面，需要经过大量的具有位面传送能力的交通中转站。但要想拥有这样的交通中转站，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技术，而是实力。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守护，那就算建设起这样的交通中转站，最终也只会沦为他人口中的肥肉。能够在虚空中建设一座方圆千里的大陆，并将之发展得如此繁华，说明这里的主人实力非常恐怖。而这一天，经过半年虚空航行的秦风，也终于驾驭着混沌游龙梭，走出了位面传送之门，降临到了这座神奇的大陆。嚯，这里就是福家神王域吗？不对，这只是一座建设在虚空中的大型中转平台，福家神王域应该还在其他地方。秦风一感知就猜到了这片大陆的存在意义，毕竟没有谁会这么傻，把那么多一看就知道来自不同世界的生灵放到自家大本营当中。这里能够聚集那么多不同种族甚至不同位面的生灵，显然是人为打造的交流平台或交通枢纽。而就在秦风头疼该如何前往福家神王域的时候，一支上百人且气息恐怖的队伍呼啦啦地将他围在中心。这支队伍当中的士兵最弱一个也展现出神级气息，其中10个明显是队长级的人物，身上的气息更是达到主神级别。以秦风的眼力自然能够看出，这些人的实力非常不凡。如果放到神域世界，他们甚至能有同阶无敌的战力，至少让他们单挑10个同境界的对手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不过秦风并不慌张，因为早在到达这里之前，他就先后开启过9载洞观世和6日因果瞳，提前探知了眼前的局面。而且这些人对他也没有敌意，之所以将他围起来，不过是阻止其他人靠近罢了。卧槽，竟然是天书卫，他们怎么来了？肯定是那小子犯了事，不然天书卫不会随意出动。呵呵，那小子要惨了。你们说，那小子能在天书卫的攻击下坚持几秒？我猜不过3秒。天书卫，那是什么？怎么你们都如此大的反应？你第一次来天书吧？对啊，第一次来天书，有问题吗？那倒没问题，只是想教你个乖，以后千万别惹天书卫，不然怎么死都不知道。不错，天书卫是天书的守护者，每一个都是神级实力，而且是精英中的精英，实力非常强大。他们10人为一小队，队长实力达到主神级，至于100人队的中队长，实力更是达到神王级。但最强大的还是天书的守护者，那位统辖上千天书卫的大队长，实力据说是神皇级，简直恐怖。死！用一个神皇级的强者守护天书，福家神域的手笔也太大了吧？谁说不是呢？呵呵，福家神域在整个第5玄臂的上千位面中，实力都是首屈一指的存在，手臂能不大吗？就在周围游客议论纷纷，既惊叹天书卫实力强大，又对秦风幸灾乐祸的时候，2道人影从天而降，出现在秦风的面前。其中一人身穿金甲，很是威武；另一女子身穿绿袍，长相绝美，但一脸寒霜，给人一股生人勿近的模样。紫灵神王，这就是你要接的人吗？金甲男子扫视了秦风一眼后，转头向女子问道。不错，他就是我要接的人。绿袍女子道。而站在2人对面的秦风看着这熟悉的画面，心中也不由一阵唏嘘。自己在神域世界也算一方强者了，可谁能想到刚刚来到这座天书，就一连遇到2尊神王之强者。幸好这2位并无敌意，要不然他早就脚底抹油，滑溜跑走了。哦，你竟然一点也不害怕？绿袍女子走向秦风，一脸好奇地问道。秦风则是耸了耸肩，毫不在意道：我为什么要害怕？难道因为2位都是神王级强者吗？呵呵，我想福家神王域的天书应该是一个有规矩、讲道理的地方，要不然也无法吸引各方位面的神灵争相而来。看到秦风如此平静的模样，绿袍女子满意的点了点头，脸上的寒霜也瞬间化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缕和煦的笑容。不错，有这种心性，的确配做老师的学生。介绍一下，我叫紫菱，是你的师姐。秦风听到这熟悉的话，连忙乖巧地说道：我叫秦风，见过师姐。早在进入天书之前，秦风就先后通过9载洞观世和6日因果瞳的预言能力，和这位绿衣神王打过2次交道，自然知道对方此来的目的就是接应自己前往福家神王域，同时也知道对方的身份正是那位尚未谋面的老师的学生。至于对方为何这么准确地接到自己，自然是因为副本空间当中有司徒特神皇的神域本源了。早在自己靠近福家神王域之前，那一位就感应到自己的到来，所以才早早派这位师姐前来接应。只可惜不知是那位神皇老师的实力太强，还是其他什么原因，秦风竟然没有在未来的画面中见到那位老师的面，这让他颇感遗憾。紫灵神王见秦风这么乖巧懂事，心中也非常高兴，笑道：我奉老师的命令前来接你，既然接到了，那我们就尽快启程前往福家神王域吧。秦风在无数游客羡慕嫉妒的眼光中被天书卫护卫而去。我靠，谁说那小子撑不过3秒的？原来人家背后有大靠山，天书卫不是来找麻烦的，而是来当护卫的。啧啧，能够让天书卫充当护卫，甚至出动1名神王级强者，那小子的来历非凡啊！知道人家来历非凡，还敢一口一个小子，阁下不想在天书混了吧？兄弟，一会儿的酒我请了，刚刚的话你就当没听过如何？那我要喝寒霜冰宴。你好吧，好吧，寒霜冰宴就寒霜冰宴，今天算我破财免灾。秦风和紫灵神王并肩而行，身后跟着1名神王级的金甲队长，10名主神级的小队长，以及100名神级天书卫。这种阵仗让无数吃瓜群众瞠目结舌，震惊不已。而他们不知道的是，秦风的出现也让紫灵神王颇为惊讶。真没想到，一座初级神域中竟然也能飞出师弟这样的天才人物。
年纪轻轻就拥有如此强大的体魄，而且还掌控了全系元素法则。除此之外，我似乎还感受到时间系、空间系、预言系的能量波动。你小小年纪学这么多东西，不累吗？紫灵神王的眼界非凡，一眼就看出秦风此时的实力。强大体魄说的是他四维属性达到100万的极限层次，全属性法则掌控和时间系、空间系、预言系的能量波动，说的是他那一堆天赋和技能。比如竞技法师的第5次觉醒任务完成的奖励，泰坦神的元素权杖就一下子让秦风掌控了金、木、水、火、土、风、雷、光、暗等12系元素法则，还有大时钟、空间之门、未来之势等特殊系魔法。而紫灵神王口中的初级神域，说的是诸天卫面对世界规模和等级的一种划分。比如神域世界就是一座初级神域，神域世界的敌人天外魔域等级稍高一筹，达到中级神域的程度。至于福家神王域的等级是所有神域中最高的，达到高级神王域的程度。在这中间还有高级神域、低、中、高主神域、低、中神王域的划分。这里的神域、主神域、神王域是对于一个世界规模、等级、文明程度的划分方式，和神灵、主神、神王这样的实力划分没有必然关系。毕竟神域世界只是初级神域，可最终却诞生了很多神王级的强者，比如远古时期的太阳神阿波罗和月神阿尔特弥斯，以及如今的太古龙神。而福家神王域虽然是神王级的位面世界，但其中的强者实力超过神王的就不在少数，仅是神皇级的强者就达到数百之多，神帝级的强者也有好几十个。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尊级强者。而值得一提的是，福家神王域的神灵喜欢对外掠夺，从而壮大自身的神域规模，但能被他们列入目标的只有主神级神域，否则凭借神域世界的那点实力，早就被福家神王域吞并了。别的不说，光斯图特神王一人当初就差点统治了神域世界，由此可见双方的实力差距有多么巨大了。其次，诸天位面虽多，但追根溯源都不过是神灵遗留下来的神域罢了。比如秦风来时的那个神域世界，就是一名神帝级强者遗留下来的神域，只是不知那位神帝级强者是陨落了，还是切断了和神域世界的联系。但不管怎么说，都无法掩饰他是一个神帝级强者神域的事实。哪怕福家神王域同样也是一名神灵留下的神域。别看这里的居民实力强大，出生就是半神级强者，绝大多数都能成为神灵，但追根溯源，其祖上不过是另一个神灵的信徒罢了。只是那位神灵已经陨落，而他们在没有了神灵的限制之后，依靠自己的力量成为了一个个独立的神灵。正常来说，神灵一旦陨落，神域空间也会随之崩溃，里面的信徒更别想幸存。但也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神灵的寿命即将走到终点，又或者神灵身受重伤，即将陨落时，就能花费一定代价将神域割离出来，使之独立存在于虚空之中。但这样的代价比较巨大，轻则让神灵实力大幅度下滑，重则让神灵信仰崩溃，直接陨落。所以，除非走到生命的尽头，且对信徒有着较深厚的感情，否则很少有神灵愿意这样做。无论是福家神王域，又或者是神域世界和天外魔域，能够在宇宙中存续下来，其实都是一些幸运儿。面对紫灵神王的夸奖，秦风笑而不语，脸上并没有表现出太多自得之意，也没有表现出被人看穿后的惊慌，因为他现在最大的底牌其实是副本空间和副本空间中的365颗星辰。副本空间来自于斯图特神王，这一点瞒不了别人，至少瞒不了眼前的这位师姐。但365颗星辰由他亲自缔造，虽然大多还处在虚幻状态，没能构造出完整的星辰本源，可这些星辰带来的巨大增幅，却让他拥有越阶而战的战斗力。别看秦风此时只有伪神级的境界，但真实战斗力已经不在巅峰主神之下了。根据秦风了解，福家神王域虽然强大，但这里似乎没有星神传承，可以说他的365颗星辰在这里是独一无二的存在。而紫灵神王接下来的话证实了秦风的猜测。不过我最感兴趣的还是老师留下的那份本源神域。当初老师分割那份本源神域的时候，实力已经达到神王级巅峰。你能将之融合为内世界，那等你成为神灵，开辟神域的时候，将会变得无比简单。而且你的神域天生就会比其他神灵强出一筹，只要资源足够，甚至能让你在神级阶段拥有主神级甚至神王级的神域空间，这才是神灵实力强大的根基。随身携带的神域能够为我们随时随地提供信仰之力，而且源源不断，用之不竭。哪怕独自探索混沌虚空，也不需要担心信仰之力的短缺了。秦风对紫灵神王的话深表认同，神域世界之所以无法发展起来，就是因为那里的神灵没有开辟神域空间的能力，所以就只能在凡人世界掠夺信徒，搜刮信仰之力，最终造成那么多灾难。而之所以福家神王域能有这么多的神灵，就是因为他们能开辟神域，并在神域空间培植信徒，从而避免了大部分的斗争。就算有掠夺，也在强者的引导下变成了对外的扩张。从这里也能看出，有神域和没神域的神灵到底有多么大的差距了。能够早早继承斯图特神王留下来的神域，秦风可谓是非常幸运的人了。特别是这座神域还拥有神王级的本源，在他成为神王之前，神域的扩张不会受到自身实力的限制，只要资源足够，哪怕刚刚晋升为神，也能拥有神王级一般规模的神域。比如此刻，在星辰之力的灌溉下，秦风的副本空间已经达到10数万里的规模，哪怕和一些老牌的主神级强者相比，他也能做到不落下风了。将秦风和紫灵神王送到传送阵之后，天书卫就返回了自己的岗位。通过传送阵，秦风总算到了福家神王域的大本营。在进入这个世界的刹那，秦风就有一股很直观的感觉，那就是福家神王域的位面本源远在神域世界之上。在神域世界时，秦风的一举一动都能牵引天地之力，甚至造成空间破碎，法则紊乱。
但来到福家神王域之后，他就发觉这个世界的空间极度稳定，想要像之前那样引动天地之力，他得花费更大的精力。至于造成空间破碎、法则紊乱，那更是想都别想。在紫灵神王的引领下，秦风停在了一座巨大庄园之外。说是庄园，但规模和华丽程度千百倍于人间的皇宫。庄园占地数十里的面积，其中一座座建筑鳞次栉比，富丽堂皇。但当秦风进入一座名为神树练习室的建筑时，才发现这里面另有乾坤。从外表看，这不过是一座较大的殿堂，可进入其中之后，却发现里面的空间非常之大，方圆千里，甚至比一开始的副本空间的规模还大。师弟，这是神树练习室，你可以在这里修炼神术，也可以找人来和你对战，从而提高战斗能力。你放心，这里被我加固过，除非你的实力达到神王，否则无法打破这处空间结界。听到这话，秦风不由咂舌，简直太豪横了，竟然将一处独立的空间封印在这里，就为了修炼神术或者提高战斗技巧。而等秦风进入另一个名为百草殿的建筑时，才发现自己的格局还是小了，因为这座百草殿其实是一个巨大的种植园空间，这里的规模比之前的神术修炼室还要巨大，东西5000里，南北3000里，其中种植了无以计数的奇花异草、珍稀药材，很多放在神域世界都是能让神灵抢破头皮的宝贝。出了百草殿，又来到了万寿阁，这里的空间比神术练习室和百草殿又要大出几分，因为这里圈养的是一头头神兽，有体型如山的神猿，有漂浮在海面上如同大陆的巨龟，有飞在天上遮天蔽日的不知名猛禽，其中不少神兽展露出来的气息，甚至不在神域世界的4大圣兽之下。秦风不由得感慨，当真是同兽不同命啊！同样的实力，有的兽成为世界守护者，有的兽却只能在这里当观赏物。但话又说回来了，4大圣兽在神域世界虽然享有崇高声望，但那里资源匮乏，矛盾重重，并不是一个提升实力的好地方。万寿阁的神兽们虽然不自由，但各种资源足够，实力提升迅猛，还非常的安全。因此，秦风也不好评判双方之高低。一番游览之后，紫灵神王将秦风带到正殿，那里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以及一个熟透的美妇等候着。见两人进来，老者和美妇都微微躬身，以示敬意。但相对来说，那位熟透的美妇更显得诚惶诚恐。从紫灵神王的介绍顺序上也能看出，这两人的身份地位差距。师弟，这位是凌伯，也是这座庄园的管家，以后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他。老者对着秦风躬了躬身，一脸慈祥和蔼地说道：“林安见过小少爷，以后小少爷有事，但请吩咐，不必客气。”秦风也礼貌地点了点头，亲切地叫了一句：“见过凌伯，您叫我秦风就行了。”又寒暄几句后，老者便先行退出大殿，说是去准备晚餐了。这时候，紫灵神王才指着美妇对秦风说的：“这位是预备神学院的院长，那里主要教授一些理论知识，以及帮助半神级、伪神级学生点燃神火、凝聚神格、开辟神域。你先在他那里静学一段时间，等晋升伪神之后，再前往初级神学院学习。哦，对了，福家神王域的学院分为5个等级，其中预备神学院的学生主要是半神和伪神，是用来给神学生打基础的。刚晋升为神的学生将会前往初级神学院学习，晋升主神后又前往中级神学院学习。高级神学院对应的则是神王级强者，只要能完成一定的考验，就能从高级神学院毕业。这时候，你可以选择成为一名教师，然后被分配到某所神学院任教，要么加入开拓团，攻略其他世界。如果成绩不错的话，还可以申请进入最高级的皇家学院，学习更高级的神灵知识。比如你的师姐我，就是皇家神学院的进修生。如果这些都不喜欢的话，还可以独自或组队前往混沌虚空，探索未知世界，增长见闻阅历。老师当初就是选择了最后一条路，顶着一个招生办主任的名头，独自跑到了混沌虚空，一去就是几千年，可没少让人担心。好在他平安回来，留下的传承，还收获了你这么个天才学生。秦风听到这话，脸上不由一阵惭愧。他可是知道斯图特尔神王在神域世界到底经历了什么，人家没有记恨神域世界，还给自己留下传承，已经是极度大方的了。这时候，只听紫灵神王继续说道：“老师是福家神王域第5教区的教育长，你去了学院不用担心被人欺负。在整个福家神王域，如今能比咱们老师更强的人，总共也没几个了。咱们惹不起的人不会跑到咱们眼前晃荡，而会在咱们眼前晃荡的人，就没有咱们惹不起的。要是有人敢因为你的出身小世界而瞧不起你，甚至欺辱你，你完全可以大胆的打回去，出了事自有师姐和老师顶着。”听到这话，秦风心中不由升起一股暖意。虽然他一向厌恶2代目，但有一个护短的老师和世界，感觉还真是不错呢。而听到紫灵神王的话，一旁的美叔父不由得汗如雨下。要是秦风真在学校搞出什么事情，那吃瓜落的还不得是他？更惨的结果是这位小少爷出事，那他可能连吃瓜落的机会都没有。万一教育长生气，把他发配到前线军团，以他的实力能活过1周才怪。就在美叔父诚惶诚恐的时候，紫灵神王又将目光看向了他：“我师弟就交给你了，出了事为你是问，懂吗？”美叔父连忙点头，哆嗦着说道：“遵命。我一定安排最有智慧的神学教师，为小少爷讲解理论知识。战斗意识培养方面，我会从初级神学院中申请一名战术教官下来，保证为小少爷提供最好最全面的教育。”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距离秦风到达福家神王域已经过去大半年的时间了。只可惜他一直没有见到斯图特神皇。据紫灵神王所说，老师带领队伍开辟异世界，可能需要100年之后才能回返。秦风不由啧舌，神域与神域之间的战争果然旷日持久。
他前世今生两世为人，总计也不过是50年的岁月，可神灵之间的战争动辄以100年计算，这还真让他有些难以适应。不过虽然见不到老师，但秦风的学习也没落下。他先是在预备神学院接受基础教育和理论知识学习，那位美术副校长也为他配备了最精干的教师团队，有的教授理论，有的教授战斗技巧，甚至与秦风陪练。但很可惜，哪怕那位战斗部教官拥有主神级实力，但依旧不是秦风的对手。实战方面的训练反倒成了他的短板。他还学习了大量占卜、诅咒、阵法、附魔、灵职、剑宝等方面的知识。之后，秦风嫌弃他们的教学速度太慢，干脆将教材带回庄园自己学习。特别是在进入那世界之后，有着100倍时间流速的影响，他的学习速度在外人看来可谓是暴涨。紫灵神王得知秦风许久没有去学校学习，还以为他偷懒，于是从皇家学院返回，准备好好提醒一下这个师弟。但在得知秦风能够操纵内世界与主世界的时间流速时，他不得不感慨道：师弟当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掌控内世界的时间流速，这可是老师都没做到的壮举。福家神王域自然不缺少时间系的传承，但涉及时间法则，就要求神灵拥有非常强的神魂力量才能领悟。别说是半神了，就算是神级强者都无法触及时间法则的真意。神学生一般需要达到主神级时才会被允许接触时间系的知识学习，因为学院也担心学生好高骛远，想要领悟时间系的强大能力，所以才做出了这样的禁止。但他们不知道，秦风所在的神域为了适配玩家的生存，早已被改造成数据化的世界，所有的东西都被数据量化，只要数据达标，什么东西不能选。秦风直接一本技能书就掌控了时间操纵者、大时钟等时间系的能力，这也算是神域世界和现实世界结合后所具有的独特能力了。如果秦风只是掌控时间能力，倒也不至于让紫灵神王感到惊讶，因为福家神王域的一些天才学生也能在成神之前就掌控一定的时间系法则。但秦风不一样，他不仅自己掌控时间系法则，甚至还缔造了大时钟这样的位面神器，能够影响整个内世界的时间流速，这就显得格外不一般了。之前说过，一般神灵需要达到主神层次时才有资格领悟时间系法则，而主神级强者的神域规模和范围已经非常巨大了。这个时候想要制造一座如同大时钟这样的世界性神器，几乎难如登天，除非像秦风一样在神域规模非常小的时候就制造大时钟这样的世界性神器，然后神域本源壮大，也能不断强化神器的等级，从而让神器随着世界的提升而提升。可问题是，一般神灵根本无法在主神级之前领悟时间之力，这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要想建设大时钟这样的世界性神器，就必须在刚刚成神的时候建设，但刚刚成神的时候又没办法领悟时间能力，这就成了有软件时缺硬件，有了硬件时又没软件的难题。最终结果就是，无数顶尖神灵都知道，能够影响整个神域世界的时间流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却没有任何人能够办到。也因此，秦风早早缔造了一座覆盖整个内世界的大时钟，才会这般让紫灵神王感到震惊。但紫灵神王并不知道，自己这位师弟对他还是有所隐瞒。秦风的确告诉紫灵神王，大时钟能够控制内世界的时间流速，但只告诉紫灵神王，他最高能操控的时间流速是5倍，而非真实的100倍。当外界得知秦风能够操控内世界的时间流速时，也感到非常震惊。这意味着，在同等时间单位以及同等的信徒规模下，秦风能够获得的信仰之力是其他神灵的5倍。一时之间，秦风在预备神学院中风头无两，甚至很多初级神学院都抛来橄榄枝，邀请他提前进学。虽然也有人觊觎秦风能操控时间的能力，但有斯图特尔神皇在，所以并没有人想不开，敢于对秦风出手。如果他们知道秦风能够操控的时间流速是100倍，而不是区区5倍的话，恐怕得当场跳脚，然后冒着得罪神皇的风险，悍然对秦风下手。只可惜，一切都没有如果。秦风从一开始就想得很清楚，他要想在福家神王域站稳脚跟，光靠一个神皇级的老师是不够的，他必须表现出足够的价值，才能获得更多资源的培养。甚至就连那位老师也是一样，只有他表现出更多更高的价值，老师才会更加重视他这位弟子。所以秦风小小泄露了一点机密，但又没有完全泄露。至于作为底牌的新神系能力，他是压根没有透露半分。他哪怕将大时钟的制造蓝图交出去，恐怕这个世界也没人能够复制，因为他的大时钟正是基于新神系的能力才铸造成功的，以整个世界为基座，又以太阳星为时针，太阴星为分针，启明星为秒针，最终才铸就了覆盖整个世界的大时钟。如果其他人想要复刻秦风的壮举，就需要寻找海量的时间系材料，这基本是不可能做到的。也正如秦风所料那般，当得知他拥有5倍时间流速的内世界时，福家神王域第5教区的高层就主动向他倾斜了大量资源。这一次的资源倾斜的原因，并非因为秦风老师是本教区的教育长，而是因为秦风本人展现出的资质。特别是在秦风拿出大时钟的制造蓝图之后，海量的资源朝他砸来，整个内世界的规模也不断扩张。这也导致秦风还未成神，结果那个世界就已经能媲美一些巅峰主神级强者的神域了。再进一步，恐怕就要达到神王级的神域规模了。而消化完这些资源之后，秦风距离点燃神火、凝聚神格、转化内世界为神域也只有一步。之遥了，福家神王域预备神学院3班，讲台上站着一名身形修长、长相极美的女子，她的身上萦绕着道道神光，一道隐约可见的神轮在脑后旋转。同学们，成神的道路虽然很多，但只有点燃神火、凝聚神格、开辟神域的神灵才算得上是正统的神灵，其他的通通只能算是伪神。神灵重信仰，而神域能聚集信徒，
为信徒提供稳定安宁的生活空间。神灵也因此获得信徒的信仰之力。信仰之力可以强化神力，加速法则掌控，更能让神灵成为一名万劫不死、世界不二神不灭的无上存在。接下来，我将发放点燃神火，凝聚神格，开辟神域的资源。好了，话不多说，现在大家排队上来，领取你们的信仰点吧。美艳女神的每个话音落下，都会有一枚枚神纹从口中飞出，烙印在下方学生的脑海中，时刻提醒他们注意。一名名学生又是兴奋又是郑重地走上讲台，从导师手上接过一枚拳头大小的金色圆球，圆球中一缕缕色彩氤氲的气流在不断流转，散发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神秘灵韵，很是神奇。秦风是最后走上讲台的，他虽然得到大量资源倾斜，距离点燃神火、凝聚神格、转内世界为神域也只有一步之遥，但白给的东西不要白不要。领取了资源之后，秦风径直返回庄园，而这时庄园管家林伯和世界紫灵神王也分别送上大笔资源，看这架势，似乎是要用资源生生将秦风砸上神灵宝座。对于他们的心意，秦风自然感动，同时也暗暗记下这份情谊，准备将来再报。他盘坐在法则蒲团上，催动神灵明道法，一点点将12条元素法则聚拢，并以之为新柴，开始点燃神魂之火。当元素法则进入识海中，神魂就如同干柴遇到烈火一般，直接燃烧了起来，熊熊火焰也将识海映照得通红一片。在火海的中央，却有一点五颜六色的光团散发着光彩，这是信仰之力，此时充当火焰燃烧时的氧气，不断加速神魂之火的燃烧。火焰不断吸收着信仰之力，逐渐凝实缩小，直到火焰消散，变为一颗拳头大小、五彩缤纷的晶体。这就是神明的神格，而且是一颗最为强大的信仰神格。秦风呼出一口浊气，缓缓睁开眼来。此时的他已经是一名货真价实的下位神灵了。两世努力，终于成神，这本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秦风脸上的凝重之色却并未消散。接下来，他还需要将那世界转化为神域，才能算是一名真正的神灵。没有神域的神灵，那是不完整的。这一点秦风早有明悟。想到这里，他再次闭上双眼，继续运转神明法。他的意识里一阵天旋地转，便来到一处混沌之中。这里四周雾蒙蒙一片，能见度不超过10米，这是神魂空间的原始状态，也是其他神灵开辟神域的土壤。但秦风不一样，他只需要将神魂空间和内世界融合为一，就能化内世界为神域，这比其他神灵省了不知多少功夫。更何况他的内世界规模已经不在巅峰主神之下了，若能成功，绝对是一步登天。秦风伸手朝天一引，无量金色光芒从天而降，以他为中心，推动着四周的混沌雾霭向外扩张。这些金色光芒就是凝聚神格后剩下的信仰之力，也是融合神域的主要能量来源。好在秦风不缺信仰之力，无论是教区的资源倾斜，又或者学院提供的基础资源，再或者林伯和紫灵世界的资助中，都有大量被提纯的信仰之力。更何况他本身就拥有上千万信徒，提供的信仰之力更多，也更纯粹。当所有信仰之力消耗一空时，混沌雾霭将整个内世界包裹在其中，转而凝聚成一层厚实的神域金币。这说明内世界已经成功转化为神域空间了，规模也从10万里扩张1倍，达到方圆20万里。本就空旷的神域空间，此时再次扩张规模，就更显得孤寂了，甚至出现千里无人烟的景象。而原本距离相近的村庄，此时距离陡增，也早就了许多不便。这或许就是幸福的烦恼吧。神域转化成果后，天空中心光点，365颗星辰在整个位面上空闪烁摇曳。开辟神域，宣告成功。作为神域唯一的且真正意义上的主人，秦风神魂笼罩整个位面，无论是山川沼泽，又或者是大江大河，他都尽收眼底。只是居民太少，千万信徒只占据1%的区域，而且非常分散，不适合管理和交流发展。就在这时，秦风眼前忽然一亮，继而拍手笑道：“是了，不是还有神灵市场吗？不如去那里碰碰运气，看能否买到合适的信徒种子。话说，我也好久没氪金了，正好走一波。”神灵游荡在无尽虚空中，征服一个个土著或敌对位面，收集资源，降服信徒，壮大自身实力。而神灵交易市场则是无数神灵汇聚在一起，出售手中闲置资源，各取所需的地方。在这里，你能买到不同种族的信徒，下至普通兽人，上至拥有神级战力的巨龙等生物，简直应有尽有。还能见到威力强大的神器、效果神奇的药剂，乃至于破碎的神玉等物品。可以说，在神明交易市场中，只有你买不起的，没有你买不到的。秦风选择的这一处神明市场，是属于预备神灵的购买区域。能够买到的信徒实力有限，大多在1至10阶范围，相当于神域世界1至100级的生灵。之所以会有如此巨大的差距，是因为不同信徒之间资质也不尽相同，资质越高，成长上限也就越高，需要的信仰点自然也就更多。一走入市场，一股热闹的氛围扑面而来，熙熙攘攘的人群几乎挤得交易市场水泄不通。毕竟这个时间刚好是预备神学院新一批神灵毕业的节点，人都是理所应当的。而交易市场上的信徒数量和种类也是非常巨大的。首先映入秦风眼帘的是一群身高不足1.2米，身穿灰袍，张头鼠目的鼠人。这种生物体型较小，实力很弱，属于食物链底端的存在。但他们又擅长打洞，繁殖速度也非常快，只要有足够食物，鼠人的规模就能快速增长，也因此受到不少新生神灵的喜爱。不过秦风还是摇了摇头，拒绝了老板的招呼，转身走了。这玩意儿实在太丑了。第二个摊位售卖的是一群高达2.5米，体型健壮的牛头人。和之前的鼠人又截然不同，这些牛头人战斗力强悍，擅长耕种土地，打造工具。可惜太能吃了，秦风可不富裕。接下来他又看了10来个摊位，
诸如豺狼人、半人马、矮人、食人魔、吸血鬼等奇异生物。但最让秦风感兴趣的是一群暗夜精灵和一头火焰巨龙。暗夜精灵是一种身穿贴身皮甲、一头紫发、身材劲爆的生灵，可以说是所有信徒之中最为美丽的一种生物了。战斗力暂且不说，光是养眼这一项指标就足以让人大感满意了。而那火焰巨龙则是一头处在幼生期、资质足有史诗级的强大生物，一旦尝到成熟期后，实力堪比半神，强大无比。若是培养得当，晋升神级也未尝不可能。可惜这些生物强则强矣，但数量太少，无法让秦风满意。这时，秦风忽然注意到一个摊位被人围得水泄不通。这些围观的可不是菜市场买菜的大妈，而是一名身上神圣气息流转、脑后悬浮神轮的神灵。秦风本以为能让这一群人围观的一定是什么宝贝，他本不欲多事，但围观神群中的一道声音让他不由停下了脚步。哈哈，兄弟，这都疫情期了，你这树精还没卖出去啊？就是这哥们都来了好几天了，结果没有一次成交的。这种树精实力又差，不能移动，还明显被火焰攻击克制，谁会傻乎乎的去买？秦风心中一动，进去一看，只见标牌上写着3000树精，售价300万信仰之力，概不还价的字样。周围众神语出嘲讽，对那树精不屑至极，显然不认为有人会花钱购买这种缺点多多的生物。可没想到，一道淡然却豪横的声音响起，让在场众神侧目不已。300万信仰之力，这些树精我全要了，如果还有更多，那也请一并拿出来。有多少，我全包了。此言一出，众皆哗然，满目不可思议之色。300万信仰之力，一名下位神明不吃不喝10年，也不见得能够攒足啊。这年轻人却拿来买华而不实、缺点多多的树精，这岂能不让人感到惊奇？摆摊之人是一名浑身裹着黑色斗篷、面貌神秘、年岁未知的神灵，面对众神挤兑，一直都表现得宠辱不惊、岿然不动。见秦风出价，他也不啰嗦，直接声音低沉地说道：“哥，300万信仰之力，我再附赠你10颗树精长老。至于你要的更多树精，抱歉，我也没了。若下次有机会获得，我可以优先卖给你。”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直接敲定交易，丝毫没有理会周围众神挤兑、嘲讽、嫉妒的话语。完成交易，秦风拿上装着3000树精的空间球，便返回庄园。这些树精的确如为观众神所说那样，实力弱小，无法移动，又受到火焰攻击的克制。可没办法，秦风恰好需要啊。神域世界的守护者生命神树，此时也进化到更高层次，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神树。而他早就向秦风提出请求，希望能得到一批树类生灵，据说是想在神域空间中打造世界树族群。秦风对此也很支持，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树类生灵。这一次的3000颗树精恰好满足需求。念头一转，秦风带着空间球进入神域中，解除空间球上的封印，并将之交给世界树。此时的世界树高达10000米，遮天蔽日，树干宛如天柱，伞盖则像天盖，被其余信徒称为神树，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秦风的代言人了。世界树洒下无穷光辉，笼罩3000树精，这些普通的树精仿佛受到某种伟力灌注一般，陡然拔高增大，最终呈现在秦风面前的是一棵棵高达100丈、晶莹剔透的世界树。也就在这时，一股股庞大的信仰流朝着秦风席卷而来。感谢我神，您的庞博伟力让吾等生命跃迁，您卑微的信徒向您送上诚挚的敬意。一道道狂热至极的意念从世界树身上涌来，于此而来的秦风也能够清晰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在明显的增加。他连忙打开神灵经筒，查看起世界树的属性，信徒的品质提升为神话级，信仰层次也达到狂信了。这提升幅度是不是太恐怖了些？每一个信徒能够提供的信仰将会依据他的实力、品质、信仰层次而改变。实力越强，品质与信仰层次越高，所能够提供的信仰也就越多。而拥有神话品质并成为狂信徒的世界树，每天提供100缕信仰之力，是当初那批奴隶信徒的10倍。只是短短的瞬间，秦风就获得30万缕信仰之力。要知道，他购买3000树精也只花费了300万点信仰之力啊！这就相当于他最多花费10天时间就能赚回此次消耗。这股庞大的信仰之力一进入秦风的体内，立刻开始滋养起他的神躯、神魂、神力，使得他的实力不断提升。世界树等级100，等阶神话级生物，天赋世界元力。世界树可以不断释放出世界元力，以达到扩张神域的目的。秦风打开世界树的属性面板一看，顿时大喜过望。首先是这些世界树都拥有100级，只要领悟法则之力就能成为半神。为了还能够凝聚神格，成为下位神级信徒，最为关键的还是世界树的天赋能力，竟然能够释放世界本源力，帮助神域扩大规模。要知道，神域的规模可没那么容易。别看秦风拥有主神级巅峰的神域规模，但这是基于365颗星辰的强大能力，以及福家神王域海量资源倾斜的结果。可这世界树竟然能够帮助神域扩大，简直不可思议。而当秦风运转神灵经筒开始查看神域状况时，他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只见世界树上散发出一道道灰色雾气，朝着神域金币汇聚。这些灰色雾气竟然在推着神域金币缓缓朝外扩大，几乎每过一个呼吸的时间，秦风的神域就会扩大一丝。速度虽慢，但却一直都在持续。秦风的神域已经达到20万里的恐怖规模，能够与主神巅峰的强者相媲美。如今又有了这世界树，不知会膨胀到怎样一个程度，简直难以想象。这时，秦风的神明令牌忽然震动起来。这神明令牌上烙印有使用者的气息，绑定个人，
只需输入神力就能使用，类似于现实世界的手机，主要用于通讯，不管间隔多远都能联系上，方便又简洁。还有类似于购物、论坛、博客的功能，特别是购物，能够通过神明令牌传送，非常方便。秦风打开一看，是世界紫灵神王的消息。怎么样了，师弟？有成功点燃神火，凝聚神格吗？我想这对于你不成问题，但转内世界为神域时，还是要小心点。万一内世界崩溃，那你就前功尽弃了。秦风努了努嘴，最终露出一抹笑容。有人关心的感觉，似乎还不错。他调整了一下情绪，回复道：师姐，我已经融合神域，成功晋升为神了。紫灵神王沉默了片刻后，紫灵神王才道：师弟，你真是一个变态。不过还是恭喜你，从此以后，你就是一名正式神灵了。要是老师知道你这段时间的表现，想必也会很高兴的。顿了顿后，紫灵神王又道：既然你成神了，就准备进行初级神学院的入学考试吧。原本师姐都为你安排了第5教区最好的初级神学院，但师弟既然这么厉害，就不应该困顿于第5教区，而是向帝都的5所最好初级神学院冲击吧。这次的入学考试是一处原始位面，接下来会有人来接你，他会为你安排好相关事宜的。记住，一切以安全为重，如有危险，立刻后撤。就算不能去帝都学习，但第5教区的学院依旧向你敞开，花开2朵，各表一枝。秦风就这样被紫灵神王安排着参加了初级神学院的入学考试。位面传送门是福家神域中的一件至尊神器，能够将目标传送到宇宙中的任何地方。只要找到原始位面，就能够通过这传送门大规模投放力量，进行殖民掠夺。这也是福家神域这么多年来能够蓬勃发展的原因所在。饶是秦风已经不止一次见过位面传送门，此时也不禁再次为之感叹。位面传送门由2个部分组成，基座是一整块的冥灵圣晶，足有数千米大小。这冥灵圣晶是一种极为珍惜的材料，可以用来制作装备、构筑法阵、附魔储能等，哪怕只是巴掌大小的一小块，都价值上百信仰之力。如此巨大的一整块冥灵圣晶，如果用来交易，恐怕没有神明能够支付得起这样的价格。仅仅是一个基座，就有如此恐怖的价值。位面传送门不愧至尊神器之称。而另外一个部分是2颗通天神柱，通体由一种更为珍贵的空间神铁打造，直径100米，深入云端，高不见顶。秦风到来之时，这里已经聚集了20余名星神，都是各个预备神学院的精英。此时，众人3、5成群凑在一起，彼此交流成神心得，身上气息涌动，使得周围空间波动阵阵，涟漪四起，脑后神轮虚实变幻，明灭不定。这是刚刚成神，无法掌控神力，且神轮不稳引起的征兆。因此，新生入学考试都会安排在有战斗机会的位面进行，目的就是让他们稳固境界，学会掌握、控制自身的力量。但秦风的到来却使得场中不由为之一静，讨论中的众神不由面面相觑。只因秦风浑身气息凝实，古井不波，脑后神轮更是交相辉映，仿若大日圆盘，皎皎月轮，已经有了由虚向实转变的征兆。就一些老牌上位神都不见得有这种气势，也难怪众人惊诧。秦风懒得理会这些人，只是双手抱在胸前，悬停空中，老神在在的闭目养神起来，丝毫不顾周围众神眼光。没过多久，一道磅礴气势由远及近，如同一道龙卷风般席卷过来。小心，别掉下去了！不好，嫡媳，快防御！别动手，是导师和学校战斗部长。一众挺立虚空的星神被这一阵气势冲击得东倒西歪，几近坠落。也幸好来人并无恶意，很快就收起身上气势，似乎他的本意就是在考验众人一般。来人一男一女，男的虎背熊腰，壮若山岳，脑后神轮散发黑光，只看一眼就令人头脑发晕，仿佛掉进尸山血海之中一般。女的则身姿婀娜，容貌极美，脑后神轮散发青光，令人心安。这2人众人都认识，男的是学院战斗部长，一尊实力强大的上位神灵，女的则是他们的导师，中位神实力。就在一众星神摇摇欲坠，狼狈不堪的时候，那名实力强大的战斗部长却轻咦了一声，指着岿然不动的秦风，转头向一旁的美女导师问道：那小子是谁？刚刚成神就稳定了境界，气息更是凝实到这种程度，要是不知道这群菜鸟的底细，我都快以为他是那个高年级的学生了。女导师的美眸在秦风身上打了个转，而后才在战斗部长耳边轻声说起秦风的一些信息，听得他大眼瞪小眼，心中震惊不已。什么？他就是教育长新收的那个学生？听说此人掌控时间之力，能影响神域空间的时间流速，同等条件下收集的信仰之力是他人5倍。乖乖，这祖宗怎么来我们这队了？要是出事，你我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不行，待会要保护好他，别人都死了也没关系，但他绝对不能有事，哪怕掉根毛也不行。又过了片刻，战斗部长情绪稳定下来之后，才装作严肃的冷哼一声说道：菜鸟们，此次的原始位面攻伐战，你们只有2个目的，一是观摩战斗，二是清理位面中的普通生物。记住了，原始位面中的伪神数量不少，要是不想死的，进去后就老老实实待在你们导师身边，要是死了，可没人给你们收尸。战斗部长声如洪钟，在每个人耳边炸响，震得他们耳膜欲裂，态度之恶劣，哪有心中腹诽时的小心翼翼？但他话音落下时，心中已经后悔不已了。我这臭嘴，要是让那位小祖宗生气，我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见秦风没有流露出不耐或不爽的表情时，战斗部长这才放下心来。至于其他人，那就更没人敢出言反驳了。这可是第5教区有名的战斗狂人，谁敢和他讲道理？不是寿星宫上吊，活腻了吗？放下心来的战斗部长直接拿出一块古朴令牌，射出一道蓝色光线，落在传送门上。只见位面传送门2颗通天巨柱上立刻散发出无量乳白色光彩，形成一个漩涡一般的洞口。对此，众人早就见怪不怪了，依次排队走入其中。
秦风只觉眼前画面一转，人便出现在一片无尽星空中。下方是10数颗生命星球，有2方人在上面悍战不休，其中一方都是神学院的老师，另一方则是一些战斗系的神级生物，也被他们这些信仰系神灵称之为伪神。伪神一方数量虽多，又有数之不尽的位面生物从旁协助，但在学院老师的攻击下，却依旧节节败退，根本无法形成有效的抵抗。虽然阶位相同，但学院老师的攻击明显远在伪神之上，哪怕只是随手一击，那些伪神都不敢应接，只能仓皇躲避。这就是信仰流神灵对其他系神灵所造成的碾压效果了。星球的内部有着亿万种族生灵，不断为这些伪神提供力量支撑。然而，伪神的神格无法凝聚信仰，获得的力量百不存一。可学院这边的老师，每一个都拥有庞大神域以及无数信徒，能够获得源源不断的能量支撑，战斗力自然不能同日而语。特别是当秦风等人的出现，更是让伪神一方阵脚大乱，10余名教师团队都打不过，又来20多名，这还怎么打？只是这些伪神并不知道，20来人中大多都是学生，虽然同样开辟了神域，成为了一名1阶下位神灵，但战斗力却远不如他们面前的教师团队。啊啊啊！只见伪神中一头身形巨大、狰狞恐怖的生物号叫一声，下方星球中无数异族生物群体响应，嚎声阵阵，声音之中似是饱含凄凉之色。众人不明所以之时，战斗部主任忽然面色一变，不好，对方这是要举行献祭仪式，快打断他们！但还不等他有所动作，便见下方的星球上有阵阵黑烟浮现，黑烟所过之处，那些异族生灵顿时化作灰烬，散了满地。短短几个呼吸间，就有数以亿计的异族生灵灰飞烟灭，惨烈程度让上方观战的学生一阵面色发白。生命星球的上空出现了一座巨大的魔法阵，不断汲取下方黑烟。一道恐怖无比的威压从魔法阵中传出，使得周围空间如同水波一般荡漾起来。这样的时间并没有持续太久。哦，几个呼吸一过，一声惊天巨吼响彻天穹。除了秦风外，其余学生全被这声音震得耳膜欲裂，烦心欲呕。直到战斗部长往前一站，这才将声波攻击的完全挡下。众人定睛一看，竟是一头身躯高达1000丈，宛如一座山脉，横亘小半片天空的巨大蛇形生物。哈哈，竟然是灾厄生物，实力堪比中位神灵的位面之蛇，这可是个好东西。没想到此次出来还有这么好的运气。张老师，你带学生们去清理生命星球，我去收服这条大蛇。说完之后，战斗部长身形一震，神躯便直接拔高数1000丈，虚空灵力直接让下方一颗生命星球陷入黑暗之中。他伸手一招，一条恍若长河的雷霆长鞭出现，直接朝位面之蛇抽去。那闪烁的雷光撕裂的虚空一阵不稳，竟如玻璃一般碎裂。而那位面之蛇也不甘示弱，足够吞下一座山头的巨吻张开，吐出一道幽暗黑光，迎向雷霆长鞭。幽暗黑光和雷霆长鞭在空中撞在一起，爆发开的余波竟然将几颗生命星球冲击得向下坠出10数公里。直到几名学院老师击杀了对手的伪神后，才腾出手来将这几颗生命星球护住，要不然这几颗生命星球便要毁灭在一人一蛇的战斗余波之中。看到这一幕，另一名监考老师摇头苦笑，只能暂时接过指挥大棒。好了，趁着杨主任收复位面之蛇的空档，你们也去清理生命星球上的原始生物吧，这是你们的考核任务，记得好好表现。顾周，你们小组去东边那颗生命星球，方红，你们去西边。秦风分配到的是一颗没被献祭仪式波及的生命星球，上面的资源非常丰富，但生物数量却很少，算是一个肥差，看得其他考生一阵羡慕，不少人心中直呼黑幕。其实这还真是有内幕，但那又如何？如果他们的后台更硬，此时会放着好处不占吗？秦风并不在意考官的照顾，甚至很是满意这种分配。对他来说，资源越丰富，生物数量越多，那最终收获也就越大。至于难度，他倒没有放在心上。神级层次的战斗，对他恐怖的实力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如果他都无法清理，那其余星神也只能干看着了。只是他不知道的是，导师在分配完任务后，便直接来到他所在的生命星球上空，时刻准备出手支援。这是导师的特意安排，既是考验，也是福利。完成了能收获最大利益，失败了他也能随时出手支援。对此一无所知的秦风，直接和一头3阶神级巨蛇以及数以亿计的蛇类生物迎头撞上。该死！你们这些邪神，为什么要攻击我们的家园？蛇神大人一定会将你们通通杀死，然后将你们的尸体挂在蛇山上，受万蛇噬咬。巨蛇首领面目狰狞地朝秦风扑杀过来，一边冲锋还一边咆哮着。秦风冷哼一声，也不搭话，随手挥出上万道闪电，雷霆滚滚，朝着巨蛇首领笼罩过去。大量蛇形生物直接在雷霆余波中化作灰烬，而巨蛇首领虽然没死，却也浑身焦黑一片，气息紊乱。该死！该死！本神要将你生吞活剥！初次交手就已落入下风的巨蛇首领气急败坏，他一声咆哮，直接化作一条100丈巨蛇，张开巨吻朝秦风咬来。呵，伪神不过如此。秦风依然不惧，意念一动，人便已飘飞到1000米之外。他发现，虽然自己只是1阶神明，但在力量上却能轻易碾压这头3阶神级的巨蛇首领。信仰流神明有着整个神域以及无数信徒作为支撑，在战斗力方面果然能够碾压这些头脑发达的伪神。另一边，巨蛇首领一击落空，顿时气得暴怒连连。他搞不明白，对面那个小子实力明明比自己弱了这么多，可力量为何那么恐怖？小的们，一起上，杀了这个邪神！巨蛇首领想不通，于是便一甩脑袋，干脆不去想。
反而指挥起麾下的亿万巨蛇一同围攻秦风。然而，拥有千方位面神域以及3000神话级世界树支撑的秦风，根本不怕这种级别的围攻，随手一道雷霆轰击，直接湮灭万蛇。抬手召唤陨石天降，再次坑杀一片。龙卷风阵席卷而出，又将无数蛇形生物撕得粉碎。至于巨蛇首领，根本追不上秦风，大军围攻顿时化作一场猫洗老鼠的游戏。不过，渐渐的秦风也感觉一阵厌烦，这些蛇形生物数量实在太多了，怎么杀也杀不完，如同牛皮糖一般，令人烦闷。忽然，秦风眼前一亮，一个念头在脑海中浮现：既然杀不完，那为何不将他们收入神域之中，慢慢接受驯化？想到就做，秦风直接将这些蛇形生物收入神域之中，然后在巨蛇首领反应过来之前，也遁入自己的神域之中。星球上空，一直关注着秦风的导师张燕眼前一亮，心中不由暗赞：果真是一个好苗子，这么快就想到应对的办法了。不愧是教育长的弟子，实力强大就不说了，脑瓜子还这么好用。巨蛇一族被秦风收入神域中后，直接被神域的恐怖规模给惊呆了。他们一族虽然占据一整颗生命星球，但资源匮乏，生活条件恶劣。可眼前的神域宽阔无垠，无边无际，生机勃勃。但更令巨蛇一族感到恐惧的，还是前方出现的3000多棵撑天巨树。只见这些撑天巨树，每一棵都高达1000丈，树干宛若擎天巨柱，晶莹剔透的枝叶散发无量毫光，映射的半边神域璀璨夺目。就在巨蛇一族震惊不已的时候，秦风的浩荡的声音从天边传来：哼，世界树，灭掉这些巨蛇！一声令下，原本静止不动的世界树直接化作修罗身，巨大的树根从大地深处伸出，直接攻向地面的巨蛇一族。一条条树根如同长枪出笼一般，直接将上百条巨蛇穿成一串，还有一些树根则如同锁链一般，直接将巨蛇捆在一起，然后缓缓收紧，直至勒死。数以亿计的巨蛇一族，数量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几乎每一个瞬间都有成千上万的巨蛇死去。不要，饶了我，不要杀我，我们错了，强大的神灵，请饶恕我们的罪孽，伟大的存在，请赦免卑微的我们，给我们巨蛇族一条生路吧。声声求饶伴随着惨叫在秦风的神域中响起。秦风站在虚空之中，默然看着下方的杀戮，直到所有反抗的巨蛇族全部被杀死，他才缓缓开口道：臣服于我，献出尔等信仰，可生？声音从四面八方涌来，回荡在整个神域之中。本就神经脆弱到极致的巨蛇一族听闻，直接趴伏在地。伟大的神明，我们愿意信奉于您，愿我神光辉永存，神力无穷。黑水神蛇一族愿意信奉于您，请给我等一条生路。进入神域空间的黑水神蛇得到的大量星辰本源灌注，浑身上下泛起阵阵荧光，并发出声声惨叫嘶鸣。但这些惨叫声中，除却痛苦之外，却又蕴含了一丝快意，似乎这些水蛇非常享受他们正在经历的痛楚。只见这一条条水蛇身上的鳞片寸寸撕裂，扭动的身躯一节节拔高，但在身体撕裂、血肉模糊之余，又长出一层更加密集、宛若水晶一般的鳞甲。巨蛇的头顶更是冒出一对伞，光晕的犄角似乎蕴含种种不可思议的威能。一道道极度狂热的信念从下方神域之蛇身上传来：伟大、仁慈、万能的神灵啊，您饶恕了我们的性命，又赐予了我们无上的力量。您的伟力让我们感到臣服，您的仁慈让我们虔诚信仰。从今往后，您将是我们神域之蛇一族至高无上的存在。愿你永恒不朽，愿你与世长存。一条条神域之蛇匍匐在地，向秦风奉献着最虔诚的信仰之力。上万狂信徒每日提供的信仰，能提炼出100万缕信仰之力，已经能媲美一名老牌上位神的全部所得了。这还没算上秦风其他信徒提供的，以及100倍时间流速获得的额外收益。秦风大喜，挥手就将黑水神蛇迁移到一处规模最大的沼泽中。吾接受尔等信仰，今将此沼泽改名黑水沼泽，赐予尔等一族居住。他的神域足有20万里的规模，区区一个大型沼泽，算不得什么。更何况其他种族的信徒也不适宜沼泽的环境，交给黑水神蛇一族恰好合适。秦风接下来的目的就是让神域所有的土地全都住满他的信徒。到了那时，他每日能够获得的信仰之力，那将是海量一般。黑水神蛇获得黑水沼泽作为栖息地，不由得再次拜谢，信仰层次大幅提升。其中一条神域之蛇信仰状态直接达到了圣徒的层次，这意味着这条圣徒层次的神域之蛇将能为秦风提供更多更纯粹的信仰之力。秦风直接将那条黑水神蛇首领牵引至面前：参见我神，愿您的光辉播洒天穹，愿你的神力永恒不朽。黑水神蛇首领一来到秦风面前，直接趴伏在地，口中念念有词道。秦风好笑地摇了摇头，伸手一点，金黄色的光芒便从他指尖涌出，落在了黑水神蛇的额头处。黑水神蛇首领受到这信仰之力的灌注，身上气息节节攀高。只是短短几个呼吸的时间，实力还只是100级的黑水神蛇，就已经成长到半神级，实力直接达到2阶半神的层次。秦风大幅度燃烧信仰之力的举动，同时也被战场上的导师们注意到。不远处的一颗生命星球上，一名身材火辣、妖艳魅惑的红衣女神脚尖一点，一步跨出，直接从万里之外来到秦风所在的这颗星球上。嫣嫣，之前的信仰波动是你学生引起的？啧，你还真够偏心的，竟然还帮那小子清理这里的生物，你就不怕学校发现吗？秦风的监考老师张嫣此时就站在秦风消失的地方，眼中异彩连连。他的不远处还有一具如山般的水蛇尸体，赫然就是之前的巨蛇统领，显然是被秦风的导师给击杀了。看到红衣女神出现，张嫣翻了个白眼，没好气说道：哼，
多管闲事，秦风资质不凡，来历更不凡，你可别乱说。神级生物可不在考验范畴，至于这颗星球上的普通生灵，都被秦风收入神域中自行处理了。红衣女神闻言不由眼前一亮，随即质疑道：好个聪明的小鬼，他要是能将那些生灵彻底转化为信徒，直接就能奠定未来发展的底蕴，再加上先前澎湃的信仰波动，至少燃烧了上百万信仰之力。这小子又帅又有钱，关键天资不凡，还真是令人心动啊。一边说着，红衣女神还不由自主地伸出舌头舔舐了一下她那烈焰红唇，要是有其余男神在此，非得将眼珠子瞪出来不可。一旁的张嫣则是一翻白眼，警惕说道：喂，你可别打他的主意，他也不是你惹得起的。红衣女神撇了撇嘴，显然没将这话放在心上。就在两位预备神学院的导师你一言我一语斗个不停的时候，距离他们不远处，空间如同水波荡漾一般，散发层层涟漪。一条巨大无比的黑水神蛇出现，如同幽谷般的巨口，直接将一座山峰吞入腹中。如此变故，差点将两大女神吓了一跳。若非黑水神蛇身上有明显的信徒印记，两人都要出手绞杀了。这时，红衣女神终于看清黑水神蛇的全貌，顿时惊呼出声：死！头生双脚，水晶一般的鳞片，实力只有5阶，气息却如此强大。这莫非是神话级生物黑水神蛇？它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红衣女神惊呼出声，显然对黑水神蛇出现在此处极为震惊。监考老师张嫣有些不解，迟疑地问道：怎么，你认识这种生物，很厉害吗？他虽然和红衣女神不对付，却也深知红衣女神博学程度。这条奇异的黑水神蛇能够引起他的震惊，想来极为不凡。红衣女神苦笑着摇了摇头，也顾不得对方是自己的死对头，解释说道：它叫黑水神蛇，拥有神话级的品质，能够成长到神明层次。最关键的是，这种生物能自主开启神域通道，将资源送入神域之中。比如现在，你看着是他将资源吞入腹中，其实早已被他送入这小子神域中了。秦风的美女导师闻言，眼睛瞪得老大，有些不敢置信地说道：那这黑水神蛇未免太变态了些吧？红衣女神一脸羡慕地回道：是啊，也不知是哪位同僚能够获得这种神话生物，还真是羡慕。两人对视一眼，都流露出一股渴望之色。就在这时，空间再次如同水波一般荡漾开来，一道身形挺拔、容貌俊朗的身影从中走了出来。不是秦风，又是何人呢？两位导师好。秦风认出那名红衣女神乃是此次的监考老师之一，于是轻轻颔首，朝二人打了个招呼。咦，秦风，你这么快就收服那些蛇族生灵了？你可得小心些，如果让那些蛇族生灵在你的神域中造起反来，可是会对你的神域造成破坏的。监考老师张嫣颇为关心地问道。哈，小嫣嫣，你的运气真好，竟然能遇到这么优秀的学生，长得也挺帅，就是不知实力怎么样。这些导师来自帝都5大初级神学院，到这里的目的是为了给接受考验的学生打分，同时他们也将是这些神学生未来的老师。秦风虽然不一定报这位老师的学院，但说是他的学生也不算太过。红衣女神一边说着，一边走上前去，在秦风肩膀上拍了拍。她本意是想试探一下秦风的实力，却没想到一股剧烈的反震之力从秦风肩头传来。乖乖，你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怪物？明明只有下位神级，神躯却如此坚韧，真是不可思议。这种感觉已经不下于上位神级了。红衣女神心中震惊不已。秦风的监考老师张嫣也是一脸惊奇地看了过来。他清晰记得这个学生的档案上写着刚刚开辟神域成功，可如今的气息却比一些高年级的神学生还要稳固，仿佛成神许久了一般。此时的两位女神一时间都将黑水神蛇的主人是谁给抛诸脑后了，可见秦风给他们带来的震撼有多么强烈了。他们哪里知道，秦风刚刚获得上万神话级的狂信徒，再加上之前上千万的人类信徒以及3000颗神级的世界树，提供的信仰之力本就庞大，更何况还有100倍时间流速的影响，直接让庞大的信仰之力翻了100倍，其数目之多，想想都感到恐怖。而秦风在数目如此恐怖的信仰之力反哺下，早就让他的神躯进化到一种不可思议的地步了。这时，秦风轻笑一声，淡淡说道：呵呵，两位老师稍等，我只会一下信徒。这时，黑水神蛇张开巨口，将一条蜿蜒流淌数千里的长河吞入腹中。秦风没好气地下达命令，指挥着黑水神蛇放弃那些没有什么用处的山峰、溪流，专挑高达100丈的灵矿，连绵千里的原始丛林，波光粼粼、雾气氤氲的湖泊下口。在秦风的指挥下，黑水神蛇贪婪地吞噬着一切所见的资源，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狼藉。张嫣和红衣女神这才反应过来，异口同声问道：这黑水神蛇是你的？秦风感受到这两道充满火热的目光，不由打了个冷战。呵呵，运气，纯属运气，我是在之前的巨蛇一族中发现的，可能是基因突变、血脉进化什么的产物吧。两人不由摇头叹息，感叹说道：一个族群的确有可能诞生神话品质的生物，但1万分之一的概率，可谓是可遇而不可求。你这家伙的运气还真是好啊！两人怎么也不可能想象到，秦风的神域中还有超过上万条的黑水神蛇。这个消息要是泄露出去，不知能造成多大的风波。这个时候，星空位面中的神战也基本落入尾声。战斗部长成功拿下位面之蛇，并将之收入神域中，准备以后慢慢设伏。其余导师也各自散开，开始覆灭各颗星球上残余的伪神。只有秦风还在指挥着黑水神蛇，大肆掠夺这颗生命星球上的资源。黑水神蛇巨口一张，一座大山直接被吞入腹中。再次出现时，便已坐落在巨蛇星的某处，包括河流、湖泊、沼泽、矿脉等资源，全部被掠夺进入秦风的神域，成为黑水沼泽中的一处处点缀。
这黑水沼泽如今已经成了黑水神蛇一族的领地，装点黑水神蛇的新家园，倒也算是物尽其用了。这场战斗持续了数天之久，原始位面中的所有生灵，要么被剿灭，要么被收服，没有任何例外。所有预备神学院学生中，收获最大的当然是秦风了。哪怕只是明面上，他一人就足足搜刮了3颗生命星球的资源，其中1颗是他一开始被分配到的，剩下2颗生命星球则是美女导师张嫣以及红衣女神的。黑水沼泽和世界树森林几乎被各类资源给填满，人类城池中的仓库此时更是爆满。不过秦风的神域实在太大了，虽然获得海量资源，但依旧难以填补那些空缺的地方，也无法供应大规模的信徒繁衍，还需要从外界掠夺各种资源，包括山川、河流、湖泊、矿产、植物、动物等。秦风恨不得这样的考核能多来几次，这样就能尽快填补神域的空白了。只可惜这处原始的位面已经被考生团队搬空了，而这场考核，秦风获得所有监考老师的一致认可，斩获了前所未有的满分成绩。他完全可以进入任何一座神学院学习，其中就包括帝都的5大初级神学院，这让一众学生羡慕不已。在得知秦风拿到第1名的好成绩时，紫灵神王非常开心，直接就奖励了这位师弟一座独立的房产。要知道，福家神王域虽然很大，但这里也寸土寸金，能够获得独立房产的，至少也得到主神级层次才行。像秦风这样刚刚进入神灵层次就能获得独立房产的存在，几乎是凤毛麟角。而从此之后，秦风在福家神王域就算有了独立的住所了。这是一座悬浮在空中的独立院落，通体以精品玉石雕琢而成，院中还栽种有各种奇花异草，很是美观。而房屋中的每颗柱子上则挂着一盏盏神灯，里面的灯油是用一些神兽脂肪、灵植药物、珍稀玉髓提炼的，点燃之后不仅显得美轮美奂，更能让普通人修炼1日千里，就连半神级的修炼也能受到这种神灯的加速增幅。当然，这对如今的秦风来说已经起不到丝毫作用的了。就在这时，院外的警报响起，提醒秦风有人靠近。他抬手一挥，释放出一道水镜术，却见水镜术中的赫然是之前的监考老师张嫣。秦风眉头一挑，有些意外，这位在帝都都出了名的冰山女神，为何会主动来到他的院落？这要是传出去，不知会让多少人跌碎眼镜，浮想联翩。他摇了摇头，没有再胡思乱想下去，关闭院落防御阵法，将张嫣放了进来。两人寒暄客气一番后，秦风主动将话题拉入正轨中。张老师，不知你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张嫣轻笑一声问道。秦风，你现在已经从预备神学院毕业了，不知接下来你打算进入哪个神学院学习？秦风一愣，他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不由问道。我对帝都的情况不太了解，不知老师有什么好的去处吗？张嫣道。帝都一共有5座初级神学院。他挥手释放出一道神影术，5座迷你建筑出现在秦风的面前。随着张嫣的手指滑动，其中一座风格清雅的建筑群被放大，建筑的上方是一道道或长相绝美，或身材曼妙，或英姿飒爽的女神虚影。洛家神学院专注辅助神术，学院以女性学员居多，在福家神域很受欢迎，但战斗力弱是他们的短板。秦风微微摇头，并没有加入这座学院的想法。张嫣见状，手指再次移动，一座风格粗犷的建筑群被放大。塔亚学院距离咱们预备神学院最近，他们在防御神术上造诣颇高，战斗部长就是从那里毕业的。看着建筑群上方一个个全能丽人，臂能跑马，虎背熊腰的粗糙大汉，秦风不禁打了个冷战，连连摇头，拒绝之意跃然脸上。张嫣捂嘴轻笑，手指再次一划，一座以绿为主体颜色的建筑放大。天幕神学院擅长养殖畜牧、锻造装备、炼制药剂等后勤向神术，这里出来的学生供应了福家神域90%的资源消耗，算是所有神明中最富有的存在。天幕神学院，秦风早有耳闻，或者换句话说，整个福家神王域就没有人不熟悉这个学院的。从这里走出来的神明，要么擅长培育高阶信徒，要么擅长种植灵药魔植，要么擅长锻造装备。他们不仅是福家神域中最富有的存在，也拥有守护财富的强大实力。他们自身或许战斗力不强，但那一尊尊高阶信徒绝对能让人头痛欲裂。除此之外，还有花样百出的药剂，精良多样的装备，源源不绝的后勤供给。这一次，秦风没有急着表态。张嫣见状，手指再次一划，一座塔形的建筑群放大。建筑群上方，一名名或头戴兜帽、气息阴冷，或手持水晶球、塔罗牌等道具的身影。术士学院，一群神秘测神灵的聚集地，他们行踪诡秘，神神叨叨的，擅长培养刺客、占卜、炼金像的神灵。从这个学院毕业的神明很少在外界露面，但每一次出现都会伴随腥风血雨，在神灵界中，们最让人讨厌，也最让人忌惮。说到这里，张嫣一顿，颇有些小心翼翼地说道：“这些学院各有优劣，但老师还是希望你能够加入战争学院。这个学院擅长各种战争神术，战斗力是5大学院中最为强劲的存在。像你这样的天才学生，加入战争学院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只有战争才能让你们获得足够的资源成长。”之前的4座迷你建筑全部消失，一座暗红色调的建筑群被放大。建筑群上方出现一道道身影，有的身穿铠甲，有的一袭法袍，还有的一副书生模样。或许是存了一丝私心，在张嫣的神影术中，画面里的人影不再是静止的。将军打扮的人影高举长剑，一道红光笼罩在身后信徒大军身上。刹那间，这些信徒大军的战斗力狂飙不止，至少增幅了3倍有余。书生打扮的人影手挥折扇，顿时陨石乱坠，地涌烈焰，场面壮观不已。而法袍身影同样不容小觑，只一挥手中法杖，便有无数信徒大军凭空出现。这些信徒大军，有的降落在正面战场，直接冲锋撕裂敌阵；有的降落在敌方后阵，骚扰、偷袭，穿插奔驰，将敌人搞得阵脚大乱。
更为夸张的，还是一支出现在敌方中央的精锐小队，竟然直接发动斩首战术，击杀敌军手里破坏指挥系统。看得出，这些战争神术每一项都非常强大，意义非凡。秦风靠在神座上，指尖在扶手上轻轻敲击着，一言不发，面无表情，完全看不清心中在想些什么。张嫣见状，顿时有些急了，他连忙说道：“当然，老师邀请你加入战争学院，对你也不是没有好处。首先，我们战争学院的院长和斯图特尔神皇是师兄弟，两人相交莫逆。你如果加入战争学院，一定能够获得他的优待，各种资源不会缺少，还能学习很多竞技神术。要知道，这些竞技神术早已被封存，没有一定权限的人根本接触不到。而且，战争学院和其他几座神学院不同，这里的环境更加宽松，对学生也很少有强制要求。我知道你的神域拥有5倍时间流速的加成，如果你需要借助神域时间流速来修炼，加入战争学院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其他学院的神学生要想毕业，必须要一定学分，而这些学分和课程数量挂钩，你要是不去学院上课，可是会被扣学分的。但如果去上课，你又会耽误自己的时间，毕竟学校的课堂可没有时间流速差距。”秦风微微点头，有些理解这位冰山美人一般的导师的想法，但他还是有些犹豫，因为他对神秘侧的术士学院以及后勤侧的神木学院同样感兴趣。这两个学院会教授很多稀奇古怪的能力，如果用来配合365颗功能不同的星辰，相比会迸发很大的作用。张嫣见秦风犹豫，于是再次抛出一个重磅炸弹：“秦风，只要你愿意加入战争学院，就能免费学习到空间之门这个战争神术。另外，我个人再送你一件下品神器，虽然品质不高，但也能抵挡3次中位神的攻击，就当报答导师当初的知遇之恩了。”下品神器，秦风并没有放在心上，以他如今的身家，完全看不上这个层次的神器。更何况，他虽然只是一名下位神，但真实的战斗力甚至已经达到主神层次，能够防御3次中位神攻击的下品神器，要来何用？反倒是能够免费学习空间之门，让秦风眼前一亮。空间之门便是之前神隐术中凭空调动信徒大军的那个能力，这个级别的神术，不管在那个学院中都是压箱底的绝技，一般学员哪怕直到毕业也不一定有机会学习。可如今他只要加入战争学院，立马就能学习，还不用学院贡献点，真是人比人气死人。不过秦风虽然心动，但也没有立即答应下来，还是找到了紫灵神王寻求他的意见。毕竟紫灵神王再怎么说也是秦风的师姐，平时也没少照顾他。如今老师不在，选择学院这种大事还是应该告知紫灵神王的。很快，紫灵神王就回复了秦风的消息，让他自主选择，不必有其他考虑。当然，秦风也从紫灵神王口中得到验证，那就是战争学院的院长的确和自家老师是师兄弟，关系非常密切。得到了想要的消息后，秦风不再犹豫，点头道：“好，就这么说定了。”如此，秦风初级神学院的路也就彻底的定了下来。他选择了战争学院作为神灵阶段的过渡。不要以为初级神学院中学生就是蹲在学校埋头死读，学习一些理论知识和在训练场上训练神术，这些固然是关键的学业考核标准，但学院也会安排大量的战争任务和实践机会。比如之前开发土著位面的战争，在初级神学院中就会经常发生，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土著位面，没有太大危险。这样的战斗机会既能增加神学生的实战经验，也能让他们获得额外的资源，从而壮大神域和自己的实力。这也是秦风选择战争学院的主要原因之一。秦风现在最缺的不是那些稀奇古怪的能力，而是快速成长的时间和机会。毕竟神域世界的麻烦还没有了结，他迟早得回去和天外魔族做过一场，快速提升实力才是最好的选择。送走张嫣后，秦风直接返回卧室，盘坐到床上，取出之前获得的信仰之力。经过几日的积累，秦风已经拥有上亿的信仰之力。毕竟上千万的人类信徒，3000世界树，近万黑水神蛇所能提供的信仰之力是非常磅礴的，再加上100倍的时间流速，那他每日能获得的信仰之力堪称恐怖。秦风深吸一口气，闭上了双眼，开始吸收这些信仰之力。10万、100万、100万灵。随着时间的推移，秦风吸收神力的速度越来越快，而他的神格也在这个过程中迅速变化，由一颗漆黑的晶石变得五彩斑斓，晶莹剔透。冥冥之中，秦风有一种感觉，他可以将一项能力铭刻进神格中，让普通的技能进化成一项强大的神术。他在神域世界学习的那些强力技能，像什么时间掌控者、未来之势、造星之术、灭神之光，都先后被秦风转化为神术。这些禁咒魔法本就非常强大，再配合神灵的力量，威力动辄毁天灭地。比如灭神之光，如今已经不需要消耗经验值就能秒杀神灵了，需要秦风以自身实力为代价才能击杀的敌人，至少也得是主神巅峰层次才行。当然，能够被转化为神术，也只是一些高阶技能才有的待遇。一些等级较低的技能，像什么烈焰天冲、冰晶之雨、雷霆万钧等，都被秦风给遗弃了。这些技能的威力太低，就算转化为神术之后，也没有太强的作用。更关键的理由，是因为秦风马上就能加入战争学院，学习真正的神术了。另外，秦风也发现神域规模太过庞大的弊端了，那就是实力提升时所需要消耗的信仰之力变多了。对于普通神明来说，几十万信仰之力就能提升一个小层次，可秦风的神域规模足足是普通神明的数百倍，堪比一些主神级强者，其所需的信仰之力自然更多。当上千万信仰之力消耗一空时，秦风才长长吐出一口气，缓缓睁开了双眸。在这刹那间，他的双眸中似乎有熊熊烈火燃烧，又似乎有雷霆万钧闪现，整个房间的光线都变得明灭不定起来，狂风呼啸，烈烈作响。不仅如此，秦风脑后的神轮直接完成了由虚向实的转变，仿若煌煌大日，又似皎皎明月，
时刻散发五彩豪光，神异无比。呼，二阶下位神，成了！不知我现在的实力和学院导师相比如何？神明9阶分上中下3个层次，其中1至3为下位，4至6为中位，7至9为上位。初级神学院的导师大多都是主神级的强者，如果是帝都5大初级神学院的导师，那实力更是能达到主神巅峰层次，甚至有不少都是半步神王境，实力颇为不弱。比如之前的张嫣、红衣女神等。而那位带队的被称为战斗部长的监考老师，实力更是达到神王层次。秦风虽然只是一名2阶下位神，但他的神域规模已经不下于一些主神巅峰的强者了，又拥有世界树和黑水神蛇这样的神话级信徒，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底牌，对上主神级的神学院导师，应该能立于不败之地，战而胜之也不是不可能。完成突破之后，秦风再次进入神域之中。此时的神域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只有20万公里的神域，随着他的突破再次扩大规模。秦风突破还没过去多久，就已经扩张到43万公里的程度，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位面的扩张还在持续之中。秦风浩然神威出现在神域之中，顿时引发3大信徒种族的注意。万能的神灵啊，是您的伟力赐予了我们新生，您的光辉洒满人间。仁慈的神灵啊，您赐予了我们希望，让我们看清了前路。愿您的神力永恒不朽，愿您的光辉万古不坠。不管是世界树，还是黑水神蛇，又或者是早先的1000万人类信徒，此时都在尽情地歌颂秦风的伟岸，声音中满是虔诚与狂热。一缕缕信仰之力从信徒的身上飞出，被秦风收集了起来。不过这次他并没有选择将之储存起来，而是直接燃烧信仰之力，加速神域的扩张。无以计数的信仰之力燃烧，使得本已停止扩张的神域再次进入加速之中。神域金币不断扩大，大片大片的土地从灰雾之中诞生。当所有信仰之力燃烧殆尽后，神域金币也终于稳定下来。秦风的神域达到了恐怖的50万平方公里的规模，相较之前直接翻了1倍半。别说是神灵层次的人了，绝大多数诸神级的强者也不可能拥有这种规模的神域。最后，秦风才拿过紫灵神王送来的主神器神圣之甲，这是他考入5大初级神学院的奖励，据说能扛住主神层次的所有攻击，甚至神王级强者出手也无法瞬间突破神圣之甲的防御，端可谓是一件保命神器。据说是当初紫灵神王晋升主神时，老师斯图特神皇赠送的礼物，但现在紫灵神王将它转赠给了只是神灵层次的秦风。从这里也能看出紫灵神王对秦风这个师弟有多么爱护和关照了。看着这件神器，秦风其实是非常满意的。神器对一名神明来说是非常有用的，不管是防御性还是攻击性，亦或者是辅助性的神器，都能大幅度提升神明的实力。秦风虽然拥有主神级的实力，但这里的实力指的是攻击力，其他方面其实还是有所欠缺的。神圣之甲的出现就能够极大的弥补秦风的防御力缺失。神器的品质与神灵相对应，分为普通神器、主神器、神王器等，每一个等级又分为上、中、下3品。主神器那可是只有一些老牌主神才有资格拥有的宝贝。别的不说，只这预备神学院中就不可能存在一件主神器。又或者说，如果那些导师拥有主神器，也不至于跑到神学院当老师，拿那点微薄的薪水了。随便去开拓几座异位面，收入不是杠杠的吗？心中涌现无穷暖意的秦风开始研究起这件主神器的功能。神圣之甲，品阶主神器。1. 神圣之甲每日可免疫1次神王级攻击，10次主神级击。2. 神圣之甲能遮掩自身信息，不受任何占卜、测算、侦测、预言神术法神的影响。虽然只是一件主神器，但最高却能免疫神王系的攻击。每日虽然只有1次机会，但也能在关键时刻救人一命了。至于主神级的攻击，更是能被免疫10次。但真正让秦风感到惊喜的，还是神圣之甲能够遮掩自身信息的功能。秦风拥有天命金瞳，能够看穿敌人的属性和弱点，这个能力帮助他在战斗中取得极大的优势。而未来之势这个技能，更是让秦风拥有先知先觉、提前看破一切的能力。秦风在享受着这2个技能为自己带来的恐怖提升时，也在小心防备敌人用类似的能力窥视自己的秘密。在福家神王域当中，预言、占卜、测算、洞察等奇异传承不在少数。秦风生怕什么时候遇到拥有类似技能的敌人，从而看穿他神域的秘密。无论是100倍时间流速，又或者是堪比主神巅峰的神域规模，一旦消息泄露，都能给他带来无穷麻烦。而这一件装备恰好能为秦风解决大部分问题。至少主神级的对手是无法用占卜、测算、侦测、预言的能力窥视秦风的秘密了。如果让外面那些老牌神明得知神圣之甲的存在，非得疯了不可。秦风也在第一时间将神圣之甲装备在身上。这玩意不愧是下品主神器，能够自动隐藏乃至变化形状，只要他不注入神力催动，外人根本无法发现这件主神器的存在。有了它，秦风总算有了一件保命的神器，还能够屏蔽一些不怀好意的目光，来得真是及时。虽然以他现在的实力，别说是同阶之中，就算高1级的主神强者是，也别想对他造成威胁。但底牌这种东西，当然是越多越好了。3天后，秦风休整完毕，直接离开预备神学院，前往战争学院报道。迎接他的是一名身穿白袍、长相极美的金发女神，也是秦风未来的导师。欢迎秦风同学加入战争学院。新导师很是热情，拉着秦风介绍起战争学院来。别看他表面很年轻，但至少也是一名活了上千年的老牌主神强者。新导师告诉秦风，空间之门需要正式入学后才能传授。对此，秦风早有心理准备，此时倒也不急。寒暄一阵后，导师叫来一名长相极美的女神。妍妍，这是新来的学弟，你先带他熟悉下学校环境。这个世界的女性
就没有一个不漂亮的，不管是实力还是容貌，都是活脱脱的女神。比如眼前的这位，肤若凝脂，手若柔夷，长腿细腰，林岩的声音如同清泉流响一般婉转动听。学弟，我们战争学院分为4个区域，东边那连绵不绝的宫殿群就是你们的宿舍了，你可以申请单独的宫殿，也可以邀请他人同住。北边高耸入云的6角塔式图书楼，里面藏着我们战争学院的珍贵典籍，不过越往上的区域需要的权限也越高。南边的那片广场是同学们用来相互交流的，里面布置了各种阵法，能够稳定空间，削弱神力的破坏，最高能够承受主神的攻击。这里就是学院的教学区域了，新生报到还有2天结束，你们正式上课是3天后，到时候学院会通过神明令牌给你们发送课表等相关信息。两人并肩同行，俊男靓女，宛若一对璧人，不知引来多少行人的瞩目。每走过一个处，林岩就会细心地向秦风介绍起来，时间也在这个过程中一点一滴的流逝。到了后来，两人已经不局限于熟悉校园了，而是天南海北的聊了起来，说说修炼中的趣事，讲述一下娱乐八卦。虽然见面不过1天，两人却像是已经认识许久一般。学弟，前面就是你的宿舍了，你赶紧去休息吧。对了，你要努力修炼哦，我可是马上就能进阶2星下位神了呢，到时候要是被我甩太远了，那就太丢人了，嘻嘻。看着蹦蹦跳跳离去的林岩，秦风有些哭笑不得。这个妮子一开始还很拘束，活脱脱一副大家闺秀的样子，可熟悉起来后却是鬼灵精怪的，非常活泼。只不过他并不知道秦风已经成功进阶中位神层次，更是拥有一件下品主神器傍身，以及世界树和黑水神蛇2大神话级信徒。说起来，秦风还得感谢自家那位好师姐，如果不是她，自己也无法获得这样的宝物了。神圣之甲不仅有着恐怖的防御力，还能屏蔽他人的侦测、洞察、占卜等能力。因此，当秦风报道时，连上位神级的导师都没有察觉他的实力。Oh my god！ 昨天晚上的直播你们看了没有？洛家学院的苏苏女神好强啊！呵呵，人家2只史诗吉利天使在手，再加上一系列辅助神术，5大学院怕是没几个对手。话也不能这么说，天幕神学院的李红女神也挺强的，竟然培养出一头变异的传说巨龙，那战斗力也是溜得飞起。天使和巨龙也不知哪个更强，要是能打一架就好了。嘿嘿，我赌苏苏女神赢，天使战斗又 A 又飒。其实不然，人家李红女神有个好爹，背靠天幕神学院后勤系，要资源有资源，要人脉有人脉，一定能将传说巨龙培养得更加强大。No No No， 明明是我家苏苏女神更厉害。秦风刚刚走入宿舍区，就见自己宫殿外面的大树下正有3人在聊天，并且几人在为争执谁家女神更强而吵得面红耳赤。秦风一出现，其中一名胖子眼前一亮，直接跑了过来，伸出肥腻腻的胖手就要拉秦风的胳膊，被秦风瞪了一眼后，才有些尴尬的笑了一下，解释说道：“兄弟，你来给我们评评理，到底是谁更厉害？神灵世界中，哪怕是一名还未成神的普通人，也能凭着自己的心意改造身体，成为一名俊男靓女。”看着眼前的胖子，秦风不得不感叹，大千世界真是无奇不有，竟然有人喜欢这副模样，审美够真是清奇的。另外2人，一个瘦高如同竹竿一样，另一个文质彬彬，但眼中时而闪过的金光告诉秦风，这个人颇为不凡。此时2人也反应过来，相继招呼道：“不错，兄弟，你来评评理，到底是哪位女神更厉害？”他们口中的苏苏女神和李红女神，前者是洛家学院的种子选手，擅长治疗神术，一挥手就是神光灿烂，能够将数以万计的信徒大军恢复到巅峰状态。虽然只是下位神级，却受到很多中位神团队的青睐。很多人放言，不管这位苏苏女神加入哪个队伍，那这个队伍在攻略原始位面时难度就会降低1半。可见她的治疗能力到底有多么强悍，真不愧是以辅助神术见长的洛家学院尖子生。后者出自天幕学院，其父执掌学院后勤系，可谓是才雄师大，仅凭借家世就能够碾压绝大多数同龄人。可偏偏这位李红女神又拥有极高的培育天赋，竟然将一头只有些许巨龙血脉的普通蜥蜴培养成一头拥有传说级品质的变异巨龙，天赋才情不可谓不高。秦风被3人围着，不由有些无语的摇头。一头传说巨龙就值得这么追捧，那他神域中上万的神话生物又该怎么说？治疗神术虽然厉害，能比得上他即将学到的空间之门？不过这样的话他是不会说出来的。3位怎么会在此处？莫非也是战争神学院的新生？他没有回答3人的问题，更没有对2名女神做任何评比，因为他知道一旦加入3人的争论，那就非得分出个输赢不可。但这样的事情又怎么能决出一个高低上下呢？最好的方法那就是转移话题，掌握节奏。果然，一脸憨厚相的胖子首先回答道：“是啊，我叫王胖子，是本届新生，暂时住在东边的那座宫殿。”另外2人也先后介绍起来：“我叫竹叶青，住在北边的那座宫殿。”瘦子说道：“我叫舒天明，住在西边的宫殿中，不知兄弟如何称呼？”最后是文质彬彬的青年的介绍。秦风听完点了点头，轻笑一声说道：“我叫秦风，就住前面这座宫殿，以后大家就是同学了，有啥实际的招呼别客气。”又寒暄了一阵后，几人相互留下了神明令牌的号码，各自返回了宿舍。至于苏苏女神和李红女神谁更强，呵呵，早就被秦风给忽悠忘了。很快，战争学院的新生入学结束，进入正式上课的阶段。一座宏伟的大殿中，30余名新神围绕讲台，盘坐于虚空，静待导师开讲。当当当，学院高塔上的神器大钟连敲3声，示意上课时间到。
这个大钟在战争学院有传达信息的作用，连敲3声是上课，6声是教场集合，9声是有外敌入侵。神都有神命令牌，可以用来交流、通讯、信息传达。可战争学院偏偏设置了这么一座远古时代的大钟，也算是福家神域一大特色了。钟声刚刚落下，讲台旁的空间如同水面一样，一圈涟漪荡漾而开，一条修长笔直的大腿从涟漪之中伸了出来，肤若凝脂，又如无瑕白玉。看得这群只有17、8岁的年轻星神一阵风心摇神驰。一名金色长发、面容绝美、身材仿若魔鬼的女人走上讲台，她环视四周一圈，最后在秦风的身上停留了一瞬，然后阴唇轻启，声音如同清泉流响一般，缓缓从口中吐出：“各位同学，我是9星主神甘雨桐，今后将由我来负责，向你们传授战争神术以及相关的神明知识。”一众年轻星神闻言不由哗然，心中震惊不已。他们所在的预备神学院中，实力最强的校长也不过是2星主神罢了，所有负责教学的导师更只是巅峰神灵。可这战争学院中的一名普通教学导师，竟然是9阶上位神，简直骇人听闻。那传说中的学院院长又该是什么级别的存在？众人摇头，直呼不敢想，不敢想。我们学院的战争神术以5大基础神术为底蕴发展而来，是福家神王年轻时开创的，作用极其强大。众人再次惊呼，眼中异彩连连，心中的不以为意一消而空。福家神王是谁？这里的人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更不知有多少年轻神灵都以这位福家神王为偶像。要知道，他们所处的这座福家神域，就是福家神王所创造的。这样一位伟大存在开创的神术，哪怕只是基础，也足以让他们正宠以待了。5大基础神术分为运养术、神体术、治疗术、增幅术、特殊神术。其中，运养术主要是培养信徒的手段，可以用来提升信徒的天赋神通，提高信徒的技能等级，帮助信徒提升实力或者强化信徒的属性。治疗术可以用来恢复信徒生命值，驱散其身上的负面状态，甚至直接复活死亡的信徒。增幅术主要应用于实战之中，可以短暂提升信徒实力，为其增加攻击、防御等效果。而神体术主要是用于你们自己身上，它通过吸纳信仰之力，铸造出一具无比强大的身体。最后的特殊神术是指一些其他系神术的统称，比如我所擅长的空间之门就是一项特殊神术。这个时候，几乎每一名星神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甘雨桐的讲课，而秦风在听闻空间之门的时候，也不由眼前一亮。他之所以加入战争学院，就是因为之前的监考老师张嫣承诺过会将这门神术传授给他。或许是心有灵犀，讲课的甘雨桐在提到空间之门的时候，特意地看向秦风所在，两人眼神碰撞在一起，相视一笑。不过大多数星神都在聚精会神地听讲，并没有注意到这一幕。接下来，老师将传授你们的是血术，就属于5大基础神术中增幅术。这一门是血术，主要是在临战时提升信徒的攻击力。是血术相关的内容很多，甘雨桐花了大量的时间才将所有关键点一一讲述清楚。秦风听得也很认真，几乎将他的每一句话都牢牢记在了心中。与此同时，秦风也发现一个技巧，那就是燃烧信仰之力，可以加速他对是血术的理解和学习。这一门神术可以让信徒的血液沸腾，以此获得实力上的增加，还不会有任何不良效果。注入的信仰之力越多，信徒的实力提升幅度越大。想到这里，秦风迫不及待地将意识沉入神域之中。浩瀚神威已出现，不管是世界树还是黑水神蛇，都在恭迎神明的降临。伟大、仁慈、万能的神灵，远离的光辉永存，愿您的神力无穷。您赐予了我们生存的希望，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您是我们的始祖，您是我们的信仰，您是至高无上的存在。黑水神蛇和世界树祈祷着，声音激昂而狂热，神圣庄严的气息升起。秦风微微点头，没有说话，只是一挥手，一道红光落下，笼罩向下方的信徒。红光一接触到信徒之时，就直接消失在他们体内，泛起一阵奇异的波动。刹那间，黑水神蛇双眼变得血红，呼吸粗重，如同打鼓一般，鼻端还喷出一道道白烟，整个身形膨胀起来，散发出一股股蛮荒恐怖的气息，仿佛远古巨兽一般。好！一条黑水神蛇不受控制，身体挣扎扭动起来，巨大的蛇躯一横，直接将一座高山撞塌，长长的蛇尾一甩，竟在地上编出一条长沟，地下水流涌出，直接形成了一条崭新的河流。看到这一情景，秦风满意无比。今日吾将这门神术传授尔等。说完之后，他的意念一动，直接将嗜血术铭刻在每一条黑水神蛇脑海中。从此往后，这些黑水神蛇就能够自主修炼嗜血术，以获得更强大战斗力，而不用每次都需要秦风亲自释放，浪费战时宝贵的时间和信仰之力。这也是为什么甘雨桐会将这门神术放在第一位讲述的原因，就是因为是血术可以让信徒修炼，让他们实力变强，以为神明提供更强助力。伟大的我神，感谢您的赐予，吾等将永远臣服在您的神威之下，赴汤蹈火，万劫不避。感激我神，您的磅礴伟力让吾等臣服，愿您的神秘永恒不朽，愿您的光辉万古不坠。仁慈的神灵啊，我们将永远侍奉于您的麾下，守护您的神火永不熄灭，助力您的神域巍峨庞大。神圣庄严的气息在神域之中涌动，堪称海量的信仰朝着秦风聚集。大量的黑水神蛇信仰层次快速升高，对秦风的信仰变得虔诚。竟然有超过300条黑水神蛇，信仰层次从狂信徒直接升到圣徒，提供的信仰之力变得更多，也更加纯净。唯一让秦风感到可惜的是嗜血术竟然对世界树不起作用。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反正战争学院中类似的神术还有很多，总有能够对世界树起作用的神术。
甘雨桐的讲课依旧在继续，一种心神听得如痴如醉。除了嗜血术之外，还有驱散术、愈合术、护甲术、利刃术等。驱散术可以用来驱散信徒身上的负面效果，比如流血、冰冻、中毒、虚弱等。愈合术可以在信徒受伤之后用来愈合信徒的伤口。护甲术可以提高信徒的防御，甚至免疫一定量的伤害。利刃术可以提高信徒武器的攻击力。不同于嗜血术可以传授给信徒修炼，这些神术都需要神明自己释放，而且每一次释放都需要消耗一定量的信仰之力。比如利刃术，消耗的信仰之力越多，效果也就越明显。每次释放最低需要消耗1缕信仰之力，可以提升10%的额外伤害。如果消耗的信仰之力翻倍，提升的额外伤害翻倍不说，还能撕裂敌方的护甲，再次提高信仰之力消耗，额外伤害和破甲效果翻倍，还能附加撕裂、流血等负面效果。撕裂效果将会使得目标的伤口难以愈合，流血效果如果不及时处理，会让目标流血致死。其他的几项神术，比如护甲术，最低只需要1/10缕信仰之力就能释放，能够提升信徒10%的防御力。随着信仰之力消耗的增多，防御力增幅提高之外，还能附加坚韧不屈、魔法抗性、荆棘之甲等效果。坚韧不屈可以让信徒面临强大敌人时，依旧保持斗志昂扬，不会恐惧，不会害怕。魔法抗性能够直接免疫一定数量的魔法伤害，效果也非常厉害。最为关键的还是荆棘之甲这个特殊效果，它能够将敌人的一定攻击反弹回去，算是让敌人杀敌1000自损800的招数。这时候，这些新神越发入迷，几乎是全身心投入神术的学习之中。他们一开始对基础神术并不上心，然后听到福家神王所开创的，所以才震中以待。但学到现在，他们发现这些神术虽然都是基础，可每一项神术都有不可思议的作用，能够大幅提升信徒的战力，乃至提升自身的战力。只不过这些神术太过晦涩难懂，学习非常艰难。他们也基本掌握了消耗信仰之力就能加速神术学习的窍门，比如一门利刃术，只需要消耗100缕信仰之力就能够迅速学会；还有护甲术、愈合术、驱散术等，消耗一定量的信仰之力，很快就能够学会。这些新晋之神可没有秦风这么财大气粗，拥有上万的神话级信徒，而且信仰层次最低的也都是狂信徒级别，能够提供的信仰之力最多也最纯净。绝大多数新神也就拥有1-2000普通信徒，信仰层次也不太高，每天最多能够凝聚3-5缕信仰之力，提升实力都不够用呢。谁舍得用来学习这些神术？还是老老实实埋头苦学吧。因此，虽然导师甘雨桐已经教了很多神术，但这些新神最多也就学会1-2门而已。幸好成神后，只要听过一遍的内容，他们就不会忘记，要不然这些新神可有苦头吃了。至于秦风，他有氪金大法开路，几乎甘雨桐每讲一门神术，他就能迅速将之掌握。神灵生命永恒，很少有谁会注意时间的流逝。控水术同时具备攻击、防御、治疗3重功能，和嗜血术法一样，都能传授给信徒修炼。但这一门神术太过晦涩难懂，一般信徒很难学会，除非你们的信徒拥有极高的水系天赋，否则不要去尝试。好了，第一堂神术授课到此结束，希望你们好好修炼，不要辜负老师的期望。接下来，老师将请几位同学上来演示一下你们所学会的神术。也不知过了多久，导师甘雨薇停止了讲课，一众新神如蒙大赦，纷纷长出一口气，神情松弛下来。这些神术实在太过晦涩难懂了，别说学会掌握了，他们光记录这些信息就一阵头昏脑胀。但听闻要请几位同学上去演示，众人不由再次紧张起来。Oh my god！ 才刚刚讲完课，就立刻要去演示神术，这谁能完成啊？就是，我只来得及记录老师讲的内容，根本没时间去揣摩掌握，这让我拿什么去演示？别叫我，千万别叫我，我可不想上去丢人现眼。是啊，能够在课堂上就将神术学会的，那简直就是变态一般的存在，哪怕只学会了一门也很了不起了。就在这时，甘雨桐环视四周一眼，首先将目光停留在秦风身上。这位同学，就由你上来为大家演示一下之前学习的神术吧。见导师没有点到自己，众人不禁齐齐松了一口气，心中暗叹侥幸，同时也幸灾乐祸起来，坐在一旁准备看秦风的笑话。但就在众人以为能够吃瓜看戏的时候，甘雨桐仿若白玉一般的纤纤细指又在课堂上转了起来，众人的心不由悬了起来，生怕点到自己一般。但最终，甘雨桐指向一名身穿华丽长袍的青年：“江一同学，你来做秦风的对手，看看你们两人学习到的神术，谁要厉害一些？”等看清被点名之人，一位新神顿时惊呼一声：“天哪！我之前怎么没有发现这个怪物也在这里？”旁边一人不由问道：“怎么，你认识这个家伙吗？”发出惊呼的那名神灵不由懊恼地说道：“他叫江毅，和我是同一所预备神学院毕业的。你知道这个怪物有多变态吗？10岁就已经修炼到半神巅峰，前段时间更是开辟出9方位面的神域，规模堪比中位神了。更为夸张的还是他拥有史诗级信徒，每天可获得的信仰之力几乎是我们的10倍。”听完这名神灵的陈述，周围众人不禁哗然，看下秦风的眼神之中也充满了怜悯之色。能够在10岁修炼到半神巅峰，说明领悟速度和天赋能力很强。而普通神明开辟的神域，一般在1至3方之间，能够达到4至6方就能称之为天才。可是江毅既然开辟出9方位面的神域，简直就是一个怪物。更别提他还拥有史诗级的信徒，能够提供大量信仰之力，加速神术的学习了。试问这样的一个妖孽，谁能战而胜之？几乎所有的新神都认为秦风必败无疑。这个时候，这些新神已经开始猜测江毅学会几门神术了。只见讲台上的甘雨桐一挥手，直接在教室中构建出一座空间擂台。
擂台由空间法则构成，其中的面积广袤无边，足够两人尽情战斗，而不会让战斗余波影响到其他人。只见江毅掐动手诀，打开一条神域通道，一声惊天怒吼传出。哦！一头浑身燃烧着火焰，比一座宫殿还要庞大身影从神域通道中飞了出来。Oh my god！ 竟然是火焰狮子，真是太疯狂了！天哪！之前说这江毅拥有史诗级信徒，我还有些不信，可现在却由不得我不信了。唉，我要是拥有一头火焰狮子，那该多好啊！你们看，这头火焰狮子明显是灌注过信仰之力的，实力已经达到2阶了。是啊，还真是土豪，现在就有多余的信仰之力用来培养信徒了。可我们连提升自己实力的都没有。只见江毅立于虚空中，双手抱在胸前，一脸漠然地看着秦风。召唤出你的信徒吧，如果让我先动手，你就没有机会了。态度之傲慢，言语之不屑，神情之冷酷，几乎溢于言表。对此，秦风哑然失笑，没有接话，只是淡淡的摇了摇头，同时意念一动，将命令传达到神域中，让一条5阶黑水神蛇出战。一般来说，下位神灵拥有的信徒实力在1至3阶之间，中位神灵拥有的信徒实力在4至6阶之间，而上位神灵拥有的信徒实力在7至9阶之间。这些信徒还可通过灌注信仰之力提升实力，只不过信仰之力非常珍贵，普通神明用来提升自己实力都还不够，哪会舍得用来培养信徒？被秦风召唤出来的这条黑水神蛇是他的第1只圣徒。在讨伐原始位面时，为了快速收集资源，秦风还大量灌注信仰之力，将他的实力提升到5阶。如今一出现，顿时震撼全场。大如山岳，体如长河的黑水神蛇盘踞在虚空中，一股睥睨天下的气势油然而生，让所有观看比试的心神震撼莫名。天哪！这条大蛇好恐怖啊！那位同学叫什么来着？秦风，对，就叫秦风，待会一定要和他好好认识一下。看这气息，品质绝对在火焰狮子之上，少说也是传说级的。我看也差不多，但最为重要的还是这条大蛇的境界已经达到5阶了。什么？5阶的信徒，这得消耗多少信仰之力啊？这才是真土豪。作为同学的我，陷入无比膜拜之中。在场外围观的神明都如此震惊。那处于秦风对面的江毅，此时直接懵逼了。别说他的信徒火焰狮子了，就连他这个神明，在黑水神蛇面前都有一股如临大敌的感觉。江毅在心中狂吼连连，满是不敢置信。神话级，这他妈绝对是神话级信徒。Oh my god！ 一名新神竟然拥有能够成长到神灵级别的信徒，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江毅深吸了一口气，强行稳定心神，冷声说道：秦风同学，你这信徒很厉害吗？不过不要忘了，我们比拼的是神术，不是信徒。现在就让你见识见识我在之前学会的3门神术吧。场外的众人听到这句话，心中的震撼更甚。妖孽，果然是妖孽，我们1门神术都没学会，可人家掌握了3门神术，真是不能比啊。3门神术啊，或许这江毅能够战胜秦风也说不定。我看也差不多，毕竟这比的是神术，而不是信徒。只见江毅手上掐动印诀，口中念念有词起来，一道红光直接落在下方的火焰狮子身上。火焰狮子的眼睛瞬间变得血红一片，身上的火焰熊熊燃烧，映照的天空一片火红。但这还没有结束，一道黄色光芒再次落下，只见一层黄色的光罩笼罩在火焰狮子身上，最后是一道辉光朝着秦风的黑水神蛇袭来。速度之快，黑水神蛇几乎没有反应过来，身躯就缠绕上一层灰色雾气。只见气息碾压火焰狮子的黑水神蛇顿时就变得萎靡起来。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这实在太疯狂了。是啊，是血术、神甲术、虚弱术，竟然一连3道神术，这简直不可思议。不仅如此，江毅还增加了消耗的信仰之力，大幅提升这些神术的效果。比如那是血术，消耗的信仰之力最多，竟然将火焰狮子的实力提升了1倍。还有那虚弱术，虽然消耗的信仰之力少了一点，可至少能削弱了秦风信徒60%的实力。至于神甲术，我还看不出端倪来。我有种预感，今天要大饱眼福了，两虎相争，绝对好看又好玩。众人的眼睛死死地盯着秦风，似乎想看一看他能有什么办法翻盘。只见秦风悠然地站在虚空中，手上没掐法诀，手上也没念咒语，只是指尖一点，一道青光落在黑水神蛇上。随着青光的降临，那萦绕在黑水神蛇身上的灰色武器，如同遇上阳光的冬雪一般，迅速消融散去。本一脸嘚瑟的江毅见到这一幕，顿时变得脸色铁青。该死的，怎么偏偏就学会了这项神术，专门克制我的虚弱术吗？场外一众心神看到这一幕，不禁拍手叫好。哈哈，驱散术刚好克制江毅的虚弱术，不错，只要驱散了那条大蛇身上的负面状态，秦风还有机会。火焰狮子虽然在嗜血术的帮助下实力翻了1倍，又有神甲术的帮助，但最多和那条大蛇打个平手。众神纷纷觉得这场战斗双方能打个平手，但就在此时，让众人大跌眼镜的事发生了。直接被驱散负面效果的黑水神蛇仰天嘶吼一声，愤怒的神情溢于言表。他的躯体疯狂膨胀，一股蛮荒恐怖的气息席卷而出，本就如同山岳一般大小的身躯直接变得更加庞大，喘息之声更是如同肋骨一般在空间内台中响彻。Oh my god！ 嗜血术，这条大蛇在施展是血术，这怎么可能？虽说信徒也能够修炼是血术，但其修炼难度是神明的10倍。这条大蛇的修炼天赋比我们还高吗？秦风能够掌握是血术，并没有出乎这些星神的意料。
可一头信徒都能够掌握一门神术，就实在让他们觉得不可思议了。但让他们更觉震撼的事情还在后面。只听秦风站在虚空中，朝下方的黑水神蛇轻声笑道：“莫急，莫急，等我为你加好状态再说。”只见秦风手指翻飞，一道道黄的、白的、紫的、绿的光芒飞射而出，最终落在黑水神蛇身上。一个几乎凝实的黄色光罩，一道金灿灿的光环，一层气息晕晕的水雾，一圈飘渺灵动的风遁，一个接一个的神术在黑水神蛇身上展现，看得外围心神目不暇接。其中一人扳着手指，一个个数道：神甲术、控水术、疾风术、神行术、利刃术，再加上嗜血术和驱散术，一共7门神术。天哪，这是怎样的妖孽，竟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学会这么多的神术？不，我觉得还不止，他连最难的嗜血术和利刃术都已经学会了，剩下的虚弱术、治疗术、愈合术，你觉得他会没有学吗？那他为什么不用这3门神术？呵呵，虚弱术损人利己，人家大佬不屑使用罢了，而治疗术和愈合术则是信徒受伤后才需要使用的神术，此时自然无需用出来。死！大家在一起上课，我连一门神术都没有学会，可人家却学会了10门，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唉，也许人家学会10门神术，只是因为导师只教了10门。就比如有的人考100分，是因为他的实力能考100分，而有的人考100分，是因为卷面就只有100分。快看，动了！只见空间擂台中，秦风将能够挂上得神术全部挂了一面，然后对于这黑水神蛇一挥手，淡然道：“去吧。”秦风对面的江毅面色大变，额头渗出点点汗珠，大声喊道：“等等，我认！”江毅一句话没说完，甚至连阻止的动作都没来得及做出，便见黑水神蛇如同离弦之箭一般，直接朝火焰狮子扑去，洞开的血盆大口几乎比一座山头还要大出不少。只是刹那之间，黑水神蛇便将火焰狮子吞入腹中，然后直接消失不见，返回秦风的神域之中。而这个时候，江毅的书字还没来得及吐出，他和火焰狮子之间的信仰通道便直接崩断，消失不见。这说明他的史诗级信徒火焰狮子已经死了。火焰狮子的死当场让江毅面如死灰，神情之中满是愤恨之色。该死！你这个家伙竟然纵容这条臭蛇屠杀了我的信徒！有本事你和我来一场面对面的神战，看看你我谁更厉害！江毅的史诗级信徒被秦风的神话级信徒碾压，他学会了3门神术，同样被秦风展现出来的7门神术碾压。如今他要想找回场子，便只能凭借自身的战力了。江毅自信他有9方位面的神域支撑，又拥有大量史诗级信徒提供信仰，一定能够打败秦风。他就不相信秦风的神域能比他大。要知道，普通神明神域的极限也仅仅只是10方位面，而上一个开辟了10方位面神域的存在，已经是万年之前了。那一次还引出了沉睡多年的福家神王，亲自将之收为弟子。如果秦风能够开辟出10方位面的神域，他绝对不可能没听过。至于神话级的信徒，他更不相信秦风还能拿得出第2只。不像他的火焰狮子，那可是一个能够通过繁衍生息、诞生后裔的完整族群。但他不知道的是，秦风的神域拥有神王级强者的本源，能够无视神灵境界不断扩张。在海量资源的浇灌之下，再加上365颗主要形成稳定空间，秦风的神域已经扩张到50方的规模，堪比主神巅峰的强者了。至于信徒方面，那不断繁衍的千万人族信徒就不说了，光是世界树和黑水神蛇就能完爆一切神级对手。如果秦风真的答应和他对战，那他绝对会输得很凄惨。只可惜这场战斗终究是没有打起来。只见这时空间擂台轰然崩碎，秦风和江毅调回教室中。导师甘雨桐先是深深地看了秦风一眼，然后瞥向江毅，冷声说道：“这里是战争学院，靠的是战争神术打天下，而不是塔亚学院那群只能凭借肉体的莽夫。好了，这次的课程就到这里吧，你们回去好好学习，尽快将神术掌握。”说完之后，甘雨桐手指朝空中一划，在虚空中画出了一条裂缝，然后抬步走入其中，消失不见。江毅愤愤然地瞪了秦风一眼，不甘地离开了。这时终于反应过来的一众星神连忙寻找秦风，想要和他套近乎，但这时他们才发现秦风已经不知何时离开了，而众人苦苦寻找的秦风却已经出现在导师甘雨桐的寝殿中。甘雨桐绕着秦风打转，双眼如同看一个怪物一般，仔细地打量着他。啧，张嫣那小妮子说你是个天才，我还不怎么相信，可今天一见，这乃是什么天才，简直是妖孽嘛！短短时间学会10门基础神术，还拥有神话级信徒，真是后生可畏啊！我要是早点遇到你，恐怕此时早就晋升中级支撑，去给高年级学生上课了。秦风耸耸肩，看着这位跳脱的导师，有些哭笑不得地说道：“导师把我带回这里，难道就是要说这些的吗？”甘雨桐闻言，不由瞪了秦风一眼，轻笑说道：“怎么，你的空间之门不想要了？”秦风这才想，当初之所以加入战争学院，是因为之前的监考老师张嫣承诺过，会让他提前学习空间之门这项终极神术。秦风看着似笑非笑的甘雨桐，虽明知对方是在戏弄他，但也不得不摆手叫屈道：“别啊，导师，咱这不是开个玩笑吗？你有什么吩咐，尽管说来，学生一定给你照办了。”甘雨桐抿嘴一笑，犹如百花盛开一般，美得不可方物。见秦风看得呆住了，不由没好气地挥了挥手，一颗拳头大小、晶莹剔透的水晶飞出，落在秦风手中。行了，搞得我好像是在威胁你一样。这水晶石中就是空间之门的修炼方法，记住，只能使用1次，而且不能外传。秦风默然一下，
握住水晶石，对着导师拱手说道：“多谢导师，学生告辞了。”说完之后，转身踏入空间之中，消失不见。由于之前在神术学习中所展现的天赋，秦风俨然成为战争学院的风云人物。他的宿舍外，每日都聚集了大量神学生，想要瞻仰一下秒学10门基础神术的天才人物的真面目。可惜，自从秦风返回宿舍后，就一直闭门不出，谢绝外客。如果不是因为宿舍的防御阵法只能从里面才能开启或关闭的话，这些神学生都要以为秦风并没有返回宿舍了。时光悠悠，转瞬就是大半年的时间过去，聚集在秦风身上的目光终于散去，众人开始不再关注这号人物。只有当初和秦风一同上课的那些神学生才会时时关注他的行踪。这个时候，那些神学生终于都学会了10门基础神术，体会到其中艰辛之后，他们才更能体会到秦风在课堂上就掌握10门基础神术的速度到底有多么恐怖。而他们所不知道的是，秦风已经在向更高级神术迈进了。甘雨桐给他的水晶石说是空间之门的资料，其实还包含了一系列前置的空间神术。毕竟作为终极神术，空间之门需要大量基础知识作为支撑，而掌控空间之门就意味着掌握大量空间神术。秦风的寝殿中，此时正被一场空间风暴肆虐，只有秦风端坐于床上，不断燃烧信仰之力，领悟种种空间神术玄妙。说来好笑，学院说是指传授战争神术，但在学院的认定中，一切只要能够帮助作战的神术，都能被统称为战争神术。因此，明明是空间系的神术，偏偏被战争学院列为5大基础神术之一的特殊神术体系中。空间之门作为战争学院一向压箱底的绝技，自然也是强大无比的。它能一次开启10扇空间之门，最大能达到高100丈、宽30丈的规模。秦风可以用空间之门随意将信徒投放到战场的任意一个角落。试想一下，两军对垒，各自严防死守，火力全开。可你忽然往人家心脏处投放一群精锐信徒去刺杀敌军的指挥官，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答案不言而喻，失去指挥的军队就会如同无头苍蝇一般四处乱撞，最终的结局就只能被敌军粉碎，然后彻底绞杀。这也是为什么当初秦风一听说能够学习到空间之门这项神术时，就立刻答应加入战争学院。就在这时，秦风张开口一吸，直接将寝殿肆虐的空间风暴给吸入腹中。空间之门成！秦风一声大喝，10道迷你小门出现，围绕在他身边悬浮起落。这些小门就是他刚刚修炼成的空间之门，只需要注入信仰之力就能够变成想要的大小，并且随着他的修炼，他还能制造出更多的空间之门。秦风缓缓睁开双眸，左眼中似有熊熊烈火燃烧，右眼中似乎有万道雷霆落下，整个房间中的光线开始变得明灭不定起来，就连脑后的神轮也不由自主地浮现而出，时而虚幻，时而凝实，时而仿若煌煌大日，时而好似皎皎明月，时而绽放五彩豪光，时而遁入虚空，又从另一个方位出现，简直神秘无比。秦风的脸上挂满喜意，很是满意这段时间的闭关。他掏出神明令牌，想要查看其中的信息，不看还好，一看吓一跳。只见神明令牌中仅有的几位好友几乎都显示出99加的字样，比如带他入学的那位学姐林言，几乎每天都会发一条信息问候，基本都是让他照顾好自己，不要只知道修炼，也要劳逸结合。还有之前预备神学院中的导师张嫣也发送了很多信息给他，说是因为举荐有功，所以甘雨桐找了关系，已经将他调到了战争学院任职助教，让秦风有时间可以去寻他。还有现任导师甘雨桐也送了一些问候信息，但最重要的内容还是通知他要记得参加一次试炼任务，探索一处附属位面。看到这里，秦风眼睛微微一眯，也不知道我修炼了多久，有没有错过这次试炼任务。他可是记得上一次在预备神学院中的试炼任务，直接获得上万黑水神蛇，并且还收集了3颗生命星球上的所有资源，一次性赚得盆满钵盈。战争神学院组织的试炼任务，收获总不能比预备神学院差吧？不过当秦风确认了时间后，终于松了一口气。还好，试炼任务明天才开始，刚好赶得上。秦风先后给女神学姐林言以及前导师张嫣回了信息，告诉了他们自己的近况以及即将参与试炼任务的计划，然后开始查看起试炼任务的内容以及附属位面的相关信息。这次的试炼任务是要去攻略一个敌对神系的附属位面，对方名为光明神系，和秦风所在的裂空神系为敌对状态，双方的生存模式也有很大差异。裂空神系的神明注重发展自身，培养信徒，自给自足，可敌对的这个光明神系却喜欢殖民其他位面，以信徒为韭菜肆意收割。嘿嘿，早就听闻光明神系不怎么样，没想到这么快就对上了，真是有趣啊。位面传送门处聚集了100余名神灵，秦风就是其中之一。当所有人到齐之后，学院导师拿出了一枚令牌，注入些许神力，启动了位面传送门。众人踏入其中，眼前画面急速变化，好似有无数流光飞过。当他们站稳脚跟后，便来到了一处陌生的位面。这是光明神系的一处附属位面，名为瓦兰达，也是秦风他们此行的目标。战争学院对这个位面做了很多工作，早就制定了详细的攻略计划。此时也无需多做解释，作为领头人的学院导师直接分配了各自任务。秦风和2名高年级的神灵被分到一颗名为克莱星的地方，3人在虚空中购置了一处防护结界，开始商讨攻略克莱星的计划。年长的一名神灵率先开口，指着下方的克莱星说道：“2位，光明神系这些杂碎和我们不同，他们喜欢奴役信徒，让信徒在前方冲锋陷阵，而自身则躲在后面享受胜利的果实。我们都知道，信徒的实力很弱，对上神灵几乎没有反抗的能力。但光明神系的始祖开发出一条名为神降的道路，可以将神灵的实力降临在信徒的身上。信徒的信仰层次越高，神灵可以降下的力量也就越强。比如最高级的圣灵可以完全容纳神灵的力量。
虽然在神将之后，这些信徒都会先后死亡，处境堪称惨烈，但在保护自身利益时，他们依旧会争先恐后的去做。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瓦解信徒对光明神系的信仰，从而阻止神灵的力量降临。两位觉得怎么样？秦风身旁的那名神灵点了点头，同意说道：“我觉得这个计划很好，可以执行。但我建议我们三人联手，将整个克莱星给屏蔽起来，让信徒无法和他们的神灵联系。这样一来，就可以短暂阻止神灵的力量降临在信徒身上。我们就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彻底瓦解信徒的信仰通道，从而攻略克莱星。”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便定下了攻略克莱星的计划。从始至终都没给秦风说话的机会。在两人的眼中，秦风不过是一名低年级的菜鸟，根本什么也不懂。要不是学院导师的分配，他们也不会愿意和秦风组队。秦风眼明心亮，自然能够看清二人心中所想。此时也不多话，只是静静的看着二人讨论。没有意义的争论，他是不会去做的。只要能攫取最大的利益，让这二人出风头又如何？计划在二人的讨论中定下，随即到了执行的阶段。他们要编织一张巨网，将整个星球的信仰通道屏蔽，阻断信徒和神灵之间的联系，只需要消耗大量的信仰之力。秦风索性出工不出力，摸鱼打酱油，只拿出了不到100缕信仰之力，还不到两人中任何一人的零头。感觉被坑的两名高年级神灵面色非常难看，但想到自己之前的所作所为，也不好再说什么。当信仰屏蔽网络打造完成后，两人冷哼一声，联袂离去。他们下定决心要将秦风排除在队伍之外。秦风见状，不由洒然一笑，飞身进入了克莱星内部，准备单独行动。这颗生命星球中有2大智慧种族各占一方，瓜分其上的所有资源。一方是人族，分为3大王国、7小公国，以及无数的侯爵领、伯爵领、男爵领、子爵领、骑士领。也幸好，作为统治者的另一方，兽人族比这些人类国度更加散乱。兽人内部分歧更加严重，由一个个大小不一的部落组成，以酋长作为部落领袖，又有掌控神庙的部落长老奋权抗衡。兽人中也有国家的概念，但大多是兽人部落之间的联盟，被称之为酋长国。每一位酋长相当于人类王国中的地方长官，又选出实力最为强大的部落酋长作为国王。为了不让国王大权独揽，兽人们往往又会选出一个能与王族相抗衡的部落，负责管理神庙、祭祀神灵。秦风变化成普通人的模样，降临在一个人类王国之中。当他了解到这些信息时，不由有些啼笑皆非。一群凡人却搞出这么多幺蛾子，岂不是可笑吗？对于神灵来说，什么分权制衡，什么部落王国，不过是抬手即可灭亡的蝼蚁罢了。对于绝对的实力，不管是什么国王、酋长、教皇、神官，都没有任何意义。但念及光明神系的作风，他又有些理解了。如果不将这些势力分割为大大小小的利益链条，彼此相互争斗，神灵又去哪里收集信仰呢？光明神系可不像他所在的裂空神系，专注于培养信徒、开辟神域，达到彼此共生的状态。那些杂碎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以信徒为韭菜，一茬接一茬的收割。秦风一边想着，一边在城市中闲逛，浏览人世间的种种风光。就在这时，他的身后传来一阵阵马蹄声，似有大批人马向他靠近。秦风本以为这些人会像其他人一般呼啸而过，却没想到马车在秦风的不远处停下，窗帘被一只宛若无瑕白玉的纤纤玉手掀开，露出了一张宜琛宜洗的美丽面庞。女子清丽婉转的声音从她那樱桃小口中吐出：“这位先生，道路崎岖泥泞，又恐有盗贼横行，谋财害命。若不嫌弃，可上小女子的马车，你我同行一程如何？”一群精锐的人类骑士将马车牢牢护卫在中央。这些人类骑士身披浑然一体的铠甲，将全身上下包裹在其中，就连双眼处都镶嵌着极为坚硬的透明水晶作为防护。人人手持一杆3米长的巨型旗枪，左右两边触手可及处是一张巨型塔盾和一柄双手大剑。胯下的坐骑更为夸张，竟然是一匹头生犄角、口吐火焰的马形魔兽。这要是放在普通人身上，此时早就是战战兢兢、惶恐不安了，更别提说答应女子的邀请，上车同行了。可秦风是普通人吗？他无视了骑士队长凶神恶煞的眼神，冲着女子轻轻一笑，点头道：“故所愿也。”乔纳王国是克莱星3大王国之一，占据了土壤最肥沃的乔纳平原，资源最丰富的诺顿森林，水流量最大的鲁多河，实力最为强大。但也正因为如此，乔纳王国被另外2大王国所敌视，被北方的兽人联盟所觊觎，几方常年混战。也幸好，乔纳王国信奉的神明实力比其他几方势力的神明更强，在神明的保护下，乔纳王国虽然屡经磨难，却也平稳地走到了今日。邀请秦风上车的是乔纳王国唯一的公主，国王最宠爱的女儿。不知出于何故，有着王国明珠之称呼的公主殿下，竟然会邀请一名路人同行。对此，秦风并不在意，更不会仗着神灵洞察人心的能力去探究这位公主的想法。若是这样做，就和他游戏人间、观看大好河山的初衷相违背了。此时的他还没有出手收割资源的打算。一人一神驾着马车，踏上了游历乔纳王国、观赏风土人情的旅途。他们看过极南之地的火山喷发，也见过北域雪原的万里冰封，更驾船出海捕鲸捉沙，尝遍天下美味。这一日，车队在一处乡间村落停下，驾驭着魔兽战马，身披重甲，手持巨枪，凶神恶煞的骑士，再一次被公主殿下留在了村外密林之中，免得惊吓到村民。而他则换下华贵的长裙，穿上了朴素的衣裳，和秦风缓步走入了这座村庄。偏远的村庄已经许久没有接待过外客了，见到二人到来，立刻亲热地将他们迎入村庄。这些村民拿不出什么太好的食物，但各类山珍野味却都齐备。高贵的公主殿下在众人目瞪口呆的眼神之中，挽起袖子走入厨房，为秦风烹饪美食。没过一会儿，公主殿下便端着餐盘来到秦风身边，与他共进晚餐。这样的一幕
在同行的旅途中早已发生过不知多少次了。围观的村民羡慕不已，不由纷纷出口打趣道：“小伙子，你女朋友真贤惠，竟然能做这么多好吃的。哥们，你女朋友这么漂亮，还这么能干，你是怎么找到的？小姑娘，你们在一起多久了？结婚了没？有孩子了吗？”一连串的问题让这位公主殿下羞涩不已，俏脸发烫，只能低着头装作没听见。但她的小眼神却不时地偷看着秦风，想看看他的反应。然而秦风面上却不见任何多余表情，只是淡然地品尝着面前的美食，对围观人群视而不见，对众人的问话调侃充耳不闻，更似丝毫没有发觉这位公主殿下的情绪波动。对于一名神灵来说，人世间的情感纠葛早就和他没有关系了。至于公主殿下的心意，他又怎么会不知道呢？只是神灵享受凡人的侍奉，难道不是理所应当的吗？一名凡人喜欢上了神灵，难道神灵就一定要做出反应吗？此时的公主殿下失落不已，只能一脸黯然地对付着面前的食物。只可惜她精心准备的美食，此时已经味如嚼蜡，没有了丝毫享受。虽然这样的失落她早已经习惯了，但每一次都会心痛的难以呼吸。就在这时，一道沉重的脚步声传来，围观众人回头一看，顿时惊呼一声，竟然是一名全副盔甲、腰配双手巨剑、身高超过2米的战士。这些普通的村民哪里见过这么恐怖的存在，立刻化作鸟兽散，各自躲回家中。有胆大的村民趴在窗口，只见那名雄壮的战士来到公主殿下面前，推金山倒玉柱一般跪了下去，在公主殿下冷肃的眼神中请罪道：“公主殿下恕罪，不是属下要打扰您和苏先生的进餐，只是王都传来讯息，北方兽人联盟入侵，100万大军直指王国而来。国王下令让我等立刻护送公主殿下返回王都，以免遭遇不测。”叮当，公主闻言，手中餐具失手落在地上，发出一声脆响。一时之间，她有些六神无主地看着秦风，不知该怎么办了。秦风没有任何表示，依旧有条不紊地将最后一块牛排放入口中，慢慢地咀嚼，感受着食物与味蕾的碰撞。当牛排咽下，他又端过桌上的罗素汤，用一把银质小勺悠然自得地品味起来，直到所有汤汁流入腹中，他才慢慢抬起头来，一边用一块手帕擦着嘴角的食物残渣，一边淡然地说道：“既然这样，那就回吧。”秦风一锤定音，车队再次起行，加速朝乔纳王国都城疾驰而去。北方兽人联盟官方名称叫做酋长合众国，拥有100万大军，主力是狼人步兵和射鹿人弓箭手，占据军队大半数量，还有实力强悍的熊人重装士兵，拥有飞行能力的阴身人，以及擅长法术的狐人和天鹅人等。战斗力之强，兵种之全面，人数之巨大，堪称有史以来之最。这些兽人士兵在比蒙王族的统帅之下，向着乔纳王国如同潮水般涌来。这时候，乔纳王国立刻拿出祖传绝技，向他们的神明祈求庇护。以往在这个时候，那位强大的神明都会降下神力，帮助乔纳王国打败兽人联军的攻击。然而这一次，神灵没有回应乔纳王国的祷告，似乎那一次比一次珍贵的祭品根本无法打动这位神灵。若非信仰通道还在，他们都要以为自家神灵已经陨落了。只是没人知道，并非神灵不愿意再庇护他们，而是整个星球都被秦风他们屏蔽，信徒的祷告根本无法传到神灵耳中，神灵无法得知信徒的状况，庇护也就无从谈起了。失去了神灵庇护的乔纳王国大军，在兽人联盟的攻击下，便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一时间，乔纳王国对神灵的信仰开始动摇。到了后来，乔纳王国的子民心中开始出现一个无比悲观的念头：神灵已死。由于失去神灵庇护，乔纳王国的北方防线摇摇欲坠，内部也是人心惶惶。再加上2大人类王国作弊上官，见死不救，只过了不到8个月的时间，乔纳王国打造了数百年的边境重镇铁山防线便被比蒙王亲自攻破。王国最精锐的10万龙骑兵也在兽人大军如同潮水一般的攻势下覆灭。100万兽人大军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一般肆虐在乔纳王国的土地上。几乎每过1天都会有城市被屠戮的消息传来，百姓听到最多的就是哪里的妇孺被杀光，哪里的军队被活埋，哪里的城市被焚毁。也正是在兽人大军如此惨无人道的举动下，激起了乔纳王国上下的民愤。15至50岁的男子踊跃报名参军，是要保家卫国，抗击兽族入侵。就连那些吃得脑满肠肥的贵族，也一个个的散尽家财，打造武器装备，将库存粮食布匹分给百姓。举国上下万众一心，全民皆兵，同生共死。但哪怕如此，也没能挡住兽族大军前进的步伐。短短不到1年的时间，兽人大军就已经屠戮了上百座人族城市，所过之处几乎老幼不存，妇孺不在，男丁皆丧，满目疮痍。在这个过程中，乔纳王国的子民一次次地向神明祷告，甚至泣血请求，以死明志，指望能得到神明庇护。可惜这个过程重复多少次，他们就将面临多少次的失望。终于，兽人大军拔出所有挡在他们前进路上的城市，杀到乔纳王国的都城之外。王都中的所有男丁拿起武器，走上城墙，准备殊死一搏。剩余的老幼妇孺则来到了神庙的广场上，跪伏在地，泣血恳求，只希望在最后关头，这位为他们供奉了数百年的神明能够拯救乔纳王国于水火之中。城外，兽人大军已经垒起高台，居高临下眺望城中。当比蒙王看到城中百姓又在向神明祷告，不由猖狂大笑道：“哈哈，孱弱的两脚羊，你们的神灵已经死了。”他之所以敢于统帅100万兽族大军南下，就是得知乔纳王国已与他们的神灵失联。不仅如此，比蒙王同样察觉，他和自家的兽神大人也已失去联系。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比蒙王很清楚，这就是兽族最好的机会。以往，乔纳王国拥有神灵庇护，牢牢占据大陆上最肥美的土地。
而他们信仰的兽神大人实力比不上乔纳王国的神灵，又出于某种难以明述的原因，并不支持兽族联军南下侵略，甚至还在关键时候阻止他们的动作。因此，以往几次兽人联军南下，最终以失败告终，损失惨重。可如今，乔纳王国失去神灵庇护，兽人联盟没有了神灵制约，他这位比蒙王终于能够名正言顺地带领大军侵略南方最肥沃、最富饶的土地了。乔纳王国都城中，不管是神庙外的老幼妇孺，还是城墙上的士兵，听着比蒙王那如同肋骨一般的暴吼，不由吓得面如土色，心中惶恐溢于言表。往日里喧闹无比的王宫，此时也变得冷清了起来。比如公主殿下的龙骑兵护卫团，以及其他王室护卫队，也都被抽调上城楼，负责守卫都城。就连负责打扫卫生的仆从，伺候国王王后的侍女，掌管厨房烹饪膳食的厨师等，要么在搬运雷木滚石，要么在缝制盔甲战袍，要么在照看伤兵。战争开启，几乎每一个人，上至国王王后，下至贩夫走卒，都在为保护自己的国家而努力。倒是有一处院子有些不一般，虽然清静却不失雅致，就连其中居住的人都一副悠然自得的派头，似乎城外磨刀霍霍的百万兽人大军与他无关一般。这时，一名身穿女士战袍、容貌清丽的女子走进小院，只见她来到院子主人身前，扑通一声就跪了下去，恳求说道：“苏先生，求求你救救乔纳王国吧！那些兽族大军都快将王国的子民杀光了，现在他们还要攻击都城，伤害我的父王母后，恳求您出手救救他们吧！”没说几句话，女子就已经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梨花带雨的脸上难掩凄凉惶恐之色。这一男一女，自然就是秦风和乔纳王国的公主殿下的。几年前，两人在南方丛林游历，意外碰见一条半神级火龙，100龙骑兵拼死守护，也没有拦下火龙的脚步。但就当火龙要将这位公主殿下抓走时，一直淡然处之的秦风却动了。他只是轻轻一弹指，一道流光射出，直接洞穿了火龙的额头。刹那之间，一个拇指粗细的血洞出现，狂暴无比的火龙直接嗝屁。众人这才知道，原来这位表面人畜无害的苏先生，实力竟然如此恐怖，只是挥手之间就能秒杀一头半神级火龙，几乎已经突破人类的极限。从那以后，傲慢无比的龙骑兵面对秦风时，一个比一个乖巧。乔纳王国公主也是从那时起才知道，这位让她芳心暗许的男人实力竟然如此强大。也是从那时起，这位公主殿下终于明白，两人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装作不知道秦风的实力，也不要去探究秦风的来历，因为有些窗户纸一旦戳破，两人恐怕就再没有见面的机会了。但现如今，百万兽人大军兵临城下，他已经别无选择。只是他并不知道，乔纳王国之所以无法沟通自家神灵，正是秦风等外来神灵捣的鬼。但此时此刻，他却无比希望秦风能够出手，拯救乔纳王国于水火之中，哪怕往后余生，他与他不能再相见。看着面前哭得梨花带雨的乔纳公主，秦风不由叹息一声，心中微微有些触动。他虽然是一名神灵，高高在上，万古长存，但在穿越之前，他也曾为保家卫国的理念而燃烧过自己心中的热血。想到这里，秦风郑重地看着乔纳公主，认真地说道：“公主殿下，谢谢你2年里的款待，这个国家很美妙，尤其是你以及你烹饪的美食。”最后一直落下，秦风的衣服无风而鼓，衣袂飘飘飞上天空，一股威压天下的气息释放而出，如同山岳一般震在每一个人的心底。看到这一幕，乔纳公主嘴角露出一抹笑意，但眼角同时有泪水划过，表情似悲似喜，既喜且忧，显得复杂无比。以后或许真的不能再相见了。秦风飞上天空，磅礴气势碾压向城外的百万兽人大军，难以言述的力量直接令一些实力孱弱的狼人步兵和射鹿人当场爆开，只是凭借气势就直接碾死超过一半的兽人大军，哪怕实力稍强的熊人重装士兵也直接趴伏在地，几乎难以动弹。最为惨烈的还是在天空中飞行的阴身人，直接在秦风的恐怖气势下坠往地面，如同下饺子一般落下的阴身人直接在地上砸成肉泥。一些比较倒霉的直接砸在地面部队手中的武器上，自己将自己穿在长枪上，自己将自己扎成马蜂窝，堪称一方奇观。处在兽人大军后方的胡人法师被吓得心胆俱裂，转身就要逃跑。然而有秦风在此，又怎么会给他们逃脱的机会呢？只见他伸手朝天一指，声音冷肃无比地喝道：“天雷术！”刹那之间，晴空万里的苍穹便变得乌云密布，万道银光落下，雷霆滚滚，势若万钧，毁天灭地。一只胡人法师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直接在万道雷霆下化为飞灰。熊人重步兵这边，秦风也没有闲着，他对地一指，声音冷漠，仿佛面对一群蝼蚁一般喝道：“地炎术！”只见平整坚固的地面开始裂开一条条缝隙，首先是一道红光从缝隙中闪现，接着便是无数岩浆从中迸发，熊熊烈火燃烧，直接将趴伏在地动弹不得的熊人重装步兵烧成焦炭。仅仅凭借气势就碾压了近一半的兽人大军，2次出手更是轻而易举地灭绝了兽人大军中如同中流砥柱一般的熊人重装步兵以及提供魔法支援的胡人魔法师。这时候，乔纳王国中的百姓终于认出了天上那霸绝无伦、纵横无敌的身影。那不是公主殿下请来做客的苏先生吗？天哪，那位苏先生怎么有这么强大的实力？他不是普通人吗？无数的人心中泛起种种疑虑，但更多的还是喜上眉梢。而在乔纳王国的宫廷中，国王和王后也已反应过来，快去召公主殿下过。算了，国王和王后亲自过去吧。国王和王后本想召唤乔纳公主过来，仔细询问关于秦风的信息，但话说到一半，这对年过半百的老头老太太便决定亲自过去询问，因为他们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知道
这位解救他们于水火之中的苏先生到底是何许人也？就在此时，秦风剿灭兽人大军的行动也终于到了最关键的时候。负责守卫王帐的天鹅人祭祀竟然丝毫不受秦风气息的影响，仅有300的天鹅人祭祀手持圣经法杖，口中念诵某种神秘的祷词。一股奇异的波动在乔纳王国都城外席卷开来，一道道白色光芒从天鹅人祭祀的身上飞出，在空中凝聚为一团。白色光团在天空中不断聚集，并由虚转实，慢慢化作实体。宛若实质的白色光团疯狂扭动，最终竟然形成一具高达100丈的天鹅人。也就在此时，下方的300名天鹅人祭祀轰然倒地，气息全无，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看到这一幕，秦风不禁眼神微眯，手上的动作也停了下来。他能清晰感知到，这具高达100丈的天鹅人身上竟然隐隐有了一股神圣的气息。屠神者，死！巨型天鹅人声音浩瀚，响彻整片天空。一柄比他体型还要巨大的光剑挥出，朝着秦风劈来。城头上的众人不禁惊呼，连忙提醒秦风小心。然而，就在光剑即将落在秦风头上时，他轻轻地抬起右手，直接将光剑给撑了起来。呵呵，300名同根同源的天鹅人祭祀又修炼了同样的功法，最后竟然能够通过消耗灵魂之力凝聚出一具半神巅峰的战争武器。这个想法倒是挺别出心裁的，不过也仅此而已了。说完之后，秦风手上轻轻一用力，光剑直接崩损，裂痕朝着巨型天鹅人蔓延过去，最终连带着巨型天鹅人一同崩溃，化作点点白光，消散在空中。至此，100万兽人大军尽数灭亡，只留下了兽人王族比蒙存活。好，该死的邪神竟然杀我族人，灭我大军，我与你拼了！一声暴吼从下方战场传来，秦风低头一看，却是一名身高超过3米、拳头能战人、手臂能跑马的巨型比蒙。说话之时，这头巨型比蒙身体迅速拔高，转瞬之间便已经高达10丈，特别是一双长达3米的利爪，寒光闪闪，锋锐摄人。只见这头比蒙身体往下一蹲，双脚撑地，朝着空中冲天而起，挥舞的利爪抓向秦风所在。秦风哈哈一笑，颇为不屑的道：“又是一尊半神吗？兽族联盟能够发展到这般规模，倒也不是没道理的。一日之间，兽族联盟中连出2大半神战力，而乔纳王国之中最强的宫廷大法师实力也仅仅只是10阶圣者的层次，比起兽人联盟来说，的确差得太远。”说话之时，秦风伸出右手，凌空朝下一按，只见如同炮弹一般飞起的巨型比蒙，转瞬便以更快的速度砸回地面。轰！比蒙落地，一声惊天巨响回荡天际，坚硬的地面上硬生生被砸出一个直径数十米、深达100米的巨坑。弹指之间，这头比蒙王便身受重伤，甚至连起身再战的力气都没有。残存下来的比蒙连忙趴伏在地，跪地请降道：“伟大的神灵，请饶恕我等的狂妄，给我比蒙一族一条生路吧！伟大的神灵，仁慈的主啊，请原谅我等的冒犯。”秦风见状，微微点头，满意的道：“想活，那就信仰我。”一众比蒙对视一眼，纷纷做出一个决定。这时，被砸入地底的比蒙王也被他的手下搀扶了出来。此时的比蒙王再没有之前的狂傲之色，他跪伏在地，声音诚恳且谦卑的道：“伟大的神明，感谢您宽恕了卑微的我们。我以比蒙王之名宣誓，将终身侍奉于您，向您献出我虔诚的信仰。”上千比蒙进入秦风的神域世界，立刻就获得星辰能量的灌注。这些星辰之力是宇宙间最精纯、最浑厚、最具融合性的能量。无论什么生物获得星辰之力的强化，实力都能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原本只是普通的比蒙一族，在获得形成能量的灌溉之后，就变成了神话生物黄金比蒙。这是生命本质上的进化，也是超出一切的蜕变，可谓是化腐朽为神奇。花开2朵，各表一枝。看到100万兽人大军尽皆陨落，就连兽人王族都已经投降。乔纳王国中的军民欢呼雀跃起来，兴奋地奔上大街，享受着劫后余生的喜悦。王宫中那位公主殿下也扑哧一笑，脸上满是欢喜之色，但眼角的泪珠也同时不争气地流了下来，又喜又悲，又哭又笑，也不知她是兴奋还是难过。往后看着自家女儿这副模样，也不禁暗暗叹息一声。知女莫若母，女儿这些年的心思，她又怎么会不知道呢？只是人家贵为神灵，又怎能看上她这位凡人公主？而城外，秦风已经将上千只黄金比蒙收入神域之中，并将他们全部安置在北方草原之上，而那里已经是有数量不少的兽人奴隶繁衍，只是一直没有人进行妥善的管理，所以选择有些混乱。如今黄金比蒙到达北方草原，恰好能将这些兽人奴隶给管理起来。这些兽人能够和人族竞争，自然也是有他们的特点的。秦风也很期待这个族群的成长。伟大的神明，感谢您的赐予，是您的磅礴伟力让我等获得生命的跃迁。您的神威无穷无尽，感谢我神，您是最伟大的主宰，最仁慈的神明，请允许您卑微的信徒向您送上诚挚的敬意。伟大仁慈的神灵啊，愿您的神力永恒不朽，愿您的神火永不熄灭，愿您的神语巍峨庞大。在黄金比蒙虔诚的祷告声中，秦风打开了他们的属性面板。名称：黄金比蒙，类别：兽族，实力：半神初期，资质：神话，天赋：陆地掠食者，每击杀一名生物便能够获得一定属性增幅，效果是目标实力而定。技能：狂暴打击、狂暴冲锋、撕天裂地、战争践踏、巨龙天敌。状态：狂信徒，每天可提供100点信仰。在获得星辰之力的强化后，普通比蒙变成了神话级的黄金比蒙，并且黄金比蒙这种生物的实力普遍高于其他生物。
比如他们的实力最差也是6阶，比萌王更是达到半神初期，可谓是秦风麾下最强大的信徒。也因此，单个黄金比蒙能够提供的信仰是世界树和神域之蛇的10倍，1000多头黄金比蒙一天就能够贡献100万缕信仰之力。秦风满意的点了点头，甚至还消耗不少的信仰之力，施展了一门治愈术，治疗了黄金比蒙王身上所受的伤势，直接将黄金比蒙王的信仰层次由狂信徒提升到圣徒级别。秦风的神明令牌忽然震动了起来，光明神系的杂碎来了，小心！看着学院导师传来的信息，秦风眼睛微眯。但就在此时，一股恐怖的威压传来。他抬头一看，2名神灵降下，怒气勃发地看着秦风。但还莫等他们动手，又是几道气息快速接近。只见之前和秦风分开的2名高年级神灵，正狼狈不堪地朝这边逃来，每人身后还各自跟着1名光明神系的神灵。3 vs 4，很明显，秦风这边处于明显的劣势状态。7尊神灵的汇聚，哪怕只是无意间散发出的气息，也让不远处的乔纳王国感到颤抖。但这个时候，也没有人会在乎他们的死活的。1名光明神系的神灵抢先站了出来，怒视秦风左边的那名同学：“该死的，你们裂空神系的家伙都是一群无耻且贪婪的老鼠，竟然在背地里偷偷摸摸掠夺我们的信仰，真是不要脸！”秦风的那名同学不屑冷笑，同样出声反驳道：“嘿嘿，你们光明神系难道是正人君子不成？你们难道没有趁人之危入侵过我们裂空文明的神域？更何况你们的口号是什么？自由！信徒有着选择神灵的自由，这可是你们说的。现在你们的信徒选择了我们的神灵，这不正好是自由的选择吗？”听到这话，最先开口的那名神灵被气得面色铁青，七窍生烟：“混蛋！你们裂空神域的神灵都是只会打嘴炮的吗？来来来，我们手上见功夫，看看谁更厉害！”说完之后，凭空一握，手上出现一柄神器长剑，长剑上散发5色毫光，不断侵蚀周遭空间。乔纳城中的凡人只是看了一眼，就觉得整个人的灵魂都被这柄长剑吞噬了一般。秦风这边那名高年级的同学也不甘示弱，直接掏出一件圆环状神器，神器在空中滴溜溜乱转，可攻可防，来去无踪，神秘非常。一时之间，2名神灵便杀在一起，不仅仅是神器上的较量，更有各类神术频出，彼此攻伐。这时，秦风身边的另一名同学眼珠滴溜溜一转，直接挑了光明神系中1名实力最弱的神灵。哈哈，光明神系的杂碎，可敢与我一战？光明神系中的神灵被击，同样大喝一声：“战就战，难道我还怕你不成？”说完之后，2名神灵便杀在了一起，最后便只剩下秦风独自面对2名光明神系的神灵。哈哈，看来你不太受同伴欢迎啊，要不要考虑一下来我们光明神系发展？2名光明神系的神灵调侃着秦风，手上的动作却不见停下。1名手持长枪状神器，瞅准秦风便是一阵狂风乱雨般的攻击；另1名则是远远站着，手上掐动法诀，口中念念有词。一门门神术施展而出，或为长枪神灵加持状态，或攻向秦风要害。乔纳王国宫廷中看到这一幕的公主殿下不由双手握紧，指甲深深嵌入肉中，却丝毫不觉疼痛，眼中的担忧几乎溢于言表。就连国王和王后脸上也写满了焦急之色。他们虽然是凡人，但也能够明白双拳难敌4手的道理。如果秦风输了，他们这些人也肯定会受到牵连。可神灵之间的战斗，又岂是凡人能够插手的？就在这时，只见秦风身边忽然出现10道银色光门，这些光门在秦风身边起伏不定，时而隐没于虚空之中，时而又从其他地方飞了出来。秦风跨入其中一道光门，直接消失不见。凝聚许久的神术直接打在空中，神器长枪更是刺了个寂寞。2名光明神系神灵面面相觑，有些不明所以。莫非这小子逃跑了？但就在此时，秦风忽然从1名神灵身后的虚空中走出，而这名神灵竟然没有丝毫反应。神山落，一股恐怖到极致的重量，如同泰山压顶一般，从这名神灵头顶压下。他甚至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便直接被压入地底深处，几乎难以动弹。秦风的这门神术可是他用10来颗生命星球修炼成的，再加上神力增幅之后，重量堪比上百颗生命星球，就连神灵也难以承受。另外1名光明神系神灵见状，不由面色大变。然而就在此时，秦风再次引入虚空之中，吓得这名神灵赶忙朝远处飞遁，想要脱离秦风的攻击范围。雷网风，3个冷若寒霜的字符响起，这名想要逃跑的神灵直接撞入一张雷光闪闪的巨网，2大光明神系神灵直接被秦风镇压。乔纳王国中本来已经面如死灰的陈明，脸上顿时升起一抹希冀之色。秦风2名被压着打的同学也同样大喜过望，高呼让他快来帮忙。光明神系神灵则是面色难看，转身就要逃跑。然而就在此时，一股恐怖诡异的气息从星球之外传来，别说是普通人了，就连几名神灵都觉得一阵不适。不好，是虚空吞噬一族，我们快离开！这股气息非常恐怖诡异，哪怕还在数百光年之外，但那强烈的腐蚀邪恶属性依旧让克莱星上的7名神灵不寒而栗。随着这恐怖气息越来越近，星球上方的空间壁垒竟然出现点点裂纹，如同一道道紫色的纹路，就像一块钢化玻璃被重物击打，坚硬的玻璃开始裂开。而随着不断的击打，玻璃上的裂纹越来越大，越来越密集，而且呈现出极为独特的紫色纹路，就如同罂粟花一样美丽，但比罂粟花更加恶毒。一旦这样的紫色纹路遍布了整个苍穹之上，那这个位面将会彻底碎裂，位面之中的无数生命星球也将会被虚空吞噬者所吞噬，成为它进化到更高层次的养料。
这时，被秦风击败困住的2名光明神系神灵已经被他们的同伴救了出来，但秦风却并没有阻止。光明神系神灵汇聚之后，也没有再次出手反击。7名神灵看着苍穹上的虚空裂缝，面色凝重无比。是虚空吞噬一族，他们来了，他们要来了！不，我们快走，逃离这里！一名光明神系的神灵首先扛不住压力，不由怪叫一声，化作一道遁光，朝天边飞去。他的3名同伴愤恨地瞪了秦风等人一眼，也化作一道遁光飞走。神灵之间的战斗，哪一次不是旷日持久，打得天昏地暗？哪怕就像秦风这样能够以1敌2，轻易碾压对手，可想要杀死对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此，虚空吞噬者即将到来的情况下，没有人会再次挑起战斗，那无异于是自找死路，要拉上敌人同归于尽了。星空之外也飞出无数道神光，朝远处逃遁。那一道道神光代表的都是一名光明神系的神灵，能够凭借气息就让这些神灵不顾身份、不要面皮的落荒而逃，放弃经营多年的附属卫冕。可想而知，这虚空吞噬一族到底有多么恐怖了。秦风虽然刚刚成就神灵之身，但他也曾阅读过无数典籍，了解了许多秘辛。虚空吞噬一族号称位面猎手，专门吞噬那些处在虚空之中的位面。只要被这些虚空吞噬者发现，任何位面都逃脱不了被吞噬的命运。这个族群诞生于宇宙深处，哪怕是幼生期虚空吞噬者，也拥有非常强大的实力，就连主神级强者也不愿意招惹。纵然有某个位面拥有主神级强者坐镇，能够打败1头虚空吞噬者，但紧接而来的将会是3头虚空吞噬者，甚至5头虚空吞噬者，直到这个位面被虚空吞噬者所吞噬，这一切才会结束。秦风3人对视一眼，彼此心中都生出退意。就在这时，3人同时低头看一下手中的神明令牌，虚空吞噬者出现，立刻集结点集合，准备撤退。学院导师终于发来撤退的信息。这个位面是光明神系附属位面，距离光明神系大本营不远，因此光明神系的神灵能够直接离开。但秦风他们所在的福家神域距离此地有亿万光年之遥，根本没办法直接飞回去。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学院的位面传送之门离开，而位面传送之门的开启钥匙就掌握在学院导师手中，因此3人才会明知虚空吞噬者即将降临，依旧呆立原地不动。另外2人看到学院导师的撤退信息，立刻如蒙大赦。他们看一下秦风，焦急地说道：“学弟，虚空吞噬者要来了，我们还是尽快撤退吧。”“是啊，学院导师已经下达撤退命令，我们该走了。”这个时候，见识过秦风恐怖战斗力的2人已经不敢像之前那么高傲了。不过秦风却是摇了摇头，淡淡说道：“不必着急，虚空吞噬者还在数十光年之外，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撤退。要是你们心有忧虑，那便先走吧，我还有事要处理。”2人面色焦急，见秦风不急不缓，顿时一咬牙，转身飞出星球。这时候，乔纳王国都城中的百姓也终于发现了不对劲，那股恐怖的气息他们也感受到了，只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如今见神灵都逃跑了，他们也知道肯定有大事发生，可出于畏惧神灵的威严，没人敢出言询问。直到国王、王后以及王室卫队簇拥着公主到来，众人这才将希冀的眼光投向公主殿下。公主殿下也不负众望，对着自己释放的一记浮空术，一路歪歪扭扭的飞到秦风身边。先生，可是发生了什么？他循着秦风的目光看去，却只见天边已经弥漫着一圈圈紫色的裂纹。秦风叹息一声，摇头说道：“虚空吞噬者来了，这片区域注定会被毁灭。”公主一听，顿时被吓得脸色一白，急忙问道：“那先生能救我们吗？您是神灵，一定有办法的，对不对？”公主殿下的脸上写满焦急之色，最终只能以希冀的眼神看着秦风，希望这位大发神威救乔纳王国于水火之中的神灵能够再次出手解救他们。可惜公主殿下注定是要失望了。只见秦风摇了摇头，神色凝重地说道：“不，很遗憾，我帮不了你们。就算是主神来了，也改变不了这种结果。你们看到的这片天空，包括你们所在的星球，都会成为虚空吞噬者的食物。”听到这话，乔纳王国的一众臣民不禁面如死灰，一颗心直接沉到了谷底。就连公主殿下也差点一个趔趄跌倒，若非秦风及时出手稳固了他的身形，恐怕这位公主殿下就要从空中直接坠落下去，那画面真的惨不忍睹。公主眼神黯淡，脸上写满祈求之色的看着秦风：“先生，您一定有办法的，您一定能够再次拯救我们的，就像之前那样拯救我们于危难之中，对吗？只要你能够拯救我们，我愿意向您奉上一切。”看着这个已经快要绝望的公主殿下，秦风心中的柔软处被触动了。他抬头看了看天边越来越密集的紫色裂缝，轻笑一声说道：“既然这样，那做我的神女吧。”听到秦风的话，乔纳公主先是一愣，但转瞬就喜极而泣地说道：“只要先生能拯救乔纳王国，我的一切都将归属于你。”秦风点了点头，看向下方乔纳王国都城中的臣民，朗声说道：“只要信仰于我，尔等就能被纳入神域，与我一同离开此方世界。”本就心如死灰的乔纳王国上下，听到他们还有救的时候，顿时欣喜若狂。这些人都是另一个神灵的信徒，但此时转换信仰却没有丝毫犹豫，因为他们的神灵早已抛弃了他们。而秦风在之前100万兽人大军围攻之中拯救了他们，这让乔纳王国臣民动摇了原本的信仰之后，又对秦风这位神灵产生了感激之情。如今面临虚空吞噬者的灭世压力，又得到秦风许诺，于是便顺理成章地转换了信仰。见过伟大的神灵，我们愿意信奉于您。从此以后，您就是我们乔纳王国臣民唯一的神灵。吾等将臣服在您的神威之下，为您赴汤蹈火，万劫不避。
这些人族信徒在进入神域之后，也立刻获得星辰力量的灌注，他们身上的气息也节节攀升，实力正在不断变强，如今已经不下于世界树、黑水神蛇、黄金比蒙等3大神话级生物族群了。为了与之前做出区别，秦风还为他们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圣灵人族。秦风一挥手，直接将整个乔纳王国的民众收入神域之中，并将一颗生命星球命名为神女星，赐予乔纳王国民众居住。名称：乔纳公主。类别：圣灵人族。实力：5阶。资质：神话。天赋：圣灵之体，修炼速度提升10倍，能够轻易掌握一切魔法知识。技能：浮空术、火球术、水镜术、风刃术。状态：圣灵，每日可提供1000信仰。原本的人族实力孱弱，只有少数资质出众的能够修炼到9阶圣者的层次，想要达到半神层次几乎是难上加难，难以登天。至于修炼成神灵，上万年也难以出现一个。可如今受到1000倍增幅之后，普通人族变为神话级的圣灵人族，新生儿一出生，实力就能达到5阶层次，稍加修炼，成年后就能达到9阶圣者。努力修炼到10阶半神也不是不可能。一些天资出众的人族，比如这位乔纳公主，有很大希望成为一名神灵。更让秦风想不到的是，乔纳公主的信仰层次竟然直接达到了最高级别的圣灵。如果按照光明神系的计量方法，她已经能够初步容纳一名神灵的全部力量了。这样级别的信徒，在任何光明神系神灵手中都是瑰宝一般的存在，他们往往花上数百上千年，也不一定能够培养出一名圣灵级信徒。仅仅是这一位，每天就能给秦风提供1000点信仰，相当于1缕信仰之力。秦风没有犹豫，直接赐予了乔纳公主500信仰之力，帮助她提升实力，并安排她管理乔纳王国的信徒。只要在神女星上方，他们就能够自由活动，自主发展。乔纳王国的普通民众也清晰感受到自身所发生的变化，一个个的信仰层次直接达到了狂信徒级别，每人每天能够提供10点信仰。全部提炼后，秦风每天可以从乔纳王国民众身上获得300缕信仰之力，相当于之前世界树、神域之蛇、黄金比蒙的总和。如今的秦风只1天的时间就能获得超过500缕信仰之力，这已经是一些老牌下位神的全部身家了。而对于秦风来说，只是他1天的产量，恐怕许多中位神也达不到这样的效率。神女星上3万圣灵人族好奇地打量着自己的新家园，这时候他们忽然注意到不远处的星球上坐落着一头头如同小山一般雄壮的黄金比蒙。天哪，是之前入侵我们的比蒙，他们也臣服在神明大人的伟力下了吗？不知道这些脑子里都长满肌肉的比蒙会不会来入侵我们？放心吧，大家都是神灵大人的信徒，只要我们好好侍奉神明大人，这些家伙就不敢对我们怎么样。也就在此时，又是2道庞大的意念从附近的星球上传来：欢迎新同伴加入我神麾下。哈哈，孱弱的小家伙，如果那些大个子敢欺负你们，就来告诉我。圣灵人族转头一看，只见一颗星球上生长着无数高达1000丈、宛若水晶一般的巨树，另一颗星球上更有成千上万的恐怖大蛇，正对着黄金比蒙所在星球嗅着肌肉。天哪，那不是传闻中一棵就能养活一个世界的世界树吗？可在这个地方竟然有这么多世界树存在，简直不可思议。还有那些大蛇，一颗头颅就有一座小山大小，身躯更是如同蜿蜒流淌的长河一般，恐怕只要往地上一滚，就能压垮我们曾经的都城吧。神明大人真是了不起，竟然拥有这么多强大的信徒。是啊，我们真是太幸运了，竟然获得这么强大的一名神灵的庇护。神域中发生的这一幕，秦风并没有在意，他此时化作一道长虹，每过1秒就跨出数个光年的距离，很快就来到战争学院的聚集点。哼，虚空吞噬者降临在即，你竟然这么拖拖拉拉的，你难道是想拉我们整个队伍陪葬吗？秦风是最后回到队伍的，而且导师知道他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返回，便开口斥责了他。这个时候，就在秦风等人的不远处，光明神系的神灵也聚集在一起，彼此敌对的双方此时默契地停下了战斗，静静地在位面之外观看虚空吞噬者毁灭世界。空间壁垒上的裂缝变得越发密集，如同被砸了数百下的钢化玻璃，虽然没有彻底裂开，但却早已碎成了一堆渣子。砰！一声巨响过后，苦苦支撑的空间壁垒瞬间裂开，众人知道这个位面彻底被毁了，星球破碎，万千生灵灭绝，堪称惨烈。任何人都无法用语言描述虚空吞噬者的模样，它没有固定的形态，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甚至没有眼耳口鼻等器官，仿佛是一条在海洋中漂浮的水母。但它的体型之庞大，却是超乎了所有神灵想象的极限。它每一次撞击空间壁垒，都会形成一条横跨数个光年的裂缝，撞击的次数越多，裂缝也就越大越密集，直到布满整个空间壁垒。当一声巨响过后，空间壁垒如同镜片破碎一般，朝着宇宙深处坠去。这些空间壁垒碎片，哪怕只是指甲盖那么大的一小块，放在人类国度也能价值连城。如果它足够庞大，还能打造强大的空间神器，甚至扩大神灵的神域规模。如今，一整个位面的空间壁垒碎裂，如同垃圾一般朝宇宙深处坠落。如果能够将它们收集到一起，不管是用来打造强大的空间神器，还是扩大神域的规模，都能让一些神灵一夜暴富。但2大阵营的神灵却只是老老实实的待在结界中狂咽着口水，没人敢越雷池一步，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惊动了虚空吞噬者，所有人的下场将会凄惨无比。成为虚空吞噬者的饭后甜点，恐怕是他们唯一的结局。价值极高的空间壁垒碎片虽然贵重，但也得有命花才是。这时，一颗颗生命星球暴露在外，无以计数的生灵被虚空能量冲击，然后凄惨的死去，场面可谓惨不忍睹。
而这时的虚空吞噬者刚好飘到了一个生命星球旁边，只见他的身体上忽然裂开一个巨大的口子，竟然将那颗生命星球直接吞入腹中。然后只见虚空吞噬者漂浮在原地，身体一点点的蠕动起来，似乎在咀嚼那颗生命星球一般。一颗生命星球的形成至少需要数十万年的演变，可虚空吞噬者却只花了几个呼吸的时间就彻底毁灭了一颗生命星球，其实力之恐怖简直难以想象，骇人听闻。就在这时，距离战争学院师生不远处的光明神系神灵忽然打开了一道光形大门，一名年迈的神灵惊慌失措地窜入大门之中，消失不见。其他光明神系的神灵这才反应过来，也慌忙朝光门遁去。和战争学院这边的众神面色却变得极为难看起来。该死，这些家伙不要命了，竟然敢在这个时候打开光明之门！他们难道不知道这样的做法会引起虚空吞噬者的注意？自己不想死了，可却还拉上垫背，简直不要脸！光明之门是光明神系的一件强大神器，和佛家神域中的位面传送门具有同样的功效。果然，在光明之门出现的刹那，静止不动的虚空吞噬者身上忽然出现一个黝黑大洞，一道灰色光芒从洞中射出，朝着光明之门席卷而去。光明之门随即破碎，一道凄厉而苍老的惨叫声从门中传出。显然，最开始进入光明之门中的年迈神灵也没有顺利逃脱，而剩余的光明神系神灵也在辉光的波及之下惨叫死去。这可不是那些生命星球上的孱弱生灵，而是一尊尊实力强大的神灵。其中境界最高的莫过于最先逃走的年迈神灵，已然是一名巅峰上位神，可他们却如同蝼蚁一般死在了虚空吞噬者随意射出的辉光之中。战争学院这边，一众神灵被吓得面无人色，脸上尽皆写满惶恐之意。就在这时，虚空吞噬者身上的黑洞调转方向，对准战争学院所在的结界。一时之间，一众师生头皮发麻，一股凉气席卷全身。负责带队的学院导师也是面色大变，但他并没有选择退缩，更没有逃跑。只见他拎出一块残缺的盾牌，并往其中疯狂灌注信仰之力，身上的神力更是蓬勃涌动起来。巅峰上位神的气息竟然直接拔高到半步主神层次。一名女性导师捂着嘴惊呼一声，不可思议地说道：“什么极尽升华？这竟然是治疗神术中的终极技能极尽升华！张老师，这会断绝你的前路，让你永远无法提升实力的。”却只听领队的导师神情坚毅地说道：“别废话，你赶快打开位面传送门，带学生们离开，不要让我的牺牲白费。”那名女导师也知这不是扭扭捏捏的时候，一边默默地流着眼泪，一边拿出位面传送门的开启令牌。也就在这时，虚空吞噬者似乎受到挑衅一般，黝黑的洞口中射出大量辉光，击打在领队导师的盾牌上。啊！快走！领队导师发出一声怒吼，浑身肌肉球起，身形陡然拔高1倍，竟然死死挡住辉光的攻击。一众学生，包括秦风在内，此时也不敢耽搁，纷纷朝领队导师一鞠躬，转身化作一道流光，消失在位面传送门中。然后才是其余导师，双目含泪，一一进入位面传送门中。当秦风等人双脚落地，再次踏上佛家神域的土地时，心中的惶恐终于落下。但这个时候却没有一人离开位面传送门，因为他们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着一道身影。一名名导师先后走出位面传送门，众人的心不由再次提了起来。张老师，你可一定要没事啊！张老师，加油！你一定可以的。如果张老师回不来，我一定要杀够100头虚空吞噬者，为张老师报仇。还有我也要早日晋升主神，猎杀虚空吞噬者。就在这时，一道身形高大的身影步履踉跄，跌跌撞撞地走出位面传送门。众人一看，这不就是他们心心念念的张老师吗？众人不禁围了上去，簇拥着这位令人尊敬的导师，关切地问道：“张老师，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张老师，你太棒了，竟然活着回来了！”“呸！乌鸦嘴，瞎说什么？不过有一说一，张老师还真是厉害，光明神系的那些杂碎，可是全部都被虚空吞噬者给杀了。”虚弱的学院领队导师哈哈大笑，拍了拍手中残破的盾牌，得意地说道：“小子们，看到没？这可是一件主神器，没有它我可就回不来了。别看它还有些残缺，可防御那是杠杠的。”当学院得知这些神学生遭遇了虚空吞噬者，又被领队导师舍身相救之后，不由大受震动。每一名神学生都是学院最宝贵的财富，哪怕折损一人都能让人肉痛，更何况这一次去完成试炼任务的神学生数量达到100余名之多。如果全部葬身在虚空吞噬者口中，那战争学院恐怕得伤筋动骨了。因此，舍身相救的领队导师受到了学院的大肆嘉奖，各种神药、秘术如同不要钱一般撒在领队导师身上，他那可怕的伤势也很快就获得了好转。就连使用禁忌之术极尽升华的副作用，学院也承诺解决。看到这一幕，一众参与试炼的学生终于放下心来，各自散去。秦风也安心地返回了自己的宿舍，开始总结此行的收益。1000黄金底盟，再加3万圣灵人族，每天能够提供的信仰之力就达到400万之多，这已经相当于许多普通神灵的全部身家了。可对于他来说，却只是1日的产量。当然，如果再计算上100倍时间流速的话，秦风现实时间每过去1天就能产出4万万信仰之力，恐怕整个战争学院的学生加起来，信仰之力也没有秦风一个人多。意念一动，秦风就直接降临到神域之中。此时，乔娜公主正带着圣灵人族们开始规划城镇建设。由于在神域之中，他们已经没有外敌的威胁，所以不需要建造城墙等防御设施，但基础的房屋、街道、工坊等生活设施的建设还是有必要的。除此之外，还需要完成开垦土地、开凿引水渠、打井铺路等一系列工作。
这些圣灵人族信徒实力远不如世界树、神域之蛇和黄金比蒙，但他们最大的价值还是能够通过繁衍生息来不断扩大信徒规模。在乔娜公主的组织下，无数对年轻男女聚集起来，开始组建家庭，开始了造人运动。最让秦风感到诧异的，还是乔娜公主将他们之间的故事编辑成册，开始在人类之中传播。那一日，公主殿下与神灵相遇，只用了1年的时间，就彻底倾倒在神灵的风采之下。于是邀请神灵登上公主座驾，开始千里同行，游览乔纳王国南北风光的旅途。那一日，公主殿下与护卫队在南方丛林中遭遇恶龙袭击，护卫队拼死不敌，公主殿下即将遭遇不测，幸得神灵大人出手解救，弹指间击杀恶龙，最终保全了公主殿下。那一日，公主殿下与神灵大人进入北方雪域高原，碰到了有史以来最为恐怖的大雪崩，上百座万米高山上的雪层倾泻而下，吞噬所见到的一切生灵，幸有神灵大人出手，挥手间冻结所有冰雪，保住了雪域生灵。那一日，百万兽人大军兵临城下，我乔纳王国都城岌岌可危，随时有城破被屠的危险。公主殿下含泪祈求，神灵大人慨然答应，出手惩戒兽人大军，抬手指天便有万雷落下，手指向的便有熔岩喷涌，冷声一喝崩，碎天鹅人半神，屈指一弹击败兽王比蒙，彻底解除王国威胁。那一日，天降不测，虚空吞噬宇宙，6大神灵掩面而逃，唯有我神屹立不动，解救我族于灭亡之中，赐予我等栖息之地，让我等人族由凡入圣，生命得以跃迁。伟大的神明，您是我等永远的信仰，您是我等唯一的主宰。愿您的神力永恒不朽，愿您的神火永不熄灭，愿您的神域巍峨庞大。吾等将永远臣服在神灵麾下，为神灵赴汤蹈火，万劫不避，直至神灵光辉洒满人间。看着这一则故事以及那近乎狂热的祷词，秦风不禁嘴角抽搐。没想到这名公主殿下还真有干传销的潜质啊！这时，秦风同时也注意到神域中的生存资源似乎有些缺乏。他在预备神学院的考核之中，一连掠夺了3颗生命星球的生存资源。听上去好像很多，但实际上那些生命星球上的资源都比较匮乏。如今被秦风分别布置在黑水沼泽、北方荒原、南方水乡3个区域。普通人族信徒的数量最多，经过不断的培育，如今已经高达2000多万，其消耗的资源也最为恐怖。黑水神蛇、黄金比蒙虽然只有上万之数，但作为神话级生物的它们对资源的消耗也不少。一个黑水神蛇每天消耗的资源已经堪比上万普通人族信徒了。如今组织大规模的生产已经成为最为迫切的事情，要不然就会阻碍秦风神域的发展速度了。在秦风原本的计划当中，他将掠夺一些克莱星的生存资源，用来打造新的生命星球。可没想到，他们竟然碰上了虚空吞噬者，最后只能匆匆离开，没有获得太多收益。要不然，现在也不用这么头疼了。秦风皱眉沉思，他必须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圣灵人族很好养活，只要有水有地，再加上一些简单的工具，就能种植粮食，自给自足。想到这里，秦风只觉豁然开朗。来战争学院这么久，还没有去逛过市场呢，不如去看看市场中能买到些什么。市场是神灵用来交易的地方，只要有足够的信仰之力，便能够买到一切东西。因为他们在征战无尽位面的时候，能够获得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东西，而绝大多数的东西都是自己用不上的，便可以拿出来交易，换取一些自身需要的物资。战争神学院的交易市场明显比预备神学院的大了许多，就连其中交易的物品价值也更高。秦风先去了学院开设的神灵杂货铺，这里的物资最丰富，虽然价格有些小贵，但对于此事的秦风来说都是毛毛雨罢了。同学，你想买些什么？一名充当服务人员的女性神灵看到秦风胸前佩戴的学生徽章，连忙热情地迎了上来。能进入战争神学院的学生，每一个都是天之骄子一般的人物，不像他们这些服务人员只能待在外围打杂，也就比普通人高贵那么一点而已。秦风对着服务员微微点头，然后目光在柜台上扫视了一圈后说道：我要一些资源，比如河流、湖泊、森林、矿产等，还需要一批人族信徒食用的粮食。他说的很简略，但服务员却已经听得眼睛放光。虽然这些物资都不算太过珍贵，但能够用批作为计量单位的客人，绝对是财大气粗的存在。他们这些服务人员也是有业绩考核的，卖得越多提成也就越多吗？同学，你需要多长的河流，多大的湖泊，哪种类型的矿产，几座山的森林，还有粮食。我们这里有吃了能提高体质、高品质小麦，还有加快修炼速度灵道。是的。秦风面带喜意的返回宿舍，第一时间进入神域之中，然后将乔娜公主召唤过来。这是文明之种，需以人道气运为土壤，灌溉以信仰，并40祭拜，小心呵护。它将随着日升而开放，日落而凋谢，周而复始，交替不绝。不同时节又会带来不同的变化，比如春天能使万物复苏，夏天能使生机蓬勃，秋天能使硕果累累，冬天潜藏匿迹。它能庇护乔纳王国，让臣民幸福安康，让国家兴旺发展。随着秦风将一枚拇指大小、散发着氤氲气息，如同水晶一般的种子交到乔纳公主手中。神域之中，特别是南方千湖之乡的上空，天上五彩毫光绽放，地下涌出朵朵金色莲花。整个神域4大信徒种族都为之倾倒，无以计数的生命星球震动。可想而知，这颗文明之种到底有多么的不得了。秦风也没有想到，他本意是要到市场上购买一些能够帮助圣灵人族发展的生存物资，可在回程的路上却遇到了一名头戴兜帽、慌慌张张、神秘莫测的神灵。对方似乎非常急切地出售这颗文明之种，直接被秦风以1000信仰之力的白菜价拿下。要知道，一颗文明之种可是能够造就出一个强大的信徒文明，它能大幅度加速种族的发展，
促进种族繁衍生息，提高族人修炼速度。哪怕只是一个普通信徒种族，只要获得文明之种，就有机会诞生神灵。更不要说圣灵人族还是一个神话级的种族。乔娜公主虽然不知秦风教给她的是什么，但她很清楚，这一定是一件了不得的东西。因此，她几乎将秦风说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记在脑海中，为的就是不出一丝错误。文明之种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产生效果，能够伴随信徒种族成长而成长。秦风将之安排下去后，又将在市场中购买到的资源放置在神女星上。一条条大河，一个个湖泊，一片片森林，一座座矿场出现。原本略显荒凉的神女星上，终于展露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圣灵人族欢欣鼓舞，无比感激秦风给他们带来的一切，暂且不提。之后，秦风施展挪移之术，将世界树一族的长老、神域之蛇一族的蛇王、黄金比蒙一族的比蒙王，以及圣灵人族的乔娜公主聚集到一起。参见伟大的神灵，您的神威无穷无尽。参见我神，愿您的光辉播撒天穹，愿你的神力永恒不朽。万能的神灵啊，感激您再一次让我瞻仰您的圣颜。乔娜代圣灵人族向您送上最诚挚的敬意，愿你永恒不朽，远离与世长存。这4位代表着4大信徒种族。秦风之所以将他们聚集到一起，自然是有重要的事情要交代。神域发展至今，已经聚集了尔等4族，人数达到数万之多。今日将尔等聚集在此处，是为了规划神域未来的发展。4人面带庄重，神色肃然，声音整齐的恭敬说道：“恭请我神示下，为我等指明前路。”秦风微微点头，沉吟片刻说道：“我将赐予尔等一定的神域威能，可以改变山川走向，河流流转，甚至在神域中构建传送通道，互通有无，交流发展。”秦风的神域规模如今已经堪比下位神王了，东西达到100万公里，南北也有80万公里。哪怕这些神话生物的速度非常快，还掌握飞行能力，但彼此之间的距离也实在太遥远了。还有很多地方虽然适合生灵生，但却不适宜发展。比如有的地方山脉连连，丘陵起伏，崇山峻岭到处都是；还有的地方被复杂的地形分割得七零八落，交通往来不便；也有的地方拥有大量的水资源，可却聚集在一处，分布非常不均匀，也不利于发展。但当这些信徒首领拥有了神域部分威能之后，就能改变山川地形走向，让水资源均匀分布，让被分割的大型彼此沟通。还有传送通道的建设，也可以让信徒星球之间互通有无，相互交流发展经验。比如圣灵人族的信徒就可以到神树之乡、黑水沼泽、北方荒原上种植粮食、建设基础设施等。黄金比蒙、神域之蛇、世界树等信徒种族也各有所长，都有很大开发的余地。秦风所在的裂空神系和之前的光明神系有所不同，光明神系不注重自身神域的发展，反而热衷于奴役、殖民其他位面，并喜欢在这些位面中挑起战乱，制造混乱，让信徒之间彼此厮杀。当弱小的信徒感受到威胁后，就会更加虔诚地信仰神灵，以求得神灵的庇护。可秦风所在的神系却更加注重自身神域的发展，以及培养信徒收集信仰之力。信徒因神灵而获得稳定的发展，神灵因信徒而获得更多信仰之力，彼此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就比如现在，秦风的种种举措都是在帮助信徒的发展。虽然他的目的是收集更多信仰之力，但信徒同样获得了和平稳定的发展空间，这就是互利共赢。乔娜公主、黄金比蒙王、蛇王、世界树长老带着神域返回各自区域。除了改造家园外，他们还需要建设神庙，以此来供奉秦风这名神灵。当然，为了让他们的后代同样信仰秦风，还需要编写一些神话故事。比如乔娜公主就早早地完成了这一切，大规模向圣灵人族传送了有关秦风的事迹。比如神灵与公主的相遇，比如神灵坛只击杀恶龙，挥手冻结雪崩，灭杀100万兽族大军，2次拯救乔娜王国于水火之中。而世界树一族的神话故事是关于神灵将他们从黑心商人手中解救，并赐予他们更强大力量的传说。神域之蛇的神话故事最为简单粗暴，直接讲述了他们依附邪神，为邪神而战的不堪过往。幸好早早遇到真神，蒙真神不弃，将他们从邪神手中解救出来，赦免了往日罪行，更赐予了强大力量的传说。至于黄金比蒙编撰的神话故事较为含蓄，只说他们贪婪无度，大肆杀戮其他智慧种族，在即将滑入深渊成为恶魔之时，他们遇到了仁慈万能的真神。真神及时阻止了他们错误的做法，并将他们从罪恶的深渊拉了回来，更赐予了比蒙一族新生。在秦风的指挥下，4大信徒种族的努力下，神域得到迅速的开发，秦风所收获的信仰之力也大幅增加，足足是之前的2倍有余。而战争学院也开启了第2场神灵课堂，神灵进阶关乎神灵境界提升。与之相比，第1堂只能增加战斗力的神术学习，简直就是开胃菜，上不得台面。负责讲课的是他的导师9星上尉神甘雨桐。秦风闭关修炼空间之门半年，又参与了一场学院试炼，分别日久，但这位导师风采依旧，风姿绰约，面容绝美，出场方式也还是那么令人惊艳。讲台附近的空间如同水波一般荡漾，泛起一圈圈的涟漪。先迈出一条肤若凝脂、白玉无瑕、修长笔直的大腿，然后是傲然挺立的上围，率先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中。金发婀娜，风姿绰约，面容绝美，身材仿若魔鬼，看得众人心摇神驰。甘雨桐还是似看一眼，最终将目光在秦风身上停留片刻。当时听闻试炼任务中战争学院的导师与学生遭遇虚空吞噬者，他还觉得一阵后怕。幸好这位学生福大命大，遇到了一名负责任、敢于牺牲的领队导师，成功从虚空吞噬者口中逃脱，要不然他可就亏大发了。甘雨桐轻咳了一声，直接开始讲课。各位同学，
这节课我将为你们讲述神灵境界的进阶方法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众所周知，下位神层次只需要累积信仰之力就能够提升实力，而要想晋升中位神，首先你们得达到3星下神巅峰的层次，然后将面临神职选择。只有选择神职之后，你们才能转化信仰之力为神力，从而突破下位神的壁垒，晋升中位神层次。而要想由中位神晋级上位神，你们需要积累神力，100神力可晋升5星中位神，500神力可6星中位神，1000神力是晋升7星上位神的标准。上位神阶段的晋升也差不多，但需要的神力将会直线上升，5000神力能达到8星上位神，3万神力能达到9星上位神。至于上位神晋升主神，则需要你们完全融合神职，并达到10万神力的层次，才有1%的机会晋升。如果失败，便只有从头再来，重新积累神力，重新选择神职。听完甘雨薇的话，一众神灵不由哗然，彼此交头接耳，感觉震惊不已。1000缕信仰之力能够提炼1枚信仰结晶，而1缕神力却需要1000枚信仰结晶才能转化。要知道，他们每天能够提炼的信仰之力也就10来万缕的样子，可只是晋升4星中位神，就足足需要100滴神力，相当于10万信仰之力。这意味着他们需要不吃不喝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凑够晋升中位神的资本。哪怕是秦风，每天能够获得5000万缕信仰之力，1天才能转化50滴神力，这还是他的境界较低，神力要求不多的原因。最夸张的还是上位神晋升主神，神职融合度达到100%不说，更是需要10万神力才有1%的几率晋升。如果失败，便只能从头再来。一时之间，一众星神不由失落无比，心中顿时有了躺平的想法。反正也不大可能晋升，还不如躺平，混吃等死也算不错。反正他们都是神灵，神域中拥有无数生命星球和信徒，能够供养自身，也不用担心穷困潦倒的问题。众人之中，只有秦风低头不语，似是在计划多久能够凑够晋升的神力。就在此时，一声冷哼响起，蕴含无上神力的音波，如同黄钟大吕一般，将众神从迷茫之中拉了出来。怎么，这么一点困难就经受不住了？要知道，你们可是神灵，拥有永恒的寿命，只要你们愿意努力，终有一天能够晋升主神，甚至窥探神王层次。就比如我，不也花了上千年的时间才晋升到9星上位神吗？听到甘雨桐的话，众神这才回过神来，面上一阵羞红，惭愧的道：“多谢导师开解，学生受教了。”甘雨桐见状，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他是故意这么刺激这些神学生的，因为神灵的晋升看上去的确非常困难，很多人终其一生难以突破。就比如他，在当年也是万众瞩目的天才人物，可修炼了1000年，不也才9星上位神吗？由此可见，神灵境界的提升到底有多么困难了。所以他才会先将困难抛出来，让这些神学生陷入绝望，然后再现身说法，以自身为标杆，激励他们上进。这也是当年他的导师对他的教诲。不过，当甘雨桐看到面无表情的秦风时，不由心中暗赞：乖乖，这个小怪物竟然不为所动，也不知有些什么底牌，才有这样的底气。他哪里知道，秦风的神域有100倍时间流速，还拥有数千万凡人信徒，以及数以万计的神话级信徒，每日能够获得的信仰之力堪称海量。因此，秦风欠缺的只是提炼神力的时间，而不是信仰之力。甘雨桐惊讶片刻后，又开始详细讲解晋升中位神的窍门。你们需要融合一道神职，然后才能将信仰之力凝聚为神力。神职的选择非常重要，比如选择了风暴神职，凝聚的神力就是风暴神力；选择了火焰神职，凝聚的神力就是火焰神力。只要你们实力提升到3星下位神的层次，就能够向学院申请神职，但只能申请普通神职。那些珍贵的神职凝聚的神力非常强大，远远不是普通甚至能够相比较的，但他们的数量非常稀少，价值异常昂贵，几乎有价无市。但在最近，就有一个获得珍稀神职的机会放在你们眼前，那就是神位选拔大赛。只要你们能在那之前将实力提升到3星下位神的层次，就能参与其中。如果能够取得好成绩，就有机会获得珍稀神职。这一堂课很快就宣告结束，因为所有的神学生都急不可耐的想要返回宿舍修炼。神位选拔大赛10年才会召开一次，错过了这一回，下次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来参加大赛的要求就是他们的实力要达到3星下位神的层次，这是很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秦风同样如此，拒绝了导师提供的信仰之力，直接返回宿舍开始修炼。他端坐在床上，取出一缕缕散发着五彩毫光的信仰之力，然后直接燃烧起来，加速信仰之力的吸收。这种方式非常浪费信仰之力，但想要尽快突破境界，这是最好的办法。随着信仰之力的飞速燃烧，秦风身上的气息节节攀升，脑后的神轮明灭不定，起伏旋转。时间过去不知多久，房间中忽然传出一声轻斥：“3星下位，成！”秦风一声轻喝，明灭不定的神轮忽然凸显出来，散发着阵阵神光，时而如同煌煌大日一般耀目，时而如同皎皎明月一般美丽。整个房间之中，信仰风暴席卷开来，形成一道道小型旋风。如果不是房间中的家具早就和建筑融为一体，又都采用了极为坚韧的材料建设，此时恐怕直接就在这信仰龙卷风下化为飞灰了。秦风洞开的双眼中，如同有熊熊火焰燃烧，又好似有雷霆万钧落下。而房间之中的信仰龙卷风被他张口轻轻一吸，便直接吞入腹中，暴动的房间恢复平静。此时的秦风气息极为稳固，神躯强度大幅提升。最为神异的还是他脑后早已完成由虚向石转变的神轮，悬浮在空中滴溜溜乱转的神轮上铭刻着一道道神秘的花纹。如果静止不动，恐怕都要以为这是一件用远古遗传下来的神物了。他的这一次实力提升，燃烧了近万的信仰之力，足够10来名普通下位神晋升3星。之所以消耗这么大，
一是燃烧信仰之力加速修炼的土豪行为，二人是他那不同凡响的神域所需信仰之力更多。2000方位面的神域，一般上位神恐怕都没这个规模，消耗的信仰之力多也算正常。秦风闭目感受了一番，实力提升非常明显。别的先不提，只说之前学到的神术，此时效果至少提升了3倍。特别是空间之门，直接由原本的10座提升为30座，覆盖范围也由方圆万里提升到覆盖10万里的程度。而神灵的根基神域，此时的变化更为喜人。当初开辟神域时，由于融合神王本源，又打造出365颗星辰，所以造就了庞大的神域规模。虽然只是神灵层次，但神域规模已经堪比主神了。由1星下位神晋升2星下位神时，神域规模有直接翻倍，达到2000方位面地程度。如今神域的规模更是达到5000方位面地程度，足足翻了1倍半。秦风进入其中，只见此时的神域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神域金壁向外扩张，大片的土地形成，浓郁的灵气开始弥漫。像神树之乡、黑水沼泽这些地方上的信徒倒还好些，毕竟世界树和神域之蛇很早之前就居住在秦风的神域中。可北方荒原和千湖之乡此时却是乱成了一团，毕竟开天辟地这样的事情实在太令人惊悚了。这让黄金比蒙和圣灵人族感到有些不知所措，还以为是末世降临了呢。尤其圣灵人族这边，他们的资质虽然大幅提升，修炼速度也大大加快，可毕竟才过去没多久的时间，他们的实力提升并没有多少，甚至依旧保留了以前普通人族的意识。因此神域扩大，灵气溢散，直接吓得这些圣灵人族魂不附体，纷纷钻入房屋之中，找个角落缩了起来，瑟瑟发抖，惶恐不安。作为圣灵人族的领导者，乔娜公主虽然有心维持秩序，但却有心无力，只能失望地进入神庙中，跪在秦风的神像前忏悔祷告：伟大的神灵啊，您给我寄予厚望，让我管理圣灵人族，可我却辜负你的期望，更辜负族人的信赖，根本无法处理眼前的乱局，只能任凭族人缩在墙角瑟瑟发抖。伟大的神灵啊，您快降临吧，让您的信徒安下心来，让一切重归平静吧。一道道如泣如诉的声音不断地在神庙之中响起，可见这位高傲的公主此时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打击。秦风见状，意识扫过北方荒原和千湖之乡，浩瀚的神念传出：不要担心，这只是神域扩张的正常现象，各自做好本分之事，一切有本尊在。这声音就如同定海神针一般，直接让黄金比蒙和圣灵人族安定下来。一名名信徒走出家门，恭敬虔诚地匍匐在地，狂热而激昂地向秦风祈祷：您是我等见过最伟大的神灵，您的神威无穷无尽，您的力量感觉古今。万能的神灵啊，只要有您在，吾心即安。愿我神力永恒不朽，愿我神光辉万古不坠，愿我神域无穷广大。在短短刹那的时间，竟然有数百信徒的信仰层次由狂信徒提升到圣灵的程度。一名狂信徒能够提供的信仰是一团如同拳头大小的光点，可圣灵一天能够提供的信仰竟然如同水桶一般巨大。同是一名信徒，但狂信徒和圣灵所提供的信仰竟然足足差了10倍。这意味着秦风每天又凭空多出上百缕信仰之力。特别是乔娜公主此时更是喜不自胜，一纵身便来到秦风建设在虚空中的神殿。神灵大人，乔娜无用，没能管理好圣灵人族，还请您责罚。您将偌大的圣灵人族交给我，可我却将整个族群搞得一团糟，我真是太没用了。乔娜公主一边哭泣一边诉说着，有些语无伦次。看着这位以往精明干练、高傲娇贵的公主殿下哭得梨花带雨的样子，秦风不禁摇头：怎么，这才刚刚开始，你这位最忠诚的信徒就要撂挑子不干嘛？你还没学会管理，可为什么不去问问那些擅长管理的人呢？比如你的父王母后，他们曾经管理整个乔纳王国，这方面会很有经验的。乔娜公主一听，面色不由一红，有些尴尬地说道：是啊，我为什么不去问问父王母后他们的意见呢？神灵大人，我是不是太蠢了？看着由一个类人转身就变为呆萌少女，疑似拥有变脸术的乔娜公主，秦风不由一阵无语。他看着下方已经再次变得井然有序的圣灵人族，脑海中生出一个想法：刚刚收集到大量的信仰之力被他再次取出，直接扔向了下方的大地。原本蓝天白云的天空上瞬间就多出了无数五颜六色的光团，这些光团如同雨点一般落下，直接融入每一个信徒的身体。这是什么？哎呀，我的实力在提升，我的实力在提升啊！天哪，我竟然直接由3阶高级剑士直接提升到7阶传奇剑士的层次，我也差不多从1阶初级枪兵提升到5阶宗师级枪术大师了。这是我主降下的神恩，快向神灵大人祈祷，感谢他的赐予。伟大的神灵啊，您是我见过最仁慈、最慷慨的存在。不仅仅是圣灵人族，其他3大信徒种族也开始叩拜起来，又是一阵信仰光团朝秦风飞射而来。在之前那几分钟的时间内，他足足燃烧了上万信仰之力，将圣灵人族的实力提升到平均7阶的层次，神域之蛇和世界树提升到平均8阶的层次。至于1000黄金比蒙，战斗力直接达到恐怖的9阶。世界树长老、蛇王、乔娜公主的实力更是提高到10阶半神，而原本就拥有半神战斗力的黄金比蒙，此时已然达到半神巅峰，只需要秦风稍微推一把，他就能获得一名神灵级信徒。要知道，连一些老牌上位神的存在都不一定拥有神灵级的信徒。不过秦风并没有着急，因为他只是一名下位神，无法拥有一名同为下位神的信徒。不过他现在已经是3星下位神巅峰了，只要完成神位选拔赛，获得心仪的神职，就能正式进阶中位神。一想到记忆中的那个神职，秦风就觉得一阵心潮澎湃。他所在的裂空文明神系很快就会举行一场神位选拔赛，这场比赛每10年举行一次，分别测试神灵的信仰力、信徒战力、信徒大军征战等几个方面的能力。
最后，主办方会以得分进行排名，排名越高，或者是奖励也就越好。最关键的奖励当然是神职了。而让秦风感到心动的神职是一个名为雷霆之神的神职，简称为雷神。光听名字就知道这个神职拥有非常恐怖的战斗力，快如闪电的速度，充满毁灭性的攻击，能够产生连锁反应，波及范围非常广的效果。总之，这个神职非同一般。除了战斗力方面，雷神还是裂空文明中专司战斗的神灵，他能够带领文明大军外出征战，攻略诸天万界以及无尽位面，搜刮财富和信徒。上一代的雷神已经老了，现在需要选拔出合格的接班人，而这也正是秦风当前最需要的东西。毕竟他已经拥有5000方位面的神域，却只有1/10的地方有信徒居住。他急需获得新的信徒，以及获得更多资源，填补空旷的神域。能够调动整个文明大军的神职，自然是他的首选目标了。果然，秦风的猜测没有错。没过几天，福家神域的神职工作人员便来到战争学院，他们将以此作一处分赛区，选拔能够进入复赛的新生神灵。同时也公布了选拔赛赛制，只要能一路杀入复赛、半决赛、决赛，并获得最终胜利，就能够得到预备雷神的神职，掌控一支全由神级强者组成的雷霆大军。只要能通过当代雷神的考验，在各个方面击败其他预备雷神，就能成为新一代的雷霆之神，也就是裂空文明的3军主帅。秦风在第一时间选择报名参赛，并剑指预备雷神。一时之间，得知这个消息的人不禁哗然：天哪，又有一个不怕死的，竟然胆敢争夺预备雷神！是啊，虽然雷神人人都想当，可也不是一个新生能够接触的吧？咱们学院就有一位学长，足足等了30年，据说就是在等预备雷神的选拔赛。他怎么就确定这一届的选拔赛中会选拔出一名预备雷神？呵呵，上届雷神已经当了100万年，早就厌烦了这个身份，多年前就透露出要选拔预备雷神的消息，不过是现在才正式开始罢了。这怎么可能？那可是雷神啊！既然还有当雷神当烦了的。呵呵，虽然说我们神灵的寿命我穷无尽，可同样一件事重复做了100万年，神灵也是会厌烦的，这种境界不是我们这种小人物能比的。两人说着说着就偏离了正常轨道，早就将秦风要参加雷神选拔赛这件事给抛出脑后。或许在两人的心中，秦风一介新生根本不可能通过雷城选拔赛。这个时候，秦风也被另外一群人给围住了。金发碧眼、美艳绝伦的古雨桐直接将秦风带到自己宿舍。你这小混蛋，鼓励你们参加神位选拔赛，没让你去送死啊！预备雷神，那是你这种小菜鸟能够触碰的吗？秦风的前任导师张嫣此时已是古雨桐的助教了，他也一脸担忧地看着秦风，关切地说道：秦风，虽然预备雷神选拔赛的机会可遇不可求，但你还是要慎重啊！别的不说，光我们战争学院中就有超过3名天才学生，压制自身境界30年不突破，就为了能够参加这届预备雷神选拔赛。别说他们本身就天资不凡，光这份积累，就不是你这个刚成神不到3年的菜鸟能比的。古雨桐似乎想到了什么，脸上的担忧瞬间变得凝重。嫣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隔壁的几个学院好像也有这样的天才学生，当初名噪一时，可最后忽然销声匿迹，不见了踪影。只是最近才又冒出来，实力也都只是3星下位神的层次。看来他们的目标应该也是要参加预备雷神的选拔赛。你小子可要想清楚啊！被两人围着，你一言我一语的劝导着，秦风不禁一阵苦笑。预备雷神选拔赛和神位选拔赛本就是一体的，只不过是把神位选拔赛的最终奖励变成了预备雷神神位罢了。我就算不想参加，此时难道还能退出不成？放心吧，实在不行，我直接投降认输就是了，不会拼命的。秦风心中虽然想着一定要拿下预备雷神的宝座，可面对这2位真心关心他的人，他还是不愿意让对方担忧的。古雨桐似乎看穿了他的想法，不由叹息一声说道：算了，你想怎样就怎样吧，我也管不了了。现在你好好听着，我给你介绍一下神位选拔赛的赛制。第一场其实不算比赛，而是一场测试，测试的就是你的信仰力储存。这个信仰力必须是你的信徒供应的，而不是别人给予的。你每天的收益必须达到100缕信仰之力以上，才能通过第1关选拔。从第2关开始才是正式的神灵对决。很快，正式的神位选拔赛开始，广场上聚满了人山人海。虽然大部分都是围观的吃瓜群众，但参与选拔的依旧有数百人之多。裂空文明第9654万又381届神位选拔赛开始，现在即将进行第1轮考核，信仰力收集。参与神位选拔赛的基础要求至少要达到100信仰力的程度，否则达不到的就不要上来丢人了。现在依次上来检测你们的信仰力吧。信仰力就是每日可提炼多少缕信仰之力的简称。秦风早就从导师甘雨桐处得知了这个信息，此时倒也并不惊讶，更何况他每天能够收集到超过500缕的信仰之力，应付着第1关考核简直轻而易举。但一众普通神学生此时不禁一阵哗然，面如死灰，神色颓然。仅仅是这第1项关卡，就将他们绝大多数人排除在外了。要知道，一些刚刚凝聚神格、开辟神域的神灵，每日能获得的信仰之力极为有限，能达到10来缕都算不错了。这时，一名身着白衣的高年级生学生走上测试台，将手放在仪器上。很快，仪器光芒大亮，指针也直接指向103的位置。日收入103缕信仰之力，通过。下一个，白衣神学生一脸高傲地走下测试台，似乎刚才的测试对他来说不过是走个过场罢了。但他那一边走路一边弹腿的动作，明显暴露了他此时的激动。这时候，一名身形微胖的神学生走了上去，将手按在仪器上。98缕，不通过，下去。都说了，不达标的就不要上来丢人现眼了。
再有下一个，直接取消后续考核资格。被核试的神学生一缩脑袋，神情沮丧地走下测试台。他距离标准差的也不多，只是被刷下去，的确心有不甘。可他一名小神学生，难道胳膊还拧得过大腿吗？128通过，下一位。119通过，下一位。157通过，下一位。226通过，下一位。一名神学生如同走马观花一般，上去下来，然后下一位，上去下来。当考核官就要出226的时候，下方围观群众顿时发出一阵哗然之声。这意味着这名神学生每日能够收取226缕信仰之力。绝大多数下位神可是连他的1/10都不到啊！一种神学生不由满脸崇拜地看着这人。不过这时考核已经接近了尾声，大部分满足条件的是学生都已经完成了测试。考核官环顾四周一眼，朗声说道：“还有要上来进行考核的吗？”见没人答话，他挥手就要收取考核仪器。但就在此时，考核台上空间一阵波动，一扇高达2米的水晶小门凭空出现，一道身形挺拔、面容俊朗的身影从水晶门中走出。看到这一幕，下方战争学院的高年级生学生不禁惊呼一声：“天哪！看这位学弟胸前的徽章，应该是这一届的新生吧？他怎么会特殊系的终极神术空间之门呢？这道人影不是秦风又是何人？”考核官的眉头也不禁皱了起来。别人都是一步步走上来的，可秦风竟然直接传送上来，这有些不尊重他。就当考核官想要开口斥责的时候，秦风已经自顾自将手放在了仪器上，刹那间指针瞬间弹起，直接从左边0克转动到598的位置。什么？竟然是598？这怎么可能？是啊，是不是仪器出错了？要不要让考核官换一台仪器？不可能吧，之前的测试都没有问题啊。这是不是意味着他每天能够获得598缕信仰之力？下方围观的神学生直接震惊在原地，满目不可思议地看着秦风。考核官也是一愣，有些怀疑仪器是不是损坏了，于是走上前去，将自己的手放在了测试仪器上。586，一名神学生不顾考核官阴沉的脸庞，直接将这个数字叫了出来，而考核官也没有反驳，显然这就是他的真实数据。这就有意思了，一名能够被高层派遣过来当做考核官员的老牌上位神，信仰力考核竟然还不如一名刚刚成神的新生，这是不是太打脸了？还是打得啪啪作响，最后还被按在地上摩擦的那种啊？考核官面色难看，但在众目睽睽之下，也只能咬牙切齿地说道：“战争学院秦风，信仰力598，通过。”话音刚刚落下，围观的战争学院生学生不由自主地欢呼起来。如果只有200-300，那么他们或许会羡慕，或许会嫉妒，或者会觊觎，但信仰力达到598，超过一名老牌的上位神，绝对能让所有人收敛起任何不好的念头，甚至还会为秦风感到欢呼，并升起一股与有荣焉的感觉。秦风再怎么说也是战争学院的一份子，实力强大，他们也有面子。别的不说，至少以后出门和人吹牛也能多一项谈资，不是？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年纪就拥有这么高的信仰力，这意味着秦风就算不能获得雷霆神位，未来的发展也不可限量。要知道，神灵要么是通过信仰之力修炼，要么是通过神力修炼，而秦风这么高的信仰力，那意味着他的修炼速度将是别人的10倍，甚至达到数十倍的恐怖程度。这样的存在，不早早和他交好，反而选择成为敌人，这不是脑子被驴踢了吗？只不过还莫等众神一拥而上，考核台上的秦风便再次消失不见。空间之门来去自如，简直是杀人放火、脚底抹油的必备神器。这时，屡次被秦风无视的考核官一脸铁青地说道：“第2轮考核将由双方信徒对战，实力强的一方获胜。现在公布考核名单：战争学院1年级秦风对战争学院3年级夏军，战争学院3年级柳生对阵战争学院3年级张磊。”考核官刚刚公布第一组对战名单的时候，下方的神学生便不由一阵哗然。什么？战争学院3年级夏军就是那个30年前在神灵竞技场横扫4大学院的天才夏军？不会吧，他不是消失很久了吗？怎么还会待在战争学院？还只是一名3年级神学生？夏军很厉害吗？一个3年级的神学生，不就和我一届吗？能厉害到哪里去？能够比得上那名拥有598信仰力的大神？许多神学员交头接耳，满是不可置信的表情，而一部分人则是满脸懵逼的样子，丝毫不知道他们在惊讶什么。一名老牌神学生闻言，不由连退几步，远离了这位大放厥词的家伙，然后才嘲讽地说道：“和你一届？呵呵，人家30年前纵横神灵竞技场，以一己之力击败其他4大神学院的所有天才学生，你能办到吗？据说这个家伙当初在进行试炼任务的时候，还单挑杀死了一名敌对神系的中位神，实力简直恐怖。不仅如此，传闻中夏军拥有一支传说级生物组成的大军，甚至还培养出半神级信徒，根本不是普通人能够仰望的。那他为什么还只是战争学院的一名3年级神学生？拥有这么强大的实力，不早就可以晋升中位神，甚至触摸上位神的边缘了吗？也许夏军是在等待预备雷神的选拔吧。天哪，竟然卡着自身的境界30年不晋升，只为等待预备雷神的选拔赛，这心性也太恐怖了吧！哎，秦风大神，我虽然很看好你，但你毕竟刚刚成神没几年，恐怕不是这位30年前的天才神灵的对手啊。是啊，如果将双方放在同一水平上，或许有一战的可能性。可现在，刚刚才路转粉，强烈崇拜秦风的一众神灵，转眼间就粉转黑，开始唱衰起秦风来。不过从这里也能够看出，这预备雷神的选拔赛的确太受人欢迎了。
竟然有一名天才人物愿意苦等30年，就为得到这不知何时到来的雷神神位。秦风所面临的压力将是不可想象的。不过这个时候，秦风却并没有表现得太过担忧，反而是邀约了许久未见的学姐灵颜一起闲逛战争学院。灵颜眨着漂亮的卡姿兰黛大眼睛，好奇地看着秦风：“学弟，你好像一点也不担心啊？”秦风随手一个留影术，将战争神学院的一处美景录下。他准备回到神域中也打造出这么一个美景。听到学姐灵颜的话，他不由耸了耸肩，无所谓地说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有什么好怕的？”灵颜不由无语，实在有些看不懂这个小学弟。拜托，人家可是30年前的天才学生，资质和修炼速度一点都不比你慢，真是历经了好几次位面征战，底蕴之强，直逼一些老牌中位神。据说30年前他就越级挑战，独自杀死一名中位神了。如今又过去了这么久的时间，不知积攒了多少底蕴，实力不容小觑啊！你这样无所谓的状态，小心上了擂台吃亏哦。秦风表情依旧没有半点波动，只是看到一丛由各种仙珠魔植构成的漂亮花圃，便立刻又是一道留影术，将之完全录了下来。留影术虽然是一道普通魔法技能，但由神灵使用出来，效果还是不同凡响的。一颗颗仙珠魔植，还有其中飞舞的女黄蜂、天命蝶等半神级魔兽，直接被留影术铭刻的清清楚楚，纤毫毕现，如同用3D 打印技术复制的一般，简直就是一模一样。灵颜见秦风这般不为所动的样子，不由有些生气地嘟起了嘴。他这么关心他，甚至还专门跑前跑后为他打听各种消息，可他好像完全不在意，甚至还跟他装聋作哑，这让灵颜感到被忽视了。但当秦风将一株散发灵气且非常漂亮的花朵插到了他的鬓角时，他又不由喜笑颜开起来。时间就这样缓缓而过，很快来到了双方决战之时。空间擂台之外早已围满了无以计数的观众，除了战争神学院的学生外，还有许多神灵是从其他区域专程赶过来的。他们都想看看一名30年前的天才选手和当下最有名的新秀到底谁更厉害。这样一来，原本只能容纳上千人的广场顿时就变得有些水泄不通起来。幸好神灵可以悬浮在虚空中，上3层下3层的观众叠加着，再加上神灵的视线都很好，哪怕待在很远的地方也能观看比赛。因此哪怕这座广场很狭窄，但最终也没有影响这些观众的热情。空间擂台中，一身白衣飘飘，手持神剑的夏军早已等待在其中，但秦风依旧还没有到达。有人戏言，最强大的神灵往往是最后登场的。时间一点点过去，就当考核官面色铁青，想要直接宣布夏军获胜的时候，空间擂台中直接出现一扇水晶小门，一道身形挺拔、容貌俊朗的身影踩着时间的尾巴走了出来。来了来了，苏神来了！空间之门几乎要成为秦风的标志性物品了。一众围观神灵直接欢呼了起来，这样的出场方式实在太炫酷了。秦风进入空间擂台，第一时间便看着对面的白衣男子，这人双目有神，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锐利的锋芒，如同整个人就是一柄剑一般。而在秦风观察对方的时候，夏军不屑地冷笑一声：“现在的学生都这么不守时吗？真是玫瑰，召唤出你的信徒吧，否则我怕你待会没机会了。”说完之后，夏军一挥袖袍，一声惊天龙吟响彻空间擂台，一条身长100丈、展翅足有80余丈的巨大黑龙出现。什么？竟然是传说级信徒，拥有恐怖魔抗的黑龙！没想到夏军竟然拥有这种只存在传说之中的恐怖生物，秦风要悬了。是啊，黑龙这种生物魔抗高，肉搏能力强，除非神灵亲自出手，否则信徒很难是对手啊。但那狂妄冷傲的态度巨大的黑龙盘旋在天空上，声声惊天怒吼响彻空间擂台，那恐怖邪恶的气势在整个空间擂台中弥漫，似乎要将一切撕碎一般。夏军副手站立在虚空中，一脸不屑地看着秦风，声音淡漠地说道：“召唤出你的信徒吧，要是让我先出手，你恐怕就没机会了。”声音虽然不带丝毫感情，但那狂妄冷傲的态度却已经跃然脸上。秦风淡淡地摇了摇头，有些没好气地笑了笑，然后表情瞬间转冷，眼神也变得锐利起来。既然如此，那如你所愿，黄金比蒙出战！秦风一声大喝，神域通道凭空出现。好！一道金石穿空之声响起，震得空间擂台摇摇欲坠。擂台边缘的结界更是如同平静的水波，被扔入了一颗石子一般，荡起一圈圈涟漪。若非有考核官以及其他几名神灵同时出手，空间擂台差点被这声吼叫直接震碎。还未显露真身，不仅仅只是一道声音，便已经引起这么巨大的震动，顿时让所有围观众神惊叹不已。而处在秦风对面的夏军脸上满是激动之色，显然凝重不已。就在这时，神域通道彻底成型，一道巨大无比的金色身影从神域通道中扑了出来，宛若一座小山一般立在原地。一股血腥杀戮的气息开始在空间擂台中弥漫，直接将黑龙的气势给压了下去。夏军看到这一幕，不由面色大变。不好，是比蒙，是神话级的黄金比蒙，怎么会这要巧，偏偏碰上这种生物？他清晰记得，当导师将黑龙作为奖励送给他时，曾经仔细交代过，黑龙魔法防御无双，且肉搏能力极强，除了一种生物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天敌。而那种生物正是被称之为陆战之王的比蒙。而他眼前的这头宛若肉山的生物，更是一名比蒙中的王者——黄金比蒙。就在这时，秦风伸手指向天空中正连连后退的黑龙，冷然道：“杀！”一字吐出，只见黄金比蒙身体一屈，双脚在地上奋力一撑，宛若一座山头的身体便如同炮弹一般飞了出去，直接杀向黑龙。嗷！黑龙见状，也顾不得自家神灵的命令，转头就要逃回神域。然而黄金比蒙的速度之快，简直令人啧舌。明明只是一头地面生物，
但弹跳起来却比黑龙的飞行速度还快。特别是那一双利爪，竟然在接触之时直接撕裂黑龙防御。黑龙惨叫一声，直接被黄金比蒙从天空中拽了下来。黑龙那如同水缸一般大小的眼睛首先被打爆，身上坚硬的鳞片更是被黄金比蒙悍然拔去。身体被洞穿的他，甚至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黄金比蒙的拳头便如同雨点一般落下。那恐怖的拳头攻击如同肋骨一般，每一次锤下都会发出巨大的声音。那狂暴的锤击给为观众神带来了一场视觉上的饕餮盛宴，如同肋骨一般的声音又不断刺激着众神的耳膜。场外为观众神面面相觑，有些不敢相信的倒吸了一口凉气。但很快反应过来的众神不由拍手叫好，一些从外地赶来观战的神灵更是大呼过瘾，声称不虚此行，甚至还在场外为黄金比蒙呐喊加油。一群神灵竟然为另外一名神灵的信徒加油，当真是不可思议。只是几个呼吸的时间，一头传说级黑龙便直接被黄金比蒙打爆了脑袋。那硕大的身体被黄金比蒙拎在手中挥舞，宛若一名孩童耍弄一条绳索一般。神话级的品质再加上属性克制的关系，黄金比蒙彻底碾压了黑龙。而秦风的对手30年前的绝世天才白衣男子夏军，此时已经被气得七窍生烟。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你怎么敢这么对我？今天我就要好好教训教训你，让你知道一下怎么尊重前辈。夏军是30年前战争学院的天才学生，纵横神灵竞技场而从无败绩，哪怕是与战争学院同级的其他4大神学院，其领军人物联起手来，也被他以一己之力击败，狠狠地踩在地上摩擦。他还参加过上百次学院组织的试炼任务，攻略过许多位面，甚至还以下位神的实力独自击杀了一名敌对闻名的中位神。在那个时候，几乎所有人都为他而感到骄傲，几乎整个世界都在围绕他打转。他是那个时代毫无争议的风云人物，更是年轻一代的领头人。可如今他自信满满的参加神位选拔赛，却被一个年轻后辈啪啪打脸，甚至还是按在地上摩擦的那种，这让他如何能够接受？只听夏军一阵怒吼，挥手便关闭了神域通道，直接爆发了全身神力。脑后神轮浮现，其上燃烧着熊熊烈火，烧得整座空间擂台火红一片，甚至边缘结界都出现了融化的迹象。考核官和其他几名上位神灵不得不再次出手，稳固空间擂台，让双方比赛得以持续。炎龙爆！一条巨大的火焰巨龙射出，朝着秦风席卷而来。那巨龙明明是由火焰凝聚而成，可却宛如真实的一般，身上散发的气息更是达到了神灵级别。一些有见识的神灵不由疾呼：元素化形，竟然是元素化形！天哪，这夏军竟然达到这种程度，恐怕要不了多久，他就能掌握一种法则了吧？周围神灵不由疑惑问道：怎么，这难道很厉害吗？那名神灵不由苦笑说道：如果能够掌握一种法则，那他就有机会凝练出属于自己的神位。如果再融合雷霆神威，那就能将火焰和雷霆两种最具破坏性的神位结合在一起，达到更加恐怖的层次。这夏军还真是厉害啊！但就在此时，众人不由惊呼道：快看，那是什么？只见秦风的身上浮现一道金色光罩，不闪不避，直接硬扛了夏军的炎龙爆。那声势浩大的火焰巨龙直接在金色光罩下崩碎，而处于攻击中心的秦风却毫发无损，一动未动。死！好强大的神体，竟然能够扛住法则巨龙的全力一击。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但秦风明显胜过夏军啊！空间擂台上，秦风硬扛了一记炎龙爆，直接惊爆了所有人的眼球，就连处在对面的夏军也不由大惊失色，在心中几乎不可能。他对这一记炎龙爆的攻击力可是非常了解的，就连一些中位神都不敢硬扛炎龙爆的攻击，更别说一名3星下位神了。众人吃惊发呆，但秦风可不会呆着不动。只见他一步迈出，身前刚好出现一道空间之门，整个人影就消失不见。再次出现时，直接来到夏军的身后。神山震！一道山脉虚影出现，如同泰山压顶一般，直接砸在夏军头上。恐怖到极致的重量，使得他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便直接被从空中砸落，并且山脉虚影上还有强大的封印禁锢功能，直接将夏军封印在其中，无法动弹，无论他怎么挣扎，也无法从中脱离出来。最终，直到考核官宣布秦风获胜，他才被秦风释放出来。夏军面色黯然，不复之前的高傲，灰溜溜地消失在众人眼前。而正当秦风要开启空间之门，直接返回自己的宿舍时，一名战争学院的高年级学生把他拦了下来。秦风学弟，先等等，我们学院的战斗部主任想见一见你，不知你有空吗？秦风眉头一挑，不由有些好奇，这位战斗部主任为什么要见他？要知道，能够在神学院中担当战斗部主任的存在，实力必定是非常强大的。特别是战争神学院作为福家神域众5大神学院之一，战斗部主任的实力境界早已达到下位主神层次。他思索了片刻，点了点头说道：好的，可以见一见，劳烦学长为我引路。那位学长咧嘴一笑，挥手释放出一道水晶门，然后做出一个请的手势。学弟，请吧。原来这位学长也学会了空间之门这项神术。两人跨入空间之门，直接出现在一座建设于虚空中的宫殿里。站在这座虚空宫殿眺望四方，只见白云触手可及，下方海洋更是如同一方蓝汪汪的镜面。虚空宫殿中还种满了许多仙株魔植，随便带出一片叶子也能价值数百信仰之力。还有许多只存在于传说中的生物，比如游荡在花丛中的花仙子，比如孤高冷傲的月精灵等。这些价值连城的东西，在这里仅仅作为观赏物，几乎随处可见。一时之间，秦风感觉震惊不已。这位传说中的战斗部主任实在太富有了，当然，在富有的背后也代表着他强大的力量。就在这时，一道清冷的声音从中央的大殿中传了出来：“是秦风来了吗？自己进来吧。”
秦风一愣，难不成这战斗部主任是个女的？那也太厉害了吧！回头一看，想要询问一下带他前来的学长，他之前看得太入迷了，这时才发现那位学长早就消失不见了。无奈之下，秦风只能小心地走入大殿。一个穿着一身黄金铠甲、身材高挑的绝美女子径直走了出来，她也是所有男人心目中的女神。哦，不，准确的来说，她本身就是一位女神。一时之间，秦风看的竟然有些呆住了，久久没有反应过来。幸好的是，这位战斗部主任虽然实力强大，却没有因为他的注视而感到不满。许久之后，秦风才回过神来，歉意地说道：“实在抱歉，老师，您实在是太美丽了，让我陷入深深的着迷中，请原谅我的冒失。”战斗部主任摇了摇头，这样的眼神他早就习惯了，此时自然不会在意，只是轻声问道：“知道我叫你来做什么吗？”秦风摇头，心中不由腹诽：难道是见我长得帅，所以才邀我来请功相见吗？不过这样的想法，他是无论如何也不敢表露出来的。战斗部主任抿嘴一笑，挥手释放出一道神影术，画面之中正是秦风硬扛炎龙豹，然后以神山镇压夏军的情景。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刚凝聚神格，开辟神域不到2年的时间，就修炼出如此强大的身体。这道金光罩应该是你神体突破后自动出现的防御能力吧？秦风眼前一亮，有些激动地说道：“是的，导师，你怎么知道？那个金光罩的确是他在突破3星下位神时，神体忽然衍生出的一种能力。他之前之所以会硬扛对方的炎龙豹，就是为了验证这个金光罩的防御力如何。只是没想到，这个金光罩的防御力竟然会这么强。如今听闻战斗部主任的意思，似乎知道金光罩的来历。”秦风立刻打蛇随棍上，直接一口一个导师攀起关系来。战斗部主任也有些好笑，倒是没有拒绝他导师的称呼，反而说道：“这个金光罩是你的神体修炼到一定程度自动出现的防御能力。你也看到了，它的防御力非常的强大，几乎能够防御同级别的攻击。但这远远不是它的全部能力，只要经过妥善的开发，你完全能够掌握一种强大的防御法则。”说完之后，战斗部主任便闭口不谈，只是笑盈盈地看着秦风。秦风先是有些不明白他的意思，但反应过来之后，立刻大喜过望，还请导师教我。人家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不正是想收他这个学生吗？战斗部主任呵呵一笑，将秦风带到修炼室，开始讲述起关于金光罩的种种知识。秦风盘坐在修炼台上，依照着战斗部主任的指点，一点点运转起形成金光罩的力量。那是一种来源于神体深处的本源力量，几乎每一次提炼都能够进一步加强神体的强度，相应的战斗力也会大幅提升。良久之后，秦风猛然睁开双眼，一道金光绽放，映照的整个修炼室金光灿灿一片。呼！掌握了这道防御法则后，我的防御力至少提升了3倍，战斗力也提升了1倍。别说是同级别的下位神了，就算一名中位神全力攻击，也打不破我的防御。在战斗部主任的指导下，秦风彻底掌控了引发金光罩的本源力量。这种力量源自于他神体深处某种神秘力量，几乎每个人都具备，但不一定能够开发出来。而他在庞大的信仰之力灌溉下，神体不断变强，从而开发出这种本源力量，让他掌握了这项防御法则。仅仅从防御方面，秦风是其他同级别下位神的好几倍，就连高他1级的中位神全力攻击之下，也不可能打破这种防御。除了防御力外，神体的提升还增幅了他的战斗力。越级挑战，以3星下位神的实力打败4星中位神，简直轻而易举。就算面临一些5星中位神，他也未尝没有战胜的可能。而且这项防御法则还能够将目标的攻击反弹回去，虽然比例不高，只有大约1/3的程度，但也足够让敌人痛不欲生了。如果他能够持续修炼下去，反弹比例还能大幅提升。为了方便称呼，秦风将这项防御法则称之为不败神体。顾名思义，有了这项防御法则，他将立于不败之地。见到秦风修炼成功，战斗部主任也开心地走了过来。看来你的潜力还真是庞大，这么快就掌握了一项防御法则。秦风摇了摇头，强行压住心中的兴奋，谦虚地说道：“导师谬赞了，要不是您，我也不可能掌握这门法则。说到底，终归是您教得好。”战斗部长很是高兴，摆了摆手说道：“战争学院中比我优秀的导师不计其数，但像你这样的天才学生可是绝无仅有的。之前和你战斗的夏军，曾经也是战争学院的绝世天才，以一己之力镇压4大神学院，以3星下位神反杀敌对神系的4星下位神。在他身边围绕着的老师，每一个都比我优秀，实力比我强大的也不在少数。可你知道他为了掌握炎龙法则，花了少时间吗？”秦风摇头表示不知。战斗部主任摇了摇头，竖起了3根手指，在秦风震惊的眼神中说道：“30年，他花了整整30年的时间，而你只花了3个小时，就彻底掌握了一门更强大的防御法则。”最终，秦风带着满腔的欣喜返回了自己的宿舍。彻底掌握不败神体是一方面，但最主要的还是他弄清楚了这一切的原因所在。根据战斗部主任的说法，主要还是因为他的信徒品质好，信仰层次高，所提供的信仰之力数量多且纯粹。要知道，虽然同样是信仰之力，但信徒的品质越高，信仰之力越纯粹。信仰层次同样如此，也能够影响信仰之力的纯粹度。秦风拥有世界树、黑水神蛇、黄金比蒙、圣灵人族4大神话品质的信徒，再加上4大种族的信徒，信仰层次最低也是狂信徒，最高甚至达到了圣灵级，这使得他收集到的信仰之力无比纯粹。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够这么快开发出神体中的潜在力量。秦风返回宿舍，一刻也没有放弃修炼，实力提升的感觉实在太爽快了。不过他也没放下神位选拔赛。如果说不败身体意味着极致的防御，
那么神位选拔赛的终极奖励雷神神位，那就代表着极致的攻击。最强的矛和最强的盾相碰撞，到底是矛刺破盾牌，还是盾牌折断矛头，这一点无人可知。但有一点是秦风可以确定的，那就是最强的矛和最强的盾被同一个人掌控之后，一定能够爆发出无与伦比的力量。因此，他对神位选拔赛的冠军志在必得。说来也很有意思，秦风在第一天的神位选拔赛上展露出黄金比蒙的强大战力后，之后几天的神位选拔赛再也没有任何选手愿意和他进行信徒之间的战斗，几乎每一个选手一上来就爆发最强大的一面，直接选择神与神之间的对战。一个个要么凭借花样百出的神术，要么凭借功能强大的神器，要么想要和秦风对拼神力。可不管是哪一项，秦风都能够完胜对方。比如神术之间的比拼，秦风拥有空间之门这项终极神术，能够来去无踪，完美化解敌人的攻击，又拥有一系列的基础神术，比如嗜血术、利刃术、虚弱术等。这些神术虽然是基础的，但在秦风的手中却花样百出，轻而易举就打败了敌人。还有对拼神器的，那就更被秦风碾压了。要知道，他可是拥有主神器神圣之甲的。一些3星下位神手中最多也就是1、2件精品神器，用这些神器和秦风战斗，又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呢？几乎每一场战斗结束后，秦风接下来的对手都会改变策略，但不管他们怎么改变，最终的结果都是毫无疑问的：碾压、碾压、再碾压。就这样，秦风获得的胜利越来越多，考核成绩越来越高，竟然以一匹黑马之姿直接杀入了决赛圈。只需要再胜利一场，他就能夺得最终的雷神神位了。这一天，秦风依旧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对手，但就在返回宿舍之时，被学姐林妍给拦下了。这位美女学姐是战争学院4大女神之一，这里的女神指的并不是境界，而是她的美貌。因此，林妍在战争学院之中可以说是广受欢迎的，不知多少神灵都喜欢围绕着这名美女学妹打转。这其中不乏天资卓越的学长、实力强大的男性导师，甚至背景深厚的校外神灵。林妍对他们没有丝毫兴趣，向来都是一副不假辞色的面孔，因此还获得了一个雪山女神的称号。可偏偏对秦风这名新生不一般，时常邀请逛街游玩，彼此之间非常亲密。一开始还有学院导师以及一些背景深厚的校外神灵想要暗戳戳的警告秦风，但战争部主任一出，直接吓退了这些魑魅魍魉，让谁也不敢打秦风的主意。特别是最近秦风以黑马之姿直接杀入神位选拔赛的决赛，更是让所有怀有异心的人噤若寒蝉。学弟学姐代想要邀请你参加一个神灵公会，你愿意吗？秦风看着眨巴着水汪汪大眼睛的美女学姐，不由一阵好笑。你这可怜巴巴的模样装给谁看呢？他伸出一只手捋了捋学姐鬓角的头发，柔声说道：学姐有命，学弟怎能不遵从呢？林妍闻言顿时喜笑颜开，直接抱住了秦风的胳膊，拽着他走向一处地方，一边走一边介绍着道：咱们这个团队名叫万界公会，平时最喜欢在虚空中游荡，找寻那些原始位面。当确认了原始位面的存在后，我们就会组织会员前去攻略，从而获取信徒、资源、财富等。你也知道，咱们文明没有稳定的势力范围，一向都是游荡在宇宙边缘。如果不能攫取资源，快速强大自身，我们别说面对其他神灵文明的攻击了，就算是自身的消耗，也能让我们土崩瓦解。秦风所在的裂空文明神系，其实是宇宙中的一支流浪文明。文明始祖原本是一处原始位面的土著，在外面被一伙神灵占领后，就开始在宇宙中游荡，最终获得信仰流神明的传承。他便开始在宇宙中游荡，一边慢慢收服信徒，一边稳步提升实力，最终创下了裂空神系这个横跨多元宇宙的强大文明。整个文明的风格那就是侵略、侵略再侵略，掠夺、掠夺再掠夺。裂空老祖擅长各种空间神术，能够将文明中的神灵按照实力投放到宇宙的各个位面，让他们去攻略这些位面，为整个文明获得发展的资源。而这其中攻击侵略的主力就是获得神职的神灵们，比如雷神神位的掌控者就是其中最强大的一位，也掌控了一支最强大的神灵大军。这也是秦风一直以来的目的，他要做的就是成为未来的雷神，掌握雷霆大军，攻略诸天万界，攫取文明发展的资粮。而当秦风听说这个万界公会的组织构架时，他不由对这个公会升起很大兴趣。原本只是给美女学姐一个面子，所以才选择加入这个公会，但现如今这个公会的运行逻辑也非常适合他啊。秦风和林妍刚刚走入万界公会的驻地，立刻就受到了公会成员的欢迎。哈哈，这不是秦风大佬吗？欢迎前来万界公会视察工作，快请进。哇塞，你就是秦风，那个一骑绝尘，击败了无数对手，进入决赛的黑马。呸呸呸，什么黑马？难听死了，这是我们战争学院的光荣。对对对，秦风同学是我们战争学院的光荣，他能够进入神位选拔赛的决赛，我们所有人都与有荣焉。林妍，你太厉害了，既然将秦风大佬给请来了是，你真是立下了一个大功啊。一名名神灵将秦风团团围了起来，显然对他的到来很是高兴。林妍拉着秦风开始为他介绍其战争学院的一名成员，比如一名虎背熊腰的家伙，名叫谢文龙，拥有5星中位神的实力，据说一拳能打爆一颗生命星球。比如一个粉雕玉琢的小萝莉，大家称之为文文，擅长一系列辅助神术，能够提升神灵的战斗力，治疗伤势，甚至复活战死队友。这可不是秦风之前学的那些神术能够相比拟的。秦风之前学习的那些基础神术，大多只能增幅信徒实力，治疗信徒伤势，乃至复活信徒。可这位稳稳的神术却能直接提升神灵的实力，这可就了不起了。还有一名身材宛若魔鬼、妩媚至极的美女，大家都叫她红姐。
来历非常神秘，但实力强大，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环境的战斗，是万界公会的救火队员。不管哪里出现问题，派他上去补救准没错。这几位加上林岩，共同构成了万界公会的骨干。而这个公会的会长名叫楚志辉，是红姐的伴侣，擅长特殊神术，实力已经达到8星上位神的层次，和大多数战争学院的导师相比，已经不遑多让了。秦风学弟，你是否愿意加入我们万界公会？楚志辉非常郑重地问道。秦风环视四周一眼，看着众人期盼的眼神，也点了点头，说道：“当然，我既然来了，就是有意加入万界公会的。”他的话音刚落，万界公会的驻地中便响起了一阵响亮的掌声，特别是林岩更是大胆地给了秦风一个香吻。众人决定晚上出去好好聚一聚，吃顿大餐。神灵虽然寿命永恒，10000年不吃东西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但不代表着神灵就不需要吃东西了。由于是聚餐，所有开支有公会负担。进了餐馆后，大家直接按贵的点，什么龙肝、凤爪、熊掌、鱼翅，每一道菜品都是用一些神兽器官制作的。龙肝凤爪自然不必多说，光是那熊掌便是来自于1头半神级的大地魔熊，还有那鱼翅，据说是从美人鱼身上取下来的，价格更显昂贵。酒过3巡，菜过5味，众人的话题回到了正事之上。秦风同学，你这次总决赛的对手可不好对付啊。林岩听楚志辉一说，不由紧张了起来。会长，我知道你的信息很灵，是不是打听到什么机密？能跟秦风好好说说吗？显然，这位美女学姐非常在意秦风的安危。楚志辉摆了摆手，郑重地说道：“秦风已经是我们万界公会的人了，我当然会尽一切可能去帮助他。不过这次的对手却和以往的那些天才不一样。这位对手的来历很神秘，传说是一名上位主神的子嗣，自幼有名师教导，早早就学会了许多神术。据说他的神域超过了10方位面，远远不是我们能够比拟的。背靠主神强者，传闻这个家伙拥有大量的史诗级信徒，传说信徒也不在少数。神话级的信徒虽然没有人能够证实，但肯定是有的。背景强大，天赋极好，信徒不凡。秦风，你可要小心啊！”神位选拔赛的总决赛终于到来，吸取了之前的教训，选拔赛的主办人员为了避免赛场再被观战人员挤满，这一次他们选择了直播的方式向外播放总决赛的赛况。这对神灵来说轻而易举就能办到。当秦风的标志水晶门在空间擂台上出现时，所有人都欢呼了起来。一届新生竟然以黑马之姿击败一名老牌学长，进入最终的总决赛，这让无数人叹为观止，也激发了无数人奋斗的决心。秦风站立于虚空之中，默默打量着他的对手。楚志辉说的不错，这人果真来历神秘，背景强大。直到这个时候，选拔赛的举办方都还没有公布对方的身份。要知道，秦风的所有信息早就已经公诸于天下了，几乎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再加上几场战斗，他所拥有的底牌也都一项项的暴露出来，而对方却神神秘秘的，至今都没有泄露出任何有用的消息。这说明对方身份背景很强大，否则举办方不可能不公布信息。要知道，在大多数神灵的眼中，这已经算得上是选拔赛的黑幕了。可举办方依旧顶着压力，一直没有公布对方的信息。如今秦风一见，心中不由压力顿生。他从楚志辉的口中已经得知了对方的一些信息，又从战斗部主任那里得知，只要提前掌握一门法则，就可以免除所有比赛，直接进入总决赛中。可见这人的实力已经凌驾于大多数参加选拔赛的选手之上。不过秦风还是有足够的信心打败这个神秘的对手，只是不知道对方会采取何种战术，比拼信徒，比拼神术，比拼神器，又或者是选择比拼其他东西。就在这时，只见神秘选手一挥手，直接打开了无数条神域通道，一阵如同流水一般的声音在秦风耳边响起，这听得他头皮发麻。好多的信徒死，竟然是虚空虫族，好恐怖的数量。只见数以亿计的黑色虫子从空间通道中涌了出来，一只接一只，数之不尽。这些黑色虫子如同狼狗一般大小，尖牙利爪，狰狞恐怖。秦风也不犹豫，直接开启神域通道，一只只如同小山的黄金比蒙出现在空间擂台之中。如果放在以往，见到这么多神话极限图，那些观战的神灵定然会惊恐地叫出来。可这一次，所有人都呆呆地屏住呼吸，一言不发，就连直播间的弹幕也消失了，似乎就没有这个功能一般。因为他们所有人都被对面的虚空虫族给震惊了。这些虚空虫子并不算厉害，实力也就在1、2阶的范围内，最强大的虫王也不过5阶。可他们的数量实在太多了，密密麻麻，如同黑色海洋一般。只见黄金比蒙一声咆哮，直接冲入虚空虫子之中，长达数米的利爪随便一挥就能撕裂上百只虚空虫子，爪影飞舞，虚空虫子死伤遍野。然而没过多久，黄金比蒙的身影就被虚空虫子淹没在其中。这些虚空虫子爬到黄金比蒙的身上，牢牢地将黄金比蒙包裹在其中。到了后来，只能看到一团团黑色的虫山在移动，却根本看不到黄金比蒙。这些虚空虫子的数量太多了，不管黄金比蒙杀死多少，很快就会有更多的虚空虫子涌上来，将黄金比蒙牢牢包裹。一开始，黄金比蒙还能够冲出一条血线，清空一片虚空虫子。可慢慢的，黄金比蒙的攻击越来越乏力，对虚空虫子的伤害也越来越小。秦风明白，照这样发展下去，黄金比蒙根本不是这些虚空虫子的对手。结，别挣扎了，赶紧认输吧，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一声声阴沉的声音响起，秦风抬头一看，只见他的神秘对手不知何时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由无数虫子组成的一道滔天身影。由虫子构成的大嘴张合，发出一阵阵阴沉刺耳的声音。
嘿，还真是一个胆小如鼠的家伙，这是怕我执行斩首战术吗？按照秦风以往的表现，他的个体战斗力也是无比强大的，就算在信徒方面吃了点亏，但他也能够凭借神灵战争打败对手。可对面的家伙把自己藏了起来，明显是想要凭借信徒获得最终的胜利。无数的观众开始谩骂，觉得这样胜之不武。还有万界公会这边，一名成员也担心起秦风来，反倒是秦风嘴角露出一抹冷笑，心中却不慌不忙。他意念一动，直接沟通神域之中的圣灵人族。伟大的神灵啊，您的神威无穷无尽，您的神力永恒不朽，您的神火永不熄灭，仁慈的主宰啊，愿您的光辉万古不坠，愿您的神明遍及诸天万界，愿您的旨意奉行在人间。万能的造物主啊，您卑微的信徒向您送上诚挚的敬意，我们将永远信奉于您，尊崇于您，为您赴汤蹈火，万劫不避。感受秦风降临的圣灵人族立刻跪倒在地，开始祈祷起来，准备出战，斩杀异教徒。秦风浩瀚的声音直接在神域之中响了起来。圣灵人族闻言，人人神情激动。他们不知道自己即将面临的敌人有多么恐怖，但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愿意为自己的神灵赴死。空间擂台中，秦风一挥手，黄金比蒙直接被收回神域之中，取而代之的是一名名凌空战力的圣灵人族。早在之前，秦风就大量燃烧信仰之力，提升圣灵人族的实力。这些圣灵人族最差的都是7阶大魔法师的存在，其中强大的甚至达到了9阶大魔导师的地步，潜藏于地底万丈深渊的炽烈之火呀！燃烧我的敌人吧！以火之名焚毁众敌之残躯，火焰精灵出战。伟大的火之主宰，我以契约者的名义向汝借取灭世之力，将世间一切邪恶燃烧，让炙热的火焰焚毁一切敌人吧！数以万计的魔法朝着下方的虚空虫族肆意挥洒，大地中涌出熊熊烈焰，天空中降下流星火雨，四面八方冒出火焰。每一个魔法技能的出现，都意味着数以万计的虚空虫族消失。虚空虫族成片成片的消失，胜利的天平开始向秦风倾斜。直播间中或者空间擂台外的围观神灵不由欢呼雀跃起来。秦风加油！秦风胜利！秦风万岁！7阶大魔法师已经拥有凌空悬浮的能力，而秦风的这些圣灵人族实力最低也达到了7阶层次，一个个站在虚空中肆意的向下方挥洒魔法。炙热法球、灼热射线、燃烧之手、火焰风暴、焚云术、炎阳暴、流星暴，一个个威力强大、波及范围广阔的火系魔法，如同不要钱一般往下落去。空间擂台的地面上燃烧起熊熊火焰，每过去1秒钟的时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虚空虫族在火焰中化为灰烬。天空中还有无以计数的燃烧着熊熊烈焰的陨石，如同下雨一般倾泻而下。每一颗陨石天降都会引发恐怖的爆炸，升起一圈圈蘑菇云，震得空间擂台摇摇欲坠。外围几名主持选拔赛的人员，为了维持空间擂台的稳定，几乎已经憋红了脸。从古至今，他们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一届的选拔赛中会出现这样的变态。明明只是一群3星下位神，但战斗的余波却使得空间擂台几乎崩溃，还要他们这些考核官消耗神力来维持运转，简直让他们欲哭无泪。这时候，空间擂台中的虚空虫族在大魔法师们的火焰攻击之下，成片成片的化作了灰烬。原本由空间法则凝聚出的擂台上堆满了一层厚厚的黑灰，如同在一个玻璃缸中堆上大量煤渣一般，看得围观众神刺目不已。但却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反而齐声为秦风欢呼。在他们的眼中，秦风就是一个和他们一样从底层开始往上爬的普通神灵，凭借的都是自己的天资和努力。而秦风的那个神秘对手，传闻中是某个大佬的子嗣，依靠的是家族实力，这些本就让围观的神灵感到不满。更何况神秘对手竟然用这种不要脸的战术，这更让人唾弃。这时候，虚空虫子的数量已经开始减少，之前黑压压一片无以计数的虚空虫子前仆后继，但现如今虚空虫子的规模已经出现很明显的减少。一些区域在虚空虫子全灭之后，并没有新的虚空虫子涌上来补充，直接裸露出空白一片。秦风手下的圣灵人族一直悬浮在虚空中，朝着下方倾泻魔法，而虚空虫子们并不会飞行，数量虽然多到令人头皮发麻，但却只能任人宰割，面对来自天空的魔法攻击，几乎没有反抗的能力。躲在虚空虫群中的神秘选手看到这一幕，心中也不由焦急了起来。咻！一声凄厉嘶鸣从虚空虫群中传了出来。虚空虫群听到这个声音，动作不由齐齐一顿，但转瞬之间，只见一只虚空虫子汇集在一起，组成一道道巨大的身影。天空中的圣灵人族见状，立刻一发火系魔法招呼过去，剧烈的爆炸直接将虚空虫群组成的身影炸得粉碎。但哪怕如此，虚空虫群依旧拼命地汇聚在一起，一道道宛如巨人一般的虫人就这样被虚空虫群组织了起来。虫人的手臂上、头颅处乃至整个身体都是由一只只虚空虫子构建而成，无数的虚空虫子在上面蠕动，驱动着虫人的动作，看得众人一阵头皮发麻。他的每一个动作都会有大量的虚空虫子坠落下来，如同下起一阵黑色的虫雨一般。但很快的就会有更多的虚空虫子补充上去。虫人仰天咆哮，一双巨拳朝天空中的圣灵人族砸了过来。然而，相比于体型庞大、笨重无比的虚空虫人，圣灵人族的速度何其之快！他们不断地躲避着虫人的攻击，以更加迅猛的速度消灭着虚空虫群。之前的虚空虫群散布在整个空间擂台上，可现在这些虚空虫群聚集在一起，顿时就成为了一个活靶子。圣灵人族的攻击效率更高，清理虚空虫族的速度也越发快了。3-5名圣灵人族联合起来，直接就能轰爆一个虚空虫人。胜利的天平开始向秦风一方倾斜。
场外的神灵观众不由对这场酣畅淋漓的大战感到目瞪口呆，惊奇不已。他们实在太震撼了，秦风的手段花样百出，一次次化解敌人的攻势，表现近乎完美。比赛至今，那位神秘选手的身份背景可是已经被他们完全挖掘了出来。背靠一名上位主神，自幼有名师教导，开辟神域远超普通神灵。为了夺得雷神神位，更是销声匿迹了数十年，积累了不知多少底蕴。虽然实力一直被压制在3星下位神的层次，但数十年来积攒的信仰之力就足以令人胆寒。传闻之中，这家伙多年以来一直都在域外位面中作战，战斗经验极为丰富不说，光死在他手中的中位神灵数量就不下于双手之数。甚至在一次和敌对神灵文明的战斗中，他还成功从一名老牌上位神手中逃脱，以此登上了那个敌对文明的追杀榜单，也算得上是整个裂空文明的一大天骄人物了。可就是这样一名强大的对手，却依旧和以往的参赛者一样，被秦风彻底的碾压了。那么做到这一切的秦风，实力又该是多么强大？这简直不可思议！圣灵人族的魔法师们依旧如同一尊尊移动炮台一般，不断挥洒着攻击。虚空虫群成片的消失，化作飞灰飘散在空间擂台上。好，该死的杂碎！你竟然坏我图森家族的大事！当最后一具虚空虫人彻底倒下时，一道黑影飞了出，化作一道幽光，以肉眼难见的速度杀向秦风。幽光如梭，势如闪电，就连空间都被撕开一条裂缝，久久无法愈合。场外的观众大骂偷袭无耻的时候，也不由下意识地屏住呼吸，心脏仿佛被一柄大锤击打过一般。这速度太快了，甚至连空间都无法阻隔他的前进。这该怎么应对？很多人都在推演，如果自己遇上这样的攻击，该如何去化解？然而，哪怕是一批老牌上位神，最终得出的答案都是2个字：无解。当为观众神为秦风心揪不已的时候，直面偷袭的秦风却是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好似全然不在乎这幽光的攻击一般。就当幽光即将穿透他身体时，只见一道如同弹壳一样的金色光罩出现，将他保护得严严实实。当幽光击打在金色光罩上，巨大的金属撞击声响起。然而这势不可挡，快如闪电的幽光却只在金色光罩上打出一片涟漪。被金色光罩保护在中央的秦风几乎不受影响，面色依旧淡然。被金色光罩弹开的幽光仿佛被激怒一般，直接一次次的疯狂攻击着。当当当，只是几个呼吸的时间，就足足发出数百次金属撞击声。整个空间擂台上只看得到一个金光熠熠的光团，以及幽光快速移动留下来的漫天阴影。只是可惜，不管这幽光如何攻击，都无法打破金色光罩的恐怖防御。秦风刚刚修炼完成的不灭神体，号称世间最强防御法则，又岂是这么容易被打破的？更何况，除了防御法则不灭神体外，秦风还拥有一件主神器神圣之甲，更让他的防御变得坚不可摧。见无法奈何秦风，幽光停止继续攻击光罩，再次在虚空中变成一道身穿黑色斗篷的身影。你这个来自下水道的垃圾，你坏了本少爷的大事，真是罪该万死。雷神神位不是你这种底层的垃圾能够染指的，我劝你自己认输，退出雷神神位争夺赛，然后与本少爷签订奴隶契约，为我图森家族效力万年，那么本少爷还可以饶你一命。要不然，你怕是活不到明天太阳升起了。哦，对了，你怕是还不知道本少爷是谁吧？我乃图森家族传人，我的家族势力遍布整个裂空文明，你还敢和我竞争雷神神位吗？嘿嘿。黑斗篷声音阴冷，威胁之意跃然纸上。这一幕不由气得场外的神灵观众破口大骂，愤懑不已。神灵虽然高高在上，拥有近乎永恒的寿命，可以说是不死不灭的存在，但在神灵之中也是有高低贵贱的分别的。最直观的就是实力差距，谁的实力越强，地位就越高。另外一个就是势力差距，使你掌握的势力越庞大，话语权越大，那地位也将会水涨船高。很显然，这黑斗篷所在的图森家族就是一个地位极高的超级势力，而大部分的神灵观众都是一些来自底层的神灵，天赋资质一般，后台背景一般，信徒神谕一般。如今秦风就在他们眼皮子底下被人威胁，一口一个下水道垃圾，这直接就激怒了大部分来自底层的观众。该死的斗篷小子，有种就露出你的脸来，让本大爷看清你的真面目，以后见你一次打一次。一群敲骨吸髓，靠着剥削底层神灵上位的爬虫，这是吃的脑满肠肥之后不想给我们活路了吗？图森家族就是那个掌控神灵竞技场，依靠宣泄暴力发家的安装家族吗？不错，应该就是那个图森家族了。他们不仅仅把一些来自底层的神灵放在竞技场中，如同斗兽一般取悦他人，简直令人不齿。势力遍布裂空文明，呵呵，简直是癞蛤蟆打哈欠，好大的口气！一道道讨伐之声开始在围观神灵之间荡漾。正在奋力维持空间擂台的几名考核官员，面色变得一阵乌黑铁青。图森家族的人都这么没脑子吗？是啊，这都激起民愤了。就算我们想偏帮，他都做不到。算了，公事公办，大不了将图森家族的贿赂退回去，绝对不能和他们沾染在一起。作为神位选拔赛的考核官员，他们自然知道黑斗篷的真实身份，甚至于他们为了帮助黑斗篷获得最终的胜利，直接没有公布黑斗篷的身份信息，为的就是在黑斗篷和秦风之间信息差，从而给黑斗篷营造取胜的机会。要不然，黑斗篷也不可能制定出避开秦风神体、神术优势，以重海大军压制秦风黄金比蒙，并取得最终胜利的战法了。只是没想到，秦风除了黄金比蒙这个神话级信徒外，还有圣灵人族这个隐藏的大杀器存在。这就是任凭你多少阴谋算计，都不如我以绝对实力碾压。而这个时候，黑斗篷大放厥词，引发观众的愤怒。
几名考核官对视一眼后，顿时决定放弃干预比赛的想法，彻底和黑斗篷划清界限。这一次可真是要捅破天了！听清楚了吗？你这只来自下水道的垃圾，立刻给我宣布认输，然后自动成为我的奴隶，要不然不仅你要死，就连你跟那些朋友、同学、导师也没有一个能跑得了的。空间擂台中，秦风看着嚣张不已的黑斗篷，面色一阵难看。他早就知道黑斗篷的身份不简单，所以便只想要击败他，然后赢得选拔赛最终胜利即可，并不想要加深矛盾。所以他才在黑斗篷的偷袭之下，选择启动不灭神体，以防御消耗对方。可没想到这个家伙竟然这么嚣张，威胁他不说，还想找他朋友同学的麻烦，简直是不可理喻。秦风冷哼一声，直接关闭了不灭神体所带来的金色光照。哟呵，小子，看来你很识趣的嘛，赶紧认输，然后过来签订奴隶契约，可别耽误本少爷的时间。黑斗篷见秦风解除防御，还以为是要向他认输的，就连场外的观众此时也不由一阵黯然，看着秦风的眼神中满是失望。难不成这会和他们一样，出身于底层的绝顶天才，也要选择屈服在黑斗篷的身下了吗？然而空间擂台中的秦风忽然消失不见，一众围观神灵不由眼睛瞪大，心中满怀欣喜地搜寻着秦风的踪迹，因为他们都知道空间之门是秦风的成名绝技，这项神术一启动，就意味着秦风反击的时刻到了。果然，秦风的身影从黑斗篷身后的空间中冒了出来，一只不敢露出真面目的老鼠也敢在我的面前猖狂。秦风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必定石破天惊。神山震，一座似虚还实小山在秦风的手中浮现，直接砸向了黑斗篷。本就炼入了数百颗星球，单凭重量就能压死一尊下位神的神山术，此时更是被秦风注入10倍信仰之力，重量足足提升了10倍有余。黑斗篷甚至都还没反应过来，便如同折翼的小鸟一般，直接从虚空中坠了下去，狠狠地砸在空间擂台的地面上。砰！一声巨响过后，空间擂台直接崩碎。3名负责维持空间擂台的考核官面色一阵涨红，差点一口老喷了出来。几人对视一眼，心中不由得惊骇欲绝。这是什么怪物？竟然能够释放如此恐怖的神术，简直不可思议！就连几名考核官联手维持的空间擂台都被神山术震得崩溃，那作为直接攻击目标的黑斗篷又怎能好过得了呢？神山虚影消失，露出了下方几乎被砸为肉泥的黑斗篷。一道道五颜六色的光芒从黑斗篷的身上冒了出来。有一名辅助流擅长治疗的神灵惊骇一声道：这是神域破碎的前兆！天哪，秦风简直太恐怖了，竟然连人家神域都打碎了。这下子黑斗篷恐怕永远不能提升实力了。神灵的根基有3项，一是神格，二是神域，三是信徒。没有神格，神灵就会有神堕凡，成为一名凡人；没有信仰，神灵就无法收割信仰，实力无法提升；而没有神域，意味着神灵是无根的浮萍，将无法培养信徒，甚至不能维持神格的稳定。可以说，秦风的这一下子直接废了黑斗篷。为首的考核官看到这一幕，不由干涩地咽了一口唾沫，才正式宣布道：战争学院秦风成为本届神位选拔赛冠军，奖品为雷神神位，将立刻发放。一团拳头大小，其上萦绕着一缕缕银色雷蛇的光团被交到秦风手中，然后几名考核官捧起地上的黑斗篷，直接飞向位面传送阵。图森家族唯一的传人被人废在了神位选拔赛上，如果不早点去解释清楚，他们恐怕也要担上不小的罪责。至于秦风，已经不是他们能管的了。看到秦风最终获胜，围观神灵欢呼雀跃，纷纷大声呐喊起来：秦风万岁！秦风无敌！秦风牛逼！好像获得胜利的就是他们自己一般，狂热程度甚至都快比得上秦风的那些信徒了。秦风对着呐喊的人群微微一笑，转身走入空间之门。雷神神位已经获得，他已经急不可耐地想要将之融合。这雷神神位中蕴含着一丝本源的雷霆法则，与他之前领悟的不灭神体相比，这雷霆法则更擅长于攻击，两者可谓是最强的矛与最强的盾。谁也说不清楚到底是最强的矛更锋利，还是最强的盾更坚韧。但如果最强的矛和最强的盾结合在一起，那绝对是一件令任何敌人都要感到绝望的事情。秦风坐在床上，一张口将银色光团吸入腹中，然后努力地将之融合进神格中。他感觉自己仿佛来到了一个由雷电构成的海洋中，雷霆滚滚，雷蛇飞舞。他沐浴在雷霆海洋中，被银白色的雷蛇推动着在海洋中飘荡，慢慢地与整个世界融合在一起。而在现实世界中，秦风的身上雷霆萦绕，散发出股股恐怖气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浮现出来的雷霆越来越多，映照的整个房间一片银光闪闪。秦风只觉得浑身上下传来一股酥麻的感觉，这些雷霆进入了他的每一个细胞，不断锤炼着他的身体。本就因修炼成不灭神体而变得强悍无比的肉体，此时在雷霆的洗炼之下，竟然又提升了最少3成的强度。时间过去不知多久，雷霆海洋中忽然狂风大作，一股波浪将秦风的意识掀飞出去。也就在此时，稳坐在床上的秦风忽然睁开双眼，2道银色电芒急射而出，直接将宿舍的地板击穿2个大洞。他长长的吸了一口气，努力地平息着体内不断翻涌的雷霆之力，口中喃喃自语道：在雷霆法则中蕴藏了迅疾和毁灭的属性，能够惩戒一切邪虫的力量，碾压罪恶的意志。在更深处，毁灭还会与重生交替上演，它或许会因为时间而短暂平息，但却绝不会因岁月的流逝而消亡。难怪这么多人都想争夺雷霆神位，无论是谁，只要掌握了雷霆法则，就意味着掌握了毁天灭地的力量。而对我来说，雷霆法则带来的毁灭性攻击与不灭神体坚不可摧的防御结合，
将能带来1+1大于2的结果。按理来说，当秦风成功吸收雷霆法则，融入雷神神位之时，他的实力就应该由3星下位神直接提升到4星中位神的层次。但由于秦风同时具备不灭神体和雷霆法则2大能力，他必须做出一个选择，要么以不灭神体作为主体，要么以雷霆法则作为主体，以此晋升4星中位神。可秦风犹豫了，无论是不灭身体，亦或者是雷霆法则，都是最顶尖的能力，无论他以谁为主，都会压制另外一方的存在。这样一来，他就会面临着失去最强之矛或者最强之盾的艰难抉择，这是秦风所不愿意接受的。也许我应该尝试着将不灭身体和雷霆法则给融合在一起。最强之盾和最强之矛的结合，效果不知该如何的恐怖。一想到这里，秦风心中就一阵激动莫名。他现在的境界虽然依旧还是3星下位神，但要论战斗力，他能够轻易秒杀一名4星中位神，或者击败一名5星中位神，甚至打平一名6星中位神。我需要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为我带来足够的压力。只有这样，我才能将不兼容的不灭神体和雷霆法则给彻底融合。到时候晋升4星中位神将是水到渠来的事情。仅仅是以雷霆法则晋升中位神，就能号称最强战力。那融合了不灭身体和雷霆法则的中位神，战斗力又该是何等的模样？秦风领悟雷霆法则后，自然也将这一喜讯告知了灵颜。这位美女师姐很是兴奋，直接就张罗着为他庆祝。万界公会的成员当然也不会缺席。酒过3巡，菜过5味，几名小伙伴吃得好不尽兴。最后说起这次的神位选拔赛来，众人也不甚唏嘘。其实从一开始，他们也不太相信秦风能够获得最终胜利，特别是总决赛，那位黑斗篷的来历太过恐怖了，本就是天才中的天才，又背靠了那样庞大的一个家族势力，按照常理几乎没有胜利的可能性啊。可秦风最终还是拿下冠军的宝座。林岩有些好奇地问道：秦风，你认识楼星月主任吗？秦风先是一愣，然后点了点头说道：不错，他是我的导师之一，帮助我修炼成一门强大的神术。怎么忽然问这个了？楼星月就是战争学院的战斗部长，也是帮助秦风开发不灭神体的导师。不过不灭神体的事情太过耸人听闻，秦风便只是含糊的说是一门神术。工会会长楚志辉明显被这个消息惊到了。我说嘛，楼主任可是我们学院有名的冰山女神，对旁人从来都是不假辞色的。原来她竟然是你的导师，难怪愿意为了你的事情出头，去的罪图森家族。秦风闻言不由一惊，连忙问道：我闭关的这段时间可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见林岩苦笑一声，解释说道：你废了图森家族的继承人，竟然还跟没事人一样。那可是我们裂空文明中的一方霸主，势力强大无比，在很多领域都有很大话语权。他们派出了一名主神级强者，直接降临在学院，想要将你带回去受审。若非楼主任亲自出手将对方给拦截了下来，之后又有雷神军的教官及时赶来制止了这件事情，你现在恐怕没法和我们一起吃饭了。秦风听完后只觉一阵脊背发凉，他本以为获得雷神神位之后，有了雷神军做靠山，就可以完全不怕图森家族的威胁，没想到图森家族的人会那么大胆，竟然想打一个时间差，在秦风正式加入雷神军之前，将他这个废掉继承人的凶手给带走。如果真是那样，那他此时恐怕是惨不忍睹了。不过图森家族错过这次机会，以后恐怕也不敢再对他出手了。毕竟在裂空文明中，还没有谁敢对雷神军成员出手，更别说他还是一名能够参与雷神军统帅竞争的存在。而事实也是如此，图森家族已经正式宣布解除黑斗篷继承人的权利，并表示不会向秦风展开报复。如果不是受到雷神军的压力，你想叫很跋扈的图森家族可没这么好说话。看来我又欠了这位新导师一个人情啊。秦风默默地想到。就在这时，秦风怀中的神明令牌震动起来。秦风先生，如果你已经融合了雷神神位，请尽快前往雷神军报道。有关于您的考核任务即将开始，这关乎于您在雷神军中的地位。秦风融合的雷神神位，准确的来说，只能算是预备役。像这样的预备雷神，在雷神军中有很多。他只有一路过关斩将，击败一系列竞争对手，才能成为最终雷神，掌握整个雷神军。看到这一条信息，秦风连忙和几人告别，然后启动了空间之门，迅速前往位面传送阵。雷神军总部在另一个位面，级别要比福家神域高很多。光凭空间之门，他是没办法一路穿梭过去的，只能凭借更强大的位面传送阵。很快，秦风出现在雷神军总部，不愧是裂空文明最强军队，行事作风干脆利落。一名雷神军队长接待了秦风，直接就在路上给他介绍起这次考验任务的内容。秦风先生，欢迎你加入雷神军这个大家庭。从现在开始，你将成为一支雷神小队的队长。你需要不断积累功勋，提高你的军衔以及在雷神军中的地位。军衔越高，能够统帅的雷神军数量也就越多，获得的待遇也将能够提升。这次的试炼任务是带领你的小队前往天堂位面，斩杀那里的叛军。任务评价将以你的个人表现、队伍的伤亡情况、完成任务的时间等指标进行综合考量。不过，作为你的前辈，我觉得你眼下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获得你队员的认可。好了，接下来就交给你了。预备雷神阁下。接待秦风的小队长如同连珠炮一般，将所要表达的内容一一吐露，然后直接将秦风扔到一个队伍面前，转身就离开了，只留下原地大眼瞪小眼的一群人。秦风站在风中凌乱，感到很无语。你至少给我介绍一下我的队员吧。他看了看面前的队伍，一共有15人，其中13人的实力只有3星下位神的层次，剩下2人实力达到4星中位神。这下子秦风就有些尴尬了，他现在的实力
可只有3星下位神啊，让他成为2名4星中位神、13名3星下位神的队长，实在有些不易服众。而且2名4星中位神看他的眼神，明显很不服气啊。虽然秦风此时的战斗力能够打平6星中位神，击败5星中位神，杀死4星中位神，但战斗力这种东西，除非当面锣对面鼓的表现出来，否则谁又能知道呢？难不成要把这些队员拉出去打一顿？想到这里，秦风不由摇了摇头，他轻咳一声说道：“各位队员，以后我就是你们的队长了。我说的话，你们可以不服气，但我的命令你们绝对要听从。如果有谁胆敢违抗军令，就不要怪我军法从事，不讲情面了。”天堂位面和福家神域一样，属于裂空文明的管辖范围。这一次的任务是剿灭一颗生命星球上的叛军。这颗生命星球原本是作为天堂位面关押、流放罪犯的地方，上面驻扎着一支天使军团，负责看守这些罪犯。可就在不久之前，罪犯中的一名神灵实力突破，达到5星中位神层次，冲开了监狱的禁制，并带着其他罪犯发动暴乱。秦风的试炼任务就是带着这支雷神小队剿灭暴乱的罪犯。很快，通过位面传送阵，秦风的雷神小队降临在最牢星上空。这颗星球已经完全被封闭，里面的罪犯根本没有办法离开。以裂空文明的强大底蕴，要想扑灭这里的暴乱，简直易如反掌。之所以将他们困在这里，正是为了给秦风这位预备雷神创造一处试炼任务点。或许就连那名囚犯能够突破5星中位神，都有雷神军在后方操作。为了能够培养出合格的雷神统帅，这些家伙真是费尽了心思。秦风带着雷神小队进入最牢星结界，迎头撞上囚犯大军。这些囚犯在进入最牢星时，全部被剥离了信徒，此时实力很是孱弱。虽然有100余下位神，可秦风身后的雷神小队却丝毫不胆怯。唯一有点威胁的，就只有2名4星中位神，以及那名刚刚突破的5星中位神。哈哈，你们这些上帝的奴才，终于来送死了吗？我卡巴拉一定要杀了你们，将你们抽筋扒皮，敲骨吸髓。我还要将你们的灵魂当作丹心，放在不灭宫灯上燃烧10000年，方能消我心头之恨。只见一名满脸刀疤、宛若无数蜈蚣在上面爬的大汉，猖狂地笑着，其身上气势鼓动，邪恶的气息扑面而来。秦风不屑地冷笑一声，看着身后的雷神小队，下令道：“那些杂碎就交给你们了。至于这个家伙，他是我的。”此言一出，雷神小队不由大惊失色。队长，你只是3星下位神，可这个罪犯首领的实力已经达到了5星中位神层次，不如将他交给我，你来对付1名4星中位神吧。雷神小队中有2名4星中位神副队长，13名3星下位神队员，其中1名实力较强的副队长原本最有机会被提拔为正式的小队长，可没成想雷神军直接空降了1名小队长，实力还只有3星下位的层次，因此他的心中一直很是不爽，觉得秦风是个走后门的，丢了雷神军的脸。可没想到秦风胆子竟然这么大，要以3星下位神的实力去对付1名5星中位神，这样的勇气不由得让这位副队长感到佩服。他觉得自己的实力还不错，应该能够和1名5星中位神打成平手。其余14名小队成员也是苦劝道：“是啊，队长，你还是不要冒险了，先杀了这些杂碎，然后再联手帮副队长击杀对方的首领吧。”可没想到秦风却是摇了摇头，忘了出发之前我给你们下达的命令了。众人闻言呼吸不由一滞，连忙苦笑着扑向了各自的对手。罪犯首领双手抱在胸前，冷眼看着这一幕。当见到秦风的队员全部杀向了他的手下时，才狞笑着看着秦风：“嘿嘿，你们雷神军真是越来越不成器了，竟然连一个嘴上无毛、实力只有3星下位的菜鸟来执行任务，这真是老天眷顾啊！”秦风呵呵一笑，不屑说道：“怎么，你还想抢我身上的结界令牌，然后逃出最牢星吗？”听到这话，囚犯首领眼睛一突，不敢置信地问道：“你怎么可能知道我的想法？”秦风淡淡说道：“进入这里的神灵不可能不知道，整个星球都被结界笼罩，没有结界令牌，就算你们成功发动叛乱，解决了星球上的守军，你们也不可能打破结界，成功从这颗星球上逃脱。但你们还是这么做了，这要么说明你们是傻子，要么说明你们另有所图。当我的队友杀向你的小弟时，你那长长松了一口气的表情就已经将你出卖了。”罪犯首领大惊失色，他的计划的确是先发动叛乱，然后引来平叛小队，最后牺牲小弟，凭借刚刚突破的强大实力抢走结界令牌，逃离星球。可没想到这一切的计划竟然都被眼前这名年轻的神灵看穿。想到这里，囚犯首领面色一凝，不由厉声说道：“就算你猜到了我的想法，又能怎么样？你一名3星下位神，而我已经晋升5星中位，你不可能是我的对手。”说完之后，囚犯首领的气势大涨，一股股黑色火焰冒出。只见他一挥手，一条黑色火龙便飞向秦风。火焰本应该是炙热的，被秦风的感觉却是无比阴冷的，甚至于在这黑色火龙的身上，他还感受到无边的血腥气。秦风笑意盈盈的面孔收敛，取而代之则是一脸的凝重。他双手掐动印诀，一道金光灿灿的光罩出现，将他严严实实的包裹在其中。“哈，没有用的，我这冥界火龙可是无视防御的。”罪犯首领猖狂大笑道。但下一刻，罪犯首领的笑声就在嗓子中噎住了。这怎么可能？却只见那黑色火龙扑在金色光罩上，不仅没有打破光罩的防御，自身还冒起一股股黑烟。原本足有数百丈的体型，转瞬之间缩水了小半。可以无视防御的冥界火龙竟然被克制住了。而就在罪犯首领感觉不可思议的时候，一道水缸粗细的雷龙从秦风的手中射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接打在了罪犯首领身上。砰！
一声惊天巨响，罪犯首领不由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啊！不，饶命！冥界火焰是火系法则的一个分支，攻击性不强，但却十分的恶毒，具有腐蚀、破魔、灼魂、诅咒、无视防御等特性。一旦被攻击到，就连同级别的神灵都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尸体，而外表却看不出任何伤痕。罪神头领就是凭借这样的手段，杀死了好几名裂空文明的神官，这才被囚禁到此处。他本以为冥界火龙能够轻而易举地杀死秦风，然后就能夺取打开结界的钥匙，从而逃离罪囚心。可没想到，冥界火龙被一道平平无奇的金色光照给挡住了。甚至于那号称能够无视防御、具有灼魂特性的火焰，在遇到金色光照的时候，竟然如同白雪遇到太阳一般，直接就融化熄灭了。但更让罪神首领感到恐惧的，还是从秦风手上射出的雷龙。雷霆巨龙？不可能！你一个小小3星下位神，怎么可能做到法则巨现？这是只有领悟雷霆法则的强者才有可能做到的呀！如果你领悟了雷霆法则，那你的实力就能够突破4星中位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哦，不要，饶了我！罪神首领面色狂变，满是恐惧之色，声音凄凉的求饶起来。然而，秦风凝聚雷霆法则释放而出的雷霆巨龙，仿佛有灵性一般，竟然牢牢锁定了他。好！雷霆巨龙仰天咆哮，在虚空中盘旋一圈后，直接一口将罪神首领吞入。雷霆法则专门克制邪恶、阴暗系的能量，再加上被秦风注入海量信仰之力，竟然一击秒杀了一名5星中位神。可怜这名罪神首领，连声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便直接葬身在雷霆巨龙腹中，最终化作一捧飞灰，散落苍穹。他哪里能知道，秦风可不仅仅只是领悟了雷霆法则那么简单，他还领悟了能够与雷霆法则并称的最强防御法则——不灭神体。秦风之所以还是3星下位神的层次，只是因为他的野心更大，想要凝聚最强之盾与最强之矛，然后再晋升4星中位神，以达到最完美的境界。而就在秦风以不灭神体扛下冥界火龙的攻击，并以雷霆巨龙击杀罪神首领的瞬间，他触摸到了将2大对立法则融合为一的契机。秦风二话不说，直接在深州布置下一圈防御警戒结界，然后盘坐在虚空之中，开始融合不灭神体和雷霆巨龙。雷霆巨龙的核心是无坚不摧，而不灭神体的核心是无物可破。但2大法则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唯我独尊，霸气绝伦。虽然一个的侧重点是攻击，一个的侧重点是防御，但那种唯我独尊的傲气却是相通的。抓住了这一个特点，秦风就抓住了突破的契机。不灭神体所形成的金色光照消散，雷霆法则凝聚的巨龙也在开始分裂，取而代之的是9条盘旋在他身侧的不灭雷霆神龙。这些不灭雷霆神龙体型缩小，每一条都有水缸粗细，变得只有手臂大小，来回游走在秦风的身边。如果说之前的雷霆巨龙只是由一缕缕的雷霆凝聚而成，虚幻如泡沫，能量耗尽后就会自动消散，但如今缩小后的不灭雷霆神龙却宛如真实的生物一般，栩栩如生，并拥有了极高的灵智。只要秦风还能够提供能量补充，这些不灭雷霆神龙就会永久性存在，甚至还会随着秦风的实力提升而变强。这些不灭雷霆神龙的防御也很高，只要对方的实力没有超过秦风，就根本不可能打散不灭雷霆神龙。它还能自动抵挡蕴含敌意的攻击，无论什么样的攻击都无法突破不灭雷霆神龙组成的防御圈。甚至于这些不灭雷霆神龙在受到攻击后，还会自动沿着攻击来袭的方向进行反击。它还能受到秦风的控制，攻击视线范围内的任何敌人。原本的不灭神体只能被动的防御，雷霆巨龙的伤害虽然大，却也只像一颗大号手榴弹，能够拉上敌人同归于尽。在运转的时候，需要同时消耗2份信仰之力，对秦风的指挥计算的能力也有非常高的要求。可如今的9条不灭雷霆神龙却同时拥有了防御和攻击的特性，只需要消耗1份信仰之力，甚至还能自动防御、自动攻击。在不灭雷霆神龙成型之时，秦风的境界也顺势提升到4星中位神的层次。他还隐隐有种感觉，随着实力的提升，不灭雷霆神龙还能变得更强，数量也能增加。最重要的还是不灭神体和雷霆巨龙融合后，发挥了1+1大于2的效果。秦风此时的实力能够轻易秒杀同阶的中位神灵，轻易击杀高出1阶的5星中位神灵，轻易击败高出2阶的6星中位神灵，甚至遇到7星上位神也未尝没有与之一战的可能。而不用像之前面对罪神首领那样，还需要依靠属性克制以及消耗海量信仰之力才能将之消灭。这个时候，星球上的战斗也终于宣告结束。雷神小队成员围了过来，一脸崇敬地看着秦风。恭喜队长晋升中位神，成功击杀罪神首领，完成试炼任务。队长，你真是太厉害了，竟然以3星下位神的实力强行击杀一名5星中位神，简直不可思议。是啊，能够跨越一个阶级击杀对手，就已经能够被称之为绝世天才了。可队长竟然跨越2个阶级，这其中还包含了下位神到中位神这个大坎，实在了不起。一名名队员满心欢喜地赞美着秦风。有这么一名强大的队长，那么他们立功的机会将会更多，也将能够更加安全。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之前见到秦风只是一名3星下位神时会那么的失望。此时，之前有些看不上秦风的2名副队长也是满脸羞愧地低下头去。这位队长的境界比他们低时，就能击杀比他们强大的对手，如今境界和他们相当，已经远不是他们能够挑战的了。见过队长，我2人愿意遵循队长的指引。您的旗帜所向，就是我等刀锋所指。经历这场战斗，雷神小队成员对秦风已经是心悦诚服了。雷神军作为裂空文明最强大的战斗军团，自然也承担了最为艰巨的战斗任务，平时的危险系数非常高。能有秦风这名强大的神灵带队，他们将会更加的安心。
但更让他们感到兴奋的还是秦风强大的天赋资质，能够以3星下位神实力击杀一名5星中位神，这样的存在未来前途不可限量。他们现在能够追随秦风，未来也能够跟随秦风晋升到更高层次。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个有趣的插曲，那就是几人发现不灭雷霆神龙和他们以前所见过的雷霆巨龙有所不同，以为这是秦风修炼雷霆法则出了岔子，凝聚出了变种的雷霆之龙，因此想要试试雷霆之龙的威力。没想到9条不灭雷霆神龙一出，竟然直接打败了这支15人的雷霆小队。这期间秦风几乎没有消耗任何信仰之力作为补充，也没有亲自指挥，仅仅凭借不灭雷霆神龙自己就将这号称裂空文明最强军团的雷神小队按在了地上摩擦。可以说秦风独自一人就能够抵得上一支雷霆小队。其中一名副队长一脸惊惧地看了一眼不灭雷霆神龙，才小心翼翼地说道：队长，星球上的罪神残余已经剿灭，我们的任务也基本宣告完成，但属下以为咱们先不要急着离开，还是仔细搜寻一番，寻找一下有没有残存的天使军团。天使这种生物是天堂位面的特产，一个个长相极美，战斗力也非常强大，平时可以拿来养眼，出任务时可以用来辅助作战。而且他们天生就是9阶，不需要消耗太多信仰之力培养，死亡之后还能够复活，是作为信徒的最佳选择之一。以往都是由上帝那个老家伙把持，从不让外人染指，如今我们帮他平定叛乱，带走一些天使，想必他也不会有意见的吧。嘿嘿，雷神小队的其他成员闻言也哈哈地笑了起来。裂空文明由无数的位面组成，其中就包含雷神位面、天堂位面、福家神域等。其中雷神位面是雷神军的驻地，由当代雷神掌控。如果秦风能够过关斩将，战胜所有竞争对手，未来也有机会成为雷神位面的主宰者。其次，天堂位面的掌控者名为上帝，是从裂空文明的老对手光明神系那边叛逃过来的，据说一向都和雷神军不太对付。如今一看雷神小队的作态，秦风便知传言不假。至于福家神域，由福家神王掌控，在裂空文明的众多势力中算是比较平和的那种，居住着很多战死神灵的后代，比如秦风就是在福家神域长大。天使这种生物，秦风也曾有所耳闻，其有着诸天万界最美生物的称号，而且天生实力9阶，战斗力非常强悍，死亡又能复活。只是可惜这是天堂位面的特产，外界几乎很难见到，就算有幸得到1、2只，也都是当作宝贝藏在神域中，等闲不会放出来。如今秦风得知有机会获得天使，顿时就生出很大兴趣。要知道黄金比蒙号称陆战之王，地面战斗几乎没有对手，之前神位选拔赛中，黄金比蒙就协助秦风一路过关斩将，将陆战之王的实力给展现得淋漓尽致，惹得无数神灵羡慕不已。而天使这种生物又号称天空之王，仅有少数几个隆重生物能够与之敌对，价值可丝毫不比黄金比蒙差。就算掘地3尺，也要将天使军团找出来。一声令下，雷神小队直接动了起来，他们放出大量的信徒，直接开始搜寻最求心的每一个角落。很快他们就在一处地穴堡垒中找到了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天使军团。队长，那些该死的罪神竟然这么心狠手辣，把这些天使折磨成这个样子。是啊，天使军团中本该有2名中位神级的天使长以及15名下位神级的战斗天使，竟然全部被他们害死了。之前动作太快，就那样将他们杀了，真是太便宜他们了。唉，这些天使都被折磨成这样了，几乎没什么用处了。只见在地穴堡垒中囚禁着一名名伤痕累累的天使，这些天使有的被扯下了翅膀，有的被砍断了手臂，有的失去了双腿，最残酷的，浑身上下竟然被插上了10几根长矛，如同刺猬一般。一时之间，雷神小队的成员失望不已。这些天使被摧残成这样，可以说是很难治疗了，就算救活之后，也没什么战斗力能够发挥了。就在这时，秦风的身上大量的信仰之力被燃烧，治疗术去，愈合术去，再生术去，一道道神术被秦风释放出来，开始不断治疗天使身上的伤势，就连他们残缺的肢体器官，比如手臂、双腿、翅膀，也在这些神术的帮助下重新生长出来。天哪，队长，你怎么会这么多治疗神术？是啊，我们虽然也掌握了一些辅助系的神术，但也不可能这么全面啊。队长还真是富有，竟然燃烧这么多信仰之力，只为了救治这些天使。唉，我要是有这么多信仰之力，早就晋升6星中位神了。可队长就这么燃烧了，只为了救这些天使。几人你一言我一语的交流着，言语之间不乏羡慕嫉妒之感。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内，秦风就施展了超过上百种的神术，仅仅是治疗一项就分为肉体、灵魂、器官、肢体等几个不同类型。除此之外，还有恢复、再生、痊愈、驱散等只有辅助系才会学习的神术，并且每一道神术的释放，秦风都消耗了10倍的信仰之力，这几乎能够将一名4星中位神给推到6星中位神巅峰了。然而，这样的消耗是值得的。为了避免系统的秘密曝光，秦风第一时间将500名天使收入神域中。只见亿万光芒天而降，无数星辰之力将这些刚刚脱离虎口的天使笼罩在其中。一名名背生双翼、通体洁白、圣洁无比的天使张开双臂，头颅微抬，双目紧闭。随着星辰之力的注入，一闪闪新生的翅膀出现在天使的背后。伟大的神灵，感谢您赐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将信仰于您，忠诚于您，成。您手中最锋利的剑刃，万能的神灵，感谢您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道路。愿您的神力永垂不朽，愿您的神火永不熄灭，愿您的神域巍峨庞大。
仁慈的神灵，您的神威无穷无尽，您的光辉播撒天穹，您的威名万古不坠。一声声虔诚的祷告在秦风的神域中响起，堪称海量的信仰之力朝他涌来。哦，竟然有3万信仰之力，看来这些天使的质量还真是不错啊。名称：爱丽丝，种族：天使，实力：半神巅峰，资质：神话级，天赋：神圣之躯，12亿圣天使将能免疫所受到的 50% 伤害，死亡后可复活，每日仅限一次。邪恶之敌，对所有邪恶、黑暗、混乱、杀戮种族的攻击可造成额外 50% 伤害。当敌人为死敌恶魔族时，天使的战斗力翻倍，击杀目标还可微量提升实力。技能：神圣之刃，光焰轰炸，天使制裁，审判之光。状态：圣徒，每日可提供1000信仰点。天使天生就拥有9阶的实力，战斗力在所有生灵之中可谓是遥遥领先的。虽然神级的统帅全部死亡，但500名天使中竟然拥有100名半神，其中10名天使的实力更是达到半神巅峰，只差一步之遥就能够突破神灵的桎梏。可以说，当这500名12亿圣天使成为秦风的信徒后，最强信徒的名称便被12亿圣天使给摘取了。而曾经最强信徒黄金比蒙此时便只能屈居第2，也因12亿圣天使的质量够高，每日就能够提供1000信仰点，能够提炼1缕信仰之力，这也相当于整个天使族群每日就能够提供500缕信仰之力。虽然在救治天使的时候，秦风所消耗的信仰之力堪称海量，让整个雷神小队都感到战栗，但以如今天使族群能够提供的信仰之力来看，用不了多久秦风就能回本了。当然，信仰之力还只是小节，根本算不得什么。最为关键的是，这12亿圣天使的战斗力实在太恐怖了，竟然拥有2大天赋能力。前者能够让12亿圣天使免疫 50% 的伤害，并在死亡后可获得一次复活机会，而后者则能大幅度提升12亿圣天使的战斗能力，特别是对恶魔、亡灵、吸血鬼等生物的伤害得到了恐怖的加成。仅凭借这一项，秦风之前付出的所有消耗，在12亿圣天使面前都变得不值一提。就在这时，最球星上方的结界被打了开来，一道雷光降下，瞬间就来到秦风面前。当雷光散去，却见之前颁发试炼任务的后勤官出现。你好，预备雷神秦风，恭喜你完成试炼任务，你将正式加入雷神军，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秦风一愣，有些不明所以的问道：难道我之前到雷神军报道时都还不算成为雷神军的一员吗？这个时候，他所统领的雷神军小队也走了上来，冲着他一阵挤眉弄眼。或许是因为秦风通过考验的原因，后勤官也不再那么冷冰冰的，只笑着解释道：雷神军作为裂空文明最强军团，又岂是参加几场比赛就能够加入的？特别你还是以预备雷神的身份加入雷神军，自然应该有一些别样的考验。正常来说，获得预备雷神神位后，你的实力应该是4星中位神，可你在报道时实力却只是3星下位神，我们还以为你名不副实，所以想让你知难而退呢。没想到你却能以3星下位神的实力跨越2个阶级，斩杀一名5星中位神，真是不可思议。秦风听完后不由一阵苦笑，没想到这场任务的安排其中还有这么多门道，如果他不能通过这场任务，或许会被雷神军直接扫地出门吧。至于他融合预备雷神神位后实力却只是3星下位神的原因，秦风并没有解释。从表面上看，不灭雷霆神龙和雷霆法则凝聚的雷霆巨龙并没有太多差别，如果不仔细看，基本很难看出不灭雷霆神龙雷光掩盖下的真面目。他们只会以为这不灭雷霆神龙是雷霆法则的一种变种，毕竟哪怕修炼同样的一种法则，具现化后的表象也并不一样。几人寒暄一阵后，后勤官面色一收，变得严肃起来。他轻咳一声后大声说道：预备雷神秦风在完成试炼任务时表现优异，勇于担当，基础评价 A 级。另预备雷神秦风以3星下位神境界跨越2阶击杀5星中位神，任务评价+1，任务完成时间为13小时，任务评价+1。在任务过程中，所属雷神小队未出现伤亡情况，任务评价+1。最终任务评价 SSS 将获得100点个人积分奖励，10点团队积分以及1件下品仿制神器雷神之锤。后勤官刚刚宣布完，雷神小队成员就惊呆了。天哪，100点个人积分，10点团队积分，还有1件雷神之锤，这也太逆天了吧。是啊，平常出一次任务能拿到1/10的个人和团队积分就已经撞大运了，更别说还能获得雷神之锤了。雷神之锤啊，虽然只是一件仿制品，但那的恐怖的攻击力还是能够让绝大多数敌人感到颤抖的。不错，最关键的是雷神之锤能够增幅雷霆法则，最适合队长这类人了。雷神军不仅统帅被称之为雷神，更因为他们还拥有一柄主神器雷神之锤，据说可以调动宇宙深空中的雷霆之力，帮助雷霆之锤的主人战斗。而秦风所获得的雷神之锤只是一件仿制品，品质只有神器级别，无论是攻击力还是属性效果的增幅，都远不能和真正的雷神之锤相比较，但也能大幅提高他的雷霆法则输出，甚至能提取一些虚空中的雷霆之力进行补充，效果也算是不错的了。很多老牌的雷神队长都非常眼馋仿制品的雷神之锤。就在雷神小队为自家队长获得这件宝贝而感到惊叹的时候，刚刚将雷神之锤仿制品放入神域中的秦风这边也发生了惊天巨变，无数星辰之力涌入，不断的改造着这件仿制的雷神之锤。神域位面的天道意志也缓缓复苏，并与雷神之锤仿制品建立联系。只见通体黝黑，做工略显粗糙，其上萦绕着一两丝银色雷光的锤子忽然爆发了起来。神域中雷霆涌动，电闪雷鸣，无以计数的雷霆之力朝着锤子涌来。
一时之间，整个神域中的5大信徒种族，包括黑水神蛇、世界树、黄金比蒙、圣灵人族，以及刚刚分配到天堂星的12亿圣天使，此时都被惊动了。伟大的神灵啊！卑微的信徒恳请您暂息雷霆之怒，我等有罪，触怒神灵，这是神灵降下的惩戒。仁慈的主啊，您是在责怪我们的信仰不够虔诚吗？看到这一幕的秦风不禁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他的一道意念传入神域中，浩大的声音响彻在天地间。尔等无罪，散去！直到此时，那无尽雷霆才最终散去。只见一柄被雷霆包裹的银色锤子浮现在秦风的意念之下。所有的雷霆法则能够增幅1倍效果，还能调取宇宙中的雷霆本源，补充我消耗的雷霆之力。死！这不就是雷神君的主神器，真正的雷神之锤才有的作用吗？天哪！传说雷神之锤独一无二，可我却搞出了另一柄雷神之锤，这下子可完大了。只是不知道我这雷神之锤和雷神君中的雷神之锤到底谁更强一些？雷神之锤是雷神君的标志，谁掌控雷神之锤，谁就能够调动雷神君。这不仅仅是一件主神器，更是一件权杖一般的宝贝。不过秦风也很清楚，以他如今的实力，根本不足以拥有这样的一件主神器。常言道，一山不容二虎，除非一公一母。倘若让外界得知他手中拥有第二件雷神之锤，恐怕如今雷神军的统帅就要第一个跳出来弄死他了。幸好这雷神之锤还能自我伪装，只要不当着一些真正强者的面使用，几乎不会被认出来。秦风暗暗下定决心，非逼不得已，他一定不动用雷神之锤。而最令人欣喜的还是神域位面的法则圆满，雷神之锤成为了神域位面的裁决力量，具备惩奸罚恶、净化邪魔的功能。虽然神域是秦风绝对掌控的地方，但随着神域位面的壮大，信徒数量增多，难免出现问题。雷神之锤的出现恰好补上这个短板。就在秦风心中念头转动之时，后勤官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路。苏队长，就在3个月之前，寒霜深渊入侵了我们的一处位面，你所属的雷神军第3支队正在前线和恶魔大军浴血厮杀。现如今你已经通过考验，正式成为雷神军中的一员，你以及你的小队将被调往前线战场参与那里的战斗。我必须得警告你，那些恶魔非常恐怖，和你见过的一切神灵都不相同。同阶之间，恶魔神灵的战斗力更加强大，这也是为什么组建雷神军的原因。一是因为雷霆克制恶魔，二是因为我们需要能够越阶而战的天才，才能遏制恶魔的攻击。现在你还坚持要加入雷神军吗？听到深渊位面和恶魔大军的消息，整个雷神小队的呼吸都不由急促起来。15双眼睛全部汇聚在秦风的身上，似乎所有人都在等他的决定。后勤官则是静静地看着秦风，脸上似笑非笑，也不催促。秦风环视四周一眼，洒然一笑，淡淡的吐出2个字：当然。深渊位面其实就是神灵的神域，或者一些原始位面坠落后历经无数年的演变所形成的世界。比如秦风刚刚开辟神域时被他和学院导师击毁的原始位面，在无数年之后就有可能形成一处深渊位面。这样的地方暗无天日，资源匮乏，很难有生物存活。但通过无数年的演变、淘汰、进化后，深渊位面中将会诞生一些特殊的生物。这些生物在深渊中艰难求存，为了争夺可怜的资源，每日都要与他人厮杀，最终能够存活下来的可谓是万中无一。就是这样残酷的环境，最终锻造出一些非常可怕的生物，这被所有神灵文明统称为恶魔。他们实力强大又残忍无比，传闻中恶魔过境处几乎是寸草不留，所有的资源会被恶魔抢夺，所有的生灵会被恶魔吞噬。任何神灵文明都极度讨厌这些恶魔，可能够从深渊那种可怕地方生存下来的恶魔，偏偏有实力非常强大。同阶之中，恶魔的实力远超其他生物，比如一名3星下位神灵在面对同阶的神级恶魔时，几乎是十死无生。要想击败一名3星下位神级的恶魔，至少需要一名4星中位神灵出手，可这还只能击败，而不是击杀。恶魔的生存能力和战斗意志实在是太强了，哪怕奄奄一息，他们也绝不会放弃战斗的勇气和逃命的决心。由此可见，这些来自深渊的恶魔到底有多么恐怖。当得到秦风确定的答复时，雷神小队又喜又忧。前1秒钟脸上还是跃跃欲试的表情，但转眼之间就有可能变为满脸的惊惧之情。显然他们是既渴望上前线建功立业，又恐惧恶魔的强大，因此才有这么复杂的表情。而后秦官的脸上则是浮现一抹欣慰之色。哈哈，好，只有这样的人物才有资格加入我们雷神军。走吧，我这送你们去前线。由于地处前线，敌我双方都在战场附近布置了大量扰乱空间传送的结界阵法，因此秦风一行人只能传送到距离前线最近的一处据点，然后乘坐飞梭前往战场。雷神军所驻扎的星球早已被恶魔大军肆虐过，入目所及处都是裸露的红土岩石，几乎见不到任何植被。不远处的一座大山似乎遭受了某种恐怖的攻击，竟然从中断作2截，自山腹处往下，如同一棵老树桩一样坐落在那里，而山腰往上的山头部分则无助地滚落在一旁，其余地方也是满目疮痍，就连河流、湖泊都被恶魔大军抽取，转移到了资源贫乏的深渊位面。再往远处的天空看去，是一颗颗泛黄的星球，上面见不到任何生物，有的只是一处处残垣断壁。从建筑物的规模上看，那些星球上曾经都生活着大量的智慧生物，可如今这片美丽的星空都已被恶魔大军摧毁。倒是雷神军营地在这满目疮痍的前线战场显得格外不一般，宫殿林立，塔楼耸峙，云舟飞驰，负责警戒的雷神军立于虚空，还有巡逻之人手持监视器具来往于宫殿群之间。
在宫殿群的外围还分布着大量的防御设施，比如魔法塔、剑塔、阵法结界等。出示了通行证后，一行人终于进入军营之中，但时不时传来的一阵惨呼声让秦风等人眉头直皱。后勤官拉住一名雷神军巡逻队长，开口询问道：“发生了什么事？怎么这么多伤员？”这名巡逻队长满脸疲惫之色，双目有些无神的道：“我们刚刚和恶魔大军死战了一场，有许多战友都受伤了。不过恶魔那边也不好受，统帅大人亲自出手，杀死了他们的一名恶魔领主，歼灭上千下位恶魔，上百中位恶魔，10几头上位恶魔。恶魔领主实力与主神相当，还能够担任雷神军一方支队的统帅，实力也得达到主神级。而下位恶魔的实力则相当于下位神灵、中位、上位恶魔，又分别等同于中位、上位神灵。”听到击杀了对方的一名恶魔领主，秦风以及雷神小队成员的脸上都不由挂上一抹自豪之色。雷神军不愧裂空文明最强军团之称，竟然能够斩杀一名恶魔领主，以及歼灭一支恶魔军团，实力果然厉害。在军需官的带领下，秦风终于见到雷神军第3支队的同学卡尔文，一名强大无比的5星中位主神。哦，这就是那位在神位选拔赛上一路过关斩将、大放异彩的预备雷神。经过军需官的介绍，卡尔文眼前不由一亮，颇有些欣赏地打量着秦风。军需官先是点了点头，确认了秦风的身份，然后又摇头说道：“不仅如此，在试炼任务中，这位秦风队长以3星下位神的实力击杀了一名5星中位神，天资才情不容小觑啊！”卡尔文闻言不由一怔，好半晌才反应过来，拍手称赞道：“老了！现在的年轻人一个比一个了不得，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这些老骨头看来马上就要被淘汰了。”听到一名主神级强者的夸赞，秦风的心中也不由升起一丝得意之情，但他还是谦虚地说道：“统帅大人身经百战，实力超凡，更为我裂空文明立下赫赫战功，如今也是春秋鼎盛之年，又岂能说老呢？属下来雷神军报道，正是想为统帅大人效力，也为击杀恶魔、溯本清源尽一份心力。若有战事，还请大人让我上前线，击杀恶魔，建立战功。”秦风在剿灭罪球星上的反叛军时，获得了100点个人积分以及10点团队积分。个人积分可以用来提升军衔，只要1000点个人积分就能从小队长晋升中队长，也可以用来兑换一些优秀的装备，比如之前得到的雷神之锤仿制品，就需要1万点个人积。不过，要想兑换雷神之锤仿制品，要么是天赋卓绝，受到雷神军高层重视，要么就是立下赫赫战功，才有资格兑换雷神之锤的仿制品。秦风刚刚加入雷神军，就获得一柄雷神之锤仿制品的奖励，可见他是多么受到高层的重视。而除了雷神之锤外，还有其他各种神器可以兑换。只是现在的秦风已经拥有真正的雷神之锤以及神圣之甲这2件主神器，1件主攻击，1件主防御，已经足够他使用许久时间了。而团队积分则可以用来扩大团队规模或者兑换团队物资。100点团队积分可以将雷神小队扩大到雷神中队，也就是100人的规模。如今的秦风以及他所在的雷神小队晋升积分都只有1/10，所以他有些迫不及待地想要上前线击杀一些恶魔，获得积分，从而提升自己军衔以及扩大雷神小队的规模。除此之外，还可以检验一下12亿圣天使的实力，看看这个恶魔之地是否名副其实。说来也巧合，刚刚获得12亿圣天使就遇到了恶魔入侵，这不是白送战功是什么？但让秦风感到失望的是，卡尔文竟然拒绝了他。秦风队长，如今我们刚刚经历一场大战，需要一定时间的休整，所以短期内是不会有战事的。再加上恶魔大军那边此时也是被我方重创，短期内应该会以防御为主，轻易不会挑衅我们。不过既然你如此踊跃的想要做出一番成绩，那本统帅就安排你到后勤部帮助护送物资吧。几句话就打消了秦风请战的要求，而且还这么的合情合理，让他根本找不出反驳的理由。唉，想要击杀恶魔，建立战功，怎么就这么难呢？秦风被安排到后方的一颗星球上，负责帮助后勤部运送物资。在前线战场上，可不能随意动用空间传送能力，因为不管敌我双方都会布置大量净空结界，以扰乱空间元素。强行进行传送，很有可能被暴动的空间风暴席卷，从而被粉碎，也有可能直接被对方监测到，然后修改传送目标。你有可能会被放逐到虚空中，永远无法返回，要么直接被修改到敌方大本营内部，成为一块送进嘴的肥肉。因此，在战场的周边一般都使用星舰作为交通工具，这种速度以光年计算的星舰能够很快运送物资，军队到达前线，甚至还拥有一些攻击防御能力，可以当作战争堡垒使用。没过多久，秦风就在后勤官的带领下到达了后方的一颗星球上。这颗生命星球虽然在恶魔大军来临时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但雷神军的支援速度较快，最终还是保下了这颗生命星球。此时上方的生灵已经被转移到其他位面，只有后勤部在上方放置了大量的堡垒、仓储建筑的。裂空文明的发展非常全面，分为有后勤、辅助、百工、战斗政策重点不同的传承体系。这些军营、堡垒、仓库乃至于星舰都是由百工测神灵打造的。就比如前线战场上的防御设施、军营等建筑，就是早早打造好，等需要用的时候直接放在指定位置就行了，简直方便无比。因此裂空文明出征往往就像搬家一样，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庞大的宫殿群，不仅能够住人，还拥有一定的防御能力。大秦风一行人路过一处宫殿，只见10数名神灵在里面忙碌着。一名气息衰弱、肢体残缺的神灵双目紧闭地盘坐在中央，而在他的周围是一群穿着绿色法袍的神灵，正在炼化大量的魔药灵植，然后灌注到中央的神灵身上。与此同时，这些辅助系的神灵还在释放一道道神术，以治疗中心处的神灵。在海量资源的灌注下，
以及一名辅助系神灵的神术治疗下，那名受伤惨重的神灵很快就恢复了过来。不过，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雷神小队的成员神色有些异样的看了秦风一眼。之前在最球星上，他们的这位队长也曾为受伤的天使治疗过，挥手之间就是上百道不同种类的神术，恢复、治疗、愈合、驱散，瞬间就将重伤几近死亡的天使给救了回来。那时候，小队成员只觉得自家队长厉害，但具体厉害在哪里，却又说不上来。如今一看这些专业的辅助系神灵，每人只会3、5道相关神术，治疗恢复效果也很一般。几人联手的情况下，还浪费这么多灵芝魔药，才堪堪将那名伤员治疗好。这与自家的队长相比，那就是草鸡遇上了凤凰，简直不堪入目。不过见秦风没有其他表示，小队成员当然不会自讨没趣，他们都看得清楚明白，自家队长还在位没有接到任务，而感到不高兴呢。队长，既来之则安之，统帅大人这样安排，也是对你升起了爱护之心啊。是啊，虽然待在后勤部没有仗打，但这里胜在安全，还有战功可拿。只要这次成功抵御住恶魔大军，咱们小队也能扩建成中队，而你的军衔也能提升到中队长层次，简直就是白捡功劳啊！既然说的不错，支队统帅已经承诺过，只要他们完成物资护送任务，就能够获得足够晋升的个人以及团队积分。秦风当然也知道，卡尔文之所以这么安排，就是出于保护的目的，不想让他上前线冒险。可男子汉大丈夫，哪有说在后面捡功劳的？就在这时，营地忽然传来一阵剧烈的颤动，远处似乎还有爆炸声传来，有恶魔大军前来偷袭，快拉响警报，组织人员进行防御。北边的结界被打破了，恶魔杀进来了，快将他们赶出去！不好，这是声东击西，恶魔大军的主力正在攻击南面结界，速速联系前线战场，请求雷神军主力回援。一道道声嘶力竭的呐喊在后勤营地的四处冒出。秦风眉头一皱，站起身就大踏步走出宫殿。只见后勤营地的北面和南面各自被轰出一个大洞，防御结界支离破碎，已经失去了作用。而在营地中，到处都是喊杀声一片，不知有多少敌人冲了进来。只见一只只面目狰狞、头生犄角、手持恐怖镰刀的恶魔正在营地中大杀四方。最令人头疼的还是这些恶魔带来的军队，竟然如入无人之境一般，四处搞着破坏。裂空文明一方的神灵也尝试着放出信徒和恶魔大军一战，可他们的信徒实力远远不如恶魔大军，而拥有神级战力的神灵又被对方的镰刀恶魔纠缠住。一时之间，裂空文明一方被杀得节节后退，很快就失去了营地外围的控制权。该死，这里怎么会有恶魔大军？是啊，恶魔大军的主力不是刚刚遭遇重创吗？前线战场的雷神军主力去哪了？怎么会放这些恶魔大军偷袭后勤营地？秦风听着耳边小队成员焦急的话语，眉头也不由皱了起来。他一把拉住一名路过的后勤人员，开口问道：“这是什么情况？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后勤人员一脸哭丧的说道：“这些是恶魔大军中的精锐，镰刀恶魔的小分队，人数虽然稀少，但战斗力却非常强悍。我们后勤营地只有一些边外战斗人员，其他大部分都是辅助系，后勤系的神灵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力。现在前线战场上，恶魔大军也压了过来，死死将雷神军主力拖住，我们根本无法获得支援。如果让这些该死的镰刀恶魔攻破后勤营地，前方战场将失去物资供应。更可怕的是，如果这些镰刀恶魔从后方攻击，前方的雷神军主力遭遇两面夹击，很可能被恶魔大军全歼。此时的情景可以说是到了极其危险的时刻了。如果让这支镰刀恶魔小队彻底攻破后勤营地，那前方的雷神军主力将会失去后勤资源供应，甚至还有可能面临两面夹击的危险。到了那个时候，可真就是大势已去，难以回天了。任何人都没想到恶魔大军的报复行动会来得这么快，而且这么猛烈。他们才刚刚失去一名深渊领主，军队也大败溃输，伤亡惨重，竟然这么快就调来了援军，直接打了雷神军一个措手不及。后勤营地的守卫力量不足，又根本没有准备，竟然一下子就被攻破了。秦风松开抓住后勤人员的手，将他放得开来。雷神小队的成员此时目光灼灼地看着秦风，正在等他下达命令。这个时候，一群小恶魔杀到了他们面前。恶魔和神灵不同，神灵能够开辟神域，圈养信徒，收集信仰之力，从而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而恶魔却无法开辟神域，他们更喜欢带领恶魔大军四处攻伐掠夺，以弥补自身。并且这些恶魔由于生长在深渊位面那样的残酷地方，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为了生存而战斗，因此恶魔的战斗力远远不是裂空文明这些神灵能够比拟的。哪怕只是一些小恶魔，也杀得后勤营地鬼哭狼嚎，一溃千里。看到这一幕，秦风冷哼一声，9条不灭雷霆神龙爆发出来。去！秦风朝前一指，只见9条不灭雷霆神龙便飞了出去，杀入了小恶魔的群体之中。不灭雷霆神龙如同一根根长矛一般，穿透一头头小恶魔，只是短短的几个呼吸之间，便杀死了上百头小恶魔。还有一些散落在附近宫殿群中的，也被得到指令的雷神小队成员出手击杀。一时之间，以秦风小队驻扎之地为中心的大片宫殿群，竟然在这如火如荼的战场之中，显得那么安静和平。不过，一道人影的出现，打断了这里的安静和平。只见气息有些紊乱，前面所发白的军需官出现，对秦风焦急地说道：“快，你们跟我走！”秦风不由一愣，有些疑惑地问道：“走？去哪里？我们不应该剿灭这些偷袭的恶魔吗？”见秦风不为所动，双脚犹如老树盘根一般扎在地上，根本拖不动。军需官虽然焦急，但也只能无奈地停下脚步，耐心地解释道：“来不及了，这些恶魔的偷袭，我们根本没有准备。负责守卫后勤营地的雷神中队死伤惨重，其他人员又都是些辅助系的神灵，也几乎没有战斗能力。而前方的雷神军主力也被突如其来的恶魔大军给拖住了，根本没有办法支援。我们必须得尽快离开，
前往附近的星域求援，只要速度够快，或许还有机会挽回一些损失。听到这话，雷神小队成员不由大受震动，都用希冀的眼神看着秦风，希望他能够下达离开的命运。这些镰刀恶魔的实力实在是太过恐怖了，以他们一个小队的规模，根本不可能力挽狂澜，除非发生奇迹。这个时候，趁着还有机会，果断离开后勤营地是最好的选择。可让所有人震惊的是，秦风竟然淡然拒绝，一挥手放出了12亿圣天使。这些12亿圣天使的数量虽少，但实力远远不是恶魔大军能够比拟的。毕竟12亿圣天使可是专门克制恶魔族的，一道道圣光之刃射出，砍在了恶魔大军身上，顿时就是一阵人仰马翻。一只只恶魔在圣光之下化为灰烬，如同洗涤一般清理营地中的恶魔。一个个技能光焰轰炸，一炸就是一大片，数百只恶魔死亡。天使制裁更是恐怖，几乎能够笼罩方圆数十里范围内。一队12亿圣天使联合释放，瞬间就能够清空区域内所有的恶魔军队。一心想要带手秦风的军需官看到这一幕，不由变得目瞪口呆起来。这是什么东西？好恐怖！雷神小队成员也一脸惊讶，喃喃自语道：“这好像是天使，可和之前我们见到的天使也不一样啊。那些天使只有2个翅膀，实力也没有这么强大。可队长的这些天使却拥有12个翅膀，真是不可思议。”军需官看着12亿圣天使一出，直接遏制住了恶魔大军的攻击。他的脸上又喜又悲，面色复杂无比的烦躁。秦风，不要再挣扎了，我们快离开吧。这些小恶魔只不过是恶魔大军的马前卒，杀了再多也无济于事，反而会引起更强大的恶魔的注视。雷神军拥有36个支队，可像你这样的预备雷神只有9名。支队长已经下达命令，让我无论如何都要将你带走。你一个人的生命比整个支队还要重要，还请不要让大家的牺牲白费。秦风虽然只是雷神军的一个小队长，可他却是预备雷神，是未来雷神军统帅的有力竞争者。以他所展现出来的天资才情，未来如果成为雷神军统帅，一定能够带领雷神军走向更远的未来。可惜秦风对此充耳不闻，依旧指挥着12亿圣天使一步步剿灭营地中的恶魔大军。他的心中有一种执念，如果在面临这种危难的时候，他放弃雷神军逃离，那还有什么资格统帅雷神军？一支军队会认可一名曾经放弃队友逃离的统帅吗？答案是不可能的。秦风宁肯战死在这里，也不会灰溜溜的逃跑。也就在这个时候，恶魔大军攻势被遏制，其中作为统帅的恶魔头目也注意到了这边的变化。一名面目狰狞，头上一对犄角，浑身燃烧火焰，手持一柄巨大镰刀的恶魔飞了过来。嘿嘿，没想到这小小的后勤营地中还有你这样的人物，12亿圣天使啊，这可是最美味的食物，多谢了。见到这名与众不同的恶魔，军需官和雷神小队成员不由面色大变。队长，快跑！这是镰刀恶魔中的王族，实力堪比7星上位神。不行，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掩护秦风离开，不能让他死在这里。普通的镰刀恶魔头上只有一个犄角，浑身漆黑，如同从煤矿中钻出来的一样。可眼前的这头镰刀恶魔，头身2个犄角，浑身燃烧熊熊烈火，显得格外不一般。而那恐怖邪魅的气息，更是让整个战场都变得混乱血腥起来。只见这头恶魔头目手中的镰刀一伸，直接将一名天使勾勒过去。镰刀恶魔大嘴一张，直接将这头天使吞入腹中。哈哈，爽，真是太爽了！再来一只。说完之后，镰刀再次伸出，勾向了另外一名天使。但就在此时，一道雷光闪闪的微型巨龙凌空飞至，直接撞在镰刀恶魔的镰刀上。恐怖的撞击力，再加上雷霆之力带来的麻痹感，让镰刀恶魔几乎没有反抗之力，就被击退了好几步。而那条雷光闪闪的微型巨龙却丝毫没有变化，只是再次飞回主人的身边。这当然是秦风出手了，雷光闪闪的微型巨龙则是他的不灭雷霆神龙。12亿圣天使是他最强大的信徒军团，他怎么可能让这个镰刀恶魔一而再再而三的吞噬呢？哪怕被吞噬得12亿圣天使已经开始在神域中复活，这也是无法接受的事情。小子，本想让你多活2分钟，可你竟然这么着急送死。既然这样，本王就成全你，先夺你神魂，再碎你的神格，最后破开你的神域，捕捉这些可爱的小天使。镰刀恶魔大怒，转身就杀向了秦风。一道滚滚黑云直接将2人给笼罩在其中。只听得其中怒吼连连，武器乱撞，雷霆阵阵，却看不清事情，更不知谁占了上风，谁落在了下风。军需官和雷霆小队成员面面相觑，不知该怎么办了。他们的任务是保护秦风成功离开，可他们的保护目标已经和敌人杀在了一起，他们能离开吗？如今雷神军第3支队的败局已定，如果预备雷神也死在这里，他们就算逃出去，也会受到雷神军的军法处置的。战场上，在12亿圣天使的帮助下，战局已经勉强维持均衡，甚至在一些局部地区，后勤营地中的一些神灵也开始了反击。可他们很清楚，除非秦风战胜镰刀恶魔头目，以打击恶魔大军的决心，否则这场战斗最终都会以他们的失败而告终。但他们更清楚，秦风以一个新晋4星中位神的实力，根本不足以挑战一名堪比7星上位神的镰刀恶魔王族，这样的希望实在太过渺茫了。干你娘，跟这些恶魔拼了！不错，人死卵朝天，不死万万年。18年之后，老子还是一条好汉。雷神小队成员受到秦风的激励，双眼发红的杀向恶魔大军。军需官跺了跺脚，无奈叹息一声，同样挑选了一名镰刀恶魔作为对手。他的境界是6星中位神，实力超过大多数雷神军，在整个后勤营地也算得上是拔尖的存在。可他是辅助系的，战斗力一般。而他所挑选的对手，这是恶魔大军的一名副队长，实力堪比6星中位神，但战斗力更加强悍。没过多久，军需官就被恶魔大军的副队长给击伤了。幸好雷神小队成员中的几人解决了自己的对手后，赶过来支援了他，要不然
军需官恐怕就要死在恶魔手里了。可雷神小队成员中大多数都是3星下位神，只有2名副队长是4星中位神，实力远不能和恶魔相提并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名名雷神小队成员落败，纷纷伤在了恶魔头目手上。这些镰刀恶魔不愧是从深渊位面那种残酷地方厮杀出来的，实力就是强悍。而这个时候，秦风和镰刀恶魔王族的战斗也进入了白热化之中。该死的两脚羊，你们这些神灵占据了宇宙中最富饶的地方，可你们孱弱无能，德不配位。只有我们恶魔才是最珍贵的，我们的实力也是宇宙最强大的，你们才应该去深渊位面生活，才应该在那暗无天日的环境中挣扎，而不是待在富饶的生命世界中，一天天醉生梦死。镰刀恶魔发出声嘶力竭的怒吼，手中武器不断向秦风看来。然而秦风身披神圣之甲，手持雷神之锤2大主神器，根本不怕这镰刀恶魔。再有9条不灭雷霆神龙的相助，竟然和这7星上位神的镰刀恶魔打了个平手。双方你来我往，在虚空之中杀得不亦乐乎，几乎忘记外面的战况。只见镰刀恶魔手中的武器瞬间变大，直接凌空劈向秦风所在。然而2条不灭雷霆神龙咆哮一声，交叉着飞向镰刀恶魔手中的武器，如同一柄大剪刀一般，直接剪在了镰刀恶魔武器的刃口上。咔嚓，虚空中传来一声脆响，镰刀恶魔手中的武器被挡在了半空，无法向秦风所在前进半分。更让镰刀恶魔感到气愤的是，在这一次攻击中，他手中的武器竟然被剪出了一个口子。哎呀呀！该死的两脚丫，我要生吞活剥了你！镰刀恶魔咆哮连连，却发现他连武器都抽不出来。不仅如此，不灭雷霆神龙身上传过去的雷霆之力，竟然让这镰刀恶魔感到丝丝麻痹之感。也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剩下的7条不灭雷霆神飞了出来，直接咬在了镰刀恶魔的双手双脚、脑袋脖子上方。最后一条不灭雷霆神龙直接朝着镰刀恶魔张开的大口中飞了进去。哦，该死的！9条不灭雷霆神龙，其中2条呈剪刀状夹住了镰刀恶魔的武器，剩下的7条咬住了镰刀恶魔双手双脚、头颅腰腹。一时之间，镰刀恶魔竟然动弹不得了。但忽然，他的双眼瞪大，满是恐惧之色，奋力地挣扎了起来。只见最后一条不灭雷霆神龙竟然趁他怒吼之际，从他的口中飞了进去。之前不灭雷霆神龙发出的雷霆之力，还被他那坚如磐石的皮肤给抵挡住了。可如今，不灭雷霆神龙直接钻入他的腹中，释放出来的雷霆之力，顿时就要命了。镰刀恶魔的口中喷出一阵阵黑烟，声音沙哑的惨叫起来。也就在这个时候，秦风再次动了，秉承着趁人病要人命的原则，雷神之锤爆发了本源的力量，无尽雷霆之力汇聚，带着雷霆万钧的力量，直接轰在了镰刀恶魔的头上。主神器的威能火力全开，直接就将这生命顽强的镰刀恶魔给轰死了。之前还狂妄无比，想要将秦风抽筋扒皮的镰刀恶魔软塌塌的倒在地上。这个时候，后勤营地的战斗也差不多到达了尾声。虽然有着12亿圣天使的协助，后勤营地中的神灵展开了一系列反击，然而镰刀恶魔的战斗力太强大了，很快就镇压了这些反击，战斗再一次向恶魔一方偏转。秦风的神域之中也出现了一颗颗巨大的晶莹如玉的巨蛋，这些都是12亿圣天使死亡之后形成的。24小时之后，崭新的12亿圣天使将会从这些巨蛋中走出，这就是12亿圣天使复活的真相了。当所有12亿圣天使全部战死后，后勤营地中残留的恶魔大军没有了天敌的克制，再次暴动起来。他们开始破坏营地中仅有的防御结界，一点点残杀剩余的后勤人员，仅有的战斗人员也就是秦风的雷神小队的。可此时依旧在镰刀恶魔的攻击下，纷纷重伤倒地。然而就在此时，天上的黑云中突然传出万道雷霆，一声绝望的怒吼发出，整个后勤营地的大战在瞬间停滞了。不管是恶魔还是裂空文明这边的神灵，都停下了手中的攻击，仰头望天。作为镰刀恶魔，如果他们的王子在这里战死了，他们就算战胜了后勤营地，回去也会被领袖抽筋扒皮，打入18层地狱。而作为裂空文明的神灵，如果秦风胜利了，那么局势还可能有反转的余地，要不然所有人的死亡都变得毫无意义。这一刻，无数双眼睛看着天空中，目露希冀之色。就在这时，一道神光萦绕、雷龙环视的身影走了出来，在他的手上还拎着一颗头身双脚、面目狰狞的头颅。太好了，队长胜利了，是队长胜利了！利空文明这边不由欢呼了起来。什么？王子殿下竟然在这里战死了！该死的，我们要杀光这些杂碎，为王子殿下报仇！镰刀恶魔一方面如死灰，双眼血红，发誓要杀光所有神灵。一时之间，一方欢呼雀跃，军心振奋，一方面如死灰，一心复仇。双方再次杀在了一起。不过这一次，夜空文明的神灵军训大战在防守之一竟然展开了一系列的反击。也就在此时，天上亮起了一阵阵光芒，朝着下方的后勤营地笼罩过去。只见一名镰刀恶魔将一名神灵砍翻在地，就要终结这名神灵的生命时，一道金色光照在这名神灵的身上浮现，直接挡住了镰刀恶魔的攻击，并将之反弹了回去。然后一道道红的、白的、黄的、紫的、绿的光芒在这名神灵的身上浮现，他身上的伤势开始愈合，负面状态开始被消除，苍白脸庞开始变得红润，就连衰微的气息也在暴涨。短短几个呼吸的时间，这名受伤惨重的神灵就已经恢复如初，战斗力达到了巅峰。我好了！天哪，这太不可思议了！神甲术、愈合术、治疗术、驱散术、恢复术，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既然能够一脸释放这么多神术，这样的一幕在战场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雷神小队的成员对这一幕最为熟悉，纷纷以崇拜的眼神看着秦风，一下子就将整个战场覆盖在其中。队长真是太厉害了！是啊，上一次看队长治疗那些天使的时候，
我就已经被震惊得无以复加了。可如今，队长竟然能够同时治疗整个战场上的伤员，这都快逆天了吧！一时之间，整个战场上的神灵都开始活蹦乱跳起来。杀！干掉这些恶魔，夺回营地控制权！反击！反击！杀死这些恶魔，为战死的队友报仇！一名名神灵，不管是战斗系的还是辅助系的，都嗷嗷叫着杀向恶魔大军。而恶魔这边战斗时间良久，早已不复全盛状态，再加上镰刀恶魔王子的战士，让所有人失去了斗志。一增一减之下，战场态势开始逆转。这一次是裂空文明的神灵追着恶魔大军打。不过，恶魔大军当中还存在一些实力强大的中位恶魔，比如以一己之力就打败了雷神小队所有人的那一位。该死的恶魔不死，反杀回去，干掉这些两脚羊！然而秦风可不会干看着，他好不容易争取回来的优势就这样被丧失。只见9条不灭雷霆神龙飞出，找准目标就杀了过去。一条不灭雷霆神龙变化成一根闪烁着雷电的长矛，直接将一头镰刀恶魔穿胸而过。最为恐怖的还是他在杀死一名镰刀恶魔之后，竟然拖着这名镰刀恶魔找上了其他对手。几个呼吸之后，这条不灭雷霆神龙变化而成的雷电长矛上，就如同糖葫芦一般穿上了8、9只镰刀恶魔。其余的不灭雷霆神龙也各有施手段，杀死一只镰刀恶魔。胜利的天平朝着秦风一方彻底倒下。仅剩的一名恶魔头目看到这一幕，不由目眦欲裂，双眼发红。该死的神灵，你坏了我恶魔一族的大事，又杀死了王子殿下，你罪无可赦！镰刀恶魔发出声嘶力竭的咆焰，身上燃烧起熊熊烈焰，似乎要将天穹都给烧破。周围一众神灵见状，不由大惊失色。不好，这镰刀恶魔是要自爆，他想和我们同归于尽，快阻止他，要不然所有人都得死！一名名神灵拼命地扑向了这名镰刀恶魔。然而他们的反应快，秦风的反应却更快。只见雷神之锤从天而降，直接敲在了这名镰刀恶魔的犄角上。砰！一声巨响后，直接将这名镰刀恶魔的头颅都砸入他的身体之中。后勤营地的战斗在此刻彻底宣告结束。太好了，我们胜利了！这些恶魔终于被我们击败了！秦风队长万岁！秦风队长无敌！秦风队长牛逼！一声声呐喊在整个后勤营地中此起彼伏。如果他们不是神灵的话，恐怕此时都要给秦风提供信仰之力了。秦风含笑以对，等气氛稍稍缓和之后，才招呼说道：“打扫一下战场，收集没有损坏的物资，再看看还有没有能够使用的虚空战舰，我们要快点支援前线。”此时的主力部队依旧和恶魔大军浴血奋杀，时不我待，不容耽搁了。秦风虽然只是一名小队长，在后勤营地的残存人员中，职位军衔都很低，然而他此时的声望却已经到达了顶点，几乎是一呼百应。哪怕是刚刚被搀扶出宫殿的后勤部主任，也默认了秦风的发号施令。几乎所有人员轰然应诺，开始收集营地中残存的物资。虽然在恶魔大军的破坏下，很多物资都不能使用了是，但时间仓促，总还有遗漏下来的。后勤营地又有秘密仓库建设在地下，用一个个隐蔽的魔法结界封锁起来，就为了应不急之需，这个时候正好派上了用场。还有一些没有被破坏的虚空战舰也被拉了出来，大批的资源搬上虚空战舰。一名名神灵也顾不得自己只是后勤人员或者只是辅助系人员，每个人都在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很快，虚空战舰启动，拉着残存的人员和物资奔赴前线战场。这个时候的前线战场，雷神军也是岌岌可危，防御结界到达了摇摇欲坠的地步。雷神军第3支队的统帅此时一脸苍白地坐在宫殿中，接受辅助人员的治疗。唉，没想到恶魔大军的支援这么快就到了，我真是大意了。对方2大深渊领主偷袭，差点就让我是在外面了。也不知后勤营地那边怎么样了，只要秦风那个小子成功逃离，我们的牺牲也算是没有白费了。嘿嘿，我派那个小子去后勤营地，他还心不甘情不愿的，这下子他非得谢谢老子。副官也接过话茬说道：“还好统帅大人有先见之明，把预备雷神放在了后方，有及时下达命令，然后亲营的人护送他离开。要不然，咱们第3支队就算全军覆没，战死在这沙场之上，也无法洗刷咱们的耻辱啊！”两人的言语之中，似乎秦风这名预备雷神的价值远在他们第3支队数千名雷神军成员之上。不过也是，秦风虽然只是预备雷神，麾下也只有一支雷神小队，但预备雷神可是未来雷神军的统帅人选，最有可能继承雷神宝座的存在之一。就算失败了，也能成为一方主宰，地位远在一个雷神军之队长之上。因此，此时哪怕整个第3支队都要被蜂拥而至的恶魔大军淹没，可作为支队长和副官的2名统帅，却也有些侥幸之意。因为只要预备雷神没有死，他们的牺牲就是有价值的。走，我们出去看看。这一次，老子就算也拼了命，也要带走一名深渊领主。啧，一个支队连杀2名深渊领主，老子就算死了也出名了。只见雷神军营地之外，无数的恶魔大军如同海浪一般蜂拥而至。幸好雷神军营地的防御比较完备，没有被偷袭，有着防御结界在，还能抵抗一段时间。但随着能量的耗尽，这些防御结界终究会失去作用。到了那个时候，雷神军就必须要和恶魔大军真刀真枪的干一仗了。单打独斗之下，雷神军的实力一点也不弱于恶魔大军。毕竟雷神军的成员都是千挑万选出来的，每个都有越级而战的潜力。然而就在此时，天空上一片乌压压的战舰降临。咦，那是什么？难道是支援到了吗？不可能啊！距离我们最近的支队也最少需要5天的时间才能赶来，怎么这么快就有支援了？不对，统帅大人，你仔细看看，这些虚空战舰好像是后勤营地的，只是数量少了很多。支队长和副官面面相觑，不知发生了什么。但2人很快下达命令，打开防御结界，放舰队进来。一堆堆的资源从虚空战舰上取下，
补充进雷神军前线仓库中。特别是已经摇摇欲坠、几近崩溃的防御结界，在得到能源补充之下，很快又变得坚实起来。面对如同海浪一般扑来的恶魔大军，防御结界岿然不动。恶魔大军那边看到虚空战舰群到来，不用面色大变。虚空之中站着一名浑身燃烧的火焰的深渊领主，以及一名手持巨大紫色镰刀的深渊领主。首先是火焰领主率先开口，询问着紫色的镰刀领主：“该死的，雷神军的后勤营地不是被我们偷袭了吗？怎么会有这么多战舰能够前来支援？镰刀恶魔王还没有联系到你的手下了吗？快问问他们这是怎么回事！”两大深渊领主愤怒不已，看向秦风的眼神中似乎想将他千刀万剐一般。他们费了这么大力气，才截断后勤营地的供应，又偷袭了第3支队的统帅，更是只差一点就能攻破雷神军营地。可如今所有的盘算都已经失效，这一切都是因为秦风这个意外的出现。特别是巨莲领主此时更是愤恨不已，急于发狂。要知道，负责偷袭后勤营地的可是他资质最为出众的儿子。在不久之前，他与镰刀王子失去联系，如今又见到秦风统帅后勤营地前来支援，哪里还不知道他那位宝贝儿子已经死在了后勤营地之中。而看秦风众星捧月的模样，镰刀王子的死亡一定和他有关。可巨莲领主很清楚，这场战斗已经无法持续下去了。首先，获得后勤物资支援的雷神军第3支队完全能够严防死守，等待援军的到达。其次，就算他有心留下，继续和雷神军拼个你死我活，但身旁的火焰领主却不会同意，恐怕会第一时间率军返回。甚至于，这名火焰领主返回之后，还会趁着他的大军脱不开身，而选择攻破他的深渊位面。这就是恶魔，不仅对敌人邪恶，对自己的人同样如此。所以，巨莲领主只能选择退却。但他依旧不甘心。只见巨莲领主的瞳孔忽然变得深邃起来，一双血红的眼瞳如同深不见底的深渊一般，好像要吞噬所有的一切。第3支队的统帅卡尔文虽然不知道秦风是怎么办到的，又怎么会统帅后勤营地来到这里，但他看到巨莲恶魔的动作，也不由大惊失色。不好，这是深渊之瞳，能够搅碎所有主神之下神灵的灵魂。一边喊着，卡尔文一边冲向秦风，可已经来不及了。只见一道紫色光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射向了秦风。深渊之瞳是精神攻击，无形无质，就算是防御结界也无法阻拦这样的攻击。这一项技能只有领主级的深渊恶魔才有可能领悟，而要想释放这一项技能，哪怕是领主级的深渊恶魔也会陷入为期3天的虚弱期。卡尔文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深仇大恨，会让巨莲领主在两军对雷时凭着受到反噬也要攻击秦风。但他知道秦风一定不能有事，哪怕是整个第3支队灭绝，也不能让秦风有事。但就在此时，秦风的身上浮现一层金色光罩，然后9条不灭雷霆神龙出现，编织出一层雷霆之盾。紫色光芒在瞬息之间击破了金色光罩，然后被雷霆之盾挡住了。这雷霆法则不是攻击性质的吗？怎么还拥有防御能力？而且一名4星中位神灵竟然能够扛住主神级强者的攻击。虽说秦风是预备雷神，天才中的天才，但也不能这么妖孽吧。整个雷神军第3支队都愣住了，就连拼了命也要拯救秦风的支队长也呆愣在原地。他们不知道的是，不灭雷霆神龙本就是由不灭神体和雷霆巨龙融合为一，前者是最强防御法则，后者是最强攻击法则，融合之后当然具备攻击和防御的特性。当然，如果仅仅是这样，还不足以让一名4星中位神抗住一名主神级强者的攻击，要不然主神级强者也未免太无用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秦风拥有神圣之甲，这件主神器发挥了最大的作用，扛下了大半的伤害，这才保下了秦风。要不然秦风就会在深渊之瞳的攻击下变成一具行尸走肉一般的没有灵魂的躯体。毕竟一名主神级强者以虚弱3天为代价发出的灵魂攻击，那是非常恐怖的。可惜秦风毕竟不是一般的人，恶魔大军中看到自己的攻击没有起到作用，巨莲领主差点一口老血喷出。但看了看身旁火焰领主的诡异莫测的表情，他只能愤愤不平地下达命令道：撤退！要是再不撤退回老巢休养，他恐怕就得被这位同伴给吃了。看到深渊大军彻底退却，雷神军上下不由欢呼雀跃起来，所有人都有一股劫后余生的感觉。如果不是秦风来得及时，他们恐怕都要完蛋了。统帅一脸复杂地来到秦风面前，感叹说道：没想到之前只是想要保护你，所以才让你待在后勤营地，但最终的结局却是你一个人拯救了我们整个第3支队。你是我们第3支队的大功臣啊！如果不是你打败了偷袭后勤营地的恶魔军队，然后又及时率军赶来救援，我们恐怕都要全灭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第3支队的中队长了，而你的雷神小队由你自己去扩张，建立雷神中队。此言一出，雷神小队的成员不由大喜过望。太好了，一个中队的编制，那就是100人的队伍啊！不，最重要的还是队长有自主招兵的权限。以后咱们这个雷神中队可就是队长的独立武装了。雷神军出钱帮队长养部队，怎么想着这么梦幻呢？这有什么？咱们队长可是整个雷神军有史以来升官最快的存在啊！是啊，队长是预备雷神，未来有机会竞争雷神之位，现在获得了自主招兵的权利，就可以打造自己的班底，以后竞争雷神也就更有把握了。军需官也一脸羡慕地来到秦风面前，恭贺说道：恭喜你了，秦风队长，这才过了几天，你就和我是一个级别的了。要不你把我也收了，我来给你做副官，管理后勤任务如何？看来军需官也被秦风的能力和晋升速度给深深折服了。他的军衔和秦风一个级别，可却宁愿矮秦风半截，也要给他当副官，可见他对秦风的敬意有多么高。秦风当然不会拒绝，高兴地说道：好啊，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副队长了，所有后勤
内政任务都交给你负责。5天的时间一晃而过，两大雷神军支队先后赶来，见到第三支队安然无恙，依旧牢牢镇守在阵地上，两大支队的统帅都感到惊奇无比。之前求救的时候，不是说已经陷入危局，十死无生了吗？可他们紧赶慢赶都赶了过来，第三支队却安然无恙，一个个精神无比，这是把他们当傻子耍吗？得知是秦风以一指之力力挽狂澜，在救下第三支队时，两位支队长也不由对秦风竖起了一个大拇指。在那样的情况下，还能舍生忘死的留下战斗，拯救整个支队于水火之中，这样的存在，不管放在哪里，都是值得人敬佩的。两名支队长拍着胸脯保证，如果秦风以后要竞争雷神之位，两大支队一定鼎力支持。如此一来，雷神军36支队便有3个许下诺言，要支持他竞争雷神之位。这样的速度，要是让那些其他预备雷神得知，恐怕要刺激的发狂了。要知道，除了秦风之外，其他的预备雷神都已经有数百岁了，花了如此长时间，却少有哪个预备雷神能够一下子获得3个支队的支持。只是如此短的时间，秦风就拉平了他和那些老牌预备雷神的差距。毕竟，虽然预备雷神需要相互竞争，但也少不得底层的支持。3大支队许下诺言，支持秦风竞选雷神之位，真可谓是及时雨啊！又过了数天，秦风所在的第3支队开拔，准备返回雷神位面，而这处战场则交由2大支队负责镇守。支队长卡尔文身受重伤，雷神军更是伤亡过半，已经不足以镇守这处战场了，此时必须要调回后方休养。而此时，秦风的大名早已传遍雷神位面，不管是雷神军的高官，还是一名普通雷神军士兵，都知道有一名义薄云天的小队长，在面对恶魔精英的攻击下，坚决不放弃友军，誓死反击，最终以一己之力击败偷袭的恶魔军队，维护了后勤营地的安全，然后带领后勤营地及时救援前方战场，保住了雷神军第3支队。无论是出于秦风的实力，还是他的品格，都有无数雷神军向他表达敬佩之意。当秦风带着小队成员走在一处街道上时，一名雷神军上前打招呼：“哈哈，你就是那个义薄云天的秦风队长吗？好样的，不愧是我雷神军的第一好汉。秦风队长，我想请问一下，你是怎么做到面对恶魔大军都面不改色的？秦风队长，听说你杀了一名恶魔王子，对方有7星上位神的实力，而你现在只有4星中位神，差着一个大境界，你是怎么做到的？”啧啧，秦风队长真是年少有为，沉至今不过2年，就已经是4星中位神层次，加入雷神军更是不到1个月，就已经从小队长晋升为中队长，果真是天才中的天才。秦风队长，你对9大预备雷神有什么看法？你是否有竞争最终雷神之位的想法？听说你的小队扩招了，你看我能加入吗？一个个问题络绎不绝地出现在秦风的耳边。就在这个时候，一道五彩流光划破天际，携带着强大的气势出现在秦风的面前。卧槽，这是谁啊？这么嚣张，竟然敢在雷神军的地盘上飙车！嘘，你小声点，正是第5预备雷神，8星上位神的实力，当前军衔已经到了大队长的层次。天哪，怎么是这个怪物？他怎么来了？嘿嘿，第5雷神最为嚣张跋扈，平时都和其他预备雷神不对付，几乎见面就要掐架，现在过来肯定是找秦风队长的麻烦的。那我们要不要帮忙？你疯了吧？神仙打架，凡人遭殃，咱们虽然也是神灵，但在这些大佬面前和一群臭虫没什么区别，还是躲在一边吃瓜看戏吧。说话之间，一众雷神军成员远远让开了一片区域，让秦风和那名第5雷神中门对狙。此时已经成为秦风手下副队长的军需官也认出了来人的身份，连忙凑在秦风耳边小声说道：“他叫亚历克斯，也是一名预备雷神，排名第5，大家都叫他的5雷神。大队长军衔统帅着500名雷神军精英，实力在8星上位神层次。最为恐怖的是，这个家伙精通战争神术，拥有极致的速度和恐怖的攻击，曾经击杀过多名9星上位神以及一名半部主神，甚至在传闻中，他还从一名敌对势力的主神手中逃脱，实力不容小觑，需要小心。”说话之间，五彩流光彻底停下，却是一艘迷你虚空战船。虚空战船上走下了一名身穿银白色战袍的神灵，手中提着一杆萦绕着丝丝缕缕雷霆之力的长枪。啧啧，4星中位神就这么一个小萝卜头，也有资格成为预备雷神？看来我们这些预备雷神的平均水平又要被人往下拉了，真是可怜。实力如此之孱弱，却还到处出风头，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啊！说完之后，这位第5雷神一脸不屑地走了，从始至终都没有看秦风一眼，更别说让秦风说一句话了。看到他这么嚣张的模样，围观众人不由一阵哗然。这位第5雷神还是一如既往的这么嚣张啊！是啊是啊，虽然早就听闻第5雷神和其他预备雷神不对付，可没想到竟然这么不将其他竞争对手放在眼中。不过也难怪，人家已经成为预备雷神上百年了，这位秦风队长却刚刚成为预备雷神，实力又只有4星中位神层次，又怎么能不被人欺负呢？嘿嘿，传说这位秦风队长可是凭4星中位神的实力击杀了一名7星上位神的恶魔王子，不知和第5雷神打起来谁要厉害一些？我也很期待这一天的到来，不过我觉得秦风队长这么讲义气，又这么年轻，未来不可限量啊！秦风当然听到了众人的窃窃私语了，但他如同北极星悬于苍穹，孤傲而清冷，丝毫没有理睬盛装而来的亚历克斯。这两人虽没有产生任何交集，甚至视线也未相逢，但众人无不从两人之间感受到强大的威压。山雨欲来风满哦，不需细想，谁都知道秦风身为最近新晋的雷神统帅，与那位资历雄厚的老前辈必然有一场砥砺较量。雷神小队的成员亲眼见过秦风的种种威能，当然毫不迟疑地站在他身后，任凭驻地众多迎接人员簇拥亚历克斯走向主帐。雷霆之主啊，万物皆虚，天地都不应当妨碍您的光彩。你在说什么？
秦风返回住处，正在处理公文，忽然听到脑海传来阵阵圣洁的祷告吟唱，正是前不久刚刚收纳的天使。听到神主的询问与回复，12亿天使爱丽丝的语气明显变得有些激动，立即双手合十拱在身前恭敬道：“神主征南伐北，匡扶正义，无论虚空还是深渊，无不传唱您的。说重点。”秦风揉了揉太阳穴，天使什么都好，算是万族之中对神灵最为虔诚的信徒，但他们这套繁文缛节真的是让人听着头大。爱丽丝愣了愣，温润的嗓音久久才从彼端位面传来：“感情神主允许我们为您打造无上圣器。”话音落地，这下轮到秦风发怔了。他万万没想到，天使除开出色的战力与治疗，居然还会铸造武器装备。秦风一边分析雷神小队刚刚传来的前线战报，一边随意点头：“准了，你们自己看着弄吧，但别耽误的修行。”自从走出学院，秦风前后后收纳不计其数的随从，只要众人做好职责本分，他向来管得不严，也无心过问旁枝末节。伴随爱丽丝的虚空投影消散，紧接着卡尔文风风火火地闯进来了，紧张道：“兄弟，大事不好了！慢慢说。恶魔之族的镰刀王子，你肯定早有耳闻吧？”卡尔文深深蹙眉，握拳道：“刚刚传来消息，他的亲卫不顾本部火线封锁，强行跃迁，坐标正是此地。”果然如此。秦风随手按下作战投影，仰而叹息。卡尔文听得一头雾水，急上心头：“你快想想吧，雷神军团剿灭深渊之行，乃是万机之秘，总部的坐标位置更是绝密。结果……”话未说完，卡尔文不由自主地抖了抖，明显是不敢再往下说了。秦风当然知道其中深意，当然也不会接过话茬。他抬头与卡尔文视线相逢，均看到对方脸上凝重的神色。镰刀王子的湮灭，肯定算是恶魔之族的奇耻大辱。这份罪过虽然还未被仔细清算，但现在必定要算在王子亲卫的头上。毕竟主人当众被杀，他们这些随从侍卫万死难辞其咎，为了不必牵连九族亲眷，势必要做出一些坚决的表态，而以求弥补。所以王子亲卫强行跃迁雷神总部，至于他们如何找到坐标，五星上神亚历克斯出行的排场那么大，仅是随行飞梭舰队便引起附近行星偏离正轨，只要恶魔不瞎布隆，岂非手到擒来？卡尔文对此有苦难言。虽说他一直主持前线，剿灭深渊恶魔的进展还算顺利，但也正是因为太过顺利，引得大人物投来炽热的视线。镰刀王子已死，恶魔遭受重创，局势大好，谁不想趁此赶紧捞点战功？今天的亚历克斯倒还好，他的资历摆在明面，多少有点战力，但以后那些出身世家门阀的纨绔子弟呢？这里可是瞬息万变的前线，战火纷飞。卡尔文只要想到以后一边作战，一边还要招待这群权贵，不禁头皮发麻，脸上更是遍布阴云。不过他见过秦风卓越的战力，刚才又看到他与亚历克斯之间的暗流涌动，所以想也不想，立即前来抓住这根救命稻草。兄弟，队长，想想办法吧，此时正值千钧一发之际了。没问题。秦风起身看向卡尔文，缓缓点头，答应得很是干脆。这并非他喜欢扮演救世主，而是有更深沉的考量。他确实坐稳雷神小队长的位置了，但雷神军团统帅之位呢？现在虽说有卡尔文自觉担任副职，可名义之上仍有不顺。如果借这次危机大展雄姿，不仅是雷神军团会处在自己实控之下，甚至于整个裂空文明都要以自己刮目相看。机会来了，只要够胆抓住，必当翻身。风云变幻之际，争做弄潮。兄弟，深渊恶魔丧尽天良，人人得而诛之。此番你我率军而来，必然要代表裂空文明惩恶扬善。秦风振振有词，满腔义愤。他越过卡尔文，抬头看向满天繁星，再次沉声道：“我修行多年，受尽天恩，此刻正是涌泉相报之时。”回望秦风负手而立，满脸庄重，卡尔文心里激情澎湃，怎么也没料到他会答应得如此爽快，同时也没料到这位新晋战神居然心怀大义，目光极其远大。这让卡尔文暗生愧疚，觉得刚刚自己算计与利用秦风的想法实在太过阴暗龌龊了。贤圣之人莫过秦风。卡尔文挥手举在身前，行出军礼，我自从往后，愿跟随你踏遍星空，传唱裂空文明的无尽荣光。好，很好。秦风颔首。刚才那番作秀，他只是即兴发挥罢了，现在听到卡尔文大加赞赏，还立即表露五星上神的忠心，这让他多少有些不好意思。两人寒暄刚过，忽然听到总部警铃大作，一声更比一声急，恍如催命。秦风快步走到室外，视线越过惶恐慌乱的士族，清晰瞧见深邃幽暗的天幕裂开一道豁口，猩红剔透，状如血眼。大批恶魔战舰鱼贯而出，正巧落在亚历克斯带来的飞梭集群之上，恐怖的引力波动瞬间将其碾为齑粉。这也让原本肉眼不可见的引力波在飞梭残骸加持下凭空显形，一浪接一浪的，恍如天河潮涌，场面极其骇人。敌袭，准备迎战！雷神军团的基地猝然炸开锅，遍地都是惨叫。亚历克斯身处其间，睚眦欲裂，当即飞身而出，怒声大叫：“蝼蚁岂敢！受死！”镰刀王子亲卫队的军旗当真是一把弯刃镰刀，不仅如此，手持的主战兵器也是断血而成的恶魔之镰。秦风先前早与镰刀王子有过接触，深知这东西的物理攻击强度不高，但对灵魂创伤极高。但亚历克斯可不知道这些，他从安定的后方赶来前线，只想捞取功名，距离上次浴血奋战也是10万年前的恒星害闪之时。他刚刚升空迎上亲卫队的先头侦察舰队，还未出手，后方的主战旗舰当即集群开火，数以万计的死灵激光同时而至。亚历克斯猝不及防，如同一只被聚焦在放大镜的蚂蚁，瞬间被点燃。这当然没事吧？基地众人目瞪口呆，上一秒还在期待亚历克斯横扫万军的雄姿，结果在下一秒却看到他狼狈落地，轰然撞断总部的指挥塔。秦风对此冷眼旁观，缓缓抬手催动召集令牌的同时，也示意身边的雷神军团的成员做好战斗准备。呵呵，战争并非儿戏，亚历克斯这种莽撞的行动简直与送死别无二致，明知对方集群而来，
居然仍旧孤身犯险，活该！这话出自卡尔文，不过骂归骂，他还大步流星地冲向亚历克斯。毕竟亚历克斯的身份不凡，若是死在前线，卡尔文必定要担责，更何况用以联络各部的指挥塔还被拦腰撞断了。漂浮在天的亲卫队一击得手，攻势愈加猛烈，舰群分作左右两股排成前行，接二连三地向雷神基地发动轰炸，根本不顾地上的防空火力。这明摆是要鱼死网破，非得全歼雷神军团不可。亚历克斯被随从挖出废墟，仰望漫天炮火的同时，瞳孔骤缩，因为他惊恐地发现自己全身上下正在不断崩坏。仅是喘息半刻，满头黑发已然染上斑白之色，惨如木灰。这让亚历克斯被吓得肝胆欲裂，连忙挥动双手紧扼自己的脖颈，试图掐断这股不断向全身蔓延的死气。然而在众人眼里，亚历克斯只是全身被烈焰烧得黢黑，其实并无大碍，根本没看到半点崩坏的迹象。糟糕，大人疯了，快阻止他！众人连忙七手八脚地按住亚历克斯，可没等一涌而上，死光轰炸劈头盖脸的如雨而下，瞬间让雷神基地遍布猛掐自己脖颈的癫狂之人。这些普通人明显没有亚历克斯的实力雄厚，根本难以抵挡死光攻击，只在顷刻之间竟然真的全身崩坏，随即纷纷扬扬地腐朽成一堆灰尘。天哪，神陨传说居然应验了！完了完了！尚未遭殃而目睹惨剧的幸运儿万众震骇，无不失色，战战兢兢地遥望遍地死光于尽。恐惧之余，他们悄然靠向秦风的阵营，并且投以无数希冀的视线。此时谁都清楚，雷神基地的生死存亡全凭这位新晋战神了。秦风冷哼，摊开双臂横在身体左右，伴随上下徐徐化为星旋，两列12亿天使纷至沓来，如同侍女恭送主人。光辉乍现，治疗术所呈现的温润色彩立即与死光形成强烈反差，衬得秦风步步踏上虚空的样子更显至尊华贵。他每走一步，雷霆法则便具现在脚底，待到他升至万丈高空，一片无边无际的领域已然彻底形成，逼得沿途镰刀舰队悉数湮灭，甚至没有产生半点爆炸的声响。领域翻涌之下，雷电苍龙游弋在秦风左右，轻松挡下来自主力战舰的死光攻击，不仅没有受到丝毫伤害，反而借由其中能量持续壮大身躯。尽一天河，细针北斗，化神为右，木灵绝土。秦风默念，伴随深邃的眼眸看向跃迁黑洞，蓄足攻势的10万雷龙咆哮而出，如同水银奔泻，登时淹没镰刀舰队。这次总攻仍旧没有半点爆炸声响，天地之间静得可怕，但绚丽灿烂的火光紫电极其醒目，似乎无边无垠的天幕已经成为秦风笔下画卷。地上雷神基地的众人一边受到死光于尽的能量波及，一边又受到天使军团的治愈，胸腔之内的心血也随之潮起潮落。其实即便不受到干扰，他们亲眼目睹秦风大展神威，并且毫发无伤的剿灭镰刀卫队，仍旧心血澎湃。你们愣着干嘛？卡尔文大喝，抽出佩刀怒指苍穹，随我跟随神主杀进宵小，以张裂空文明之无上光辉。列阵，杀！建功立业，正在当下。众人幡然从秦风雄姿之中醒悟，而天使军团的加持之下，他们惊奇地发现，那些令人闻风丧胆的死光根本不能造成伤害，即使心肺尽碎，仍旧可以起死回生。镰刀舰队本就只是王子亲卫队罢了，规模再大，也不及雷神总部基地的底蕴深厚。更何况有秦风在场绞杀大半有生力量，众人与其说是在参战，还不如说是清理现场，所以收尾工作的进展格外顺利。你，亚历克斯躺在废墟，狼狈不堪，看到秦风从天缓缓而降之时，口齿也变得愚钝了。你，大人神大威难测，吾辈叹服。神主当真后生可畏，乾坤宇内再无第二人胆称神，是吗？秦风嘴角上扬，满脸玩味。你的时间不多了。亚历克斯惊恐，连滚带爬的跪在秦风身前，拱手道：“敢请神主救我性命，自此往后，我愿为神主赴汤蹈火。”哈哈！秦风转身大笑，挥手撒下驱散死光的治疗。起来吧，天地之大，脚下还有许多征程，你的倨傲与偏执实在让我不敢收容。亚历克斯仍旧不死心，翻身而起，亦步亦趋的跟在秦风身后。敢问神主今后有何盘算？在下虽然愚钝，但时间长河总会将我为神主磨砺成合适的形状。哦，在下此次赶赴前线，其实不为捞取功名，而是试图探寻深渊宝藏。细讲。秦风转身，事迹长生，只要收容深渊各大位面，然后整合其中力量，一步登神而不死不灭，并非妄言。亚历克斯满脸讨好，全然没有先前五星上神的倨傲了。秦风微微颔首，侧身遥望满天星辰，犀利的视线似乎已经穿过百万光年，最终聚焦在无底深渊。此时恰逢南风呼起，万籁俱寂，星光流动，水悠悠。前线战报：雷神军团重创深渊恶魔，镰刀王子伏诛。快讯：裂空元老院决定升任秦风，成为雷神军团统帅之职。重要消息：五星上神亚历克斯已然归附雷神军团，服从节制，担任卫士长。伴随深渊前线的虚空裂缝被修复，出战大捷的喜讯如同雪花飞回裂空文明。而这3条新闻简报正是受其催生，然后成为亿万子民茶余饭后最为爆炸的谈资。现在无人不知裂空文明新进一名天之骄子，仅凭4星神位的实力，轻松斩杀镰刀王子，并且还顺带剿灭蓄势反扑的亲卫精锐。如此功绩，令人瞠目结舌的之余，更在裂空文明掀起一股投军报主的热潮。仅在短短半天的时间，已有10万热血青年参加雷神军团的新兵入伍训练。万能的神啊，保佑我吧，不要让如此庞大的接待工作猝死我。收容新兵的神使在虔诚祷告，满腔幽怨。然而，身为一切因缘源头的秦风对此毫不知情，甚至也没接到上面的升职令，因为他在剿灭镰刀亲卫队之后的时间，一直在追踪深渊恶魔的残兵败将。不为别的，他只想找到深渊恶魔的老巢，然后一举剪除纠缠裂空文明上万年的梦魇。至于其中正道长生的传说，他也仅仅当作顺手的天头罢了。
毕竟生命的终点在于一片虚无沉寂，而长生之事实在有违天道，秦风也摸不准深渊之下是否真的藏有终极答案。这段征程很漫长，秦风率领雷神军团进入深渊之后，前前后后至少目睹3次恒星的诞生与湮灭，甚至不用他出手，深渊恶魔便在时间长河之中不断滋生与消亡，如同野草一岁一枯荣。事已至此，秦风清晰认识到宇宙盈亏之理，天道有数，阴阳相生相伴，单靠蛮横的武力根本无法除尽深渊恶魔。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所以秦风发动天使军团不断净化深渊，并且通过众合技术持续向这块贫瘠之地投入能量，然后催生万事万物。于此期间，他还主动干预深渊文明的演化进程，引导所谓的恶魔健康成长。卡尔文与亚历克斯本来对此颇有质疑，毕竟裂空文明与深渊恶魔相生相伐万年之久，仇恨尤深。现在秦风表以善意，岂非资敌？但到后来，这种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小。此非卡尔文与亚历克斯回心转意了，而是岁月不饶人，两人久久不能突破5星上神的境界，生命最终回归于虚无。尘归尘，土归土，万事皆休。雷神军团，应该是这个名字。秦风驻足星云之上，俯望万千世界，迟疑道：现在还剩多少人？卫士天使爱丽丝对答如流，均已陨灭，但我已经把他们的生命信息上传了，准备在下一次时间起点爆发之时再入轮回，仍可再为神主效忠。换言之，现在的雷神军团其实已是天使军团了。秦风自顾自的呢喃。宇宙熵增熵减之下，他已经目睹太多潮起潮落了，即便是万年旧部的烟消云散，在他心里也只能引起半点涟漪。他回头看向爱丽丝，发现岁月并没有在他身上留下痕迹，依旧历久弥新。圣洁之姿，不可方物。其实非说要有痕迹，那他们这群见证永恒的天选种族已经全部成为12亿的究极生命体了，随便拎出一个也能保佑任何文明长达1000年的繁荣。神主，望天不知其高，观地不知其厚。爱丽丝的声音很轻，恍如一阵竹林微风。那么有限的生命究竟有何意义？你问我？秦风微笑，刚刚催发的赤乌恒星在他身后展开首次耀斑，霞光万丈。我的寿元不及你1%，辟邪何必问命于蜉蝣？哈哈！秦风见爱丽丝哑然，开怀大笑，随后认真道：仰望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人生有限，该当自娱自乐，安享天年。恕我愚钝，实在没听明白。那就对了呀。秦风莞尔。爱丽丝满脸疑惑：啊，怎么对了？刚才那番话我也只是一知半解，如果你真的听明白了。秦风故意拖长尾音，玩味道：那你岂不是比我更早升仙登神，踏入永恒的圣殿？爱丽丝沉默，不知是对刚才那番哲理陷入深邃的思考，还是对秦风诙谐的回答无语了，但这都不妨碍左右两侧天使傻乎乎的笑成一团。如果万千星云之中的文明抬头见到如此之多视为真神的天使眉开眼笑，必定要为后世再次撰写3、4则传说，最终引为窥得天机的秘闻。然而秦风在一片欢声笑语之中也逐渐沉默了。他晋升为5星上神足有万年之久，如果再不突破桎梏，卡尔文与亚历克斯便是前车覆辙之鉴。勇敢直面虚无是一回事，但真的事已至此，他心里还是有些一言难尽的惆怅。神主又有何事？我打算率领姐妹穿越虚空，看看外面更为广阔的天地。爱丽丝语气笃定，坦言道：天使见证永恒，而永恒的万事万物也该为天使做出见证。你们也要走了吗？秦风叹息。爱丽丝微笑，但在此之前，我代表天使要向神主送上一份大礼，以尽栽培之恩。话音落地，赤无恒星光芒大炽，澎湃的骇闪风暴涌如狂潮，规模之盛，居然使得深渊域内的所有恒星居然同时共鸣，六合八荒，骤然震颤。原本平静无物的深渊，经过亿万年滋养，轰然爆发天地之力，即便是雷霆万钧的领域法则也在此黯然失色。秦风瞳孔微缩，分外瞧见赤无恒星之上展开一条光辉灿烂的金色大道，视线往上，步步通往琼楼玉宇，宛如天梯。不对，这正是天梯，通往无极世界的至高天梯。神主，天使之族正是宇宙意志的化身，如今我们见证神主观心诚如明镜，也是时候打开天梯，迎接神主归位，镇守永恒。爱丽丝笑靥如花，她摊开手掌，虚引前路，此去9万里，正是长生之地，我们将会在下一个世界重逢。秦风正想致谢，但天门洞开的引力让他口不能言，径直使他羽化飞升，越飘越高，最终整个世界都在他眼前变作一点星辉，直至不见。于此于时，响彻寰宇的传奇神话被彻底载入永恒，岁月史观画上最后一个句号，万物随即归为平静。